一觉醒来，梦醒时分，白云之中有神山，天堂位立神山顶。上古虫母霸占天堂顶，亿万虫族虎视眈眈。召唤位面，千族精灵，纯血龙族，灭国妖兽，三国鼎立，水主沉浮。埋藏在九寨五彩天池中的图腾之秘，五彩鸾鸟即将重现世界。茶卡盐湖映出异世天空，一沙一世界，一岩一宇宙，亦是霸主点将杀伐。湖中传来阵阵战鼓雷。妖都神秘玉虫世家掌握远古玉虫术，是玉虫还是阳古，仅在一念之间。暗黑王魂魄存于世间，杀人不过头点地。亚马逊神巫诗云不语，南极神帝兵锋天下，沙哈拉现幕后黑手。世界大乱世，巧合还是预谋？圣城一直扮演什么角色？世界学府之争到底争什么？江右中考成绩521分，虽然分数线没有出，但是按照历年来的分数线，要考回来一中怕是难了。在从城一中初中年级的班级上，一群略显稚嫩的学生坐着等待讲台上的老师发布成绩。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教室里面的学生都没有穿着校服。嘻嘻嘻，去不了一中，去六中也一样可以觉醒吗？一个头发染成绿色的小男生没有所谓的说道。老师也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说什么。今天是中考放榜的日子，也是这些学生初中的最后一天。一般中考完就是完了，也没人会在意试题错了那些，分数直接上网查就行。但是从城中学有这么一个惯例，中考完后放榜当天要回到学校上最后的一次课。因为对于这个世界的学生来讲，改变他们一生的并非大学，而是高中。这是一个存在魔法、妖魔的世界，而高中则是他们觉醒魔法的地方。魔法种类繁多，分门别类。元素魔法：风、土、水、冰、雷、火、光。白魔法：治疗、祝福、心灵、植物。黑魔法：暗影、诅咒、亡灵、毒。次元魔法：召唤、空间、混沌、阴。甚至世界上还有一些未被记录的魔法系。而这个世界并非人人如魔，都会魔法。成为法师最关键在于16岁成年的时候，进行一种叫做魔法觉醒的步骤仪式。所有学生都会在进入高中的同时，使用由国家分配的觉醒石进行觉醒。不同的人体质不同，初次觉醒的魔法系别也会不同。一般人初次觉醒9×9觉醒元素魔法，仅有不到那可怜的 0.1 会觉醒黑魔法或者白魔法。至于次元魔法和无属性魔法，可以忽略不计。法师等级分初阶、中阶、高阶，还有凤毛麟角一般，如同守护神一般的超阶法师。而超阶之上还有没有？起码书上是没有写的。法师觉醒后就是初阶法师，拥有一个魔法系，中阶会再多一个魔法系，高阶3个，如此类推。威胁人类生存、争夺生存环境的生物统称妖魔。妖魔对应法师等级分布是奴仆级、战将级、统领级和君主级。妖魔强大可怕，曾经远古时候人类没有掌握魔法之时，不过是妖魔圈养的食物。后来发生一场大战，人类获得保护自己的魔法。一般的法师需要5人以上组队配合，才有机会击杀一头同级别的妖魔。霍字321分，李存310分。李存他们都没有来吧？嘿，来个屁！他们这点分数上不了高中，来干嘛？丢人吗？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能上高中。小学和初中虽然没有觉醒魔法，但是依然需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理论知识，例如魔法基础理论课，学习各个魔法系的魔法命名、具体效果、等级变化、施法时间、施法前摇、躲避技巧等道。中华魔法历史课，了解中华上下5000年的各个魔法大神，记录丰功伟业，了解魔法从无到有的过程。妖魔百科课，学习国家已知的所有妖魔的名字、生态、特点、技能、特性、弱点、战力计算等，诸如此类。因为觉醒石是昂贵的消耗品，无法每个人都提供觉醒机会，哪怕像妖都、广州这样的国家重点都市，觉醒率都不足1%。而从城只是妖都11城的其中之一，高中仅有2所，从城一中和6中，初中10几所，高中仅2所，自然是要筛选掉大部分人。拍，班主任合上自己的本子，他已经全部读完。班主任推了推眼镜框，看着眼前这些在交头接耳的学生，眼睛有点湿润，因为他知道这里的学生都可以进入高中觉醒，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师，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慢慢的开始真正直面妖魔，是会死的。老师，你还没说昭华的成绩呢。一个染成一头灰白色头发的小伙子 biu 的一下从座位蹦起来，指了指自己旁边在不知道想什么的同桌说道，只不过换来的却是老师和同学的白眼。你是不是傻哦？你这样的脑子，魔法觉醒怕不是会失败？我看林墨就别去觉醒了，脑子不太行，这还要问？老师咳了一声后说道，和以前一样没变，全部满分。灰白色头发的林墨摊了摊手，一脸无趣的坐下，转头看向自己的同桌，喂，
你就不能故意做错一题？每一次都满分有意思吗？清秀第一眼看过去，脑海中自不然就浮现出这两个字，眉目如画，皮肤白嫩的过分，就好像太阳对她没有作用一样，如婴儿一般。朝华，从城家喻户晓的隔壁家小孩，出生即巅峰，长得帅，性格好，读书棒，家境富，考试次次拿第一就算了，还从未失过一分，甚至连最难的论文都能拿满分的怪物。喂，你小子到底在看什么？从刚刚就盯着手机看。林默伸头，他想看看这个怪物学霸看什么看得这么入迷。我去，你有病吧？手机黑屏的，你在想什么？没什么。梦，起因全因为一个梦。朝华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魔法却存在科学的世界。不但如此，在梦中的那个世界里面，他自己也在那个世界里面生活。而最奇怪的是，那个世界和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几乎一模一样，除了没有魔法有科学之外。从出生开始，每一天每一秒所发生的事情他都在经历，历历在目，十分深刻。在那个世界里，他认识的人都没有变，名字外貌都没有发生变化。不同的是，那个世界没有魔法，没有妖魔入侵，而最大的不同是他自己。在那个世界里面的朝华从小就身患重病，几乎每天都要被病痛折磨，被一种叫做化疗的治疗方法折磨。如果说现在的朝华出生即巅峰，那么那个世界的朝华出生即地狱，生不如死。不过幸运的是，在那个世界的朝华在16岁的时候因病情加重不治身亡。庄周梦蝶吗？是我做梦梦到另一个自己，还是另一个自己转世重生？如果是转世重生，那我在这个世界生活的16年又是什么？是因为我的生活过得太顺，我内心渴望波澜导致的梦吗？但是如果是梦，我怎么会梦见隔壁班的女孩子？思春期。朝华收起手机，还是不想了。既来之则安之，他又不能改变什么，管他呢。眼前最重要的是魔法觉醒，或许是梦的原因，他发现自己更加期待魔法觉醒了。最主要是梦这种东西醒来后就只能记得一个大概，虽然朝华觉得自己记得很清楚，像是实际发生一样，但是细想又想不起细节。例如，他好像读过一本书，而且很喜欢，但是名字却怎么都想不起来，更别说内容。怎么不想了？想通了。林默是朝华的同桌，而且有趣的是，从小学到初中9年做了8年的同桌。没想什么，只是在想魔法觉醒的事情。庄周梦蝶这种事情，朝华不可能跟别人说，人家只会当你读书读坏了脑子。科学世界，看起点小说看傻了吧？哼，趁现在好好享受你最后的荣光，等到魔法觉醒了，读书厉害有个屁用，还是要看真枪实干。朝华身后的男生瘪了嘴，满嘴酸味的说道：哎呦呦，这不是连考试都没有考的邓家大少邓乐吗？就你想还上高中，也不怕觉醒失败吗？哼，我家已经自己购买了觉醒石，而且已经择校通过了，你吹啊？不服打我呀，噎屎拉你！到时候不管是朝华还是几勺音，都会被我打趴在地。高中最主要的是魔法觉醒，有一些有钱有势的家庭可以通过自主购买觉醒石进行魔法觉醒，觉醒了魔法的法师只需要交一点钱就能继续读高中。觉醒石正常是没得买的，一般只要出产，国家都会立刻收购作为军用物资，但是觉醒石也并非违禁品，出得起钱自然能买到，只要量不大，买1-2颗还是可以的。而邓乐的家庭明显就是这种，邓乐和朝华从小就不对付，不但因为朝华抢尽风头，还因为两家都是经商的，是对手。你就装，继续装，不怕告诉你，人家朝华已经被妖都第一重点实验中学录取了，懂不懂什么是第一重点实验中学？从此朝华就不再从城了，你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了，明白吗？一旦激起千层浪，顿时整个班沸腾了。要知道，妖都可是国家1级重点城市，一共由11个城组成，但是每个城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实力千差万别。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也。每一年妖都11城的法师猎杀妖魔术，从城年年都是最后，连第1名的天城的零头都没有，可以说一个天一个地的差距。朝华去到第一重点实验中学后，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到时候邓乐和朝华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听到这个消息，班上一些女生眼神闪过一丝慌乱，随后露出一丝坚定，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邓乐虽然不忿，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他们邓家在从城还有一席之地，但是去到妖都中心的几个城就不行了，自然没办法靠关系金钱入学第一重点实验中学。朝华盯了一眼在那炫耀侃侃而谈的林默，像是他自己考上一样。林默看到朝华一眼，缩了缩脑袋，知道自己错了。我不打算去实验中学。每个字他们都听懂了，但是合在一起就连班主任都没搞懂。什么叫不打算去？那你去哪？最终还是心态稳定的班主任先打破这个氛围。朝华，你不去第一重点实验中学是有更好的选择？没有，只是去哪都一样，所以我打算留在一中。
教室顿时比晚自习还安静。你塔姆也太装了吧！第3章魔法世界。首先是题目说了一只受伤的巨眼星鼠以10米每秒的速度匀速运动，1分钟后，一个能够释放一阶风轨的初级法师以11米每秒的速度匀速追赶，问正常最少要多久才能追上。这一题看似是在考物体的追逐问题，但是其实考了多方面。朝华正在自己的座位上为一个同学解答试卷上的一题难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围观听解答的全部是女生，男同学连挤都挤不进来，同桌的林默已经被挤到不知道那个角落去了。首先是距离，巨眼星鼠的速度是10米每秒，并且行走了1分钟，看似距离差距是600米，但是并不止600米。因为题目是问最少的时间，而且是一名风系法师，所以最快的方法是使用风系1级魔法风轨去追，但是星子连成星轨发动魔法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要算上去。不少人听到这里发出了恍然大悟的哦的一声，但是也有一些心思细密，真正想知道答案的女同学反问道：但是法师施法魔法的时间有长有短，因人而异，怎么知道施法时间？题目也没说啊。施法时间的确因人而异，但是题目给出了第2个关键字正常。全球魔法数据课第2章有说，全球风系法师1级风轨的施法时间的中值是 6.9 秒，所以需要把这 6.9 秒算上去，实际距离是669米才开始追。朝华在白纸上一边计算，一边向身边的女同学解释，1级风轨可以提升法师速度的3倍，所以风系法师的速度应该是33米每秒去追，带入到追逐公式可以得到大约29秒能追上。一顿解说恍然悟，一看试卷分数5啊，出题老师超坏，明明是数学考卷，要用到全球魔法数据课的数据，这超纲了。最开始提问这一题的女同学站在边上，故意靠得很近，声音嗲嗲的说道。朝华默默地挪了一点身位，面无表情地说道，这题已经减少了难度。如果是正常的巨眼星鼠速度在20米每秒的速度，巨眼星鼠的妖技可以让他们在10秒内增加1倍的速度。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要考虑初级风系法师的魔能问题，1级风轨的持续时间不一定能追得上等因数。朝华没管提问的女同学现在什么表情，听懂没有？反手就把试卷还给她。谢，到我了。我想问国家历史的这一题。另一个女生一个身板插入到2人的空隙之间，一屁股顶走了问数学题的女生，露出了一副胜利的表情。朝华依然没有任何表情，甚至继续挪了一点身位，屁股已经离开了凳子一半。题目给出的这一段历史材料中有5处错误的。第一处是虫母率领虫族袭击妖都的时间是在1911年9月20日，这天并不是10月1日。第二处是妖都当时只有7城，从城、增城、番城、花城都是后来才并入的。第三处，在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突破植物系禁咒后，妖都才正式打响反击战，开始夺回被虫族占领的土地。第四处，孙中山先生并不是第一个突破植物系禁咒的法师，已知的第一个植物系禁咒法师是奥地利的格雷戈尔·孟德尔，孙中山先生是我国第一个。第五处，妖都至今都没有完全收复，从城外围和花城外围大约2000平方公里的山脉，曾经是属于妖都。站在讲台上的老师都懵了，这一题9分，答案上写着是3处，纠正1处得3分，后面的孟德尔和2000平方公里是怎么知道的？仿佛是看出了大家的不解和疑惑，朝华解释道。第4处是魔法课上讲解植物系的时候，老师无意中提到过植物系的鼻祖是奥地利的格雷戈尔·孟德尔，第一个打破植物系无法禁咒的伟人。第5处是有一次的猎人课是实地远距离考察从城外围的虫族领地，军官说过曾经那片土地也是我们人类的，我好奇就调查了从城的历史发现的。老师和同学眼皮猛地跳了一下，这塔姆的超纲了啊，那些都属于题外话，课本上没有的呀，你怎么能记住呢？就离谱哦。你说怪他吧，又不是他想这样的，说不怪他吧，我们又气不过。可怜的男同学们聚堆在班主任这里看着，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朝华在装，毕竟都相处3年了，这种事情他们早已经看透。看着吧，他快不行了，等他快坐不住那凳子的时候就该是出手了。叮铃，林默的手机响起了微信的声音，林默都不用看也知道要帮忙解围了。朝华，来一下，有事跟你商量。3年了，林默连借口都没换过，11字真言虽然老旧，但是管用。朝华身法流畅，如泥鳅一样的从万花丛之中闪了出来，片叶不沾身，可想而知都试过多少次了。谢了。不用谢，照旧，一丢丢奶茶你请。听者有份。+1。朝华也习惯，他也无所谓，放学后他也喜欢和朋友去喝上一杯，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霸，仅此而已。先别走，有事跟你说是真的，我们班和2班2个重点班商量好了，今晚学校老师带头在学校操场搞了一个毕业派对，第2名的纪韶英听说也会来，你这个第一来不来？林默拿起手机打开了微信，把聊天记录录出来，看头像和林默聊天的还是个妹子，
怕是早有预谋。纪韶音，对，就是那个万年老二，虽然比不上你这样的挂笔，但是他也是个牛人，只可惜是个哑巴。昭华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万年老二，长得可以，就可惜是个哑巴，没朋友，交流困难都是他的标签。以前的昭华并不会对这个名字有什么印象，但是昨晚的那个梦让这个名字烙印在昭华的脑中，在那个充满奇奇怪怪、拥有所谓科学这种科幻小说一样的世界里面，昭华因为身体问题一直住院，和得了失声症的纪韶音是并有关系。就连昭华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因为那个梦的关系，心中已经对这个没有什么交流的女生开始关注起来，甚至让她有留下在一中上高中的打算。毕竟对于他这种怪物，别人考100分是只能考100分，他考100分是试卷上只有100分。去哪里觉醒魔法都一样，毕竟自己父亲就是一个中阶的猎人法师，明明没有交流，连同班都不是，却梦到了，而且在梦中还是很病友的关系，这让昭华内心出现了一点好奇。不对劲啊，小老弟。好，今晚几点？哦，你不来是吧？那就……你要来？你不是一直对这种派对没有兴趣的吗？林默感到有点惊讶，3年来昭华对这种聚会、派对从来都是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出现，会被当作珍稀魔兽一样的围住。林默也只是抱着怎么也要问一下的礼貌去问的，没想到昭华居然答应了。怎么？我不能来吗？昭华微笑地看着林默，眼神里说着早就看穿你了。林默咳嗽了一声，一把搂住昭华说道：“你来当然没问题，但是先说好，2班的果果你可别出手。”昭华还没有回应，在一旁的几个男生顿时炸锅了。我去，那个黑皮辣妹，你好这口！妈耶，我听说那个黑果皮初中3年和班上所有男生都有一路，我们班好像也有几个跟来交往过，你不是吧？你们没了解过他，他不是那样的人，都是谣言，他很清纯。我看你比较蠢。昭华靠着窗，安静地听着朋友们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学校的种种，回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长达16年的梦，不知道为何他有点享受以前并不怎么在意的校园生活，对2个月后的魔法觉醒更多了一份喜悦和紧张。真是奇怪的梦。第4章，你好，初次见面。下午5点，林默嗑着瓜子坐在校园的石头长凳子上憋住笑，看着昭华在远处和一个穿着打扮都很时尚、外貌也很漂亮的女生交谈。林默离得很远，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却大概知道，因为在初中3年里面，林默已经见过几十次昭华被告白。今天更是夸张，昭华从下午3点被告白到下午5点，从最开始要排队被全校学生围观，到现在周围空无一人，可想而知昭华经历了怎么样的炼狱。毕竟今天已经是毕业日，再不告白可能就没机会了。本来应该是能考上高中的学生才会回来的，今天因为昭华的原因，硬生生的把一些考不上的女同学也叫回了学校之中。这都第几个了？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林默也不知道看了多少次，最终结局依旧是女生捂脸跑开。完了，你还想有几个？一直都风轻云淡的昭华今天也不淡定了。本来只是同班的几个女生微信把昭华喊出来当面告白，昭华自然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打算当面拒绝也好绝了别人的幻想。只是谁知道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其他也打算今天告白的女生排起队，像是在动物园看妖兽一样轮着来告白。面对这种情况，林默也表示爱莫能助，他可不敢得罪已经上头的女人，除了表示强烈谴责之外，没有任何办法，甚至还偷着乐。太受欢迎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你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呢？我见有几个不错的呀，长得还可以啊。不过也对，这些庸脂俗粉你的确看不上眼。我现在很好奇，如果你不是 gay 的，你到底会喜欢怎么样的女生？怕不是要天上的仙子？如果你是 gay 的，我会拒绝你的，别想了。昭华现在已经很疲倦，主要是精神上的，没心情搭理林默这个大嘴巴子。2人住得比较近，放学基本都是一起走回家。记得今晚7点学校操场。我回去跟家人说一声。昭华家庭还不错，父母是商人，专门雇佣猎人狩猎妖魔获取素材，或者直接低价收购妖魔的素材再卖出去。妈，我回来了。你爸有一笔生意在谈，估计今晚要晚一点回来。张宁，昭华的母亲是一名水系初阶法师，年轻的时候和昭华的父亲昭郎一起组队的猎妖法师。后来昭华的母亲怀了昭华后，2人就渐渐的隐退，做起来妖魔素材的买卖。昭华的父亲昭郎还是从成为数不多的中阶法师。猎妖法师同样是猎者联盟的猎人，和普通的猎人不同的是，普通猎人是以接受悬赏做任务和寻宝为主，猎妖法师则是以击杀妖魔、获得妖魔的素材以及领取国家击杀奖金为主。每个城市都会有击杀奖金，鼓励猎人狩猎城市周围的妖魔，减少妖魔数量。猎妖法师和守护城市的军法师通过寻宝增强实力的猎人法师不同，猎魔法师是利刃，在杀戮中绽放。今晚学校有个派对，我不吃饭了，一会就回学校。
昭华一边脱鞋一边说道：“你不是一直不喜欢这种聚会派对的吗？最后一次了，去无妨。但是我听说你下午被全校女生排着队告白。”张宁捂着嘴，眼睛带着笑，哪怕已经快40岁的年龄，岁月依然无法在张宁的脸上留下痕迹，一头半染的暗紫色长发尽显潮流时尚。昭华却脸都黑了一半，谣言已经这么严重了吗？哪有全校，最多就是自己的年纪。晚上7点，学校大门。你怎么才来？都到齐了，差你了。林默端着2个高脚杯，里面装着暗红色的液体，递了一杯给昭华。未成年不能喝酒，这是葡萄汁，装气氛。昭华接过酒杯，操场上不少人都看过来，不是只有2个重点班的人，人怎么多了这么多？整个操场都站满了人，这何止2个班，怕是有上千人了吧？再加上一些桌子上摆放的饮料食物，一个400米跑道的操场勉强够。昭华还看到一头猪狼兽被架在操场中火烤，不少人围着看。这可是真正的妖魔，虽然在初中的时候有妖魔课，但是那只能通过望远设备远距离的看而已，像现在这样近距离看到，不少人还是头一次。猪狼兽是从城比较难见到的一种妖魔，猪头狼身，2根长獠牙配合狼的爆发力，很轻松就能把人对一个对穿。奴仆级妖兽里面比较难对付的一种。妖魔和法师一样分等级，奴仆级就是最低级的妖魔，同样也是数量最多的，杀死人最多的并不是那些高级强大的妖兽，而是这些数量最多的奴仆妖魔。一般的初阶法师需要好几个相互配合才能击杀。林默领着昭华拿了一份烤猪狼肉，这是邱校长亲自出手，为了我们的毕业晚会，到城外的山野中狩猎的一头猪狼兽，尝尝，这肉可比养的猪好吃多了。昭华只是轻咬一口，肉汁立刻像河水泛滥一样充满了整个口腔，烤过后香嫩可口，咸甜适中，没有一点的肉腥味，难怪邱校长会亲自出手捕猎这头猪狼兽，的确是上品。昭华也只是吃了一口，没有继续多吃，他自己老爹就是猎妖法师，这种妖魔肉比较经常吃，反倒觉得没什么新鲜。对了，邱校长说你来了，就去校长室一趟。虽然不知道校长找自己有什么事情，昭华也没有多疑，就往校长室走去。最重要是不想站在这里被人当猴看。他就是你们一中的那个满分学神，不就是长得有点帅，家里有点钱，读书有点好，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场中有不是本校的学生，但是已经确定高中能进一中的人，第一次见到昭华有点酸的说道：“这还没什么大不了，那你说一个大不了的来？”在操场的不仅有一中的学生，一些其他初中已经确定可以升高到一中的也都来参加，加上一些混进来的，就变成了操场满员状态。从城一中校长室，咚咚，进来吧。有点沧桑的男人声音从里面传来，昭华应声推门而入。除了校长坐在椅子上之外，还有一名穿着学校校服的女生也在。这个背影昭华是第一次看见，但是在那个奇怪的梦里面，他却见过很多次。乌黑柔顺的头发刚好过肩，身高只有1.6米，穿着蓝黑色校服裤，白色底色蓝色条纹的校服外套。听到了有开门声，穿着校服的女孩转头看向昭华，女孩眉目如画，不施粉黛，有些好奇的小眼珠子忍不住多看2眼，总体给人一种十分温暖的感觉。2人视线刚好重合，1-2秒钟后，昭华率先打破沉默的说道：“你好，初次见面，我叫昭华。”第5章魔法觉醒。你好，初次见面，我叫昭华。季韶音吓了一跳，他估计是没想到昭华会跟他打招呼，神色有点慌张，伸手没摸到平时都带着的挎包，急急忙忙跑向沙发，把挎包里面的画本和笔掏出来，在画本上写了几个字：“你好，我叫季韶安。”噗！昭华看到画本上的字没忍住：“你是叫季韶音还是季韶安？”季韶音看向画本，原来自己太紧张，把音写多了一划，脸像红苹果一样变得通红，连耳后根都变红了。划掉后重新写后，用画本挡住自己的脸，只露出了画本和上面的自我介绍。年轻就是好啊。邱校长看着这有趣的一幕，长满了皱纹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校长好。昭华收起了笑脸说道：“我这次叫你来是和你确认一下，听说你不打算去妖都第一实验高中，要留下来是吗？”昭华点了点头，他也想到邱校长找自己是因为不去第一高中的事情。我打算留在一中。邱校长眉头微微一皱，昭华这样的学神能留在学校，这对他来讲当然是最好的了，但是为人师者可不能不为学生考虑。你能留在学校我很开心，但是你要想清楚，高中可是要魔法觉醒，真正开始接触魔法，不再是读书这么简单。去更好的学校意味着有更高级的法师作为教师，有更好的资源，有更好的户外课程和更好的保护，这是我们从城一中没办法给予的。邱校长语重心长地把各个弊端都说一遍。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还是希望留在一中。昭华虽然嘴角含笑地说，但是眼神十分坚定。那好吧，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也不多干预。其实还有第二件事，本来我们一中会给予初中时期最优秀的学生一笔奖学金，作为奖励，又是挽留政策。按照学校原来的计划，你虽然是第1名，但是并不进入高中，所以我们把奖学金给予了第2名的纪韶英。朝华看向站在自己身后一点纪韶英，他只是不能发声，听力是没问题的，用画本挡住脸，只露出了一双纯净的眼睛看着。朝华明白过来，为什么他也会在这里，原来是因为这一笔奖学金。正常情况奖学金就是给第1的，但是朝华太夸张了，不但碾压了第2名的成绩，而且连妖都的第1实验高中都提前跑来抢人，而朝华又突然莫名其妙打算留在一中，所以才发生这种尴尬。校长，奖学金应该给予更加需要他的人，而不是死脑筋的按照规矩。其实邱校长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是2人本身的条件相当，那自然是谁分数高给谁。朝华本来也没有落实要去第1实验高中，使邱校长烦恼的是2人本身不对等。朝华家庭条件很好，他的父亲朝郎邱校长也认识，中阶法师，从城之中实力数1数2的人。而纪韶英完全相反，单亲家庭，身患重疾，初中3年的学费都是靠勤学讲教的，谁更加需要根本不用想。哗哗哗，朝华和邱校长听到写字声音，安静的等待纪韶英写完。纪韶英在画本上写道：你分数比我高，奖励应该是你的。朝华看着这些字和纪韶英脸上有点紧张的表情，不禁心想，不管哪个世界，性格依旧没变。他们3人都知道，如果真的觉醒成为了法师，那需要的开支根本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可以承担的，更别说是一个单亲家庭，学费都交不起的单亲家庭。没有奖学金，纪韶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打工赚钱，他自己也知道，如果没有奖学金，自己家里的负担会更大，他内心也很挣扎，他也不想给本来就很操劳的母亲更多的压力。朝华声音也不禁变得温柔了起来，说道：奖学金不属于谁，决定他的是校长，我相信校长会有更好的安排。别人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邱校长自己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不给纪韶英奖学金，当场说道：朝华同学说得很对，奖学金应该给予需要的人，我决定从城一中的法师奖学金给予纪韶英同学，希望他以后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师。纪韶英眼眶微红，抱着画本就要给朝华鞠躬道谢，被朝华用食指顶住额头，没让他弯腰鞠躬。你不用谢我，要谢也是谢邱校长，他做的决定与我无关。校长，既然没其他事情，我就回去了。说完，朝华转身，没有一丝的犹豫，就往门口方向走去，离开了房间。纪韶英在画本上急急忙忙地写了2个字后，跑出房门，双手举着画本。朝华虽然背对着，但是他不用看都知道，上面一定是写着谢谢2字，抬手挥了2下后说道：操场哪里有校长捕猎的一头猪狼兽，烤得不错，吃不完可以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妖兽的味道。朝华没有回到操场上，他来这个派对的目的只是想见见在梦中的科学世界中另一个自己的唯一朋友是怎么样的，既然已经见到了，就没有必要再回去。中考比一般考试要提前一点，考完试后的暑假有2个多月，自然是玩疯了。朝华也难得的和父母到另外的10城游玩，而哪个梦，他也只是当做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现在已经不记得很多事情，只能大概记得曾经做了一个有关他的梦。花城的妖职园，南城的珠江入海口，秀城的妖魔园，以及妖都最著名的妖都魔法协会，妖塔又称小蛮妖。朝华还参加了一次真实的野外夏令营，由猎人团队带领，真实的最近距离感受了妖兽和法师的嗜杀，以及在野外的生活。就连朝华都感觉到不适，而且也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到了最后，没有中途离开。结束后，他自己也水土不服了几天。明天就开学了，准备的怎么样了？朝郎问道。饭桌上，朝华一家3口在其乐融融地吃着饭菜。明天就是9月1日，是朝华开学的日子，也是他魔法觉醒的日子。朝郎特意请假了1天陪自己儿子，甚至明天他都想看自己儿子魔法觉醒，不过被朝华以太过羞耻为由严厉的拒绝。不需要给你买个模具防身，1个2个模具家里还是买得起的。暑假到妖都的 CBD 的时候，朝郎就打算给儿子买1、2件初阶模具，但是朝华没要。高1主要是练习新鬼和提高修为为主，能释放魔法就行。高2是熟悉使用和运用，考试是1对1的对战，别人都没有模具吧。高3的事才是到野外实习，那时候再说吧。朝华母亲张宁看着朝华，笑着说道：小华，你今天好像很开心啊。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当初老爸我觉醒前1天兴奋的完全睡不着，我能理解啊。朝郎点了点头，一份爹懂儿子的表情。我有很高兴吗？有。星号2，第6章，法师的意义。你精神好像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好。开学这天，因为和朝华的家离得近，林默一般都会和朝华一起上学。朝华今天顶着一双黑眼圈，看上去有点失眠的样子。没什么，昨晚研究一点东西入迷了，一宿没睡而已。
其实朝华昨晚早早就回房间休息了，但是因为太过兴奋，眼睁睁地看着天花板到天亮。早啊，林墨，朝华，要不要来个手抓饼啊？在临近校门口的道路上充斥着各种街边小摊，各式各样的早餐都有，有用杯子装好用吸管吸的各类粥品，炒得香气四溢的炒面炒粉，还有就是叫停了朝华两人的这一类煎饼摊。好啊，手抓饼2个多月没吃了，甚是怀念大叔你的手艺啊，来一个加培根加鸡蛋。朝华你要什么？一样吧。好嘞，2位法师大人请稍等片刻。这位做手抓饼的大叔在这里摆摊已经10多年了，自然知道在9月1日上学的都是要觉醒的人，其他年级开学时间是2号，早早叫上一句法师大人，可以让自己的生意更火爆。哎呀，大叔什么话，我们还没觉醒呢。林墨的样子已经要爽上天了，这一句法师大人对于他是很受用的。嘿，这不马上就觉醒了吗？早1-2个小时叫和晚1-2个小时有什么关系？别看大叔在和林墨吹牛，但是手上的功夫一点都不慢，手掌摊开，不一会手心上就冒出一团火，单手把鸡蛋打到掌心上，火焰拖着鸡蛋不一会就煎熟了。但是不管是朝华这些即将觉醒的还是不能觉醒的，都知道这并不算魔法，主要参考是威力太小了。很多人的确是无法觉醒成为一名法师，但是人体内依旧会有魔能的存在，例如这位大叔，他体内的就是火属性的魔能，如果他当年有觉醒，那么多半会是一个火系法师，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年纪就错过了，只能做到汇聚魔能在自己的手掌上冒出一缕火焰的程度，用来煎鸡蛋而已。真正的法师会在觉醒的时候激发体内的潜能，在精神世界出现一抹星辰，而觉醒就是觉醒出这一缕星辰之后，法师的一生都是围绕着一缕星辰做文章。觉醒了星辰后，法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在通过冥修，在自己的星辰中挖掘出7颗星子，挖掘出来7颗星子后就是一名法师，哪怕只有1颗星子，魔能都会比普通人强数倍。把星子排列成星轨后，注入魔能链接星轨，出现相对应的现象就称之为魔法。例如这位大叔使用的火，7颗火系星子排列成一条轨迹，从星辰中获取火系魔能链接星轨，释放出燃烧的现象，魔法就成了。而火系出阶的魔法就叫做火姿。快进校门的时候，朝华对林墨说道：“你先进去吧。”好，你可别迟到，今天你可是第一。朝华看到了在另一条路走来学校的纪韶音。暑假的时候，纪韶音利用放假的时间在一家咖啡馆打工，恰巧那就是朝华经常去的咖啡馆。一来二去，2人就变得熟悉起来。虽然在梦中，朝华和纪韶音本来就很熟悉，但是那毕竟是梦境。早上好，远远的就看到纪韶音脸带微笑，双手高高的举着自己的画本，上面写着“早上好”3个字，生怕朝华看不到，还特意晃了几下。早上好，听说我们都是第一个觉醒的。觉醒是分顺序的，以班级为单位，按照入学成绩排，班级里面第1名的第一个觉醒。但是朝华和纪韶音2个是特殊的，他们需要给全年级的新生做一个榜样。等到校长讲完话后，他们2人会在操场上众目睽睽之下使用觉醒石觉醒。本来应该是第1名的朝华一个人就够，但是后来校长又把纪韶音拉上，不知道会觉醒什么系。纪韶音会用手语，但是他几乎都不用，因为别人看不懂，他也不觉得朝华会手语。但是朝华确实会手语，而且是仅仅用了1晚上，做个梦就会了。你呀，可能会是白魔法的治愈系，又或者心灵系。纪韶音直接一个白眼，字都不用写，满脸都写着你逗我3个字。你想觉醒什么系？朝华反问道。纪韶音想了想，在画本上写道：阴系。等于。操场上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人，一共有12个班，每个班固定50人，一共600人，不能多也不能少。原因是因为觉醒石，一颗国家标准的觉醒石就只够50人觉醒，多了都没有。国家每年分配给从城1中的觉醒石数量是12颗，所以只有12个班，从城6中更少，只有8颗。朝华和纪韶音并没有分在同一个班，朝华在1班，纪韶音在2班。咦，怎么有3颗觉醒石？对哦，朝华和纪韶音之外还有第3个。谁啊？会不会是6中的那个李世杰？考试前他不是跑来我们学校叫嚣说一定会拿全城第一吗？最后别说朝华了，连纪韶音都没赢过，拿了全城第3，会不会是他？不是他，6中的校长给了一笔奖学金，他留在6中，没来我们1中。那是谁？觉醒石就是一颗石头的样子，人头大小，朝华站在1班的最前面，和纪韶音并排。我去，我知道是谁了。林墨站在朝华的身后，手中拿着手机，突然大叫：谁？邓乐？怎么可能？虽然他们邓家在从城有头有脸，但是他的成绩不是才中游吗？林墨拿出手机，翻开一则新闻，指着上面说道：邓乐的父亲拿出1颗觉醒石捐给了学校。难怪我说怎么有13个班，估计上面有1颗觉醒石是他们邓家捐出来的，所以就这样了。啧，有钱真好。
嘎嘎嘎，音响开始测试。同学们，欢迎你们，同时也恭喜你们荣升。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法师。我相信很多人9年来都是为了这一刻。邱校长的声音覆盖整个操场，学校外也有不少人站在墙外面听着，甚至有一些人用望远镜看向里面的操场，就为了看着自己孩子的每一个时刻。相信在座各位在学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法师的意义是什么。法师的意义是守护、保护、保卫、捍卫。守护家园，保护至亲，保卫祖国，捍卫主权。我们需要法师，因为城市外有太多的妖魔在紧紧盯着我们。我们需要法师，因为我们人类一直都处于弱势。我们需要魔法的力量，需要法师的保护。邱校长的声音洪亮，4个词语贯穿法师的一生意义，也把600个学生的心神震撼了一番。第7章召唤系。在操场上的学生并不知道在邱校长身上发生过什么，但是大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在邱校长的声音中充满了悲伤。是什么让这样一位老校长发出如此感言？大家并不知晓。觉醒是在班级教室里面进行的，除了出来示范的3人之外，而其他班级的觉醒时都在教室里面。让我们有请为同学们示范魔法觉醒的同学朝华、纪韶音以及邓乐。年级主任邓建安特意把邓乐放到最后，更加的大声喊出邓乐的名字，让他像是主角，其中猫腻可想而知。而且觉醒时的摆放，邓乐在正中间，朝华在左，纪韶音在右，明显是在突出邓乐。我去，邓乐那小子真的是什么损招都给老子弄出来，把朝华他们的放在自己两边，自己放在中间，他算老几？林默一眼就看出来邓乐耍的是什么花招，顿时就不爽了，拿出手机拍照发微博。朝华自然不会过多在意这些事情，纪韶音估计连邓乐是谁都不知道。他们3人都是提前通知过，而且学习的时候也学过觉醒的步骤，只需要把手放在觉醒石上，心情保持平静，之后会有一股电流一样的感觉传遍全身，身体开始发热后就可以进入到精神世界，之后就水到渠成。邓乐看向左边的朝华，露出了得意的笑脸。呵呵，管你是学神还是学霸，在金钱和权力下也只能当做陪衬品。看着吧，这一次的觉醒依旧是我的天下，我会觉醒万中无一的雷系，到时候不管你觉醒什么，都会被我踩在脚下。邓乐的父亲不但给他弄来了觉醒石，还给他弄来了引导玉。一开始觉醒的时候会觉醒千差万别不同的系，除了自身原因外，最大的因素是觉醒石的不纯。一颗觉醒石中含有多种元素的魔能，被水系的魔能刺激，那就觉醒水系；被火系魔能刺激，就觉醒火系。就像抽奖一样，在觉醒石中抽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办法总是比问题多，觉醒石中的魔能的确驳杂，但是只要经过引导，把特定的魔能引导出来，刺激精神世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觉醒的系。而邓月手中握着一枚雷系的引导玉，就是可以引导雷系魔能的神奇玉石。不过引导玉不但贵，而且还是军事物资，不得不说邓乐的父亲还真的有一手。3人几乎是同一时间静下心来，开始进行引导和觉醒。冷静，牵引觉醒时的魔能流遍全身后，引导魔能打开精神世界就可以了。朝华默诵了一遍父亲朝郎教给他的觉醒方法。朝华感觉到自己的手有什么，一股酥麻的感觉开始从接触觉醒时的手，顺着经脉开始流动，从手臂到后背，流遍了身体后，开始从脚底冲上大脑。轰隆的一声，朝华感觉到自己的脑海有什么被轰开了，一些模模糊糊的画面开始出现，慢慢的变得高清起来，从有马到高清。我顶，这塔姆的过分了，紫色，是紫色，雷系，这就塔姆的离谱。我的妈啊，这个邓乐到底走的什么狗屎运，居然觉醒了万中无一的雷系啊！哈，那是我最想觉醒的系，我感觉自己好像被 NTR 了，还是肤浅的那种。一缕紫光从邓乐的手上出现，觉醒石上出现了一缕缕的雷弧，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邓月觉醒了什么系。单体伤害最强，拥有穿甲特性的雷系。邓乐看了一眼左右两边，都还没有开始觉醒，一脸不屑，入定都这么慢，以后怎么成为独当一面的法师？邓乐波弄了一下自己的刘海，十分骚包的转身离开，也不在意身后两人觉醒了什么。他是13班的，在边边。哇，邓乐你好厉害，居然觉醒了雷系，万中无一的雷系啊！我听说上一年从成一个雷系都没有，何止上一年，上上一年也没有。邓乐你是3年来第一个。邓乐保持着一脸风轻云淡的说道，没什么，或许这是因为我平时都有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的结果吧，也或许有一点运气，希望各位也能觉醒到自己喜欢的系。邓乐说完，差一点点就没忍住要爆笑起来。哼，这两个这么久还没有动静，怕不是要失败了吧？咦，但是我刚刚明明看到了朝华的手边好像有什么闪了一下，我以为他已经觉醒完了。闪一下，这么弱吗？
觉醒的时候出现的魔法现象，强弱也能判断这个人的天生魔能强弱，现象越强，天赋越高，反之亦然。在觉醒中的昭华自然听不到议论声，但是他现在已经快炸穿了。透明召唤系，还真是召唤系，我第一系还真就是召唤系吗？这不是吧？梦就是这样，你醒后觉得记忆很清晰，但是细想就很难想起来。昭华隐隐约约的记得，在2个月前的梦里面，他临死之前对一个男人说过，希望自己觉醒的是召唤系，而那个男人也答应让自己第一系就觉醒召唤系。不过因为是临死前的，所以记忆十分模糊，已经记不清楚那个男人的样貌，就连对话都只记得片言之语，记不太全。昭华现在身处一片宇宙之中的感觉，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里面空无一物。本来按照教科书，昭华应该可以立刻看到自己的星辰才是，还好昭华学识渊博，立刻想到了无颜色星辰、透明的星辰、召唤系。但是这并不能让他感到兴奋，反而有点疑惑，难道那个梦真的这么神奇，还是说这只是一次巧合？昭华看向眼前不远处的一缕透明的星辰，昭华只能通过星辰的轮廓和偶尔一闪来确认位置。难怪网上的人说召唤系难修，连确认位置都确认个半天，真要挖掘星子怕是要很久，而且壮大星辰也不容易。灵修就是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对自己的星辰进行操作，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到下一个阶段。但是人的精神是会疲倦的，不能一直停留在精神世界之中，所以像是召唤系这种找你都要花时间的，自然更难。咔，什么东西？在精神世界自己是实体化，有手有脚。昭华想向前摸一下自己的星辰是什么感觉，突然踢到了什么东西，有点硬，脚趾头有点疼，这说明他的精神受到了伤害。书第8章寂精4座。书一本书，一本和普通手提电脑大小的书，比正常的超级本要厚3-4倍，封面是洁白的月色，整体无字无图案。如果说召唤系的觉醒还能说自己天赋异禀，那个梦只是一个巧合，那么这本书就离奇了。这可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哦，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有意思了。自己很可能被下了诅咒，像是小说主角一样，出生的时候父母得罪的仇家给还是婴儿的自己来了那么一下，然后自己的父母请求高人把诅咒封印起来，直到自己16岁觉醒的时候，后面省略100万字，最终自己走上逆天改命的道路。当然以上一切都是昭华自己瞎扯的，如果真如自己所想，那么自己父母肯定不会让自己来觉醒。昭华弯腰捡起那本书，感受不到重量，整本书是洁白月色，但是昭华觉得这有点像是透明的意思。难道我觉醒召唤系是因为这本书？昭华对照了自己的召唤系星辰，书封和星辰确实是有几分相像，月色的洁白其实也可以代表是透明的含义。打不开。昭华没办法打开书本，在精神世界里面的力量代表着精神力，也就是说自己的精神力还不够打开这本书。看来到时间了，刚觉醒不能待太久，先回去吧。昭华感觉到一股撕裂的痛，这是他精神已经疲惫了，身体快支撑不住他待在精神世界里面，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及时退出精神世界，睡个觉或者做点轻松的事情，放松精神就会慢慢恢复。呼，回来了，不知道纪韶音觉醒了什么？咦，怎么这么安静？昭华退出精神世界后就感觉到右手边没人，他估计邓乐应该早就觉醒完了，但是他敏锐地发现操场上安静的吓人，而且气氛也不对。昭华像是感觉到什么，突然转头看向纪韶音的方向。墨绿，暗沉的墨绿色，纪韶音的整个觉醒时都是墨绿色，而且觉醒时上冒出了浓烈的墨绿色的气体。纪韶音还闭着眼睛，并不知道发生的事情。绿色的系只有2种，植物系是翠绿色，生命一样的颜色，不是植物系，那就是黑魔法的亡灵系。墨绿是代表死亡，墨绿色代表着冥界的颜色，从觉醒时中冒出的气体正是湿气。虽然亡灵系出现的湿气梅毒和2氧化碳差不多，但是人类也不能长期呼吸湿气。我以为我的召唤系已经够离谱了，没想到这还有一个第一系就觉醒亡灵系的。昭华不用想也知道操场这么安静的原因了，不知道亡灵系的因为无知而沉默，知道亡灵系的是被吓的。亡灵系何止万中无一，在整个国家觉醒了亡灵系的法师怕是有数的。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法师数量以千万为单位，亡灵系的法师能数出来就知道有多么的稀缺。Sigma， 纪韶音睁开眼后看到眼前的墨绿色，身体不禁吓了一跳。他看到了周围像是看怪物一样的眼神，顿时六神无主。他说不出话，想用画本写些什么，发现自己装画本的挎包放在教室里面。这时候对于一个小女孩有多么的恐怖。不要怕，这是亡灵系，一种十分稀缺而强大的魔法系，它是被国家和世界认可的正规魔法系，这是正规的魔法，相当于召唤系，
不同的是，亡灵系可以召唤出多个召唤兽协助战斗，是很强的一个魔法系，超强，点赞。昭华的声音很大，他这不但是要说给纪韶音听，让他不害怕，也是告诉在一旁惊呆的同学，亡灵系也是魔法的一种，而且被国家承认不是什么邪术，不但不是邪术，还贼牛 X。什么嘛，原来是亡灵系，我以为是黑教廷的邪术呢。我一开始就知道是亡灵系了。切，那你干嘛不说出来？毕竟亡灵系在我国太少了，整个国家都不知道有没有100个。我怎么想到有人第一系能觉醒出亡灵系来？那真如昭华所说的，能召唤好几个亡灵出来战斗？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听说好像还真可以，而且好像不止几个，可能10几个一起。我擦，这么离谱吗？那和雷系比怎么样？雷系？初阶雷系魔法可能连一只亡灵都打不过。听到昭华的话后，大家开始议论起来，昭华也松了一口气，对着纪韶音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咦，不对啊，那昭华觉醒了什么系？怎么没反应？对哦，昭华已经醒了，那他觉醒了什么？他不是失败了吧？觉醒能失败的吗？有心系的同学立刻发现了端倪，昭华已经醒了，但是大家却没有看到他觉醒了什么系，纷纷好奇，把注意转移到了昭华身上，大家都想知道，作为 NO1 的他到底觉醒了什么系。昭华，你自己说，还是我来帮你跟大家说？邱校长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觉醒成为法师后，他们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老师校长的责任是引导、授予鱼而非鱼。如果遇到这点事情，纪韶音都慌乱，那么成为法师只会让他白白丢了性命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醒了召唤系，因为召唤系是透明的，所以大家没看清楚。场面又双若灼一次安静了下来，但是这一次安静了不够3秒钟，就爆发出惊天热议。操，一种植物，有没有搞错啊？召唤系，是召唤系，全世界最想觉醒系排行榜 NO2， 仅次于空间系的召唤系。比起空间系，我更加想觉醒召唤系啊！我也是啊，大手一挥，千军万马来相见，这种豪情，啊呀，羡慕妒忌恨啊！不但一众，网络上也掀起了热议，在从城的微博贴吧上，各种震惊。从城一中学神昭华第一系觉醒次元魔法的召唤系，觉醒瞬间天降神雷，意图破坏昭华觉醒，但是被一只无形大手捏碎。打破常识，凡人学霸纪韶音觉醒亡灵系，觉醒之时天地色变，鬼哭神嚎，无尽魔门打开，露出18地狱。谁敢笑我不能言？18恶鬼伴身边，哑妹变鬼神，谁敢再多言？有图有真相，还有视频上，诸如此类的标题党刷屏同城区域网。至于觉醒了雷系的邓乐，除了最开始被林墨发图嘲讽了一波，牵起了一点仇富热度之外，浪花都没有一个。第9章，星子，行没有？还没统计出来吗？催什么？快了快了，基本是能确定了。一个戴着眼镜，头发天然卷的爆炸头少年拿着手提电脑，不知道在计算什么。而旁边围了一圈的吃瓜群众。自从觉醒的那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1周的时间，大家已经进入到了紧张学习和修炼的氛围之中。觉醒只不过是第一步，魔法修行开头难，之后更难。刚刚觉醒的学生每天做的最多就是进入精神世界，把自己星辰里面的星子挖出来，大家也都在比赛，看谁能更快的挖出7枚星子。出来了出来了，水系、光系、土系、风系这种大陆货太多了，我就不说了，说一些小众稀缺的。眼镜男看着电脑屏幕后说道：切，水系是你叫大米了？我光系怎么了？光系后期多厉害？你算了吧，前期你就是个小灯泡。眼镜男没有理会这些50不孝百步的人，继续说道：根据我和6中的一个朋友统计显示，我们从城1中和6中觉醒了火系的一共有8人，1中5人，6中3人，具体是谁，在几班估计你们也略有耳闻了。这些人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的八卦精，精通各种八卦趣事，了解民生民事，修炼不是唯一，八卦才是精神来源。只要有八卦新闻，他们的精神力都会恢复得快一点。历城的2间高中同样是8个火系，增城的2间高中火系7个，少我们1个。花城3间高中，所以数量最多，有13个。如果按照每间学校算，大家差不多。眼镜男手指生花，在键盘上啪啪啪的敲打，显示出一串数据。妖都的确有11城，但是城与城之间的实力是有差距的，有差距自然就有攀比。而每一届刚刚觉醒的时候，各城区之间最常见的攀比就是对比稀有系的数量。妖都11城有上3城、中4城、下4城之分，这并非官方的称呼，是网民自己分的，就是按照每年击杀妖魔数量划分。从城、增城、历城、花城是上一年击杀妖魔最少的4个城。接下来是雷系，雷系比火系更加少。我们从城就只有13班的邓乐1个雷系的，增城一样，只有增城1中有1个，历城有2个，花城3个。雷系我们和增城一样，都输给花城和历城。
但是眼镜男和一群吃瓜群众没有觉得有什么，反而有点骄傲，甚至挺起了胸膛，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时间了。嗨嗨，至于比雷系更稀有的系，其他3成一个都没有，而我们有2个。昭华的召唤系妖都中，注意是整个妖都第一系觉醒召唤系的一共2个，一个是昭华，一个是天成第一重点实验高中的吕英义，听说他也是一名超级学霸。至于纪韶音的亡灵系，在此停顿，所有人不自觉地吞了一口水。全国唯一，吸，全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知道会很稀有，没想到比大熊猫还少。全国所有高校今年唯一的一列第一系就觉醒亡灵系的，而且听闻亡灵系真的很稀有。我看网上说，近10年来第一系就觉醒亡灵系的法师只有18个，现在多一个19、20个都不够，掰手指加上脚趾头都能数完。听说现在有专家指出，直接觉醒出亡灵系需要带有点缺陷，例如纪韶音是哑巴，有几个亡灵系的法师是残肢，有些貌似童年受过虐待，反正就是有这样一篇论文在我们从城的网上很火。听到眼镜男这样说，在一旁围观的人都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毕竟亡灵啊，这种东西的确不太讨人喜欢，也因为纪韶音觉醒了亡灵系的原因，短短1周内各种所谓科普的帖子井喷，其中最多的就是亡灵召唤出来后其实很难控制的言论。亡灵性情狂暴，容易伤人，因为没有智商，召唤者也难以操控他们，这是事实，没法反驳。等于。下午，高一一班的教室里面50名学生都在进行冥修。正常的，刚刚觉醒的法师一天的冥修时间是5小时，学生们早上7点准时来到学校，7点开始在自己的座位上集体进行冥修，老师在一旁监督以及给有问题的学生解答。早上冥修3小时到10点钟停下，进行30分钟的休息时间后，上1个半小时的知识课以及给同学提问和解答。每个人在精神世界的冥修都会出现一些不解或者疑惑，这1个半小时就是用来解答前面3小时冥修时候发生的问题。12点就完成早上的课程，离家近的回家吃饭睡个午觉，离家远的到饭堂吃饭回宿舍休息，一直到下午2点半继续到学校冥修剩下的2个小时。4点半后的时间就是学生的自由时间，有问题就找老师，没问题自己爱干嘛干嘛。因为冥修的时长不但因人而异，还会因为觉醒系不同而不同，例如温柔的水系对人的精神消耗比较小，一般觉醒水系的同学一天能冥修的时间会多半个小时左右，而爆炸的火系和狂躁的雷系则是比较小，一般就5个小时整，不能再多，天赋差一点的可能还不足5小时。所以学校规定的冥修时间是5小时，必须要到学校来，这也是为了防止因为冥修枯燥而偷懒。在精神世界里面，昭华一脸的绝望和无奈。唉，虽然有想过召唤系修炼难，但是没想到这么难啊。外面的时间流动多少，在精神世界就是多少。冥修是真的要在精神世界里面待够3个小时，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面，空无一物的世界里面待3个小时，每天如此，真的是个人都会疯掉。而且更加绝望的是，召唤系的星辰是透明的，昭华每次进来第一时间就是去摸去找，就像在玩捉迷藏一样，星辰是会移动的，它不固定在一个位置，可能昨天在正前方，后天就在后方。昭华知道星辰不会离开自己身边太远，但是他每一天都要花时间去寻找星辰，然后再从星辰里面像在沙滩里面找珍珠一样，一点点摸，看看哪里有星子，星子也是会在星辰中移动，这导致7天下来，昭华半颗星子都没有找到。昭华都感觉到有点沮丧了，自己可是学神业，现在他已经沦落到班级最差的了。来学校上课，除了氛围有监督作用之外，还有就是会给大家一个指标，例如谁第一个挖掘出第1枚星子，用了几天，正常是多久能挖掘出1粒星子，类似考大学的本科线一样的东西。1个星期就是临界点，正常人1个星期7天，每天5小时就能从星辰中挖掘出第1枚星子。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昭华还没有挖掘出星子来，而且马上到5个小时了，再挖不出来又要等1天。啊！我去你的星子！昭华越想就越气，越想就越不爽，一下子没控制住脾气，抓起手边的那本破书往星辰的位置一丢，嗷的一声，飞去的书本穿过了透明的召唤系星辰，还顺便带出来了1枚闪闪发光像玻璃球一样的小珠子出来。昭华人傻了，就这就他辛辛苦苦7天还不及一书砸过去有用。第10章星辰魔气，就这样把星子砸出来了。昭华看着透明的召唤系星辰一阵无语，最后只能咒骂一句，就犯贱。昭华虽然想拿起书再给星辰来击下，但是他并没有这么鲁莽。挖掘出1枚星子后的星辰处于一种亚受伤状态，第2枚的星子要慢慢等，一般最好是7天后挖第2颗，如果有能量物质补充可以连续挖。挖掘出来第1枚星子后，法师需要用魔能和精神力慢慢的滋养星辰，让他可以承受第2枚的星子挖掘，之后和之前一样挖出第2枚星子就行。
按照正常的速度，7枚星子集其需要耗时13周，集齐星子后再用1周温养星辰。一般人14周就可以进入第2步骤，练习星轨排列，然后释放魔法。算了，下次再砸你。时间到了，先退出去吧。呼，朝华退出明修后呼出了一口气，发现班上的同学都盯着自己看。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就想问一下你，第1枚星子挖出来了吗？林默依旧坐在旁边，他代表所有人提问。朝华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但是还是如实回答，刚刚挖出来了。哦耶！你看，我就说了吧。来，给钱。林默第一时间跳起来，向周围好几个人收钱。朝华这时候怎么可能还不懂？他们在打赌自己能不能在7天内挖出第1枚星子。林默收完钱后兴奋地说道：“是这样的，我们班除了你，49个人刚刚已经全部挖出来第1枚星子了，就差你，我们就打赌你能不能今天也挖出来。”朝华也只是摇了摇头，没说什么。现在觉醒后不像以前读书，大家可以说是全部从头再来一次，都渴望向朝华这个大学神挑战，把他拉下神坛。如果不是朝华觉醒的是召唤系，现在已经拉下神坛了。切，还不是最慢的一个。虽然声音很小，但是不少人也能听到。别人可是召唤系，难很多。召唤系怎么了？不一样，是魔法系。这种声音最近越来越多，被朝华压制了3年啊！他们恨不得有一个翻身的机会，可以理解。4点半后就是自由时间，朝华没有额外的明修时间，他和其他人一样，就只有5小时，所以一般他都会选择直接回家。哗哗哗，水流冲洗蔬菜，发出哗哗的声音。朝华在厨房帮忙洗菜，父亲朝郎在旁边把蔬菜的梗茎去除。来，这个给你，你以后每天都带着它。父亲朝郎突然拿出一枚银白色的戒指，戒指环状，没有任何的花纹，或许连戒指都不能称作，只能算是一个环状的金属物。老爸呀，我还不需要模具。朝华看了一眼就拒绝了，这不是模具，这是星辰魔器。朝华关掉水龙头，看向旁边那枚不起眼的银白色戒指，还真丑。这个可以增加你每天的明修时间，大概增加 25% 的明修时间，1个小时15分钟的明修时间。召唤系难修，你们学校的星辰魔器又是轮换的，1个月才几天，我买了一个给你。哦，老爸。朝华二话不说，立刻把戒指戴在右手的食指上，给了朝郎一个拥抱，爱你哟。朝华不是那种高冷自负的人，他知道星辰魔器，他也想要一个，但是星辰魔器一直都是国家紧缺的资源，能制造星辰魔器的一出产基本都被国家给收购，市面上很少，有钱也买不到。想来这7天朝郎经常不见人，就是去搞这么一个星辰魔器。朝华往自己身上抹了2下手，急急忙忙往2楼自己房间冲去，打算再修炼一会。哎，你星子挖出来了吗？要不要教你几招？朝郎喊住自己的儿子，礼物可不止1份。不用了，挖出来了，我自己修炼就行。听到朝华说已经挖出来后，朝郎和张宁的表情有点不自然了。母亲张宁关掉炉火，看向自己的老公朝郎说道：“只用7天把召唤系的星子挖出来了。”朝郎也有点皱眉，随后想了想，也放松了，说道：“也没什么，不就是7天吗？我儿子妖孽一点没什么。”朝华跑得快，并没有看到自己父母的表情，不然他一定怀疑。因为网上关于召唤系的资料很少，学校的老师也没有觉醒召唤系的，基本要靠他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朝郎却知道一点，召唤系这等次元魔法在初阶是十分难觉醒的，就算觉醒了，修炼难度也不是别的系可以比的。高中为什么课程是3年？这和法师修炼时间有关。初阶的法师在觉醒后修炼1年时间，快的话可以释放1级魔法，所以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能释放3级的魔法则是属于优秀，能突破初阶成为中阶法师，那就属于天才类型。所以课程按照3年来算，大学则是教中阶的课程。大学4年课程，第1年是给初阶法师到中阶的，后面3年一样。但是召唤系不行，召唤系起码都是在中阶的2次觉醒才会出现，达到了中阶修为后，修炼时间和速度会因为精神力增加而加快。所有的次元魔法的修炼都和精神力有关，召唤系更加是如此。一般人7天1个星子，召唤系难3倍，3周才能挖出一个。所以每个大学对于召唤系都会降低标准，只要能释放出召唤系1级魔法，次元召唤，那么就算属于优秀级别，进入重点大学一点问题没有，要进入全国 top 的名校，就还要看召唤出来的是个啥。所以朝郎和张宁才会这么惊讶，这是妖孽啊，快了别人3倍。话虽如此，但是这3倍的速度快得有点惊人，我怕有人会借此发难。张宁不安地说道。哼，这有什么好说的，快就快了怎么了？我儿子召唤系就是这么牛掰，我怕有人会把我们儿子和黑教廷的邪术黑触妖联系一起。朝郎双眼露出一红一紫的颜色，霸气的力量席卷。朝郎可不是弱鸡，当年他和张宁2人组队，作为猎魔法师在从城威名尽显，那是靠杀出来的。黑教廷的畜生
敢靠近我儿子一步，我把他们老巢都掀了。张宁一巴掌呼过去，你把菜都弄糊。招郎满脸尴尬，他忘记了这里是自己家厨房，这样装逼是不行的。去，给我重新买菜回来。这就去，这就去。而昭华对此一无所知，他感受着戒指带来的清凉，准备继续明修。他可是一个相当好胜的人。第11章，时间匆匆。昭华从床上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床边的闹钟，5点45分，刚好过去了30分钟。咦，怎么才30分钟？不是说可以加1个小时15分钟的吗？昭华是从5点15分开始明修的，虽然不能挖掘星子，但是能尽快温养好星辰，就能尽快挖掘其7枚星子啊，就能尽快获得次元召唤兽了呀。所以他恨不得一直待在精神世界里面。啪啪啪，昭华快速的从2楼下来。老爸，昭华人还没下来，声音先至。怎么这么快下来啊？还没开饭呢。招郎也从外面重新买回来菜，两夫妻正在厨房忙碌着。这个星辰魔器好像不太对，只能增加30分钟的时间而已，没有1个小时多。昭华把戒指摘下来后递给父亲招郎。招郎突然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道：可恶，居然敢卖劣质东西给我，我明天找那个老板算账，今天先这样吧，我明天中午给你带一个好的。昭华点了点头，这事情也急不来，看到还没开饭，他干脆回房间上网看看国家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昭华一走，两夫妻摆出了无奈的表情。小华的精神力太强。张宁一边炒菜一边问道：算了，我明天弄一个星云魔器给他吧，星辰级别的已经不够他用了。招郎收起了戒指，根本就不是星辰魔器的问题，有问题的话哪能过得了招郎的手？而且这个星辰魔器还是极品的星辰魔器，一般的星辰魔器只能增加20%的时间，也就是1个小时，招郎这个能有25%，那可是极品的不得了了。一天多15分钟，一年就多91个小时，多了同样有星辰魔器的人18天的修炼时间，人上人呢。星云魔器更加恐怖，可以提升40%的修炼时间，这本来是给中阶法师用的，主要是因为初阶的精神力不够，不能完全发挥星云魔器的效果，奈何昭华太妖孽，精神力居然是普通人的2倍多。昭华的修炼速度这么快，除了因为那本书之外，还因为他的精神力比别人强大。第二天下午回校的时候，昭华手指上就多了一枚黑色的戒指，只是没人有能想到这个单纯用来装饰的戒指是一枚极品的星云魔器，也没人知道本来在妖都中心最大的赵氏拍卖行压轴的其中一件东西为什么突然宣布不卖了。时间匆匆过得很快，眨眼就半个学期过去了。高一的第1个学期，期末考还是以试卷的形式为主，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只是刚刚把7枚星子全部挖掘出来而已，还在练习如何让星子连成星轨的步骤，又不能释放魔法，测魔法没有意义，所以理所当然的还是学神昭华第1，纪韶音第2。其实昭华已经可以控制星子连成星轨，在精神世界里面，昭华拿起那本书对着星子拍过去，就能威逼调皮捣蛋的星子乖乖站好。但是问题是，离开了精神世界后，昭华释放魔法就需要用意念去沟通，控制精神世界里面的星子，没有书在手的他完全没办法控制星子，所以昭华只好乖乖的考虑怎么用意念控制那本书。什么？你说按部就班哄好星子？不，你想多了。下半学期的课程和安排和上半学期是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下半学期从挖掘7枚星子变成了起7枚星子乖乖听话，排成一排，连成一线。而下半学期也是每个人天赋出现差距的时间段，有一些厉害的人可以在第1学期结束前释放出魔法来，不用1年就能释放魔法，那可算是十分优秀了，就算是妖都这样的大都市，这也算是人才了。而韶华呢，他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他已经可以做到用意念稍微的把那本书挪动12厘米的佳绩，别少看这12厘米，就可是昭华大半年的努力了。今天开始就放暑假了。林默收拾了东西，走到昭华旁边说道。昭华也已经退出了明修，他在学校依然是每天5小时的明修时间，魔气带来的额外时间他都是回家才用，闷声发财谁还不会？我打算回去家乡一趟，估计就不在这了。昭华一家每年暑假都是回老家住几天，老家在叫做吕县的县城，昭华父母的老家依然是在从城，只不过从城很大，这里是从城的中心，靠近妖都另外几个城的城区，老家则是在从城最偏的地方。有多偏僻？这么说吧，吕县再往外走就到别的省的边界了，是妖都和其他省会的边界县城。想想这是有多么的偏。吕县同时也是从城的军事基地，守护从城不被妖魔入侵的防线。昭华和林默刚走出教室门口，就看到纪韶音刚好从隔壁2班走出来。林默凑到昭华的耳边悄悄地说道：我刚刚从教室的窗户反光看到他在2班门口一直等，徘徊着没有走。昭华一肘子撞到林默的肚子，让他别说出来，免得被听到尴尬。纪韶音拿出画本，脸上带着一点紧张的表情写道：一起走吧。昭华笑着点了点头。本来纪韶音是住宿的，但是今天已经是放暑假的时候，除非留宿，
不然都要回家去，行李留在宿舍就行，反正10几天后又要回来。林默半年前才知道这两人原来关系这么好，不过他后来也想明白了，这大概就是怪物和怪物之间的惺惺相惜吧。三人一起走出教学楼，林默问道：纪韶音，你暑假去哪玩不？打工。你微信号多少？没有。手机号呢？欠费。林默投降了。邓乐，你们一中是真的没落了，都快1年过去了，你们还没凑齐4个人，干脆啊，你们改名字，我们6中叫从诚一中。昭华三人刚刚抵达校门口，就看到一群穿着不是一中校服的人在校门口和13班觉醒了雷系的邓乐在争吵什么。林默定睛一看，看到校服是6中的校服，而带头的就是在初中时候跑来一中踩场子说要挑战昭华中考成绩的李世杰。最后李世杰考了全城第3，输给了昭华和纪韶音，后来拿了6中的那笔奖学金，选择高中留在6中。你拽什么拽？我们就3个打你4个人，我雷系一招秒你们。邓乐向前一步，面对面盯着李世杰，两人的火药味很重，身体都快要贴一起了。怎么了？邓乐和李世杰两人有仇吗？昭华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对这种事情还真不怎么了解。嘿，说有仇也可以。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竞猜开盘，猜从城最快能释放魔法的人是谁，最热的2个人选就他们2个。林默嘿嘿地笑了2声后，小声说道：结果最后李世杰比邓乐早了1晚上可以释放魔法，后来李世杰微博上直接艾特邓乐，什么都没写就艾特。你想想，这种无字的嘲讽简直是要了邓乐的命。再后来邓乐微博宣战李世杰，要来一场男人1v1大战。昭华看了看双方的阵势和刚刚李世杰所说的话，想明白了说道：李世杰不肯。自然是不肯啊，李世杰是火系，邓乐雷系，两人都是刚刚才会释放，释放时间相当，雷系雷印速度比火姿快多了，而且刚刚才学会1级魔法，火姿和雷印的威力都不大。但是中了火姿，你把衣服脱了，在地上滚2下就灭了，但是雷印滋滋滋直接电麻痹，没得打。后来两人约定来一场世界学府大赛模拟战，仅限能释放魔法的高1年级4v4团体战，结果就变成这样了。昭华和纪韶音相视一眼，学府大赛就这几个臭鱼烂虾。第12章道歉。学府大赛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全球性的学生比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赛，各种形式的都有，最常见的就是 4v4 团体战，每个法师在学生时代的最高追求和荣誉。这也不只是他们之间的比赛，也算是整个年级2间学校的比赛。听说最开始的时候，从城的魔法高中有7所，后来国家政策变了，让资源集合一起不分散开来，定下从城的魔法高中只能有2所。林默修炼不怎么样，但是说起故事来那可是滔滔不绝，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挖来这么多小道消息的。我们一中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从城最强，自然占一个名额，后来2到7中6间高中就以当时的高一刚觉醒的法师比赛，谁的学生可以释放魔法的数量多，谁学生更强为标准，进行了一次比赛，结果你们也知道了，6中留到现在，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传统吧。当时6中也尝试过挑战我们一中，但是结果嘛。而且还有一点，6中现在的主任正副校长正是那次比赛的学生，而且听说邱校长也是那次的学生，只不过是一中的。林默小声生怕隔墙有耳的说道：明白了吧？其实2个学校的高层也故意放任的，不会管。昭华和纪韶音听完后也明白了，一中的认为自己就是一直的强校，会一直强下去，无惧挑战。6中的则是作为挑战者，特别是这一届全是第3的在他们学校，第1的昭华连释放都没行，第2的纪韶音是个哑巴，让他们立刻觉得有机会可以超越。再跟你们说一个小道消息，这个没证据，是网上传的。林默的消息真是让他们2个惊讶，这份收集情报的能力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绝了。听说本来李世杰要比邓乐要慢的，邓乐可是邓家的嫡系弟子，虽然从城的邓家只是分家，但是在从城也是土皇帝一样的存在，资源怎么可能少？但是偏偏最后冲刺就是让李世杰超了，原因听说是6中的校长把星子把空气借给了李世杰，才让他最后关头反超的。纪韶音拿起画本写道：什么是星子把空气？跟你奖学金里面的星辰魔气是一样的东西，不过把空气可以让你训练星子的时候事半功倍。林默露出了一个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奖学金有星辰魔气，我的消息可是杠杠的表情。纪韶音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奖学金可不只有钱，还有1年份的星辰魔气，也就是说纪韶音不用轮换，能1年都用这星辰魔气，修炼速度比别人快了很多很多。但是他知道这是昭华让给他的，他也提出要把星辰魔气给昭华用，不过被拒绝了。但是这个是秘密啊，除了昭华没别的人知道，因为这样容易招人妒忌。没想到林默居然知道。昭华反倒没什么，他估计邓乐应该也有，李世杰的奖学金估计也一样，不然他没必要放弃更好的学校。
林默顺势问道：“所以你肯定能释放魔法了，对吧？”昭华也很好奇，他觉得季韶音应该是能释放魔法的，就是不知道有多快，用了多久。季韶音捂住画本，悄咪咪地写了几个字后，拉住昭华的衣服，偷偷地给他看。昭华看到上面的字，也忍不住瞪大眼睛。3个月前，那不就是只用了8个月就完成了从星子的挖掘到星子成鬼？亡灵系应该也很难才对吧？而且就算是别的系，那也太快了。林默虽然没看到画本上写着什么，但是也大概猜到肯定是可以释放魔法了。3个人聊天的时候，校门口已经变成了口水大战。其实他们都是1级，魔法就会那一个，就算4对4也没什么好看的，但是这不妨碍围观的人想看啊。法师间的战斗平时根本没得看。昭华3人见应该打不起来了，而且季韶音也没打算陪他们玩，所以3人都打算离开，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咦，那不是曾经的学神昭华吗？召唤系的那个？对，是他。听说这一次的期末考他依旧是全市第1，全满分。切，读书好有什么用？魔法牛才是真的牛。也对，我听说他现在还没把控好心子，不能释放魔法。真就人怕出名猪怕壮，特别是像昭华这种长得还贼帅的小白猪，走过路过都没被人指出来躺枪。哟，这不是你们一中的招牌吗？实力担当啊！你们不是差一个人吗？这不是刚好吗？哎呀，难道他还不会释放魔法吗？都1年过去了呀。李世杰阴阳怪气的嘲讽道，对比邓乐这种已经败在他手下的人，他更加讨厌这个从初中开始就一直碾压他，让他喘不过气来的昭华。特别是昭华还觉醒了召唤系，这让他难以入眠，心难安。哼，不过是一个曾经拥有过一点荣光的废物而已，能看不能打，还不会释放魔法，拿来做挡箭牌我都嫌他小。邓乐也一样，在昭华的事情上，他和李世杰是同仇敌忾的。昭华这1年已经听过不少这种话了，特别是在邓乐能释放魔法后，以及邓乐旁边2个还是自己一般同班的同学都能释放魔法之后，已经到了每天都有阴阳怪气的声音。有时候昭华也想不懂这些人，自己又不是废了，慢一点而已，等自己又召唤兽了，还不是碾压你们？难道是因为知道以后没机会，现在急着跳出来嘲讽一番？昭华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走吧，别管他们，让他们自己打个够。昭华能怎么样？谁让自己这么倒霉，摊上一个召唤系的高难度副本，他现在连一个星子都没有把控到，要不是老师不问能把控多少个星子，他都不知道撒谎好还是如实说好，都快丢人丢到姥姥家了。林默倒是还好，他和昭华相处的久，知道这小子看上去高冷不理世事，但是其实心里好胜的很，迟早会自己找回场子的。纪韶音就不同了，脸上已经有点生气的样子，不过他不好意思发作而已。啊，废物一个，读书好有什么用？还不是像条狗一样溜走，废物！邓乐越说越过分，他心中的确恨极了昭华，在一中从来没有他的位置，不管做什么都能听到你看看别人昭华，这种隔壁家小孩的声音让他恶心。昭华和林默表示你继续叫，我听着，我反骂一句是狗。但是纪韶音不行，昭华是他唯一的朋友，他无法忍受自己唯一的朋友被辱骂而默不作声。道歉，纪韶音举起画本，上面写着道歉2个字，脸上展现怒容。别说邓乐了，就连在旁边的昭华都被吓到了，谁能想到纪韶音平时乖乖女的人会在这种时候站出来？我又不是小说的主角被人废了魔法，等我可以召唤出次元召唤兽再找他算账就是了，他们也就现在能蹦跶几天。昭华还看了嘲讽他的邓乐和李世杰一眼，眼神中透露出迟早让你们后悔的神情，吓得2人心中咯噔一下。没办法呀，昭华给他们的阴影太大了，就像一座五指山一样，一直压着他们，根本喘不过气。邓乐有点恼羞成怒，转移目标，大笑道：哈哈哈哈，你一个哑巴有什么资格让我道歉？我就不道歉怎么着？死哑巴！纪韶音脸颊有点鼓起，明显有被气到，放下举起的画本，心中意念控制星子连成星轨，仅仅用了5秒钟的时间，一个墨绿色的圆圈出现在纪韶音的身前。尸体涌动，大地裂开，从裂缝中涌出大量的墨绿色湿气，往周围扩散，像是魔镜一样。一只白骨手掌从裂缝中爬出来，白色的骷髅兵，这是亡灵系最弱的兵种，施法者使用魔能来让骷髅兵行动。一共5只骷髅兵，每一只骷髅兵都只有1.4米左右的高度，但是他们空洞的眼眶里面绽放着墨绿的火焰，一闪一闪，甚是吓人。旁边的人群吓得连忙后退了几步，纪韶音3人的周围立刻空出了一个圈，墨绿的湿气环绕在纪韶音的身旁，5只眼眶冒着墨绿色火焰的白色骷髅为他冲锋陷阱，乌黑的秀发随风飘动，称之为死亡魔女并不为过。第13章亡灵创造。无声死神，这是网民给纪韶音起的外号，网上的吃瓜群众就是喜欢给一些自己地区有名的人起外号，例如李世杰的火焰天王，邓乐的雷电法王，昭华的召唤之子等等，就连昭华的父亲昭郎当年也有一个火狼皇的称号，
后来2次觉醒，雷系就变成了雷火天狼。不得不说，网民们还是很有想法的。这些称号不是现在有的，觉醒的时候就有。等到他们真正看到纪韶音释放亡灵魔法，召唤出真正的亡灵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无声死神实至名归。邓乐旁边的2个一般的学生已经走得有点远了，他们2个一个水系，一个土系，跟5个白骨骷髅打。怎么打？用头撞吗？更别说6中的几个人了，退得更远，都拍了拍心口，平复心情。还好刚刚自己几人没有出言不逊，就连李世杰都默默退后，希望他没注意到自己。刚刚觉醒的他们魔能太弱，1级的雷系魔法雷印蟒痕只能把人打出一道痕，电麻痹，除非直接打中眼睛等要害，不然杀不死人。火系的火姿灼烧也一样，可以把你烧死，但是不能立刻秒杀你，在地上滚几下能灭。面对这些白骨骷髅，打光魔能都不知道能不能打死1只，何况这里5只，而且也不知道纪韶音还能不能再来一次，来多几次谁顶得住啊？我的大海龟哟，这就是亡灵魔法吗？一次出来5只亡灵，这1对1还怎么打？这不一定，现在邓乐和李世杰是刚刚觉醒1年不到，魔法也才刚刚能用，自然打不过，但是后期可以越过亡灵攻击施法者，那应该能打。你怎么知道人家亡灵系后期没别的招？找10个8个出来，放3、4个打你，留3、4个保护，你雷系打得过？不是他们上场，但是讨论起来那叫一个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写着道歉的画本被纪韶音举起，对准了邓乐，脸上鼓鼓的，反倒有点可爱。但是邓乐可笑不起来，要他当着这么多人面道歉，等于要他命。他这种自负到了极点的人是不可能道歉的。但是打嘛，他又打不过，逃，他又不想落得一个落荒而逃的名头。你不要得寸进尺。邓乐咬紧牙关，他现在骑虎难下。但是纪韶音依然举着画本，无声的抗议。他是没有动作，但是这些骷髅兵可不是这样想的。5只骷髅兵向前走了1步，吓得邓乐往后连退3步。哼，当街当巷使用魔法威逼他人，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了是吧？火姿粉骨！从校门口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随后一颗火球精准地命中了白骨骷髅最前面的3只。火焰如复古之居，像是病毒一样沿着骨头在燃烧，一路的燃烧，直到最后遍布整个骷髅，把3具骷髅都烧成灰才停止。我去，这是火系2级的魔法火姿粉骨，能点燃人骨这种不燃物的魔法，是谁出手了？人群中分出了一条路，从校门口中走出来一个梳着中分，穿着1中校服的男子。奇哥！邓乐看到来人，立刻像条狗一样跑过去，如果不是人多，估计就要抱住大腿了。邓奇，高2年级的人，年级第3。有人认出来了书中分叫邓奇的男子。第3怎么了？你看高1第1的那个。这不一样，高2后考试开始不是书面上的，而是考魔法，魔法的释放速度，魔法等级，魔能强弱，这个第3就是实打实的第3打出来的。昭华向前走了1步，挡住被火姿粉骨吓了一跳的纪韶音。虽然还有2只骷髅，但是只有初阶1级魔法的纪韶音铁定打不赢已经能使用2级火姿的邓奇。这件事因他而起，没理由让一个女孩子顶在前面。昭华对纪韶音说道：“先把亡灵收了。”纪韶音点了点头，解除了亡灵魔法，剩下的2只骷髅钻回去地面出现的裂缝，地面又重新合起来，就好像没发生过事情一样。除了3堆烧焦的灰烬在地上，说明确实发生过事情。因为纪韶音的原因，昭华调查过亡灵魔法，初阶的亡灵魔法1级是亡灵生成，就是把死人骨头冻起来的简单魔法，魔能是燃料。亡灵的实力很弱，一个成年男子肉搏都能打赢。2级之后就开始超越人类的力量了。初阶的2级亡灵魔法肉体构造，可以改造强化亡灵的身体，让亡灵变得更加强大。这时候一般人类就打不过亡灵了。和2级火系打就要看当时所在的地方有多少能生成亡灵的尸骨了。像现在一次出现5只属于走大运，正常有2、3只就不错了。好大的威风啊！亡灵魔法，国家明令禁止所有法师不得当众使用魔法。你不但用了还威胁别人，以为觉醒了亡灵系就天下无敌了吗？邓奇翘起双手，趾高气扬地看向纪韶音和昭华。不用邓乐介绍，邓奇也认识这2人，一次觉醒就觉醒了召唤系和亡灵系啊！别说他了，整个从城都认识这2人。说到当街使用魔法，你的火姿粉骨万一不小心没丢准，落到人群中，结果就是脚边的这3堆灰烬了，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我给你科普吗？要讨论知识，邓奇拿出手机来都斗不过昭华。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鬼！今天你和那个哑巴不给我堂弟道歉，就别走了。邓奇手一挥，身后出走5个同样穿着校服的人从身后走来，包围住了昭华3人。而且这5人都有魔法的光芒出现，看样子都是高年级的学生，最起码都会释放魔法。这5人露出了冷笑，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连邓奇2兄弟都敢惹，手脚打断都是轻的。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蛇皮袋套住，直接打死，往土里一埋，
谁都不会知道。他们都是法师，错手杀死一个刚觉醒的没什么大事，而且还有更加给自己兜底。昭华有点无语，以前他虽然招恨，但是也没试过像今天这样子的。看来成为法师后，不少人内心的阴暗面因为力量而被放大了。邱校长，校长来了。校长好。还好，这里是学校门口。学校的高层的确是放开让李世杰和邓乐，但是季韶英使出亡灵系魔法的时候，事情就变了，所以邱校长才会赶来阻止。怎么了？大家都堵在门口啊？放学时间了，大家回家也要记得复习今天所学的内容，还有明修时间的同学记得把明修时间用完，知道了吗？邱校长走到昭华三人旁边，露出欣慰的笑脸说道：很不错的亡灵魔法，施展得很漂亮。季韶英同学，你没有辜负校长对你的期望。邱校长只是拍了拍昭华的肩膀，没说什么话就转身离开。邓启几人撂下了几句狠话后也没干什么就离开，这件事自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晚上时分，昭家的魔法商店中，几个看穿着像是猎人法师的小队伍正在挑选修炼资源和模具。哎，都好贵啊。店铺销售带着礼貌而不失尴尬的笑容说道：可以抵挡奴仆级妖魔攻击的凡级模具只卖30万，真的是最便宜的了。你去其他魔法商店看看，要不就是连奴仆攻击都不能完全抵挡的，要不就更贵。我们老板也是猎人出身，都明白大家的处境，所以价格一直都是成本价。初阶猎人法师本来就是好几个人才能对付一头落单的奴仆妖魔，一轮下来7除8扣，分到每个人手上不过1万几千，几十万的模具需要存很久才能买得起。猎团的团长思考了一会后，还是叹息摇头。他要是向银行贷款还勉强够，但是这样的话，万一自己出事了，自己的家庭会有负债。法师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光彩，是强大的法师才风光。帮我做一件事情，这件模具我送给你。突然，一道十分年轻，甚至还带着一点稚嫩的声音从2楼传来：昭华少爷，原来您在店里面，我都没有发现。在1楼的几个销售都是一惊，他们都在1楼，昭华怎么上的2楼？几个猎人法师猛然一惊，看向从2楼走下来的少年，他们都是从成人，招郎的天才儿子，谁没听过？老爹在从成无敌手，儿子文韬武略，智勇双全，而且还帅。猎团团长连忙问道：不知道华少爷需要我们做什么？30万啊，说送就送。昭华拿出几张照片丢在桌面上说道：让他们在医院躺几天就行。昭华甚至都没有留下其他话语，就径直地离开了店铺，仿佛这点连小事都算不上，一件普通的凡级模具也不过如此。其实也是如此，昭华从小到大都不知道被威胁过多少次了，什么放学别走，走路小心点，在昭华这个真正的天才眼中，这些事情他甚至都没有去思考过。不同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今天下午也一样，昭华的身份就放在那里，他就算举起手走过去给他们打，他们立刻就会怂。他们要的不过是一个威风堂堂、趾高气扬的做派，真要动起手，他们也知道有些人确实不能得罪。昭华很明白，只是昭华没想到季韶英这么蠢，还这么刚。昭华活得太明白了，活得太清楚，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当生活失去挑战的时候，会失去太多的乐趣。只是今天他好像来了一点兴致，不过也就只有一点而已。第14章乡村怪事。暑假开始放假当天，昭华一家人开着用魔能驱动的小轿车前往吕县。昭华一家子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家乡，他们的房子都还在老家放着呢。吕县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落后，虽然没有10几层高的电梯洋房，但也都2、3层高屋子或者单独的房子，不会说是那种茅屋草房。吕县依旧是以村为界限居住，基本就是这条街是姓李的，那条街是姓洪的，旁边的又是某某的这样子。昭华他们的昭家村不偏不倚，就在县城的中间位置，开车拐几个弯就能到。小郎啊，总算是回来了哈！一个搓着拐杖拐着拐着的老人家热情地走来，拍了拍昭郎的肩膀，十分的欣慰。昭家村的老村长昭芳，他还真就是看着昭郎长大的。昭郎自幼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他每年都会回来，自然是因为这个原因。村长，我回来了，大家还好吗？昭郎捂着老村长皱巴巴的手带去温热。好着呢，好着呢，现在的昭家村可是吕县第1大村了，可好了。小田，你喊大家出来，昭郎一家子回来了。老村长对着自己旁边搀扶着他的中年汉子说道。昭田，村长的儿子是村长的接班人，现在一般的事情都是昭田来处理。昭田点了点头，昭郎可是他们村的光荣，整条村子就他一个法师，当初谁都没想到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最后竟然成为了牛逼哄哄的法师，而且他们听说在城里面都是杠杠的1号人物。最重要是因为昭郎的原因，他们昭家村发展1日千里，每家每户都盖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吕县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驻扎着从城的军法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据点。
军法师可不是住在县里面，他们都住在山上，在山上建立了军事基地，也因为这个，物资的采购就成了一大问题，自然就催生了给军法师送物资的职业。因为招郎是法师的缘故，招家村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就承包了给军法师送物资的事情。虽然上山有一定危险，可能会遇到漏网的妖魔，但是架不住钱多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道理哪个世界都管用。晚上，晚饭过后，村子中心一个篮球场上围着招家村的村民。这个篮球场是上一年才建成的，以前这里是给村民晚上唠嗑的地方。现在村子里面连路灯都有了，晚上村里的男孩子都会来这里打篮球。不过今天这个篮球场则是回归本质，聚众唠嗑。昭华和招郎两父子坐在篮球场的中间，老村长坐在一旁。这是他们每年都会做的事情，让村里面的大家说说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奇怪的事情，让招郎分析排查原因。因为以前发生过有妖魔偷溜进村子吃人，要不是招郎当时刚好回来，偶尔听到有村民说发生一些怪事，让招郎察觉到，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才可以。以前昭华都是在一旁瞎听，但是今年他已经是法师了，招郎打算让昭华来处理，他自己则是在一旁协助，好锻炼一下昭华的妖魔处理能力。哦，小华你也觉醒了，好样的，不愧是小狼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啊！小华觉醒了哪个系？老村长听到招郎说自己儿子也成为了法师，更加的高兴，像是看自己孙子一样，眉开眼笑的。觉醒的召唤系。召唤系！一旁有个和昭华差不多大的男生突然蹦的一下跳起来尖叫道，双眼瞪得老大的看着昭华，一脸的不可置信。阿超，你干嘛？没大没小的，快给我坐下！昭田呵斥道。这个叫做昭超的少年，从名字就不难看出昭超是他的儿子，刚好比昭华小1岁，再从城6中初中部就读，今年也刚好毕业，十分有希望成为一名法师。其他村民都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召唤系是啥系呀？不是只有水系、火系、雷系、土系这些吗？原来还有召唤系啊！这里实在太偏了，虽然已经村通网，但是村民不上网，一些已经不读书的人也早早出来务农，或者到网吧打游戏，去桌球室打桌球。就算是听说过在城里面觉醒了一个牛逼哄哄的法师，也不会去在意是谁或者觉醒了什么。除了昭超这个同样的读书人才会知道召唤系是什么，但是昭超是住在城里面的，他不喜欢乡村的生活，基本都在城里，连清明节祭祖、过年上香都不回来，所以也只是很小的时候大概知道自己有个读书挺厉害，大自己1岁的堂哥，不知道觉醒了召唤系的就是这个堂哥。你就是那个觉醒了召唤系的天才法师？昭超看着昭华惊讶地问道。没人知道他心里面是有多么的震撼，因为他一直都把昭华当作偶像，没想到居然是自己的堂哥呀。昭华面露微笑，腼腆地说道，天才法师不敢当，但是觉醒了召唤系的的确是我。昭田走到自己儿子身边低声问道，怎么，这个召唤系很厉害？昭超迟疑了半刻后还是点了点头。那你能不能也觉醒一个召唤系的？昭超听到自己老爸的话，心中苦啊，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他的确能够考到高中觉醒成为一名法师，但是也只是回去6中而已，要去1中太难了，几乎不可能。而且昭田他在农村不知道具体的，他自己知道，整个从城从古到今，除了昭华，没有一个人觉醒了召唤系的。他觉醒召唤系，做梦都不敢这样做。咚咚，老村长的拐杖敲了2下地板。昭华是法师，我们大家都很开心。你们2兄弟一会可以一起到处走走，联络一下感情。昭华也好带一带自己的堂弟，让他少走一点弯路。不过我们还是说说大家的事情吧。昭华点了点头，答应了老村长。虽然他自己的魔法之路走得也不是很顺，但是跟自己的堂弟聊2句，他是乐意的。我先来说说吧。我感觉我家附近有妖魔出现。一个村妇打扮的大妈走过来说道，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每天晚上深夜的时候，我总是听到屋子外面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每次我出去看都没看到有人。听到村妇大妈这样说，顿时又有几个人站起来说自己家也有同样的事情，本来以为是幻听，但是隔几天就有，弄得人心惶惶。昭华想了想，既然自己老爸都说让他来试试处理，就问道，村长，猎者联盟最近有发出告示，让大家尽量小心，不要出门吗？首先昭华要了解情况，如果猎者联盟有发出通告，让村里面的人尽量少外出的话，那就是说的确是有妖魔从山里面的防线逃了出来，而且还没有被抓到。老村长摇了摇头说道，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村民也和我反映过几次，但是因为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看到有妖魔出没，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猎者联盟也来人看过，也没有发现有妖魔的痕迹。这种情况大多数就是一些野狗造成的，不过昭华打算去几个村民的家里面看一下，再下定论。第15章中阶法师，恐怖如斯。昭华来到一开始诉说情况的村妇家里，他家住的挺偏，再走远一点就是山林了，难怪他会想是妖魔作怪。
这个位置有妖魔从山上偷溜下来，他家第一个中招。房屋周围都是草，前几天下过雨，地还很泥泞。农村毕竟是农村，不可能全部地面都铺了水泥，房子的周围都是泥土，杂草丛生，而且草长得还挺茂盛，有半米多高了。这并不是韶华第一次探查妖魔痕迹，上一年的暑假他就参加了夏令营，实地的去过妖魔之地。虽然那次他是被猎人保护着，隔着保护圈在看，但是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再加上上课的一些理论知识，勉强可以处理。南方的夏季雨水特别充足，特别是妖都，夏天连续下几天雨都是正常的。昭华一家人来之前就下了一场大雨，妖魔的痕迹都被冲刷得一干二净，自然看不出来什么。妖魔的痕迹要是被水冲过就查不出来，那么猎者联盟也就不用要了。老爸，有寻妖粉吗？寻妖粉是一种晶莹的粉末，粉末飘散到空中后，接触残留的妖气就会发出荧光，是猎人户外必备的东西，各大药房均有销售。招郎递给昭华一个精美锦囊，里面装着的就是寻妖粉。昭华对着屋子周围撒满了寻妖粉，哪怕被雨水冲刷过，妖魔的痕迹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清洗掉的，寻妖粉依然可以找寻到踪迹。哎，你知道那是啥吗？那叫寻妖粉，用来找妖魔的踪迹的，只要有妖魔那粉就会发光，东西老贵了，几百块一小包呢。昭华几乎把房子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撒了寻妖粉，但是没有半点踪迹。没发光爷，那是不是就是没有妖魔啊？就是说，怎么可能有妖魔？军官大人可都是飞天遁地的大人物，怎么会放过一只妖魔呢？我猜啊，8、9是听错了。但是啊，一个听错，两个听错，难道这么多人都听错了吗？村民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虽然他们怕突然蹦出一只妖魔来，却又按耐不住八卦的心，硬是围过来观看。阿姨，你每次听到怪声的方向是在哪里？昭华问向村妇。就在窗口的位置，因为床是靠近房间的窗口，所以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老吓人了，洗洗刷刷的声音，好可怕哦。村妇打开房门，打开窗户，从窗户看向外面是漆黑的山林，躺在床上就能看到美丽的夜空。农村的夜空和城市不同，星辰更加的璀璨，难怪要把床放在窗户旁边。大概村妇阿姨也曾经幻想过趴在自己老公身边，看着天上的夜空月色，谈情说爱。昭华走到窗户对着的草地，还好村不但通网了，电也通了，路灯下能看清楚，至于用火计魔法照明什么的，想都别想。上山一把火，下山派出所，放火烧山，牢底坐穿。阿超，去帮忙小花找找，学习点东西。昭田推了一把昭超，示意他去学习一下。昭超碎碎念道：凭什么让我去？只好拿起一根棍子在草地上左扒扒右扒扒，其实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而且他和昭华虽然是堂兄弟，但是并不熟悉，也没好意思去问。咦，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昭超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用棍子挑起了一个东西说道：你知道了？快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昭田听到自己的儿子比昭华还要快一步解开疑团，立刻大声叫道，让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过来，让自己的儿子威风一下。你们看这个，我在窗口的草丛找到的，我想你们听到的应该就是那些声音了。昭超举起棍子，在路灯下看到棍子的顶端挂着一个已经用过的避孕套。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露出了厌恶，难为情的表情也瞬间明白了过来。网上都说城市套路深，想要回农村，可谁知道农村路很滑，人心更复杂。城市人会玩归会玩，但是在农村这里是随便玩啊，在这荒郊野岭的夜深人静，难免有那么一两对小情侣啊。我想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什么了，估计是那时候靠得比较近，所以嘛。昭超16岁青春少年，懂得东西自然不少，露出了一副你懂得的表情。谜底解开了，回去吧。咦，怎么回事？这东西太恶心了吧！我觉得村长应该加强管理，现在我们村已经是吕县第1村了，我觉得应该要搞搞风气，不能这样下去。见大家都回去，昭华还在找，老村长以为昭华没听到，走过去拉了把昭华说道：你弟啊，他就爱出风头，没事，村长知道小华厉害就行了，回去吧，别着凉了。昭华站起来，牵住老村长的手，往村子的方向走，但是走到差不多的时候停住了。怎么了？昭华没有说话，和自己的父亲昭郎交换了眼神。老村长这时候才发现昭郎一直都没有离开，站在村子入口的位置，紧紧地盯住山林的那块空地。呼呼呼，本来还有点寒冷的夜晚顿时变得温暖起来，昭郎周身冒出可怕的火焰。本来一直都是慈父的昭郎神情严肃，如火中战狼，庄严霸道。昭郎是一名中阶法师，最初觉醒的就是火系，所以他最熟练的就是火系，最强大的也是火系。暴躁的火系魔能变成了火焰燃烧现象，炽热的火焰气息，就算那些村民隔得老远都能清晰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能比打开电饭煲的那一瞬间还要可怕，是那么的火热。火姿爆裂，
顺手拈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招郎已经不需要像学生那样还需要等星子连成星轨，出阶魔法对于招郎来说已经是一念星轨的事情。一团和普通的火焰颜色不同，火红中带有一点紫黑色的火团往空地中丢去，火团就像小孩子玩鞭炮一样，点燃后就丢向空地。但是招郎的火字爆裂和鞭炮差别如云泥，轰的一声巨响，火字爆裂炸开一个火焰螺旋，火焰像是被什么束缚一样，炸开到一定范围后变成了一个火焰螺旋丸一样的圆球在旋转，火光映照在村民的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脸上那惊为天人的表情，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就连昭华也同样的激动，他知道自己老爸很强，但是没想到这么强，这一炸直接烧出了一个直径3-4米的圆球坑。如果不是招郎有意控制爆炸范围，3级的出阶火系魔法威力绝对不止这样。轰！一道巨大的黑影从泥土中钻出，刚刚招郎的火字爆裂把他的身体炸断了一半，但是这个黑影生命力极强，剩下一半身子都能逃。哼！雷印怒击，同样是3级的出阶魔法，一道雷光如利剑一样一闪而逝。要是刚好眨眼，你可能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不同于火系的另一种暴躁，现场留下的只有被射穿一个巨大窟窿的黑影倒在地上，一名呜呼。中阶法师恐怖如斯。第16章法师社会。最后收尾的轰隆一声打雷声把所有村们都震醒了，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了什么。咕噜，咽口水的声音。招郎大手一挥，把扬起的灰尘吹开，一条长长的尸体出现在所有村民眼中。尸体已经断开2截，后半截在土里埋着，头的这半截已经被雷印怒击射穿一个大窟窿，伤口都已经完全烧焦，远远都能闻到焦味。尸体的头部长满了尖牙，里里外外一共3层，如螺旋一样分布在前段，没有五官的概念，它就好像一条水管一样，只是水管的前段螺旋的布满了尖牙，可以想象被它压住的猎物会被像榨汁机一样磨碎再吞噬。小华呀，这是什么啊？老村长活了这么久了，那见过这种大场面。当年招郎帮忙解决的妖魔只是一头狼兽，体型也就人类大小，而且那次招郎解决完提着尸体回来的村民们都没有见到战斗场面，哪能想到是这么刺激的啊？这比看3D 电影刺激多了。轰隆的2下，一个巨型生物就倒下了，而且这东西刚刚是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那就是说他一直在村里面。昭华拍了拍老村长的手说道，这是一条沙的虫，一般都是在地下生活，只有觅食的时候才会露头，因为它在地底下行走，所以就算寻妖粉也找不到它。那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东西的？昭华笑着说道，因为它体型很大，所以移动的时候会把泥土弄松，沙地虫经过的地方地面都会鼓起一块出来，而且它经过会把植物的根部破坏。我来的时候就发现这里的泥土很松软，前几天才下过雨，按道理不会这样子，而且周围的花草已经死了，不少都已经出现枯萎的现象，这在夏季并不寻常。沙地虫是妖多的白云山脉其中一种虫族妖魔，因为会钻地很难防，需要专门的地底探测仪才能探查到，所以课堂上有专门说过这种妖魔的特性，昭华自然就知道了。这时候最尴尬的莫过于说出自己已经破案的招超，他手上还拿着那个戳着避孕套的棍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还好没有酿成大错，要是村民都相信了他，那就惨了。还好有你们在，还好啊。老村长一阵后怕，小华啊，那我家听到的声音是不是也是这个？要不你帮我去看看。是啊，我家那个也是，去看看吧。还有我们家啊。昭华两父子知道沙地虫一个地方就只有一条，沙地虫不是群居的妖魔，但是如果这样说，村民们也难以安心，所以招郎和昭华两人一边听村里面的村民说怪事，一边排查问题，一直到深夜才全部排查完成。也幸亏昭华早上的时候已经明修完了所有时间。除了最开始杀的虫之外，其他的例如什么菜田里面的蔬菜莫名死去，是因为下雨天雨水太多把根茎泡烂，家里养的鸡每隔一段时间会少几只，是因为自己家儿子抓去偷偷烤了吃，都并非妖魔作祟。哎，对了，怎么没看到狗子啊？狗子人呢？上年过年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今年要结婚了，半年了都没收到请柬啊，要是不请我可不作数啊。招郎突然对老村长说道，他口中说的狗子是村民招沟的小名，比招郎少3岁，就是招郎小时候的玩伴。虽然后来招郎成为了法师后很少回村，但是两人的感情还是很好。听到招郎说的话后，老村长他们露出了难言的表情，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顿时招郎心中咯噔了一下。出事了。老村长也知道没办法隐蔽，如实说道，上2个月狗子运货上山的时候遇到妖魔死了。过年的时候招郎听到狗子要结婚，就已经叫他不要太拼命，钱可以慢慢赚，只是没想到才过去几个月就已经没了。招郎沉默了片刻后沉声道，村长，钱是赚不完的，
运货的事情的确危险，生命只有一次，40%的确可以让我们村子赚很多钱，但是村民的性命没保障。要不我们把份额让出去一点吧？招郎口中所说的份额，就是给军法师运货的占比。从城的军法师都在半山腰的位置上建立基地、要塞，抵御妖魔，守卫国土，守卫人民。但是山上可是什么都没有，所以需要从县城运输。例如一周需要好几吨的饮用水、蔬菜、肉类、生活消耗品、洗发水、牙膏，夏季还需要运输冰块，这些物资都是一车一车的运送，而且车上不去山，去到山下就需要人手背上半山腰，这还不是最困难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下山，如果只是生活消耗品，其实找几个法师更好搬运，更多的是需要把妖魔的素材给搬下山。例如刚刚被招郎击杀的沙地虫，它的外皮分泌液是军用战车的润滑液，军法师每天都会击杀妖魔，这些妖魔身上的素材才是一个城镇赖以生存的根本。妖魔的素材是整个法师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天才地宝很少很少，增强法师力量的源头还是妖魔本身。但是这些素材不但法师需要，妖魔本身也需要，这就导致搬运下去的工人容易吸引妖魔。军法师到城镇之间的距离叫做亚安全区，意思就是大致安全但不绝对，依然会有妖魔存在，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意思。本身就是做妖魔素材生意招郎，加上他出生在吕县，以及年轻的时候杀妖魔杀出来的名头，让他的公司全权代理了吕县这个军事地区的妖魔素材买卖。吕县一共有6条村子，招家村占了素材运输任务的 40%， 其余的村子平分剩余的 60%。 这就是为什么招家村比其他村子更加繁荣的原因。不行！招田听到招郎说的话，立刻紧张地站起来说道：郎哥，我们村子现在在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上一年的修桥修地，在前一年大家都大量的在起房子，村子跟银行贷款了很多钱，如果我们的份额减少了，银行就会过来催我们还钱，到时候我们还不起啊。招郎看着激动万分的招田，再看一眼双手紧握也很紧张的招超，他估计招田这么激动的原因怕是不止这个。招超这个全村的希望，招郎也有留意过他的成绩，1中是没戏了，6中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觉醒法师是妥了。法师太烧钱了，招郎比他们更清楚法师有多烧钱。星辰魔器贵，买不起，但是可以租。在妖都的几个大城就有这样的商店，出租星辰魔器，1个星期10万；星子把控器1个星期15万；邓乐的雷系引导玉一次性消耗品，内部关系价5万，黑市价20万。烧钱如果一张张烧，几十万你要烧很久，但是法师刷的一下几十万就没了，比你买房还快。所以招田这么激动，还不是为了自己即将觉醒法师的儿子铺路。第17章次元召唤。儿子呢？招郎从外面回来，每年的暑假都会回来一次，除了因为回故乡探亲之外，更重要是和从城军区续签魔兽素材的买卖合约，还有就是把妖都政府发放下来给军法师提升实力的资源带给军区的法师。这些政府发放下来的资源可珍贵了，交给村民运输是不可能的，只有交给招郎这样的信得过的实力者才放心。军区法师资源每半年一次的补充，暑假和年假各一次。除了一些必要的药品和提升实力的资源之外，主要是给一些妖兽的精魄。精魄是妖兽死后的一种物质，十分珍贵，制作星辰魔器就需要用到精魄，精魄就是加快恢复精神的物质，星辰魔器是需要定期补充的。他早上起来后就躲在房间里面冥修了。张宁笑着摇了摇头，他也是拿这个儿子没办法，估计是还没能释放魔法，落后其他人，导致自尊心受伤了，修炼起来更加的疯狂。在房间里面，昭华进入精神世界，他就和举重的运动员一样，每天都在练习举重，要把这个杠铃给举起了。快了，现在已经可以离地了，再过不久应该就行了。昭华在精神世界里面已经可以做到靠意念稍微的拿起那本书一点。在精神世界里面，意念控物并不是昭华独有，他父亲招郎一念心鬼的能力就是意念控物的结果。初阶的法师施法魔法的时候，都是提前练习好把控心子，每天练习上百上千次，熟能生巧，就能让心子听话，连成心鬼。但是达到了像招郎这种界别，就能用强大的意念强行把气枚心子摆成心鬼，连成一线。就好像昭华现在用意念拿书一样，达到了一定程度，直接就把心子按在地上摩擦，让他们乖乖听候，这就是一念心鬼。嘎叽，昭华推开门，看到自己的父母刚好就在门外，像是等自己一样。吃饭了？昭华好奇地问道。回去城里再吃，要回去了。招郎说道。招郎已经办好了所有事情了，合约也续签了，东西也送到了军区，在这里也待了好几天，也是时候回城里。儿子啊，你的修为好像高了一点。招郎看了一眼昭华，就感觉出来昭华的精神力好像高了不少，按照现在的程度，哪怕是召唤系应该也能释放魔法了。昭华有点吃惊，
因为前几天他看到自己父亲2个魔法秒杀沙地虫的时候，突然有一点明悟，随后几天自己的修炼速度加快了不少，按照现在的进度，大概再有几天就能使用召唤系的1级魔法次元召唤，但是却被自己老爸一眼给看穿了。看来自己老爸的实力还真是强啊，一眼就看出来了。快可以释放魔法了，应该再有3、5天就行了。昭华如实回答。两夫妻着实被吓了一跳，这速度还真就太有点过分了。小华，召唤系和其他魔法系不同，你第一次使用次元召唤的时候最为关键，能契约到什么召唤系很影响之后的道路。你如果能使用次元召唤的时候跟老爸说一声，我给你准备一些东西辅助。召唤系最开始使用次元召唤是到召唤位面中找一只生物建立契约，平等契约，它供你召唤，你给它需要的东西可以是召唤系的魔能，也可以是一些东西。而且第一次进入召唤位面的时间长短和精神力有关，精神力越强，你能找合适召唤兽的时间越长，而且也越能体现你的强大，才能吸引强大的召唤兽前来。所以准备一些可以增强精神力的物品很重要。7天后，这里是一枚奴仆精魄，使用次元召唤的时候握在手里吸收，当你精神力不足的时候，它会补充精神力和缓解疲劳。张宁把装有精魄的小瓶子交给昭华，说到增强恢复精神力，不用想都知道要用精魄，而精魄也是最好的，虽然也有一些别的物品可以，但是不考虑价格的话，同等级的精魄最合适，当然能不考虑价格就是一个问题。一枚精魄的价格最低都是100万起，其实可以算一下，星辰魔器租1个星期要10万，1年52周，而且至少1年内要补充1次精魄，从这里就能看出一枚普通的精魄需要多少钱。一些特殊的精魄价格还要往上翻，市面上4、500万是正常的价格。昭华算了一下自己觉醒召唤系后一共花了多少钱，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加上这枚精魄和自己的星辰魔器，还有1年内充能了2次精魄，前后花了接近2000万。他这还没召唤了，要是召唤了，养宠还要花钱，这比烧钱快多了。其实他花的要更多。昭华拿过精魄，他没有在家里面进行次元召唤，万一召唤出一个大个子，自己家都装不下，所以他去了魔法训练馆，包下了1个小时。魔法训练馆是给法师测试和训练魔法的地方，就是一个室内的场馆，用特殊的建材制作，能够经受初阶魔法的冲练，刚好适合昭华使用次元召唤。从城的魔法训练馆就只有1间，馆内啥都没有，4边都是灰白色的墙。使用次元召唤后，自己的精神会以游离体的形式穿过次元之门，进入到召唤位面之中。昭华在馆内先平静心情，默念第一次使用次元召唤时候的步骤和关键点，然后进入召唤位面后，自己是一个精神体的存在，需要在精神力消耗完之前和召唤兽建立链接和签订契约。找到合适的召唤兽，需要用自己的意念去沟通链接，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定下平等契约。契约完成后，意念就会回到现实世界，召唤兽会跟随主人回到现实世界。昭华深呼吸，确定自己记住了所有步骤和关键点后，握住精魄，心中意念传递给精神世界中的星子，而后立刻控制月色魔书恫吓星子。昭华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他这样虽然是邪道，但是这样他就能做到伪一念心鬼的效果。召唤系的魔法本来就比其他系要慢，如果能提前做到一念心鬼，在战斗中这是无比巨大的优势。心鬼城魔法线，月色的光芒从昭华的身体由内至外发出，整个人被月色的光芒包裹，整个场馆都被月色所笼罩，一种莫名的能量覆盖着昭华全身，像是在保护他。而后光芒消失，昭华在原地消失不见，无声无息，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第18章召唤位面。复仇螳螂，黑白点的身躯，1米高，雪白的刀臂是特征，这是首选的召唤兽。昭华打坐，双眼紧闭等待精神进入召唤位面，口中还默念着。复仇螳螂是他次元召唤的最首选目标，本身就拥有不俗的战斗力，加上本身的特殊技能复仇，自身受到越大的伤害，攻击力会变得越强的效果，这是一头很不错的公宠。而且如果复仇螳螂能够顺利进阶到战将级，很大几率可以进化成鬼眼螳螂，不但拥有极高的敏捷和动态视力，最重要是鬼眼螳螂会飞，一头飞行宠物不但能够战斗，还能当坐骑，最重要是拉风啊！所以昭华最初的目标是寻找复仇螳螂，当然了，复仇螳螂的难度极高，是中阶的法师才有机会契约的召唤兽，昭华也只是做一下尝试。如果找不到复仇螳螂，幽狼兽、巨齿虎兽、钢毛黑猪都不错。昭华做好了所有事前调查，就为了今天可以寻找到一头好的召唤兽。怎么还没进入召唤位面？昭华自言自语地说道。他现在还是闭眼状态，他知道魔法已经发动了，等进入召唤位面就行。但是等待了片刻，他发现还是没有像进去精神世界那样出现教科书上说的灵魂离体。嗅嗅，怎么有一股草的味道？
昭华刚才就奇怪，怎么闻到青青草原的味道？不是说灵魂状态没有感觉的吗？现在怎么闻到气味？呼，一股清风吹来，现在还是夏天。昭华穿着一件短袖，突然被风吹到身体冷得打了一个抖颤。不对，怎么会有风？昭华觉得不能再等了，张开双眼。张开眼的瞬间，昭华被眼前的美景所吓。昭华盘腿而坐，坐在一片草地上。他刚刚闻到的青草的味道，是因为坐在草地上的原因。昭华背后有一个大树，树高10来米，树叶青翠，被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坐在树下的昭华抬头能看到一缕缕阳光照落下来，还能看到一些像是果实一样的东西挂在树上。再望向远处，好几棵有1米高像伞一样的巨大蘑菇生长在草地上，偶然之间还能看到几只白色的小兔子在草地上奔跑。再远一点有一座石头山，石头山上有水流流过，从上而下像是瀑布。昭华知道这应该是一座假山，人造的。但是他想不懂的是，为什么召唤位面会有假山？而且不但有假山，沿着水流还能看到有一处湖泊，湖泊倒映着光芒，闪闪发光。在水流旁边还有几栋娇小可爱的小房子，每一栋房子各具特色，颜色都不一样，有温柔的青色，火热的红色，柔情的蓝色，好几种颜色混在一起的也有。我的确是发动了次元召唤魔法，那也就是说这里是召唤位面，但是书上说的灵魂离体怎么不太对？难道是那本书上说的是假的？这里不是魔法训练馆，也就是说自己的确已经发动了次元召唤魔法，来到了召唤位面。虽然和书上说的感觉有点出入，但是应该没错。我查过资料，大多数的召唤系魔法师第一次使用次元召唤都会去到召唤位面的荒地区域，魔力缺乏，死气沉沉，最重要是那里的召唤兽等级都比较低，奴仆级的最多。魔法师精神力越强，就可以去到召唤位面越强的地区。这里难道是荒漠绿洲？我运气这么好，来到了一片绿洲。召唤位面无比广阔，就算是人类最强的召唤系魔法师都没可能完全探索完召唤位面的所有地方，而且这些资料是完全的国家机密，昭华没可能知道。他只是到图书馆找了一点资料，学校方提供了一些文案，就没有别的途径得到召唤系的知识了。昭华站起来，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这里是一处世外桃源啊，空气中能感觉到一丝甜味，一处神奇的绿洲，自己运气真的不错，第一次进入召唤位面就来到了这么好的一处地方。话说不是可以离体飞行吗？怎么我飞不起来？昭华感叹之余，第一反应是先回忆起书上的几个要点，而且他并没有忘记，他来召唤位面的目的是找一头召唤兽进行契约的。他时间有限，没空慢慢停下来感受召唤位面的神奇。昭华左顾右盼，除了一些小兔子之外，他还看到几只白色的飞鸟从空中飞过，停在了身后的大树上整理羽毛。昭华没有从书上见过这是什么生灵，但是也把意念传递给其中一头，先尝试一下。毫无疑问的，人家了兜不了他。除了飞鸟之外，他还看到别处的几棵树有像是迷路的生物在闲逛，也去尝试契约，但是也没有收到回复。哦，是螳螂，试试，没回复。咦，大黄蜂，试试，没回复。一只狗，试试，没回复。一只猫，一只小小鸟，鸡鸭鹅鱼蛇虾乌龟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昭华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虽然不知道手上握着的精魄可以支撑多久，但是按照推算怎么都不可能超过1天。魔法训练馆昭华只是租了1个小时，但是他按了自动续发功能，只要他不出去就一直续时间。靠，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都不理我？我精神力不会这么低吧？为什么连一只癞蛤蟆都没有回应？昭华搞不懂了，按道理这种体型比较小的生物起码都会给点反应吧，现在就好像人家根本就不搭理自己，看不起一样，因为他们的血统等级都比你高。突然从昭华的身后传来女人的声音，声音如天籁，清脆如山间清风一般，听起来温柔舒服。昭华转过身去，身后站着一个身穿碧绿长裙的美女，一身碧绿色的长袖连衣裙，裙子上只是简单的几笔白色做点缀，头发一半乌黑，然后渐变暗绿。美女轻抚耳边的秀发，露出一只银白的耳环，淡雅清澈的脸庞，一双透彻的眼眸，还有那由内而外散的自然气息，处处透露出爱的颜色，就像是邻家小姐姐一样，但是眼睛中露出一丝丝的鬼灵精。昭华站起身来，微微向后退了一步。这里可是召唤位面，怎么会有人类？为什么召唤位面不能有人类？仿佛看穿了昭华内心所想，邻家小姐姐笑眯眯地说道。昭华想了想，觉得小姐姐说的对，召唤位面和自己所在的世界都是一个地方，没说不能有人类，就是没明白为什么说的是中国话。谁知就在昭华在心里劝服自己的时候，邻家小姐姐又补上一句，不过我不是人类。难道是鬼吗？第19章风灵残。
昭华感觉自己被完全看透了，对方就像有读心术一样，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根本无处可藏，就好像自己赤果果的站在对方面前。昭华十分讨厌这种感觉。虽然他在网上也曾经听闻过一些契约召唤兽的确是有人形的，但是像眼前这位温柔中带有一丝俏皮的邻家二姐姐这样的，和人类相差无二的他就没听说过了。你是通过次元召唤来到召唤位面的吧？要不要姐姐帮帮你找次元召唤兽啊？这位邻家姐姐笑着问道，眼神中带有一丝的笑意，就像要捉弄自家弟弟的俏皮姐姐。如果这里不是召唤位面，而是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昭华就点头答应了。本地人肯定会比自己更加熟悉啊。但是这里不行，这里是召唤位面，而且眼前这个看似温柔、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好姐姐，给昭华本能上的危险感觉，并不是说不值得信任，或者是别人要骗你的那种危险感觉，是更加物理上的危险，就好像一只幼年狮子面对一头远古巨龙的感觉，物理上的很危险。昭华摇了摇头说道：“不用了，谢谢，我想自己试试。”他自己其实也知道，如果对方心存恶意，以自己初阶法师的精神力，估计一下子就被碾碎。但是使用次元召唤进入召唤位面，只是自己的意念和一部分的灵魂、精神力构成的一个状态。真要是被杀了，虽然精神会受伤，不过可以恢复，问题不大。昭华笔直的往湖的方向走去，他看到在湖边有一只火红色的乌龟正在吞吐火焰，像是吸纳太阳光，龟壳跟随着乌龟的吞吐忽明忽暗，一看就十分不凡。那只是吞阳龟，火属性的生灵，以太阳为食粮，性情比较暴躁，小心点。轰隆！果然，昭华刚刚靠近，把意念传递过去的时候，从火龟体内爆出一道火环，直接把昭华震开，滚了一个四面朝天。虽然这里的生灵等级很低，都是奴仆级别的，但是他们的血统都很高。如果你是中阶法师，还有一丢丢的可能性能契约到一只，但是初阶基本没可能了。他还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就那点点的可能，虽然隔着挺远，但是声音还是能听到。昭华转换策略，换水里面的，刚好看到一条尾巴蓝色的鲤鱼，立刻传递自己友好温柔的意念。噗！鲤鱼吐水，虽然没有打伤昭华，但是射了他一脸。那是蓝尾鲤，和吞阳龟同等，虽然性格没有吞阳龟暴躁，但是挺傲娇的。哦，那是大地鳄龟，水土双属性，比前面两只的血统还高，小心点哦，尾巴打到可疼了。日月狼在阳光下战力翻倍，在月光下速度翻倍。夜猫子在黑夜中穿梭，天生的暗杀者哦，要小心后脖子肉，他最喜欢了。那只就是普通的麋鹿，接收不到召唤意念。咚！昭华大字形的躺在草地上，大口大口的呼吸着空气。他四处跑，到处找召唤兽契约，但是没有一只理他。而且因为频繁的传递意念，导致自己的精神力消耗得很快。昭华估计自己的精神力快到极限了，再不契约到召唤兽，自己就要被遣送回去现实世界。第一次到召唤位面进行契约失败后，休息足够是可以继续契约第二次，但是问题是第一次是最好的，因为第一次的次元召唤会得到召唤星辰的积累反哺，下一次就没有了。昭华看向不远处，坐在草地上默默看着自己捂嘴偷笑的美女小姐姐，再这样下去，他就真的没办法得到次元召唤兽了。嘻嘻嘻，昭华露出紧张而又不失尴尬的笑容，走到这位神秘小姐姐的面前说道：“这位美丽的小姐，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血统比较低级，适合我契约的召唤兽呢？”没办法呀，如果错过了第一次的契约，越往后拖，能签约到的召唤兽就越来越差了。你可以叫我风铃。风铃姐，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适合我契约的召唤兽呢？小弟昭华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希望姐姐能指条明路，小弟不胜感激涕零。要不是昭华现在手上除了握住的金魄之外，没有任何可以送的东西，他都打算送礼贿赂了。风铃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但是也没有立刻给昭华指路，而是装作高深的说道：“你也看到了，此处人杰地灵，是一处难得的圣地，在这里就算是一头猪也能脱凡超俗，以你的实力恐怕没办法在这里契约到召唤兽。而且此地宽广，按照你的速度跑断腿你也无法离开这里，到别处寻找次元召唤兽。”昭华一听，露出了伤心、无奈、绝望的表情。甭管真假，先配合演戏。风铃轻咳了2声，拍了拍昭华的肩膀，安慰道：“但是呢，也不是毫无希望。”昭华本来还充满悲伤的脸和带有泪光的眼睛突然绽放，露出了希望的光芒，看着风铃说道：“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我风铃一言九鼎。”风铃一边走一边说道：“寻常在这里的生灵你是不可能契约的，因为他们的血统都已经被净化激活。但是呢，刚刚出生的却是例外，而很凑巧的是，我刚好有一只。”昭华跟着风铃一路走，他猜到风铃在这里肯定有家，而且应该就是那几栋房子中，应该就是绿色的那一栋。走了一会后，果然就是如此。嘎叽一声，风铃驾轻就熟地推开门说道：“进来吧，这里是我家。”里面的装饰很简单，一张木床，
一些椅子。最吸引朝华注意的是，在房子中间有一株树苗，仅有半米高，但是这一株树苗很奇特，它的树顶不是伞形，而是像托盘一样的形状，很是怪异。风铃带着朝华走到树苗旁边，朝华才看到为什么是托盘的形状，因为上面有一只绿油油、大概1根手指长的蚕在里面睡大觉。这是绿蚕，一种常见的虫族，没什么攻击力，但是吐出来的丝却异常的坚韧，除了用火烧，连利刃都无法切断。这是最低等的妖魔啊！朝华看了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什么东西？妖都最大的敌人就是虫族，这种绿蚕是虫族数量最多的炮灰，只会往敌人身上吐丝，把人捆起来，本身没有任何攻击力。而且看这大小，的确是刚刚出生的绿蚕，正常的绿蚕能有人的小臂粗。风铃听后笑道：“还不错嘛，知道绿蚕，但是这不是绿蚕。”不是绿蚕？朝华吃惊道：“他不但在书上看到绿蚕的描述，也实际见到过，怎么会认错呢？”风铃温柔地用食指稍微戳了一下这只有点胖胖的小蚕虫，说道：“这是风铃蚕，精灵族风精灵的一种。”第20章生死契。这是风铃蚕，精灵族风精灵的一种。朝华歪了歪头，风铃蚕是什么鬼？没听说过啊！而且精灵族又是什么种族？怎么都没听说过。他作为学霸，开始怀疑自己的学识，这个世界怎么了？精灵族是什么种族？为什么我没听说过？朝华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有这样的种族的吗？风铃用手指轻轻地挑逗风铃蚕，风铃蚕被逗醒后，轻易地吮吸着手指，然后跑到一边啃树叶。风铃解释道：“以你现在的修为，知道这么多也没用，世界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们的世界没有精灵族，只有召唤位面有精灵族。你们世界类似的应该是元素圣灵吧？”朝华看着在挑逗风铃蚕的风铃，半信半疑地问道：“风铃姐是精灵族的？这不难猜，风铃、风精灵。”这不就是去掉中间的字吗？毕竟叫风精太难听了呀。是啊，我是成年的风精灵，不过不是所有的精灵成年后都能像我这样。风铃没有隐瞒的说道。朝华没有立刻下决定，而是认真的观察风铃蚕。他发现这只绿色的蚕虫还真的不一般，身体的绿色并不像绿蚕那种体色就是绿色，风铃蚕体表的绿色是荧光绿。朝华认真的观看发现，荧光绿是从体内透出来的，每一次呼吸都能看到身体明亮了一分，就像风铃蚕的体内还孕育着什么似的。朝华看到风铃蚕不是在吃树叶，而是在吃树叶里面的一种绿色的物质，在抽丝剥茧。这种物质朝华有点熟悉，他在吃魔能。朝华终于明确的肯定，风铃蚕是在把树叶中的绿色魔能抽离出来吃，准确来讲是风属性的能量。风铃更正道。朝华几乎可以肯定，这只风铃蚕的确很不简单，但是他不懂为什么风铃要把它给自己契约。这只风铃蚕能在风铃的家中被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不是亲生的也必定有关系。你不用怀疑太多，风铃蚕跟你定下契约，对他也有好处。法师的召唤系魔能是无属性的魔能，而且召唤系的魔能十分温和，比所有属性的魔能都要温和，这样更加有利于风铃蚕成长。而且他只是帮助你战斗而已，又不是给了你。大部分时间风铃蚕都会在召唤位面，你给予他成长所需要的东西，风铃蚕为你而战，这很公平。朝华说道：“风铃姐，你也知道我是来签订次元召唤契约的，说白了是来找临时工的，而且我不一定能给到风铃蚕需要的东西。事实就是如此，次元召唤本质上是一份临时工合约，我到召唤位面找一个临时工，我提供魔能，需要你的时候，我发动次元召唤魔法把你召唤过来战斗，平时的时间临时工在召唤位面过自己生活。而且召唤系中阶可以在现实世界再签订一只宝宝，这只宝宝那就是亲生仔了，会一直留在自己身边。正常的召唤兽都会把所有资源留给亲生仔，很多召唤系法师到了中阶就基本放弃出阶的次元召唤兽。最重要是怕自己投资了大量资源，次元召唤兽死在召唤位面，那还完毛。而且出阶契约的力量很弱，召唤兽达到了一定程度，可以拼着灵魂受损解除，没人会给临时工高工资，是一个道理。风铃转过身，露出笑容说道：“所以我要你签订的不是次元召唤的契约，而是生死契。”生死契。朝华听后面路惊讶，脚不自由地向后退了一步，因为生死契这东西不就是等于把命交给别人吗？这不可能的。朝华摇了摇头说道：“抱歉，我不可能把命交给别人。”风铃不禁窃笑道：“你以为这是奴隶契约？主死仆从？”朝华眼神一闪，露出疑惑的神色问道：“难道不是？”风铃摇了摇头说道：“召唤契约从来没有主仆契约，就算最低级的次元契约都是平等契约。生死生死，生在前死在后，先生而后死，死中寻求生。生死契约最大也是唯一的好处就是你们的生命会连在一起。”朝华一愣，疑惑地问道：“这也叫好处？”风铃只是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朝华的疑问，
说道：“好处不好处的，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你一样会怀疑，你又不可能明悟生死的真谛。你只要明白，在关键时刻，这个契约能救你一命。要是昭华只是想着利用风灵残，风灵也是不可能把风灵残交给昭华的。精灵可不单单只是实力强而已，代表的含义只有同是精灵的风灵知道。但是风灵却又打算下赌注在能来到这个地方的昭华身上，毕竟这个地方同样有着他的秘密。这就是生死与共，生一起生，死一起死的意思啊。这个昭华总算是知道了，但是他是不可能会答应的。要是风灵残在召唤位面自己作死，那自己就死得不明不白了。昭华摇了摇头拒绝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下一次来就算得不到好的次元召唤兽，我也不可能给自己签订这样的契约的，抱歉了。”风灵自然预料到不会有人听到这样的契约还会傻乎乎的点头，他率先走出屋子，昭华跟着。昭华打算趁有限的时间继续寻找，找不到就算了，只能说自己倒霉。风灵叫住昭华：“这样你还不放心？”昭华不知道他想干嘛，转头看向他，只见风灵屈指，大拇指压住中指，纤纤玉手对着天空弹指。弹指的瞬间，一股微风拂过脸颊，很舒服。昭华不知道风灵要干什么，但是能感觉到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当他再一次看向天空的时候，已经惊为天人。天空上的云层被分开两半，中间像是被什么劈开一样，出现了一道天堑。天堑疯狂地吸收周围的云层，填补缺口。过去良久，这道天堑也没有复原原样。本来碧蓝的天空，就因为一弹指劈出了一道天堑。这是什么力量？虽然昭华有想过风灵的等级应该很高，完全没想到会达到这种程度。只要你肯签订生死契，提供风灵残成长所需要的资源，风灵残以后都会为你而战。他成长起来虽然不一定和我一样强大，但是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风灵看着昭华，真诚地说道：“威逼之后是利诱啊，这么明显的陷阱，你这么强了，还需要我？有些东西召唤位面没有，只能在你们的世界获取，例如召唤系的魔能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你手上的精魄也是。召唤位面没有精魄，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亡灵法师，而风灵残他需要精魄。昭华是知道的，精魄只有亡灵系的法师可以得到。虽然现在有一种叫做亡灵器皿的模具可以收集精魄，但是这种器皿也是要亡灵系的法师制作。召唤位面没有精魄倒是不难理解，而且只要有我在，你不用担心风灵残会有危险，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不如说我倒是担心你。风灵一改之前的鬼灵精一样的说话语气，有一点严肃，看得出风灵残对他很重要，他是认真的。这倒是让昭华动心了，风灵展示的力量实在有点撼动了他的心灵。哪个召唤系法师不希望自己的召唤兽强大逆天的？没人有希望次元召唤出来的召唤兽弱不禁风，又不能打又不能抗。而且风灵残明显就是那种前期比较弱，但是后期无敌的呀。说句不客气的话，昭华也是知道自己家庭背景不错的，把风灵残拉扯到战将不是问题。家境好啊，他就是好。仿佛是看穿了昭华的想法，风灵笑着说道：“你以为风灵残没有战力？不是吗？这不就是一条绿残，还能咋地？后期强是强，但是前期不咋行吧？”风灵摇头，手指出现一根白色细小的丝，好像有生命一样在空中玩出花来，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昭华绑住，让他动弹不得。他吐出来的风蚕丝不惧火烧，不怕刀砍，而且风蚕丝是由风魔能构成，虽然不具备杀伤力，但却能随风而动，是很好的束缚技能。用你们的话来讲就是控场型。控场型妖魔。现在的情况就像是有个清华的天才毕业生来到自己公司应聘，而且还要和自己签长期合同，只是要给他公司的1半股份，就能和你一起打天下。讲道理，这个有点难拒绝啊，毕竟自己的公司又小又烂，还是刚刚起步的小公司。有创业老板在吗？在线等答复，有点急。第21章，弱小的伴侣。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实力强大的一塌糊涂的女子能否相信。她既然说了生死契是有好处的，而且这只其貌不扬的小家伙其实是一只强大的控场封印类的妖魔，这可比普通的战斗妖魔更稀有啊。玩过游戏都知道，控场比攻击更难玩。好吧，你赢了，妥协了。他妥协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昭华还是选择了屈服。而且风灵残本身的能力也很强啊。控场型的妖魔，这是多少召唤系法师梦寐以求的。在团队战斗中，控场型比战斗型的要难得，这力量也太香了吧。昭华这人啊，别看他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一副高冷的样子，但是其实内心闷骚得很，而且很要强。从他每次考试都要1分不失，力求尽善尽美，就能看出他这人就是一个傲娇，嘴上说着不在意分数，内心比谁都在意，身体老实得很。风铃小姐姐捂嘴偷笑，
他从一开始就看穿了昭华，因为昭华一来到召唤位面就不停地寻找厉害的召唤兽，就算被拒绝无数次也未曾放弃。这样的人会放过这样一只强大而且有潜力的召唤兽吗？不可能。昭华拿了一张凳子，坐在小树苗的旁边，小心翼翼地把意念构成的精神印记烙印到风铃蚕身上。顿时，昭华就感觉到了他和这只可爱的绿色小蚕有了奇妙的联系。之前尝试的都是被丑拒，昭华突然有点欣慰，热泪盈眶。双方都构建了链接后，就开始拟定合同，也就是契约，以召唤系的星辰为旨，魔能为字，星子为印。只要双方都同意，那就契约成了。于此起誓，你我同甘苦，你我共欢乐，不存私心，不庸猜疑，不计较种族不同，不在意世界不同。我发誓，除非踏过我的尸体，否则护你周全。此言此事，直到世界腐坏堕落的那一天，直到天崩地裂那一天，直到你我生死那一天。你用清风为我平一切敌，我用世界助你破茧化蝶。事成约立。心中默念事成约立的时候，风铃蚕身体发出耀眼的绿色光芒。他站起身子，看着正坐着的昭华。片刻后，身体居然化作了一道清风，飞到昭华的肩膀上。虽然这阵风还很弱小，飞行途中摇摇欲坠，但是他最终还是来到了昭华的肩膀上，张嘴吐出一根由青色的风形成的丝，触摸着昭华的脸颊。昭华拥有了他第一只的召唤兽风铃蚕。昭华小心翼翼地用食指触碰风铃蚕，一边逗他玩一边问道：“他有名字吗？”风铃点了点头，说道：“有，风蚕。”昭华头上一脸黑线：“你起名字还真是随意啊！风精灵叫风铃，风铃蚕叫风蚕。”契约成立的时候，昭华就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出现排斥，看来是时间到了，他即将要回去。我应该喂小风蚕吃什么？树叶吗？昭华立刻想起来，他还没问奶粉的事情，他可没有奶啊。他已经吃了很多风属性的魔能，回去你把你手上的奴仆精魄喂给蚕儿，再加上召唤系魔能的持续喂养就可以。他还在胚胎期，这一枚精魄够他到婴儿状态了，每天喂养奴仆级的蚕魄作为食物，成长期后需要每1个月喂一次风属性的精魄。风铃掰了掰手指头说道：“谢。”昭华一听牙齿都凉了，这什么鬼啊？残魄倒还好，虽然指定了风属性的，但是应该不贵，但是精魄还要指定属性，这怎么搞啊？风铃没管昭华牙疼的表情，继续说道：“喂3、4次精魄后就能进入休眠期，那时候给一枚任意属性的战将级精魄和3个风铃种就能到成熟期了，或者同等能量的风属性至宝也可以。哦，对了，为了你的小命，这件事你最好谁也别告诉。”风铃露出了狡诈的笑容：“上当了呀！战将精魄最便宜都要上千万，风铃种也是1000万起，逗呢，还要命？我能退吗？”昭华觉得等自己速修到中阶，用几千万来买一个极品宝宝会更划算一点。成长期的风铃蚕就用很强的攻击力，秒杀战将级妖魔不在话下。风铃有点狡猾的说道：“姐，外甥女就包在弟弟身上了，有我吃的绝对有他，不，我没得吃也先喂饱他。”昭华看着这只绿又肥的小家伙，小声说道：“你可要快点战将啊，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力量。”等于。昭华回到原来的世界后，风铃走出房门，刚走出去，旁边火红色的房子门同时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材火辣的御姐，和头发颜色一样，身穿着一身火红的长袍。“你就这样把自己孕育了1000年的风精灵交给一个人类？”火辣御姐对着风铃说道。风铃一笑后对着火辣御姐说道：“风蚕出生后就一直在蚕蛹里面，不管怎么提供能量，它都不从里面出来。偏偏今天风蚕破茧，这个人类穿过结界来到这里，而且你我也知道，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入这个岛屿。他进来了，而且本来人类法师签订生死契的话，会被吸收全部生命而亡，但是他还真的契约成功了精灵，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风铃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这里有很多秘密，这2位实力强的可怕的生灵也有很多秘密。风铃蚕甚至只是某个检验或者测试，他们有更大的目的。而且昭华根本不知道，这一望无际的草地其实是一座岛屿。他更不知道，在召唤位面中有一个地方由成千上万座矗立而起的山峰紧靠，形成如通天高塔一样形状的地方。这个被人类召唤师称呼为精灵塔的地方，居住着无数神秘而强大的生灵，他们掌控着至高魔法力量。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之上，还存在一座不可视、未被人类世界纪录、未被发现的空中岛屿。在精灵塔的绝世生物中流传，只有完全掌控元素的力量，达到元素的制高点，才能看到这座岛屿。而岛屿之中居住着元素的掌控者，他们不但掌控着召唤位面的元素魔法，还掌控着召唤位面。等于。昭华家里，昭郎和张宁在做饭等儿子回来。“你说那小子第一召唤兽是啥？能在召唤位面抓到什么召唤兽？”昭郎问自己老婆张宁。他2口子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自己儿子的事情。张宁一边洗菜一边说道：“
前几天他不是问了你复仇螳螂的事情吗？估计就是复仇螳螂了吧？招郎也同意的点了点头道，以他的精神力，复仇螳螂只要能找到，问题不大。而且复仇螳螂中阶如果进化的好，血脉更换一下，倒也可以用。不过复仇螳螂还是弱了点，要是能找到更强一点的虚空螳螂，那就值得培养一下。咔嚓，招郎敏锐的听到了开门声，屋子的钥匙就只有他们一家3口有，他和妻子都在厨房，毫无疑问是朝华回来了。时间刚好，那枚金魄也差不多用完了。招郎算了一下，猜到了自己儿子是契约到了次元召唤兽回来了。我回来了，的确是朝华的声音。招郎两夫妻停下手走出来，他们2人也很紧张，自己儿子第一次使用召唤系的次元召唤，到底会契约到什么样的召唤兽？毕竟自己儿子这么不凡，必定也是不凡的生灵。招郎最心急，跑出来后看了一眼，并没有看到招郎身边有妖魔，想着应该是被收回去了，说道：“儿子啊，契约到次元召唤兽后呢，第一次最好让他在现实世界多待一会，让他熟悉这个世界，把他放出来吧。等到你的召唤系魔能不够了，他自然会回去的。”朝华老尴尬了，他知道事情应该是瞒不了自己父母的，所以干脆坦白吧，拿出本来装着金魄的小瓶子，里面现在躺着一只吃饱了在呼呼大睡的绿蚕。回来后风灵蚕就化作一道清风钻进瓶子里面，把金魄给吃了，现在吃饱了犯困呢。这是绿蚕，你怎么跑到外界去抓虫子呢？很危险的，以后不许去。张宁叮嘱道。朝华一听什么鬼，一脸尴尬样子说道：“这是我的次元召唤兽。”第22章自己赚钱养宠。你的次元召唤兽？一条绿蚕？张宁和招郎2人都不敢相信，自己儿子怎么会和一条绿蚕立次元契约？这不可能的呀！绿蚕可是从成人都知道的虫族的炮灰、哨兵、尖兵一样的存在，每一次虫族来犯，打前阵的都是绿蚕大军，铺天盖地的绿虫涌来，看似很厉害的土司束缚，被火系的法师几下子就处理掉了。而且单个的绿蚕连成年男子都能打得过，这玩意有什么用？朝华摸了摸自己后脑勺，临走前风铃叮嘱过，不要吐露自己的次元召唤兽是精灵族的事情，不然麻烦很大。朝华自然也懂，这种神兽级别的前期还是有点太弱小，万一被有心人盯上就很麻烦，起码要等自己实力提上去再说。这个怎么说呢？二老也知道召唤位面很复杂，各种原因真是写1000章都写不完啊，所以就长话短说了。这只绿蚕，它不是一般的绿蚕，是变异的，很强很牛，好犀利的那种。招郎和张宁两夫妻对视了一眼，张宁先说道：“没事，绿蚕又怎么了？绿蚕一样可以进化成超级虫王，儿子的次元召唤兽是最强的。”招郎也安慰道：“没事，大不了等到你中间，契约召唤兽老爸给你买一只亚白龙宝宝，横扫八荒陆河，唯我独尊。英国维多利亚家族不是弄出驯兽的尾龙吗？买一只给你，一样牛逼哄哄。”张宁摇头说道：“维多利亚那里的驯龙有问题，不然他们早就吹上天了，估计是还有缺陷没有解决，换一个，要不就亲自去抓一只。”朝华知道这是父母担心自己因为次元召唤兽是绿蚕而受到打击，安慰自己，他自然不会当真，也不会想去买什么亚龙宝宝，要也是自己去抓呀。朝华说道：“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点小事不算什么，而且他很强，你们看。”朝华叫醒了在睡的风灵蚕，要控制风蚕丝，朝华不行，他需要风灵蚕的帮助。只见一根蚕丝从指尖出现，然后绑住了杯子，一点点的拿过来，远远看去竟然有一点像空间系的念控。张宁和招郎眼神一凝，他们立刻发现这妖姬有点东西，很不简单，他们的着眼点不是表现出来的威力，而且更深远的地方。2人相视一眼，难道自己儿子遇到了大机缘？而招郎2人也没有去问这些事情，他们以前也得到过机缘，知道什么应该问。朝华也不能太过暴露风灵蚕的真身，所以朝华现在要自己开始为奶粉钱做准备了，总不能跟自己父母说我养一只绿蚕要用几千万吧，这谁信啊？精魄和残魄说白了就是打怪掉落的素材，妖魔被杀死后必定会魂飞魄散，残留下来的就是残魄，一些灵魂强大的妖魔死后灵魂没有消散凝聚在一起的就是精魄。正常来讲，只有亡灵系的法师制造的亡灵器皿可以收集残魄和精魄，不过这玩意最便宜的都要几百万上千万，根本买不起。但是亡灵系的法师是可以看到灵魂，也能够收集残魄和精魄。好巧不巧，朝华就认识一个亡灵法师。吃完中午饭后，朝华冥修了3个小时。3点多的时候，朝华来到附近的一家叫做 Cookies Coffee 的咖啡馆，店名直译就是曲奇和咖啡。季少英就在这里打工。你们店是怎么回事？这个员工难道是个哑巴吗？问他什么都只会笑，笑你妈的笑。朝华刚要推开玻璃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叫骂声。朝华也只能摇了摇，表示很无奈。这种事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好几次朝华在这里喝着咖啡，
看看一些妖魔百科图书，或者上网看看国际妖魔事件就遇到过。昭华也不是不帮他曾经出手把闹事的人丢出门外，毕竟一个法师的体力怎么都比普通人强，但是这根本就治标不治本，而且昭华出手只会让纪韶音的处境更加尴尬。有时候昭华真的很佩服纪韶音，因为天生的残缺，他在平常的生活中需要承受很多侮辱和谩骂，特别是工作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不能说话，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予同情。既然你是哑巴，就去干一些不用说话交流的活，凭什么我花钱还要理解你？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就算如此，纪韶音的性格依旧很开朗，从来不会怪别人，怪老天，会尽力做好自己。觉醒法师后也没见过他使用魔法维护自己，甚至要不是前段时间在校门口讨回公道，这家店的老板都不知道他是个法师，还是全城热议的那个亡灵系法师。昭华随便找了一个空荡的角落位置，纪韶音自然是看到昭华处理好刚刚的破事后径直走来。你都是一个能释放魔法的法师了，不需要这么受气。照旧一杯意式特浓，一份芝士曲奇。昭华说道。纪韶音穿着一件黑色的牛仔质地的围裙，是这里的工作服。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能拿着画本到处乱走，在下单用的小写字板上写道：我喜欢在这里工作，老板娘很好。意式特浓和芝士曲奇都是这里下午茶爆款，很快就上齐了东西。以你现在亡灵系能收集残破和精魄吗？昭华直奔主题的说道。纪韶音坐下后想了想，在下单纸板上写道：再过大概3天可以临时储存起来。再过3天，昭华顿时瞪大眼睛看着纪韶音，这家伙怕不是要2级亡灵魔法了。亡灵系和其他系一样，魔法都是分3级，当魔法师能使用初阶第3级的魔法后，就算是初阶毕业了，等到星辰扩张到无法扩张的时候，就可以化星辰为星云，进入中阶法师的行列。亡灵系1级魔法亡灵生成，效果就是把一定范围内的尸体骸骨用亡灵系的魔能把它们变成亡灵，亡灵系修为越强范围越大。2级魔法肉体构造，这个是十分难的，亡灵系不管再神秘，那也只是一个魔法系，不能做到无中生有。肉体构造的肉体物质是需要亡灵法师提供的，可以是亡灵生成范围内的物质，也可以由亡灵法师提供，而且生成肉体可以用残魄和精魄来生成，这就是为什么亡灵法师可以收集残魄精魄和喜欢收集尸体的原因。第3级亡灵魔法亡灵空间，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储存亡灵的空间，同时也能储存精魄和残魄。没有到3级魔法的修为，也可以制造一个临时的容器储存精魄，只是时间有限，不像亡灵空间可以保证残魄精魄不消散。纪韶音说自己过几天可以临时储存，就是说他的修为快能使用2级亡灵魔法了，这开挂一样的快啊！天才都要2年的时间，他1年不到的时间到达了2级亡灵魔法，这么好修炼的吗？昭华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毕竟他才刚刚能释放1级的次元召唤。是这样的，因为某些原因，我需要收集妖魔的残魄，所以我打算加入城市猎妖队，在城市中狩猎一些妖魔，收集他们的残魄，想找你帮忙。昭华人生第一次请求女孩子帮忙，让他有点奇怪的感觉。只是纪韶音听后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第23章前辈。 CBD 中央商务区虽然从城是妖都11城中最弱的一个，但是也有自己的商务区，唯一的一栋5层高百货就在那里。不过这里只是普通的日常百货，只卖一些日用品、衣服、包包、化妆品等等。法师的东西在商务区边边区域叫做丽香的街道，那里就是出售一些适合法师使用的物品，例如凝血剂可以快速止血，伤口结疤，在野外被妖魔受伤，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是十分致命的。还有血包，用妖魔的异血制造的一种药品，可以快速造血，补充因受伤流失的血液。虽然叫血包，一包一包的红色血液，但是一般的猎人会把血包分成3针管的量装配，因为一包血包造血量是一个正常男人所拥有的血量，流血1/3就差不多说再见了，所以分成3份，受伤就补充1/3就足够。除了药品之外，还有模具，弱一点的模具20-30万，勉强可以抵挡一些比较弱小的奴仆妖魔攻击。而从城的法师商品街的商店不多，都是一些现役的猎人团自己猎杀的妖魔来出售。最大的2间法师商店，一间是昭华的父亲昭郎开的，因为他和吕县的军法师有合作，所以各种各样的妖魔素材、一些药品、天才地宝等等都有。还有一家就是邓乐家的。这里有一个区别，昭郎的商店属于他个人财产，邓家的不是。邓家是一个庞大的法师氏族，扎根在妖都11个区都有他们邓家的法师商店，从城是最弱小的分家。但是人家怎么说都是背靠一个庞大的法师氏族，除了像昭郎这种年轻的时候就是名震从城的猎妖法师，还和军区有关系的大佬之外，整个从城没几个敢和他们邓家掰手腕。而且听说当初昭郎拯救过从城，所以才有这样的关系网。晚上7点，昭华和纪韶音2人约在 CBD， 并不是因为要逛街约会买什么东西，而是从城的猎者联盟就在这里。
这也是为什么这里会成为从城 CBD 的原因。猎者联盟是很重要的机构，猎人相关的所有东西都需要在这里进行，任务的发布、交接、信息的获取，甚至妖魔素材的鉴定都在这里。猎者联盟有一个部门，城市猎妖队，就是专门负责城市关于妖魔的事件，和警察类似，只是处理案件的对象不是人。朝华下午的时候说了自己要加入城市猎妖队，猎杀那些越过安全区在城市里面躲藏的妖魔，因为不用出到安全区外，这样会更加的安全，跑出野外去猎杀妖魔10条命都不够用。朝华离得很远，就看到纪韶音举着写有这里的画本。晚上纪韶音下班后回家换了一套便服，黑色的牛仔裤加一件白色半露肩休闲上衣，头发刚好头后背的长度，哪里像去猎妖的法师，更像和男朋友约会的少女，很好看。朝华可不是钢铁直男，怎么说也是自己有求于人，嘴上可不能落下。下午朝华说了自己刚刚获得了次元召唤兽，需要残破来喂养自己的次元召唤兽，他也没有隐瞒的告诉纪韶音自己的次元召唤兽需要残破喂养。纪韶音不像自己父亲朝郎是个老猎人，实力强经验足，纪韶音就是一个懵懂少女，她只会觉得次元召唤兽吃残破没什么问题，就好像猫吃鱼狗吃肉，不同生物吃不同的食物。他是亡灵法师，残破对于他来讲稀松平常。纪韶音微笑的写道：谢谢。朝华就穿的比较土了，一身黑色的运动服，就像是去夜跑一样，两人明显不搭，不过也正常，今晚是要去打怪的，谁打怪穿牛仔裤啊？万一跑不动被抓不就完了。虽然纪韶音还有几天才2级亡灵魔法才能储备残破，但是纪韶音提议朝华先到猎者联盟中加入城市猎妖队，先试试猎杀妖魔，理由是他自己就是猎妖队的一员，可以带朝华。当时差点没把朝华吓到，什么鬼？为什么一个才觉醒1年的花季少女会想到去城市猎妖队猎杀妖魔？大人，时代没变吧？纪韶音给出的理由是赚钱，但是朝华想了想，发现自己太看小纪韶音，他修炼速度这么快与猎妖必定有关系。修炼不能一昧的提升修为，多使用魔法用于实战肯定会提升得更快，而且纪韶音的是亡灵系，这个魔法系很特殊，需要伴随死亡。朝华没想到自己不知不觉居然落后了。从猎者联盟的大门进入就是联盟的大厅，在大厅里面有10个柜台，每个柜台都在忙碌的处理事情，有点像到银行排队办理业务的感觉。柜台上面还高挂着10几个大屏幕，上面琳琅满目的罗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特别是一些给了钱的广告位，大字高清，其中就有一个收购广告是邓家发出来的，上面写着500万收购一个沙地虫精魄。别看朝华父亲杀起来就2招的事情，但是沙地虫是属于奴仆集中十分难搞的一种妖魔，体型大，破坏力强，还会钻地偷袭，越强的妖魔爆出来的精魄越贵。除了这些收购广告外，还有一些国家发布的猎妖奖金，例如杀死10只绿蚕奖励1万元，使用探测仪探查安全界外10公里的妖魔分布奖励50万元。这些任务主要是猎妖法师才会接，而且他们是一次接好几个，例如你去探查妖魔分布，会把一些猎杀妖魔的任务也接上，一趟下来能赚个几十万上百万。纪韶音驾轻就熟的左走右走，穿过任务大厅后来到了另一个厅，这个厅就小很多了，而且没有显示屏，有点像到客运站等巴士的候车室。招人，荒野猎魔团招人，修为初阶2级以上，不限魔法系，紧急招聘，一次性任务，要一个水系初阶3级的法师，能够娴熟的使用水域魔法的来，今晚到安全区外5公里狩猎，明早7点回来，报酬10万。招长期队友，只要风系、土系2级起。哎，不用纪韶音解释，朝华也能明白，这里应该就是招聘的地方。先到任务大厅选好任务，如果本身就有固定队，就等级后离开；没有固定队或者队伍缺人的，先在这里组队，觉得实力够再去外面接任务。纪韶音穿过大厅，来到最里面，那里有一张小桌子，上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记录什么。看到纪韶音后，猛地站起来喊道：小队长晚上好。我擦，队长。纪韶音还特意看了一眼一脸惊讶的朝华，更加挺直腰板，让发育本来就不错的馒头变成了面包。他也一样，初中3年被朝华压了3年，年年第2气不气，现在能压回去，简直神清气爽啊！第24章紧急出动。朝华没好气地说道：你还是城市猎妖队的小队长。从城地方很大，城市猎妖队并不止1队。朝华从城市猎妖队的官网查过，现在城市猎妖队一共5队，4个小队1个大队，也就是说有4个小队长1个大队长。小队长的修为都是初阶3级的法师，也只有初阶满修为才有资格保护自己的队员，才有资格打败妖魔，而且队员也都是2级起步，毕竟你是要对付妖魔的修为不能太低。大队长则是由一名火土双系的中阶法师担任，是从城比较有名的一名猎人法师。朝华那时候并没有看到纪韶音是小队长啊，前天才确定的。纪韶音笑眯眯地写道：难怪下午的时候听到朝华说要加入城市猎妖队，
会露出奇怪的表情。猎妖队除非人死了，不然位置都是固定的，这职位好歹也是公务员啊，福利相当好。昭华猜测纪韶音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亡灵系的缘故，被某个小队的队长额外加了一个位置，让纪韶音加入，应该是出于带有潜力的新人的一种态度。后来纪韶音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亡灵系的强大，让他自己组队，多建立一支队伍。所以在网上的公开信息并没有纪韶音。纪韶音在写字板写道：他加入我的队伍。的确是那样子，纪韶音因为快达到2级亡灵魔法，加上他1级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很可怕的力量，所以大队长董光就任命纪韶音自己组建一支城市猎妖队。他自己本来是打算等到自己亡灵魔法到了2级才去招聘一些法师，没想到文员小伙子露出了为难的样子。他看见昭华长得英俊，而且很年轻，想着这人应该是纪韶音的男朋友。他也听说过亡灵系很强，但是再强也不是这样拉熟人进来的吧？你以为这是干什么？面对妖魔一个不小心可是会死的。这个男的1级魔法有没有？长得好看了不起啊？呸！这辈子最讨厌吃软饭的。纪韶音也发现了对方难做的表情，看向昭华，眼色意思就是自我介绍，你自己来。昭华点了点头，走到文员面前，彬彬有礼地说道：你好，我叫昭华，魔法系是召唤系。卧槽，召唤系？你就是那个和小队长一样的怪物？昭华一脸黑，纪韶音也无语了，什么一样的怪物？我们是人好不好？文员小伙子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但是本来就因为纪韶音的出现引来了一些目光，听到召唤系后，大部分人都看过来。我去，那个男的就是觉醒了召唤系的那个学神？应该是，我听说他和纪韶音队长一样，都是1中的学生，是同届的，认识也不奇怪。好年轻，好帅啊！召唤系啊，不知道是什么召唤兽？不知道，我前不久才听说他还不能释放魔法，现在出现在这里，恐怕是纪韶音要组建城市猎妖队，把他拉过来。一个亡灵系，一个召唤系，这什么组合？咚！在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着的时候，旁边的一个小门突然被打开，从里面走出来4人，3男1女，而且带头的男子脸上有点阴沉和着急。带头的男子看上去有30多岁，看到纪韶音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走过来说道：纪韶音，还好你在这里，虽然前几天已经定下你当小队长自己带队，现在出了点事，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带头的男子叫做静元，也是城市猎妖队的小队长，而且他也是最开始带纪韶音的那个队伍的小队长。纪韶音点了点头，他也在猎妖队好几个月了，知道城市猎妖队之所以这么多队伍，除了需要轮休之外，更重要的是处理紧急发生的事情，遇到紧急事情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现在静元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发生紧急事情了。我也一起去吧，我应该可以帮上一点忙。昭华也没想到自己才刚来就给他整这么一出，他还想慢慢融入。你以为是小孩子玩泥巴吗？刚觉醒的法师就以为可以对付妖魔保护世界了？去！另一个脸上长满了痤疮的队员高个子男一脸不爽地说道。他最讨厌就是这种长得贼帅的人。静元刚刚就注意到昭华，因为他和纪韶音挨得近，别人不知道，但是他作为小队长很清楚，纪韶音属于那种生人勿近的类型。静元看向纪韶音问道：这位是？纪韶音窃笑地写道：我的手下。昭华也只是白了他一眼，也没有反驳，毕竟他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静元也是稍微惊讶了一下，不过也没多想，既然他愿意跟来就跟来吧。静元一边开车一边和纪韶音两人解释说道：前段时间风云岭山脉的虫族对我们从城发动攻击的事情，你们应该也有听说吧？风云岭是白云山山脉相连接的山岭，远古虫母统领着妖都附近所有山脉山岭的虫族，组成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妖魔帝国。但是除非虫母亲自出征，否则这些山岭山脉的虫族都是一个一个部落的形式，各自为政。风云岭的虫族部落就是挨着从城的一个妖魔部落，风云岭虫族会时不时的对从城发动进攻，不过还好前段时间的战斗只是试探，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昭华不明白这时候提这个干嘛。车上静元在开车，一脸痘痘的高个子坐在副驾驶，队伍中的唯一女性和昭华、纪韶音3人坐在后排，剩下最后一个队员是风系的法师，使用风系魔法先一步赶到现场。有人在青云生活区发现妖魔的踪迹，而且现场警察发过来的妖魔痕迹推测可能是地火虫。静元说到地火虫的时候明显有一丝紧张，理由很简单，地火虫很强，初阶法师1对1基本没可能打赢，而且就算战胜了，地火虫在死亡的时候会自爆，难打，死后自爆，在生活区，这简直就是绝望3连啊！难怪静元这位老法师都感觉到棘手，是因为前几天的战斗导致混进来了一只地火虫。昭华问道：猜测应该是，虽然平时安全界有妖魔的探测仪，但是发生战争的时候妖魔太多，探测仪会关闭，那时候的确容易有漏网之鱼。对了，你是什么系的？你应该是法师吧？
静元觉得保险一点，还是问一下是不是法师，毕竟初三现在也毕业了，和高一高二的外貌变化不会太大。昭华看上去就像一名学生。我的魔法系是召唤系。急刹车！听到召唤系后，静元激动的一脚踩在刹车时，和前排的豆豆男都转头看向昭华。没想到啊，召唤系！昭华因为急刹车头磕头前面的软枕上。要不要这么激动？召唤系的法师也是人，不是怪物。第25章地火虫。季韶音坐得很稳，因为他已经试过了，很淡定，一点不慌。你随便刹车，坐不住算我输。静元继续开车说道。没想到你就是和季韶音齐名的从城另一个天才，你已经可以使用次元召唤魔法了吧？这个不难猜到，人家是天才不是蠢材。既然刚刚这么笃定的要跟着过来，那就证明人家是有这个实力的。而且季韶音刚刚不也说了吗？是他的小队第一个成员。前不久完成了星轨的把控，可以使用召唤系一级的魔法次元召唤。召唤系的确很神秘，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小城市，别说普通人，就连一些法师都有可能没听说过召唤系这个魔法系。但是因为昭华的原因，召唤系上1年的时候，在从城的同城网络上掀起了热潮，各种科普文横扫各大论坛，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就算不是法师，也能说上一些召唤系有多么神的鬼话。那你的次元召唤兽是什么？一会如果打起来，可能还需要相互配合。我是3级火系法师，我叫静元，小队长。静元自我介绍道。副驾驶的是豆豆南君卓，初阶水系2级。你旁边的美女叫温雨，光系3级的法师。先一部的风系法师教官郑博，初阶2级。光系前期是最弱的，1级的进化在初阶一点用没有，连季韶音的白骨亡灵都要2个进化才能解决一个。2级的闪烁就是灯泡技能，提供照明。也只有3级的失明比较有用，瞬间爆发出强光，如同闪光弹一样，不但可以致盲妖魔，和魔法的 PK 中还是初阶唯一的一个打断技能，可以打断星轨。静元不知道召唤系法师中问别人召唤兽会不会不礼貌，所以先一步说了自己的系和队友的系。昭华有点尴尬的说道，我的次元召唤兽是绿蚕。急刹车！昭华觉得这个叫做静元的法师应该去重新考一次驾照，这样很危险的好不好？青云生活区其实就是房地产商开发的一个小区，叫做青云小区，比较靠近风云岭山岭。昭华既然到了后，比他们先一步的风系法师已经在勘察，地面有大片大片的荧光粉，寻妖粉有反应证明的确有妖魔经过，而且地面有大片的烧焦的痕迹。本来这里是一处公园，给小区内的业主晚上跑步用的，刚刚晚上7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发生大火，就报了警。那个风系法师关振博走过来说道，根据地面的痕迹和火烧的程度，很可能是地火虫，石砖铺的地面都融化了。判断地火虫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温度，如果是有人蓄意放火，那么最多就是把一些花草树木烧了，石砖根本不可能融化。再加上寻妖粉有反应，从城周边的妖魔中，最大可能的确是地火虫。周围的居民都疏散了没有？静元问道。都已经进行了避难，小区也已经封锁了。但是的火虫这东西，队长你也知道，找到它要杀死就很难了，要活抓就更难了。地火虫死亡会自爆，威力堪比中阶的火系魔法。以前与风云岭虫族部落爆发战争的时候，地火虫被当作炸弹投掷过来，造成了大量法师死亡。要是在小区里面来一发中阶魔法，一栋楼都要倒塌。所以他们需要活抓，抓住地火虫后，把它丢到海里面再杀死。地火虫虽然不像杀的虫那样会钻地，但是地火虫的体型其实很小，成年的地火虫只有成年男子2个拳头并排，没有手脚和嘴巴，靠皮肤的一种特殊器官吸收地热生存，特征是身体会一明一暗的出现火光。地火虫会躲起来，体型小，要找到它很难。而且的火虫喷出来的火焰温度极高，连石砖都能融化，就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高温。豆豆和我一组，温与你和关振博一组，季韶音你和昭华一组，特别是昭华和季韶音你们找到了地火虫，不能鲁莽行事，一定要通知我们赶来，知道吗？要找这么一只虫子，不可能6个人一起去找，那样找到什么时候？昭华，你是那个召唤系的？关振博惊讶地说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这件事完了之后，你们再接着交流也行，分头找。昭华，你的召唤兽是绿蚕，地火虫天克绿蚕的蚕丝，你跟着季韶音，别头铁，你是召唤系法师，以后机会多着。静元关心地提醒道。昭华点了点头，算是心领了。3队分头行动，昭华和季韶音分配到最安全的左边区域，那里有一个鱼塘。地火虫是火属性的妖魔，对于水是极其讨厌，所以躲藏在有一个大鱼塘的左边区域概率最低。跟着我，别乱跑。季韶音在画本上写道，还偷笑。行了呀，差不多得了。昭华抗议道。你的次元召唤兽先召唤出来吧。季韶音在画本上写道。昭华想了想也有道理，就算自己能伪一念星轨，也没必要这么装，
万一真的出事，影响了自己的精神力，没召唤出来就麻烦。透明的星子连成星轨，一只可爱的碧绿色小虫子出现在朝华的肩膀上。纪少英眨巴眼睛看了看这只小虫子，他没见过真正的绿蚕，所以不知道朝华这只绿蚕的体型有什么问题。纪少英写道：好小只，好可爱。他现在还是胚胎，所以体型比较小只，但是战力还是有的。叫什么名字？风铃蚕，风风。这是朝华给自己家外甥女风蚕起了一个小名，叫风风。风铃蚕也很喜欢，吐出一缕蚕丝，触摸朝华的脸颊。纪少英也是胆大，用手去挑逗风铃蚕。要知道，这怎么说都是妖魔，就算是召唤系召唤出来，看上去没什么攻击力，但是本质上它还是一只妖魔。走吧，虽然这里的几率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要排查。朝华对着还在逗风铃蚕玩耍的纪少英说道。纪少英也只能收起撸虫的兴趣，好好工作。左边的区域并不是住人区域，左边是公园里面的健身区域，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健身设施，还有一个篮球场和几张乒乓球桌。以往这里都是人山人海，要打球可是要排队的，很多年轻人晚饭后约上3、5知己跑来打球。现在因为妖魔的事情空无一人，朝华还看到有一个篮球在角落旁孤单的被遗弃，看来这里的确没有，我们去和他们会合吧。拉扯，纪少英突然拉了一下朝华的衣袖，指着鱼塘旁边一棵小树，那里一明一暗在闪烁着什么。朝华转头看过去，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杀！像是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道黑影窜出，身上一明一暗的火光，证明这两人中大奖了。纪少英，你联系他们，我来引开他。朝华转头看到纪少英在用手机发短信通知的时候，立刻意识到一个问题：纪少英是哑的，而自己没有他们的电话，万一看不到信息不就完了？呼！一道烈焰向朝华脸上射去。第26章，我这是变异的。小心！本来还躲在树荫下的地火虫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暴起，发现了他们两人。身体弯曲像毛毛虫的地火虫从口中喷射出炽热的岩浆火焰，瞄准了正在低头发短信通知静园的纪少英。那可是连石砖都能融化的高温火焰，人体要是挨了这么一下，保证连骨头给你化了。朝华一直盯紧着地火虫，他也没想到为什么地火虫会突然间暴起，突然就发现了他们两人，而且立刻攻击都来不及反应。咚！朝华猛地用身体撞开还在状况外的纪少英，把他撞到一边。但是火焰是朝着纪少英射去的，现在朝华等于是自己往枪口上撞。眼看火焰就要击中朝华的脸，甚至都已经感受到高温，刘海都已经被烧焦了一点。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面褐色的岩石墙盾挡在朝华身前，可以融化石砖的岩浆火焰却无法融化这一面岩石墙盾，火焰撞击到墙上四溅开来。岩石墙盾抵挡住了攻击后，化作一道流光收进了朝华的项链之中。模具，这是一面盾牌类型的防御模具，叫做钢岩墙盾，可以生成一面岩石墙盾抵挡攻击，最高可以抵御奴仆级妖魔的3次全力攻击，是上品奴仆级盾模具。朝郎知道自己儿子的次元召唤兽是绿蚕的时候，心中慌的一批。本来召唤系的法师自保能力就是所有系法师中最低的，现在还是一个绿蚕召唤兽，做父母的早就慌了。所以朝郎从自己店里面把这件岩石墙盾塞给朝华，本来还想给一些其他模具让他武装到牙齿，但是后来发现其他的实在没什么大用，都太垃圾，所以没给。朝华也庆幸自己没有耍傲娇，乖乖的收下了，不然今天就得出大事。纪少英，你先使用亡灵魔法，我们先拖住他再说，要是让他跑了，麻烦就大了。朝华盯着地火虫，背对着纪少英说道。不盯着不行，也不知道地火虫的岩浆火焰有没有冷却时间，他的盾牌最多还能抵挡2次，都用完就得跑。不用担心我有盾牌模具，而且我的绿蚕和常见的绿蚕不同，如果配合的好友可能可以抓住他。朝华想到纪少英交流可能会有问题，先把策略先说好，让纪少英配合自己。纪少英也明白自己在交流上的缺陷很大，特别是现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局面，需要随机应变的前提下，自己的缺陷就更明显了。现在也没时间让他沮丧，纪少英不知道朝华的底气在哪里，不过他还是按照朝华所说，使用了1级亡灵魔法，亡灵生成，在地面画了一个圈，墨绿色的湿气顿时从地面冒出来，出现了3个白骨骷髅。朝华看了一眼，3个骷髅兵也足够了，也没办法对1级的亡灵魔法寄望太多，唯一可以寄望的就是风铃蚕，他可爱的外甥女小风风了。外甥女啊，使用风蚕丝把那头地火虫绑住。朝华轻声对着肩膀上有点慵懒想睡觉的绿蚕说道。为什么一开始静园说地火虫天克朝华的绿蚕呢？是因为地火虫它的体内蕴含高能火焰，就因为这个原因，地火虫一旦遇到危险，它的体表温度会瞬间达到500度，这相当于火焰的外焰温度，可以直接把绿蚕的蚕丝点燃。如果是普通的绿蚕丝，风铃蚕听懂了朝华说的意思，在肩膀上挺起身子，哗的一下，从风铃蚕的嘴中吐出了绿色的丝线，丝线仿佛有灵性一样，在空中拐弯，缠住了地火虫。
呼呼呼！缠上地火虫的瞬间，绿色的蚕丝开始冒火。地火虫体表温度足以产生火焰，但是奇怪的是，这丝线根本烧不断。不管地火虫怎么拼命提高自身的温度，就算旁边的树木都已经开始烧起来了，但是依然没有办法把身上绿色的蚕丝烧断。风灵蚕本质不是蚕，不是虫族，它是精灵族，风之精灵。它吐出来的就不是蚕丝，而是由风变成的线，也就是一缕清风。既然是风，又怎么会被烧断？所以风灵蚕吐出来的风蚕丝才会有拐弯这样的诡异的行进路线，因为风灵蚕在操控着风。契约了风灵蚕后，风灵蚕的技能和能力昭华就已经知道，当时他就知道自己捡到宝了。魔法系，特别是初阶的时候，完全没有限制类的魔法，拥有一点点限制敌人能力的魔法就是冰系的冰慢，可以把地面冻住你的脚，让你跑得慢点。但是冰系在初阶的冰冻能力也不强，想要瞬间把人冻住还做不到，但是风灵蚕可以做到把敌人捆住，这样的控场能力简直是魔法师梦寐以求的技能。而且风灵蚕能做的还不止如此，风灵蚕的蚕丝不但可以束缚敌人，还能束缚昭华，让他拥有一件风衣，可以抵御攻击。但是风灵蚕现在的力量还不行，蚕丝不够编成一件衣服。嘎啦啦啦！地火虫发现自己没办法烧断蚕丝，开始用力的拉扯，还好风灵蚕及时的切断了风蚕丝，一根蚕丝是不够力量绑住它。季韶音，你让亡灵去包围住那只地火虫，不需要攻击它，只需要在它周围跑来跑去，转圈圈就行，尽量的躲开火焰攻击。昭华背对着季韶音说道。季韶音召唤出亡灵后，就等待昭华的指示。他也不知道昭华要亡灵来干嘛，3只亡灵根本打不过的火虫，他需要等待一会才能继续生成第2次亡灵。季韶音最强的地方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满蓝可以生成10次亡灵，最少都有30只亡灵才有机会打赢的火虫。季韶音不明白为什么要骷髅跑步转圈圈，但是还是照做。季韶音只需要意念就能控制亡灵的行动。白骨骷髅虽然是最弱小的亡灵，防御低，攻击力弱，但是他的奔跑速度却很快，轻啊，而且没有阻力，身体都是镂空的，跑起来比100米运动选手还快。呼呼呼，看着3只白骨骷髅在转圈圈跑步，讲道理是挺吓人的。季韶音也不知道昭华的计划，地火虫攻击了2次，发现这些骷髅跑得太快，攻击不中，攻击昭华和季韶音又会被钢岩强盾挡住。时间一久，季韶音发现地火虫的身上开始出现一圈圈绿色的丝线，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看向自己制造出来的骷髅，他们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相互绑着一根绿色的蚕丝。等地火虫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为时过晚，身上已经缠上了一大圈风蚕丝，被3只骷髅勒紧，架在空中。地火虫身体冒火想拼命烧断，被架在半空中的地火虫如同一颗高温的火球，但是不管怎么提高温度，就是烧不断，怎么都烧不断。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体内的火能用完了，一动不动的被勒紧在半空中。昭华没有杀死他，没死的地火虫就没有任何威胁。你的蚕丝怎么烧不断？季韶音见没有危险，问出了自己心中的问题。我这是变异绿蚕，蚕丝烧不断。昭华脸不红心不跳的说道。第27章比妖魔更恐怖。昭华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而且也的确是开玩笑的，因为这只根本就不是绿蚕。但是季韶音却沉思了片刻后点了点头，一脸认真的写道，你的变异绿蚕好厉害。噗，哈哈哈哈，是的，他很厉害。昭华看到一脸认真的季韶音，忍不住大笑，他也不解释这么多。你在笑什么？季韶音一脸疑惑，他的脸部表情比很多人的都要丰富。没什么，难道我们2人成功的抓住地火虫不值得高兴吗？昭华反问道。季韶音点点头表示赞成，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不能出声并不能阻止他展露笑颜。过了没多久，静元和豆豆男才闻声赶来，最后是风系法师关振博和光系的温雨。静元虽然没有看到手机短信，但是他看到了左边区域着火了，立刻就意识到问题，赶了过来。静元手上还捏着初阶火系3级魔法，爆裂说道，地火虫呢？你们2个没事吧？昭华和季韶音都摇了摇头。昭华指了指3只骷髅的方向，3只骷髅站在3个方向，白骨手勒住蚕丝，把地火虫挂在空中。因为地火虫被蚕丝绑了一圈又一圈，在黑暗的环境下还真就没看出来是地火虫。静元几人走近后才发现被绑住的就是地火虫，而且明显已经被制服了。静元不愧是老猎人，一眼就看出来能够制服的火虫主要是因为这蚕丝的缘故，看了几眼他都没有分辨出来这是什么丝，居然有这么强的耐火性和韧性。他可是知道地火虫不但会喷火，本身的力量也很大，最后的火虫居然没有把这丝挣断，可想而知这丝线有多么的坚韧。没过多久，经过静元的通知，警察部门就带着特制的笼子把地火虫取走，再做处理。静元见事情圆满解决，大笑道，好家伙，
不愧是我们从城的2大天才，2个人就把地火虫给制服了，而且还是活抓的，有一手啊！晋元等人主要是看着昭华的、纪韶英的亡灵系，他们知道能做到牵制都不容易，更别说活抓。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那丝线，他们也知道昭华的次元召唤兽是绿蚕，难道召唤系的绿蚕和平常的绿蚕不一样？这要牛掰哦！昭华摆了摆手说道：“其实没什么，我的绿蚕是变异的，它的蚕丝有很好的耐火性，也是刚好得火虫烧不断，温度再高一点就不行了。”昭华早就想好了借口，就是用变异来说话。难怪，原来是变异的绿蚕。不过不管怎么说，地火虫都是你们2个制服的，这个功劳我们小队不会要的。地火虫因为特殊处理，所以没有素材，但是政府会给你们一笔可观的金额作为奖励。静元说道。钱不钱的昭华没什么所谓，也只是笑着点了点头。等到几人做了最后的排查，确定没有其他妖魔后，几人就回到猎者联盟做报告。怎么了？纪韶英发现昭华还站在原地，低下头看手机，走过去问道。咔，昭华关掉手机屏幕，把手机放进裤袋，说了一句没什么后，就跟着几人坐车回去。在猎者联盟从城分部的后巷子，2个人影在后巷子中争吵。我已经说过，不管成败与否，这都是最后一次。在阴暗的位置中看不清人脸，但是从声音可以听出来是男生。男人的声音带有一点阴沉，从语气中能够听出来他已经忍受够了，带有一丝的怒意。我不管，那个位置本来应该属于我，我辛辛苦苦修炼到3级，就是为了坐上那个位置，凭什么他什么都不用付出就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凭什么？站在男人对面的是一个女人，声音十分的歇斯底里，要形容的话就是像个疯婆子一样的在吼叫。男人听到女人歇斯底里中的吼叫后，也有点生气的沉声说道：“你要知道，就算你是法师，谋害法师罪名依然很大，废除修为都是小的，更何况你在谋害从城的天才法师，一旦暴露，舆论就会把你和我都压死。今天晚上已经是我能容忍你的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下次，我会亲手抓住你送到魔法师协会。”这时候月光刚好照来，暗淡的月光依然能让人看清楚这2人的脸，小队队长静元和光系法师温雨。就因为他是亡灵系，我是光系，他才出阶1级，就算即将2级，那也比我更低级。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多，依然得不到小队长的位置？当初你答应过我，只要我做你的人，你就让我得到城市猎妖队的队长位置，你反悔？温雨依然不依不挠地说道：“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当初大队长有意再多一支城市猎妖队，我已经按照当初说好的，串好其他队长，让他们都推举你当。但是谁想到大队长会突然知道纪韶英的亡灵魔法即将2级，把队长的位置交给他。”静元也有点着急的，他本身是有老婆的男人，出轨加潜规则交易，这种事情传出来，连他的岗位都要丢。静元继续说道：“而且就算你杀了纪韶英，这不还有一个昭华，他的召唤系你今天看得一清二楚，次元召唤出变异的妖魔，重视程度只会比纪韶英的亡灵系还要夸张。而且他是昭郎的儿子，谁敢动他，都活不过今晚。你听我说，再忍忍，再忍2年，这2人是天之骄子，他们会离开从城，会去更好的大学发展。他们不会在意这个职位的，相信我，他们走后，这个位置必定是你的，再忍忍。”静元好说歹说，才最终劝服了温雨，离开了巷子。只是他们2人都没有发现，在巷子楼上靠近的窗户，有2个人把刚刚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看到静元和温雨走后，他们才把灯打开。昭华看着低头沉默、情绪有点低落的纪韶英。地火虫是喜欢热讨厌水源的妖魔，它出现在鱼塘的位置就没有道理。昭华不会用巧合来解释，他会尽力的寻找真相。而且当时地火虫突然暴起，发动攻击，差点害死了纪韶英。奴仆妖魔根本没有智慧，不可能会是偷袭，种种巧合加起来就一定不是巧合。所以昭华在处理完地火虫后，联系了林墨这个八卦小子，让他帮忙调查清源小区的鱼塘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果不其然，林墨随后发来消息，在左边的鱼塘地下有一个热水供应系统，负责供应青云小区员工宿舍的热水，那里有一个热源，所以地火虫才会出现在哪里。而安排分组的人就是静元，而且初阶光系的2级魔法闪烁持续发亮，可以当照明用。但是这个魔法不止如此，闪烁之所以有个闪字，是因为这个魔法可以控制光源，做到像手电筒一样固定向一处照射。在野外，这是用来照亮远处当手电筒用的招式。如果照射到妖魔身上，就可以起到唤醒妖魔的效果。当时除了昭华和纪韶英外，温雨也在。昭华估计是温雨提议让风系先走一步，分头行动去找，然后自己跟着昭华和纪韶英，暗中激醒了趴在地上吸收热量的地火虫，让地火虫暴起攻击离得最近的纪韶英。可惜这让拥有盾魔具的昭华破解。昭华知道这些后，和纪韶英反跟踪这2人，就听到了刚刚的对话。有时候人心比妖魔更恐怖。第28章有点腹黑。
你不打算告他们？我们已经录了音，够证据的。昭华看向低头的纪韶音说道。昭华看着纪韶音刚刚在画本上写的算了2个字，有点无语。这都要害自己，还是置人于死地的暴行，你居然要选择原谅？这圣母行为要是在言情小说里面，可是要被喷死的。你这样子可是会害死自己的，万一他们杀一个回马枪，再来一次，你不一定可以像这一次一样逢凶化吉。昭华觉得纪韶音有点太白莲花了吧，这会要自己命的哦。他们一开始在我入队的时候帮了我很多，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昭华捏了捏自己的额头，又是这种套路，因为之前帮过自己，所以有错也是自己的错，绝了。如果不是因为昭华在梦中的16年中知道纪韶音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都以为纪韶音在扮演白莲花勾引自己，但是2个世界的纪韶音都是如此，那就真的是真性情了。本性如此，怪他也没用。你就是这样，总是把事情怪责自己身上。昭华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有吗？纪韶音脸上出现了疑惑，这好像才第一次吧，以前大家不怎么熟悉。昭华也是愣了一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发现自己说错了，说道：走吧走吧，既然你都不告了，就不告吧，回去拿奖金，今晚你请吃宵夜。好啊好啊，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去哪里吃？我不熟悉这里。你都工作了小半年了，还不熟悉？我想吃小龙虾。我不吃辣。等于。不得不说，城市猎妖队的奖金是非常的多，虽然这一次是地火虫比较难对付，而且没有素材会给多一点，但是昭华和纪韶音2人一共拿了20万，每人10万块，就1晚上的时间，这可比抢钱好多了呀。昭华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温雨会这么在意这个小队长的职位，恐怕这小队长得到的只多不少。这一次因为地火虫的影响很大，就连大队长董光都被叫回来，不过还好有惊无险，不用他出马，不过奖金倒是由他来给。董光比较出乎意料，是一个看上去比小队长静元还要年轻一点的法师，一头短发，有点痞帅的。纪韶音拿了奖金后，拿出画本掀开其中一页，上面写道：大队长，我想辞去小队长的职位。这个很明显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才早写在画本上。昭华也知道他是看着纪韶音写的。为什么？今天晚上你和昭华2人联手解决了地火虫，如果你们不是学生，我都打算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表扬你们2个，把你们介绍给媒体，让他们帮忙造势好，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为什么要辞职？董光其实很看好纪韶音，应该说他看好觉醒了亡灵系的纪韶音，他身为中阶法师，而且在政府中工作，所以他更加知道亡灵系的重要性。现在国家的星辰、星云魔器和亡灵器皿基本都是进口埃及的，埃及是亡灵系法师最多的国家，他们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靠出口星辰、星云魔器和亡灵器皿。至于高阶法师用的星河魔器，那不好意思了，非卖品，埃及控制的死死的，完全不卖。所以国家一直很着急，希望可以有可以制造星河魔器的亡灵法师出现，来加快增加国家高端战力。所以纪韶音展现的修炼天赋才如此的重要，他是真正的天才。纪韶音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只是他很坚决，说什么都要辞职。在场要说谁最开心，就莫过于温雨了。没想到啊，峰回路转啊，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我来当这个小队长。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留意到，昭华看了温雨一眼后，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他不当，怎么轮都应该轮到我吧？昭华笑眯眯地说道。你……别人没说话，温雨控制不住了，说了一句，但是立刻意识到后，赶忙闭嘴。昭华若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温雨，没有理会，看着大队长董光笑着道：今天晚上我觉得最大的功劳应该是我的小绿蚕的蚕丝不但坚硬，而且耐高温，控场能力比冰系还强。而且我是召唤系，妖魔本身就比一般的法师强，所以我比一般法师强。法师相对论啊，妖魔比普通法师强，我有妖魔，所以我比普通法师强，没毛病。如同开玩笑一样的对比，偏偏董光还真就认真的思考了片刻后，真就点头了。的确，以你的次元召唤兽，的确可以担当小队长一职。昭华拍了拍纪韶音的肩膀说道：现在你是我的手下了。昭华一脸的神气，今天晚上的局不但要害纪韶音，还把自己给卷进去了。要是就这样放过他，昭华过不去自己这一关。而且昭华加入城市猎妖队是因为需要残破喂养风灵蚕，自己当队长更好。以后就我们2个一队吧，大队长你也不用分什么队长队员了，我们2个足够了。纪韶音，你觉得我们的队伍叫什么好？召唤亡灵怎么样？纪韶音突然心里一暖，他知道昭华这样做是因为自己，笑起来后在画本上写道：魔法双雄，一死一送。不行，换一个。2人就这样开始讨论起队名。一旁的温雨拼命给静元使眼色，这可是好机会。静元硬着头皮说道：大队长，他们2个现在还小，不如让昭华跟着我们小队，之后再说，你看怎么样？昭华立刻不同意了，说道：静元队长，我们可是要考大学的，不会在从城逗留太久，
我们可是天才法师。静元和温雨一听，吓得冷汗直冒。这不就是刚刚他们在后巷说的话？难道被听到了？还是巧合？董光居然还真的就认同了昭华说的话，当场就觉得的说道：“昭华，你和纪少英两人的确是我们从城的天才法师，而且召唤系和亡灵系都是出阶10分强的魔法系，你们今天晚上也用实力证明了，你们两人有能力处理城市潜伏的妖魔。那好吧，纪少英你的辞职就算了，你以后和昭华一起担任城市猎妖队的职务，轮班依旧按照以前，以你读书时间为准。”董光已经拍板确定，静元和温雨也不敢说什么，这可是中阶法师，初阶法师可不一定能成为中阶法师，看看城市猎妖队多少个初阶3级法师就知道了。昭华经过温雨身旁的时候，低声说道：“温雨姐姐的光系魔法用得真好，如果我第2系觉醒了光系，一定要登门拜访，讨教温雨姐姐修炼光系的秘诀是什么。”温雨吓得双腿一软，静元赶忙扶着。刚刚昭华说的话他也听到，很明显在后巷子说的话被他们两人听到了。要是昭华说出去，就算没有证据，他们两人也会很麻烦。昭华自己都不知道，其实他自己有点腹黑的性格。第29章4城联考选拔。大哥，你也不用7点多叫人起床吧？我昨晚玩游戏到半夜，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林默顶着一双熊猫眼，晃悠晃悠的一屁股用力的坐在沙发上。昭华坐在对面，刚好沏了一壶热普洱茶，给林默倒上一杯。所以说，万丈红尘3杯酒，千秋大业1壶茶，特别是在妖都，都喜欢在早晨到茶楼上喝上一杯回甘生津的好茶，再吃一点小巧点心当早餐。昭华自己喝了一口茶后说道：“昨天晚上给的资料帮大忙了，特意请你喝早茶道谢。”林默实在太困，连喝了3杯浓郁的普洱茶才有一点精神，摆了摆手说道：“这就小事，清源小区那里有热水供应，是他们那时候的卖点，这点事上网查一下都有。话说你那时候问清源小区哪里有热源是干嘛？”昭华吃了一个虾饺后说道：“昨天晚上清源小区出现妖魔的事情知道了吧？”林默一听就来精神了，他也猜到昭华昨晚问他青云小区的事情8、9不离10，就是因为妖魔出现，而且时间也对得上。怎么说，怕不是你昨晚就在清源小区？林默悄咪咪地问道。这种事情虽然不是什么机密，但是消息是封锁的，不会给新闻媒体乱报道，所以也只有一些所谓的路拍视频和小道消息。昭华点了点头说道：“昨晚我和纪少英都在，准确来讲是我们2个解决的。”林默倒吸一口凉气，这什么鬼？这2人觉醒才1年就能打妖魔了？你2个是城市猎妖队的？林默也是消息灵通的人，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有城市猎妖队的存在，虽然是公开信息，但是人家不宣传也不张扬，除非自己到政府官网去查，否则是不知道的。算是吧。我去，我听说昨晚清源小区那里火花四溅，到处都被点着了，到底是什么妖魔？林默的八卦精神堪称一绝，本来还睡眼惺忪，现在已经神采奕奕了，就想听点八卦东西。地火虫，凑巧前段时间我契约了次元召唤兽，加上纪少英的亡灵才顺利解决。林默也能想到，妖魔虽然厉害，但是昭华召唤系就能召唤出一只妖魔出来，加上纪少英的亡灵赢并不奇怪。所以你今天这么早叫我出来是为了？林默问道。昭华说道，经过昨晚的事情，我发现我和纪少英对于一些情报的获取手段十分缺少，想让你在暗中帮忙，我把报酬的20%分给你。昭华是厉害没错，不管是分析能力、推理能力、观察力都很强，但是没有情报那也是没办法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神也做不到凭空推理。昨晚他就差点吃了大亏，所以他就想到林默的情报收集能力。昭华不需要林默分析，只需要林默把相关的情报给他找出来就行，剩下的昭华可以处理。林默贱兮兮地说道，报酬20%没问题，但是你还要再答应我一件事。昭华扫了林默一眼，说道，先说来听听，太过分的就不用说了。嘻嘻嘻，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就是联考选拔，你能不能拉上我？林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实力，天赋不佳，现在还没能使用魔法，而且魔法系还是土系，前期一般的魔法系加入林默的队伍就是纯被拖后腿的。昭华倒是没觉得有什么拖后腿的，也都是初阶法师而已，能打出什么精彩团战。上一年的选拔赛昭华就有看，几乎都是靠修为碾压过去的初阶2级魔法队1级，没得打，有模具的也一样，毫无人性，就是看修为和装备。我倒是可是答应你，但是纪少英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他连什么是4城联考都不知道。昭华是无所谓的，联考和谁组队都可以，只要纪少英同意就没问题。哦耶，谢了兄弟，以后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你只要说一声，我可以考虑考虑。不用了，你还是亲自去问问纪少英再说，不过他现在估计还在睡觉。在你家？昭华没理会林默的皮皮话，我都没留意，已经要联考毕业了。所谓的4城联考很好理解，就是妖都下4城的联合考试，
这是在高考前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因为这个考试关乎政府给学校资源的分配问题。所有的考试其实就是突出一个问题，资源的分配问题。国家的法师资源十分的紧缺，就好像觉醒时，这种最基础的资源都不能完全的满足全国的人民，只能通过理论知识的考试来刷掉一些人。4城联考选拔也一样，从城2间学校，所以有8个名额，增城和历城也一样，只有2间魔法高校，所以也是选8个人出来。花城是最强的，能有16个名额。这些代表着一个城的法师进行比拼，按照最终名次来觉醒下一年妖都分配资源的情况。花城之所以多一个魔法高校，就是因为人家年年拿第一，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多一间，然后开始滚雪球。选拔出来的8人可以有一次去从城温泉的机会是吧？你的目标是这个？昭华突然间问道。林默也有点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从城以前并不属于妖都，是独立的一个城市，而从城之所以会建立，还是和资源有关。从城有一峰，名曰天堂顶，是南昆山的主峰。天堂顶下有一处温泉，浸泡在里面修炼，不但修炼速度翻几倍，而且传闻还有增强精神力、增加修炼天赋的神效，所以才会在这里建立从城这个城市，目的就是这个从天堂顶上流下来的温泉水。可惜在上世纪的时候，远古虫母带领他的虫族帝国强横占领了天堂顶，截断了山顶上的温泉水，曾经的从城也因此被毁。要不是孙中山大神横空出世，突破植物系禁咒，连妖都没了。增城、历城和花城都有类似的圣地，增城的增福圣坛，历城的千古荔枝树，花城的魔法平原，都是拥有神效的圣地，所以这个地方才会有城市建立，才会有人生存。只可惜从城温泉现在只有一条小溪一样的流水从天堂顶上流下来，而且年年减少，每年只有很小的一点温泉水，所以就有选拔战这一出。从城代表的8人在参加4城联考之前会到温泉浸泡一番，提高实力后再去考试，只是其他城也一样，所以并不会拉开差距。从城也年年倒数。哎，我有个小道消息。林默突然凑过来低声说道，你要是不方便说，可以微信，别靠过来，我性取向正常。昭华一把推开林默的脸，听说因为你和季韶音，从城的魔法师协会给你们准备了额外奖励，只要你们能赢下4城联考第1名。昭华眉头一皱，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怀璧其罪，众矢之的啊。第30章选拔开始。时过境迁，时间过去半年，昭华等人已经到了高2第1学期最后的一周。这一周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当场宣布了4城联考选拔赛开始自由组队。除了少数不知道4城联考是什么的学生外，其他人早就在这半年的时候组好队了。因为高2开始，每一次的考试，月考、中段考、期末考都是和法师的修为直接挂钩，期末考就在上一周的时候考完了，实力一目了然。所以最后的一周时间就是给同学们组队安排。考试也很简单，就是测试星辰的魔能量多少，也就是你的修为，然后就是释放魔法是否流畅，会不会释放的时候星子断开，以及释放所需要的时间，3项综合就是最终排名。而昭华是个例外，他每一次考试都被排除在外，没有参加，也没有成绩。昭华在高2开学的时候，到邱校长的办公室展示了一次伪一念心鬼，秒召唤后把邱校长下的茶杯都摔碎了一个，校长直接动用校长权限让他不用考试。不管是取巧还是真的能一念心鬼，这个在法师社会是没意义的，他们只相信结果，结果就是昭华一念就召唤出次元召唤兽。一念心鬼啊，邱校长自己都还没能完全实现，被一个学生给超越了，他的心情比吃了屎还难受。至于不用他考试，除了要他保存实力，在4校联考的时候给对手一下个惊喜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他。当你天赋达到一定程度，超出常识的时候，那就会触碰某些人或者组织的底线，例如黑教廷。昭郎也一早这样提醒昭华，一定要低调，平时和纪韶音2人做任务，在城市巡逻的时候都要他提前先把绿蚕召唤出来，就是怕太惊艳被一些有心人盯上。而结果就是昭华现在已经彻底掉下神坛，每一次考试都没有他名字，变成伤仲永了。现在高居榜首的是纪韶音，以绝对的魔能碾压和释放占据第1，而且是从城第1，年轻一代的第1，连高3的学生都打不过。纪韶音达到了初阶2级亡灵魔法后，已经可以生成腐尸，加上2级魔法的强化，不管是白骨骷髅还是腐尸的防御力都足以抵挡3级的火资，那就说明初阶法师根本没有能力破防。纪韶音同学，我们队集齐了第2、第3、第4名，是现在整个从城实力最强的队伍，只要你肯加入我们，我们就是从城的梦幻战队了，必定可以横扫4城，拿下联考第1名。邓乐从13班走到2班，走到纪韶音的位置上说道。邓乐身后还有2个男生，他们分别是期末考第3的土系法师乌哲，第4的风系法师荷西，再加上现在排名第2的自己，一个雷系，一个土系，一个风系，如果能再加上一个防御的水系，在初阶法师来讲已经是很完美的配合了。当然了，3级火系都无法破防的亡灵墙，比水系的水域还要更强，更何况还是排名第1的纪韶音，
至于不能说话这个缺点，已经被选择性无视了。我已经有队伍了。纪韶音用话本挡住邓乐，实在是这人靠太近了，而且都已经不知道第几次来问自己了，太烦人了。昭华已经是个废人了，考试都不考，次元召唤兽还是一只垃圾绿蚕，你和他一组，再加上一个没大用的土系的林墨，这实在太埋没你的才华了。邓乐身后的风系法师荷西温柔小声地说道。现在昭华跌下神坛后，他凭着长得俊俏的脸庞和排名第4的成绩，已经是新一代的男神。至于邓乐和土系的乌哲长得太丑，网友们实在啃不下。是啊，纪韶音同学，你这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而且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们邓家为了这一次的联考，给我准备了3件模具，而且还给乌哲、荷西都准备了1件防御模具，只要获胜，模具不用还，送给你们。你加入一样有这样的待遇，甚至更高。邓家可是法师大族，低级的模具他们还是能给得出手。最重要是这几人都是佼佼者，等到他们出来社会后可以招揽，特别是纪韶音、亡灵法师啊，亡灵器皿和星云魔器，那个家族不想要，那个家族不缺，都看红眼了。不用了，谢谢。纪韶音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从一开始有人邀请纪韶音的时候，他就已经说过和昭华、林墨组队了，不会加入其他人，这导致他们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以前就和纪韶音搞好关系了。以前纪韶音还是一个人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人追求过，但是因为哑巴这个问题，后来全部都没了声音，就只有昭华会和他聊天、玩耍、修炼，讲究魔法问题。现在纪韶音就是大腿、大神，以他的实力，有人推测他1打4恐怕都没问题，除非拥有豪华模具才能耗死他，不然防御都难破。在游戏里面就叫血妈 C， 一拖3，管你队友如何菜，自由我来 C 全场。邓乐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请求纪韶音，就是怕，不是想组什么梦幻队，而是他怕自己一队人打不过纪韶音一个人。昭华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次元召唤兽，所以大家都知道昭华的次元召唤兽是绿蚕。一开始大家都不屑，觉得绿蚕就是一个垃圾而已。邓乐也是如此，自己雷系一下就能秒了。但是打团就不同了，绿蚕喷丝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发动魔法却需要好几秒，他要释放雷系魔法，绿蚕根本就不会给他机会。再加上林墨的地波干扰和一个未知的成员，剩下的力量真的够对付纪韶音吗？这里需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你们几个男的围着一个女生，好意思吗？昭华的声音从教室门口传来。现在每天放学，昭华都和纪韶音以及林墨走回家，特别是晚上到他2支班城市猎妖队的时候，两人直接在外面吃完晚饭就到猎者联盟。有趣的是，两人还玩起神秘，对付妖魔的时候戴着一黑一白2个面具，号称黑白双煞。猎杀妖魔的时候的确会疏散人群，他们两人还是被路拍到，被称作猎妖无常。纪韶音看到昭华，一滑溜，一拿挎包离开了座位。他现在总算感受到当时昭华的痛苦了，被人过分关注，实在头疼。哼，你堂堂一个男人，要靠一个女孩子，就不知道羞耻吗？邓乐咬牙，虽然昭华还有一个位置，但是他就算死也不会加入的。昭华摊了摊手说道：最近看了医生，医生说我胃不好，要多吃软饭。纪韶音无声的笑着，要说昭华吃软饭，那其他人连饭都没得吃。第31章，令人绝望的亡灵系。嘶哈嘶哈，妈呀，辣死我了，好辣，这真的是微辣吗？你说你一个妖毒人为什么这么能吃辣？昭华嘴巴都已经辣得发红，冰水、冰牛奶并不能缓解他的痛苦。小风蚕进阶失败了，缓解心情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吃他一顿。反倒是纪韶音和风铃蚕吃的那叫一个欢快，纪韶音几下子就剥开一只小龙虾，吸的一下就吃了，还有时间给风铃蚕也包一只。昭华也想不到风精灵居然喜欢吃辣的东西，虽然的确好吃，但是辣。明明妖都还有白切鸡、蜜汁叉烧、烧鸭、红烧乳鸽、芝士焗、龙虾粥水、煮鱼、椰子鸡、铁板牛蛙、牛肉完颜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咕噜肉蟹黄、炒饭虾饺、凤爪金钱肚，这么多好吃的，虽然的确好吃，因好吃，纪韶音写的字都东倒西歪，因为的胃都懒得写，继续在桌子上开吃起来。昭华虽然忍不住也吃了一点，眼前的虾壳山都是被纪韶音和风铃蚕一人一虫吃的，撑得纪韶音和风铃蚕战术后仰背靠沙发，他俩都快撑得翻白眼了。你吃这么多，小心晚上睡不着，明天我们可是第一个上场的，你可别想指望我没战斗力的。昭华看着吃撑了的纪韶音说道。放心，包在我身上。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选拔赛一共4人一组，加上林墨还缺1人，不过他们2个都不担心这个，如果不是因为学校非要4人一组，他们其实想3打4，准确来讲是1打4。周一，一个让所有学生党和工作党绝望的日子。那个，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学校排名第10的向罗同学。林墨给昭华和纪韶音介绍道。晚上的时候，昭华和纪韶音收到了林墨的微信，说早上到早餐店，他介绍最后1名队员给大家认识。纪韶音同学你好，我叫香罗。昭华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看到向罗的时候，就明白林墨为什么迟迟不介绍最后的成员是谁。向罗是一名光系法师，是一中高2年级最强的光系法师，但是正如城市猎妖队的温羽一样，初阶2级的光系魔法一点用都没有，没有队伍想要他。而且向罗还是一中4大校花之一，长相甜美可人，一头瀑布黑发及腰，眼睛很大，一眸一笑都带给人温暖的感觉，同时也是林墨的暗恋对象。林墨也算是情场老手，昭华也没想到他竟然也会有中招的一天，居然是真心的。你好，香罗同学，纪韶音写道。林墨把昭华拉到一旁，悄悄地说道：“那个，我拉一个光系的，没关系吧？”林墨有点担心，他已经是拖后腿的了，现在因为自己的原因再拉一个拖后腿的，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昭华摊了摊手，表示：“你喜欢就好。”下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例行的校长国旗下讲话完毕后，就立刻开始第一组的选拔对战。一中今年有13个班，有650个学生，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参加这次的选拔战，因为选拔选的是4成联赛的人选，不少人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料子，自然就不会去参加，而且这个也非强制性的。还有一些学生参加，则是为了出风头，试试魔法战斗的感觉，理由千奇百怪。教导主任站在学校讲台上说道：“有请成绩排名第1的纪韶音同学，排名第10的向罗同学，排名第271的林墨同学，以及特考生昭华同学。第一组就铁定是排名第1的，至于对手则是随机抽签。”咦，香罗，他怎么会加入纪韶音哪一组？听到教导主任的宣读，有的学生感到奇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第1，一个第10，按我说这才是正常的组队好吧？都不知道后面的是什么玩意，一个200多，一个还是废物召唤师，真的拴条狗都比他好。有一些就比较酸了，他们不少人都曾经想加入纪韶音的队伍，要是被选上了，好处太多了，有大神带啊，谁不想？看到不是自己，能不酸吗？你们不知道，我本来听说向罗是要加入邓乐的队伍的呀。邓乐，你想多了好吧？他会让一个光系的加入，虽然2级光系也不是没有用处，但是对比其他系，在战斗方面实在差太多了。哎，不对啊，我怎么听说邓乐在追求香罗，所以会让香罗加入，好像说要带他赢的。当时就邓乐他们还带赢，你怕是没见过亡灵系是什么东西。高1的时候在校门口，纪韶音亡灵一出，邓乐吓得都要尿裤子，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堂哥出面才摆平了。我听说后来邓乐还给昭华摆了几桌和头酒，人家才没有计较，不然骨灰都给扬了。在下面热闹的讨论的时候，场上已经站好队形，昭华他们的对手都是排名100多的学生。比赛点到为止，不可伤及性命，喊投降必须停手。好，比赛开始。除了教导主任之外，还有2名老师站在一旁看着，他们都没有达到中阶，还是初阶3级修为。比赛开始的声音落下，对面4人立刻亮起了5颜6色的魔法光芒，风、水、土、风。而另一边，除了纪韶音和香罗之外，昭华和林墨都没有动手，反而看起戏来。亡灵魔法，亡灵空间。第32章，一己之力改变规则。卡动，校长，怎么了吗？在看台上，坐在邱校长旁边的老师惊讶地看着刚刚还微笑着坐在椅子上的校长本人，不明白他怎么突然面貌失色，一下子站了起来，还把凳子撞倒。邱校长意识到自己有点太失礼了，慢慢地把倒了的椅子扶正后坐下，说道：“没什么，只是纪韶音同学的魔法释放得很完美，让我有些惊讶。”几位老师听后也表示同意。是啊，纪同学的确厉害，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召唤出这么多亡灵出来，的确不简单。我听说纪同学还是单亲家庭，和母亲相依为命，能修炼到这个地步，的确是难能可贵，恐怕会有不少势力想签下他了吧。在这个魔法世界，强大的魔法氏族就和庞大的上市企业一样，他们会给一些优秀而年轻的法师拟定一份合约，我给予你一些资源，你为他们效力1-2年时间。魔法氏族需要数量庞大且实力强大的法师团队，需要这些法师团队到安全区之外的地方挖掘一些矿脉，去采集天材地宝，为他们消灭领地妖魔等等。和次元召唤的契约类似，投资和回报。我听说邓家已经伸出橄榄枝，说是给予足够他突破到中阶的资源，至于条件是什么没有公开，不过应该是被他给拒绝了，不然现在他应该和邓乐他们一组才对。也有一些老师爆料说道，这里不少老师都是氏族的成员或者有合作关系。正因为这样，邱校长才没有公开昭华的真正实力，反而是动用校长的权力力保昭华，改变了考试规则，让昭华成为特考生。刚刚邱校长之所以惊讶，并不是因为纪韶音释放的魔法有多么的漂亮和完美，而是他看出来了，这是3级的魔法。亡灵魔法出阶的资料是邱校长向国家申请的，除了他自己，其他老师都不知道亡灵魔法的具体样子和效果是什么。3级的亡灵魔法，今年是怎么了？一个怪物就算了，还2个。邱校长心里苦啊，
他因为力保昭华的时候已经被弹劾了，现在纪少英怎么办？回到场上，最先出手的是香罗，他使用的是光系2级的闪烁，手中出现一颗小巧的光球，只见他往前一丢，闪烁的光球光芒大放。现在的光系法师都会把2级的闪烁当作3级的失明用，把光开到最大。如果是第一次遇到，很可能会被打断星子的链接，导致魔法释放失败。但是一中的学生对于这种技巧都是了然于胸，眼睛一闭，等到光芒消失后继续链接新轨。光系太悲剧，不到3级技能基本没用。失明也是初阶唯一一个可以打断对面释放的技能。哼，排名第10又如何？光系就是个垃圾。风轨疾行，风轨疾行，2个人释放出风轨，一道绿色的轨道从这2人身上延伸到纪少英的面前，在风轨之中的风向是吹向纪少英，而且风系法师进入风轨会被风包裹住向前推，风系法师的速度能提升3倍以上。初阶除了火系和雷系之外都没有直接的攻击力，但是只要给风系法师套水御魔法，就可以做到人肉战车，把人撞飞。而土系的地波可以让对手无法逃跑，把人拉回来。这4人目标很明确，先把纪少英撞下去，那么他们就有机会赢。下去吧，剩下一个光系，一个土系和一只绿蚕，我们能赢。咚！最先释放风轨的风系法师结结实实的撞到了，但是并没有撞到纪少英，而是装在一头腐尸身上，黏糊糊的腐肉粘在身上，十分的恶心。呼！腐尸和这个风系法师几乎是面对面，零距离接触。风系法师能清楚地闻到一股腐烂的恶臭，但是他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腐尸抓住衣领，用力一甩，甩飞到场外的草地上滚了几圈。另一个风系法师更惨，被5只白骨骷髅包围，按在地上拳打脚踢，直到他喊投降，鼻青脸肿的时候才停止这惨无人道的殴打。5只腐尸，10只骷髅，15只亡灵露出一双墨绿火焰的眼珠子，看着剩下的土系法师和水系法师，在下满观战的全场同学刹那间安静了下来。刚刚还热火朝天的议论，好像虚影一样灰飞烟灭。这些亡灵是一瞬间出现的，从地面向等待表演的明星做升降台，如同沙兵，一瞬间聚沙成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成为了守护君主的士兵，挡住了所有的攻击，为自己的亡灵君主冲锋陷阱。咕噜，不知道是谁咽口水的声音，15只亡灵像是听到枪声的运动员，齐齐嘶吼，然后冲向已经吓傻的2人。这2人被吓得忘记喊投降，呆呆地站在原地。就连场外的老师都被吓到了，一时半会都没有进场，或者说他们也不敢进场，他们只是初级3级，还没到中阶呢。15只亡灵足够把他们分食了吧？收回去吧，不然你今天又要上热搜。昭华淡淡的说道，他早就预料到会这样，初阶太看觉醒的是什么了，觉醒好的魔法系完全可以吊打觉醒差的。我觉得已经要上热搜了。林默吐槽道。咕噜咕噜，15只亡灵沉入地面，又回到亡灵空间。向罗就站在纪少英的旁边，按照他所说是要保护主力，现在看来都不知道谁保护谁。向罗是第一次见到纪少英释放亡灵魔法，以前也只是听说而已，心中明白纪少英很强，但是他始终觉得还是邓乐的梦之队会更强，毕竟就邓乐自己身上有4件魔具，还有2件攻击类型的斩魔具，就是要对付纪少英的，这豪华配置在初阶简直不要太无敌。此时此刻他动摇了，15只亡灵啊，斩魔具也不是无敌神器，真能打败15只亡灵吗？而且谁规定了纪少英只能来一次？谁又知道这15只是不是就是全部？万一还能更多，还有更强大的亡灵呢？亡灵法师恐怖如斯。邱校长及时地站到台上说道，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一个家境一般，甚至可以说家境贫困的学生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力量，我很开心。纪少英同学用他的努力和勤奋，证明了法师不只有依靠大家族的支持才能发光发亮，靠自己的努力也可以站在顶峰。所以我宣布一项特殊规则，纪少英同学的队伍直接进入决赛，如果有队伍不服，可以申请挑战他们，战胜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决赛，而且他们不得拒绝挑战。在场的人都一阵的沉默，他们到了高2下学期，其实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到没有背景支持，法师之路太困难，一些普通家庭无法租借得起星辰魔器，星子把控器的同学现在无一例外都是初阶1级，那些能租得起甚至买得起的人已经2级往3级去了。更何况像是邓乐这种大家族的子弟，连魔具都是一套的，他们没权没势，1年多的时间足够把他们觉醒时候的傲气打磨得一干二净。听到邱校长的话，他们开始沉默，因为纪少英的家境比他们还差，但是却能超越他们，超越了有权有势的邓乐，以一己之力震撼全校。一些观战的高3学生看到纪少英的亡灵也是哑然失色。第33章野外课程。老师，他觉醒的是亡灵系，我们觉醒的只是光系、水系，怎么比？一位觉醒了光系的男同学大声说道。他们高2光系最强的就是向罗了，但是刚刚的表现，2级魔法还没有丢一块石头过去有用，
亡灵系一招就是10几个可怕的亡灵，能比吗？邱校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强大的光系法师可以招出高楼一样的审判魔剑，消灭千万魑魅魍魉？水系法师一挥手千米海啸，覆灭妖魔部落，这些都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你们还认为光系、水系没用吗？”听到邱校长所说，光系和水系的同学心中出现了画面，有点豪情万丈起来，纷纷在脑海中想象自己挥手屠杀千万妖魔的场景。纵使你亡灵亿万大军又如何？我自屠灭亿万敌。对啊，我光系可以克制他的亡灵，现在不行，只是我的等级没上去而已。等我中阶、初阶1级的进化，就可以消灭这些邪恶的亡灵，消灭那些魑魅魍魉。哼，我水系的暴浪才是，这些亡灵算什么？等我水系中阶，暴浪一出，扫清世间邪恶。一些水系、光系的法师看向纪韶音的眼神中，居然有一丝丝的不屑。他们恐怕是忘记了，亡灵系也有中阶魔法的。不过别说这些学生，就连纪韶音和邱校长都不知道中阶的亡灵魔法是什么。国家那边明确规定了，纪韶音的中阶亡灵魔法要到大学，在教授的监督下才能修炼，等到他进入大学才会给他中阶的指导，而且严禁纪韶音私自捣鼓中阶的亡灵魔法。意思就是你突破中阶可以，但是不告诉你中阶魔法怎么释放，你自己也不能瞎搞，要到大学有专门的教授授课才行。纪韶音当时也没在意这个，因为他不觉得自己会这么快突破中阶法师，甚至一开始想过自己一辈子都无法突破中阶。理由很简单，因为难和贵。要达到中阶法师，就要把星辰变成星云，而星辰破星云需要一种叫做宇宙尘埃的东西，帮助初阶法师把星辰中的尘埃转化成星云。宇宙尘埃并不是尘土，而是一种液体，液体带有黑色，有银亮点银色，有黑斑点米色，有浅褐色，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看上去有一种浩渺、神秘莫测、未知的感觉，就像是在窥探宇宙奥秘一样，所以被称作宇宙尘埃。这是所有法师，是全世界所有法师都争抢的资源，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法师，你都要突破中阶。你的法师之路第一个难题就是突破中阶，所以宇宙尘埃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抢破头的资源。而宇宙尘埃只有魔法联合国才有得卖，更准确的说是全世界的宇宙尘埃都由魔法联合国来分配，但是哪怕我国是魔法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能分配到的宇宙尘埃也是少之又少，不够国家的初阶法师使用。一个宇宙尘埃的价格在1000万到2000万，根据当年国家能分配到的数量，价格会有所浮动。对于初阶法师来说，1000万无疑是需要好几年的积累，甚至如果要安稳、安全的话，需要10几年的工作才能得到。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停留在初阶法师，辛苦10几年换一个机会，不如用1000万来享福。初阶法师已经比一般人强大了。顺带一提，城市猎妖队有内部购买渠道，价格是1000万整，也是因为这个，所以城市猎妖队的小队长职位才这么吃香，不但工资高、福利好，而且有优先购买权，也是为什么温宇会这么在意这个职位的根本原因。中阶法师2个魔法系不说，力量直接拉高一个档次，比初阶法师强了就不是一点半点，不抢破头才怪。晚上，从城的公墓，纪韶音和昭华2人坐车来到这里。公墓就是政府规划出来供埋葬死者之用的土地，这里死气最重，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派法师来清理因为死气而诞生的亡灵。这种亡灵和纪韶音生成的亡灵不同，野生的亡灵是通过积累死气变成的，纪韶音的则是消耗他自己的魔能。自从纪韶音觉醒了亡灵系后，这个工作就固定安排给了他，由他来处理亡灵，简直绝配。呼，纪韶音把一只白骨骷髅的死气收走后，那只骷髅怪就变成一堆白骨倒在地上。现在修为已经初阶3级的纪韶音面对一些比较弱的亡灵，可以直接收取他们的死气，让他们尘归尘土归土。这些死气还能增加纪韶音的修为，一箭双雕。今天校长跟我说，我们继续修炼就好，不需要担心选拔赛的事情，我们内定了。纪韶音在话本上写道。昭华从纪韶音的手上拿了一枚残破喂给风铃残，笑着说道：“邱校长应该早就想这样了，甚至都不想给我组队的机会，可能是怕破坏规矩。不过被你今天15只亡灵给吓到了吧？其他老师应该也没办法反对。本来高2下学期除了修炼之外，最大的盛事就是这个选拔战，只是没想到他们直接给内定了。那么到高3上学期的期末4成联考为止，他们就只有修炼，没什么事情可以干，除了偶尔做一下城市的清道夫，那我们就没什么干了，只能等下学期的4成联考了。”昭华伸了个懒腰说道：“你忘记了还有野外课程？而且这一次的野外课程是全程没有老师和猎人在旁的，就是要训练学生面对妖魔的能力。”从耳机中传来林默有点恐惧和颤抖的声音。他最怕就是这个野外课程了，是真的会死人的。几年前就发生过大事，那一年的学生遇到潜伏的战将级妖魔，导致死了几十人，轰动全城，甚至网上还发起了取消这个课程的投票。能遇到战将的可能性几乎为0，遇到奴仆级的妖魔也不怕。现在
我们不是在杀妖魔吗？昭华反而很淡定，妖魔这半年来，他和纪韶音杀了快20多只了吧？巨眼星鼠、独眼魔狼、绿蚕、毒丝毛毛虫、迷惑飞蛾等都斩杀过，没在怕的。因为城市猎妖队的工作，现在这两人可以说是百万富豪了。地火虫那次是奖金最多，一共有20万，之后的工作将近都比较少。遇到妖魔就看报没报素材，没有素材报就只有5万左右。如果当晚连妖魔都没有出现，那就拿1万块的固定工资。我明天打算去一趟丽香街买一件模具，要一起去吗？昭华身上的钱也挺多的了，他打算再添一件模具，而且他知道纪韶音没有模具的，打算拉他去买一件。纪韶音想了想，他也的确需要一件模具，而且手上钱也挺多的，买一件吧，就点了点头，答应了昭华的约会请求。第34章目视目白。咦，小华你怎么过来了？有事找老板？昭华、纪韶音和林墨3人来到了招郎开的法式商店，一个像是店长的老头子走过来。昭华今天可没有穿着运动装，穿着是比较正常了，一条9分黑色休闲裤和一件长袖带帽白 T。纪韶音则是蓝白牛仔裤加一件长袖黑色印花的卫衣，还戴了一顶黑色棒球帽。因为开学的15只亡灵，纪韶音又上了一次热搜，已经是有偶像包袱的人了，出门要戴一顶帽子。沈伯，我是来买模具的，先看看自家的店有没有合适的。昭华笑着说道。沈伯可以说是昭华奶娘一样的人，从小就照看他。昭华有记忆以来，沈伯就一直在帮他们家打工，出街的土系法师，但是一直都没有突破中阶，听他自己说也没打算突破中阶，时至今日还是孤家寡人，把昭华当作自己孙子一样的对待。看什么呀，这里没什么好东西的，要买就去中心买啊，或者到赵氏的拍卖行，那里还是有些好货的，钱不够，沈伯还有点积蓄。昭华没有去搭理沈伯，前几次他就这样说了，还要给他买驯服好的妖兽，昭华坚决没要。沈伯你忙吧，我和朋友到处看看。昭华推走沈伯，现在店里正是繁忙时段，需要他这个店长坐镇。你这孩子，好吧好吧，看中什么跟沈伯说。沈伯点了点头就去忙活。招郎经常不在店里，准确的说，除了进货之外就没在店里过。商店一共分3层，第一层的物品都是卖给新人法师用的修炼资源，例如火蜥蜴的心脏放在一旁会提供火元素，初阶的火系法师修炼的时候可以提速。海葵海星的触手就是给水系法师用的，这些统称一股或者叫做妖魔素材，不是每一只妖魔都有一股，能爆出一股那是运气。2楼则是猎人专区，提供一些野外设备、药品、收购一股、天才地宝等东西都在这一层。3楼就是土豪专区了，模具、一些昂贵的天才地宝、妖魔素材都在这一层，所以这一层的物品数量最少，每一个物品都有单独的玻璃柜展示。昭华3人目标自然是3楼。你们看吧，这里没有合适我的。这里的确没有适合昭华的，有增加修为的天才地宝，不过不适合召唤系，有斩模具，不过要搭配风系使用，是近身武器，不是远距离的。盾模具最好的已经在他手上了，铝模具太差，连风系的风鬼极行1半效果都没有。铠模具也是，虽然可以保护全身，但是防御力不够强，挨下奴仆级别妖魔的攻击就会受伤，厉害的妖魔直接重伤，只能保证你不会被秒杀。这里的所有商品都写得很清楚，能抵挡妖魔几次攻击，使用后需要多久才能再次使用，价格和来源，由哪位工匠打造都写得清清楚楚，童叟无欺。昭华可以到妖都几个大城购买模具，但是他想了想，觉得不应该过于依赖强大的模具，就没有了下文。几人绕了一圈，昭华问向纪韶音和林墨，怎么样，有看中的吗？纪韶音摇了摇头，都不带一丝丝的考虑。昭华也能理解，这就是实力的问题。纪韶音的亡灵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力量和成果，攻守兼备，面对比他弱小的妖魔，就是一座不动要塞，动都不用动。面前比他强好几倍的妖魔也不用动，他逃不掉，而且这里的模具也不能帮他逃生。林墨恰恰相反，他指着一个铝模具说道，我觉得这个铝模具不错，可以提供一段位移，配合我的地波，可以躲开攻击后快速拉开距离。林墨看中的铝模具是用一种牛兽的蹄做成的，可以有一瞬间的爆发力，半秒时间移动20米距离，这可是从零爆发启动，仅需半秒的动力。但是缺点是一天只能用一次，只能做一次移位，如果不是风系或者土系，面对危险时候的作用很小。我让沈伯帮我们留到今晚，如果其他地方没有合适，就回来买。货比3家不吃亏。邓家的法师商店就在对面，2家就是打对台 ，MG 和 KG 一样的关系。昭华和纪韶音、林墨3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店长是一个矮个瘦子，他自然是认得昭华的，毕竟是最大竞争对手的少爷啊。这不是我们从城的天才昭华少爷吗？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不知道小店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矮个子店长阴阳怪气地说道，看得出是个老阴阳人了。没什么，想买模具，不知道你们这里有什么好货？昭华说道。哎呀，小店哪里比得上昭少爷的法师商店？昭少爷家的店没有合适的吗？矮个子店长话里有话，意思就是
你们家没有好东西，要来我们这里买。昭华当然是听得懂，微笑着看着矮个子店长，直到对方有点发毛，才移开目光说道：好东西没有人嫌多，等你们能拿出适合我的再说其他。昭华并不指望这里能有适合他的模具，更多的是给林墨和纪韶音选，他打算等到考入大学的时候再赚钱买适合中阶法师使用的模具。不过最后结果不出所料，两家店的模具其实不差多少，都只是小城市的一些下品模具，需要搭配一些魔法系一起使用才有效果。他们出街只有一个魔法系，太限制了。今天要空手而归了，纪韶音又走了几家有卖模具的，希望可以捡漏，但是最终发现捡漏这种事情只有小说才有。喂，听说有猎人团队在野外爆出了冰壳蟹的一股，是后贝壳部位，现在正在百货广场那里举行临时拍卖。昭华三人刚准备回去把林墨看中的铝模具买下来的时候，听到街上有人叫喊道：冰壳蝎，那不是和地火虫同等的强大妖魔吗？居然爆出了一股啊！林墨听到也十分的惊讶，越强大的妖魔就越难出一股，原因很简单，难杀。冰壳蝎和地火虫是两种相反属性的虫族，冰壳蝎生活在风云岭的顶端一处寒潭底部，在水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本身体内有寒毒，被蝎尾扎到会寒毒攻心，而且体表的冰壳覆盖了一层坚冰，3级火姿都难伤到冰壳蝎。走，去看看。昭华说道。我们不是买模具吗？要一股干嘛？纪韶音不懂地问道。可以打造模具，如果有合适的妖魔素材，委托模具工匠打造会更好。昭华回答道。百货商城的前面有一个广场，现在这里已经人山人海，很多人不买就是喜欢看热闹，看看谁会买走。昭华几人都是法师，很顺利就挤到了最前面，一具已经死掉的冰壳蝎被放在中间，这具通体冰蓝色的冰壳蝎后背壳有一块明显和其他的不同，显得更加的厚重，颜色也更加暗沉。慕白兄，今天你的运气真是不错，来妖都的最后一天遇到了这么好的妖魔素材，而且你又刚好是冰系的，给慕白兄打造一件寒冰铠甲，必定如虎添翼，实力更上一层楼，突破中阶指日可待。昭华三人的目光都在冰壳蝎身上，但是突然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扭头看过去，而拍马屁的声音，主人也刚好同一时间扭头看过来。邓乐，昭华，马屁拍得啪啪响的，正是现在一中排名第2的邓乐。不过邓乐今天只是配角，他旁边还有一个人，而去看样子地位比邓乐要高一点。邓乐兄，这位是？叫慕白的男子，年龄看上去应该比邓乐年长1岁，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还戴着一顶白色的礼帽，总的来说就是装。邓乐看向昭华说道：哼，昭华，这位是帝都冰系强族慕氏的慕白，和我们妖都雷系的邓氏一样，都是世界闻名的魔法强族。昭华听后，心里面已经给这个慕白打上了蛇鼠一窝的标签。第35章，悲催的慕白。哼，昭华，这位是帝都冰系强族慕氏的慕白，和我们妖都雷系的邓氏一样，都是世界闻名的魔法强族。邓家的根在妖都，他们是以雷系为主的魔法世家，所以邓乐才能轻易的弄到雷系的觉醒石，而且他们邓家体内的雷系魔能也的确比普通人更充沛，就算不用觉醒石，觉醒雷系的概率也比普通人要大。只是因为前2年他们没有用觉醒石都拉胯了，家族弟子没有觉醒到雷系，所以今年才会给邓乐弄来一枚觉醒石保险。慕氏类似，慕氏氏族则是扎根帝都，他们和邓氏一样，不但存在时间久远，而且家族里拥有古老的冰系传承，更是诞生过无数的冰系强者，名震全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势力。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曾经的天才，现在的确没什么大不了的。慕白藐视的看了一天昭华，他自己也是年级第1，拿出一把白色的扇子在哪里装。昭华几人看了后都觉得西装配扇子，这人绝对有病。慕白兄是代表博城慕氏来和我们谈合作，慕白兄已经冰系3级，等到年终高中毕业士族就会分配一份宇宙尘埃，就是高高在上的中阶法师。邓乐高傲地说道，仿佛是他自己突破到中阶似的。慕白很受用，虽然在博城被某个不知死活的瘪三打压，但是在外面他还是一个天才，而且还有慕氏这个背景，走到那里都吃香。但是昭华听到博城这个地名的时候，心中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好像要记得什么，但是却有一种隔太久记不起的感觉，他想说什么到嘴边又说不来。这个一股多少钱啊？纪韶音就不同了，他压根就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氏族，什么冰系、雷系世家，他直接问别人价钱，买了直接走人。季队长，这个猎人反倒难做起来，他本来是打算以拍卖的形式，价高者得。他们只是一个不算很强大的猎人团队，这只冰壳蝎是他们偶然发现，他们和小队之力才将其击杀，只是运气好，一只就爆一股。他们队伍得罪不起有世家背景的邓乐和慕白，同样得罪不起城市猎妖队的小队长纪韶音和雷火天狼的儿子昭华。这个冰壳蝎我慕白要了，你找别的吧。慕白居高临下的对着纪韶音说道。慕白压根就看不起昭华，
什么雷火天狼，不就是一个中阶法师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高阶的法师他都在墓室见识过。要不是莫凡那家伙，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家族的那份宇宙尘埃，突破到中阶法师了，还用着在这里和这个丫头整一块破烂一股。墓室每年都会分一份宇宙尘埃到博城的分家，而今年墓室有机会得到这份宇宙尘埃的有3人，一个是墓室小公主穆宁雪，但是因为穆宁雪去了帝都，自然会有帝都墓室给她提供宇宙尘埃，就不需要博城的这份。还有一个则是博城墓室的养子宇昂，宇昂虽然比慕白更强，但是因为要和莫凡决斗，他6月份之前都不能突破到中阶，这一份宇宙尘埃就理应是给他慕白。但是家族里面却觉得，如果莫凡展现的力量不比宇昂弱，可以用这份宇宙尘埃拉拢莫凡，决定把宇宙尘埃的分配权推迟到年中。慕白直接气炸，到年中就算不给莫凡，那也是给宇昂突破中阶，他怎么想都不可能得到。所以为了散心，他来到了妖都。听闻妖都有一个神秘的玉虫世家，他有点兴趣就来了。只是玉虫世家没见到，反而遇到雷系世家的邓乐，两人反而聊起来了。可能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都是被天才压制的抬不起头，所以特别投气。昭华自然不知道慕白想什么，和摆摊的猎人说道：“既然是拍卖，当然是价高者得，你说是吧？”卖一股的猎人一听，猛地点头，这样最好，他两边不得罪，谁给的钱多归谁。但是慕白的脸色有点不自然，他其实没有多少钱，他的钱都拿去修炼了，能拿出来的大概就50万不到，勉勉强强购买冰壳蟹的一股，打造还要回到博城另想办法。嗨，邓乐兄，我出来凑巧没带够钱，不知道邓乐兄能否借我一点？慕白小声的说道。邓乐也尴尬了，现在什么年代，你出门需要带钱吗？不会微信支付吗？很明显，慕白就是没钱。这借出去的钱能不能要回很难说，毕竟一个在从城，一个在博城，两地相距这么远。而且邓乐自己也没钱，邓氏家大业大，从城只是其中最弱小的一个分家，他自己都很紧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邓乐最后想了想说道：“慕白兄，我最近买了几件模具，剩下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借给你10万。10万对于普通人已经很多了，肯借10万交情超级铁，但是法师，特别是他们这种魔法世家弟子来讲，10万却有点太少了。”慕白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但是心中已经觉得结交这个邓乐好像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60万，应该可以争一争。慕白心中盘算道。两人说得很小声，昭华他们又没有顺风耳，自然听不见。昭华对猎人说道：“冰壳蟹在从城的价格最低50万，最高卖过70万，不如就50万起拍吧。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亏，怎么样？”这个可怜、弱小、无助的猎人已经无所谓了，只要能不得罪人，他就可以。那就由我们先出价钱吧。昭华看向纪韶音，冰壳蟹的外壳一股只能做成铠模具或者盾模具，他们不是冰系的，做成铠模具穿在身上会冻伤自己，所以他们只能做成盾模具。昭华已经有盾模具了，所以这个素材只有是纪韶音用。纪韶音想了想，在画本上写道：“70万。”别说昭华和林墨，就连那个摆摊的猎人邓乐和慕白都呆住了，会不会竞拍啊？哪有人一开始就最高价的？昭华刚刚已经提示的这么明显了，70万是底线，超过70万就不要买，不值得。你倒好，直接70万。土豪！林墨默默地竖起大拇指，有钱你也不是这样花的吧？昭华也无语了，打造还要额外花钱呢，你1万1万的加，聚到60万左右应该就可以了，可以省下10万啊，这可是10万啊！慕白脸都紫了，转身就走，他连一次喊价的资格都没有，丢人啊！嘻嘻，昭华无语，这妹子原来这么记仇，直接报出最高价，你加价我就不要，你不加价就气死你，这是阳谋啊！慕白当天中午就走，饭都没吃走的。回到博城后，他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过这件事。后来发生了博城事件后，慕白自己都忘记了有过这件事。第36章血性。盾模具的打造已经安排好了，一会我们把林墨的铝模具买了，把一股给沈博就可以。不过这盾模具估计要等到暑假期间才能拿到。昭华联系了沈博后，和纪韶音说道：“定制打造模具需要的时间太长，特别是找一些有点实力和名气的名将，那时间安排的都以年为单位。昭郎想给自己儿子打造一件模具都要半年，后来昭华直接拒绝了。纪韶音和昭华不同，中阶的模具他们大概要过挺久才能买得起，不如够钱就买一件模具先用着。时间来到半年后，高3第1学期开学，不管在哪个世界，高3这个东西啊，代表作忙碌和压力，就算是法师也不例外。因为这一年开始，所有法师都要开始接触真正的世界，不再生活在虚假的安稳之中，他们要直面世界的黑暗和危险。在高2下学期结束，放暑假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博城事件，让整个妖都陷入了一段时间的热议。高2的选拔赛没有任何的起伏和波澜，毫无疑问的邓乐的第2、第3、第4、第5组成的绝对强队以势如破竹之势锁定决赛，和纪韶音、昭华他们决战一中操场。昭华也算争气，
召唤系总算在跌跌撞撞来到了2级，风灵蚕倒是还是那个样子，没有要破茧，该吃，该喝，每天都吃残破和召唤系魔能，用来突破的能量也一直处于临界点，散去多少，吃回来多少。季韶音的盾模具也终于到手了，名字叫做冰蝎盾，可以生成一面冰蓝色的冰盾，抵挡一次攻击，哪怕是进阶的准战，将妖魔都无法攻破。而且被攻击后会有一个冰环震开敌人，冰环还能冻结周围的生物，相当于3级的冰系魔法冰幔覆盖。不过弱点是只能抵御1次，用了就要等1天，和昭华的用3次不同。怎么样，好不好看？开学的第1天，季韶音和昭华约好在早餐店等，刚好是前1天才拿到了冰蝎盾。冰蝎盾做成了一个冰蓝色的耳坠，冰壳蝎的2个大钳子相互扣合，像一个环形扣住耳垂，蝎子尾弯曲，整体像那种弯月款式的耳坠。季韶音用手掀起耳后的头发，露出了耳坠，像是得到男朋友送的新耳环的小女生一样，迫不及待的要炫耀出来。好看好看，全世界最好看。昭华敷衍的说道。在教室里面，一中一共13个班，除了日常的明修之外，到了高3就没有别的课程了，因为高3开学的第一重要的就是野外课程，所有教学全部要现学现卖，学不会可能会死。我想你们作为一中的学生，早就已经打听过我们学校高3的第1天会是什么。一班的班主任站在台上，对着所有人说道。这些学生都知道，毕竟前几年发生了那么大一件事，死了几10个学生，当时一中差点断层，而且那时候的校长还不是邱校长，因为那件事校长道歉引咎辞职，邱校长走马上任。但是最后校方依然顶住了所有压力，没有取消这个1年1度的盛事——野外实训课程，直接到亚安全区，从风云岭的安全区警备基地出发，沿着风云岭往西北方向行走，从风云岭的山脚走过山上的线路，穿过从城的一个人工湖珠光云岭湖，然后往西边一直走，到打果龙山后开始返回，绕开原路线往东走到狗野岭后，再次穿过珠光云岭湖，回到风云岭就算完成。除了风云岭是虫族部落所属，其他的山岭都是属于人类的亚安全区，军队已经扫荡了一遍，并且在不远处有军队扎营，有和旅县类似的军区守护，但是不是绝对的安全。别看少这些路程，危险不说，本来就是山路，就算法师的体力比普通人好，那也一样难以吃得消。绝大部分学生在去的时候就已经想放弃投降，当然了，更多的是不愿意去的学生。首先还是初阶1级的学生直接定义不合格，野外实训课程0分，能释放初阶2级魔法才能参加。然后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记录点，到一个记录点10分，去有6个记录点，回来有4个，也就是说你能到果龙山的记录点，那你的野外实训课程就有60分，再返回来就有100分。但是学生党都知道，高考重要的科目是满分150分的，野外实训课程一样，满分150分，还有的50分由暗中跟随保护的军法师评分。整个课程就是考验学生对魔法的掌控，对未知的危险的胆识以及处理，还有就是团队合作之类的，毕竟攀山越岭过湖都需要配合，一个人是搞不来。每个班为一个队伍，一班先走到2班、3班、4班，这样下去一直到13班，越是在厉害的班级，完成的越好越快，分数自然越高。当年死了几10人，就是一个班级全军覆没，全部葬身妖魔的肚子里面。因为当年的事情，在座的学生都明白，军法师的保护不是万能的，死亡伴随着身边，而且好几年前也有人因为一些意外死亡。一般是重点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初阶1级，最次都是2级，例如昭华也是前不久完成了2级的突破，可以施展次元回归。老师，我退出。一个女生听完老师讲解路线要怎么走之后，就站了起来说道：老师，我也退出。老师，我也一样，太可怕了。老师，对不起，我退出。哗哗哗，50人的一班，20个人退出，男女各一半，接近一半人退出，这还是重点班就这么多。老师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没有对不起我，都坐下吧，不去的人一会教官来了喊集合就留在教室。自从几年前的团灭事情后，野外实训课程年年退出人数都超过40%，从城在4城联考中的成绩也一年不如一年。氛围太重要，没有血性的法师在那些可怕的妖魔面前就是小鸡仔而已。没过多久，教官就来到了门口，他也没有说什么，直接叫集合。昭华和林墨第一个起来走向门口。妖魔杀过不少，最后的结果，一班退出了26个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半。2班同样是26个，出乎意料的是13班只退出了18个，是所有班级最少退出的。而其他普通班的学生加上1级直接不合格的人数，全部在30人上下，只有10几个人敢闯一闯。这个数据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大家的血性，不过貌似没啥用。林墨对昭华说：邓乐那家伙还是有点用的，他们13班的凝聚力挺不错的，不过我比较惊讶是2班有季韶音在，居然也退出了这么多人。
昭华点了点头，有大腿但还退出了这么多，只能说明季韶音在班上的名声和影响力不怎么样，得不到同学的信任。不过也难怪，毕竟季韶音经常和自己混在一起，而且因为天生缺陷的原因难交流，造成了这个结果。第37章法师合作，情况怎么样？一个穿着军大衣，后脑勺扎着一个小辫子的帅气男子问向站在身旁的文官。文官拿着平板电脑说道：“报告团长，一中650人，退出人数372人，六中400人，退出人数369人。”听到这个数据，被叫做团长的军官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以前的野外实训课程是强制性的，只要修为达到了2级，那就必须参加，因为前几年的团灭事情后改成了自由参加。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今年的退出率居然这么高，从城的新生代法师数量1050人，有70%多的人放弃。他没有问有多少是1级修为没法参加，因为他知道修炼速度这么慢的法师必定是经常逃避明修，才导致落后这么多。这些人就更加别想他们会拿命去拼。因为博城被妖魔消灭的事情，导致现在全国的新生代法师更加害怕妖魔，不只有从城如此，妖都另外的10城都是如此。文官像是在解释一样说道。再加上上一届的国府大赛，我国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就导致新生代的法师比较。文官吞吞吐吐，像是在找形容词，但是怎么找也想不到好词。比较怂。团长笑着说道。文官只能憨笑，他可不敢这样接话。招郎的儿子退出了吗？军法师的团长问道。招郎大哥的儿子昭华、亡灵法师纪韶音、邓家的邓乐，还有6中火系的李世杰都没有退出。文官看着平板回答道。那还好，算他们还有种，这4个人让那群家伙看紧点，特别是昭华和纪韶音这2个。军法师团长以命令的口气说道。是。妖都11城的野外实训课程和其他地方的不同，直接给任务，给路线，学生们就拿一张纸质的地图就跟着走，学生连见都不会见到军法师，甚至不是几年前的事故，大家都不知道会有军法师跟随保护打分。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真实的野外求生体验。虽然政府妥协了可以自主退出，但是军队并不妥协，不会派军法师跟队，依旧是在远处看着。遇到危险，如果连一点反应都做不出来，拖延时间等救援都做不到，军队的意思是死了算了。一般是最先出发，徒步行走到安全区最边缘的军事基地，把身上所有电子产品上交。因为妖魔可以感知电波，前几年的事情军方怀疑是因为有个学生偷偷藏了一部手机搞录像，招来大祸。严厉检查过没有电子产品后，分配一个巨大的背包，里面是必要的食物和帐篷，还有一些药品和野外生存所需的所有东西。全部学生背好后就可以出发。顺带一提的是，地图就只有1张，由谁带路至关重要。猪队友已经够可怕了，猪队长可以直接原地暴毙。我觉得应该给排名第3的土系法师巫哲，他是我们一班排名最高的，由他来带路合情合理。其中一个一班的学生说道。排名第3又怎么样？土系能有什么用？我觉得让火系的陈涛带队最合适，他的火系威力强大，可以和妖魔一拼。有另外的学生并不同意，认为应该让有攻击力的人带队，而不是根据排名。嘿，火系我们班还有1个人啊，你怎么不选别人？陈涛排名要高一点吗？那还不是按排名，我支持巫哲。支持巫哲的人除了因为排名之外，还知道巫哲有一件魔具在身，是邓乐暂时借给他的小队成员的。林默和昭华站在一旁，林默说道。你怎么不去选？有额外加分的。昭华白了他一眼说道。你见过召唤法师往前顶的吗？最后因为时间原因，大家决定让有一定逃跑能力和防御能力的土系巫哲当队长，拿地图。2班的人也已经很快的检查完，2班的决定是最快的，毫无疑问的让纪韶音当队长。1班要比2班早出发5分钟，一共24人，背着一个大背包，浩浩荡荡的出发。也还好法师觉醒后身体素质会强不少，不然背着这么重的包爬山得累死。一开始的路程还是十分的安全，他们从军事基地的后勤出发，基地周围的妖魔必定被清扫干净，只需要按照地图的指示走就行。敢接受野外实训课程的学生都对自己的修为有一定的自信，走了没多久后居然开始唠嗑起来，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像是去野炊似的。林默看向旁边的昭华问道。找到了吗？他2人本来排在队伍中后面，然后慢慢的走在了最后，也算是昭华对同学们的照顾，由他顾后。有2个军法师，一个掉在后面跟着，一个在侧面，距离还挺远的，有几千米的样子。昭华说道。昭华的感知能力自然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他可以控制风灵蚕，让他吐一些风蚕丝放在树与树之间，当做一根线，能大致的知道位置。如果发生特殊情况，立刻往军法师的方向移动是最好的选择，要先知道安全屋的位置。风云岭是从城的其中一个山岭，山势崔嵬，常有云雾笼罩。一中的学生走了1个小时后，终于算是彻底的离开了安全区，站在风云岭的山脚下，
抬头往上看，在半山腰的地方就已经被白雾所覆盖，可想而知这山岭有多高。山脚到半山腰一半的位置，就是从城边境军法师驻扎的军营。军营相当简陋，因为山上的妖魔下山爆发战斗的时候，军营经常会被破坏，建得再好也没有用。一开始说的军法师团长就在此地镇守。这怎么爬呀？都快有70度了吧？其中一个学生看到这恐怖的倾斜度，害怕地说道：“他们是法师，不是超人，体力不足以让他们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学生徒手攀岩，而且他们都还背着一个大背包，要爬山基本不可能。没办法，第一个记录点就在上面，地图也到此为止了。”拿着地图的土系法师乌哲说道：“地图是一份一份的，一共分了13份。一开始得到的地图目的地是第一个记录点，到达记录点才能得到新的地图。”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昭华走上来说道：“背包里面有攀爬工具，有一个铁镐可以抓地。”昭华在他们议论谁是队长的时候，就已经打开过背包，看过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再根据林默提前在网上调查到的一些路线信息，大概猜到里面哪些东西该什么时候用。昭华看有一些心急的，已经拿起铁镐就往上爬，阻止的说道：“先让风系的走前面，土系的走后面，其他人走在中间。”风系和土系的一听，立刻就有意见的，走前面和后门是最危险的。你不是风系和土系的，你当然希望自己走中间。做人不要太自私，就是你一个废物，召唤算什么东西，在这里指挥？你已经不是第一，也不是队长了。昭华真想把这群蠢货丢在这里，不过想了想算了，冷淡的说道：“风系的同学走在前面，使用风轨制造一条顺风的轨道帮助攀爬，土系的东西在后面用地波牵引，有同学体力不支就用地波减轻他们的负担。拜托，如果真这么容易就能上去，那些出考题的老师就是智障了好吧？推测出题老师的意图是一个学神必备的技能。”第38章出题老师的小心机。听了昭华这么说后，大家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毕竟他说的有道理。虽然风系法师才能在风轨之中得到极高的加成，发挥出极速，但是顺风而行怎么都会更加的轻松。可是如果把魔能用完，遇到妖魔怎么办？其中一位风系妹子担忧的说道。虽然其他人没说，但是风系和土系的同学都是这样想的。他们是初阶法师里面唯二的2个位移魔法，遇到危险，说句不好听的，可以卖队友。你不需要跑得最快，你只要跑得比最后的人快就行。昭华继续解释说道：“我们不需要直接爬到记录点的位置，等魔能消耗的差不多就休息，等待魔能的恢复。哪怕万一遇到了妖魔，数量不超过2只的，以我们班级2个火系、3个冰系，再加上水系的防御和我的绿残，要战胜问题不大。就算打不赢，拖住还是可以的。超过2头魔兽同时出没，在亚安全区不太可能。”大家都在想，也的确如昭华所说，冰系延缓妖魔的进攻，加上绿残的蚕丝，应该是可以定住一只妖魔。2个火系的轰炸，加上所有水系的联合保护，应该也能干掉一只妖魔。同时出现3只妖魔的话，估计就要军法师出手了。一部分人看向队长的乌哲，他也是土系的法师，如果他也同意，那么大家也没办法说什么。我觉得昭华同学虽不全对，但是也可以参考参考。我们可以稳健一点，风系的同学魔能轮流使用，使用到一半的时候换下来，然后我们就找个地方休息。乌哲对着所有同学说道。林默走到昭华耳边小声说道：“这人好恶心，这还不全对，还参考参考，抄作业就直说。”昭华没有说什么，现在才是刚开始，要是野外实训课程这么简单，他打死都不信。2级的风轨范围还是挺大的，有2米宽，刚好是2个人并排的宽度，所以队伍以2个人排一起往上攀爬。结果的确如昭华所说的，虽然风不是很大，但是顺风减轻了很大的重量，起码背着的背包感觉轻了一大半，让他们感觉像是在跑楼梯，虽然挺累，但是还能接受。好轻松啊，我们就这样一口气拉开距离吧。要是我们回城的时候，其他班还是去城，那该多爽啊！有一个男生得意的说道。是哦，我觉得不用保留一半魔能了，消耗完魔能后就休息。乌哲听后想了想，觉得也有点道理。要是能创下最快完成的记录，那么他这个带队的必定可以名震从城，等毕业了可以得到好工作，甚至有大家族跑橄榄枝也说不定呢。我也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保守，加快速度吧。乌哲说道。结果攀爬了1个小时后，班上6个风系法师就消耗完了所有魔能，但是乌哲没有休息，而是打算继续，要一口气走到最后。结果没有风系加持和土系帮助，爬了30分钟后，所有人都体力不支。没有风系的支持，难度上升了不止一点点。乌队，还有多久才能到第1个记录点？有一个女生满头大汗地问道。我们现在大概爬了1/3。乌哲想了想说道。啊，才1/3。哎呦，这要爬到什么时候？累死了。突然间队伍开始怨声载道，乌哲一时间有点慌，不知道该怎么做，下意识地看向在队伍外围的昭华，但是昭华在喝水没有说什么。乌哲对着那些怨声载道的同学说道：
我们休息一下再爬，今晚应该就能到了。啊，还要爬？我已经爬不动了呀。对啊，我们风系都已经没有魔能了。对，土系有一大半人也没有魔能，这样下去可能都不筑底。是啊，掉下去太危险了。我听说有不少猎人从风云岭掉下来，摔死了。啊，那太危险了。突然间场面有点失控，有一些学生甚至打算退出，这让巫哲有点不知所措，又看向昭华。不过这次昭华发现了巫哲求救的眼神。昭华提高声音说道：现在已经快11点，我们体力消耗了很多，所有人原地休息，开始做饭。背包里面有速成食品，加入水到这个小锅里面就能加热饭菜。这时候大家才发现背包里面有一个黑乎乎的锅，只要把速度食品放进去，加水到锅里面就能产生热能。昭华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用，这是猎人在野外必备的一种生存道具，只吃饼干等压缩食品很容易累。那我要休息到什么时候？昭华回答道：明天。哈，明天？这会不会太久了？我们体力恢复得很快。有一些同学质疑道。昭华摇了摇头说道：在野外法师最重要的是魔能，魔能不够还在野外晃悠等于送死。现在虽然战斗系的魔能还在，但是如果体力不够，没有风系土系保护会被秒。初阶法师再没有药品帮助，靠自然恢复需要半天的时间，而且我们不能晚上攀登，这样太危险，所以只能明天天一亮就出发。这样的话消耗完所有魔能后再休息半天，能赶在明天晚上到达记录点。虽然也有一些人觉得可以依靠体力先攀登一段路，然后再休息，靠体力也行，但是被昭华否定了，原因是有魔能没体力会容易心鬼断裂，导致魔法发动失败。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情况下，要在荒郊野岭待一整天，那可以说要了他们的命。咦，你们是一班？怎么坐在这里？突然有一个声音从旁边的小路传来，身穿着一中的校服。你是3班的，已经赶上来了吗？怎么这么快？3班的同学回答道：没什么，只是我自己比较快而已。不说了，我先走一步。一班的人惊讶地看着那个3班同学离开的身影，惊讶道：不会吧，3班的快我们这么多吗？要不我们要追上去吧？我们一班重点班要是输给普通班，面子往哪放啊？巫哲看向昭华，他自己没有主意。那个人应该是风系的，他把行李交给其他同学，自己一个人先到记录点，这样他们3班就能最快，应该是打的这个主意。昭华想了想说道：那我们也应该找一个人先到记录点啊。哦，我们风系的魔能用完了。其中一个女生有点责怪的语气说道，还看了昭华2眼。但是她一个人不怕吗？有同学问道。网上那些说野外实训课程多可怕的，十有八九就是用来吓学生的，怎么可能会有危险？除了几年前发生的意外，从城这么多年都没试过。有一些人就是吓大的，不怕。听到有同学这么多，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早就清理完了妖兽，保护他们安全，但是为了营造气氛，故意传播谣言。他们都有觉得点可惜，如果他们也这样做的话，以一般风系法师的修为领先，应该可以更快达到。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刚刚离开的3班同学身后，一个穿着军装的法师在成绩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并且写到理论死亡，考核0分。第39章飞越山沟。第二天一早6点钟，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一班的所有同学整整齐齐的开始继续攀登。昨天的时候，其他的班级都已经全部超过了他们。考卷一共分2份 ，AB 卷。单数的班级拿到的地图和双数的班级拿的地图时候不一样的，虽然记录点都是一样的，但是上山的线路不同。就在昨天下午，包括13班在内，拿到 A 地图的班级全部超过了1班。走吧，叫醒光系的那些人，今天攀爬的时候多点照顾他们。晚上守夜的是光系的学生，不但是因为光系的学生适合晚上可以照亮，还因为光系的同学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守夜了。风系和土系用来赶路，水系、火系、冰系要战斗，也就只有光系的人最悠闲，所以被安排轮流守夜，现在正困着呢。走吧，和昨天一样，不过这一次我们不用消耗体力赶路，风系和土系的魔能用完后原地休息就可以，等到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一口气抵达记录点。巫哲照着临出发前昭华跟他说的说出来。昭华并没有想要什么队长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出头鸟，出什么事要他担着。有风系的风鬼辅助，所有人走得很轻松，加上充足的休息，可以说是健步如飞，在陡峭的山坡依然如履平地。咦，是魔石！突然在前面带路的同学大喊道。魔石相当于汽油，是一种燃料，一种能量物质。魔兽死后体内的能量浓缩后得到的产物，就好像火系的魔石就是火属性的魔兽死后尸体经过发酵得到的物质，里面蕴含着火系魔能。不止魔兽，法师死后星辰也会变成魔石。法师社会的能源大部分都是使用魔石，例如昭华回家乡时候坐的小汽车，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驾驶员的魔能。对于法师，魔石相当于一种储备
充电宝一样的东西。哇，真的是魔石！不但最前面的同学发现了一枚魔石，就连在中间的同学也看到了，在偏离一点路线的地方也有一枚闪闪发光的魔石。哇，我这里也有一枚，这里好多魔石。因为魔石诞生的原因，所以在野外就能找到，特别在地下埋藏着更多魔石，甚至是矿脉也有可能。朝华也看到自己旁边有一枚红色的火系魔石，但是也只是看了一眼，没有去捡。林墨是土系的，不过刚好在朝华后面，好奇地问道：“怎么不去捡魔石？”朝华笑着说道：“我不缺这点钱。”其实朝华没有捡的原因是他觉得这些魔石是军法师放的，是一个陷阱。仔细想想就明白，要是这些魔石就在路上这么显眼的地方，走在他们前面的班级早就捡光了，哪轮得到最后的他们？也有一些同学并没有被这些魔石吸引，他们也同样的怀疑。乌哲倒是聪明了，朝华不捡，他不捡。他现在越发的觉得读书有用了，自己要是有朝华的领导能力和才智，何愁不风光呢？跑出队伍捡魔石的人扣5分，离开队伍超过20米的扣10分，50米所有项目下来直接0分。站在旁边的军法师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在每个人的记录板上打上分数。那些魔石的确是他们放的，目的就是要测试团队性。如果在野外看到宝物就脑溢血，什么都不想冲过去拿，那是自杀行为。1个小时20分后，风系法师的魔能消耗完了。因为昨天的原因，这一次风系法师对风鬼的运用都上升了一点，所以时间稍微的多了一些。而且他们一般就在刚刚超过了不少班级，那些班级无一例外都还在睡觉。虽然看到有几个人像是队长在叫喊起床，只是没有人愿意起来，看得出昨天体力消耗了很多，根本起不来。还好我们保存了体力，不然就像他们那样吃力不讨好。不要太开心，他们只是普通班的，本身人数就少了10个人，我们的对手是13班，他们人数最多，最占优势，还在我们前面。休息的时候没有玩的，自然就是唠嗑，还有一些勤奋好学的已经开始明修，每天都不落下。林墨问道：“13班的怕不是已经到了吧？”没有，大概就在我们上面100米左右。朝华看了一眼地上的痕迹，想了想说道：“休息了半天之后，虽然其他的班级陆陆续续的超过他们，但是他们的魔能和体力都已经消耗的七七八八，全靠意志力在撑。等到一般的用合作的方式攀爬的时候，10分钟就全部超过了，包括13班在内都被远远的甩在后头。”邓乐看到朝华的一班遥遥领先的时候，暴跳如雷，只是奈何队伍已经疲惫不堪，后悔没有像朝华那样通力合作来节省团队的体力。地图的终点处，乌哲使用望远镜看向远处后说道：“没错，对面就是记录点，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过去？”这是第2个记录点，爬山抵达了第1处记录点后，拿到了新的地图后，一路走到此处，但是现在遇到了考题，另一个记录点在山沟对面，他们需要飞越山沟跳到对面，但是山沟太宽，普通人是不可能跳得过去，只能靠风系的同学使用风轨闪步加速起跳，然后架起吊索才可以通过。问题是风系的同学也不知道能不能跳过去，万一跳不过去，林峰，你是我们班风系最强的，要不你去试试？一个女生对着旁边的男生说道。我才不要，这山沟起码30-40米宽，根本跳不过去。男生直接摇头拒绝，这种要命的时候他才不去。乌哲看了一眼地形，其实不一定需要直接跳过去，可以先走到山沟下面，然后从山沟底部走过去对面的山崖，再爬上记录点也可以，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花费好几天时间。乌哲又看向朝华，只见朝华用一根绳子绑住重物丢到对面。林墨说：“你别告诉我还会电影里面的特工把绳子丢到树干，然后勾住树干这样的神技能。”朝华在看白痴一样看着他，这绳子又没有钩子怎么勾住，他也不会控绳术，虽然使用风灵蚕的风蚕丝可以绑到对面的树木，但是他不想暴露自己的风灵蚕的蚕丝可以控制的事情。我再用绳子量距离，把绳子拉直就可以测出山沟的距离，然后用自己的身高做标尺，就知道具体数值了。32米，使用闪步足够跳过去。朝华算了一下距离后说道：“你怎么知道的？”所有人都看向朝华，你别口胡啊，你又不是风系法师，怎么知道的？闪步可以让风系法师在1秒内移动一段距离，这相当于从0开始加速，加速1秒，闪步相当于是一个加速度，带入抛物线公式就能知道了。你的闪步应该可以跳35米，够了。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加速度吗？抛物线吗？大家都在9年义务教育学过，就是总有天才能灵活使用。第40章缺陷与矛盾。我跳了，跳吧，赶紧的，大家都看着呢。我真的跳了，不跳是孙子，龟儿子，给我跳！我真的要跳了，妈的，真想一脚踹他下去。朝华看着这个明明风系修为最高，听说已经快3级的同班同学，磨磨蹭蹭半天像个娘们一样，都快吐了。乌哲用一根绳子绑住他的腰，做了一个临时的保护装置，不过看上去不怎么保险。艾朝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在你身上绑了一根绿蚕丝，绿蚕的丝粘性和韧性很高，
在小蛮腰上的蹦极就是用绿蚕丝做绳，你放心好了。昭华一开始就悄咪咪地用风铃蚕丝做好了安全措施，只是没有说出来。看到他这样子，实在是浪费时间。哦，是吗？那就好，那就好。我跳了。昭华凝视了林峰一眼，眼中隐隐看到杀气，再磨蹭就直接丢下山。林峰花了20多秒，终于是把2级的风轨完成。初阶1级的魔法是把星子连成一条直线，输入魔能即可；2级则是链接5颗星子后，第6、第7颗星子往右拐90度，形成一个 L 字；3级是7字，拐70度。经过魔法协会的测试，其他形状的星轨是无效图案，甚至有一些图案输入魔能会发生魔能短路现象，会受伤，所以严禁初阶法师乱搞。一道深绿色的风轨横跨两岸，和1级的风轨极形不同，颜色更加的深邃，而且风轨里面的是强风，从风轨的颜色可以看出，林峰的修为的确很高，甚至可能会在实训课的时候就能使用3级风轨飘逸。我去了！林峰助跑，猛地一跳，起跳的瞬间，昭华和林默使了眼色，林默把准备好释放的1级土系魔法地波挪移一起释放，在起跳的瞬间再给了一个推力。昭华其实有点骗人，因为他计算出来的结果其实不对，因为还有空气阻力和风向，起跳力度都没算进入。昭华大概想了想，估计会差一点，所以让林默再加一个推力。不过不管能不能过去，昭华都会让风系的跳一次，有风蚕丝拉扯保护，没问题。而且又不是他跳。咚咚，距离刚刚好，林峰踩着对岸边沿滚到一旁。我成功了！哈哈，我成功了！林峰兴奋地大叫道。乌哲对着对岸喊道：快点绑好绳子，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了，其他班的有可能已经超过我们了。A 卷的在后面， B 卷不知道啊。好，我们准备好，一个个爬过去，风系的同学先过去，然后发动风轨助力。乌哲说道。昭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摇了摇头，不用这么麻烦，你让林峰绑高一点，大概1.5米左右，我们这边绑在4米的高度，用布条划过去。对，划过去，划过去。乌哲连忙说道。你们先过去，我最后，我用蚕丝给你们做保险。在另一旁，军法师记录着，敢跳的风系法师额外加10分，指挥者加10分。8天过后，果龙山上的第6个记录站点。果龙山的第6个站点就是去程的终点站，能抵达这里的就能拿到60分，而且拿果龙山做中间点不是没有理由的。果龙山是从城的猎人聚集地，是一个临时的休息点，提供给在外寻宝、狩猎妖魔、做任务的猎人临时休息、做交易的一个地方。例如说你在外面找到了什么好东西，但是又没有完成原定目的，不想回去从城，想把东西现场交易出去，那么就能来到果龙山，把东西卖出去前直接转账到自己的户口，或者来补充药品、疗伤恢复什么的。高中的野外课程这里就是中转站，辛苦了这么久的学生终于可以在这里享受一番，起码可以洗澡了，在野外只能靠爽身粉太难受了。我们好像是第一个到的。乌哲说道。一班现在只有20人，有6个人因为身体原因退出，他们都没有试过在野外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和煎熬。有6名学生出现了水土不服、发烧的症状，被带走。对，你们是第一个到达的班级。2个穿着军服的人走来，这2人就是负责一班安全的军官。另一个拿着平板电脑的军官说道：我现在宣读你们一班中段的成绩。第1个记录点 A 卷，第1个到达的班级一班，所以你们所有人额外加2分，之后5个记录点也是你们一班，所以全员加12分。接着林峰同学在山沟中利用自己的风系魔法给队友搭绳，额外加10分。高田、郑美玲在横渡珠光云岭湖时候利用水域化解了漩涡，每人加10分。林默加分，有额外加分项。有一些人听到自己的名字更是开心的飞起。不过有一些风系、水系、土系的同学因为当时没有站出来，现在场子都悔青了，没多加1分，高考就多一线希望到名校啊。接下来是减分。军法师继续说道。啊，有减分。军法师没有理会大呼小叫，继续宣布离开队形去捡了魔石的每人减5分，超过20米或者捡了2颗以上减10分。那些魔石是赝品，别想着卖出去。假的？为什么还扣分？军法师没有给出解释，继续说道：离开队伍超过50米的全考核0分，一般没有。晚上没有设守夜人员的班级全体扣10分，一般没有。横渡珠光云岭湖时，各个细节的处理，一些致命的失误全部要扣分，而且重大失误直接全考核0分。一般幸运的是没有人被判0分。之所以没有给出解释，是因为在以前野外训练课程是会有安排驯服好的妖魔扮演魔兽，离开超过50米妖魔就出现，魔石也是一样，本身魔石就会吸引魔兽，离得太远队伍会被淘汰，考验随机应变能力。但是因为博城事情，今年这些全部都取消，导致了没有解释直接扣分。当然了，居人法师可不是老师，
他们也不会管你，不服投诉啊，看人家里不理你。在一班的成绩宣读后没多久，13班的到了。咦，我以为会是2班先到，毕竟有纪韶音的亡灵，应该不会这么慢才对啊。有人看到第2个出现的是13班，反而奇怪起来。13班到达后，接下来是8班，依然不是2班，直到3天后，2班的人才最后时刻抵达，而且人员减少的还蛮多的，少了11个，出乎所有人意料。我受不了，我要换队伍。我也是，尼玛的，这10几天简直是折磨，我待不下去了。有2个女生一来到果龙山，包往旁边一丢，脾气就暴起来了，眼中暗含泪光，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有几个男生闻声赶去，毕竟这2个女生长得还不错，嘤之下必有备胎出现。朝华和林墨听到2班到了，也从民宿走出来，第一时间看到被孤立在一旁的纪韶音，心想是出事了。第41章重新组队。怎么了？朝华走来问道。纪韶音摇了摇头写道，没什么。其实也不用去问，因为那2个女的已经在叽叽喳喳的说起来，声音还贼大，怕别人听不清楚似的。哎呀，她是身残心不残，身残志更坚，要全队人迁就她。一开始上山就不让大家爬，在那里拖着，大家都说让她召唤一些亡灵出来，帮大家备行李，好上山。她偏偏写着应该留着魔能以防万一，这上个山能有什么威胁？你们说是不是？反正最后我们一个妖魔都没遇到，结果我们一点点的爬了好几天，被所有班级超越。其中一个女生阴阳怪气的说道。话音刚落，旁边的接着说，这也就算了，过山沟的时候让他召唤亡灵把我们背下山，再走过山沟，他偏偏要说可以让风系法师试越过去。我就是风系法师，他自己不去，偏要我去跳，那么宽的山沟怎么可能跳得过？一路下来，他的亡灵魔法一次没用过，班好几个同学因为体力不支让他召唤亡灵背一下就是不肯。而且那个哑，他不会说话，全程没有一点指挥能力，就会在哪里写，那手语谁他娘的能看懂，还偏要拿着地图。有3个同学就是因为在分岔路口他没说清楚走丢了，失去了资格，直接0分淘汰。我看着他们哭得多伤心，监考官就是不给一次机会，这又不是他们的问题，怎么就不淘汰他？还有过湖那次有漩涡，他在最前面没有第一时间说，导致有几个同学掉进水里又失去资格，大家都在警惕水里面有没有陷阱，他在那里拉拉扯扯，谁知道他想说什么？没有写字板，他连表达意思都做不到。反正我受够这个哑巴了，谁想跟他谁去，我要换一个。我也是。朝华站在纪韶音身边听着，不过还好，他这10几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这些指责也是司空见惯了，又不是他想当的，一开始还是自己的同学推荐给他，让他当，现在反而怪责起来。2班就是最后一个到达的班级，除了固定的60分，全员几乎没有加分，也没有减分，因为减分的就是那11个提前出局的倒霉蛋，已经0分，没得减。其中一个军官拿着平板走来，看到其他的班级也有不少学生在这里，说道，你们自己的中段成绩也都知道了，心里有数就行。至于2班说的要换班，从一开始我们就没说，你们要以班级为单位，你们在从城出来后就不再是一个学生，我们只是负责评分以及处理一些我们认为你们无法处理的事情。如何更好的在野外生存再来，一直都是最终目的。地图只有13分，只要你们的队伍保持在13以下，我们不管，超过13的你们自己商量。这次的考试没有限制，组队只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在野外生存，而且因为每个班级都有人员的减少，所以队伍数量必定还要再减少。那太好了，我要去13班。我也去13班。我去第一的1班。我也去1班。一共13个班，最强的1班暂时领先，然后是13班。因为邓乐的原因，这个班异常的团结，而且模具数量也是13班最多，速度跟上了1班。至于2班，虽然纪韶音是全级第一，奈何一群猪队友直接变成倒数第一。现在的形势也很明朗，中段留下来的人要不去1班，要不去13，毕竟这样才能更好的获得分数。林墨看了一眼现场的局势，其实就是5-5开的局面，1班和13班各有100人左右，这可是一个蛮庞大的队伍了。要不咱3走？林墨说道。朝华摇了摇头说道，横渡人工湖我们3人就很难，而且也难保不会有其他考验，还是到1班去吧，你也一起过来。朝华一眼瞪过去，不给纪韶音反驳想自己一个人的机会。纪韶音立刻心虚的低下头，他还真就打算 solo 自己一个去闯。朝华3人走回1班的阵型，人还没到，就听到一些议论声，全部都是质疑纪韶音的声音，最主要是怕他是哑的，会拖后腿。乌哲现在是队长，但是他知道一路其实都是朝华在指挥，看向朝华询问意见。朝华也懂，立刻说道，纪韶音的亡灵系可以提供很强的战力，当他是火系雷系就行。大家也都有听说，每一年的队伍都会遇到妖魔，应该是军法师的驯兽扮演的，打败这些妖魔可以有额外加分，有纪韶音在，我们的机会大很多。
巫哲也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季同学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的战力是扛扛的，跟火系的同学站在队伍中间就好。每一年都会有妖魔，这个是必定的，只是他们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开始掉以轻心了，以为这些军法师今年不搞这一出。被昭华提醒后，他们都反应了过来。对啊，既然每年都有，那么今年肯定不例外。前半路程没有，那么就必定在后半。纪韶音可是大腿。其实学生都不知道，今年因为博城事件，妖魔成为比较敏感的话题，而且也的确容易出现意外。博城的时候就有人反映军官的召唤兽出现问题，所以今年妖都的教育局换了一种玩法。人都准备好了吧？从成军法师的团长背对着问道。都准备好了，他们分成了2队，各100人左右。我们这边一共10人，5个人足够击溃他们100人了。文官推了推眼镜说道，眼中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军法师团长也露出了一丝笑容说道，的确要让这些小兔崽子知道自己几斤斤两，不然他们真就以为这个社会这么的美好。等于。邓乐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军法师，他们已经无所事事，开始唠嗑起来。人齐了没有？邓乐问向旁边的4城联考选拔赛的队友风系法师荷西。荷西点了点头，人已经全部集齐了。说来也有趣，现在4城联考的队伍基本上是锁定了纪韶音的队伍和邓乐的队伍，现在就等他们的决赛分胜负后，失败的队伍和6中第1的对决，这样就决出最后8人，正式确定代表从城参加联考。现在纪韶音那边的光系法师香罗在邓乐这边，邓乐队伍的土系法师巫哲在纪韶音这边，刚好2队交换了一个人。好，我们走。邓乐开始带领所有人离开，打算抢先一步。喂，13班的人开始走了，我们也走吧。有1班的人说道。100人的队伍离开肯定会被发现的。巫哲看向昭华，现在实际核心就是昭华。昭华则是不动声色地说道，我们休息一晚，不急。第42章遇袭。哼，他们也不怕被扣分，大晚上的出发，肯定会被妖魔发现，一定要扣分了。有人赞同，并且不屑地说道，他们已经摸清楚了这些军法师的套路，他们大概是打算下山，到山脚后开始扎营。果龙山下山的道路是有猎人镇守的，属于安全地带，所以应该不会扣分，只要在山脚等天亮就行。昭华给同学们科普了一番。那我们应该跟下去啊，不能让他们占了先机。对，走，跟上。不过昭华没有下山，而是转身进入民宿，下山也就1个小时。你们是想为了这1个小时在山下露宿一晚，还是洗个澡，舒舒服服的在床上睡一晚上，精力充沛后明天加快脚步去追？嘻，这当然是明天再快一点追，我受够了露宿。有几个女人说道。就是啊，我才刚刚回来，都还没洗澡，我想去洗个澡。也有2班的同学附议。纪韶音跟着昭华写道，真的？昭华笑着说道，主要是因为你身上有股味道，实在受不了。怒 excellent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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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纪韶音拿着画本追着锤，仙女怎么可能有味道？仙女是香的。但是早上太阳还没亮，1班的同学就下山了，依然没有追上13班，甚至连影子都没看到，很明显他们走得更早，看来是下定了决心要超越1班。归程显然顺利很多，一路上没有多少阻碍，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连1个人都没有掉队。2天的时间就来到了最后一个记录点，拿到了最后一份地图。只要他们再次横渡人工湖，就能跟着地图回到从城。惨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13班的影子，估计他们真的走远了，剩下最后一段路我们追不上了。就是啊，早知道当初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跟上的。拿到最后一份地图的时候，1班依然没有发现13班的影子，而且从前面的几段路能看到一些脚印和痕迹，他们猜这一次的地图路线是一样的，归程路程是同一条，这都没追上，也就是说13班还在前面。昭华对着纪韶音小声说道，小心点，随时准备使用冰蝎盾。纪韶音有点不解写道，发现了什么？昭华摇摇头说道，正是因为没有发现才更要小心，一路上太安静，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段路，这一段路需要过湖，最后还要穿过风云岭的密林，这2处都是最适合埋伏的地方，我如果是考官，必定会在这2处地方发难。特别是现在，因为前2天太顺，同学们早已经放松了戒备，而且100人的队伍，昭华想提醒也很难，这些人有点嗨起来了，不会听他的，只好提醒战力最强的纪韶音。他们2人就是冲着击败军法师的额外加分去的。巫哲跟着昭华这10几天也好像有点开窍一样，坐船横渡人工湖的时候提醒所有人要小心，但是正如昭华所想，没几个听得进去。30分钟后，林墨说道，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啊。一共10艘木船，先头的巫哲已经快到岸了，就算现在掉下水，游泳都能过去的距离，依然没有发生什么，这不得不让林墨开始怀疑。的确有可能埋伏点在密林那里。昭华也没有发现什么，
只能认为是在密林有陷阱等着他们。突然，纪韶英猛地一拉昭华的衣服，食指向下指着船，这是纪韶英和昭华预先想好的暗号，代表水下有东西。在横渡人工湖的时候，昭华就让纪韶英召唤一只白骨骷髅贴在船底，如果水下有什么，立刻告诉他。果然在水下，昭华大声叫喊：“大家小心，水下有东西！”说时迟那时快，昭华刚说完，最前面巫者所在的船只立刻遭到袭击，整只船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掀翻，10个人全部掉进水里面。救命！救我！噗，我不会游泳。昭华也是服了，这深度你站起来都没事，喊什么救命？而且还有几个是水系的在喊救命。还好巫者比较靠谱，在昭华提醒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连接星轨。巫者实力的确很厉害，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3级，但是因为3级的土系地波不熟悉，而且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机需要的就是快速，所以他释放了一个1级土系魔法地波挪移。这里已经比较浅，巫者控制着泥的把落水的10个人，包括自己，猛地一推，推上了岸。水系的同学立刻使用魔法稳住水面，把落水的同学拉上岸。巫者上岸后没有一刻闲下来，这些人着实是新手中的菜鸟，上岸后居然在挤头发的水。他们被袭击了，不立刻使用魔法，在挤水，差点没气死用力救他们上岸的巫哲。还好还有几个人是有点脑子的。巫哲说完后，立刻开始连接星轨，其中一个水系和2个土系因为紧张，星轨没连接成，释放失败。只有一个水系发动了2级水系魔法水域守护，一个水球包裹住最近的一艘船，控制水流把这艘船牵引到岸上。昭华本来就没打算靠这些人，风灵蚕一早就召唤了出来，风蚕丝放入到水下，拉住了水下其中一个人影，不让他靠近。纪韶英在发现的第一时间立刻释放出亡灵，冲下水抵挡。其他人虽然慢了一点，但是100个人中还是有几个优等生的，水系和风系的在这种地方最好发挥。水域风轨第一时间发动，2重力量下快速的把所有人推向岸。噗噗噗噗，4只长相丑陋头上挂着水草的生物从水中跳出来，这些生物身上穿着破烂的黑色布衣，4只骨瘦如柴，指甲很长，外貌像一只诡异的瘦猴子。黑触妖！不知道是谁突然喊了一句，大家立刻想起来以前在课堂上老师曾经给他们教学过世界上5大邪教之首黑教廷的分辨方法，那就是每个黑教廷的成员基本上都会有1只以上的黑触妖，黑教廷的成员会像召唤系一样拥有1只听话的生物黑触妖。黑教廷之所以是邪教，除了他们丧尽天良杀害很多人以求目的之外，更重要是因为他们炼制黑触妖是用活人炼制，是一种极度邪恶的邪术。当他们认出来这些瘦猴子的生物是黑触妖的时候，这些学生有一些已经吓得腿脚发软。课堂上他们可没少看照片，甚至有视频录制了黑触妖是如何炼成的。那节课过后，1半的学生请了病假。嘿嘿嘿，不愧是一中的学生，有点见识，还知道黑触妖。噗噗噗，5个人披着一身黑袍从水下跳出来，本来有5只黑触妖，其中有1只被纪韶英的亡灵撕碎，但是他的亡灵牺牲的更多，死了4只白骨骷髅，而且亡灵都是被这5个黑袍人击杀的。100打9，形势不容乐观。我是说100这边。第43章假货。他们是黑蛟庭的人，怎么办？我不想被抓去炼成那样的怪物。跑吧，使用风轨应该能跑掉的。那其他不是风系的同学怎么办？要丢下他们吗？那我们能怎么办啊？那些人可是黑蛟庭的，我们只是学生。一班刚好100人，他们大多数是初阶2级的修为，只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拥有初阶3级修为，但是也只能释放2级魔法。拥有攻击能力的火系只有3个人，冰系多一点，有12个。但是他们哪会想到，在野外妖魔没有遇到，反而遇到黑教廷的人，而且他们一看就是来者不善。其中一个黑教廷的人看着这些学生说道：“嘿嘿嘿，我最喜欢就是高中的小孩子，细皮嫩肉的，用来炼妖绝对可以出好货。”另一个黑教廷的人也附和道：“特别是这些一中的学生，有点天赋，还觉醒了魔法系，炼妖的时候有可能产生特异变化，炼出属性黑触妖。你们都怎么想着炼妖？你看看那几个小娘皮，嫩得很呢。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小巧、年轻、有活力的。你是喜欢吃人吧？上次那个女的被你凌迟，一片片肉割下来，恶心死了。有2个女生听说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还有几个人吓得跌倒在地，不知道是因为刚刚掉落水中的原因还是什么，地面有一滩水。纪韶英有点奇怪地看向昭华，脸上写满了不解。假的。昭华读懂了纪韶英的表情，纪韶英是觉得这些黑教廷的人有点假。昭华看到黑触妖从水里面跳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怀疑了，之后这些黑教廷的人也从水中出来，昭华就确定了这些应该都是军法师假扮的，目的自然就是考核学生面对紧急危险的应对。
那些穿着破烂黑衣的不是黑处妖，而是生活在海边的一种叫做海猴怪的奴仆及海妖，是海妖之中数量最多，同时也是最没有骨气的妖魔，实力还弱。海猴怪见到人类法师就会逃跑，成年男性手握菜刀就能杀死海猴怪。海猴怪虽然弱，但是行动敏捷、隐秘，而且在海中的速度极快，外形如猴，瘦骨嶙峋。再加上这几个军法师有点太糊弄人。黑教廷最底层的是穿着灰袍的，而且从衣袍里面能看到军服。不过昭华大概明白，这算是出题老师透露的小提示，能观察到会更好做题。林默也看出来了，问道：现在打还是跑？你觉得考题是什么？昭华回答：逃生和战斗，两者应该都可以。军法师那边应该都是初阶3级的修为而已，没有出现中阶法师就证明留给了我们获胜的机会。我的话也只能打了，小短腿跑不掉。季韶音同意的点了点头，他们两个估计连海猴怪都跑不过，必须要打。昭华站出来说道：跟队的军法师在密林的那个方向，找几个风系的同学去通知军法师说出现了黑教廷的人，要终止课程。昭华声音很大，仿佛是说给这些扮演黑教廷的军法师听。阳谋，他是打算利用风灵残的风残司知道了负责记录的2个军法师就在密林哪里观察着的情报，来引开一些军法师。那些负责记录的军法师当然是知道出现了假冒的黑教廷，所以自然不会出手。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遇到了黑教廷的人，军法师是必须要出手解决的，所以冒充的军法师必定不能让学生跑到密林通知。军法师都没想到，昭华居然知道记录的军法师在什么地方。既然昭华知道具体位置，那就是说他必定是有什么方法知道，那2个军法师就不能借故离开。昭华自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找人来支援，他是要把一个军法师引开，这些假冒黑教廷的军法师要派出1个人去阻止才行。我去找老师。我也去，我实力比你强，应该我去。我风鬼更加熟练，由我去最好。昭华不禁叹气摇头，要是真的遇到黑教廷这些人当队友的话，他宁愿孤身战斗，典型的贪生怕死、出卖队友的性格。真遇到黑教廷，10有8九这些人就叛变了，而且有不少人都在暗自可惜自己不是风系的，甚至都在想要不要待会风系的人走了，自己也跟上去，留在这里十死无生啊。嘿，那家伙挺厉害啊，居然知道阿文他们的位置。不止如此，他应该是已经猜到我们是假扮的，他这招是要引开一些战力。我去，这样看来这小子想打呀，够胆识，就凭借能找到阿文的位置，认出我们的身份的观察力，以及想战斗的决心，我觉得就可以给满分。他是招郎的儿子，这点小事情在意料之中，不过我还想看得更多。站在5人中间，像是总指挥的男子说道：那好吧，风系的由我去结，那些学生的表现我来打分了。你悠着点，别全部打垮了，留点手，他们只要能逃跑就行。知道了。另一边，昭华让所有的风系法师离开，因为初阶的风系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就是用来当引怪作用的。其他系的最好留下来，对面不会让我们跑掉的，没有风系的加速和持久，只会死得更快。昭华的话是说给土系听的。土系也有位移，但是和风系比他们就差太远了，持续能力、加速力都比不过。水系的同学注意保护和防御，他们应该会有火系法师。土系的同学使用2级魔法地波迟缓，干扰对面的攻势。冰系和火系跟着季韶音的亡灵集火目标。光系的同学使用2级光系闪烁，往那些黑触妖的眼睛丢，他们是黑暗生物，害怕光亮。昭华瞬间安排好了所有位置，这样就不怕季韶音无法交流出现问题。所有攻击跟随着亡灵就行，亡灵打谁，他们打谁，不用开麦。不过让他比较担忧的是，这些学生面对危险时候，星轨的断裂几率有点高。风系的好几个离开的时候，捏1级风鬼魔法都会断。那些冒充黑教廷的军法师也有故意放水，等到所有风系的同学都离开，才派了1个人去追。要这样故意放水，也是难为这些军法师了。咕噜咕噜，季韶音率先发难，亡灵空间里面的亡灵全开，15只亡灵全部出现，组成一堵亡灵墙挡在前面。而且还不止这一些，他召唤出亡灵空间里面的亡灵后，再次使用亡灵系1级魔法，亡灵生成了5只白骨骷髅。而且这还不止，加上亡灵魔法2级的肉体构造，把其中3只白骨骷髅升级成了腐尸。这一次季韶音是真的用全力了，12只白骨亡灵，8只腐尸，这是他现阶段可以瞬间打出来的全部战力。第44章配合无间。除了昭华之外，所有人是第一次见到季韶音的全力，就连林默都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一开始以为腐尸是直接生产出来的，没想到是2个魔法合成。只见其中3只亡灵从地面生成的时候，一些埋藏在地面的腐泥、烂肉、朽木等含有死气的东西开始附着在白骨之中，这些腐烂发臭的东西慢慢的变成了烂肉，变成了肌肉，
变成了一个像是电视中看到的那种丧尸一样的恶心东西。怨灵可能是把精魄亡灵化的产物，也说不定。昭华看到后推测说道：“因为怨灵纪韶音还没有，只有是条件没达到才能解释了。”好强！亡灵魔法，这就是排名第1的实力吗？我去，你们2班的人是脑残吧？这样的队长不要！我要是你们2班的，这大腿说什么都要紧紧抱住。在这里也有一些人是原本2班的，他们看到纪韶音的权力既然这么，恐怕后也是肠子都悔青了。纪韶音在前半段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保险一样的存在，就好像火系法师，他们的魔能是用来战斗的，不是用来搬运行李的，所以就没有机会让他表现。现在纪韶音把亡灵墙一剑，在身后的人立刻就感觉到了一种安心感，这可比水域来的更有安全感啊！我去，这亡灵魔法是不是有点强过头了？其中一个假黑教廷的军法师说道。现在他们只有4个人和4只海猴怪在，这些海猴怪纯吓人，看到亡灵的时候竟然开始想逃跑，还好他们被驯服了，不然就真跑了。是有点强了。我曾经有一次外出到埃及，见过那边的亡灵法师，出街的能搞出怎么多亡灵的很少，何况还有腐尸这种比较强的亡灵。但是军法师就是军法师，他们现在有点不想放水了，分可以给，但是面子不能丢啊。火姿灼烧，火姿灼烧。一中一共有5个火系的，有3个去了13班。2坨火球同时丢向了靠得最近的海猴怪，因为有亡灵墙挡住了视线，这2个火姿出现的很突然，直接命中。呀虽然2个1级的火姿不能秒杀海猴怪，但是火焰的伤害还是有的。嘿，好家伙，居然率先攻击，动手！嘻，让你看看风系出街是怎么攻击的，风鬼。其中一个假黑教廷是出街的风系法师，他随手搭了一道风鬼，但是风鬼是对空的，而且学生也不知道这是要干嘛。呼，动，快！水域，风系法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停靠在岸边的小舟被风鬼带起，沿着风鬼的轨迹被丢出去。本来小舟就可以装载10个人的大小，从半空中砸下来可不是开玩笑。水域守护，靠，断了！20个水系法师最后急急忙忙的在千钧一发之际，才4个水域守护出现，一共4层蓝色的水罩顶在头上。轰隆隆，2个木舟从天而降，重力的加速再加上风鬼本身的推力，如同炮弹一样轰击在水域守护的水罩上。波，一个木舟撞破2层水域，2个木舟已经完全撞破所有防御，而且破碎木舟的尖刺木头划伤了一部分学生，鲜血染红了校服。我受伤了！血！医生在哪里？救命！昭华用风蚕丝缠住掉落在一旁的背包，丢向受伤的人说道：“里面有包扎用的绷带和药品，自己退到后面去包扎。”4个海猴怪，其中有2个被光系的法师轮番攻击眼睛，算是拖住了。另外2只的海猴怪被纪韶音用4个腐尸加6个白骨骷髅狠狠地压制住。虽然海猴怪本身很弱，但是很敏捷，就算白骨骷髅都跟不上，亡灵数量不够，无法压制。剩下的亡灵全部包围住了4名黑教廷的人，是真的厉害啊！如果我们不是熟练战斗的话，以4个人出街法师的力量，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其中一人感叹道：“老大，要不我们攻击他本人？再看看吧，先用地波和风鬼延缓亡灵的攻势，用水域保护我上，让他们直接刚亡灵是不实际的，数量有点多，而且就算是军法师，那也是出街，只有中间的老大是火系，其他人攻击力有限。”昭华看见地面出现了类似流沙一样的地形，虽然不能活埋了这些亡灵，但是亡灵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是2级的地波迟缓，土系的同学和我一样使用地波挪移，把亡灵退出迟缓地带。乌哲负责土系的领导，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3级的地波迟缓，打算一起用地波把亡灵推出。地波挪移，因为有乌哲领导，这一次地波的释放还是不错，有2/3的人同时使用了地波。笨蛋哦！咚！地波就好像在地面行走的冲击波一样，如果地波和地波碰撞是会相互抵消的，一大半的人在靠近迟缓地带的时候，自己人撞到自己人的地波上相互抵消，就算是刚好没有抵消，地波直接把亡灵退飞。一些白骨亡灵的确是推出了迟缓地带，但是也摔了个底朝天，一头插在沙滩上。这些学生想的可真简单，要用地波移动队友，可是需要很高的操作和控制力。看到这一幕，中间的黑教廷也摇了摇头，也不管了，向前奔跑，绕过了迟缓地带，手中捏着一个火姿。冰慢，冻池，冰慢，冻池。冰系的法师施展冰慢，冻住湖岸的沙地，打算冻住这个人，不让他靠前。太天真了！火系的黑教廷看到冰慢蔓延而来，直接起跳，躲过了冰慢，手中的火姿灼伤往纪韶音的方向丢去。他绝对要先解决纪韶音，不然还真有可能会输。火姿打了个空，
纪韶音被拉扯到昭华的身旁，躲过了这一击。昭华早就把风蚕丝缠绕在纪韶音身上，亡灵系没有位移技能，那就给他一个。昭华直接把纪韶音拉走。纪韶音躲过了火姿的攻击后，立刻急于回击，因为对方能出手攻击，也意味着已经走进了他的攻击范围。第二次的亡灵生成又是5只白骨骷髅，不过这一次这5只白骨骷髅直接从跳过来的火系黑教廷脚边出现，5只白骨亡灵团团围住了他。陷阱！但是就这些白骨亡灵也想打败我？要不是不能暴露军法师的身份，他觉得自己能肉搏干掉这些亡灵。谁说打你的？散！昭华大声说道。5只白骨骷髅开始四散，不过他们没有逃跑，而是开始绕圈围着火系的黑教廷成员乱跑。呵，难道是亡灵失控了？不可能啊！既然1级火姿不行，那就试试3级的爆裂。火姿爆！火系的黑教廷发现他抬不起手，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很细小的丝线给缠住了。亡灵打不到你，加上次元召唤兽又怎么样？第45章中阶法师。这是什么？火系的黑教廷低下头，看见了一根细小的丝线，这一根丝线已经把他的身体缠了好10几圈，他的手臂抬不起来，正是因为被缠住了。顺着丝线看过去，才知道原来这些白骨骷髅身上相互自己连接着一根丝，他们到处乱跑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一圈圈的缠住目标，并且勒紧它。这是绿蚕的蚕丝，但是绿蚕的蚕丝哪有这么细？火系的黑教廷军法师尝试使用蛮力，但是很明显的，哪怕是军法师的他也无法单靠蛮力扯断。是有点本事，比听说的要能干一点，但是就这样还不行。火姿灼烧，军人就是军人，行事果断，使用了火姿，直接在手中捏爆，火焰在身上炸开。对付被绿蚕的蚕丝束缚住的时候可以这样做，有衣服保护，不会烧伤到皮肤，只要及时灭火就没问题。昭华和纪韶音露出得逞的笑容，风灵蚕的风蚕丝是烧不断的，而且也挣扎不断，等到他的外袍被烧掉，露出了里面的军装，那就是他们的胜利。火系法师已经察觉到了这蚕丝火免，而且他已经知道了昭华2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他们是军法师的事情暴露出来。直接说出来他们可以否认，但是这样被人打出来，想不认都难。水域灭火，快！他大声地对着身后捏着一个水域准备保护的同伴说道。本来这个水域是用来抵挡火姿或者亡灵攻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但是出于对自己老大的信任以及军队服从命令的理念，他没有一点点的犹豫，立刻使用了水域，一道水流冲向身上着火的火系法师。昭华看到水流，他又怎么会让自己的计划落空？水域他也预料到了，立刻说道：休想！拖他过来！纪韶音控制亡灵，猛地往同一个方向拉扯。一只白骨骷髅亡灵的力量可能不够，但是5只一起发力，不亚于一只牛兽的力量。身上已经点着了一点火焰的火系法师，突然猛地一下拉扯，拉离了5米的距离，而水域的水流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落在地上。我靠！这2个真的是学生吗？什么鬼啊！那个使用水域的黑教廷看向纪韶音和昭华，不敢相信这是2个学生之间的配合，这是要好几年的配合才能做到的吧？如果他们调查过昭华和纪韶音的底细，就会知道他们2人一直在从城做城市猎妖队的工作，就2人顶了一支4人小队，不管是实力还是默契都十分强。火系法师看着身上的火焰，再烧下去就暴露了。按理说这种情况应该要算学生大获全胜的，但是他突然想看看昭华2人的极限，他要加试。好小子，你2个干得不错，但是就这还不够。影遁穿梭，唰，被绑住的黑教廷突然间消失，准确来讲是他潜入到自己的影子之中，又重新出现。虽然这样并不能做到穿梭的效果，但是绑在他身上的风蚕丝已经解开。昭华咬牙切齿地说道：过分了，中阶法师，火暗双系。昭华他有想过军法师中肯定有中阶法师，不然怎么守护疆土，但是他觉得考核一群学生，就算是中阶法师也应该不会使用第2系和中阶魔法，因为中阶和初阶差距太大了，更何况对手还是一群会星轨断裂的学生。本来也的确是这样规定，但是昭华和纪韶音超强的配合和实力，直接把这位中阶的军法师惹来了兴趣，决定把考核放一边，要重点考核这2人的极限在哪里。火姿爆裂，解除了束缚后，随手丢出一颗小火球。昭华清楚地感受到这颗火姿上蕴含着十分强大的魔力，立刻大喊道：小心！也不得不使用魔具了，对方是中阶法师，本身修为就强大，还不给用魔具根本没办法玩。就这火姿爆裂，10层水域都挡不住，冰系2级冰曼凝结也不可能冻住。轰！一度岩石墙盾挡在面前，火球砸在盾墙之中，顷刻间恐怖的爆炸击溃了岩石盾墙。虽然火焰挡下来了，但是爆炸风没有。可怕的爆炸风掀飞了几10个还在意念控制星子准备释放魔法的学生，飞出10几米远，晕倒了一大片。昭华2人躲在5只白骨亡灵身后，勉强稳住。我的天，
老大在干嘛？怎么连第二系都用出来了？我刚刚看到他好像被什么绑住的样子，应该是绿蚕丝。听说那个叫昭华的是召唤系，次元召唤兽是绿蚕。我没看到他使用召唤系，以为他没有召唤出来，没想到是藏了一手。那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亡灵和除那2个之外的学生。老大自己对付那2个。给点力吧，那个亡灵系的很难搞。昭华站起来，看向站在自己面前不远处，看着自己2人的假黑教廷说道：“使用第二系还用这么大火力，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昭华算是摊牌了，刚刚那颗火字爆裂已经是超过了初阶应该有的力量，是中阶法师强大修为强化了的结果。用第二系还用上中阶的力量，怎么看都超纲了吧？没关系，怎么考试我们的事情，你接着就是了。你摊牌我也摊牌了，老子就是要为难你怎么说？不服打我啊！纪少英第一个不服，歇了一会后再次使用亡灵系1级亡灵生成和2级的肉体改造，不过这一次只能改造一只白骨骷髅变成腐尸。昭华察觉到纪少英的魔能消耗的差不多了，这应该就是最后的一批亡灵了。如果只是靠这几个亡灵和他那个躲在自己上衣口袋悄咪咪控制蚕丝没有一点攻击力的风灵蚕，怎么想都打不赢。没有晕倒的同学拖住另外3个，这个中阶的黑教廷交给我，老师应该快到了，坚持住。昭华及时稳住的说道。昭华用手一扯，把围剿海猴怪的4只腐尸拉了过来。刚刚的时间已经杀了2只海猴怪，现在只剩下最后2只海猴怪，有光系的干扰和另外的白骨骷髅，就算杀不死，牵制应该没问题。11打1，好过分啊！昭华切了一声，有你过分，等我召唤兽到战将级，把你绑起来丢到妖魔部落去。哈哈哈哈，有本事你就试试。不过说实话，他还真的有点怕，毕竟1对1打战将级的召唤兽，他自认为打不过，就算是绿蚕能进化到战将级，那绝对不简单。而且他可没有忘记，刚刚的蚕丝烧不断，扯不断，而且连怎么来的都不知道。昭华的绿蚕会是普通的绿蚕？上，围攻他！昭华说道。第46章黑教廷。嘎嘎嘎，在密林中传来了一阵怪声，一个异中的法师恰好听到声音。祖凯峰，他本来是一般的风系法师，因为前不久遇到了黑教廷和黑触妖，他们风系法师被昭华给借口让他们借故离开，去引开其中一个黑教廷的风系法师。他的风系修为还不错，走得比其他同学要更快一些，率先来到了密林。有声音，是军法师的老师吗？祖凯峰对着密林大声的叫喊道。如果一中教课的老师在这里，铁定会被气得吐血3斤。这里是野外，妖兽横行的地方，而且这里还是风云岭虫族部落的领地边界，也不知道是谁给的勇气，让他有勇气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大喊大叫。果然，听到祖凯峰的叫喊后，声音停止了。祖凯峰也是胆子大，或者说比较铁憨憨，没有动静之后，居然打算静悄悄地走过去。祖凯峰扒开密林的草丛，看到了2个穿着军服的军法师坐在那里，背靠着树木，低着头像是在看什么资料。祖凯峰立刻就好像看到救星一样，冲过去大声说道：“老师救命啊！我们遇到了黑教廷的人，一共有5个，穿着黑袍，带着5个黑触妖，在人工湖那里埋伏我们。同学们拼死抵挡，才让我逃出来向你们求救的。”但是2人像是没有听到一样，无动于衷。老师，都遇到这种事情了，考试应该终止才对啊，快点来救人啊！祖凯峰直接风鬼都使出来，踩断了好几根枯树枝，跑了过来。啊呀！咚！祖凯峰被吓得腿脚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这哪是人，这就是2具被野兽啃食完的尸体，肚子中间被完全的挖空，里面的内脏全部消失不见，肋骨、脊椎等骨头散落一地。救命！祖凯峰向后退，手摸到了刚刚踩到的树枝。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刚刚踩到的根本不是树枝，而是这2位军法师的骨头。一股骚味从胯下传来。咚！祖凯峰撞到了什么？抬头看上去，一个穿着城市猎妖队队服的漂亮女子站在他的身后。祖凯峰刚好撞到白皙的腿上。救我！有妖魔！祖凯峰结巴地说道。女子蹲下来，笑着说道：“我想问你，你刚刚说黑教廷是怎么回事？”救我！救命！祖凯峰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抓住美女的腿。穿着城市猎妖队队服的美女露出厌恶的表情，一脚把祖凯峰踢开后说道：“把他的手脚拧断，别让他死了。我再问他，看他会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啪啪，2只猴面畸形，人类身躯，身上散发着腐尸一样恶臭，无比丑陋的妖魔抓住了祖凯峰的双手，用力的往后一掰，2只手被折断。啊！祖凯峰痛苦的叫喊着。这时候他才回想起来，课堂上老师教过分辨黑触妖的知识点，眼前这2只比海边的4只更像黑触妖啊！片刻后，呵呵，原来如此，军方这一次不用妖魔，反而冒充黑教廷来了，有趣。
我说怎么突然间多了几个学生到处乱跑？黑教廷来了，那就让他来吧，嘿嘿嘿。呼，身穿队服的美女把城市猎妖队队服脱下来，只剩下一身内衣。这队服只是让她更方便进出安全区而已。现在她可以换回真正的身份。那两只黑触妖分吃完祖凯峰的尸体后，跟随在他身后，而且还有一些黑触妖陆陆续续的从密林中走出。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黑触妖刚刚都包餐了一顿，嘴角还有番茄酱。密密麻麻的，一共有10只黑触妖跟随身后，而且有2只黑触妖比普通的黑触妖更加的强壮高大。要说黑触妖是瘦猴子的外形，那么这2只就是肌肉壮汉。诅咒触妖，黑触妖拥有奴仆妖魔的实力，诅咒触妖则是对应战将级。一只战将级的妖魔在几年前就屠杀了一中一个班的所有学生，这里有2只，而且还有8只奴仆实力的黑触妖，这已经是一次绝命的危机。一身黑色衣袍裹在身上，兜帽挡住了容貌。他看准了一个方向后，绿色的光芒覆盖身体，风轨发动，健步如飞的穿梭密林。昭华，天道好轮回啊！没想到你也有落入我手中的一天，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松的。另一边，一般的人已经七零八落了，大部分人都已经被黑教廷的人用近身肉搏给 KO 了。昭华这一边也快认输了，因为纪少英没有魔能了，只剩下自己。亡灵系最大的问题就是魔能的持续问题。亡灵系生成的亡灵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像在公墓诞生的亡灵，那些是通过死气而诞生，属于妖魔的一种，可以自己吸收死气。亡灵系的亡灵就是靠亡灵法师一开始赋予的魔能在活动，魔能消耗完了就完了。当然也可以到亡灵空间补充魔能，但是这一次纪少英并没有留下这些亡灵，自己连打开亡灵空间的魔能都没有了。嘿，好小子，体术也会啊！这一次的考试算是完全的超出了本来的限制。火暗双系的这位中阶法师的衣袍已经被撕破，露出了里面的军大衣，其他学生也都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合格是合格了，现在属于加试阶段。昭华的次元召唤兽虽然没有战斗力，但是他自己是会一点体术，再和中阶法师近身肉搏。昭华满头大汗的说道：“倒也还好，以前父亲教导过一些，说以后要是在野外魔能耗尽了，说不定体术能救你一命，就逼着让我学了一点。”呼啪！中阶的军法师抓住破绽，一个过肩摔把昭华摔倒，笑着说道：“你们都不错，我负责的考核你们都给分。至于你小子和亡灵系的小妞，你们2个除了满分外，还可以拿到额外加分。”昭华干脆躺在地上不动了。本来这就是最后一段路，走过密林就回到从城了。很明显，这最后一段路的目的就是被军官埋伏，测试学生反应和战斗力的。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分数也拿到了，等人抬回去算了。老大，抽风机那家伙去追那些风系学生的也好了。其中一个军法师说道。哦，我以为他会比我们要慢一点呢。中阶法师站起来说道。是快了一点，你看他回来了。顺着目光看去，能看到一个穿着黑袍的人顺着风轨直勾勾的往这边冲来，而且速度还挺快，带起来一片沙尘，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那不是抽风机，小心！可惜还是慢了一点。2只黑触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身后钻出，利爪如刀刃，手起刀落，对准其中水系的军法师脖子就是一刀。第47章置之死地而后生。你不用跑这么快，老大说了，学生们都有份。咦，羞羞！2道黑影瞬间窜出，2只像丑陋瘦猴子的生物挥舞着利爪，浑身散发着恶臭，哪怕是军法师都没有反应过来。咚！但是2道利爪并没有收获人头，被一面冰蓝色的盾牌给抵挡住了攻击。盾牌表面布满了冰霜，一个巨大的蝎子花纹遍布整个盾牌。嗡的一声，一道冰环扩散，2只黑触妖的利爪瞬间变成冰棍，而且冰环还具有冲击力，把黑触妖击退。这是纪少英的冰蝎盾。最先反应过来的不是离得远的昭华，也不是修为最高的中阶法师殷康成，而是亡灵系的纪少英。因为他本身就和黑暗生物打交道，他离得很远就感觉到了有黑暗生物靠近，而且数量很多，于是留了一个心眼。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心的举动，拯救了一个人命，把对方的偷袭打破。明成，回来！火暗双系的中阶法师殷康成利用暗影系穿过人群，来到最前列，把还有点猛的水系法师明成拉往身后。老大，这是……其余2名军法师也立刻赶到殷康成的旁边，很明显他们也发现了事情不对。殷康成目光盯着身穿黑袍戴着兜帽的黑衣人，凝重地说道：“真的黑教廷，而且还是黑衣教士。黑教廷同样分等级，穿着灰色衣袍的灰衣教徒是最底层的，一般是初阶法师，控制着1到2个黑触妖，灰衣教徒都听命于黑衣教士。黑衣教士就对应中阶法师，一般控制5到10只黑触妖，甚至一些强大黑衣教士还会有比黑触妖更强大的诅咒触妖。黑教廷大家都知道是邪教，做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依然会有法师愿意加入，
正是因为这些如同召唤系、亡灵系的召唤生物一样的黑触妖，加入黑教廷就意味着多了一个召唤系，有听话的召唤生物供你使用，这等于是天生双系，是无比强大的优势。很多不得志的法师会经不住诱惑沉沦其中。听说你们在冒充我教的教室，不过也冒充的太差了吧？几只海猴怪和一个还没能使用中阶魔法的半吊子，我教的教室岂有你这等弱小？黑教廷的黑衣教士嘲讽地说道。黑衣教士就是中阶的法师，而且那些黑触妖可不是海猴怪这种弱小的奴仆妖魔，黑触妖的战力在奴仆妖魔中也属于中上水平。而且最棘手的是那2只高2米的怪物，虽然这些军法师都没有见过诅咒触妖，但是都能猜到那2只就是拥有战将实力的诅咒触妖。这才是最麻烦的，他们全部人一起上都不一定能打败一只诅咒触妖，何况2只加一个中阶法师。哎，怎么了？怎么又来一个考试啊？我们都快累死了。老师，你让我们不及格好了，我实在站不起来了。就是啊，老师，放过我们吧。有一些还不明就里的学生看到了穿着同样黑袍衣服的黑教廷，以为是还有考核，开始埋怨起来。黑衣教士听后不禁有些好笑，哈哈，果然如教廷所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救了，人类已经腐败，现在的人类只会贪图享乐，躲在安界中被圈养的舒舒服服。人类迟早有一天会被妖魔消灭，只有跟随教廷的脚步，才能去往新世界，得到真正的幸福。黑衣教士双手对天，像是要拥抱神明一样。哎，难道这次是真的黑教廷？不会吧，应该是假的吧？应该是为了营造气氛，看起更真而已。一定是。人在绝望中大脑会欺骗自己，就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会让自己相信幸福的场景，远离绝望。全部人听着，往湖里面跑，人工湖只有1000米宽，游过去对岸。中阶法师的殷康成大声地说道，声音中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气势，这种气势把死亡的压力传给了所有人。一中的学生再傻也听得出这一次真不是开玩笑的。而且那些黑触妖和诅咒触妖比刚刚的海猴怪震撼太多，课堂上的记忆也回忆了出来，如同走马灯。真的，快跑啊！跑！向后跑和往旁边跑都是风云岭，不安全。要突破黑触妖往前走到从城是不可能，唯一能跑的只有走水路，他们只能祈求这些黑触妖不会游泳。跑！我有说过你们可以离开了吗？杀了他们，一个不留！黑衣教士手一挥，所有黑触妖一拥而上，2只诅咒触妖跟在后面，前面的黑触妖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炮灰。撕拉一声，一本书一样的东西被殷康成撕开，殷康成的身体出现了黑色的光辉，黑暗力量磅礴涌现。星图之书，中阶魔法，聚引定禁锢，一道道暗色的星轨相互交织，一个黑色的图画用7条星轨组合而成，49粒星子发出暗光，浓烈的黑暗力量涌现，一枚又一枚黑色的钉子生成，这些钉子就好像有生命的一样，把黑触妖的影子定住，连同身体也被禁锢。就连战将级的诅咒触妖都被囚禁，不一样的是诅咒触妖能够挣扎，看上去并不能定住很久。借用星图之书释放中阶魔法，哼，这种中阶魔法威力有限，我看你怎么阻挡。黑衣教士话还没说完，他猛地看向昭华，所有人都往人工湖跑，就只有他是相反的，往风云岭的树林奔跑。昭华对着林墨大声说道，把季韶音带走。不是昭华有多勇敢，或者要舍生取义，而是他发现这个黑教廷的人目标居然是自己。虽然这个黑衣教士被兜帽挡住了面容，但是昭华敏锐地发现，黑衣教士出现后第一时间是在到处看，像是观察实际在找人。而且虽然只有很短一瞬间，但是昭华感受到了这个黑衣教士看到自己的瞬间，目光停留了片刻。就是这么一瞬间的停留，昭华心中一震，对方的目标是自己。当他和同学们往相反方向奔跑的时候，黑教廷的黑衣教士立刻就发现了自己，有点出乎意料的猛转头，连话都没说完整，可想而知视线就没在自己身上离开过。就是这个举动，昭华肯定了自己是目标。虽然昭华不自己到底得罪了黑教廷什么，要派一个中阶法师带着2只战将级的诅咒触妖来猎杀自己，但是他只能跑，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没有技巧可言，完全没有胜算。不是他不想和同学们一起，而是如果他和大部队一起走，那么他要面对的就是2个战将级的妖魔和一个中阶法师，这样更加没得跑。黑衣教士停顿了片刻后，身上出现了黄色的光芒，是光系魔法。光系魔法1级魔法净化，连续使用了2次，把净化往2只诅咒触妖的影子上丢，不一会就把聚影定破解。魔法相生相克，暗影系的确很强，但是光系却是他的克星，初阶魔法就可以破解中阶魔法。虽然可以再用几次净化破解所有禁锢，但是他不想再花时间。你们2个去追那些学生，除了大人要的人之外，其余都可以杀。话音刚落，
一道风轨延展向风云岭昭华逃跑的方向，他必须要亲自去追。昭华是教廷下的命令，如果出现差错，那么他就是一下个诅咒触妖。第48章绝命逃亡。昭华趁着殷康城使用出暗影系的中阶魔法定住黑触妖和诅咒触妖，吸引了黑衣教士注意力的时候，猛地一头钻进树林之中。在空旷的地方，他是没可能逃得过一个风系中阶法师的追杀，但是在树林中就不同了，在树林中他可以发挥出全部实力。昭华感觉到后面有罡风，意识到了是那个黑蛟庭的黑衣教士追来。此时昭华多么希望自己的推理是错的，只是自己长得帅，被人多看几眼而已。哎，可怜小娃子了。我是风系中阶，凭你一个初阶召唤系的法师，没可能逃得掉。身后传来了黑衣教士的声音，声音如在耳边，证明距离已经很近了。昭华没有用2只脚在跑，他利用风蚕丝拉住树木，有点像蜘蛛侠的感觉。但是就算这样急速的移动，依然跑不过中阶的风系法师。风系初阶3级，风轨飘影在风轨中不但可以做到急速转弯，而且还能控制速度，可以像1级风轨疾行，匀速的高速前行，也可以像闪步那样突然爆发，如同闪电一样高速拐弯。就是因为这个特性，导致树林的树木无法造成障碍。昭华不禁有点绝望，军队因为野外实训课程把周围的妖魔都清理了，而且这一次比几年前的时候严厉了很多，没有放过任何一只妖魔，这样反而让昭华没有办法祸水东引。他现在只有进入真正的妖魔之地，虫族部落的领地，才能有机会逃出升天，置之死地而后生。钢岩墙盾，昭华感觉到后面的风越来越近了，使用魔具生成了一面岩石盾挡住去路。可笑！黑衣教士的声音传来，他最可惜的就是自己的2个系是光系和风系，除非使用风系中阶的风盘龙卷，不然他没有攻击手段。如果光系换成雷系的话，他直接就能把钢岩墙盾打破。风系胜在速度和灵活，黑衣教士的风轨绕过钢岩墙盾，以一个 Z 字形避开。哼，雕虫小技！黑衣教士话还没说完，绕过钢岩墙盾后，迎面是一张大网。昭华根本就没想过用钢岩墙盾就能挡住一个中阶法师，他的希望是耐性超强的风蚕丝编织的网。定！可惜的是黑蛟庭的这个黑衣教士不是鲁莽之人，没有选择直接撞过去，而是紧急制动，以1厘米的距离停在了风蚕丝网前面。黑衣教士看着这个网说道：“这不是绿蚕的蚕丝，这些看似蚕丝的东西有风元素在流动，而且风元素的质量不比中阶风系魔法弱。”黑衣教士立刻加紧追击，他发现昭华身上有大秘密。难怪你可以这么强，看来你的次元召唤兽不简单，教廷只是要你消失。如果我把你抓起来，你猜猜你能撑过多少天的折磨？哈哈哈哈！中阶和初阶差距太大，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就算暂时延缓，也能快速追上。没多久，昭华就走出树林，他现在需要再一次攀爬这个陡峭的山岭，而他的逃生希望就在半山腰处。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叫做流仙岩洞的洞口，林默曾经有一次脱口而出说道：“网上流传流仙岩洞里面居住着一个大妖魔，就连军队都不敢去打扰。”流仙岩洞就在半山腰下的位置，距离比较近。按照现在的追逐速度，昭华没可能穿过云层去到风云岭的虫族部落领地，更加不可能到达从城的军事基地。他相信军法师应该收到了黑教廷袭击的消息，会派出救援拯救自己。而且他离开的时候和纪韶英、林默说过，自己会去流仙岩洞，如果派出救援，第一时间去哪里救自己。流仙岩洞的位置很凑巧的就在第1处记录点的附近，第1张地图有标记流仙岩洞的位置，写着禁止进入，就是怕学生不小心认错记录点跑进流仙岩洞。他看了一眼地图，就记住了所有的地形地势，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插曲，成为了可以拯救自己生命的关键点。昭华利用风蚕丝拉扯山岭峭壁突出的石子和枯树，徒手抓住凸起的岩石，开始徒手攀岩，如灵猴一样往上跳。黑衣教士仅仅是落后了几秒时间，他抬头看着如同猴子一样的昭华往上跳，冷笑道：“哼，想逃进妖魔领地，只要你的大脑还在就行，断点手手脚脚应该没有问题的。”风盘龙卷，绿色的光芒绽放。和殷康城不同，黑衣教士不需要使用外物，他可以独自施展中阶魔法。狂风碧绿，一幅绿色的图案出现，一个巨型的绿色龙卷风生成。龙卷风高10数米，直径宽1米多，真的可以摧毁停车场。龙卷风直冲昭华，龙卷风卷起周围的空气，把周围的一切全部往中心吸引。哪怕这个黑衣教士使用中阶魔法消耗了10多秒，但是昭华依然无法逃离龙卷风的吸引力，龙卷风还不断的靠近自己，这是必杀之局。中阶魔法他根本没办法抵挡，连面对的力量都没有。吸！风灵蚕仿佛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从口袋中探出头来，看到如此庞大的龙卷风袭来，吓得一哆嗦。放心，我现在就用次元回归把你送回去召唤位面，我相信风灵姐会有办法让你活下去的，不至于被生死期拖累。
朝华温柔地抚摸着风铃残，他不急，因为他可以一念心鬼，把风铃残送回去召唤位面，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他也只有现在能多看风铃残几眼了。风盘龙卷或许要不了他的命，但是估计身体会变得像破布一样，风盘内部如同一台绞肉机，那些绿色的罡风会把卷入的东西搅碎，然后升到半空再掉落，造成2重伤害，在中阶1级魔法中是少有的群体伤害魔法。吸吸，风铃残突然像是鼓起勇气一样，在口袋中站立了身子，抬起了头颅，看着已经快到身前的绿色龙卷风。吸，突然一个深呼吸，如精吸牛饮，风铃残居然在吸食风盘的罡风。朝华十分惊讶，因为他感觉到风的确是变小了。你可以吞噬罡风。吸，风铃残的腹部像是怀孕一样胀大了许多，吸力开始变小。看来风铃残现阶段的吞噬能力只是刚刚好可以把一个1级风鬼的风力吸收，再多就不行了。但是风铃残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风盘吃下去，只见他呼出大量的风蚕丝，这些风蚕丝裹在朝华的身上，如同披上了一件风神羽翼一样，本来刮得生疼的罡风现在变得温柔了起来，这些罡风的属性被改变了。第49章黑教廷的命令。风的性质改变了，朝华能清楚地感觉到，并不是风盘龙卷产生的罡风被身上缠绕的风蚕丝编织的风神羽翼抵挡住，而是靠近的罡风被改变了，从刚烈锋利变成了温柔恬静。按理说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朝华学习多厉害，他这时候都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没时间想了，要赶紧跑。风蚕丝编织的风神羽翼不是无敌的，风盘龙卷每靠近1分，朝华就感觉到这种变化弱了1分。没办法，本来这一招需要风铃残突破到幼儿期才能施展的技能之一，现在风铃残明显是强行把力量全部施展了出来，一次性吐了很多的风蚕丝。吸，风铃残整只虫都塌下来，无力地趴在朝华的上衣口袋里面，精神不振的样子。看来强行使用对风铃残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朝华身上别说残破了，连食物什么的都没有，不能补充能量，只能用输送召唤系魔能。呼，朝华看准了方向，双脚起跳，双手牢牢地抓住了凸起的一块岩石，摆脱了风盘龙卷的吸引力。风盘龙卷的弱点就是它的移动速度是很慢的。风盘龙卷是巨怪的技能，把周围的一切都往中间吸，只要能摆脱这强大的吸力，那么风盘很难命中目标。朝华现在徒手攀岩的压力更加大，因为风铃残已经消耗了自身的所有魔能，进入了疲劳状态，不能再使用风蚕丝帮助他。现在的朝华是真的在徒手攀岩，只要一个失误，那么他就要面临摔死的危险。风铃残能够留在这里的时间是消耗朝华的召唤系魔能，使用技能则是消耗自身的魔能。风铃残十分弱小，现在还是胚胎7成型，所以让他留在现实的消耗十分小。他怎么跑出风盘龙卷的吸引范围？不可能，他一个初阶法师怎么可能跑掉？黑衣教士被风盘卷起的沙尘碎石遮挡住了视线，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朝华的身影。等到攀爬到一定高度，完全超出了风盘龙卷的时候才看到。这时候朝华已经跑了有一会儿了。哼，有个好父亲就是好啊，既然还有这等保命模具。黑衣教士很明显是把朝华可以摆脱风盘龙卷的功劳归功于他的中阶法师老爸。黑衣教士现在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因为魔法放出去后可不像游戏那样自己不会伤害自己，如果他自己往风盘龙卷里面走一样会受伤，所以只能绕路。选定了一条不受影响的道路后，黑衣教士发动了3级风轨，几个闪烁拼命追赶。虽然黑衣教士的速度更快，但是因为朝华走了有一会，再加上他是绕路的，一时半会居然还追不上。朝华现在也是庆幸自己有被招狼训练过，自己也有锻炼身体的习惯，不然就算是觉醒后身体素质会有上升，也很难做到徒手攀岩，而且还要在这样惊心动魄的瞬间。流仙岩洞就是风云岭中的一个普通的山洞，不同的是这个山洞它有一段传说，传说中从城曾经诞生过一位极其强大的法师，修为通天彻地，被人称为流仙。后来这位流仙兽请正中的地方就是这个流仙岩洞。曾经有很多传说都说这里留下这位大仙的古老传承，强大宝物，很多猎人趋之若鹜，但是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山洞，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风云岭常见的妖魔在此地筑巢。朝华其实也是没办法才赌一把，希望这里真的有什么妖魔鬼怪在，而且还要可以战胜得了中阶风系法师的大妖，妖魔还不先攻击自己那种，不然他也要死。爬，朝华几经辛苦，终于赶在黑衣教士之前赶到了流仙岩洞。放眼望去，岩洞周围的石壁十分的湿润，地面有点泥泞，头顶的岩石还有水滴落下，岩洞十分的暗黑。也来不及让他思考，他现在只有往前跑。朝华已经感受到了身后的危险，朝华还没有跑几步，身后就传来了黑衣教士的声音：流仙岩洞。哈哈哈哈，你相信那些传说？呼！朝华身后一阵强风吹来，一颗人头大的岩石顺着风轨锁定了奔跑的朝华。咚！
岩石命中昭华的后背，像是被小车猛地撞到一样被撞飞。可一口鲜血从昭华的嘴中喷出，他整个人往前滑了10几米。因为地上湿滑的原因，没有擦伤太多，不过后背已经有点血肉模糊的感觉，火辣辣的疼痛。嗨嗨，内脏都有点移位了。昭华艰难地站起来，拖着重伤的身体继续往前走。嗡，身后光芒四射，黑衣教士还是一个光系法师，在这种阴暗的山洞容易出事情，所以他把整个山洞都照亮，以防万一。现在是真的完全没有逃生的可能了。咻咻，又是2发顺着风轨飞来的岩石，这一次风轨对准了昭华的双脚，在山洞中都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昭华靠在岩壁上，大口大口的呼吸，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双腿，小腿骨完全断掉，向着奇怪的方向折，后背靠着岩石壁勉强压住止住了血，但是肋骨断了几根，压迫到了肺部，呼吸感觉有点困难，大脑在缺氧的情况下，疼痛开始减弱。这是坏消息，再这样拖下去，自己不是流血休克致死，就是脑缺氧脑死亡。风灵残像是感应到了昭华命悬一线，从口袋爬出来，不断的磨蹭昭华的手指。这都没死，不过也好。昭华看着周身散发光芒的黑衣教士，露出了解托一般的笑容说道：我跟你也没有这么大仇吧，有必要冒这么大风险来杀我吗？昭华的声音已经很小，但是在这种幽暗的山洞，声音还是能听到，而且因为光系魔法的缘故，昭华已经能看到黑衣教士的脸。黑衣教士也没有继续掩饰，把头上的兜帽摘下来，面对一个都已经剩下1/10条命的人，没必要。我其实还要多谢你，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被教廷相中，得到进阶中阶法师的机会。温宇，城市猎妖队的光系法师，当初想谋害季韶英得到小队长的位置，只是昭华没想到1年的时间，他竟然到达了中阶，而且已经能释放中阶魔法了。温宇进阶中阶后，他就完全舍弃了他的光系，全力修炼第2系风系，用了1年时间让他修为大增，而且他也从灰衣教徒变成了黑衣教士。虽然他和昭华、季韶英有摩擦，但是那也不足以让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风云岭伏击100多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没有这么深，这其中必定还有隐情。虽然我不觉得你能活着，告诉你为什么要死，但是可惜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教廷要下死命令必须要你性命。温宇走到昭华身前，居高临下的看着。第50章山岭之蛛。昭华心中一震，这个时候温宇没有必要欺骗自己，自己都已经是将死之人，这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洞而已。昭华靠着的岩石壁就是山洞的尽头了，网上的传说果然是坑爹的。温宇低头不屑地看着昭华，他不知道为什么黑蛟庭会命令他杀了昭华，而且还要是在他外出野外实训课程的时候，但是只要是黑蛟庭的命令，那就足够了。他苦苦挣扎在光系出阶，他想成为人上人，他拥有野心，不想再过那种依靠出卖自己的美色的日子，但是偏偏光系前期的弱势让他一直无法得到想要的。还好，在1年前的时候，昭华和季韶英解决了地火虫那天晚上，黑教廷的一位黑衣教士找到他，给了他一份宇宙尘埃，让他突破了中阶，并且成功的觉醒了第2系。从那刻起，他就发誓要为黑教廷效力。这只绿蚕就是你的次元召唤兽？温宇低头看到了在磨蹭昭华的风灵蚕，冷笑道。他也没见过风灵蚕的样子，昭华的战斗也只有的火虫那次他见到而已，其他时候都是各做各的事情。温宇没有起疑心，帮助昭华逃出风盘龙卷的他，怎么都不会想到就是这只不起眼的小虫子。交出来吧，这样我可以让你死得舒服一点。温宇问道。昭华反而疑惑了，他身上1毛钱都没有，要他教什么？难道是魔具钢岩强盾？但是钢岩强盾他不就挂在自己脖子上吗？如果不是钢岩强盾，那温宇要的是什么？昭华没有露出一丝疑惑的表情，反而问道：教？我能有什么是你要的？我只是一个初阶的法师。温宇反而冷笑了，说道：没有你父亲给你的强大魔具，凭你怎么有可能逃得出风盘龙卷的吸力？把魔具交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舒服，不然杀了你之后再慢慢找也是可以的。温宇一把手抓住昭华的脸，笑着道：你长得还是挺帅气的，要是把你练成黑触妖，不知道黑触妖丑陋的外表会不会好看一点。昭华算是明白了，温宇以为自己能逃出风盘是因为自己老爸给了什么牛哄哄的魔具，说白了就是怕这件不知名的魔具以及害怕招狼。哼，你杀了我，难道不怕我爹来杀你？你只是刚突破的中阶法师，我爹早已经重阶满修，还是雷火双系，他要杀你，你死定的。昭华冷冷地威胁道。动！可温宇一脚踩在昭华的胸口上，喷出来的鲜血染红了温宇的脚踝，他的确是有点怕招狼。你不用唬我，你今天死在这里，没人知道是我做的。哈哈！昭华突然大笑地说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你，你的声音我和季韶英都知道，虽然隔了1年，
而且你也故意变声了，但还是被我认出了。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跟纪韶音和林默说了，如果我死了，他们有幸活着，就跟我爹说，杀我者诚是猎妖对温雨。嘿嘿嘿，不管当时我有没有认错，让我有个垫背的也不错。要说从城有谁得罪了我，也就你温雨了，拉垫背够了。没想到真的猜中了。这一次温雨慌了，他本来以为有2只诅咒处妖加8只黑处妖，再加上自己的风系中阶，怎么都够把那些学生全部杀死，杀人灭口。没想到昭华居然把他引开了，而且那些军法师中有一个拥有星图之书的暗影系法师，把自己的8只黑处妖封住，让他只能命令诅咒处妖去追杀。2只战将级诅咒处妖的确强，但是他们不会妖技，只能靠力量一个个杀，难免有漏网之鱼。万一真的有漏网之鱼，没把他们全部杀死，那么自己很可能面临招狼的追杀。他这一刻有点动摇，要不要把昭华的性命留下来，囚禁住他，以此来威胁招狼。分心的温雨没有留意到，昭华用招狼来唬他的时候，眼睛有一瞬间往上看了一眼，并且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嘶嘶嘶！突然，从岩洞的上方，一束白色的蜘蛛丝从温雨的后上方射来，这是一个死角位置。风鬼畸形！温雨察觉到了有什么的时候，立刻发动了风鬼，并且身体往一边滚动。不得不佩服中阶法师就是中阶法师，不管是反应还是感知，都比初阶法师强太多了。但是就算如此，蜘蛛网还是粘住了温雨的手臂。山岭蜘蛛，这是一种栖息在山林的巨大蜘蛛，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以偷袭猎物为捕猎手段，最喜欢吃妖魔的蛋。这个山洞的确没有任何东西，传说都是骗人的。但是当昭华被岩石打飞到山洞底的时候，温雨的光系魔法照亮了山洞，让昭华明白了为什么军方会把这里在地图上标记禁止进入。因为山洞的顶部穿了一个大窟窿，这个窟窿往上穿，很可能连接着风云岭的上方某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必定就是妖魔的领地。温雨使用了光系魔法照亮了整个岩石壁，他的脑壳顶并没有长眼睛，所以没有看到这个大洞，反而昭华看到了，所以昭华才会跟他说这么多，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妖魔对魔法都是十分敏感的，因为妖魔知道魔法就代表法师，就代表威胁自己生命的东西，所以对魔能和魔法的气息都很敏锐。温雨是中阶法师，本身的魔法气息已经很浓郁，再加上他施展了光系魔法，这就是一个信号，吸引妖魔的信号。昭华相信只要能拖时间，必定会有妖魔从窟窿中爬下来。果然和昭华想的一样，有10几只山岭蜘蛛从上方的洞窟爬下来。恐怕这里这么湿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山岭蜘蛛喜欢这样的环境吧。估计上方是一个山岭蜘蛛巢穴。但是如果你说昭华能活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不说他现在身受重伤，已经是濒死的状态，就算他毫发无损，也逃不出去。这些源源不断从上方爬下来的山岭蜘蛛，已经有2只往他这边走来。1米高的山岭蜘蛛，黑色的体色和8只红色的眼睛看着昭华，那些蜘蛛腿就好比长矛一样尖锐，一击就能刺穿人类的身体。昭华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自己活下去，而是让自己有机会释放魔法，把风灵蚕送走。一念心轨，召唤系初阶2级魔法，次元回归发动，一个次元空间通道出现。昭华双手捧起风灵蚕，把它放在空间通道口，亲手送他离开，就是他作为狱主最后的使命了。嘻嘻嘻，风灵蚕也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就连昭华这种伤势，用手捂住他也逃脱不了，只能在双手里面鸣叫。风灵蚕是拥有极高的智慧，虽然他还处于胚胎期，但是他可以听得懂昭华的命令，自然也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这是生离死别。乖，别动，你回去后帮我跟风灵姐说一声抱歉，辜负她的期待了，还要给她麻烦了，她应该有办法让你免受生死期的影响的。昭华微弱地说道。嘻嘻嘻，昭华交代完后，双手捂住风灵蚕，伸进空间通道之中，放开后空间通道开始收缩。虽然风灵蚕在挣扎，但是一旦进入了次元回归的通道，就等于结束了次元召唤，是没办法来到这个世界，毕竟2个位面有空间戈壁阻挡。此时其中一只山岭蜘蛛已经来到面前，高高举起的蜘蛛腿对住昭华的身体。昭华看到风灵蚕已经进入空间通道，安下心，已经闭上了双眼。刺穿！巨大的蜘蛛一矛刺穿了昭华的腹部，鲜血从伤口流淌，一下子就变成了血泊。谢！第51章风之精灵。轰隆！从城猎者联盟大楼，一道雷光从大楼内破轰出，把猎者联盟大楼射穿了一个巨大的骷髅。高温的雷电把钢筋都化成铁水。一个戴着耳环、纹了骷髅纹身的男子躺在猎者联盟大楼轰破的窟窿旁边，本来长得痞帅的样貌被火焰烧焦的半边，下半身已经完全消失。刚刚打穿大楼的攻击就是把他的下半身打掉，大楼只是被无辜的波及。呵呵呵，没想到从城这种郊外之地居然有你这样的角色存在，呵呵，只能怪我命不好。
如果被人看到这个已经死定的男子，必定惊讶无比，因为这张脸就算已经被烧焦了一半，但是也能够被大众认出，他经常出现在从城的电视台上。城市猎妖队的大队长董光，双系中阶的超强法师，手握从城市安全大权的男人，现在被人用魔法打死，还要是在从城的猎人联盟大楼之中被袭击，这毫无疑问是在挑战从城，挑战猎者联盟。但是整个从城猎者联盟都商量好的一样，没有一个人前来支援，甚至楼下已经被警察拉了封锁条，禁止普通人进入。这是一场猎杀，猎杀这位从城位高权重的城市猎妖队大队长的一个局。嘎嘎，一个男人踩着玻璃碎走过来，这雷电和烈火都是他的杰作。招郎看着董光，这个伤势死定了，现在还没断气，全因为他是法师，还能吊着一口气。整个从城雷火双系的中阶法师就只有招郎，而且也只有这位被称为从城雷火天狼的男子才拥有如此恐怖的破坏力，2招秒杀了董光。我也没有想到从城的猎者联盟居然被黑教廷渗入了。招郎冷漠地看着，对于这种人的死亡他毫不在意。董光吊着一口气说道，猎者联盟又没有誓言术，我们教廷进来帮忙人类猎妖有什么问题？招郎自然不会和他扯这些法律漏洞什么的，直接2个魔法招呼，不死算我输好吧。而且发现他是黑教廷也不是他，是妖都的审判会，他是接到妖都审判会的请求来诛杀董光的，能够杀死可能拥有数只战将级战力的诅咒触妖的中阶法师董光的法师，在从城之中屈指可数。而招郎就是最不会让黑教廷察觉的一个人，因为招郎不属于任何势力，所以妖都审判会才会以任务的形式委托招郎。呼，招郎手中一个火球出现，把这种人的骨灰扬了都不用3天，现在就给他扬了。已经死到临头的董光反而大笑起来说道，哈哈哈，天有眼，真是天有眼，没想到是死在你招郎手上，不过我也算是帮自己报仇了，嘿嘿嘿。招郎眉头紧皱，他突然有一丝不安，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感觉到心悸。嘿嘿嘿，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我应该拥有的2只诅咒触妖去了哪里？嘿嘿嘿，现在告诉你也无妨，过了这么久，大概尸骨已经被诅咒触妖吃光了吧？董光大笑，双眼满是嘲讽。啪！招郎抓住董光，沉声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哈哈，你猜猜你儿子能不能在一个中阶法师和2只诅咒触妖的手中存活？我赌他被分食殆尽。哈哈哈，迟了。呼！招郎拿出一个模具，一头天鹰从模具中出现，这是储存驯兽的模具，和亡灵器皿类似，不同的是一个用来装精魄，一个装驯兽。天鹰是我国军用的一种驯服程度最高的飞行妖魔。招郎骑上天鹰，笔直的往风云岭的方向飞去。他现在恨自己为什么不是风系或者空间系，这速度实在太慢了。流仙岩洞之中，整个岩洞都已经被黑色的山岭蜘蛛占满，温雨被包围在中间。不过现在的他也没有多好，右手断了，是他自己扯断的，为了躲避山岭蜘蛛的攻击。可恶的小子，你以为这些奴仆妖魔能够要我性命吗？想要我陪葬？中阶风系魔法风盘龙卷，温雨身上爆发出强烈的绿芒，49枚星子爆发出强烈的风系魔能，组成一幅星图，风盘龙卷从星图之中生成。强大的风盘横扫所有山岭蜘蛛，并且风盘覆盖到昭华的位置。他自然是看到昭华同样被山岭蜘蛛包围，而且他生成风盘龙卷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一只山岭蜘蛛举起蜘蛛腿，如同战矛一般，一矛刺穿了他的身体，加上一开始受的那种伤势，必死无疑。但是因为自己是黑教廷的成员，知道黑教廷对任务失败的人是什么处罚，他害怕有一个万一，所以他使用风盘龙卷。温雨要亲眼看到昭华4分5裂才罢休。呵呵，天之骄子，再见了。温雨身边的山岭蜘蛛也已经被杀死，只要看见昭华的尸体4分5裂，他就立刻离开从城，找个地方躲起来。谢叫声，这是一声从另一个位面中传来的叫声，声音里面包含了很多，有悲伤，有不甘，有渴望，有求救，但是其中最多的是后悔。浓浓的后悔之意在这一声叫声之中。风灵残他本身可以改变这一切，他有这个能力，他一直都有，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一直在逃避，甚至逃避了1000年之久。直到不久之前，他才从沉睡中苏醒，并且跟随着来到了这个世界。他感受了很多很多，除了快乐就快乐。在自己遇到大群亡灵包围的时候，有一个人保护了他，但是现在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人死在自己面前。无穷无尽的后悔之意化作世间最锋利的剑，挥舞着利剑展开了束缚自己的茧，劈开了2个位面的阻隔，掌控位面之风的精灵破茧而出。位面通道被锐利之风切断，在通道之中本来有一只绿色的小蚕，现在这只小蚕从中间分开，一只仅有半只巴掌的精灵从里面出来。这只精灵人形，4肢5指，一头到脚踝的碧绿色的头发散发着绿光，原来看上去绿色的蚕虫是这一头秀发的光芒映照之下才是绿色的，
精灵从茧中出来后，残体露出了本来的白色，白色的残体散开，化作蚕丝，如同巧夺天工的织女在编织衣服。蚕丝化作一条白色衣裙穿在身上，柔和温暖的翠绿色眼眸充满泪水，委屈后悔地看着倒在血泊的朝华。虽然他现在仅有半只巴掌大小，而且力量仅仅只有奴仆妖魔的程度，但是当他成长起来，当他长大成人后，他将是让万峰臣服的女皇，是站立在位面之巅的精灵女皇。第52章起风了。那是什么？朝狼骑着天鹰火速地赶去风云岭的时候，看向风云岭，突然感应到了一丝十分微妙的感觉。他感觉到空间在扭曲，仿佛有一束看不见的能量冲天起，从另一个位面涌来的感觉。而且这个气息让他有点熟悉，是那只变异的绿蚕的气息，流仙岩洞的方向。现在的情况也容不得朝狼多想，既然那只绿蚕在流仙岩洞的方向，那么很大可能朝华也在哪里。他可不认为自己儿子这么容易死去。卓园北角是一片戈壁荒原，黄土漫天的地方，这里是国内有名的火焰圣地，漫天黄沙加上这里的火元素充足，造成了高温酷热的现象。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处万物死寂的地方，在北角的一处生长了一棵星雨天树，在树上挂满了星辰，在漫天的星辰守护中生长着一颗火红色果实。这时一道清风拂柳，吹过星雨天树，拂过火红果实，晚风吹起了岩肌并肩的红发。铃铃铃，火红果实发出铃铃的声音，果实内开始忽明忽暗，像是呼吸一般。随着火红果实的呼吸，整个卓园北角的火元素开始活跃，一种被人类称为火劫的现象出现，活跃的火焰开始洗劫整个北角。那些本能反应感受到了危险的自然本能反击，那是在排除危险。一个浑身冒火的人形守护者抬头看着忽明忽暗的果实，心中疑惑，按道理火劫果实的成熟还有一段时间，现在怎么提前成熟？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吗？亚马逊妖国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平原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同时也是世界知名的禁区。亚马逊妖国里面的妖魔种类多得无法统计，里面的妖魔部落是全世界所有妖魔区域中最多的。在亚马逊妖国的最深处，存在着让整个世界都闻风丧胆的部落——食人族部落。部落首领自称神巫。曾经在数百年前，在亚马逊妖国周围的9个国家——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圭亚那、苏里南以及法国，举全国之力，集合了9国大部分法师，对亚马逊发起圣战。结果这一战并没有打起来，全世界仅仅是知道了亚马逊之中有一个食人族部落的存在，他们的首领自称神巫。9国自那之后，在世界学府之争中成绩一落千丈，9国也没有对外说过关于神巫的任何事情，也没有再提起过9国圣战。食人族部落的一处祭坛之中，跌坐着一个人。一阵风拂过后，他睁开眼看向古老的东方神州，而后从口袋中拿出3枚古铜币，随意的丢向地面。但是好巧不巧，3枚古铜币竖直的插在地面的裂缝之中。男子眉头紧皱后又舒缓，转头看向床边被他放好的一幅画，画很简单，只是单纯的画着一个女子，容貌也看不清，只是侧脸低着头。画中的你低着头说话。在天空的圣城中同样有一幕，不同的是一个全身被金光包裹的人影张开天使的翅膀。精灵族，最终你们还是插手了。说完，随风飞离了圣城，回到流仙岩洞之中。衣服已经被风盘龙卷切成布条的朝华奄奄一息，看着从通道中飞出来的风灵蚕，准确来说已经不能说是蚕了，是一个小小精灵。就在朝华准备闭上眼睛，准备迎接死亡之时，他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在朝华精神世界里面，一直无法被打开的那本月色之书，在朝华死亡之时发生了变化。在风灵蚕蜕变完成之时，朝华召唤系的7枚透明的星子开始染色，从第一颗开始，本来透明的星子变成了碧绿色，和风系很像，但是却要更加的明亮的一种碧绿。很快，这种颜色的变化就好像病毒传染一样，第一颗变了之后，紧挨着的第2枚也开始变成碧绿，之后7枚星子都完全变成同样的颜色。还不止如此，这种绿色的感染连星辰也开始变化，以星辰之中的星子为中心，像燃料滴落到水中一样，一点点的扩散开来，透明的召唤系星辰也完全变成了碧绿。躺在角落的月色法典感受到了什么？在召唤系星辰完全变成了碧绿后，法典打开了第1页，碧绿的召唤系星辰化作液体，缓缓地划过法典的第1页。碧绿的液体在法典的第1页上流过，如同打印一般留下了一行行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别的，正是曾经朝华立下的召唤契约，那一份生死契约。现在这份契约显示在了这本法典的第1页之中。但是当这份契约书写好了之后，召唤系的星辰回归精神世界后，星辰中的7颗星子自动地排成了十字形的星轨，一种教科书上没有的全新魔法出现。星轨完成后，在现实的朝华身体胸口位置出现了绿色的十字架，本来已经失血过多，身体机能已经停止，
血液不能流动，即将要死亡之时，血管内仅剩的血液被一股温柔之风带动，破碎的身体被这股风临时搭起了管道，血液不再停止，被风带动，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虽然风系不是治愈系，没有可以使用魔能就修复身体的神效，但是这一个全新的魔法做到了保命的作用。昭华也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他自然是知道有一阵风在自己的体内流动，而且就连山洞之中的风盘龙卷都被这只小小精灵隔绝，变成了夏日的清风一样舒服。昭华现在还是不能动，准确的来说是无力，现在他只是吊着一口气而已，要运动身体那是做梦。不过他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小风蚕现在是幼儿期，也就是他终于可以使用风精灵的3个技能。昭华契约的时候就知道风精灵幼儿期有3个类似魔法一样的技能，第一个就是风蚕丝，现在的小风蚕可以产生更多的风蚕丝。第二个就是刚刚强行使用风蚕丝编制的保护技能泛风衣，可以改变风的属性，还能提供一层相当于铠模具的保护。最后也是最强的一个攻击性的技能千丝斩。谢小风蚕看到昭华没有死，由悲转喜，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很聪明，知道现在该做什么。5根小手指虚空一拉，从空无一物的空气中抽出来一根线，手指捏住这根细如蚕丝的风之线，对着那只用蜘蛛腿插着昭华身体的山岭蜘蛛一挥，山岭蜘蛛立刻就变成了2半，上下分离。这种奴仆级的妖魔根本不是小风蚕的一合之敌，像是握着无影剑一般，已经完成蜕变的小风蚕如同战神，把所有靠近的山岭蜘蛛全部斩成2半。站在洞口处的温雨早已经惊讶得合不拢嘴，为什么他的风盘龙卷没有效果？为什么那只绿蚕会变成这么一只生物？那只生物又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力量？他什么都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如果他不立刻离开，那么很可能会被杀死。温雨使用出风鬼，二话不说立刻跳山，中阶风系的他不会这么轻易的跌死。而小风蚕没有追，他的力量还是很有限，头顶的洞窟还有大量的山岭蜘蛛出现，他必须要保护好昭华。不知道过了多久，小风蚕也不知道战斗了多久，只知道地面到处都是山岭蜘蛛的尸体。昭华听到了洞口传来微弱的脚步声，微弱的说道：再迟一点，你就能赶上清明节祭拜我了。一笑生花。第53章大难不死，真有后福。来人自然就是昭华的老父亲昭郎，看到自己儿子还能耍嘴皮子，立刻就让他放下了心头大石。出生这么久，还是第一天听到这么安心的耍嘴皮子。昭郎进来看到满地的山岭蜘蛛的尸骸后说道：还能耍嘴皮子，看来是死不了。昭郎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温雨，但是没有什么是比得上自己儿子的，而且温雨逃不掉的。他这样子做不但把昭郎得罪死了，更是把从城的军方也得罪死了。温雨只是懂光的弃子。昭郎蹲下身子，立刻拿出血包给昭华输血。昭郎看到这一地的血，实在是让他心头一震，这出血量早已经致死了，而且昭华现在的腹部位置还插着一根蜘蛛腿，这都没死，昭郎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还好昭郎身为一个老猎人，身上随时准备着一些血包和疗伤药，昭郎没有拔出蜘蛛腿，而是在伤口周围涂上疗伤药。最严重的是后背那一下，不但被尖锐的岩石撞得皮开肉烂，肋骨断了不少，碎骨插到肺，影响了呼吸。这种伤势别说初阶法师，中阶都死了。涂好药，输好血后，昭华安下心后，困意袭来，精神世界里面的星辰和星子也重新变回透明，那法典也重新盖上，一切的一切和之前没有不同。而召唤系的魔能也耗尽了，刚刚完成了蜕变的风精灵小风蚕已经在山洞中战斗了很久，刚刚也通过空间通道回归召唤位面，看得出他也很疲惫，刚完成蜕变就迎来大战，现在就想睡一觉，双眼都已经快睁不开的样子，在死撑着。看到昭华熟睡后，他才安心的回归。看到召唤通道就知道这是那只次元召唤兽，虽然昭郎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一只，但是他大概猜到自己儿子能撑住，应该是多亏了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昭华睁开眼，是熟悉的天花板，还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都是梦。昭华当然是开玩笑的，他醒来能感受到魔能的存在，而且后背和肚子吃痛，提醒他别瞎说。做噩梦了。昭华看到一个画本对在自己面前，看字迹就知道是谁写的。昭华转过头，看向坐在自己病床旁边偷吃苹果的纪少英，说道：大家都平安。纪少英摇了摇头，露出了沉默的表情。看来是死了人了，不过纪少英还活着，估计林墨也没事，希望别死太多同学。昭华就算和他们没有深厚的友谊，但是也是一起学习的同校同学，甚至同班，多少都会有几句话。昭华抬起手，指着床对面放着的一颗比鸵鸟蛋还要大几分的褐色椭圆形东西问道：那是什么？不会是谁的探望礼物吧？昭华平时不怎么开玩笑，他这样做是为了缓解气氛，以及让其他人不用担心自己还能开玩笑，一时半会死不去。纪少英在画本上写道：你爸说那是你的战利品。战利品？昭华疑惑不解，他哪来的战利品？
昭华开始回想流仙岩洞的战斗，要说有什么他没注意到的，估计就是那里了。昭华拥有极高的记忆力，身为满分学神的他，甚至能过目不忘。昭华回忆流仙岩洞的点点，他想到山岭蜘蛛最喜欢就是吃妖魔蛋，很可能是某只山岭蜘蛛把风云岭中的不知道什么妖魔蛋生吞后，被小风蚕或者温雨的风盘杀死掉落的，自己老爹顺手给带了回来。昭华摇头，没有太过兴奋，能给山岭蜘蛛掏窝的妖魔能是什么强大妖魔？顶了天就是奴仆级的，说不准那就是一颗大一点的鸵鸟蛋。昭华闭上双眼，他没有打算睡觉，而是进入精神世界中。这个精神世界可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只是那时候情况紧急，他没办法进入精神世界确认。现在好了，重伤住院，大把时间。昭华来到精神世界后，第一时间就是看那本月色的法典，不过这书还是老样子躺在原地，他也打不开。奇怪，明明那时候他打开了，而且还把契约内容写到里面去，没理由我打不开。难道需要魔能？昭华没有急，而是把目光投向召唤系星辰，星辰倒是变大了一点，但是还是没有任何变化，老样子透明的。小风蚕也应该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应该就是风铃姐，生死契是他要我签的，他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昭华没有办法主动联系召唤位面的生物，他现在无法进入召唤位面，除了等，他也做不了什么。昭华离开精神世界后问道：医生说我出院要多久？纪韶音写道：最少也要1个月。不会吧，要这么久？我感觉我身体没什么问题啊。昭华觉得自己除了肚子有点疼，后背有点火辣辣之外没什么问题啊，怎么也不用1个月吧。纪韶音有点嘟起嘴的样子，稍微有点生气。医生说你的腿伤得最严重，骨头粉碎性破碎，肌肉和神经都伤得很严重。经纪韶音这么说，昭华才想起自己腿都被打折了，当时伤得太重，他居然给忘了。我手机呢？昭华问道。还玩手机呢？医生说你要多休息。生气，纪韶音用笔敲打画本，示意看黑板，画重点。昭华没好气地说道：我总要知道外面发生什么吧，这么大的事情，后续怎么处理，我也有权知道吧。昭华拿到手机看了一眼日期，自己居然睡了2天多。打开浏览器，从城新闻官网，里面铺天盖地全部是声讨黑教廷的帖子。毕竟死了不少学生，还是一中的尖子，这事情根本瞒不下去，只好说出实情。不过从城的官方并没有具体给出死了多少人，只是说了已经把幕后计划的人城市猎妖队的大队长董光击杀，没有提到温雨的事情。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是很官方的回答。对了，4城联考最后的决赛不是原定是野外实训课程结束后开打吗？现在怎么说？昭华突然想起来了，自己和邓乐他们还有一战要打呢。黑教廷的目标是自己，那么邓乐10有8九平安无事。不知道，学校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只是说了要延后。不过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很可能等到放年假的时候才能继续了。昭华点了点头，也赞同，最起码也要等到1个月后自己身体恢复吧。只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体验了一次社会的险恶。至于黑教廷为什么目标是他，昭郎也不知道，昭郎查过也没有查到什么，而昭华也只能小心一点，毕竟黑教廷就相当于恐怖分子，他们脑子就没正常过，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思考。第54章妖都塔。昭华醒来后的第3天，真的是太欺负人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这个社会太险恶了，真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林默在昭华的病房里面大吵大闹，还好昭华属于黑教廷的袭击对象，被政府保护，住在独立病房，不然他已经被赶出来了。在病房里面，除了林默和纪韶音之外，向罗也来了。2人除了探病之外，还为昭华带来了2个坏消息。第一个是因为这一次黑教廷的袭击事件，邱校长被停职。虽然这不关他的事情，但是邱校长身为校长，在他任职期间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的确需要负一点连带责任。第二件事就是邱校长被停职期间，由年级主任邓建安担任临时校长。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邓建安是邓氏大族的一员，还是邓乐的亲叔叔，所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延后的4城联考选拔最终决战提上议程。虽然有不少老师觉得这样不公平，但是也有很多老师不想得罪邓氏而选择默许。最终结果就是7天后的周一早上，在从城的魔法训练馆中进行最终决战。但是现在昭华是一个大问题，他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更别说战斗了。虽然纪韶音的亡灵系巨强无比，但是邓乐的队伍可是一中排名2、3、4、5名，雷系、土系、风系、火系，攻击力爆表，而且还有一定的防御。最重要是邓乐对外说自己拥有4件的魔具，另外3人最少都有1件，而自己这一边就只有纪韶音一个人有战力的，双拳难敌4手，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不过昭华反而完全不在意，笑道：怕什么？到时候你们在场上放张椅子，我坐在那里就可以了，反正我是召唤系的，
有次元召唤兽，我就等你们保护我了。没事，有我在。纪韶音拍了拍胸口，一切包在我什么的表情。林默叹了一口气，他也只是吐吐苦水而已。这是上层掌权者决定好的既定事实，他一个小人物，一个初阶的土系法师，根本没有反对的权利，只能顺其自然了。昭华看着叹气的林默，偷笑地问道：“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办法的，就不要去想。我比较好奇你俩怎么回事。”纪韶音也露出了好奇宝宝的表情，因为刚刚香罗和林默是牵着小手的，这关系，林默动作可真快，不愧是情场老手。林默老脸一红，咳了2声后说道：“那个，就是我和向罗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纪韶音双眼冒星星，露出一副前排观众吃到瓜的样子，有点小兴奋。她也是这个年纪的女生，对这种事情充满了好奇。向罗则是转过头看看外面的风景，你们聊，别扯上我。昭华露出笑脸，挺厉害的呀，这样就给泡到了。向罗可是一中有名的美女啊，林默家境只是小康家庭，星辰魔器都难一直租的小家庭，让他给追到了，还真有一手。昭华看着自己的发小，真心的祝福他们。想了想，觉得还是要把这一次的决赛拿下来。他自己可能不怎么在意，但是如果能在4成联考拿到好成绩，对于林默和向罗是有很大的好处。昭华把目光看向床对面放着的魔兽蛋，心想这个好像能用也。第二天一早，医院便热闹了起来。啊呀，那小子人呢？他有没有一点被黑教廷盯上的自觉的？这小子腿都断了，是怎么跑出去的？储物间少了一张轮椅，那小子偷了一张轮椅溜走了。可以啊，这小子腿都皮断了，还这么能跳。不对啊，医院有监控的，他的朋友都走了，他断腿怎么偷轮椅？是的，一大早的时候昭华逃跑了。医院的确有监控，纪韶音几人下午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纪韶音可是亡灵法师，在医院留下了一只白骨骷髅，放在了人体模型室当起了骨头模具。临近天亮的时候，就是这一只亡灵偷了一架轮椅，把昭华偷偷带出去。从此这家医院流传着深夜时分在医院的走廊会出现奔跑的骷髅，还传来了男子的笑声，这样的怪谈。在从城的地铁站，昭华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被衣服包裹着，看不出来是什么，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帽，戴着口罩和墨镜，整得跟拍戏的那些间谍一样。在昭华的身后，纪韶音穿着一条灰白的9分裤，白色的衬衫加一件外套。现在已经入秋了，就算是南方也有点微凉。两人是打算坐地铁到妖都的其他几个城。妖都11城都是有地铁链接，地下的妖魔会相对少一点，而且地铁的隧道都有加固保护，一般的妖魔无法攻破。要去哪个城？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昭华昨天跟他说要离开医院，让纪韶音帮忙接应。纪韶音用亡灵把昭华带出来后，才知道昭华是打算去妖都的其他城，所以两人才在地铁口汇合。去诸城吧，妖都的魔法协会在小妖塔上，那里应该会有妖魔鉴定师。猎人在野外能得到一些妖魔的幼崽或者还未孵化的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妖魔都能被驯服，驯服妖魔是一个学问，有一种叫做驯兽师的副职业，就是专门驯兽。例如国家的空军部队所使用的天鹰，就是一种拥有强大飞行能力且性情温顺的妖魔，这种妖魔的驯服指数可以达到与人类友好的6星，属于十分合适的坐骑类妖魔。和天鹰同宗的白魔鹰则刚刚相反，虽然和天鹰一样都是鹰族而且同宗，但是白魔鹰是完全的无法驯服，天生驯服指数只有1星，对人类极度憎恨，是连召唤系的契约都难以束缚的种类。所以在野外得到了妖魔幼崽和妖魔蛋，需要到专门的机构鉴定这种妖魔是否能被驯服，驯服指数能到达多少，不然养了一头白眼狼在身边，后患无穷。小妖塔位于诸城中心，妖都魔法协会也在小妖塔之中，小妖塔也被称作小蛮腰，有地铁可以直达。先生，您稍等，我这就给你启动残疾人专用通道。一个地铁站台小姐姐温柔地对着昭华说道。虽然纪韶音没有发出声音的站在身后，但是昭华知道她肯定在偷笑。出了地铁口没几步就到小妖塔，站台小姐姐还温柔地挥手告别，如果没有那句年纪轻轻就是个瘸子，真可怜的话，昭华可以给个5星好评。第55章枯木蝎。妖都塔昵称小蛮腰，是妖都最高的建筑，站在妖都塔上可以俯视整个妖都，位于妖都的中心，地理位置在诸城。妖都的魔法协会、妖都审判会、妖都猎者联盟都在妖都塔之中，而且一些重要的政府结构也都在妖都塔上。除了这些政府机构外，一些国内闻名的品牌，如赵氏法师商店、牧氏妖魔素材收购点、邓氏法师道具都有店铺，乃至一些其他的国外的超级企业，英国维多利亚妖魔专卖店、卡萨法师商店、帕特农药店都能在这里找到。妖都塔高耸入云，塔顶在云层之上，最高的几层普通人是无法进入的，从外面也无法看见。好高的塔，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脸上十分的兴奋。他没有来过妖都塔，这是他第一次来，虽然曾经有和母亲来过诸城，
但是只能远远遥望，没有机会进入。纪韶音在后面推着昭华往妖都塔去，正准备要搭乘电梯。我们要去第几层？纪韶音兴奋地问道。昭华指了指旁边的指示板，说道：去哪里看看，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只要能鉴定妖魔弹的地方就可以。指示板上标注着妖都塔上每一层都有什么企业、商铺。昭华和纪韶音看到上面有熟悉的猎者联盟，而且占据了好几层，还有审判会，但是上面写着游客禁止进入的标识。魔法协会也是禁止进入。要不去猎者联盟？我们也算是妖都的城市猎妖队。纪韶音和昭华是从城的猎妖队小队长，而从城市属于妖都的其中一个城区，自然也算妖都的城市猎妖队。昭华仔细想了想后，摇头说道：虽然也是妖都的猎妖队，但是从城毕竟还是很骄，人家不一定会承认。而且这次是要去鉴定妖魔弹的，猎者联盟我怕他们不太专业，我还需要一些具体的信息。最后，昭华选定了在38层到40层的英国维多利亚妖魔专卖店，能在妖都塔上占据3层，就证明人家是有实力的大企业，而且还是妖魔专卖店。对路，这个英国维多利亚妖魔专卖店是什么？纪韶音问道。别看他读书厉害，对于这些知识他就是个小白了。昭华回答说道：这是英国的一个半国有企业，而且还是一个古老的驯兽家族，对怎么驯服妖魔是专门的。网上有消息说，维多利亚家族成功驯服了龙种，达到了可以供人驱使的5星级别。不过这是小道消息，并没有看到他们有公开售卖，所以很可能是为了造势弄出来的消息。纪韶音张大嘴，十分吃惊，在话本上写道：是那种会飞、会喷火的龙。噗！昭华笑着说道：对，就是那种会呼呼呼的飞、呜呜喷火的龙。妖都时乃民风淳朴，看到昭华坐着轮椅，等电梯的人都主动的让他和纪韶音先进，在电梯内十分热情的聊了起来。38层在妖都塔只能算是中下层，所以他们很快就出了电梯。哎呀，真是可怜，这么年轻就瘸了，推轮椅的还是个哑巴，相依为命啊。是啊，老惨了。出电梯都不需要拐弯，因为整一层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妖魔专卖店的店铺范围。昭华两人出电梯，就有服务员小姐姐带着微笑的走来。为了帮助自己国家的人民，英国维多利亚妖魔专卖店里面的员工全部都是英国在妖都的留学生，或者从英国移民到妖都的。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一个欧洲面孔的服务员小姐姐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问道。昭华把那颗带了一路的妖魔弹拿起来说道：你好，我打算鉴定这颗妖魔弹是什么妖魔。在这里的服务员是专业的，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后，微笑的说道：这边请，我们立刻给你安排鉴定。整个专卖店很大，一路上可以看到，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人在选购商品。这里不但有妖魔弹出售，还有一些关在玻璃柜的妖魔幼崽、妖魔口粮、妖魔储存器具。如果在这里都找不到你想要的，估计整个妖都难找了。妖魔鉴定是在2楼，有专门的内部电梯上去，从妖都塔的电梯出来，到商店内部电梯需要横跨整一层才能到，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看到1楼出售的商品，以及有时间可以询问和介绍鉴定所需要的价钱。鉴定师等级不同，价格自然不同，而且服务内容也是有差别的。例如鉴定奴仆级的妖魔一次3万，战将级20万，统领级500万，这只是给你说个名字而已，就要这个价格。当然了，人家也是保证对，错一赔10。需要把妖魔的所有详细信息的套餐则更贵，如果还需要所有信息加上培养的信息，那就是奴仆级的信息，战将级的价格。如果你要了奴仆的信息，发现自己的是一个战将妖魔，那么钱照花不退，继续需要信息给战将级的价钱一分不少。相反，买了战将信息，是个奴仆妖魔，则信息价格翻倍，多余的钱退回。这还只是信息钱，奶粉钱、储备道具钱都没算的。有人统计过，一只奴仆的驯兽和培养出10个初阶法师所花的钱对等。根据先生所说的信息，我这边初步认为应该是奴仆级的魔兽蛋，请问您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信息？服务员一路除了报价格，也会问昭华怎么得到魔兽蛋和一些地方信息，会初步的判断。当然了，人家说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你爱信不信。昭华也是这么想的，风云岭虫族部落在国内不算太强大的妖魔部落，只是远古虫母旗下其中的一个小部落而已，而且还是在部落外围得到的，大概率是奴仆级。昭华点头认同这个判断，说道：我要全套信息，包括培养和驯服信息。好的，一共20万，请问微信支付还是支 X 宝？微信支付。贩卖信息要先给钱，支付成功后，服务员是不会跟上去的，给了一个编号5的金卡后，鞠躬离开。内部电梯没有按钮，就是用这个金卡感应，自动到2楼或者3楼，金卡上的号码是具体房间。两人来到2楼，2楼是一个个房间的设置，像酒店房间的布局。昭华和纪韶音来到写着5号的房间，用金卡打开了房门，里面很简单，桌子、椅子、电脑，一些道具，一个人就没了。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一个长相欧洲面孔中年男子，在这里的鉴定师大部分都是从英国总部派来的，是英国人也没什么奇怪。你好，需要鉴定的妖魔请放在桌上即可。
中年男子说着汉语说道。昭华把魔兽弹放在桌面上，鉴定师看了2眼，然后看电脑，上面记录有昭华刚刚说的关于这颗蛋的一些基础信息，再用一些不知道什么仪器弄了几下，前后不到5分钟。你好，这是枯木蝎的兽卵。枯木蝎是一种生活在各种山岭、森林的妖魔，体色像枯木而命名，体型巨大，最大可达4米长、1米高，无毒，力量和防御力在奴仆妖魔中属于顶级，不过没有特殊的妖技，速度和敏捷也是偏低。你可以用刚刚服务员给你的金卡到1楼的信息机器打印更加详细的信息和培养、驯服信息以及鉴定证明书。然后对方就没继续说话了。5分钟，20万。法师的钱就不是钱。第56章，赶在7天内孵化。你可以用刚刚服务员给你的金卡到1楼的信息机器打印更加详细的信息和培养、驯服信息以及鉴定证明书。等了一会，昭华发现对方没有下文了，问道：就这样没了？鉴定师看了一眼昭华，看上去就很年轻，而且坐着轮椅，应该是为了获得这个魔兽蛋导致残疾的新手猎人。这种人他见多了，就是想培养魔兽蛋孵化妖魔后靠那只妖魔过日子。如果妖魔这么容易培养驯服，全世界都人手一个了，要法师和驯兽师来干嘛？靠养妖魔不好。但是事实是 90% 的奴仆妖魔天生的驯服等级只能达到1星或者2星，极度憎恨人类或者憎恨人类，这是国家规定不可使用的等级。而且大部分的奴仆妖魔是1星，极度憎恨人类，怎么都无法驯服，所以得到魔兽蛋大概率是没有用的，花钱来求信息也不过是妄想。鉴定师没好气地说道：在1楼打印的资料有全部的信息，我们的资料很详细，要说的话要很久。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枯木蝎天生驯服等级是2星，对人类具有天生的憎恨，顶尖的驯兽师也只能提升2个等级，我建议你放弃，买一个好一点的会更好。一些普通的驯兽师也只是可以把驯服程度3星，具有攻击性的妖魔驯服到4星，不具主动攻击性的程度而已，提高1星。顶尖的可以把2星提升到4星。4星的意思可以概括为模棱两可，一些法师会使用4星程度的妖魔为他们战斗，只要和妖魔交易，每天给饭，那么也不是不能为法师战斗，但是要妖魔为你拼命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我国的魔法协会规定，只有当妖魔的驯服程度达到了5星，对人类有善意的程度，才能被法师使用，要在城市活动的妖魔则是必须达到6星驯服。国家军方使用的天鹰也普遍才5星而已，驯兽师基本也就只能把妖魔驯服到5星，要达到6星和最高级别的7星，就只有召唤系的中阶魔法契约召唤才有可能做到。本来驯兽师这个职业就是古代某个召唤系的法师开创，他不用魔法就驯服了诸多妖魔，后世根据他的做法总结出了一套办法，才出现了驯兽师的职业。听说这个开山鼻祖叫做宁采臣，也不知真还是假。昭华有点懵了，然后才想起来，说道：我的魔法系是召唤系。鉴定师转过头，有点惊讶，其实这是服务员小姐姐的失误，本来是需要问客人是不是召唤系的法师，因为召唤系是特殊的，要特别处理。但是昭华实在太年轻，人家直接排除了，没见过这么年轻的。你是中阶的召唤系法师？鉴定师有点不敢相信地问道。中阶魔法契约召唤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魔法，如果契约了，那么直接加3星，1星的变4星，2星的变5星，契约召唤就是这么强悍的一个魔法。而且国家虽然规定了法师只能使用5级驯服的妖魔战斗，但是召唤系的法师除外，如果是使用召唤魔能喂养成长的妖魔，则可以降低1星。召唤系法师可以在战斗中使用4星的妖魔战斗。召唤魔能对于妖魔来讲就是最好的奶，相当人类之于火锅、奶茶会上瘾的。昭华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我是初阶法师，第一系就觉醒召唤系，你还挺不错的。鉴定师又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说道：我已经把用召唤魔能培养的方法也加入进去，不过我提醒你一句，枯木蝎要进阶到战将级不太容易，而且就算进阶到战将也不一定会强。如果你中阶魔法契约打算契约枯木蝎，我建议你最好是买一个战将血统的作为契约召唤兽，我把一些推荐幼崽也写到资料上，你可以参考一下。天生驯服程度是1星2星的妖魔依然会有企业收购，就是因为召唤系的存在，他们可以把这些妖魔卖给召唤系法师。例如一种叫做尾部魔的植物妖魔，天生驯服等级1星，但是它的幼崽种子价格巨高，2000万往上，培养到成年没有1个亿搞不下来。这种妖魔不但是稀罕的植物系妖魔，体型巨大，而且在战将级中属于最顶尖的妖魔，成熟后战力就是战将巅峰水平，一个打10个中阶满修法师都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这种妖魔就连世界最顶尖的驯兽师都没办法驯服，只有召唤系法师可以用。因为受众限制，驯服等级偏低的妖魔幼崽很便宜，普通的战将幼崽也就100-200万，还没有奴仆精魄来的贵，花点时间2-3千万就能养大。虽然不及尾部魔这种顶级的厉害，但是1对1怎么都能打败中阶法师。昭华只是微笑的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鉴定师以为昭华没有钱，其实昭华连契约枯木蝎的打算都没有，甚至让他进阶的想法都没多大，得看他表现。回到1楼，按照服务员帮助去到了资料后，纪韶英推着昭华在1楼逛，在画本上写道：要养成一只妖魔好贵啊！这些资料上不但有枯木蝎的攻击方式、具体习性、喜好、自身特点，教你怎么养，还给你算好了培养的预算。可以说这一份资料的确减轻了很多。还好吧，你那件冰蝎盾就要100多万，还等了半年时间。昭华算了一下，要在7天之内赶在7天后的早上把枯木蝎孵化出来，需要额外花费20多万，然后在1年内把枯木蝎喂养到成年要接近100万，而且还是加上昭华的召唤系魔能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快，普通的培养怎么都要2、3年时间。还好这枚枯木蝎蛋已经达到了快孵化的程度，不然也不能这么快。昭华没再说什么，直接按照上面写的，先买了20万的资源，全部都是用来提速孵化的东西，一些什么蝎类的奴仆精血，一些杉木草等植物。最贵的储备模具在招狼的商店有，不用昭华买，不然又要额外花100万买一个奴仆妖魔的储存模具。买完昭华的东西后，虽然昭华说不用急可以再到处逛逛，但是纪韶英没有打算买东西，两人就回去了，主要是钱都花在冰蝎盾上了。回到从城后，昭华没有回去医院，反而回家去了。他后背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腹部的伤也缝合了伤口，剩下的就是等腿伤自然恢复，就不在医院待。听说在昭华昏迷的时候，昭郎亲自到妖都魔法协会请来了一位强大的治愈系法师，才好得这么快，不然这种致命伤怎么都要躺个1年半载。留在医院主要是怕黑教廷来袭击，不过昭华觉得在家有自己老爸保护，难道不更安全？第57章，我就坐着不动。孵化的第1天，昭华家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昭华在房间里面准备了一个大锅，旁边放满了从英国维多利亚妖魔专卖店里面买回来的东西，手上拿着一叠资料纸，他要开始给枯木蝎加速了。昭华看着资料默念道：加入500毫升的铜族精血到锅里面，再加入适量的水稀释，水刚好能够盖过枯木蝎蛋即可。昭华从旁边一大堆的材料中拿出来一包血浆，里面就刚好是500毫升的精血，把所有精血倒入大锅后，把枯木蝎蛋放入里面，然后往里面灌水，刚好盖过枯木蝎蛋。昭华继续看下去，然后在大锅的磨石放入口，放入定制的火磨石加热，加热到水沸腾后放入50克的夏枯草，50克的枯木蝎研磨粉，半斤奴仆级妖魔鲜活心脏，3根雷击木和1滴精华液。昭华看到这里有点蒙圈了，这什么？煲汤吗？这确定不是要煮熟了来吃吗？反复确认了好几次，甚至打电话给客服查证鉴定师的鉴定资格，确认了的确就是这样子后，昭华才把火磨石放入锅下面的磨石入口。这种锅不需要火焰加热，他们都有专门放入磨石的地方，而且维多利亚妖魔专门的材料准备完善的可怕，磨石的重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加热时间一样，连加热时间都给你控制的完美，不需要你把磨石取出来算时间。就连这个锅都是从维多利亚妖魔专门店买的配置锅，透明的，可以清楚的看见里面的变化。水沸腾后，精血就完全的融入水中，变成了一锅红色的液体。但是当加入了所有材料后，特别是那1滴的所谓精华液后，昭华看到红色渐渐变清，枯木蝎蛋在吸收这些精血。时间不需要昭华控制，因为火磨石的能量刚好用完就够时间。昭华索性就在旁边坐轮椅上进行冥修。冥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昭华感应到风灵蚕呼唤自己，想从家里面出来透气，于是昭华释放了次元召唤，把风灵蚕放了出来。啪！从次元通道中溢出来，风灵蚕整只就像大字一样趴在昭华的肩膀上，无精打采的样子。现在的风灵蚕都已经不是一只蚕了，活脱脱就是一个穿着白色罗裙的小小精灵公主。嘻嘻，昭华偷笑，因为风灵蚕前不久终于完成了蜕变，但是他那时候体内的能量其实不太够，因为他拖太久，有一部分蜕变进阶用的能量消散了，导致他现在身体很虚弱，在召唤位面里面每天都被风灵姐强灌一些补品，而且那些补品就像喝广东凉茶一样苦得不行。嘻，哈哈，谁叫你不早点进阶，硬要拖这么久？昭华忍不住笑着说道。因为风灵蚕的这个原因，所以昭华才急急忙忙的去孵化枯木蝎。昭华没有打算让小风蚕去战斗的打算，必须要等身体完全恢复才行。风灵蚕就这样趴在肩膀上，偶尔看看锅里面的蛋。昭华进入了冥修，枯木蝎蛋在煮沸，直到磨石的能量用完后，昭华才把蛋拿出来，然后慢慢的输入召唤系的魔能。后面几天除了加入的东西有些变化之外，基本步骤不变，虽然枯燥，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也多了一份期待。7天后，刚好今天是周一，一中每周一都会有例行的校长国旗下讲话，因为之前的事情导致一中不得不让学生停课，不过今天开始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只不过讲话的人已经从原来的邱校长换成了邓校长。魔法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展现了国家的实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学生们讴歌青春、表现自我的价值的体现。邓建安穿着一件名贵的西装，站在国旗下
开始了他准备已久的发言。那慷慨激昂、充满正气的背稿，差点没把周一上学的同学们逼回去被窝里睡觉。朝华那家伙还没来吗？林墨急得快跳脚了。按照官方说的，周一早上就开始决赛，是为了冲淡黑教廷带来的恐惧，让大家可以见识法师的强大。虽然高3年级的大家停学了10几天，但是有网络可以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或许有那么几个平时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头像已经不会再亮起来。甚至有段时间，有不少一中的学生出现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的情况，还闹出了退学风波。于是代理校长邓建安提议周一开始决赛，把6中的学生也邀请到魔法训练馆一同观看比赛。一中的决胜局分胜负了，次级队伍也要选举出来。第2天立刻前往从城温泉修炼，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在一起，让大家没有时间思考伤心的事情。他已经在回城了，他说会直接去魔法训练馆。纪韶英在话本上写道：国旗下讲话已经完毕，不过今天和以往不同，学校组织让3个年级的所有学生一起前往魔法训练馆观战。3个年级将近1800人从学校门口走到魔法训练馆。为了这一次的比赛，魔法训练馆的外墙和屋顶都拆了下来，由从城魔法协会的法师布置了防御结界，防止魔法误伤观众。为了冲淡黑教廷的事情带来的影响，魔法协会和校方真的煞费苦心。好多人啊，你们看，那些都是1中和6中的学生，都是法师啊！哇，好多法师！一些附近的居民也都前来吃瓜，强势围观，有不少记者在拍照采访2校的校长，还弄了评委席、学生观众座位、幸运观众座位、记者座位。电视台现场直播，在原来的魔法训练馆的位置两边还有3个位置撑着巨大的遮阳伞的选手席，每个区域坐着4个人。快看那边，是6中的李世杰，听说他现在是从城青年一代修炼最快的人，早早就出阶3级了。3级算什么？我跟你讲，那里坐着的就没几个不是3级的。李世杰还不一定能打得过邓乐，更别说我的女神纪韶英。的确，那个亡灵魔法太开挂了。不过纪韶英的队员太拉胯了，一个排名几百的土系法师，一个光系的，还有一个召唤系次元召唤师废物绿残，要是换一批队员，毫无悬念了，好吧？咔咔咔，在台上，邓建安已经开始试麦。这一场比赛是由他来主持，因为本质其实是1中的比赛，但是因为各种事情之下，才变成这样的一个大规模赛事。既然选手都到场了，那就事不宜迟，请我们1中的2队选手上场吧。林墨几人露出了谢谢，有被恶心到的表情。这个邓建安为了能让邓乐获胜，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明知道昭华还没到，就宣布开始。而邓乐那边也不会跟你磨蹭，4个人已经走上台。邓乐雷系、巫哲土系和西风系、焰然火系，这几人的修为排名就是2、3、4、5，说是梦之队也不为过。邓建安看到邓乐4人已经在上面等着了，转头笑着说道：季同学，请尽快上台，如果队员还没到，就取消资格了。呼！邓建安刚说完，一道黑影从天上划过，一只天鹰绕场1周后降落在纪韶英几人身旁。招郎一手扛着轮椅，一手扛着自己儿子，从天鹰背上跳下来。抱歉，迟了一点。昭华坐在轮椅上，对着邓建安说道。邓建安笑着回应道：昭华同学，既然你身体受伤，校长建议您最好休息，找人代替，不然一会再受伤，怕是麻烦啊。昭华点了点头，皮笑肉不笑的说道：谢谢代理校长的关心，不过我认为对手并没有强到能让我受伤的程度，我坐在台上观战就好了，我相信我的队友。来来来，老子就坐着不动，你也打不赢。第58章团战。谢谢林氏校长的关心，不过我认为对手并没有强到能让我受伤的程度，我坐在台上就好了，我相信我的队友。昭华就差没有直接说你们这些垃圾，我坐着不动，你们也打不赢，废物。其实昭华已经说得够直白了，笑着说最狠的话，是个狼人啊。现在的记者已经乐开花了，要的就是这种敢说话的选手啊。那些说着官方宣言的，哪有这种来的有趣？一些报道已经出来带节奏。邓建安忍着继续说道：既然昭同学觉得没问题，那么请各位就位吧，你们的对手已经在场上等了很久了。在台上，邓乐4人那可谓是衣冠整洁，穿着华丽，记者的拍照闪光灯之下，有一种明星走红地毯的错觉。邓乐雷系的穿了一件基佬子的外套和一条黑色裤子，头发梳了一个赌神背头，嘴里不知道咀嚼着什么。土系的巫哲则是西装革履，头发中分打了大量的发蜡，在太阳光下都会反光。风系的荷西是4人中长得比较好看的，全身上下都是白色，身上的首饰还特别多，各种戒指耳环，还不停地对台下的同学挥手。意外的是，竟然真的有人尖叫送花。唯一比较正常的是最后加入的火系焰然，黑色牛仔裤加一件红黑色的印花长袖，干净利落的短发。而相对的，昭华这边简直是过分了，4个人4件校服，一个哑巴，一个坐轮椅，一个排名中下的土系法师，一个前期最弱的光系。台下观众都没眼看了，这对比就是贵族和平民啊。
招郎是评委之一，他是代表从城的商业协会，坐在旁边还有代表从城军方的殷康城，当初全靠他拼了命的挡住2只诅咒触妖，不然死的还要更多。这一次军方也有意让他不要太自责，来看看学生的表现。最后的自然还有1中代理校长邓建安和6中的校长了。招郎看着台上的8人，他都有点无语的说道：“你们邓家这一次可真是大手笔啊，这里10件模具啊。”招郎是中阶满修法师，一眼就看出来了，邓乐那边是把模具武装到牙齿，邓乐自己有4件，其他3个成员每人2件，出阶就1个系。这些模具的数量差不多给他们额外加了1个系，而且模具是秒发的，可以立刻使用，这优势太巨大了。邓建安得意的说道：“呵呵，邓乐是我们邓家的嫡系子弟，有点模具是很正常的。你不也给你儿子弄了不少东西吗？”另外3人已经决定加入我们邓家，还签订了魔法合约，那些模具是他们的薪酬。6中的校长和殷康城都不禁的摇头，这太过分了。4成联考虽然不限制模具数量，但是每一届的人员都不会使用超过1件模具，不然的话就没意思了。现在这里10件，毫无人性。而反观昭华他们这边，昭华、纪韶英、林墨各1件，向罗没有。不过昭华也不在意，法师靠道具终究只是下流而已，法师能依靠的永远只有自身的魔法。纪韶英把昭华推到台上，他和昭华2人是主力，站在后面。林墨和向罗2人算是肉盾了，站在前面。林墨对向罗说道：“如果他们攻击你，你就投降，这样老师就会救下，别勉强自己。”香罗点了点头，光系的他既没有位移，也没有攻击手段和防御手段，现在就看对面肯不肯消耗1次魔法来吧，他打下场。邓建安看到双方都站好，台下的观众也都屏息准备看比赛，他清清嗓子后说道：“8位都是学生，一定要铭记比赛第2，友谊第1的精神，不管谁输谁赢，都要继续奋发修炼，不许记恨。那么从城选拔赛1中最终轮比赛开始。”邓乐几人听到比赛开始的声音，都不约而同的往后跳，几乎是来到了擂台最后面。他们已经打听到了情报，纪韶英可以在地面上突然生成亡灵，所以要先拉开距离，防止被偷袭。几人向后跳的时候，纪韶英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魔法的释放。他没有选择耗费时间最长的亡灵系3级魔法亡灵空间，而是先发动了1级魔法亡灵生成，不过只生成了2只白骨骷髅，这几乎是最低生成数量。昭华看到只有2只后说道：“看来他们准备得很充分啊，他们应该提前把这里的死气和骸骨清理过。”纪韶英有点纳闷的点了点头，这是他生成亡灵最少的1次。咦，好像也不是太多啊，只有2只白骨骷髅而已。好奇怪啊，我记得1年多前他就在校门口召唤了5只白骨骷髅出来，这一次怎么更少了？有一些1中的同级生目睹过当初校门口的一幕，有点疑惑的说道：“这个你们就有所不知了，亡灵系初阶1级的魔法是要看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死气或者骸骨给它生成骷髅的，这很明显是这里被清理过了。”也有几个了解过亡灵系的学生解释道：“看我的地波。”土系的乌哲是第2块，它同样是1级魔法，而且这个地波很奇怪，它不是做位移技能，而是生成了一个圆球，用石头做的保龄球。荷西得意的说道：“这就是我们学回来的技能风轨岩石炮。”荷西是风系，他使用风轨做了一个引导的炮台轨道，再加上地波挪移的推力，竟然真的像炮弹一样射出。轰！一炮生出，目标瞄准纪韶英的亡灵，其中1只亡灵被打中后瞬间4分5裂，像极了保龄球击倒球瓶。哇，好厉害！风轨和地波还能这样配合，天哪！荷西好帅，老公爱你！荷西对着台下尖叫的女生甩了一个飞吻。乌哲看不下去的说道：“继续吧，等打赢了再飞吻不迟。”乌哲已经生成好了第2枚炮弹，但是荷西迟迟没有继续使用风轨。怕什么？我感觉就我们2个就能够打败他们了，这里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他生成不出多少亡灵。荷西目中无人的说道。乌哲无语的摇头，他根本就不知道那4个人中最可怕的不是修为最强的亡灵系的纪韶英，而是坐在轮椅上看着没有使用任何魔法的昭华。乌哲已经提醒过了邓乐他们，但是没有人在意，毕竟1只绿残能做到什么？好了哦，姑娘们，我再来一发，你们可要看好了哦！风轨岩石炮！但是这一次就不同了，岩石飞来的时候，纪韶英已经完成了亡灵系2级的肉体构造，把最后的1只白骨骷髅变成了腐尸。啪！岩石撞到腐肉上被抵消了冲击，没能打散腐尸，毕竟也只是风力加1点地波的推力，对付脆弱的白骨骷髅还行，对付腐尸就不够了。腐尸抓住岩石，到他丢球一样猛地丢出去，岩石以更快的速度飞回，目标就是喜欢装逼的荷西。纪韶英觉得他太恶心人了，想先把他打出场。因为已经使用过风轨，他来不及使用第2次，果断开启了身上的盾模具。咚！腐尸的力量是很恐怖的，岩石砸在盾牌上发出了轰鸣声，整颗土质的岩石爆开，4分5裂。如果荷西没有使用盾模具被砸到，应该会丧失战斗力。
荷西恼羞成怒，他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趁盾魔锯还在的时候，使用风鬼闪步，躲在盾魔锯后面，打算靠盾魔锯撞飞纪韶音。去死吧，哑巴！第59章天才驯兽师。荷西手持盾牌，利用风鬼冲过来的样子，像极了游戏里面的盾击，而且闪步的闪电走位，让他可以急速的绕开了腐尸，冲到林墨几人的前面。昭华看着拿着盾牌打算冲撞过来的荷西说道：“这人有点蠢。”在一旁的纪韶音点了点头，臣妾附议。闪步是一个瞬间爆发的位移技能，爆发的时候是很快，但是后续不行。魔法训练馆本身就有一个篮球场，还要长不少的距离，从对面跑到另一面，闪步根本不够。荷西绕开了腐尸后，速度就下降了很多，看似很猛，但实际又虚又亏。昭华对着林墨说道：“用地波把他推回去腐尸那里。”林墨手中一直捏着一个初阶土系魔法地波挪移，他们的魔法发动时机都是听昭华指挥。林墨听后笑了点头，地波生成，直接把跑了一大半距离的荷西推了回去。腐尸张开手臂，表示热烈欢迎。救命！救我！荷西看到自己往腐尸撞去，腐尸张开怀抱，就要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他连忙转身，用盾魔锯挡住。但是腐尸不是魔法，盾魔锯挡了是没有用的。腐尸双手紧紧地抱住了盾牌，再加上地上的地波推着荷西，他就像是在跑步机上一样，走不了。让我来吧，你的初阶雷系3级魔法很可能连盾魔锯都击穿。燕然对着邓乐说道。他们两个站在后方准备大招，都已经准备好了3级的魔法，本来要来对付纪韶音，但是没想到其中一个火系要用在解围上。呼，一个火球往腐尸的位置丢去，这是3级的火姿爆裂。燕然前不久才掌握了3级火姿，花了不少时间才释放出来，但是威力依然很强悍。轰的一声爆响，火姿命中了腐尸，连带着腐尸身上的腐肉和白骨全部被炸飞，火舌席卷，一部分肉都烧焦了。要不是荷西的盾魔锯还没有消失，他自己也要炸飞。咚咚，但是爆炸风还是把荷西推倒在地，而且手上的盾魔锯也消失。邓乐对着乌哲说道：“把他拉回来吧，他的风鬼还有用。”乌哲点头，同样使用地波挪移把倒地的荷西拉回来。但是此时的荷西白色的衣服标得乌黑，头发也烧焦了一点，蓬头垢面，哪里还有刚刚的风采？林墨的一个地波就破解了2级风鬼加一个3级火姿，还要搭上一个盾魔锯和1级地波，这交换简直赚到爆。法师的魔能相当有限，魔法不能一直使用，对拼的时候就看谁能赚到对方的魔能。邓建安在台上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昭华的指挥，没有使用盾魔锯或者绿蚕捆住冲过来的荷西，而是使用地波推回给腐尸，简直是一弹多鸟的决策。邓建安不动声色的自言自语说道：“用计的心都脏。”招郎自然知道他这是在骂自己儿子，他作为老子怎么都不能忍，也若无其事的小声说道：“中计的脑进水。”台上比斗，台下也比。向罗也在刚刚的交锋中终于可以释放自己的光系魔法，而且还是3级的失明，算是初阶中不错的魔法，也是光系唯一有用的。他先捏在手，等待时机打断对手。因为3级亡灵魔法亡灵空间需要时间太长，纪韶音继续使用1级的亡灵生成，直接把被打碎的那只白骨骷髅和被炸散的腐尸重新化作了亡灵。只是2只亡灵的话，纪韶音这个1级亡灵魔法能用到太阳下山，魔能都不一定会用完。这也是亡灵魔法的可怕之处，只要亡灵法师有魔能，亡灵近乎是不死不灭的。邓乐也了解过亡灵魔法，实际战斗起来是挺恶心人的。燕然问道：“你先出手还是我来？”邓乐想了想说道：“你先，我的雷系3级雷印怒击容易被盾魔锯挡下，不把他们的盾魔锯引出来，我不好出手。”燕然点头，不过他并没有使用火系魔法火姿，因为火姿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火姿像是炸弹，一碰就爆炸，不管是碰到地面、魔具、白骨骷髅还是腐尸，碰到就爆炸，不像雷系的雷印具有穿透性。用游戏术语来讲，是一个不能穿过前排打到后排的技能。燕然决定使用斩魔锯，斩魔锯在魔具中是属于很贵的魔具，比铝魔锯和盾魔锯、铠魔锯都要贵。燕然的斩魔锯是一把光斩，只见他手上握着一把光刀一样的斩魔锯，光刀金黄色，照映着他的脸庞。燕然举起斩魔锯，对准了已经快冲过来的2只亡灵，横刀一斩，配合他此时此刻的表情，居然有一种横刀向天，一去无回的感觉。这把斩魔锯是发出光属性的斩击的魔具，半月形的金黄斩击直接把面前的亡灵拦腰斩断后，光斩也只是暗淡了一点，直勾勾的飞向昭华。他们都已经打听好了，昭华手上的盾魔锯可以挡3次，而纪韶音的只能1次。以他们的战力，连昭华的钢岩强盾都打不破，所以昭华拥有3次使用的盾魔锯才更加棘手，要把次数耗光。光斩飞来，昭华依旧不慌不忙地坐在轮椅上，而且他也没有打算使用盾魔锯。他的队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防御魔法，特别是面对雷系这种穿透性极强的攻击魔法，他们的手段仅有用盾魔锯去挡。
所以双方的胜负关键就在于能否靠盾模具去耗光邓乐的雷系魔能，而对方的胜利条件就是要用火系和雷系打穿他们的亡灵墙和耗光盾模具。那就出来吧，枯木邪。朝华穿着校服外套，所以没有人看到他今天左手手腕上多了一个灰色的手表，手表上的玻璃里面装的不是指针和刻度，而是一只很小只褐色的蝎子。这只蝎子在玻璃里面活动，外形如同枯树枝一般，如果在野外静止不动，完全看不出来是一只蝎子，伪装能力很强。这个手表类似招狼庄天鹰的驯兽储物模具，玻璃里面是用空间魔法制造的储物空间。一个空间通道出现，一只褐色的巨钳从通道中伸出，把金黄色的斩击狠狠地夹碎，金色的碎片散落空气中。解决了攻击后，才看到巨钳的本体从空间通道中出来，身长2米左右，高70厘米上下，两只巨大的蝎螯在晃动，6条粗壮的蝎子腿站在地上，威武地站在朝华的身前，为他保驾护航。最恐怖的是他的尾巴，高高的翘起，尾巴后的尾针在阳光下发出寒光，这根尾针绝对可以轻易地把人的身体刺穿。这只妖魔从空间通道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连呼吸声都不敢发出，生怕惊扰到这只妖魔，连咽口水都不敢。拍照的记者吓得快门都不敢按下去，只有台下的招狼很淡定地说了一句：哎呀，有个天才驯兽师的儿子就是让人头疼啊，老是吓到一些小朋友。第60章雷印怒击。枯木蝎木褐色的蝎螯直接就把威力被削弱了一点的光斩捏碎，整个身体也从空间通道中钻了出来。2米多长的身躯，70厘米高，全身木褐色，那双恐怖而有力的蝎螯左右摇摆，和闪着寒光的尾针悬挂半空，如同王的守护圣兽一般挡在朝华的面前。枯木蝎出现后，坐在观众和一中的学生人都傻了，不是说次元召唤兽是一只绿蚕吗？这只巨大的蝎子哪一点像蚕？好歹都是读书人，骗也骗得像一点啊。中阶法师，我听说召唤系的中阶魔法叫契约召唤，可以和妖魔契约成为契约召唤兽。哈，你说朝华中阶了？不然呢？他的次元召唤兽是绿蚕肯定没错，当初他还召唤过出来给一般的大家见识，的确就是绿蚕，这是第2只。评委席上，招狼语气中带有一丝骄傲，自己又不能太过兴奋，冷冷淡淡的说道：哎呀，有个天才驯兽师的儿子就是让人头疼啊，老是吓到一些小朋友。真是的，回去要说说他。说是教训，但是语气中的骄傲压都压不住。他还是个驯兽师，那是他的驯兽。殷康成十分的吃惊，因为当时考试的时候，他可没看到有这么一只枯木蝎的。难道他能从黑教廷的手中逃脱，就是因为这一只枯木蝎？招狼仿佛看穿了殷康成，回答道：这只枯木蝎前不久才出生的，那时候还没有。不可能，枯木蝎虽然是奴仆妖魔，成长速度比哈士奇还快，但是从黑教廷事件到现在，这才10几天，怎么可能长这么大？殷康成不太相信。枯木蝎在风云岭不属于常见的妖魔，他因为是风云岭上的军法师，所以才见过那么几次，除了枯木蝎本身就难发现之外，还因为枯木蝎数量本来就不多。不过殷康成还是知道枯木蝎的一些资料，身强体健，攻击性很强的奴仆妖魔，不会妖技，只要能发现隐藏的枯木蝎，法师远距离攻击很容易杀死。招狼说道：枯木蝎是3天前才出生的，孵化的时候经过一些处理，出生的时候已经有1米多，后来喂养了一些妖魔的精华液和召唤系魔能才变得这么大。招狼说的不是很详细，但是已经明白了，的确是有一些天才地宝可以加快生长。邓建安不悦地说道：哼，不是什么妖魔都能拿出来战斗的，就是不知道这只枯木蝎有没有登记。既然你不是召唤系的契约生物，那么按照魔法协会的规定，你的妖魔必须要符合驯兽登记才行。朝华是召唤系的，所以枯木蝎只需要驯兽等级有4星就可以参加法师之间的战斗，但是依然是需要登记，测评驯兽等级是几星。招狼拿出一张文件，上面记录了枯木蝎的驯兽等级，就是为了这么一张东西，朝华今天早上才吃到的。3天前枯木蝎才孵化出来，那时候已经晚上，驯兽登记所关门了，而且第2天还是周6日，只能等到今天周1，急急忙忙去登记和测评。我去，6星！就连邓建安都露出了惊容，上面清清楚楚画有6颗黄色的星星，这是怎么做到的？一个天生驯兽等级2星的枯木蝎，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内达到了6星。甚至这些人在想，是不是招狼为了隐瞒朝华已经是中阶法师，故意这样说的，不然中阶的契约召唤不使用的前提下，怎么让2星变6星？招狼骄傲了，他说道：所以我才说我儿子是天才驯兽师，3天把2星变6星。其实就连招狼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负责带朝华去登记处而已，怎么驯兽那是他的事情。他当时知道的时候也是吓到了，要是每个妖魔他都能训练到6星，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足以逆天。回去怎么都要问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黑教廷盯上他的原因是这个？招狼心中默默地想着。回到战场上，枯木蝎如同天上降临的魔主，一只蝎分割了2边的战场，
因为那道光斩是光属性的，两只亡灵被净化，无法再复苏。昭华笑着对受生以来第一次战斗的枯木蟹说道：“上吧，注意别把人弄死，夹断手脚就行了。”邓乐四人听后一阵恶寒，什么叫夹断手脚就行？大家都是同学，不太好吧？枯木蟹像是听懂了，他悬挂的蝎子尾巴像哈士奇的一样晃来晃去，而且他现在的心情有点亢奋，毕竟妖魔天生就喜欢战斗，刚刚夹碎了光斩还不够尽兴，他想把一些骨头夹碎，或者用尾针做个串烧。踏踏踏，身体虽然庞大，但是6条腿让他拥有不俗的速度。而且这只枯木蝎还不是普通的枯木蝎，出生的时候昭华就发现它体内含有风系魔能，如果用妖魔的话来说，就是它体内有风元素。它是一只变异的枯木蝎，昭华怀疑是因为枯木蝎还处于蛋状态的时候吸收了昭华的召唤系魔能导致的。虽然这个变异很小，不足以让枯木蝎变异出强大的风属性妖技，但是却让它比一般的枯木蝎要更加的灵敏和快速。或许可以稍微培养一下，进阶战将的时候可以考虑往风系的方向进阶。昭华对于自己第一只驯兽还是挺有感情的，打算让它进阶到战将级，都已经在考虑进阶方向的事情了。枯木蝎横跨这个擂台只需要数秒，速度之快把邓乐几人都吓了一跳，因为太突然了，邓乐他们都没有想好对策。雷印怒击，邓乐手中的雷印出手，除了邓乐手上斩魔锯之外，雷印怒击就是邓乐他们最强的攻击手段，而且刚刚的焰然的光斩都被人家捏碎了，只能试试雷印怒击。轰隆的一声雷鸣声，紫色的光芒汇聚于手心，可以看得出邓乐的雷系修为很高，而且他的天赋也很强，把雷霆汇聚在一起，可以凝聚出更加猛烈的一击。汇聚而成的一道紫雷从手心射出，雷霆从古至今都是神的代表，神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它强，无比的强大。如果说初阶魔法中有什么魔法可以一击秒杀奴仆妖魔，那就必定是雷系魔法，最强单体魔法，不是说说而已。邓乐露出笑容，他的修为比外界说的还要更高，他已经雷系初阶满修了，现在他只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使用宇宙尘埃一举突破中阶。他刚刚根本就是装的，他其实很有信心可以秒杀这只枯木蝎。哈哈哈哈，死吧！我的雷霆将贯穿你的驯兽。第61章虚假。如果只是刚刚才能释放3级雷印，雷印怒击是不可能有如此威力。邓乐的雷电如同紫色的战矛，对准枯木蝎的脑袋射来。他装的，他的慌张、无奈、被逼使用都是装的。他一早就知道昭华有一头驯兽，他一开始捏着3级的雷印怒击，就是要趁昭华不注意击杀他的驯兽。他实在太害怕昭华了，不但强大的心智和算计，还有一头次元召唤兽。现在他还有一只如此强大的驯兽，那他邓乐将会永远的被压制，永远无法翻身。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天才又如何？今天就断你一臂！轰隆！雷电刺眼的光芒炸开，雷弧四散，整个擂台的地面都能看到一些紫色的雷电在跳动，久久无法平息。钢岩强盾，雷印怒击轰在了钢岩强盾上，所以雷电才会四散。如果说光系克制亡灵，那么土系就完克雷系。昭华的盾魔具就是土属性的盾，雷电无法穿透岩土。昭华一直都在盯着邓乐，他没有骄傲自满，没有觉得枯木蝎能捏碎光斩就天下无敌。他的计划无比的简单和直接，钢岩强盾就是用来挡你的雷印，我其他什么都不挡，3次机会挡你3次雷印怒击，就是这么简单。初阶法师用3次3级魔法就基本没魔能了，所以昭华的盾魔具必须要全部挡住邓乐的雷印怒击。邓乐有些失望，果然没有那么简单。昭华看到枯木蝎安然无恙，对纪韶音说道：“趁枯木蝎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使用3级亡灵魔法，把亡灵空间的亡灵全部召唤出来，一次性拿下这场比赛吧。”纪韶音用力的点了点头，他现在的修为又强了一点，亡灵空间里面的亡灵又多了几只。纪韶音在描绘亡灵魔法，脚下面出现了第一枚暗绿色的星子，当暗绿色星子排成一个7字形的时候，就是亡灵大军来袭之时。3级魔法最难的就是要控制第3枚星子的角度，要排列准确，这就导致精神力需要极度集中，也是施法速度慢的原因。打断他！邓乐看到纪韶音这一次释放时间，就知道他要用3级亡灵魔法亡灵空间。亡灵空间到底什么效果？巫者已经跟他说过了，一下子15只亡灵蹦出来，10只白骨骷髅，5只腐尸，这阵势和数量，站在这里让他们4人打都不知道要打多久，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大蝎子在前面虎视眈眈。荷西已经使用最后一件盾魔具，利用自己风系的优势在吸引枯木蝎，现在只能靠巫哲或者焰然了。巫哲率先发难，地波挪移。地波是一个不错的技能，可以不断的摇晃，如果运用的好，可以做到光系3级的失明一样，打断对方的施法。不过没有失明好的地方就是同样会被地波抵消。休想！地波！林墨也不是没有用的，他施法虽然比对方要慢一点，但是你地波从地面过来也需要时间，林墨只需要防御住就好。咚！2个地波相互抵消，纪韶音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我来，火资焚烧。燕然很快完成了1级火资，打断施法而已，并不需要用到3级火资。呼！但是燕然的火资还没丢出去，一条粗大的木褐色尾巴就往他脸上抽去，他急急忙忙弯腰才躲开。枯木蝎像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看着被自己打断了施法的燕然，真以为一个靠盾牌的风系可以牵扯他，他才没有这么笨。等你使用魔法，枯木蝎立马放弃了荷西，走过去抽一尾巴，然后又拉开了距离，继续殴打荷西。枯木蝎可以说把回手掏这个词玩花了。燕然被枯木蝎打断了火资，而邓乐和纪韶音一样，同时发动初级第3级的魔法。一般来讲，这是正确的，因为雷系的攻击速度是最快的，虽然没有到光速那可夸张，但是也接近了棒球投球的速度，所以2种魔法同时的话，雷系会先攻击到对方。而且就算昭华有盾模具抵挡，也很难判断，因为雷音怒击可以攻击枯木蝎，也可以攻击纪韶音。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的施法速度要跟得上对面才行。邓乐才第5颗雷系星子的时候，纪韶音已经完成了第6颗，即将到第7颗星子。邓乐雷系初阶满修的情况下，居然在速度上输给了纪韶音。邓乐的雷印好像要更慢一点。纪韶音太强了，不愧是1中排名第1的，这速度无人可挡啊！邓乐为什么不用1级或者2级的雷系？这样施法会更快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1级和2级的雷印可能会被那头大蝎子挡住，只有3级雷印才能对他造成致命伤害，才有机会打到纪韶音身上。邓乐自然也看到了纪韶音脚下的星轨即将完成，双拳紧握，一个昭华还不够，还要再来一个纪韶音，他到底还要被多少人骑在头上？邓乐一咬牙，双眼露出凶光，嗡！刺眼无比的金光突然在擂台上绽放，这金光就算闭上眼都难以抵挡，台下的观众下意识就转头，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是初阶3级的光系魔法光耀失明，应该是像罗同学用失明打断邓乐的雷印怒击。轰隆！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声，失明并没能打断雷印怒击，光耀失明的效果维持很短，2秒后场面就恢复了，但是如果没有及时闭眼的话，眼睛可能会被灼伤。滋滋滋，地面依旧是遍地的雷湖，场上和刚刚一样，雷印怒击击打在昭华的钢岩墙盾之上。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枯木蝎回到了中场的位置，没有深入到邓乐几人的位置，而且这一次的钢岩墙盾放的位置很巧妙，刚好立在邓乐、枯木蝎、昭华3.1线之间。但是昭华和纪韶音以及林默没有看向邓乐那边的方向，而是看向了左侧的相罗。刚刚的失明把纪韶音的亡灵魔法打断了，光耀失明并没有被丢到邓乐的队伍之间，而是直接就在相罗手上爆开。因为相罗和林默都是站在前面的，所以失明的强光近乎是零距离照射到昭华和纪韶音的脸上，加上光系对亡灵系的克制关系，纪韶音积累的死气也被打散，连1级的亡灵生成都需要再酝酿时间才能释放。这个失明差不多等于封印住了纪韶音一些时间。林默痛苦地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相罗没有回答林默的质问，偏过头默不作声。这一次的失明时机相当完美，纪韶音接近完成魔法的时刻释放，而且失明有效的时间里面，邓乐的雷印怒击释放，瞄准的目标不是原想的纪韶音，而是昭华。这是一个连环计，如果说香罗是失误，那邓乐的动作根本无从解释，唯一的可能就是相罗和邓乐一开始就商量好的失明断纪韶音的3级亡灵魔法，邓乐趁机释放雷印怒击，把昭华打下场，从而拿下这场比赛。第62章，绝对的天才。不得不说，邓乐这一枚棋子是埋藏的很好的。首先是相罗他的性子，能够排名到1中前几名，光系最强修为就证明了他是一个有野心想变强的人，所以想要赢得4成联考的选拔，去从城温泉提升实力是很正常的，这一点昭华都没有怀疑过。然后就是利用林默对他的爱慕之情进入纪韶音的队伍，相罗可以说把昭华也算计了一次，他算准了，就算昭华知道他是利用自己的美貌来骗取林默，昭华也没所谓。因为昭华就是这样子的性格，只要不拉扯到他身上的事情，他很多时候都抱着不太想多管闲事的心态，更何况插手别人爱情的事情，他更加不会干。既然林默喜欢相罗，而相罗也的确有求于林默，那么2人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也不为过。所以后来昭华没有对相罗有什么歧视或者别样的情绪，社会就是这么的功利，昭华很明白这个道理，没利益的事情谁跟你干。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哪怕昭华没有对相罗100%相信，但是也不会去排斥他，也不会去怀疑他，有目的性的行动最不可疑，就这一点来说是做得很好的。在这一战之前，昭华都没有怀疑过香罗什么，直到邓乐说出了一句话，引起了昭华的怀疑，所以才会有最后枯木蝎站在昭华面前，昭华在用钢岩强盾防御的结果。邓乐最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杀死昭华的驯兽，昭华就起疑心了，一般人会怀疑次元召唤兽，又或者昭华中阶了，契约了别的妖魔，但是邓乐当时信誓旦旦地说明了是驯兽，这分明是有人通风报信。枯木蝎的事情除了他们几个来探病的和自己父母之外，没有人知道。
只是一点点怀疑就够昭华留个心眼了。这其中最难受的恐怕就是林默了，他是在场唯一一个和香罗感情最深厚的人，而且两人还是男女朋友关系。或许这其中有香罗想套情报的缘故在里面，但是林默自己倒真是真心的。哒哒哒，枯木歇从中场位置往回走，他除了要回来保护之外，还要清理门户，诛杀叛徒，不可能让这样一个二五仔留在场上。向罗看到枯木歇往自己这边走来，他也没说什么，跳下了擂台。他的任务就是打断纪韶音的施法，给邓乐机会可以打一个措手不及。他一个光系的，身上又没有魔具，一招都顶不住。他时常都讨厌自己是一个光系法师，而不是火系、雷系。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哇，这也行啊，也太赖皮了吧！台下也有人察觉到了发生什么，实在是那光耀失明放的就没道理，摆明了对着自己队友放的，这还不是二五仔谁信？向罗居然是邓乐队伍的，但是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这3打5了，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队友是你自己选的，别人辩解的只能怪自己。观众席开始热论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半会没办法讨论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反而评论席上的招郎没有为自己儿子说话，相当的沉默。殷康成看向招郎问道：“郎哥，你没事吧？”招郎回答道：“这有什么的？不如说我还要多谢邓乐安排这么一出，让我儿子知道，这个世界不要太过相信别人，特别是在野外的时候，害死你的可能就是你的队友，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以及魔法。”擂台上，向罗跳下了擂台后，场上的形势明朗了起来。向罗还是其次，最重要是纪韶音的魔法被打断了，而且被光系击散了场上积累的死气，导致一时半会没办法使用亡灵魔法，而且打断的还是3级魔法，魔能也消耗了不少。打击还不止这一些。昭华看向林默后说道：“林默，你也下场吧。”我可以的。林默回答道，他不想就这样下场。昭华摇头说道：“你现在的状态连星轨都链接不好，更别说操控好地波了，下场吧，这样我反而更好施展。”林默欲言又止，但是最后还是下场去了。现在他的精神已经混乱了，脑子一片空白，魔法都难放半个。邓乐他们却没有在等待。邓乐是第2次使用3级雷印，魔能消耗严重，正在休息。燕然已经准备来一发大的，正在连接3级火字的星轨。巫哲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地波挪移，没有了林默，他的地波就能做到干扰作用。荷西是最惨的，他的盾魔具2个都用了，只能使用风轨，而且因为巫哲没有生成岩石给他当炮弹，他现在就在那里看着，没事好做。亡灵生成，纪韶音的释放速度最快，不过因为光耀的原因，这一次更惨，只有一只白骨骷髅，而且因为魔能问题，他没有打算让白骨骷髅变成腐尸。昭华让纪韶音靠着自己侧坐在轮椅边边的扶手上，然后让枯木歇把轮椅连带着2人搬到身上。虽然这样会变慢，但是对于2个都没有位移的法师来讲，这是最好的办法了。这是最后决战，纪韶音魔能不多，枯木歇也战斗有一段时间了，现在要背上2人，体力会消耗很快，对方也一样，雷系、火系都用了2个3级魔法，同样不会剩余多少魔能。哒哒哒，枯木歇吃力的往对方脸上突进，旁边跟着一只白骨骷髅。去死吧，火姿爆裂！燕然率先发力，一个3级火姿往枯木歇身上丢，只要能炸出盾魔具，他们大赚。呼，昭华也没有让对方得逞，枯木歇抓住旁边的白骨骷髅，像是盾牌一样丢出去，和火姿撞到一起，轰隆一声，火焰爆炸，骷髅被炸散，但是火姿也抵消了。他们对魔法太了解了。燕然第一次遇到这么老练的对手，这些人真的是同年级的学生吗？怎么跟个老猎人一样，贼精贼精！嘎啦嘎啦嘎啦，纪韶音立刻使用亡灵魔法，重新复活了白骨骷髅。现在这只白骨骷髅就是肉盾，就是炮弹，用来牺牲的。风鬼岩石炮，你还是先去吧。风系法师被近身不用风鬼做干扰，还搞这种东西，都不知道想什么的。枯木歇直接一个尾巴就把荷西抽飞，然后转头准备对付巫哲。巫哲身上同样有2件魔具，一个盾魔具，一件铠魔具。他和荷西的作用就是前排肉盾，用来给后排的火系和雷系争取时间的。嗡！邓乐再次出手，但是他这一次使用的是斩魔具，不是雷印怒击，和燕然一样的光斩魔具，一道半月形光斩冲向背上坐着的招。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使用盾魔具的是纪韶音，他的冰壳蝎冰盾挡住了这一击，同时触发了冰环反击，猝不及防之下，把拿着盾魔具正在抵挡枯木蝎攻击的巫哲冻住。还好场下的裁判看到，及时出手把巫哲救走。顿时场上变成一个残局，燕然剩下一个魔具和所剩无几的火系魔能，邓乐还有一次雷音怒击的魔能和3个魔具。昭华的钢岩强盾剩下一次，纪韶音少量亡灵系魔能以及一头枯木蝎。场上谁都有机会获得这一次决斗的胜利。第63章天生天赋。死！轻点，疼！昭华吸了一口气，直呼被纪韶音弄疼了。
因为坐在枯木蝎背上的原因，十分的颠簸。纪韶音坐在轮椅把手上，一下子没坐稳，从把手上滑落，一屁股坐在了昭华的腿上。这可是受伤到要坐轮椅的大腿啊！被这样压下去，能不疼吗 ？Omega！ 纪韶音小脸一红，双手捂住脸，太害羞了。坐在男孩子的大腿上，他出生到现在都没试过，如此近的距离，竟然有一种骑马的感觉。你要减肥了！啪！纪韶音小拳拳重锤出击。仙女身上不会有臭味，体重也不会重的。哼，你们还有心情打情骂俏？火姿灼烧！燕然冷哼了一声，往枯木蝎身上丢出了一颗火球。他的火系魔能已经不够使用最强的3级火姿。啪！枯木蝎一脸的不屑，挥舞着蝎鳌拍灭了这颗小火球。枯木蝎表皮有一层木头一样的保护层，这是一种类似钢岩墙盾上的钢岩，防御力极强，哪怕是3级的火姿爆裂都很难重创。这不因为你们攻击太弱吗？昭华笑着说道。枯木蝎和幽狼兽、复仇螳螂这一类有妖技的妖魔不同，枯木蝎就是靠肉体的力量战斗的，前者属于坦克类型，又肉又有输出，后者属于刺客类型，速度快爆发高。等到枯木蝎完全成长起来，甚至连3级雷印都不能重创它。燕然看了一眼旁边的邓乐，邓乐在汇聚身体所有雷系魔能，这是要打出最后一击了。而且昭华也看准了邓乐想干嘛，果断坐在枯木蝎上，和纪韶音一同过去，要打断邓乐的这一次施法。要分胜负了呀！哒！枯木蝎的目标很明确，他要攻击的就是站着不动，正在释放魔法的邓乐本人，完全忽视了就在旁边离自己最近的燕然。又不能杀死他，揍他没什么意思。燕然发现自己被忽视了，顿时怒火中烧的说道：“别无视我！”火姿粉骨。燕然把自己最后的火系魔能用完，粉骨在初阶的火系中是穿透能力最强的技能了。但是纪韶音又怎么会让他如愿？白骨骷髅二话不说，用自己卑微的生命挡住了这一击。枯木蝎来到了邓乐面前不远，仿佛已经成了定局。昭华和纪韶音拿的就像是反派角色的剧本，一直处于优势之中，反而邓乐像是勇者主角，一直在顽强抵抗。都说了，别看小我。铠魔锯。燕然用了自己最后的铠魔锯，身上的铠魔锯是土系的褐黄色，如同盔甲一样从头到脚保护着他。啪！燕然用力地抓住了枯木蝎的尾巴，不知道哪来的力量，他居然拉扯住了枯木蝎。枯木蝎顿时寸步难行。昭华转过头看向燕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那个铠魔锯竟然可以增加燕然的肉体力量，让他拥有了可以抗衡妖魔的可怕臂力。挺有意思的铠魔锯，不过这样的铠魔锯保护能力不强吧？啪啪啪！枯木蝎提起自己的尾巴，猛地拍打地面，燕然像是破布一样被摔在地上。正如昭华所说，这个铠魔锯的防御力强度很弱，虽然可以增加肉体的力量，但是防御却是很一般。仅仅一个甩尾，燕然就吐血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放手，直到被枯木蝎连续拍打了5、6下后，裁判实在怕他死了，把他救下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邓乐的雷印怒击再一次完成。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赢下来。铝魔锯。邓乐使用了第2阶魔锯，这是一件风系的铝魔锯，能让他在一段时间内拥有风轨疾行的速度。邓乐冲出，开始围绕枯木蝎绕圈，他要躲开昭华的钢岩强盾的防御，这一击必须要打到他身上才有机会。枯木蝎看着围着自己绕圈的邓乐，一时半会有点头晕目眩。昭华看出了端倪，对着枯木蝎说道：“你就站着不动就行。”纪韶音，生成一些腐尸。纪韶音点了点头，把自己最后的魔能用完了，一共生成了2只腐尸，这已经是极限了。而且他身上也没有了魔具。2只腐尸左右包夹，逼迫邓乐停下来。啊！雷印怒击！邓乐释放出了最后的雷印，这一次的雷印威力比前2次要更加的强大，汇聚了所有魔能的雷印，差不多有小半个中阶魔法的力量。钢岩强盾恐怖不能完全抵消。钢岩强盾，轰隆！雷电像洪流一般倾泻而下，不断轰击钢岩强盾。不一会，钢岩强盾就出现了破碎。很明显，钢岩强盾顶不住了。枯木蝎，走！挡不住了。昭华命令枯木蝎离开，不然会被穿透钢岩强盾的雷印打中。到时候没有任何防御力的2人，怕是会被电麻痹。踏踏踏！枯木蝎从钢岩强盾后面走出，但是离开钢岩强盾的瞬间，昭华就看到了手握一柄火焰长枪，身上穿着火甲的邓乐踩着风而来。火枪和火甲就是邓乐最后的魔具了。这火枪相当于进阶期奴仆级妖魔的全力一击，比光斩魔具强力太多，恐怕只有纪韶音的冰蝎盾才能挡下。而且邓乐很小心，他还穿上了火焰铠甲，因为他知道昭华的次元召唤兽是绿蚕，蚕丝怕火。虽然没有看到昭华使用次元召唤，但是以防万一他穿上了。邓乐一跃而起，对准了昭华发动攻击。这一击，昭华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抵挡，魔具已经用完，枯木蝎根本挡不住，绝杀。甚至裁判都认为是必输了，准备出手救人。风蚕丝网，丝丝丝，白色的蚕丝如网，
牢牢地绑住了邓乐，把他扎得像个粽子一样。那柄火枪更是被夺走，身上的火甲虽然在拼命燃烧，意图烧毁蚕丝，但是那些蚕丝如同钢铁一样的坚韧，无法烧断。枯木蝎把昭华和纪韶英连同轮椅拿了下来。昭华对着目瞪口呆的倒在地上的邓乐说道：“是你输了。”场下的所有人同样鸦雀无声，现场直播的导播都忘记了切换画面，因为他们都被眼前不科学的事情吓到了。就连坐在评委席上的4个从城最有头有脸的人物，一时半会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刚刚奇异的现象。刚刚邓乐要发动攻击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昭华要输了，甚至场下的水系法师都准备使用水域把人救下来。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透明的星轨出现，仅仅一瞬间就完成了星轨链接，次元魔法完成。从次元通道中飞出无数的白色蚕丝，把邓乐绑住了。一念星轨，卧槽！初阶法师能一念星轨的吗？是的，昭华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被逼出了自己的绝活伪一念星轨，使用了次元召唤，让小风蚕通过次元通道用风蚕丝绑住了邓乐。骗人的吧？为什么一个初阶法师可以一念星轨啊？难道他已经中阶法师？别口胡了，就算他是中阶法师，那也不能做到一念星轨啊。你看看台上的评委席，全是中阶法师，但是除了招郎这位大法师之外，其他人都做不到，就连以前的邱校长都做不到。那这是什么玩意？难道是什么障眼法？片刻后，场下议论纷纷。我猜可能是昭华的天生天赋，他的天生天赋就是一念星轨。第64章意料之外的强敌。我猜可能是昭华的天生天赋，他的天生天赋就是一念星轨。此言一出，再次把场上的气氛降到冰点，大家都沉默了。在场的很多人都是学生，已经觉醒的法师，天生天赋这4个字他们都并不陌生，因为每一届都会有人带节奏调查是否有人有天生天赋，特别是妖都中心最强的3个城区的重点学校。就好像觉醒不久后会有一些人去调查有多少个火系，多少个雷系，然后在各个学校的论坛各种攀比，在妖都的靠前的城区比的就是天生天赋了。而且传闻还有个什么高校天生天赋排行榜，把帝都、魔都这些大都市也一起算进来。例如在帝都高中有一位冰系天女，天生就具有灵种，冰系魔法比别人强几倍，还带有特效。又有魔都魔法世家的弟子，魔法释放速度快人1步，比别人快1倍。还有一人魔法释放1级变2级，2级变3级，天生魔法就高人1等，等等等等。每一个人仿佛自带光环一般，强大无比。世界就是如此，有些人像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不小心给多了一份力量。天生天赋觉醒前就会有征兆，例如天生灵种的冰系天女，未觉醒前对寒冷的抗性异于常人。昭华觉醒前作为从城的学神，考试次满分，这可能就是一种征兆。天哪，天生天赋一念星轨！我听说有些人的天生天赋只是加速施法，他这也太开挂了吧！有学生惊呼道：“也不一定，只是星轨而已，到了中阶魔法可能就没用了。”也有学生叼着烟冷静分析一波，表示自己不慌。不一定，万一人家是一念任何魔法呢？冷静分析的人手抖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什么都一念施法，谁还打得赢他？台下的学生已经像怪物一样看着昭华了。纪韶英推着昭华准备下台，胜负已分了，是他们赢了。至于邓乐什么表情和心情，那跟他们没有关系。招郎走下台，瞪了他一眼，说道：“回去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因为一念星轨这事连招郎都不知道，不过昭华已经想好了，就是死隐瞒。反正这又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自己能一念星轨，我精神力比你强，我也可以不行嘛，就是早一点嘛。邱校长当初隐瞒了所有人，有一些敏锐的教师这时候才发晓当初邱校长的用心良苦，因为这个天生天赋在前期堪比无敌天赋。殷康成走过来，看着昭华有点安慰的说道：“你还活着就好，其他兄弟在天之灵也能安息。”当初一同考核一班的另外4个军法师，为了保护学生安全，全部惨死在诅咒出妖的爪下。虽然温瑜已经被军方抓住了，但是人死不能复生，黑教廷必定会被连根拔起。殷康成笑着拍了拍昭华的肩膀，从兜里拿出一个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有4块玉佩，这些玉佩是信物，明天你们进入从城温泉进修，那里是荒郊野岭，妖魔成群，温泉圣地被结界保护，要进入需要这些玉佩，这里一共4块，代表4个名额，如何分配你自己决定吧。殷康成这是话中有话，本来玉佩4块，队员刚好4个，不需要分配，但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看在眼中，向罗叛变了，如果这都默认给他，恐怕会让昭华他们几人不满意，所以负责给玉佩的军方代表殷康成直接让昭华自己分配。向罗现在站在邓乐几人旁边，他其实也不在意温泉圣地，既然他能做出这样的时候，提前就想好了会失去这个机会，只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邓乐居然落败了。天生天赋啊，不管是邓乐还是其他人都渴望到不行，
一个天生天赋就把邓乐所有心血打碎，让他准备了无数天的心血化为乌有。整个从城都没有一个人有天生天赋，可想而知这是多么的稀罕。昭华也不客气，直接收下玉佩。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东西，自己用不着，卖出去也可以吧。爸，那我们先回去了。昭华打了招呼后就准备回去，实在是早上起太早，刚刚又打了一轮战斗，早点回去休息，明修更好。赵郎点了点头说道：你先回去吧，我还要看到最后。一会休息完，邓乐几人魔能伤势恢复后，将会对战6中的李世杰他们的队伍。魔能和伤势可以通过药物快速恢复，但是模具就不行。但是邓乐几人的修为和战力摆在那里，昭华也没兴趣看下去了，这大概会是一场碾压吧。回到家中，昭华把枯木蝎从空间手表中放出来，受伤他倒是没有受伤，不过现在饭点也是时候喂点饭。啪的一下，昭华从冰箱拿出一只鸡丢给枯木蝎说道：你注意点，别吃的到处都是鸡肉碎末。枯木蝎看见鸡肉，立刻放进嘴里吧唧吧唧的吃起来。除了肉类之外，昭华还输送了一点召唤系魔能给他，这是上好的奶，可以让枯木蝎成长得更快。昭华感受了一下小风蚕的状况，还是老样子，依旧在休息。刚刚如果不是被迫无奈，昭华都不打算让小风蚕出手。那一次之后，小风蚕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还在召唤位面中静养。随后，昭华进入精神世界明修，修为不是一蹴而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修来而来的，他要赶紧达到召唤系3级修为才行。昭华前不久收到了风铃姐的通信，等到昭华召唤系3级后，跟他解释那个全新的魔法和绿色的召唤系星辰是怎么一回事，以及生死器到底代表着什么。按照现在的进度，再过1-2个月应该可以3级了，不知道能不能赶在毕业前达到满修，冲击中阶。中阶太难了，特别是召唤系这破玩意，难上加难，就连季韶音修炼的这么快，都还没有亡灵系满修，倒是邓乐雷系满修让他有点受打击。不过他估计邓乐也起码要过1-2个月才有可能尝试突破中阶，邓乐也就前几天才满修，需要慢慢温养巩固修为才好突破。至于什么破烂天生天赋，懂得都懂，那就是唬人的，哪是什么天生天赋，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等于怎么可能？邓乐看着眼前的景象，不敢相信。乌哲、何西、晏然全部倒在地上，都已经晕厥不省人事，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水域的水淋湿。但是他们3人都不是被水系魔法攻击，而是被水域所救，因为他们3人被李世杰一招火姿炸晕了。台下的观众也不明白，怎么他们好像很弱的样子，只有招郎看出了一些端倪，表情严肃小声的说道：中阶。李世杰居高临下的看着邓乐几人说道：如果你们模具全齐的话，或许还能和我打一打，不然以你们出阶的修为，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中阶？李世杰竟然已经是中阶的火系法师？不可能啊！第65章，邓乐来访。中阶法师？他说李世杰是中阶火系法师？不可能吧？哪有人修炼这么快啊？离得比较近的观众听到了邓乐的话，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不管是妖都还是帝都、魔都这些国家重点都市，高中临末尾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学生修为足够会尝试突破中阶，更有一些厉害的人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双系中阶了。有科普员出来科普道：双系中阶，你是说2个魔法系都能使用中阶魔法的意思吗？这位科普员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对，的确有这样的人，不过这些人一般都是大家族、大氏族的重点培养弟子，甚至就是家族传人才有这样的可能。他们觉醒后用的就是星云魔器，比星辰魔器还要高级，修炼时间比我们更多，而且各种资源的辅助才有可能达到。但是李世杰他好像是孤儿，我听说他父母在他还小的时候惨死在妖魔之下，他是被奶奶养大的，他家连接锅都难，怎么会是什么大家族弟子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李世杰这样的修炼速度是有可能的，而且像妖都这样的大都市，每年都有那么几个出现，也有过一些草根法师觉醒了快速修炼的天生天赋，或者有一些人得到了什么机缘，也是可能。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就是高考，就有那么一项，是否是中阶法师，这一项不是高考必考，是大学的保送考试。如果你在高考前成为了中阶法师，那么恭喜你，除了全国前20的学府，全国所有学府你都能保送，而且还免学费。但是如果你还能释放中阶魔法，那厉害了，除了全国前10的那几个学府外，免学费，保送入学，不用参加高考，不管哪个系都可以。既然大学学府有这么一个规定，那么就证明的确有人能在高中时候就突破中阶，只不过这里是从城，比较郊的城区才比较的惊讶。李世杰嘲讽的说道：怎么没有模具你们就这么几下？刚刚一开局邓乐几人的确有点太过松懈，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李世杰的3级火姿爆裂释放速度太快了，起码对于初阶法师来讲太快了。巫者几人连1级的魔法都没有好，一个3级火姿爆裂就往他们几人的脸上丢。
还好乌哲还有一个防御模具没有用出来，就被季韶音的冰蝎盾反击光环给淘汰。但是初阶的模具根本挡不住中阶法师的3级火姿，那爆炸力太强，直接把盾模具给炸穿了。火蛇席卷了前面的他们3人，冲击力更加是把3人震晕过去。可恶！雷印狂策！邓乐向前推手，如同多条鞭子抽到一样的雷电疯狂抽向李世杰。太慢了，这就是雷系吗？但是邓乐完成了雷系2级雷印的时候，李世杰已经完成了3级火姿。正常雷系是要比火系更猛的，能直接穿透火姿打到对手身上，但是李世杰的火姿不但是3级的，他本人还是中阶法师。火姿的火焰像一条深海巨蟒一样，张开了血盆大口，要把那一条条细小的雷电吞噬。火焰沿着雷电冲向邓乐。轰隆！啊！邓乐身上的火甲依然还有魔能，因为昭华只是绑住了他，没有把火甲打爆。但是火姿的火烧到身上，火甲的防御一点用都没有。这个铠模具会产生高温，灼烧靠近的敌人，但是本身防御力很一般。火姿爆裂的火焰一下子就把铠甲打回原形，邓乐也应声倒下，无再战之力。赢得干净利落，前后只是用了2个火姿爆裂就淘汰了邓乐4人，而且还是李世杰1人就秒杀了4个。就这样对比的话，李世杰或许比昭华和季韶音还要强。我的天啊！难道6中要崛起了？不是，难道是已经崛起了？现在才高3上半学期好吧？李世杰已经突破了中阶，4校联考的时候有可能会中阶魔法了，到时候中阶魔法一出，谁人可挡？但是我觉得昭华的一念心鬼的天生天赋更强大。你中阶法师施法再快也是要时间的，昭华可以打断你的施法，我觉得昭华更强。有昭华党的人不服气的辩论：屁！昭华就一个召唤系的，施法再快又能怎么样？李世杰就不能有队友帮他挡招吗？就没有模具吗？只要挡住第1轮中阶火系，你怎么挡？你用头挡吗？难为了写报道的记者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才发出去的震惊，从诚意中惊现无敌天生天赋，妖都何人能敌？这还没有审核完，又要写一篇天生天赋又如何？从城6中，李世杰突破中阶，中阶火系猎拳教你做人。从城的同城热搜榜今天一天都没停过，一直在轮换。昭华完成了日常明修后，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也十分吃惊，没想到李世杰竟然比邓乐和季韶音还快，先一步到达了中阶的领域。初阶到中阶十分的困难，先不说那份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宇宙尘埃，李世杰是怎么得到的？就是让自己的魔法细满修后，壮烈星辰的阻隔就已经很困难了。宇宙尘埃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帮助突破的阻力而已，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当你满修后，星辰周围就会有一道透明的阻隔，禁止星辰继续扩大。这时候法师就需要用强大的修为去撞击阻隔，等到把阻隔壮烈到一定程度后，就能用宇宙尘埃猛地给他来一下，直接冲破阻隔，那样就破茧而出，化尘为云，那你就是中阶法师了。哎，真是一天还有一天高，我还在2级苦苦挣扎，已经有人突破中阶了，我太难了呀。晚上，昭华家里一个稀客来访，我是没想你会来我家拜访我。昭华坐在轮椅上，看到来人略感意外的说道。邓月手上拿着水果篮子，低下头，双手紧握，青筋都出现了，可想而知多么的用力。你以为他想的呀？他也不想的呀。哈，这位一定是昭华了，果然是一表人才，难怪能把这臭小子击败。昭华抬头，第一眼就4个字：虎背熊腰，个头应该有1米9几，而且也不用昭华去猜，他就是邓乐的父亲，从成邓氏现任家主邓刚，实乃人如其名，很刚。昭华点头微笑说道：你好，邓叔叔。邓刚大笑着说道：哈哈，昭郎你教得好啊，很有礼貌啊。如果不是知道邓刚和昭郎2人不对付，就这气氛还以为是老朋友见面。不过来者是客，而且昭郎的实力压根就不怕你来搞事情，老子对老子你打不过，小子对小子你也打不过，怕你啊。昭郎招呼邓刚2父子入屋，客气了2句后，邓刚入正题了。这次来，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卖一块玉佩给我。昭郎和昭华相视一眼，果然是这个。第66章从城温泉。昭华坐在轮椅上听着，他没有插话说什么。这次来，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卖一块玉佩给我。邓刚笑嘻嘻地说道。昭华以前就见过邓刚，邓刚和他的名字一样，刚，很刚的那种。只要昭郎在场，邓刚的暴脾气就控制不住，毕竟本身也是一个大老粗，而且还和昭郎有过节，自然容易擦出点火花来。听店里面的沈博说，这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昭郎和邓刚曾经是从城的2大天才，拼了命要争从城的第一，一个雷系，一个火系。按理说雷系能稳赢火系，但是最后结果自然是邓刚落败给了昭郎，而且还是毫无悬念的落败。就和今天一样，昭郎在高考前突破了，成为了中阶法师，和今天很是相似。
不同的是，李世杰比招郎还快了半年多时间。这一次邓刚十分难得，竟然露出了笑容。虽然这个笑脸要多不自然就有多不自然，但也能从笑容中流露出来的满满父爱，是真的为了自己儿子啊。邓乐或许也是因为自己不想父亲低头陪笑，才双手紧握，控制着自己。招郎看向假笑严重的邓刚，在心中是认可了作为父亲的邓刚，不过他没有直接答应，而是说道：“很可惜，这个不行。”邓乐听后立刻就站起来，转身就走，要他卑躬屈膝去求人不可能，要去求自己的死对头、最讨厌的人更加不可能。邓乐拉起自己父亲，他最无法忍受的是自己父亲为了自己要去求讨厌的人这件事，能来这里已经是邓刚硬拉的结果了。从城温泉圣地，机会再重要也不及自己父亲。邓刚一把抓住自己儿子的手，把他按在沙发上。从城温泉的重要性，他比自己儿子更加清楚。虽然当年他是输给了招郎，但是也得到了进入温泉的资格，那神效绝对比外界传言的更神。邓刚呼吸了一口气问道：“如果是价钱的话，我邓刚能拿出来的，绝对不会含糊半句。当然了，如果你们介意外界的一些声音，我们已经让香罗对外宣布退出，把资格让给邓乐，不会给你们带来一点影响。”说完后，感觉自己诚意不够，珍而重之的拿出一个盒子，盒子还用魔法封锁住，不难猜里面是装着多么重要的东西。打开盒子，里面露出了一个小瓶子，小瓶子里面装着像是把五颜六色的颜料混合一起的颜料，能够看到里面有着星点在缓缓移动。邓刚说道：“我们愿意用一瓶宇宙尘埃交换进入温泉的机会。”就连邓乐都睁大眼睛，别看邓氏家大业大，但是要养的人也很多。邓刚不过是邓氏在妖都11个城区中最弱势的一个分家家主，每年能分到的资源就少，而且资源是要合理分配的，一份宇宙尘埃就算是家主也不能说给就给啊。爹，你不能为了我。邓乐痛苦地说道，这是可能会让邓刚家主之位拱手让人的做法，他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这么硬气，直接加入到昭华和纪韶英的队伍不就好了，现在何至于此。邓刚对着自己儿子摇摇头，对着招郎说道：“郎兄，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最大诚意了，你看。”只是招郎还是摇头说道：“你误会了，我说的不能不是说不卖，而是说能决定买卖的人不是我。”招郎看向昭华，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昭华赢回来的资格只能他有资格出售，就算自己是老子也不能瞎给他做决定。昭华也提前问过了纪韶英和林墨，他们也说这块玉佩由自己处理，怎么处理他们不过问。昭华推动轮椅的轮子，在电视旁边拿过来一个盒子，就是下午得到的装玉佩的盒子。邓刚两父子有点无语，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放在这种地方。昭华打开盒子，里面装着4块玉佩，纪韶英他们的玉佩也放在昭华家，没有比他家更安全的地方了。玉佩可以给你，不过我不要宇宙尘埃。昭华把其中1块玉佩拿出来后说道。邓刚和邓乐相视一眼，宇宙尘埃已经是他们能拿出来最珍贵的东西了，而且昭华也快中阶了吧，这东西的吸引力还不够吗？那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昭华回答道，现在一中的校长是邓建安，我想让邱校长恢复校长的身份。邱校长暗中帮了他和纪韶英很多，特别是帮他隐瞒了很多事情，而且也帮了纪韶英争取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是一个很好的校长。所以昭华想了想，觉得在情在理，自己也应该这样做。邓刚和邓乐都相当惊讶，没想到是这么一件事。如果只是这件事的话，根本不算什么难事。现邓建安只是临时校长，邱校长也只是暂停了职务，停职查办，这件事没有说死，还能挽回。之后如果邓家不施压的话，10有8九还是邱校长回来做回校长的位置。邓刚问了一句，就这样就行了？昭华点了点头，把玉佩推给邓乐，准备离开的时候，笑眯眯地说了一句，作为队员，战斗可要听指挥了。邓乐眼皮跳，因为拿了玉佩后，4成联考他就要和昭华一队了。招郎无语，自己儿子怎么这么腹黑，遗传谁的？第二天一早，由从城军方的法师负责保护的一辆旅游巴士，经过每一位成员的家门口，一个个的接送他们。巴士里面除了司机之外，还有4名军法师，其中殷康成也在，应该是军方安排护送大家到从城温泉的军法师。巴士是2个人2人坐，昭华和纪韶英坐一起，因为邓乐死活不肯和昭华坐，不过纪韶英也不想和邓乐坐一起，所以邓乐只能选择林墨了。巴士很快就离开从城，往吕县的方向开去。温泉所在的地方就在从城市区往吕县之间，吕县之所以有军队驻扎，目的就是保护这个温泉圣地。巴士沿着贯穿从城的河流流溪河走，一路沿着河流开，远望去，山脉像是能阻隔天地一般，把世界分开两边，还能看到流溪河上有一个个小小的岛屿。再远望，一片连绵的山脉映入眼帘，山峦被迷雾笼罩着，显得神秘而秀美。啪啪，纪韶英兴奋地拍打旁边的昭华，叫他快看快看，指着外面的一座直通天际的高峰写道：“那是什么山？”昭华放下手机看了一眼，说道：“那是天堂顶，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天堂顶之下的山脉。”天堂顶
因为其山峰的高度已经穿过了云层，所以被人叫做天堂的顶部。真的可以到天堂吗？纪韶音好奇地写道。昭华露出了阴森的笑容，笑眯眯地压低声音说道：“能，当然能啊！天堂顶住着远古虫母，你能上到天堂顶，自然要上天堂。”第67章露天温泉。Sigma。纪韶音吓了一跳，教科书上有说过天堂顶的一些事情，也有图片介绍，但是实际看还是第一次看到。纪韶音没想到天堂顶竟然如此的雄伟壮丽，和想象的妖魔鬼怪之地完全不同，被云雾半遮半掩的十分美丽。驾驶了一段路后再看，被其他的山脉遮挡住了天堂顶，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点露出来，像是隐藏在山林了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听到昭华说天堂顶和远古虫母，车上的学生都忍不住看过去。远古虫母一直都是妖都的心腹大患，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头号敌人。根据历史记载，在100年前，2911年9月20日这天，从城的太阳消失了，远古虫母带着他的虫族妖国降临，遮挡住了天空。根据别国的记载，遮天蔽日的虫族突然出现在大海上空，数以亿万的飞行虫族把大海和天空分隔，南海被黑暗笼罩。虫国飞越南海，途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虫国所过之处皆是他们的国土，没有任何的妖魔、人类法师可以抵挡虫国，甚至片刻都抵挡不了。南海的海妖那一天出奇的宁静，全部沉入深海，不敢出现。虫国一路覆灭所有的生命，不分敌我，直到来到神州大地才遭受到阻拦。但是虫国的庞大和带领各个虫族的虫王的强大恐怖，妖都的法师节节败退，哪怕到最后出动了国家最强的故宫廷法师，也只能保护住妖都的天城、诸城2座城，其余的城市全部沦陷。日食清零，如神之际。远古虫母的虫族妖国没有选择覆灭妖都，而是绕过了妖都最后2城，降临天堂顶，把天堂顶当做了自己的虫巢。有传言说，当初孙先生其实并没有完全击退虫族，是虫母已经达成了目的后无心恋战，当初攻击妖都不过是顺路而为。所以现在筑巢在天堂顶的远古虫母依然是妖都的心腹大患，不过随后的100年，虫母就没有再出现过。但是虫国的一些虫王，由他们带领的虫族部落却霸占了妖都众多山脉，渐渐形成了现在的妖都虫族妖国。这一次，昭华几人要来的修炼圣地，就是在天堂顶附近的一处密地。我们到了，下车吧。殷康成说道。直接开车到天堂顶是没可能的，天堂顶附近的山脉就是虫国的虫族部落领地，要深入到这么里面才能到修炼圣地，那还是别去为妙。这里怎么感觉以前有人住啊？6中的一个学生好奇地问道。因为他们下车的地方到处都是断壁残垣，还能看到一些砖瓦房子和喷水池什么的，不过已经废弃了。有一个军法师听后有些感叹地说道，在100多年前，虫母还没攻击妖都之前，因为有神效温泉，所以这里有一个温泉圣城，一直都是从城的著名景点。就好像欧洲圣保罗圣堂、澳洲圣凯之坛，这里曾经也是修行圣地，只可惜现在变成了这样。越往里面走，残破的建筑物越多，只可惜啊，现在只剩下一些砖头瓦片在原地而已。殷康成在前面带着，左转右拐，甚至还穿过了一片小树林后来到了一片空地。殷康成4位军法师观察了周围，发现安全后，拿出一把钥匙，走到一处空地，把泥土吹散后露出了钥匙孔，把钥匙插后说道，你们退开一点。钥匙一扭，地面咔的一声缓缓分开，露出了一个地下通道入口。殷康成先进入，随后一名军法师背着腿都疲断的昭华走下去，其他人随后进入，留了一个军法师在地面等，其余所有人都进去了，关上了通道。整个地下通道没有一点光，但是通道是走楼梯，而且有照明手电筒，至于手机，那肯定是不能带到野外，除非想为妖魔。通道往下走了一段路，就开始往前走。昭华被人背着，反倒是有心情观察起四周。整个通道的建材和妖都的地铁隧道的保护建材一样，不但可以隔绝声音、人的气息、魔法气息，而且本身也很坚硬，普通妖魔根本没有办法破坏。昭华心术着，走了大概1个小时，通道变得开阔起来。再走20分钟后，来到了一个大厅，不算自己进来的通道，大厅还有另外8扇门，每一扇门都有结界保护着，门的数量刚好可以对应8个人进入。昭华估计这门后就是温泉了。昭华估计了一算路程，自己几人现在应该已经深入了山脉，可能在天堂顶附近了，深入了妖魔部落。这通道是为了避开妖魔挖出来的，而且昭华估计这8扇门外是通向外面。昭华来的时候发现后半段的路程是往上走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很可能不在地下了。殷康成说道，门外面就是温泉，每一个温泉的泉水都是从天堂顶上的泉眼引流而来，所以有可能会有多有少，看你们的运气。而且我在这里提醒你们，门外面是没有任何保护的露天温泉，只有一个屏蔽魔法气息的屏蔽阵法在。因为保护阵法会被发现，所以没办法设置，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幸遇到了迷路的妖魔，闯进了温泉之中，
那么立刻离开温泉回来。还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当你们的玉佩变红发热的时候，就是你们要出来的时候，时间只有3天，3天后玉佩就会融化。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出来，那么我们就当你已经被妖魔所杀，明白了吗？6中的学生听后傻眼了，这温泉露天的就算了，泡的时候还要和妖魔作伴，而且还有可能有妖魔进来，这还怎么安静的修炼啊？那个长官，我想问，以前试过有学生被妖魔杀害吗？一个6中的女生问道。殷康成笑着说道，当然有，上一年就有一个。逗呢，难怪从城每年联考都是最后1名，这修炼的效率能高才怪呢。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竟然有点不太想进入的感觉。第一个迈出步伐的是邓乐，他已经听自己父亲说过，所以心理准备一早就准备好了。为了让自己更强，他决定拼了。邓乐选择了从左往右数第4个，算是中间位置。李世杰紧随其后，选择了第5个，也是比较中间的。只要身上佩戴着玉佩，才可以通过保护结界。那扇门只不过是虚影，可以直接穿过去。昭华没有轮椅，他撑着2根拐杖，一拐一拐的走。季韶英和林墨跟着，昭华选择了最左边的，季韶英第2个，林墨自然是第3个。6中的人间道就只能选择右边了，左边的1中，右边的6中。昭华看向季韶英，这次只能1个人进入，小心点。昭华小声的说道。通过门后，立刻扑面而来一阵热气。什么温泉圣城？这就是在野外挖了一个水池，水池里面有冒气的热水，周围完全没有围栏，只有一些树木和1米多高的高草围着这一池子的温泉水。难怪说会遇到妖魔，他们现在就是在妖魔的腹地里面脱衣服洗澡。昭华以手扶额，他现在总算明白早上离开前招郎为什么露出一脸怪异的笑容，这真是考验他内心的时刻。哎，这就是一个坑啊！一语双关，没毛病。第68章召唤系第4、第5魔法。昭华观察了这一池温泉水，还别说，这温泉水还是挺多的。这个池子是方形的，长2米左右，宽1米半，深大概有1米23，满满的一池温泉水，倒是有几分像一张床。昭华不知道的是，他实则是走大运了。他这个温泉池是最多温泉水的，其他人的只有半池。有一个6中的学生最惨，只有30厘米深。昭华看了几眼，发现水有点太满，正打算把枯木楔放出来，然后用枯木楔的储物模具隔开一点位置，装起来一部分。你要出来？昭华收到了小风蚕想出来的传感，而且十分迫切的样子。枯木楔在玻璃罩子中也开始急躁的乱窜，像是在找出口要出来。昭华猜测应该是这些温泉水对妖魔有什么特殊的帮助，不过他没有立刻放出来，先认真的观察周围，确保屏蔽魔法气息的阵法运作正常，才把2个家伙放出来。啪！昭华一拐杖按住想跳进温泉的枯木楔，犀利的盯着他。枯木楔立刻缩了起来，尾巴都被吓萎了。小风残趴在肩膀上鄙视了一眼枯木楔，像是在说，我舅舅都没进，你还想第一个进，做梦。哗哗哗，昭华装了1小半温泉水，剩下60-70厘米深，刚好够浸泡全身。点了点头，麻溜的脱光了衣服，用手扶着池子边缘，放平双脚，背靠着石壁。温泉水刚好浸没昭华的肩膀，小风残坐在肩膀上。枯木楔进来后，水刚好可以进到他小小的身体。啊，洗死！温泉水比家里面的洗澡水会热一点，一开始会有点烫，但是习惯后，全身像是触电一样，由脚底板爽到上头，身体被热能包裹着，有一种洗去心灵疲劳、洗涤心灵的感觉。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活跃跳动，特别是当一阵风吹来的时候，冷热交替，让人爽到升天。昭华闭上双眼，他不打算立刻修炼，要先慢慢地享受这一刻，太爽了。难怪招郎一定要自己来，邓刚也愿意花大价钱给自己儿子来一次，值了呀，人生值得了呀。昭华感悟到了一丝人生。西小风残表示美丽侄女复议。死！枯木楔表示跟对人了。呼！昭华呼出一口浊气，把平时体内积累的毒素吐出去的感觉，还感觉到了自己的双腿有种痒痒的滋味。昭华没想到这个温泉水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疗伤效果，他的腿伤可是连治愈魔法都说要慢慢恢复的，现在竟然可以感觉到在一点点的复原，一点点的有感觉起来。昭华自言自语的说道：“实乃是神效啊！”还不止如此，就连平躺在昭华旁边的枯木楔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来他体内仅有的一丝丝微弱的风元素开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条绿色的脉络，贯穿枯木楔的全身。不过最大的变化当属小风蚕，他的身体发生了2次变化，长出了一对薄如蝉翼的翅膀，翅膀微微扇动就能掀起一阵风。难怪小风蚕上次过后一直精神不振，原来当时还不是完全的进阶到幼年期，是不完全的状态，现在才是真正的精灵形态。小风蚕不知道有没有察觉到自己多了一对翅膀，因为太舒服了昏昏欲睡，挨着昭华的脖子睡了过去，
枯木蝎也是如此，大蝎熬挂在水池边，趴着睡着了，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的样子。算了，睡觉吧，直接睡3天也不是不行嘛。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啊。昭华也不管了，也选择睡过去，修炼什么的以后再说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昭华感觉到了一阵疼痛，原来是小风蚕在拧自己耳朵，像是要叫醒自己。哈昭华打了一个哈，没睡醒一样，睡眼惺忪说道：“怎么了？肚子饿了？”召唤兽都是吃魔能就能饱，昭华打算输送一些魔能给他填肚子。你还要睡到什么时候？昭华听着语气调调，惊讶地问道：“风铃姐。”小风蚕站在昭华的肩膀上，用手拨开耳边的秀发，傲娇地说道：“除了我，还有人能通过小风蚕的身体和你说话吗？”昭华不知道风铃是怎么做到从召唤位面像鬼上身一样控制小风蚕，但是他知道自己应该先挡一挡某个部位。昭华连忙穿好衣服，温泉水的温度下降了很多，开始有点冷。风铃蚕在空中飞舞，站在枯木蝎的脑袋上说道：“这些温泉水已经没用了，该吸收的也被你们吸收了。我这次是来跟你说2件事。”昭华穿好衣服，正坐在边上，一副好学生的模样，做好听课的准备，双腿也已经完全恢复。这温泉水比治愈系魔法还牛。风老师您请说。昭华说道。风铃蚕很满意，昭华每次都会陪他开玩笑演戏，点了点头说道：“首先第一件事是，小风蚕总算达到了幼年期，所以跟你说一下召唤系的第4魔法和第5魔法。召唤系不是只有3个星轨吗？怎么还有第4和第5？”看到昭华一脸的疑问，风铃解释道：“你知道强化心子吗？”昭华摇头晃脑，学校没教过的魔法知识就超纲了。强化心子属于大学内容，高中的确没教过。强化心子就是用精魄把心子进行强化，以此来承受更强大的魔能，让法师施展出来的魔法更强大。昭华皱眉，想了想后说道：“风铃姐的意思是，魔法之所以只有3个，是因为心子本身的强度不足以支撑更强大的魔法释放。昭小弟还挺聪明嘛，还是老师教得好啊。”风铃皮一下很开心，继续说道：“正常来讲是这样的，星轨可以摆出各种样子，但是最终能用的只有3种，就是因为星子本身太弱，其他星轨会导致星子承受不住。但是召唤系是一个特例，其他的魔法系要施展更强大的魔法，需要用精魄来强化星子，让星子拥有更强的承受能力。但是召唤系不同，因为召唤系它的魔法全部都是基于召唤兽，而不是释放出特定现象。”昭华想到了召唤系的3级魔法召唤兽强化，增强召唤兽的力量，让召唤兽的战力得到全面的提升。就是因为这个魔法的存在，召唤法师的召唤兽比一般的妖魔更强。的确如风铃所说，召唤系的魔法都是和召唤兽有关，不像其他魔法系需要释放出来。昭华问道：“召唤系第4和第5魔法是什么？和我上次没死有关系吗？”风铃笑道：“初阶第4魔法是魔能链接，第5魔法是生命共享。你上次没死是因为第5魔法生命共享的效果，小风蚕用它的生命力吊着你，不让你死去。”第69章精灵魔法。难怪自己当初没死，那伤势和出血量，是个人都死了。昭华现在才明白过来，自己没死是因为小风蚕用自己的生命力强行给续住了。难怪过去大半个月了，小风蚕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除了强行蜕变的后遗症，更重要的是小风蚕自己耗费了大量生命力导致的。等小风蚕恢复自我之后，一定要请他好好吃一顿才行。昭华继续听讲，风铃说道：“因为这个神奇的温泉不但治好了你的伤势，而且也让你的召唤系星辰已经达到了3级，你现在要尽快达到4级和5级。”昭华举手提问道：“我现在是需要找精魄来强化星子？”风铃摇头说道：“召唤系的星子强化不是由你来强化，而是由召唤兽，也就是小风蚕。小风蚕完成了蜕变，也会反哺一点给召唤系的星辰，所以当时才能出现5级魔法生命共享。而且这也因为你有签订生死契约，生死契约并不是一种约束束缚，而是一种共享。只有在平等的契约之下，狱主和召唤兽才能通过契约享受相互的生命力。刚刚小风蚕已经完成了星子强化，所以我才能从召唤位面传递一丝意识。”昭华有点惊讶，他现在想起当初风铃算是用心良苦，原来所谓的生死契约并不是你死了，契约发动效果把你害死，而是双方可以通过这份契约建立桥梁，在你有危险的时候救你一命。这契约太厉害了吧，当初风铃说会害死自己是一种考验，这生死契约是大机缘，可以救命的。昭华问道：“那星子已经强化了，那我现在要做什么？”“练习。”“练习？练习什么？星子把控吗？”风铃摇头说道：“星子把控只是其一，最重要的是你要练习使用方法。生命共享是被动触发的，这个当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触发，不需要练习。问题是第4魔法魔能链接，你需要练习使用小风蚕的魔能，
使用召唤兽的魔能，这简直匪夷所思啊！魔能还能共用的，那自己的蓝量变2倍了呀！魔能链接只是统称，比如你契约的是一头龙种，那么你能使用的是那头龙种魔能以及它的魔法，譬如龙息，肉体也会得到小量加强。如果你契约的是一头灭国妖兽，那你就能得到它的妖术以及身体能力大幅度提升，能获得妖魔的技能。这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想想，如果可以获得一头幽狼兽的飞沙走石，那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小型的风盘龙卷，那只要自己多搞几头妖魔，是不是就能获得大量的技能了？风铃看出昭华的惊讶，否定的说道：别想这么多，像我脚下这头蠢蝎子这一类的妖魔是无法承受的，以这些妖魔的力量，别说强化心子，他自己会疯掉。昭华摸了摸后脑勺，他也觉得这样想太过了，要是什么妖魔契约了都能强化心子，那召唤系估计要逆天了。那精灵的是什么魔法？精灵魔法。精灵魔法。风铃手指轻点，一阵风把剩下的温泉水卷了起来，还把枯木蝎卷进入，像洗衣服一样疯狂滚动。风盘龙卷。昭华对这招老熟悉了，毕竟自己就差点被这一招打死。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风盘龙卷不需要绘画星图，但是威力小了很多。风铃放下已经晕头转向的枯木蝎说道：和你们的风系魔法不同，风系魔法是让周围的风元素听令，指挥他们建立出风的现象，但是精灵魔法是塑造和改变，把元素塑造成风，变成魔能，再变成风现象。昭华瞪大眼睛，他知道什么是元素，同系魔法在较量的时候，就看谁能控制更多的元素，掌控更多的一方获胜。而且还有一种叫做领域天赋，在领域范围内，所有的同种元素都会听令法师的，是一个很可怕的能力。但是精灵魔法却不同，把元素重新塑造成你想要的形状，你要他圆就圆，方就方，十分的霸道。风铃继续说道：但是这也有坏处，精灵魔法无法借力，你本身的力量是多少就能改变多少，不像你们的魔法，在风元素多的地方，风系会更加强大。而且你如果能契约这个世界的元素圣灵，你甚至可以和它进行融合，获得无比强大的元素支配权。昭华问道：不能和精灵附体融合吗？风铃摇头道：小风蚕说到底还是召唤位面的生物，和你是不同世界的，无法融合附体，只有相同世界的元素生物才可以。昭华大致明白了，小风蚕的力量他只能借用，不能拥有，而且精灵魔法是消耗自身召唤系魔能去改变的魔法，也就是说昭华可以自己使用风蚕丝、泛风衣以及千丝斩，而且不但如此，魔能充足的话，小风蚕也能一起使用，一个星辰，双倍快乐。还有什么比这更爽的吗？昭华双眼冒星光，他现在想快点使用，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风铃说道：你忘了我说有2件事要说吗？这才第1件，这么急干嘛？你心子把控都要一些时间。昭华笑笑不说话，只要他知道星轨图案就行，他拥有法典可以一念星轨，风铃和小风蚕都不能进入昭华的精神世界，自然不知道这件事。见昭华没有说话，风铃继续说道：第2件事就是关于你突破中阶的。中阶？中阶的话应该没这么快，虽然我能弄到宇宙尘埃，但是修为还没有达到临界点。昭华如实说道。不，我要你不使用宇宙尘埃。风铃语气十分坚定地说道。昭华这有点猛了，不使用怎么突破呀？如果我不使用宇宙尘埃，恐怕别的天才地宝会很难找到。不需要，不需要，那怎么突破啊？风铃笑着说道。你以为魔能链接只是给你多几个魔法吗？只要小风蚕顺利进阶到成长期，可以再次反哺你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足够你把星辰的屏障打破，迈入中阶。昭华长大嘴巴，召唤系还能这样操作的？那太强大了吧！召唤师喂养召唤兽，召唤兽反哺召唤师，强啊！风铃捂嘴偷笑说道。但是你别高兴这么早，小风蚕进阶成长期，你需要给他的资源是十分庞大的，你忘记了吗？昭华嘶的一下吸气，他忘记了，因为喂养残破已经习惯了，他忘记现在小风蚕吃的不再是残破，而是开始要星号破，而且还是风属性的精破，每个月1次精破，而且等到要进阶的时候还要准备1枚任意属性的战将级精破和3个风灵种或者同等能量的风属性至宝，这一套下来接近1个亿，他哪来这么多钱啊？风铃也看出昭华在金钱上的问题，偷笑着说道：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2件事，你运气不错，这里往前走3公里，我感应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风灵种。第70章，为了侄女的未来。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2件事，你运气不错，这里往前走3公里，我感应到了一个不错的风灵种。风铃虽然占据着小风蚕的身体，但是一眸一笑还是和以前一样，捂着嘴在偷笑。他知道昭华必定会去的，这就是阳谋。昭华眼皮拼命的在跳，虽然只有3公里，但是这里是哪里？妖都虫族妖国的大本营附近，妖魔部落的腹地。这里不会像以前那样在亚安全区被军法师清理了一遍，这里必定遍地都是妖魔。
军法师进入这里都要小心翼翼的，还要钻地道才能进来，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危险。当然，我只是跟你说而已，去不去是你的事情了。我回去了。这次是因为小风蚕完全蜕变，才有机会和你沟通。你可要自己加油了，招小弟弟。哦，对了，这个是召唤系4级魔法的星轨图案。还有，如果你真的这么幸运能得到风灵种，可以让小风蚕直接吞食，它可以保存起来，不让能量消散。说完后，风灵的意志消失，小风蚕就躺在枯木蝎的背上，呼呼大睡起来。临走前，昭华已经知道了召唤系第4级的魔法星轨是怎么样的，现在可以立刻使用。但是他在思考，要不要去拼一拼，毕竟风灵种这种东西，除非自己用钱去买，不然真的可遇不可求。昭华现在面临抉择，思想在左右博弈。一方面告诉他不要去，自己家里有钱，区区一个风灵种，家里还买得起；另一方面肯定要去，作为一名法师，岂能畏首畏尾，看到宝山而不入？怎么对得起自己学了这么久的魔法？斗争，这是理性的斗争，拼了！黑蛟婷都杀不死我，难道我还能死在妖魔手上？昭华脑一热，咬一牙，打算去探个究竟。如果遇到湛江级的妖魔，立刻溜。但是他也非鲁莽之人，先练习一下召唤系的第4级魔法，增加一点底牌再说。星子把控完全不是问题。昭华第一次使用了召唤系的第4级魔法，他发现自己精神世界里面的星辰像上一次那样发生了变化，绿了，它绿了。星轨现之时，召唤系透明的星子被染上了一层碧绿，召唤系本来透明的星辰也变成了像风系一样的绿色星辰。一阵微风吹动了衣服，昭华此时此刻感觉到了在自己周围存在着一种风元素，但是他并不能操控它们，却可以把它们进行改造，变成自己能控制的力量。好难！昭华发现要改变元素的性质太难了，主要是速度太慢，要生成一条1米长的风蚕丝都要将近半分钟，更别说编辑成一件泛风衣保护自己了。难怪要多练习，试试别的看看。昭华在这里练习2天，等到第3天的时候再去看看，要是那时候风灵种没了，那就直接走，顺道回去。2天后，这位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舅舅即将要为了自己侄女的未来走上了征程。小风蚕坐在昭华的肩膀上，2只小脚丫藏在裙子下面踢打长裙，像极了要去露营的小朋友，十分的开心，完全没在意自家舅舅，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昭华拨开草丛，踏出了第一步，现在他已经离开了屏蔽气息阵法的保护，可能会被妖魔察觉到。昭华小心翼翼地行走，虽然只有3公里路，但是生怕遇到什么妖魔，走得格外缓慢小心。这里原来是一个城市吧？昭华发现了一条路，准确来说应该是路的痕迹，那是一条石砖路，一路往里面的方向延伸，不得不感叹古代的工艺就是好啊！100年过去了，杂草都没能从石头缝钻出来，只是有一些藤蔓在上面，还能看到一些像是凉亭的建筑物，只不过已经被密密麻麻的树藤爬满。走了一会，高草丛就没了，变成了一处宽阔的草地，到处都是高大的100年老树。昭华向后看去，他猜测这些高杂草是从城的法师种植的，为了把温泉的水池挡住，而实际这里应该是平原才对，生长着高大的榕树一类的树木。不知道是不是昭华运气好，走了2公里还没有遇到一只妖魔，但是越走昭华心中就越是发毛，他总感觉自己会有危险，这是不好的预兆，还是赶紧去看一眼吧，要是能直接拿走就最好了。好！突然一声兽类吼叫声吓了昭华一跳，按照地理位置，这里曾经是从城的一处森林，数百座山峰起伏连绵，重链叠嶂。以前的从城一直都是兽类妖魔占据山林，就算是100年前虫族妖国从天而降，那也只是幻王而已，兽类依然在山林中存活着。是剑齿魔虎。昭华看到一头比枯木蝎还要大不少的黄色虎兽，一对剑齿尤为显眼，虎爪能轻易拍断大树，强而有力的4肢提供急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奴仆级的虎类妖魔。昭华躲在树后不敢出声，并不是害怕剑齿魔虎，而是害怕魔虎身上的黑色斑点一样的东西。锯齿蚁仅有一个指节大小，普通小孩子拿着拖鞋都能打死，但是锯齿蚁的口气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像一把锯，头部尖锐，可以轻易刺穿妖魔的肉体，然后切割出一块肉下来。锯齿蚁往往是一大群的出现，只要被它们盯上的猎物会被一点点割下皮肉、肢节，然后再把肉、内脏等能吃的搬运回蚁巢。在野外经常见过一群锯齿蚁搬着一块块流着血的肉在行走。著名电影《电锯惊》星号听说是由此获得灵感。昭华亲眼看着这头剑齿魔虎的皮肉像是脱落一样，一块一块的掉，不管剑齿魔虎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5分钟不到的时间，一头巨大虎兽就变成了一堆白骨，皮肉像是长了脚一样往另一个方向走去。昭华强忍恶心，赶绕开锯齿蚁的方向，这只是大自然法治的最表层而已，他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不至于被吓得腿软。可能是逐渐靠近风灵种的原因，昭华感觉到了周围的风元素变多了。
昭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按照昭华的计算，如果风铃姐没有骗他，那么应该快到了。时不时还能从远处传来兽类的嘶吼声，临时前的惨叫声让昭华的心跳都快了几分。咔！昭华踩到了什么，低头看去，顿时就让他有意想骂人的冲动，一副人类的骸骨，而且看样子像是被锯齿蚁分尸了，因为衣服有明显的锯痕。咦，猎人，而且死亡时间是这几天。只要是妖魔之地，就会有猎人。这里虽然靠近天堂顶，但是远古虫母也不会从山顶下来，反而因为虫母的原因，这片森林没有太强大的大妖存在。第71章锯齿蚁后。锯齿蚁的大小只有1个手指节大小，锯齿蚁后却要比公锯齿蚁大，一般比锯齿蚁大10几倍。锯齿蚁后是有受精和生殖能力的雌性，通常在锯齿蚁群体中体型最大，特别是腹部大，生殖器官发达，主要职责是产卵、繁殖后代和统管这个群体大家庭。而且锯齿蚁后没有锯齿一样的口气，它的锯齿在6根腿上，6根腿上面长满了锋利的锯齿。锯齿蚁后的锯齿比金刚还要坚硬，锯齿蚁后的6根腿可以像电锯一样高速转动，轻而易举就能把10几厘米厚的钢板分开2半。而且锯齿蚁后必定是战将级的妖魔，一般不会离开巢穴。在战将级妖魔中，锯齿蚁后个体战力不强。昭华超级不愿意地回想起这一段书本上记录的知识点。对于学生来讲，战将级的妖魔是不可战胜的。教科书会科普一些在城市周边出现的战将妖魔，目的是让学生远远看到后立刻跑，这是不可战胜的对手，要跑。但是昭华现在就停在几百米外，躲在一颗凸起的岩石后面偷看。我真的服了，无语了，为什么风灵种会在巨齿蚁的巢穴里面啊？昭华是按照风元素的多少来判断风灵种在哪里，靠近风灵种后才发现风灵种被巨齿蚁群奶来筑巢了，难怪自己刚刚看到一个猎人的尸体，估计也是发现了风元素的奇怪，猜到附近有风灵种，结果惨死在巨齿蚁手上。巨齿蚁已经是大敌了，起码枯木蝎就不是人家对手，几秒钟就会被巨齿蚁群给分尸，更不要说是战将级的巨齿蚁后。巨齿蚁后再弱，也可以把枯木蝎当牛排切，刚岩强盾也不行，人家一刀就能劈开，然后巨齿蚁群蜂拥而上。昭华看着不远处的蚁巢，地面隆起了一大块，能看到一些树枝树叶，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个蚁巢的天花板，对，就是盖住蚁巢的就是风灵种，把风灵种当空调真是绝了呀。你说你一群蚂蚁要筑巢，用别的什么不好，竟然用风灵种来筑巢，要拿到风灵种就必须要和一大群巨齿蚁战斗，还需要和蚁后战斗，这怎么拿啊？走吧走吧，战将级的怎么都打不过，回去我们买更好的，再贵都给你买。昭华小声地对着旁边准着手指，眼巴巴看着风灵种的小风蚕说道，这实在没办法拿，要不给你买一个吧，一样的都是风灵种。西，你是说那个风灵种特别适合你？小风蚕眨巴眼睛点了点头。灵种除了增加魔法的威力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效果，那就是给自己的魔法附加一种特效。一些便宜的灵种特性会比较差，最差的风灵种也就1000万左右，没有特效的灵种比宇宙尘埃还便宜，最贵的一个灵种在妖都的赵氏拍卖会中拍卖出3000万的高价，一个顶3个，可想而知。这一枚风灵种颜色和小风蚕的头发颜色很像，是那种淡淡的碧绿色，而且和别的灵种不同，它周围的风很舒服很温柔，并不是增加威力特别高的灵种，但是往往是这种不怎么加攻击力的灵种，附带的效果就特别牛，一定要。昭华现在就像是一个陪孩子逛街，孩子看中一个玩具，在哪里吵着闹着要，但是自己又没什么钱买的父亲。嘻嘻嘻，昭华叹了一口气，小风蚕说的很简单，灵种附带的特性他也能用，这是一个很厉害而且和自己特别契合的特效。都这样说了，还有什么办法？买它？不对，搞它啊！硬搞是不可能搞得过的，昭华需要从长计议，必须要把手上能用的所有东西都用上，才有机会抢到手。昭华蹲在一旁，第一步是削减敌方的力量，锯齿蚁后是不会离开蚁巢的，只能减少锯齿蚁的数量。锯齿蚁会像换班一样分批的外出捕猎，最好的时机就是锯齿蚁那食物回来，新的锯齿蚁外出的这一段时间。如果被人知道一个初阶法师盘算着怎么搞战将级妖魔的事情，大概觉得你是疯了。昭华很有耐心，他一直在等最好的时机，也幸亏这种神奇的温泉水不但有治疗之能，还给身体输送了营养，虽然肚子没吃东西，但是却不会饿。昭华悄悄地把枯木蝎放出来，捂住它，不让它发出声音。枯木蝎出来后就明白自己这是在野外，而且可能有危险。枯木蝎没有逃跑，它这么听话主要是因为昭华的召唤系魔能独一无二，对它以后进阶有十分大的好处。最关键是站在昭华肩膀的小风蚕天生的恐惧，枯木蝎完全没有反抗的心，所以才能有6星的评分。昭华见枯木蝎既没有逃跑，也没有发出声音，放开手，小声说道：这样，
一会你引开一些锯齿蚁，我和小风蚕对付剩下的锯齿蚁和锯齿蚁后，到时候我会在你身上绑一根风蚕丝，我们把风灵种拿到手后，拉扯蚕丝你就回来，我把你收回储物模具，咱们就跑回去。枯木蝎一听，要自己当诱饵，这那行啊，锯齿蚁别以为他不知道，妖魔天生就对别的妖魔有感应，他知道自己不是锯齿蚁群的对手，当诱饵会没命的。立刻疯狂摇头，他可不想干这种要命的事情，再好的奶也要有命吃才行。小风蚕嘟起嘴，枯木蝎立刻萎了，但是威逼也没用啊，这是要命的事情。昭华知道威逼是没用的，要是把妖魔逼急了，人家转头就跑，你也没办法，毕竟你们没有契约束缚，就是讲究一个你情我愿。昭华继续诱惑道，这样，只要你肯干这一次，等你达到了进阶期，我拼了命也让你进阶到战将级。战将级哦，这倒是很有诱惑力，因为妖魔和人类不同，妖魔如果能从奴仆进阶到战将，不但实力提升，最重要的是寿命也会提示。枯木蝎的寿命只有10几年，但是如果他能顺利进阶到战将级，那么他的寿命就变得和人类相当，几十年到上百年。这也是为什么妖魔都想进阶的原因。命啊，谁不惜命？妖魔也一样惜命，怕死的。对于枯木蝎来讲也一样的，他和昭华的关系就是公司领导和下属，他没有一定说要帮你进阶到战将级，如果只靠自己，先不说奴仆妖魔在野外就是食物链低端会被吃掉，就算有机会进阶，那也是1%都不到的机会。但是如果昭华肯帮他找一些进阶资源，再加上那独特的召唤系魔能，枯木蝎进阶战将的可能性就无限接近100%。昭华看枯木蝎犹豫不决，知道要再给点甜头，于是说道，等你战将级后，我给你找几只母蝎子，给你组个后宫。枯木蝎很人性化的白了昭华一眼，这什么主人，他是母的，要找也找公蝎子啊。第72章争夺风灵种。昭华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他看到有一次回来的锯齿蚁死剩只有几只，每一次出去都是一批好几百上千只出去，虽然会损失一点，但是也不多。唯独这一次几乎外出的全部死光了，估计是遇到了什么大妖。但是昭华知道，躲在蚁巢的蚁后就像一个繁殖工厂一样，繁殖的很快，很快就能生出新的锯齿蚁为他觅食，所以他不能等，他也要快。等到新一批出外觅食的锯齿蚁走了一段时间后，昭华对着趴在地上当伏地魔的枯木蝎使眼色。枯木蝎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也是鼓起了勇气，他也要拼出一个未来。死！枯木蝎爬到远离昭华的位置后，突然对着蚁巢嘶吼。昭华当然知道嘶吼是不够的，所以小风蚕决定补一刀。千丝斩，虚空一拉，一条压缩了风之力的细小细线被小风蚕拉了出来，然后对准蚁巢一甩，避开了风灵种，把蚁巢的一角斩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情况。昭华顿时就密集恐惧症要犯了，露出的一角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锯齿蚁，那数量是出征队伍的好几倍，而且看到他们都在进食。小风蚕是赶到了锯齿蚁的员工餐厅，距离太远，昭华听不到锯齿蚁的叫声，但是看得出他们相当的愤怒，齐齐的看向远处在嘶吼的枯木蝎，像一道黑色洪水一样涌向枯木蝎。昭华被吓了一跳，这何止成百上千，几万甚是10万只锯齿蚁都有了吧？这让昭华想到了一个成语，冰山一角，这就是蚁巢一角了吧？这地下到底挖了多大一个坑啊？咕噜，昭华吓得吞口水说道，希望阿谢可以躲过一劫，祝福，阿门。小风蚕和昭华对着远处已经恨不得多长几条腿的枯木蝎行了一个祝福，等到锯齿蚁群离开后，瞄准了风灵种。昭华拿出他的男子气概，大步流星冲向风灵种的位置，要抢风灵种只能靠小风蚕。昭华不是风系的，他没办法收纳，所以现在他需要独自面对危险。一个初阶的召唤系法师，召唤兽都不在，他一个人面对战将妖魔，这可以说是自杀。咻！又是一道千丝斩，这次小风蚕是对准了蚁巢偏下的位置，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还躲在下面的锯齿蚁后。昭华大概知道为什么锯齿蚁会把风灵种搬回来。锯齿蚁后在下面吸收风灵种的力量，风灵种也是一种能量，锯齿蚁后就算不能突破到更高级的统领级，也能让它变得更强大，繁殖能力也更强，甚至可以繁殖出变异的锯齿蚁出来。轰隆！昭华即将靠近到100米以内的时候，锯齿蚁后终于从蚁巢中出来，他身边没有其他的锯齿蚁，可能是自信自己的实力可以应付其他状况，也可能是被惹怒了，要亲自杀死破坏他巢穴的人。锯齿蚁后个头不大，看上去只有20-30厘米高，扁长的身体，一对灵敏的触角在探测周围还有没其他伏兵。锯齿蚁后的触角具有强大的热敏感应，可以感应周围几百米的热源。小风蚕悄悄地从昭华的身后飞走，这是昭华设计好的。他知道锯齿蚁后的触角可以感应热源，但是那只能感应到一定的前方的热源，估计锯齿蚁后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只小小的虫子一样的生物会飞，然后准备绕后偷家。小风蚕飞到空中，它现在还不能降落吸收风灵种，就算它是风之精灵，
吸收超越自己当前力量的灵种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如果他现在是成长期，拥有战将实力，风灵种这种东西，他一口就能吞下去，当饭后甜品。现在只能靠昭华了，只要他要把战将级的巨齿蚁后吸引走，小风蚕就能偷偷吸收。3天前的话，昭华是不会去惹一头战将妖魔的，不管是什么灵种都不可能，因为那样是必死无疑的。但是现在不同，现在他虽然不能击杀巨齿蚁后，不过也不是不能一战。召唤系第4级魔法，一个 T 字形的星轨显现，昭华精神世界里面的召唤系星辰变成碧绿色风之精灵的精灵魔法，他借用了千丝斩。昭华发动了唯一的攻击魔法，他此时此刻已经可以感觉到周围元素的动向，精灵魔法立刻开始把周围最浓郁的风元素变换。虽然不止可以变换风元素、冰元素、火元素这些都可以，但是最快的还是同种元素。昭华食指和大拇指轻轻一捏，抽出一条细如发丝的蚕丝。可惜以他现在的掌握程度，只能弄出一根2米长的风斩丝线，不然弄一条100-200米的，直接当鞭子抽。唰，2米的风斩丝线如同弯月，一往无前，势如破竹。昭华瞄准了巨齿蚁后的触角，那里是他的弱点，只要把热源感应处理掉，那巨齿蚁后相当于瞎子，他的眼睛严重退化，看不清。咔，则不是瞄准就能打中的，昭华的千丝斩打偏了，打中了巨齿蚁后的头部硬鞘，只是留下了浅浅的一道白痕。昭华认为自己不但要练习怎么使用精灵魔法，还需要练习远程打击能力，真的 Q 都能 Q 歪来。巨齿蚁后和枯木蝎类似，都是那种蛮力型妖魔，外壳坚硬，而且力量强大。蚁类的力量同体型下比人类强大几十倍，不过巨齿蚁后最强大的是他的巨齿蚁军队。死！巨齿蚁后用热源感应探查过周围并没有别的生物后，十分的愤怒，一个人类弱小的法师竟然敢来惹怒自己。啪啪！巨齿蚁后猛冲向昭华。巨齿蚁后和枯木蝎相似，速度相较于其他妖魔要慢，但是那也是相对而言的。战将级的巨齿蚁后爆发的速度已经比风鬼级型要快了，100米的距离不过是转瞬即逝。风蚕丝网，一道白色风蚕丝网照向冲来的巨齿蚁后，巨齿蚁后没有丝毫的减速，前肢对着飞来的网一划，风蚕丝网立刻分开2半。这是昭华第一次看见风蚕丝被斩断的。不过也难怪，别说昭华用了，就算小风蚕施展的风蚕丝也会被巨齿蚁后切断，双方的实力都不在一个等级上。泛风衣，昭华身上穿上了一件碧绿色的风衣，他不是要防御，这风衣的一点点防御，在巨齿蚁后的电锯面前不过是一张纸。昭华向后跳，瞬间拉开了10几米距离。泛风衣不但可以提供防御力，保护昭华，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得到风力，减轻重量，帮助自己快速移动，躲避巨齿蚁后的追击。昭华和巨齿蚁后一直在保持50米的距离。另一边，小风蚕飞在空中，开始吸收风灵种。昭华叮嘱他一定不能靠近蚁巢，万一风灵种是个陷阱就麻烦。所以小风蚕停在空中，开始偷偷的牵引风灵种。第73章风系。本来在蚁巢上方缓缓旋转的风灵种，像是被什么牵扯似的，周围的碧绿色风旋本来是像漩涡一样旋转，慢慢的有一些风旋飘向几十米的高空中。在几十米的高空中，小风蚕张开双手，张大嘴巴，不停的呼吸。那些绿色的风旋被小风蚕吸进了肚子里面，碧绿色的秀发越发的明亮，背后本来透明的翅膀也发出了碧绿色的光芒。虽然这样是慢一点，但是安全，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取风灵种。昭华自然是看到这一切的，他又不是瞎子，有一些绿色的风旋飞向半空，而且半空还有一个发着绿光的小点，就算是现在是白天都能看得很清楚。可惜巨齿蚁后是弱势，应该说巨齿蚁都是弱势的，他们只能靠感应，看不见。教科书不但有说巨齿蚁的特点，也有说他们的弱点，视力和热源感应的高度就是弱点。或许人类最大的智慧和赖以生存的资本，就是这些经过几代人努力得来的知识吧。追逐了一会后，巨齿蚁后更加愤怒了，突然仰天叫了一声，声音小的昭华都听不见，但是从动作能看出来，他在呼叫自己的大军回防。昭华顿时心感不妙，没想到这家伙这么没骨气，这才多久就叫人了，比他计算中要早不少。本来追逐枯木蝎的巨齿蚁大军都快要追上枯木蝎了，突然停下不去包围枯木蝎，好像退潮一样往回走。枯木蝎还疑惑怎么不追呢？不过枯木蝎也不敢反过来追巨齿蚁，只敢远远的看着。靠！这死蝎子居然在看戏！昭华看到不远处的枯木蝎竟然在看戏，不来帮忙，不由得叫骂道。因为枯木蝎不敢离开昭华太远，只是在周围绕圈，不敢直走，所以没有离开太远。他当然能看到巨齿蚁去围堵昭华，但是他又不敢前去。直到昭华猛地一拉风蚕丝的时候，枯木蝎才哭着来似的引走了一部分巨齿蚁，但是依然有一大半的巨齿蚁围堵昭华。就算他的速度可以避开巨齿蚁，也比巨齿蚁后的速度快，但是这样被包夹迟早要出事的。糟了！昭华一不小心
被大量的锯齿蚁拦住，而身后是锯齿蚁后。锯齿蚁后居然嘲笑似的看着昭华：“跑啊！你不是很能跑吗？再给老娘蹦跶试试！”昭华不经意地看向风灵种，风灵种已经小了一大半了，周围的风旋已经被完全吸收，只剩下风旋中间的小圆球，把小圆球吸收了就完成了。但是这个小圆球比较倔强，小风蚕怎么吸都吸不走。小风蚕已经从原来的高度下降了一半，才勉强能撼动风灵种。小风蚕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没办法。昭华露出了被逼无奈的表情，就连风灵都没想到，昭华这个大学神竟然会举一反三，利用精灵魔法开创了另一种玩法。风轨闪步，昭华身上出现一条直线的星轨，星轨由7粒碧绿色的星子组成。星轨成之时，一条碧绿色的风轨形成，风轨由昭华为起点，像一条碧绿色的桥，跨过了锯齿蚁的包围圈。昭华进去风轨之中，闪步发动，一瞬之间从桥头闪到了桥尾，闪出了包围圈。昭华成功了，他吸取了风系魔法的知识，把初阶风系魔法的风轨搬到了精灵魔法之中。他使用出了初阶风系魔法风轨闪步，而且昭华在风轨之中，他身上的风衣可以和风轨的效果叠加，让他的速度再上升到了一个程度，让闪步真正的做到了一闪而逝、闪现的程度。昭华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根本没有试验过，这是他突然而来的一种奇思妙想。没想到效果如此之好，可惜的是初阶的风系没有太强的攻击手段。好厉害，这就是风系魔法风轨吗？太神奇了，仿佛化身一阵风一样，原来风系就是这样的感觉。昭华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的兴奋，看着自己的身体，他是召唤系，不到中阶根本没有第二系，他哪里会知道别的系是什么感觉？太神奇了，太难以置信了。他本来以为风轨只是利用风力推动而已，但是刚刚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阵风，在他设置的风轨中穿梭。昭华不知道的是，初阶风系法师其实就是把风轨当作风力推动，闪步只是更加集中风力推动的结果而已。要像他那样能感觉到自己变成风是需要10分高的修为，最起码都要中阶风系法师才能领悟一丝。昭华看着慢慢消失的风轨，他觉得小风蚕的精灵魔法和风系魔法还能有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这要等他修为再高一点才有可能实现，起码现在就只能凑合着用。锯齿蚁后十分愤怒，一把切死了旁边的锯齿蚁。还好锯齿蚁后的智慧不高，不然昭华刚刚做的尝试能吓死他，因为他正在尝试把2个位面的魔法进行融合，虽然还没达到融合的程度，但是已经在相互相成、互补长短的程度了。锯齿蚁后再一次嘶吼，把剩余在追逐枯木蝎的锯齿蚁以及在蚁巢中不负责战斗的锯齿蚁都加入了进来，他必须要杀死昭华才能解他的愤怒。这一次就相反了，昭华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根本不再惧怕这些锯齿蚁，以他现在的速度，别说这些，再来1倍都休想能摸到他的衣角。风轨飘影，一念星轨，因为法典的原因，星轨的形成依然没有任何阻碍，一个7字形星轨出现。嗷的一声后，星轨出现后并没有魔法出现，像是放了个屁一样。啊，没魔能了！昭华突然发现自己没魔能了，因为是第一次使用精灵魔法，他竟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忘记控蓝。魔能被他玩没了。以前都是召唤系，哪用得着担心魔能？魔能就是奶粉而已，战斗都不怎么用到。现在不但精灵魔法要用魔能，风系风轨也要用魔能。刚刚的风轨闪步把魔能用光了。还好小风蚕还有魔能，第4级魔法让昭华拥有了精灵魔法的使用权，但是小风蚕的魔能还是在他自己身上。小风蚕把自己的魔能借给昭华。精神世界里面，一股清新的魔能迅速填满星辰。在千钧一发之际，昭华使用风轨疾行拉开了距离。好险，刚刚昭华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了，他的衣服被最近的那只锯齿蚁划破了一个口子，再慢一点他就要被开膛破肚了。第74章赚钱啊！上架加更，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枯木蝎悄悄地靠近，他看见昭华没有危险，十分乖巧地躲在了一边。小风蚕更加简单，他已经高枕无忧了。最危险工作由昭华同学承包，不过有小风蚕的魔能支持，除非魔能耗尽了，不然他一点也不慌。还好是小风蚕没过多久后就成功的把风灵种偷走了，枯木蝎也被昭华收回了储物模具之中。昭华把最后的所有魔能全部用光，发动了一次3级的风系魔法风轨飘影，一溜烟的在锯齿蚁群的热敏感应中消失不见。最开心的就是小风蚕了，虽然以他现在的体质还不能吸收风灵种，但是风灵种已经在他体内，就是他的了。等他等级够了，这就是无比美味的甜品。乖侄女，那个风灵种有什么特效？昭华问道。他挺好奇这个风灵种到底有什么特别，小风蚕一定要得到。要知道小风蚕的母亲可是能够弹指通天的大神，还有什么入他的眼？昭华惊了，如果真的是这个效果，这个灵种是无价之宝了。治愈之风，
小风蚕说，这个风灵种虽然不能增加战力，但是它却拥有治疗的能力。昭华猜测，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神奇温泉，这个风灵种或许是因为温泉的热气经过变化形成的风灵种，带有一点温泉的治疗效果。要知道，治愈系是白魔法的一种，而且这可是奶妈职业，出外组队能有一个奶妈补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过昭华觉得这个灵种的特效应该不会有治愈系强，但是哪怕是一点点治愈能力，那也是无比的强大了，相当白赚一个技能。昭华没有逗留，提前回去了，这里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反倒是有危险。回来大厅后，昭华手上的玉佩立刻化作碎片，身后的虚影之门变成静止状态，无法进出。昭华是第一个回来的，其他人还没有回来。咦，你怎么这么快啊？殷康城一直在这里守着。哦，我的温泉水比较少，所以修炼用的比较快。昭华一早想好怎么答，就说自己温泉水少就行。殷康城点了点头，没有怀疑什么，毕竟不会有人认为昭华一个初阶法师敢去挑逗战将级的巨池以后，还挑逗了一个蚁群，最后还给他得到了一个强大无比的风灵种。昭华静坐在一旁，他没有进入冥修，而是在计算。小风蚕刚刚吃了风灵种外围的风旋，相当于一次精魄，这1个月内不需要精魄。这个是小风蚕刚刚和他说的，真正的风灵种就是那枚碧绿色光球，外围的风旋是溢出来的能量，那些能量也被小风蚕吸收了，所以补充了一次能量，算是吃饱了。现在是10月中后，也就是下一次未精魄是12月左右。风灵姐说要喂4次就会进入进阶期，那就是说3月初左右的时间应该就可以进入第2阶段，从幼年期进阶成长期，达到了战将级实力。也就是给我的时间只有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凑齐1枚战将精魄，2个风灵种，而且风灵种还要给小风蚕挑过才行。经过这一次，昭华算是明白了，小风蚕的风灵种不能马虎，不是好奶他不吃，那恐怕战将精魄也是不能买便宜的，再加上每个月的奴仆精魄，他只剩下3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昭华感觉自己有点晕。2月中的时候开学第一件事就是4校联考，按照时间，小风蚕应该还没有到进阶期能战斗，但是之后就麻烦了，不知道这一次的进阶期要睡多久，上次小半年啊，要是这样估计的话，小风蚕要睡过高考了。高考在6月初，也就是按照时间算，昭华没可能在高考的时候突破中阶，或许要等到暑假的时候才行了。高考成绩万一不理想，就走特招吧，保送应该是不行了。昭华在心中盘算着之后的计划，列出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表，是他一贯的做法，这样做事才不会出纰漏。他要考的魔法学府一早就决定好了，是国内前10的超顶尖学府中山学府。那我现在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3个月之内赚到5、6千万的金钱。我的乖乖，我还没满18岁就说出了要3个月赚5、6千万，口气真大啊！昭华都忍不住要吐槽他自己，这个目标不是一般的难。不过还要的是，他对赚钱已经有一点想法。现在自己有实力了，可以尝试做一点稍微冒险一丢丢的事情。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没多久6中的学员一个个的出现，林默也出现，之后是邓乐和李世杰，最慢的是季韶音。昭华看到季韶音的时候都想笑他了，一出来就打了一个哈，睡眼惺忪，顶着一对熊猫眼，头发乱糟糟的，乞丐模样。昭华问道：你这几天做贼来了？季韶音拿起画本写道：我去盗墓了。本来昭华还打算跟他商量一点事情，但是季韶音实在有够困，上车后没多久就靠着昭华肩膀睡了过去，昭华也没办法，坐了一会车后，昭华也因为战斗的疲惫睡着了。高3是一个全力冲刺的阶段，魔法高校的高3学生每天都更加紧张的明修不敢偷懒，租借星辰魔器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自从昭华、季韶音2人从温泉修炼回来后，就向学校请了1个学期的假期，整整1个学期，从10月份到下个学期开学为止。你们有没有搞错？你们把学校当什么地方了？公厕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请假就请假。邓建安一脸的不爽样子，甚至有点怨恨地看着昭华。邓刚兑现了他的承诺，邱校长会在下学期的时候回来继续当校长，同时也将由邱校长带着昭华他们去参加4城联考。也就是说，邓建安下台了，而且还是被一个小屁孩弄下台的。他就不懂了，宇宙尘埃啊，那可是你家里就算有钱，有给你准备，你卖出去也好啊，怎么就要让一个被革职查办的人再当回校长呢？图什么？昭华当然明白邓建安为什么怨恨他，但是他不才不在乎，温文有礼地说道：邓校长，我们拿了联考的代表资格，实力你也看到了，我们继续留在学校也没什么好学的，不如回家各自明修。邓校长，你难道还怕我们不自觉修炼吗？邓建安他管你们几个去死，也不关他的事，还关心你们修炼，做梦吧。邓建安放下气，正经地问道：你们要请假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理由你总要给我一个。去赚钱。
第75章帕特农神庙。踏，枯木蝎的大蝎鳌提着一只已经被夹得半死、奄奄一息的冰壳蝎走过来，把他的尸体丢到一旁的妖魔尸体山。粗略一数，竟有13只妖魔的尸体。这些妖魔有一大半是被活生生打死的，还有几只头被切了下来，惨死当场。丢过去的时候，枯木蝎一些鳌子顺手把冰壳蝎打死。这只可怜的冰壳蝎惨死后，一颗墨绿色的魂魄小圆球从尸体中飘出，缓缓地飘向坐在一傍盘腿打坐的纪韶音的手上，被他收入了亡灵空间。片刻后，纪韶音张开眼，双眼月牙弯弯，笑意满意。有精魄。昭华坐在对面，看到纪韶音笑得整一个滑稽表情一样，笑着问道。纪韶音笑着点头，在画本上写道：今天大丰收。刚刚那一枚可是精魄，而且冰壳蝎的精魄价格很高，在奴仆妖魔中属于挺不错的一种精魄，特别是用来做成星辰魔器，对冰系的法师会有一点点小加成。这一堆的妖魔尸体山都是昭华和纪韶音两人配合击杀的，他们两人的赚钱方法很简单，就是杀妖魔，然后纪韶音获取妖魔的精魄。精魄的爆率的确是很低，但是杀得多总会爆的，而且妖魔的尸体也值不少钱，特别是爆出一股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两人请假几个月，除了偶尔晚上会有城市猎妖队的任务外，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野外狩猎妖魔。他们两人今天可谓大丰收，爆了2枚精魄和1份异骨，这种爆率真的够运气了。在出街的猎人团体起码都要4、5人才赶到野外狩猎妖魔，这还是老猎人，因为妖魔比一般的法师要强大不少，再加上野外是妖魔的地方，意外横生，特别是出街的时候，法师还是太弱了，魔法还少就更是如此。但是这两人完全不同，一个亡灵系的，一个召唤系的，就算撇开小风残和精灵魔法，枯木蝎也是妥妥的一只妖魔。这两人的实力在出街猎人团体堪称恐怖。当时他们到猎者联盟大厅申请到野外狩猎妖魔的时候还被嘲笑过，但是现在在从城的出街猎人团队里面，除了那几个几十人的大型团队之外，在几人的小团队里面，他们的猎妖数从城第一。昭华目的是要赚钱，纪韶音是赚钱加修炼。亡灵系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系，要突破除了日常的明修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残魄或者精魄。纪韶音的亡灵空间就像加工厂，可以把残魄加工成精魄。亡灵系很多亡灵都需要精魄来生产制造，例如怨灵就需要精魄，甚至培养怨灵是要为精魄提供能量。1枚精魄都够买一只枯木蝎了。可惜的是亡灵系融合的精魄和天然得到的精魄不同，无法拿来使用，只能由合成的那个亡灵系法师自己用。纪韶音也强化了心子，亡灵系的第4级亡灵魔法王者之息属于半个攻击魔法，可以产生和操控湿气，如果吸入太多湿气会影响大脑，甚至出现幻觉。昭华站起身拍了拍土说道：回去吧。尸体直接绑在枯木蝎身上，枯木蝎因为有昭华的召唤系魔能喂养，现在长大了许多，都快5米长了，已经完完全全的进入了成熟期，但是要突破到战将级还需要一点时间和训练。猎者联盟大厅，妖魔尸体出售处。这几个月以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和猎人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看到2个还是学生的小孩子带着一只巨大的蝎子妖魔进来猎者联盟大厅，最恐怖的是蝎子身上还挂着不少妖魔尸体，他们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比不过啊，这是别人家的猎人啊。工作人员把妖魔的尸体全部拿走后吐槽道：你们真的是学生吗？这里有2个意思，第一个是天天到野外猎妖，不用上课啊，第二个则是吐槽他2人的实力。我们的名字可还挂在魔法教育局呢，今年还要参加高考。昭华笑着回答道：没错，纪韶音举着画本，脸上洋溢着欢乐。昭华2人坐在一旁等待着妖魔的结算，妖魔的尸体计算的比较快，主要是他俩还接了猎杀任务，任务的结算要登记需要一点时间。有2人从大门急冲冲走来，左右观看后找到了昭华2人后，急急忙忙冲过来说道：昭华小弟，韶音妹妹，今天有没有上好的精魄？如果有，我可以高价购买。其中一个男人急急忙忙地说道。这2人昭华还有一点印象，是从城的老猎人了。纪韶音是从城唯一的亡灵法师，一些猎人团队都会自行购买亡灵器皿和精魄眼镜来捕抓精魄，就算亡灵器皿昂贵，但是也不能放过精魄这样的好东西。不过亡灵法师制作的亡灵器皿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真正的亡灵法师？亡灵器皿做的再好，保存能力和捕抓到的精魄完整性上都会差不少。所以每一次纪韶音有精魄，那都是全城的势力哄抢，直到后来昭华把精魄的出售权交给了沈博处理，才没有再被围堵。现在如果你想要好的精魄，都会到招狼魔法商店等出售，像这样兴冲冲的跑来问精魄的，就只有急用的才会如此。昭华说道：今天运气还行，报了2颗精魄，一个是小玉虫的精魄，一个是冰壳蝎精魄。小玉虫是类似绿蚕的一种虫族，实力很弱的奴仆妖魔，
精魄也一般。哇，有冰壳蟹精魄！我的天啊，冰壳蟹，这两个人已经可以对付冰壳蟹了吗？上一次从城出冰壳蟹精魄是什么时候？10年前那次吗？那次怎么能一样？那次的冰壳蟹精魄被邓家拍走了，听说只做出来一个上品星辰魔器。这一次可是亡灵法师亲自收获的精魄，估计能做出极品星辰魔器出来。制作出极品的星辰魔器，当然不止材料要好，工匠也要顶尖才行，所以并没有说的这么简单。问精魄的人也没想到，竟然真有，而且还是十分珍贵的冰壳蟹精魄。本来冰壳蟹精魄就贵，而且几勺银捕获的精魄都会比市场价高10%左右。10年前那次的冰壳蟹精魄卖出600万的超级高价，这一次怎么说也要600万起步吧。这个人咬牙，他有点后悔了，要是偷偷的跟昭华商量，或许可以便宜一点卖给他。但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几勺银有极品精魄，想压价别人可能会抬价。那个冰壳蟹精魄我想要，我手上只有550万，我欠你100万，用我的猎人积分做抵押，1个月后还你。650万这个价格倒是合情合理，拿去商店拍卖大概也是这个价格。只是昭华好奇他怎么会要一个极品的精魄呢？那个人也没有隐瞒，反而自己说了出来。是这样的，后天赵氏拍卖场不是要举行年关前最后一次压轴拍卖吗？他们赵氏邀请了帕特农神庙神庙的女士做客，听说那位女士需要好的精魄，所以我想用精魄求她治疗我妹妹的病。第76章赵氏拍卖会求饭票 Ors。 帕特农神庙吗？昭华当然知道，世界最高的治愈系圣地，号称死都能救活。如果帕特农神庙都治不好你的病，那么你就找个凉快一点的地方吧，尸体会臭得慢一点。而且帕特农神庙还是祝福系的发祥地，拥有比普通的祝福系更强大的祝福力量。如果说治愈系是奶妈补血，那么祝福系就是最强辅助技能，让初阶魔法堪比中阶不是梦想。不过帕特农神庙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只要全世界最出色的女性才能进入帕特农神庙学习魔法，而且还需要经过层层筛选。帕特农神庙主要由见习女士、贤者、大贤者、殿母、圣女、神女组成，能成为女士就证明已经顺利毕业，并且被帕特农神庙认可，可以留在帕特农神庙之中，并且用帕特农神庙的名号行走世间，而且还是中阶法师起步。能得到帕特农神庙认可并且授予女士称号，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一定名头的人物。难怪这个老猎人这么着急来求，原来是要借花献佛。昭华说道，价钱倒是没问题，你是要现在拿走精魄？昭华听得出这位老猎人不是要立刻用，而是要送人的，那么最好是有亡灵器皿保存。老猎人露出了不好意思的憨笑说道，那个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后天早上再给我？明白了，没有亡灵器皿，如果没有器皿，用普通的盒子装的话，会精魄的能量会慢慢的消散，当然了，一天也只是消散一点而已，并不影响。昭华说道，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到赵氏拍卖会再给你把，我们两个也要去拍卖会。赵氏拍卖行每一年的年末都会举办一次压轴性的拍卖，算是一种别样的辞旧迎新。现在学校已经放假了，再过1个星期就到年关，每一个城市的赵氏拍卖行都会在这几天开始举行拍卖。年末的拍卖是整一年质量最高的，所以会有很多人参加。赵氏是国内经济能力最强的氏族，说到有钱，赵氏在全世界都是稳占前3的氏族，拍卖只不过是他们其中一个收入来源，典当、贷款、金融、房地产、妖魔素材、矿产等等，只要有钱赚的，他们都有插手。昭华去的目的主要是看到拍卖名单上有2个风灵种，而且有一个风灵种还标着极品灵种4个字，所以他打算去看一看是不是和小风残。小风残已经到了进阶期，不过他为了昭华的4校联考，特意压制了，想等到昭华把4校联考的团战打完再进阶。昭华经过几个月的拼命，钱赚了不少，也正打算给小风残买进阶用的东西。老猎人一听，如果能这样，那当然最好了，急忙道谢。天河城位于妖都猎妖术和综合实力都排名第1的天城的商业中心地段，以天上银河为名的一个时尚商业广场。如果说妖都塔是妖都地标性建筑物、妖都魔法政治的核心地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妖都的销金窝。这里能买到几乎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例如出租星辰魔器、星子把控器、亡灵器皿的法师商店，这里就有10几家。法师商店、魔具锻造店、驯兽妖魔店更是不计其数，还能在这里看到一些店铺写着特价灵种出售的字样，连灵种都能特价出售，可想而知这里都有些什么妖魔鬼怪。不止法师的用品，一些时尚衣服、名表、名车、珠宝首饰在这里都能看到专卖店，而且入口处还有法师看守，商城内的保安全部都是法师，别说小偷了，妖魔进来了都只有死路一条。小英啊，你看这件怎么样？短款的黄色羽绒服搭配一条黑色的短裙，再加一双黑丝。张宁在一家名牌服装店里面拿着2件衣服，在纪少英身上搭配。赵氏的这一次拍卖会可是重头戏，不止妖都11城的人，
就连一些周边不属于妖都的城市都过来了不少强大的法师，一席难求。还好招郎有赵氏拍卖场的 VIP 黑卡可以预留位置，而且招郎和张宁两夫妻也很久没来天河城购物，就一起来了。已经买了很多衣服了。纪韶音拼命摇头，最主要是短裙，她没穿过，觉得这种凉飕飕的不太好。没事，姐姐买给你。服务员，这件要小码的。张宁是第一次见到纪韶音，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他很喜欢纪韶音，加上张宁驻颜有术，已经是一个18岁大的孩子的母亲，看上去只是比纪韶音成熟，年龄完全看不出差距。两人走在一起，跟两姐妹似的。张宁拉住纪韶音的手，把衣服拿上，直接进入了换衣间。就纪韶音命子都没写出来，就已经被掳走了。换衣间门一关，加上纪韶音不能说话，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好惨，招郎说道。挺惨的。昭华表示同意。招郎看向自己的儿子，叹息的说道：“我是说我们好惨。”啥意思啊？咱们惨啥？短款羽绒服配短裙，白色长袖毛衣配牛仔裤，无袖背心加毛衣，长款褐色风衣。为了不撞衫，张宁各种颜色搭配混搭着买，自己和纪韶音各一半。帽子、太阳眼镜、发夹、发箍、背包、平板鞋、高跟鞋、袜子长的短的，这些品牌专卖店统统买了一边。昭华明白了为什么昭华说是他们两个惨了，这脚逛的，这东西拿的，那就一个苦字。这些东西最便宜的1000多，最贵的是每人买了一副太阳眼镜，最便宜的一副13万，最贵的18万。至于首饰他们没有买，因为对于法师来讲，模具才是首饰。昭华和招郎两个男人就这样，两只手挂着各种各样品牌的袋子，怀里抱着一些体积比较小盒子，跌跌撞撞的来到了赵氏拍卖会的会场。因为是打算晚上拍卖会结束就回去，所以没有订酒店。你们好，请问几位有入场邀请函吗？前台的招待小姐姐看到两座山一样的购物战果，心中甚是羡慕。张宁拿出 VIP 黑卡说道：“带我们到包厢吧，把这些东西放保管。”招待小姐看到 VIP 黑卡，立刻叫了大堂的人来帮忙搬东西，足足叫了10个人才拿完。4位贵宾，这边请，这是贵宾通道，直通到贵宾包厢。招待小姐做出一个标准到离谱的请姿势。昭华动了动手臂说道：“妈，我和纪韶音先去把金魄给那个老猎人，你和爸先到包厢。”哦，那你们小心点。现在才给金魄，主要是因为见那个帕特农神庙的女士要排队，老猎人还在等，到现在还没有给昭华发消息，所以他们两个干脆直接过去。第77章寄生虫。昭华和纪韶音顺着场内指示走到3楼的一个大厅，赵氏邀请的帕特农神庙女士是以授课的名义来的，所以一开始是在3楼的一个演讲大厅进行了一场演讲，之后才是提前预约好的个人见面时间。这个单独见面每人5分钟，预约价格已经被炒到50万，而且越靠前的越贵，老猎人的排在中后面，按照5分钟计算应该差不多。老猎人看到纪韶音和韶华挥手喊道：“昭华小弟，纪韶音妹妹，这边。”老猎人推着一个轮椅，轮椅上瘫坐着一个少女，少女骨瘦如柴，皮肤呈现严重的营养不良，双眼反白，双手无力的躺着，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嘴角有一些口水流出来。老猎人看到自己的妹妹现在的模样，伤感的叹了一口气说道：“哎，她有一次到野外去给我送物资，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回去后哪天晚上就变成了这样。”昭华仔细的看了几眼，这应该是脑受损了，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身体机能还在，靠输液的方式维持着生命。昭华和纪韶音都不懂医术，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纪韶音刚想把亡灵空间里面的冰壳蝎精魄交给老猎人，一个像是服务员一样的人站在门口喊道：“38号。”昭华看傻了，这怎么跟看病叫号似的？38号刚好是老猎人的号，纪韶音和昭华干脆一起跟进去，当面给那个帕特农神庙的女士好了，能用亡灵空间保存的精魄，对方应该会更加乐意。会客室很大，一位穿着白色长袍的中年妇女坐在中间，长袍上刻着帕特农神庙的 logo。帕特农神庙的女士看到老猎人推着一个重病患者进来，神色有点不悦。老猎人心领神会，对着纪韶音说道：“纪韶音妹妹，把精魄拿出来吧。”纪韶音点了点头，只是从亡灵空间拿精魄倒是不需要使用魔法，一枚带有一丝丝蓝色的精魄出现在纪韶音的手中。咦，亡灵系法师？坐在会客室旁边沙发的卷发男子用外语说道。昭华和纪韶音都是学霸，自然听得懂他说什么。昭华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他，本来以为他是保镖之类的，但是敢这样插话的肯定不会是保镖。卷发男子站了起来，首先看了一眼纪韶音，再看向精魄后说道：“很不错的精魄，亚历克，可以听一下他们的请求。”昭华和纪韶音有点意外，这个男子在地位上比帕特农神庙的女士还要高，这分明是在指挥他做事。叫做亚历克的女士没有半点不喜，点了点头后对着老猎人用汉语说道：“你需要什么帮助？帕特农神庙伟大的神会怜悯世人，
帮助世人。昭华有被恶心到，什么怜悯世人，不给香火钱你就不现身的那种吗？老猎人把自己妹妹推到女士身旁说道：伟大的帕特农女士，请你救救我妹妹。亚历克点了点头，然后开始使用治愈魔法，释放速度很快，出街达不到的速度。纪韶音手上的精魄已经被收取，这个卷发男子备有亡灵器皿，昭华估计真正需要精魄的应该不是帕特农神庙的女士，而是这个卷发男子。既然已经把精魄给出去了，纪韶音和昭华就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他们对治愈系也没有兴趣。两人转身刚准备离开，啪！纪韶音转身准备离开，卷发男子抓住纪韶音的手说道：你好，我叫亚西，不知道小姐怎么称呼。纪韶音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忘记挣脱亚西的手，但是昭华可不会反应不过来。昭华拍开亚西的手，把纪韶音拉到身后。他叫什么与你何干？昭华冷清地说道。亚西甩了甩被打红手背的手，有点愤怒地说道：所以我才讨厌来这个落后的国家，人民都像蛮兽一样，蛮不讲理。我只是询问这个小姐的姓名。昭华反而被逗笑了，笑着说道：脑子有病吗？觉得落后那你别来，我怕傻子会传染。亚西双眼凝视，露出了危险的眼神。昭华倒是还是老样子，露出微笑，双方气氛紧张，好像要爆发战斗一样。但是两人还没有打起来，在一边使用治愈魔法的帕特农神庙女士的声音传来：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昭华和纪韶音听到结果也转过头去，卷发男亚西也没有动手，也同样看过去。妹妹，你没事吧？不要吓我呀！老猎人声泪俱下，因为坐在轮椅上的女子身体开始抽搐，口吐白沫，双眼翻白。昭华和纪韶音连忙赶过去帮忙按住，女士没有帮忙，反倒在一旁说道：她不是受伤，也不是精神受创，她是被妖魔寄生了。她的脑子里面有一条寄生虫在控制她的身体，吸收营养。等到寄生虫吸取足够的营养，就会破脑壳而出。我刚刚的治愈系魔能让她不安，才会导致这样。寄生类妖魔，这可是十分罕见的妖魔。过了一会之后，老猎人的妹妹抽搐慢慢停止，最后恢复原来植物人的状态。女士大人，女士大人，求你救救我妹妹，你一定有办法的，精魄我可以再找给你，求你救救她。老猎人跪倒在亚历克面前，苦苦哀求道。女士见抽搐停止，没有理会老猎人，反而对着旁边的女服务员让她宣叫39号，然后才说道：我虽然可以杀死寄生虫，但是寄生虫可能会临死反噬，导致她大脑破坏，你还是另寻良医吧。女士露出了不屑的笑容，嘲讽道：不过以你们这么落后的治愈医学水平，还是算了吧，来我们帕特农神庙诚信祷告，或许能有机会见到贤者职位的大人，他们或许能救你妹妹。刚刚亚西和昭华的对话他自然也听到，一个落后西方几千年的破旧国家能有什么办法救人？自救都难，还想救人？做梦！老猎人见此，只好推着妹妹走出房间。昭华和纪韶音没有发生冲突，离开了会客厅。等到昭华和纪韶音离开后，亚西坐在沙发上，双眼露出了疯狂，低声的像是自言自语的说道：去吧，那个女的抓来，男的杀掉。茶几下的阴影处突然钻出一个黑影头颅，说道：亚西大人，这里毕竟是妖都，这个国家可是魔法联合国的五常，就算是您的父亲是……黑影没有继续说下，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西亚盯着他看，那眼里透露着歇斯底里。影子随后潜入阴影之中，消失不见。第78章无法无天，月票加更。虽然有想过自己会被暗杀，但是没想过那家伙敢这么明目张胆。昭华和纪韶音刚刚和老猎人分开，准备坐贵宾专用电梯到拍卖会场，就遇到了刺杀。还好纪韶音敏锐，感觉到有黑魔法的气息，不然刚刚两人就要在电梯里面坐困受斗了。对方是暗影系的法师，潜在黑影之中根本发现不了。如果不是纪韶音刚好是亡灵系的，也是黑魔法，对黑魔法十分敏锐，这一次就栽了。昭华拉着纪韶音躲在观光区，这里四周都是落地玻璃，采光非常好，而且这里人很多，好歹这里也是赵氏拍卖会的地方，对方应该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对不起，纪韶音在话本上写道，情绪有点小低落，毕竟这是因他而起。昭华看了后无语的说道：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长得好看又不是你的错。听到昭华说自己好看后，纪韶音小脸通红，用画本挡住自己发红的脸，眼睛悄悄地瞟了一眼站在自己身前挡住危险的昭华侧脸。纪韶音的确很好看，刚好过肩膀的乌黑长发，以及长了一张初恋脸，看着她就能把人带回去青涩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下的分心，昭华脚下的影子窜出一个黑影，黑影手持匕首刺出而来，卡啦啦啦！昭华10根手指绑着风蚕丝，像是小孩子玩翻花绳，临时做了一个网挡下了这一击。小子有几下子嘛，这都反应过来。黑影露出惊讶的表情，这绝杀的一击他时机抓得很好，就是亡灵系的小妞分心的时候杀出，但是依然被昭华用风蚕丝做成的翻花绳挡下，而且还不止如此，风蚕丝挡住了匕首之外，还缠绕住了他的手臂。
昭华10根手指用力地勒住匕首，对着准备使用亡灵魔法的纪韶音说道：“不要用亡灵魔法，这里人太多了，召唤出亡灵很可能会造成骚动。”呼，暗影杀手化作黑影潜入地面消失，就连绑住的匕首都跟着一同变成黑影。这把匕首是魔具，可以配合暗影系的隐遁魔法一同消失。昭华收起风蚕丝，暗影系的确天克有束缚作用的风蚕丝。刚刚杀手出现和消失都很快，以至于周围忙着参观闲逛的人都没有发现。昭华拉着纪韶音离开观光区，他已经明白到这个杀手要不是疯了，就是那个卷发男疯了，这种地方都硬是要杀人，现在人多反而成为了阻碍。靠！挡！一道匕首从墙壁突刺而来，还好纪韶音及时拉了昭华一把，才躲过这一次。走，我们走楼梯到拍卖场。以昭华和纪韶音的实力对付不了这个暗影杀手，而且昭华估计这个暗影杀手应该是中阶法师，他的暗影系用的很好，不像是初阶法师，也就是说对方还有一系没有暴露出来。昭华两人从紧急逃生通道往上走，拍卖场在顶层，而且逃生通道没有人，这样反而给暗影杀手机会，这相当于在赌博。想跑到拍卖场求救？你应该知道，我要杀死你，你根本没机会跑到拍卖会场。暗影杀手露出身影，站在楼梯口堵住去路。只是让昭华没想到的是，这是一个国人法师，标准的亚洲面孔和流利的汉语，证明这他是本国法师。昭华讽刺地说道：“乡间和太极，大家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何必为外国人卖命？”噗！想不到这个暗影杀手竟然被逗笑了，说道：“哈哈，别引我笑了，什么爱国情怀，哪里比得上钱来的重要？哪里比得上资源来的重要？你这种小屁孩根本不懂大人的世界，还在初阶挣扎的你们，又怎么知道中阶突破到高阶需要的资源是多么的珍贵？”暗影杀手不屑地看了昭华一眼，说道：“何况你们根本不知道得罪的是什么人。亚西少爷只是要男的死，至于你，只要好好服侍舒服了，亚西少爷或许还能施舍你一点，还能温柔一点。”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恶心，哑巴。”这倒是出乎意料，就是不知道亚西少爷喜不喜欢玩这一套。昭华和纪韶音相视一眼后点了点头。墨绿色的星轨出现，纪韶音迅速地使用了亡灵系第3魔法，两具腐尸从亡灵空间出来，恶心的腐臭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通道。腐尸也还算不错了，能有2具腐尸，不过在我面前还是不够看。炎杖、灵石，暗影杀手一早就看穿了昭华和纪韶音在默默地准备魔法，他之所以和他们瞎扯这么多，其实是自己也是这样打算的，而且他使用的还是中阶土系魔法。褐色的星图出现，从星图中出现一粒粒的褐色碎石，碎石像是机关枪一样开始扫射，瞬间就把2具腐尸射成马蜂窝，肉和骨头都打得稀烂。碎石机枪扫射完腐尸后，目标对准了昭华，碎石倾泻而来，每一粒碎石都拥有把钢板射穿的恐怖威力，别说人的肉体，就算是妖魔都吃不消。钢岩强盾，当当当，碎石射在钢岩强盾上，发出了硬物碰撞的声音。模具不错，可惜只是低级的奴仆模具。钢岩强盾很快就被灵石射击打出裂纹。昭华的钢岩强盾的确无法抵挡连奴仆妖魔都能轻松秒杀的中阶魔法。砰的一声巨响，钢岩强盾应声破碎，但是盾模具又不只有昭华有，纪韶音一样有。冰蓝色的冰蝎盾竖立在钢岩强盾之后，继续抵挡灵石攻击，而且冰壳蟹的防御力比钢岩强盾还要更胜一筹，一时半会灵石没法射穿。暗影杀手看到后不禁冷哼一声说道：“哼，不过如此。”灵石射击停止，但是褐色的星图没有消失，而是生成了一块巨大的2头尖灵石，像炮弹一般。灵石炮用尽了中阶土系魔法的所有魔能，这一炮弹的威力已经可以打伤一些防御力比较弱的战将妖魔，例如昭华见过的巨齿以后都会被这一招打伤。轰隆！巨大的声音传遍整个逃生通道，冰蝎盾消失被射穿，但是并没有发现昭华和纪韶音的尸体。嘶嘶嘶！昭华左手搂着纪韶音，右手绑着一道丝线，像升降绳索一样拉扯着2人往上走。昭华躲在盾模具后面的时候，目的不是要靠盾模具来抵御中阶魔法，那根本不切实际，他是要利用盾模具做掩护，从楼梯中间的空洞上升离开。第79章怨灵囚饭票 Ors。 暗影杀手知道自己被耍了，顿时怒火中烧，可恶的小鬼竟耍些雕虫小技。这一次不止纪韶音小脸红彤彤了，就连昭华也心跳加速。纪韶音双手环抱着昭华的脖子，头发都能碰到他的脸，能够闻到一股清雅的幽香。昭华想不明白，纪韶音经常和亡灵为伍，那些亡灵都一股腐烂的臭味，他怎么身上还有幽香？这就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属于知识盲区，回去后一定要好好调查调查。这里是紧急逃生通道，周围都被灯光照亮，虽然不能封锁暗影系魔法，但是可以很好的控制出阶魔法隐遁，这也是昭华选择从紧急逃生通道离开的原因。暗影杀手这时候才发现没有地方给他施展隐遁，他更加没有想到一个都还没成年的小屁孩会想的这么多，
想得这么快，别以为这就能逃掉。地波挪移，暗影杀手发现自己太看小这两人了，最开始在人多的地方刺杀都被躲过，被逼无奈追到紧急逃生通道这种没有阴影的地方，而且现在他已经进退两难，如果把这昭华和纪韶音放走了，那么妖都魔法协会绝对不会放过他，亚西更不会去保他，甚至还会因为自己办事不力杀了自己也说不定。这里可是妖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流的超级都市，别说中阶了，高阶法师都是比比皆是，自己不过是一个中阶法师，又没有任何身份背景，公然在城市中刺杀，必定会被判死刑。杀手没有顺着楼梯利用地波挪移往上挪移，因为这样太慢了，昭华他们两人吊着绳索往上，他要是走楼梯根本追不上。小鬼！只见杀手跳下楼梯，楼梯中间镂空的墙壁出现一个褐色的泥土大手，给他提供一个站立点和推力，把他往上抛。他不断的利用泥手往上跳跃，快速接近昭华两人。他就是一个护卫而已，他也不是专业的杀手，只是自己刚好第二系觉醒的是暗影系，所以被派来保护亚西，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得不去拼命刺杀。昭华看着这个暗影系的中阶法师用地波挪移从楼梯扶手墙边往上跳跃，疯了一样追赶自己的时候，露出了暗含杀机的笑容。蚕丝是因为蚕吐出来的丝，所以才叫蚕丝。如果蚕丝是被人操控在手上，那它可以成为致命的蜘蛛陷阱。收网！昭华牙齿像是咬住了什么，头往右拉扯，乐乐乐的声音响起，像是细线在收缩的声音。昭华战斗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把小风蚕召唤出来，这是因为他已经早早的让小风蚕在楼梯通道这里布下了陷阱。法师的肉体终究只是人类的强度，就算是中阶法师肉体变得强大了不少，但是相比于妖魔还是差得很远，甚至还比不过奴仆级的妖魔。就是因为如此，法师才会装备魔具。昭华看准了杀手起跳的瞬间，拉动早已经布置好的风蚕丝，本来还是松松垮垮的蚕丝瞬间绷紧，细小的风蚕丝把空中起跳的暗影杀手绑紧夹在半空中，就好像一只小虫子落入了蜘蛛网一样，动弹不得。这是什么？不管如何用力都无法挣脱。之前小风蚕还没有完全进化的时候，风蚕丝就已经不惧火烧，而且极具韧性。现在小风蚕生成的风蚕丝在基础上还要再提升一个档次，而且更加细小，肉眼已经很难看到。可恶，这到底是什么魔具？影盾。风蚕丝只是物理束缚而已，暗影系的影盾就无法束缚住。就算这里没有阴影，但是影盾也可以做到让法师隐化，哪怕只是一瞬间，风蚕丝的束缚就失效了。啊呀，这是什么？快走开！走开！突然间，杀手像是疯了一样，在尖叫，双眼露出了恐惧之色，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似的。纪韶音，这是他的手笔。他的亡灵空间里面怎么可能只有2只腐尸？他的亡灵空间可以存放10几只亡灵，但是现在却只出现了2只腐尸，那就证明了一件事：亡灵空间里面存在着一只占据了大量亡灵空间容量的强大亡灵。怨灵。人在死时，如果包含着不甘、怨恨、愤怒、沮丧、悲伤、痛苦这些负面情绪，尸体则会留下浓烈的黑暗物质，就有可能成为怨灵。怨灵和妖魔的精魄十分相似，奴仆级的精魄如果使用亡灵器皿收集，在收集的时候就有可能遭到精神攻击，战将级的精魄则是会100%攻击收集精魄的那个人。到达了统领级的妖魔，就连残魄都具有精神攻击能力，如果抵挡不了精神攻击，收集的那个人则会变成白痴。收集精魄一直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所以就算有亡灵器皿，也不是谁都会想去收集精魄的。而怨灵则要比精魄更加的稀有，因为怨灵的诞生条件十分苛刻，可以说一头怨灵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而且怨灵还需要为星号魄来维持，耗时耗力。所以有一些丧心病狂的亡灵法师，为了制造一头怨灵，会故意杀害人类，再辅以精魄为材料，融合成一头怨灵。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00多年前，亡灵魔法是被作为禁术一直被禁止研究和觉醒，之后来魔法大改革后才被列入正规魔法。怨灵和精魄一样，普通人是看不见的，只有亡灵法师可以看到。被怨灵附体的人会感受到怨灵死前受到的痛苦，会被同化，会把发生在怨灵身上的一切全部反映在被附身的人身上。别说集中精神使用魔法了，不疯掉已经算你厉害。在从纯温泉的时候离开时，昭华问纪韶音是不是做贼了，纪韶音回答去盗墓了，这并不是开玩笑，因为纪韶音真的去挖开了一座坟。后来纪韶音跟昭华说，他当时进去温泉的时候还没有去泡温泉，就听到有人在呼唤他，因为离得很近，纪韶音还真就去一探究竟，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昭华两人猎妖多了，胆子异常的肥。靠近后发现有一副棺材裸露了出来，因为在野外，纪韶音不敢用亡灵魔法，只好用手去刨，结果就得到了一头怨灵。纪韶音很细心，他发现棺材里面躺着的骷髅骨穿的衣物应该是女性，而且发现有很多抓痕，还被铁链锁住了棺材，推测是被人活埋。也就纪韶音是亡灵法师，
要是别的法师就凉透了。怨灵会攻击一切生灵，因为他们需要发泄，把情绪发泄到生物身上，同化他们，让他们也感受自己当初的痛苦。昭华看向架在空中的杀手，虽然没死，但是精神已经被破坏，和死了也没两样了，双眼翻白，唾沫从嘴角流出。嘿嘿，昭华打了一个寒战，这只怨灵竟然在他耳边笑了一声。大白天的闹鬼，谁不害怕？反倒在旁边的季韶音在窃笑。他是看得见怨灵的，知道怨灵刚刚做了什么。昭华没好气地说道：“还不把他收回去？精神力足够强的法师可以把他打得魂飞魄散。国内的一些老法师对亡灵系依旧是十分讨厌，特别是怨灵这种产生途径饱受争议的亡灵，要是遇到这种老法师，人家一招就能打散他了。”第80章焚风月初囚饭票 Ors。 昭华单手搂着季韶音缓缓落地，看着被吊在半空的杀手，一阵后怕。要知道这可是季韶音的手笔。你这样很失礼耶。季韶音嘟起嘴，看到昭华用奇怪眼光看自己，有点小情绪，然后又写道：“如果不是你把他绑住，怨灵没那么容易附体的。怨灵要附体并不是那么简单，怨灵没有实体攻击能力，也就是说他不能用手按住你不动，怨灵只能通过接触目标传递自己的负面感情来攻击敌人的精神世界。但是你感觉自己被怨灵附体，你可以跑啊，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除非你弱得让人攻击一下就精神崩溃。所以刚刚昭华和季韶音的配合缺一不可，不然要打败一个中阶法师还是比较困难的。”昭华笑着说道：“我又没说什么，是你自己理解错了。你的表情明明就是在嫌弃。”昭华哈哈一笑后往拍卖会场的楼层走去。至于这个杀手，他已经通知了审判会的人，等拍卖会结束再去一趟审判会就行了。而他也没打算告诉自己的父亲，自己父亲只是中阶法师，能指挥中阶杀手的人绝对大有来头，让国家处理就好。好歹自己也是法师，不管是什么来头，刺杀本国法师，自己国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毕竟是亚洲第一大国，还需要给你面子。赵氏拍卖会是有身份限制的，特别是几个国内超一线都市的拍卖场，要么你花一大笔钱在这里买一个会员，要么你得获得一定的地位，像猎者联盟里面的猎人大师才有资格到这里竞拍，更别说是年末的最终收官拍卖了。因为法师的资源终究是太少，特别是一些优质资源，更是多数法师抢崩头都想要，用钱都买不到。赵氏集团十分聪明，他们深知这一点，所以垄断了一些低级的资源，然后用大量低级资源换取有能力、有天赋的法师的友谊，让这些法师成长后得到了优质资源，优先卖给他们，甚至是让法师欠下债务，等到成长后偿还。拍卖会的资格就是获取厉害的法师友谊的手段之一，能在拍卖场中参加拍卖的，不是大家族、名门望族的地位人士，就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厉害法师。整个拍卖场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天花板悬吊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4个石柱围在拍卖场的四周，上面雕刻着上古4大神兽，栩栩如生。拍卖场中间的圆台有几个舞者正在表演，应该是还没有开始拍卖前的表演。招郎他们是 VIP 贵宾，位置不在1楼的大厅，而是在2楼的露台房间。张宁看到昭华和季韶音回来了，责怪道：“真是的，你们2个要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啊。”招郎在一旁说道：“说啥呢？这才过去1个多小时呢，你儿子就这么点吗？”季韶音没听懂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叮嘱他们要小心安全，毕竟刚刚他们的确是遇到了危险。但是昭华懂了呀，这都什么父母，小小年纪就开车上高速公路了。季韶音拉了一下昭华，手指指了一下在对面的楼梯口，看到有几个人正从下面1楼走上来，也是 VIP 的贵宾。虽然说是露台，但是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有防御结界屏蔽。昭华不动声色地说道：“不奇怪，赵氏邀请帕特农的女士来讲课，他们不可能会错过这次的拍卖会的。”从1楼走上来的人正是亚西和帕特农女士亚历克，两人身后还跟着几个像是服务员的人带路。张宁看到了季韶音的动作，微笑着问道：“怎么了？”昭华摇了摇头说道：“没什么，卖出去的那枚金魄，老猎人是用来给帕特农女士献礼，治疗自己妹妹，不过最终也没有治好，只是找到了原因。”招郎和张宁听后看了几眼亚西和帕特农神庙的女士亚历克，也没有在意什么。没一会拍卖就正式开始了。并不是每个拍卖场的拍卖主持都是搔首弄姿的美女，一般像是比较重要的拍卖会，拍卖场都会找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来主持，这样做可以增加拍卖品的公信度，差不多就类似找明星代言的道理。这一次主持的是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头发往后梳起来，扎了一个小辫子的造型。大家好，我是审判会的厉伟泽，应邀主持这次的拍卖会，小弟第一次做主持，如有口误，还望多多包涵。名叫厉伟泽的男子笑着说道。当他自我介绍完毕后，1楼的大厅立刻响起了一片议论声。厉伟泽，真的是他，我当初在网上看到有流传说这次由他主持，
我当时还觉得又是哪个营销号在瞎带节奏，没想到是真的。厉伟则是谁？兄弟，你一定是外地来的吧？厉伟则是妖都审判会的副审判长，今年刚刚升上去的，而且年龄还不到30岁，是妖都最年轻的副审判长，而且他还是上届的国府队员，当时一手混沌魔法力挽狂澜，硬生生的把当时实力垫底的国府队抬上世界8强。只可惜啊，最终厉伟则还是没能打败那些世界好手，在8强落败了。这位兄弟明显是厉伟则的忠实粉丝，说来话来口水喷了一脸，十分的激动。原来是他啊，近几届最好成绩好像就是8强是吧？是啊，特别是现在正在打的这一届，是真的菜的要命，估计16强都选。别人都说厉伟则把近年来的国府带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厉伟则自然听得到台下的议论，他没有说什么，国府、审判会这些只不过是虚名，他现在已经高阶满修了，他唯一想的就是达到法师的另一高峰，进阶到超阶法师。厉伟则等到议论声开始减少的时候说道：好了，事不宜迟，让我们立刻开始大家等待已久的拍卖，请上第一件商品。一位穿着红色旗袍的少女捧着一个盒子走上台，打开了里面的东西。宇宙尘埃10瓶。宇宙尘埃不算什么高级资源，但是却是必须资源，是刚需，所以没有人会嫌弃拍卖会拿出这样的东西出来拍卖，而且一出来就10瓶，只能说赵氏的确财大气粗。坐在这里的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了，我也不多废话，起拍价1个亿，每次加价不少于100万。一瓶宇宙尘埃底价就是1000万，超过2000万一瓶就必亏，看行情。经过一轮轮的疯狂喊价后，最终被一个白发老头以1亿5千万的价格买下来。招郎科普道，那是欧阳家的老当家欧阳盘，欧阳家是用毒世家，不但有远古流传的毒系传承，还有他们对毒的研究也很深切，在妖都的魔法协会有一定话语权。昭华点了点头，自己记住了。昭华本来还以为自己的目标会很靠后，没想到第2件他就来了。在这里恭喜欧阳老当家拿下10瓶宇宙尘埃。接下来的第2件是一位猎人大师在马卡鲁山的山脊处发现的风系灵种焚风。第81章无尽鬼城求票。接下来的第2件是一位猎人大师在马卡鲁山的山脊处发现的风系灵种焚风。厉伟则开始介绍第2件拍卖品。一般第1件拍卖品是为了炒热气氛，所以是除了压轴的几件神秘拍卖品之外最好卖的，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竞拍的类型。而接下来的竞拍品就是特定顾客竞拍的类型，例如第2件的风灵种一般是风系法师才会买的，不会像刚刚那样人人哄抢，全程叫价就没有停下来过。灵种需要特殊存放，一般的寻宝猎人都会带上一种用空间系技术制造的保护柜存放灵种，一个长方体的透明柜子里面存放着一粒青色的发光体，和上次昭华得到的风灵种不同，这一次的风灵种的风旋是青红2种颜色。厉伟则等了一会，让有兴趣的竞拍者先给自己心中定好一个价位后，他继续介绍道：这一枚风灵种是在山脊之中发现，汇聚被风坡上下沉的暖风，带有太阳的威能，使用风系魔法的时候会带有太阳高温，对黑暗生物有加成效果，所以称之为焚烧之风，焚风。昭华十分认真地观看这枚风灵种。拍卖场会提前给出一份拍卖清单，清单上除了压制的几件物品之外，其他物品都会给出一个大概。例如这个焚风，清单上会写明是风系灵种，但是不会给你再多的信息，所以昭华来之前学习了一些灵种的鉴定。当他真正的看到后，他发现灵种这种东西如果不实际使用，很难只靠外表就判断出具体作用，鉴定是一门大学问啊，他还不行。嘻嘻，小风蚕现在是蚕形态，它重新化作一只绿绿的可爱小蚕，从昭华的口袋中探出头，叫唤着。昭华听到了小风蚕的话，小风蚕是跟他说，他知道这一枚风灵种的具体作用。你能知道风灵种的具体效果？昭华惊讶地问道。小风蚕给予肯定。那你还挺厉害的。小风蚕所说的很简单，这一枚焚风可以提升风系 1.5 枚的威力，特效带有的高温还算不错，相当于火姿爆裂的效果。小风蚕还跟昭华说道，这个风灵种他觉得可以，虽然不及治愈之风合适自己，但是应该会适合昭华用来战斗。在昭华和小风蚕讨论的时候，厉伟则开始了起拍。起拍价1000万，每次价格不得少于50万。昭华想了想，这个焚风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既然小风蚕都说他还能接受，那就买下来吧。哦，3号贵宾1050万第一次。厉伟则看到贵宾室亮灯，意味着加价一次。3号页，刚刚宇宙尘埃他一次都没有加价过，这次居然第一个加价。或许是因为有血清是风系的吧，这个风灵种很不错了，给小贝使用绝对可以。因为昭华他们上一次没有出过价，现在第一个喊价反而引来注意。厉伟则诱惑地说道，还有吗？焚风这种带有攻击性效果的风灵种并不多见。1100万。丁，昭华继续加价，他可以通过麦克风直接喊一个数，或者按灯表示默认最低加价。1200万。丁，
1300万，定，1400万，定。有些一开始报价的已经停手了，这个风灵种的价格也就1500万的样子。风系中阶虽然有一个风盘龙卷的攻击手段，但是风系更多的还是游走、引怪、偷袭、突击为主。这个附带攻击特效说起来挺好，但是和风系本身有一定冲突。最终，朝华以1500万的价格拍下了这一枚风灵种。第4、第5件拍卖品则是更加小众，是一些不同魔法系的修炼资源，可以加速修炼。不过这些修炼资源是给高阶法师用的，所以才能出现在这里。咚咚，敲门声响起，经过了几轮的拍卖后，朝华的风灵种才被送过来。张宁问道：“够钱花吗？要不要我来给？”朝华摇头，直接用微信支付，滴的一下支付成功，快速便捷，不给父母有帮你给钱的机会。保存用的盒子是一并送给你的。朝华没有立刻喂给小风残，他不想让自己父母知道自己的次元召唤兽吃灵种这么奇葩。接下来的拍卖品都没有合适的，除了期间张宁看到一盆兰花十分漂亮，觉得装饰家里会挺不错，用2000万买下来之外，他们就都没有出价过一次。虽说那盆兰花有增加精神力的作用，不过张宁并没有在意这个，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有几件中阶法师使用的模具，但是朝华觉得这些模具都挺一般，都没有出手。招郎提醒朝华，如果想要好模具，最好是买素材，然后去打造。就好像冰蝎盾那样，只有量身定做的模具才更厉害，而且真的好的模具一般根本就不会出售，赵氏自己都缺，要拿给家族法师用，怎么会拿出来拍卖呢？好了各位，接下来是一件十分特殊的物品，这件物品出土于古都的无尽鬼城，传闻这件物品和那位千古一帝秦皇嬴政有关。厉伟则亮出了下一件拍卖品，像是一块岩石一样的东西，黑不溜秋的，不知道是什么。喂喂，你总不能因为在无尽鬼城中挖一块石头出来就说是什么宝贝啊？就是啊，这玩意就是一块石头。厉伟则摇了摇头说道，这是古都的顶尖猎人团队前往无尽鬼城后所得，而且经过鉴定，这外层的是保护壳而已，里面确确实实拥有惊人的能量渗透而出。拍卖会除了一些已经鉴定确定价值的物品之外，还有一些像这种带有一丝神秘背景的东西，因为这种那种原因导致无法被鉴定的东西会拿出来拍卖，也就是所谓的捡漏。当然了，能在赵氏手上捡漏的那是在开玩笑，更多的是因为鉴定师觉得里面的东西并不值钱，还不如根据它的出土位置编一个故事出来，增加它的价值再出手，也就是炒作。朝华不屑一顾，无尽鬼城别看着名字挺唬人的，但是实际是一个放青铜兵马俑的地方，而且他和那位千古一帝关系其实不算很大。最初发现无尽鬼城的时候，全国的考古学家都认为那里就是埋葬着千古一帝秦皇嬴政的墓地，因为那里有很多亡灵兵马，这些亡灵兵马全部都是秦朝时代秦皇的军队，后来全部被埋葬在鬼城之中，成为亡灵兵马。直到后来经过常年的探索才发现，这个鬼城不过是一个骗局，是秦皇为了不让自己的坟墓被挖掘出来的骗局。整个鬼城虽然模仿了秦朝的首都来建造，还深埋地下，但是里面除了一些兵马亡灵外什么都没有。秦皇的坟墓至今都还没有被人发现。后来大家根据尸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以及大量的兵马亡灵，给这个地下城市命名为无尽鬼城。第82章隐秘。无尽鬼城不是已经证实了与秦皇无关吗？朝华听到厉伟泽对竞拍品的介绍后，向自己父亲问道。招郎可是老猎人了，妖魔领地的事情他比教科书还清楚，活生生的行走百科全书。招郎沉思了一会后说道，古都是国内亡灵最多的都市，每天都是亡灵围城，特别是晚上，比日本那边的百鬼夜行还要猛。但是在古都安界之外有一处都市遗迹，那里有很多青铜鬼兵，虽然这些青铜鬼兵的外皮是一层青铜，但是里面却是人类尸体。根据猎者联盟的调查，猎者联盟怀疑在1000年之前，秦皇知道自己即将死去，把他的精英兵马模仿古埃及的木乃伊制造方法，用青铜代替了裹尸布，把他的兵马变成了青铜鬼兵，封存在现在的无尽鬼域之中。按照原来的史官文献记载，秦皇应该会下葬在无尽鬼域之内，受到青铜鬼兵的保护，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却发现有陵墓的房间却没有棺材和尸体在。至于那块石头一样的东西，我猜测应该和秦皇嬴政无关，但是起码属于亡灵系的资源吧。招郎最后说的话是说给纪韶英听的，因为他察觉到纪韶英想买下来。纪韶英感觉到招郎跟他说的话，在画本上写道，那个里面是一把同心锁。朝华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怨灵告诉我的，他说是他的。纪韶英十分老实，在画本上写道。朝华和自己父母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惊讶，莫想到这个怨灵还是1000年前的人啊。其实这也没有好奇怪的，既然有士兵陪葬，那么有宫女也很正常嘛。就是不知道这个怨灵的棺材是怎么从古都搬到妖都来的。这种东西的价格一般都不高，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可能有价值的，
你赵氏会拿出来拍卖？这就是一个类似彩票的环节，增加大家赌博的心理。最终也就只有纪韶音这个亡灵系的法师出价，用了500万的底价买了回来。之后的事情就比较无聊了。虽然还有一个风灵种要拍卖，但是那个风灵种小风残并没有看中，所以昭华没有买。他现在手上剩下的钱不算很多，只有2000万左右，他还差一个风灵种和一个湛江级的精魄，钱估计不太够。唉，看来4校联考真的要拼一把，赢下来才行。昭华叹息道。昭华的赚钱能力已经很强了，特别是配合亡灵系的纪韶音2人，3个多月2人赚了5000多万。因为纪韶音还需要用到残魄，所以钱的话昭华会拿多一点，但是依然不够小风残花。不过唯一还好的消息是，从城的地方行政为了能让从城在4校联考中拿一次好成绩，许诺要是昭华他们可以拿到4校联考的第1名，从城将会把最杰出青年奖颁发给他们。称号是虚的，但是奖励却是实打实的，奖励每人1瓶宇宙尘埃，以突破中阶之用。昭华不需要宇宙尘埃突破，但是他可以卖出去啊，要是市场好，能卖2000万啊，这样就勉强够了。半天后终于来到了最终的压轴竞拍。最后压轴的物品，其中一件是3份星河之脉。星河之脉外形如同钻石一样的璀璨，仅有鹅蛋大小，和宇宙尘埃一样，上面布满了星光点点。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颗鹅蛋之中装着一条银河。星河之脉的作用和宇宙尘埃一样，是用来突破壁垒阻隔的。不同的是，宇宙尘埃作用在中阶，星河之脉是高阶。3份的起拍价高达3个亿，最终被2号亚西他们所在的贵宾席以4亿的高价成交。而全场的最高潮则是由一件异魔具引起，就连招郎和张宁2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就算是不懂魔具的纪韶音和昭华2人都知道这件异魔具了不起。这件异魔具如同星空，暗黑幽静，在黑夜之中如果不动根本无法发现，是一种完美的黑暗之色。当注入魔能后，黑暗的夜空会闪烁紫、蓝、红、白的星光，星点布满了整个异魔具。而且这一件异魔具还能做到包裹法师，让使用者一同融入夜空中，连魔法气息都能完美屏蔽。听主持人介绍，这件异魔具融合了暗影系和混沌系10几个赵氏最顶级的工匠，花费了10年时间打造而成最高杰作，名为夜魔之翼的异魔具。飞行速度比高阶的风系魔法风之翼还要快半分，起拍价高达12亿的无敌天价。但是就算如此，也没能阻止一些真正的巨头，最终被1号贵宾室以32亿的窒息价格给买了下来。有钱人的世界啊！昭华人都傻了，32亿买一件魔具，而且这件魔具是没有攻击和防御能力的，只有飞行和隐秘能力。不过那异魔具好美啊！纪韶音一脸羡慕的看着那件异魔具，女生嘛，天生都喜欢美丽、闪闪发光的东西。不过昭华也点头承认，那件异魔具不愧是赵氏工艺的最高杰作，起码外形看去是真的无敌了。介绍还说，这件异魔具的设计获得了什么什么世界魔具设计大奖。最终昭华买了一个风灵种，纪韶音买了一个不知名的东西后，结束了这一次的拍卖会。随后昭华和纪韶音就到了审判会下口宫协作调查。深夜时分，赵氏妖都大酒店最高层的总统套房的走廊外， FUC 星号 FU 星号 K F 星号 CK， 亚西的声音从走廊传来，口中一直 FFF 的说道，一看就很有国际范，儒雅随和。他拍卖会刚结束，正打算到妖都的一些灯红酒绿的地方流连的时候，就被妖都审判会给带走，理由是怀疑和一宗刺杀案有关。刺杀他自然是知道的，本来还奇怪怎么到现在自己的手下还没有给自己回复，没想到居然被2个出街的小鬼反杀了。当然了，这种事情他肯定是说不知道、不认识，别瞎说的否认3连态度对待。不过因为这件事，他被暂时禁止出境，要等到洗脱嫌疑后才能离开，这导致他之后的行程直接报废。虽然他父亲在世界范围都是掌权人物，但是他只是私生子，就算得到宠爱，也并不能明目张胆地庇护他。咚的一声巨响，亚西直接踹开酒店大门，但是打开门的瞬间，他看到了一个美艳女子坐在自己房间的阳台上。以亚西的角度，只能看到侧脸，风吹起女子的长发，露出了一张精致的亚洲面孔，翘着2郎腿，看着妖都的夜色，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比普通香烟细长的女人烟，白色的烟从点燃的地方缓缓升起。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一处奇怪的地方，风明明吹起了秀发，烟却缓缓上升。红唇轻咬烟蒂，呼出一口白烟，白雾缭绕，香烟的香甜传到了亚西的鼻子，这是一种让人沉醉的味道。第83章圣财院。哈哈，赵有钱还是挺会做的，安排了这样的美色给我享用。亚西顿时心情回升了不少，因为自己手下办事不力，还连累了他。本来他还要去埃及和美国的行程都报废了，他可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以跟随帕特农神庙女士的名义跟来的，对外宣称是要正式加入帕特农神庙的骑士殿，现在作为一名实习骑士在进行着考核实习。
但是实际他是要帮自己的父亲到世界各地秘密地联系各国的重要人物，因为他父亲的身份比较敏感，不能太过注重权力集中，所以只能让自己的私生子代替自己。现在他被妖都魔法协会和妖都审判会禁止出境，哪怕他是帕特农神庙的人也没用，他表面上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中阶的实习骑士，别说你违反了一个世界强国的法律，就算只是一个都市，人家要摁你下来，你也没办法反抗。亚西把门关上，他看着坐在阳台的美女，把身上的外套往床上一丢，露出了恶心人的笑容。但是亚西裤子还没开始脱，女子手中的香烟一弹，香烟化作一道白光从亚西的耳朵旁射过，白光直接射穿了墙壁，穿透了整一层的墙壁，从被射穿的窟窿中能看到外面的天空。这已经超越了认知，超越了常识，为什么人类可以把香烟射成激光一样的攻击？亚西被这一幕吓到腿软，这个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要对自己做什么？张宁，昭华的母亲，昭郎的妻子，一直都是温柔似水，不拘小节，十分开朗的一位人妻少妇。但是现在坐在阳台上的她和平时判若两人。张宁熟悉的拿起桌子上的香烟盒，熟练的拿起一根女人烟，唇齿咬住烟蒂，用火机点燃，吸了一口后平淡的说道：你今天派人暗杀我儿子，想掳走我儿媳妇。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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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西心里面已经各种口吐芬芳，人家都这样说了，他哪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要是早让他知道那小子有这等背景，他绝对不会得罪的。亚西强行镇住自己颤抖的大腿，紧张的说道：这都是那个帕特农神庙的女士下的命令，他说那个令公子拒绝他的好意，难泄心头之恨，所以命令手下做出此等离间叛道之事。我已经劝说过了，只是他一意孤行，我必定把他带回来，必定给令公子赔礼道歉。亚西声泪俱下，痛心疾首，演的还真就有那么回事，而且汉语学的有模有样。但是张宁没有理会，抽了一口烟，像是没有听到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亚西看到张宁手中的香烟剩下一半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性命也仅剩下一半，别人根本不会理会谁出的主意，甚至就连早早在机场等飞机的亚历克也要死。亚西还真就猜对了，张宁每次杀人前都要抽一根烟，这是他的一个坏习惯。亚西知道不能再这样等下去，说道：我父亲是圣裁院的大判官杜兰克，不知道大人你知不知道？张宁继续抽着烟，他很淡定，管你父亲是谁，就算你妈是帕特农神殿的殿母也不行。他是淡定了，但是酒店外有人不淡定啊。狼哥，嫂子，等等。招郎坐在他的天鹰上，在阳台外面等候，因为张宁说这一次让他来，不许插手，所以招郎只能乖乖的当工具人。而天鹰上还有一个人，妖都审判会的副审判长厉伟泽。因为张宁和招郎看到自己儿子回来的时候，一眼就看穿了，刚刚他们两个经历了一场战斗，身上还留有土系和暗影系的魔能痕迹在，所以拍卖会结束后，招郎找到了厉伟泽询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结果厉伟泽一查，告诉招郎和张宁，他们的儿子联系了审判会，说被一个中阶法师刺杀，本来以为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小子而已，但是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圣裁院大判官杜兰克的儿子。圣裁院可是世界8大组织之一，高高在上，它代表着这个魔法世界的法律，全世界魔法师都要遵守由他们制定的法律。在教科书中从来不会提到圣裁院与异裁院，这是因为魔法协会的存在，这个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城市都有的这个组织就是圣裁院的下属组织，遍布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角落。圣裁院对外宣称魔法协会与圣裁院无关，大家互不干涉，圣裁院只是一个管理者，只会监督、巡查和排除邪恶势力。但是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真要发生点什么，谁都知道魔法协会是一定站在圣裁院这边的。厉伟则急急忙忙地跳下天鹰，走到阳台上，他知道以自己的能力根本阻挡不了这两个怪物，急冲冲地走到亚西面前说道：你说你是杜兰克的儿子，你怎么证明？据我所知，大判官杜兰克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亚西急忙地拿起丢到一旁的外套，看了一眼那根烟，完了，剩下1/3了，从外套的口袋拿出了一封信递给厉伟泽。这是我父亲杜兰克给赵氏大当家的大儿子赵有钱的一封信，里面应该可以证明。亚西知道这是绝密的信函，为了防止过安检的时候被检查，这封信没有下任何的魔法，就是很普通的一封信。亚西一直随身携带，本来是明天一早交给赵有钱的，现在只要能保命，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厉伟则看了一眼，的确有圣裁院杜兰克的印，而且里面的内容也是符合。厉伟则把信放在张宁面前的桌子，他也知道人家不会看，于是说道：嫂子，你听我说，这封信是真的，信上写着，只要赵氏肯支持杜兰克连任圣裁院的大判官职位，那么杜兰克就支持赵氏当家做下一任世界贸易协会的会长。厉伟则一看，完了，剩下最后一口了。他现在心中后悔不已，他不是后悔自己告诉了招郎他们这个消息，而是后悔干嘛是自己跟过来啊。审判长呢？
这种可能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时候，你人到哪里去了？狼哥，别玩阴谋了，你也劝一劝吧。厉伟则哭了，他当年被英国国府队在世界赛场上吊打的时候都没哭，今天都快30岁人，竟然哭了。招郎收起了笑脸，冷淡地看了一眼厉伟泽，看得他直发慌后说了一句：不知他人苦，莫劝人大度。要是你儿子被人暗杀，你能放过他？厉伟泽知道自己的理由站不住脚，带着一点哭腔地说道：狼哥呀，你和名字还挂在义财院的黑名单上啊，嫂子现在还被杀手店的人满世界的找，你不考虑国际关系，也要考虑一下小花啊，她也准备上大学了，你也不想她被杀手店的人盯上吧？突然，张宁吐出来的烟像是有生命的一样，从亚西的鼻孔转入，亚西全身不停地颤抖着，白烟灌入大脑，亚西双眼泛白，口吐白沫，像是触电一般。但是就在此时，一道圣光从亚西的体内散发，压制住了白烟。杜兰克可是帕特农出身的，早就在自己儿子体内留下来保护手段。你杜兰克站在我面前也没用。张宁的气势攀升，圣光根本无法保护亚西，瞬间就被攻破。杜兰克留在亚西身上的手段尽数被破除，完全不是张宁的对手。哎，住手吧，你饶他一命，我们妖都审判会的国府选票无条件给你儿子，这样总行了吧？厉伟泽这次真的哭了，感动的，因为这是审判长的声音。大佬啊，你可来救场了。第84章，谁主臣服？哎，住手吧，你饶他一命，我们妖都审判会的国府选票无条件给你儿子，这样总行了吧？妖都诸城的妖都塔最顶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穿着一件有点可爱的星星斑点的睡袍，站在玻璃前看向位于天城的赵氏大酒店。天青柏，妖都审判会的唯一审判长，掌管妖都内所有审判会的成员，而且曾经担任过妖都魔法协会会长，可以说在妖都之中只手遮天的大人物。但是现在他却被人从睡梦中吵醒，都不能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安心睡个好觉吗？诸城和天城可是两个城市，而且妖都塔和赵氏大酒店都在两个城市的中心地段，这相距已经不能用远来形容。但是天青柏却对赵氏大酒店的一切了如指掌，千里传音。天青柏猜测张宁和招郎不会杀死亚西，因为他们两个牺牲了很大，才得以隐藏在国内，以普通的猎法师身份生活。如果把圣裁院大判官杜兰克的儿子击杀，不管谁对谁错，这都会引发国际大地震，到时候他们的儿子是影响最大的人。但是天青柏还是看少了作为父母的心情，一个敢找人暗杀自己儿子的人，又怎么可能放过他？唯一庆幸的就是昭华没有出什么事，而且还把人给反杀了，不然他们两个是不会给你磨磨蹭蹭的时间，还抽烟呢。真想杀了亚西，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别想期待杜兰克的那些保护手段，就算杜兰克出现在这里，张宁要杀他儿子，能让杜兰克两个魔法系。天青柏承认自己有赌的成分，但是明显他赌输了，所以他要给赌资。国府推荐票，世界国府大赛，这个看上去是国力人才的比拼，但是其中暗含着很多东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国府的选手选拔，如果这个真的是要选拔战力，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地方势力，国家掌权者投票选出，直接打一场，选最强的几个人不就行了？干嘛这么麻烦？国府大赛实际更多的是一场培养，一次历练，一次蜕变和进化，这是一个举全国之力去培养年轻法师的一个培养皿。所以你可以想象，全国这么多个城市，这么多的大学，这么多的法师，为了进入这个培养皿中吸取营养，吸取养分，会有多拼命？那一张选票代表着多少的利益？4张选票就能确定国府队员的身份，所以每一张选票都是价值万金。妖都的全国人大议员有一张选票，妖都审判会会长有一张，妖都魔法师协会会长有一张，妖都猎者联盟分盟主有一张，中山学府作为全国前10的学府有一张。同时妖都是国家一级都市，所以妖都综合排名第1和综合排名第2的学府有一张选票，中山学府和华南雷火学府。整个妖都一共就只有7张选票。妖都这样的国内最顶尖的几个都市都不能内定2个国府成员，就能明白选票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厉伟则本来还有点高兴的笑脸，立刻就变成了哭脸，因为他当年为了审判会的这张选票，可是半卖身的和审判会签订了合约，要在毕业后成为审判员为审判会工作。对于一些普通法师，成为审判员是一种荣光，但是对于他这样的天才法师，那就是一种束缚了。要知道，厉伟则可是当年中山学府的 NO1， 打穿整个年级才获得了中山学府2张选票，加上1位议员的选票，他才当选的。现在昭华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获得了1张，天哪，这差距让他情何以堪？天青柏愿意给这1张选票，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用选票换来的利益虽然失去了，但是可以从大判官杜兰克身上拿回来。如果不是天青柏认出了亚西身上的保护是杜兰克最强的手段，他都不会用来做交换。看来这个叫亚西的人对于杜兰克来讲十分的重要，或许还能敲一笔。天青柏自言自语地说道。另一边，
张宁和招郎的确没有狠下杀手，但是张宁岂是这么容易就吃亏的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救我！救命！我父亲是圣裁院的大判官杜兰克，你不能杀我！亚西痛苦地捂住脑袋，嘴里大声地喊叫道。张宁笑得很甜地说道：我不会杀你，但是我封禁了你2个系的星云，你想突破到高阶，要花点价钱才行了。本来正常的一份星河之脉就能让一个满修的中阶法师突破到高阶，但是张宁加固了星云，这样就导致打破星云的力量要更强，用普通的星河之脉已经不行，要突破必须精纯的能量。张宁微微一笑后跳上天鹰的背，招郎一阵后怕地说道：真是狠，让我想起来当初被你追杀的日子。张宁听了后露出了更加灿烂的笑容问道：那你是喜欢平时的我还是以前的我？颤抖，招郎感觉到了杀意，小心翼翼地说道：送分题还是送命题？你猜我猜不猜？招郎想这样说，但是不敢，只能折中地回答道：都喜欢，都是我的最爱。那今晚我上你下。啊，不要了吧。招郎和张宁乘坐天鹰飞走了，立伟则通知了魔法协会的治愈法师，本应该就此尘埃落定。那个帕特农的实习骑士身上怎么会有杜兰克的保护？我想撒朗大人一定很高兴知道这个消息。在赵氏大酒店楼下有一个在化缘的和尚小声地说道。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开学的第一天，同时也是高中生涯的最后一个开学日。这个学期课程时间也是最少的，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要迎来高考。而邱校长也顺利的回归教学岗位的第一线之中。经过一次简单的开学誓师大会后，邱校长把朝华、季韶英、林默、邓乐4人集合到了一起。在校长室中，除了邱校长之外，还有邓建安这个前校长。邱校长见人都来齐后说道：叫你们来为了什么，你们也应该知道了。4城联考即将开始，这次由我和邓副校长一起带队，下午出发到花城，然后晚上的时候集合，和别的3城的对手碰个面，明天早上就开始正式的联考。朝华和季韶英做出略微浮夸的惊讶表情。朝华说道：邓主任，你荣升副校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季韶英也十分惊讶地写道，但是脸上却带着窃笑。邓建安乃不知道这是他们2个故意在逗自己，冷哼一声后说道：你们也就现在能耍贫嘴，你们根本不知道其他3城的教育水平比我们从城厉害多少。邓建安继续说道：虽然邓乐已经突破了雷系中阶，而且觉醒了第2系，他已经是我们一中修为最高的法师，但是增城、历城和最强的花城每年最起码都有中阶法师，召唤系和亡灵系如果还只是初阶，我看你们只能被吊着打。邓建安一早就打听好了敌人的信息，不过这些信息会过期，谁知道过年放假的时间有没有变得更强？邓建安根本不看好还是初阶的朝华和纪韶英，在中阶面前，初阶就是个渣渣而已。第85章联考开始。妖都建成了魔法地铁后，妖都11城之间的来往变得简单和方便，不用像以前那样11城之间的物资往来还需要法师去跑商，穿过一些妖魔之地，把特产运送到另一个城市，以此来获取差价。地铁到达花城后，几人入住酒店，在酒店房间里面，邓建安拿出一大叠的资料，上面是一份份的个人资料，一个分了3叠，增城的、历城的、花城的，其中花城的最后几乎是另外2个城加起来。邓建安说道：这些都是我收集的各城的参赛人员，你们可以看看。朝华随手拿起一份，上面写着增城一中火系法师，名字叫做荣浩气，上面写着高3上学期就已经早早达到了火系3级，高3下学期很大几率达到火系中阶，是增城一中的种子选手。朝华疑惑地问道：这些资料是上一年的？邓建安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后说道：你以为别人家的学生达到什么修为会告诉你吗？特别是突破中阶，每一年都有好几个人故意等到过年的时候，偷偷摸摸在家使用宇宙尘埃突破，然后提前半年就预约好位于妖都塔的觉醒屋，觉醒第2系，别说是否突破中阶，你连人家第2系是什么都查不到。朝华把资料大致的看了一遍，除了能知道哪些人是种子选手之外，这些资料都是过期的，很容易会因为相信资料而被对手算计，总体而言可信度不高。纪韶英也一样，看了一遍后没多大感觉。邱校长见大家都看完后，他开始讲解考核对战的注意事项。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分配对手，我们从城、增城、历城都是派出2队，而作为综合实力最强的花城则是4支队伍。比赛模式采用手类。邱校长拿出一个板，在上面画了几个格子和线条，然后说道：首先花城一中、历城一中、花城一中2队，增城一中是1、2、3、4号种子作为类主。邱校长在最上面的4个格子上写上花1、历1、花1、2、增1，然后继续说道：然后就是开始比赛，因为我们从城每一届都是最后1名，所以我们要打最多的次数。首先 A 赛区，我们从城一中对战增城2中，胜利者将会对战花城3中。
然后 B 赛区从城6中对战历城2中，胜利者将会对战花城2中。邱校长画满了格子，分开 A、B 两边。A 赛区获胜的高校将会挑战花1、2，然后胜利者挑战花城最强的花城一中一队。B 赛区也一样，胜利者挑战增城一中，再获胜的高校则是挑战历城最强的历城一中。邓建安又冷着面说了一句：“每年最后都是历城一中打花城一中一队，结果连续5年都是花城获胜，而我们从城不管是一中还是6中，每年都是一轮游，明天下午就坐车回家。从城6中和一中都是住在同一个酒店的，但是因为队伍各不相关，赛区都不一样，所以大家都不会有交流。”纪韶英听后疑惑地在画本上写道：“别的学校这么强啊？”邱校长笑着摇了摇头回答：“不是其他学校很强，是我们以前太弱了。纪韶英同学，以前不管是我们一中还是6中，能有初阶3级就很不错了，有时候队伍中还全是初阶2级的，像今年这样子，不管是6中的李世杰还是邓乐同学都达到了中阶，在4城联考的历史上，从城还是第1次。”纪韶英和昭华人傻了，从城以前这么弱的吗？但是今年好像有点太过的突飞猛进啊。邱校长笑着点头说道：“是的，从城以前的确很弱，所以今年从城的魔法协会许下承诺，如果我们一中或者6中能拿下联考第1，那么魔法协会将会奖励获胜的队伍1人1瓶宇宙尘埃或者等价的资源。”这个消息不算太神秘，他们几人都一早收到消息，今天从邱校长嘴里面说出来，算是官宣确定了。喂，你们2个到达中阶没有？邓乐向昭华和纪韶英问道。没有。纪韶英在昭华旁边举着画本，脸上一点都没有因为自己修为更低而引以为耻，反而还带着笑。至于昭华，算了，他根本不会在意。邓乐也猜到了，只是多嘴问一句而已，随后说道：“李世杰已经可以释放中阶魔法，火系中阶的猎拳轰天。”昭华感叹地说了一句：“哦吼，挺厉害的。”纪韶英则是在画本上写上厉害，但是2人的表情都在说着没什么了不起。邓乐看着牙齿都快咬碎了，这2人太尼玛装了。高中还未开始，高考就能释放中阶魔法，这是什么概念？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天才，这就是天才，国家的栋梁人才啊！有人统计过，国府成员的合格线就是最起码都要在高中时期就能释放中阶魔法。算了，邓乐觉得跟他们解释是没用的，这2人都没想过加入国府吧？如果让邓乐知道昭华已经得到了1票国府推荐票，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大概会气得吐血3声吧。你好像还能释放中阶雷系魔法吧？纪韶英一脸好奇地写道。他真的无心的，他就是想确认一下。邓乐老脸一红，吞吞吐吐地说道：“还差一点，那就是不能呗。”在吵闹了一会后，邱校长让他们好好研究对手，起码要做好对战的准备，谁盯防谁要在今晚确定好。对了，因为你们当初的选拔一战的关系，4城联考加了一个规则，为了防止法师过于依赖魔具，所以4城联考每场战斗只能使用1个魔具，而且魔具次数只能1次，并且魔具的破坏力不能达到中阶魔法的破坏力。邱校长补充了一句，至于是因为哪2人导致的都不用说了，昭华的钢岩强盾可以用3次，现在一场战斗只能用1次，邓乐4件魔具只能用1件，这个规定之前是没有的，因为大家也都是用1件而已，算是默认的。上一年昭华和邓乐的战斗直接让这个规则放在了明面上。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至于战术，他们看了对手的资料后反而没有任何意义的一致决定，制定战术是不可能制定战术的，这辈子都不会制定战术，只有用实力去碾压对手才是最好的战术。他们决定1对1，直接碾压获胜。最好的战术就是把你凑得不敢反抗。第86章战术。第2天一早，花城魔法竞技场馆内，4城9校10支队伍，一共40人聚集在此。由这个魔法竞技场馆就能看出，人家花城的发展的确是比从城和其他的城要更好，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场馆，馆内还有保护结界，平时花城的魔法高校的学生可以到这里练习和打比赛。国府比赛有一个叫做守馆的规则，不同国家的国府成员会到别的国家进行踢馆，国内的国府馆每一届都不同，有时候安排在帝都，有时候安排在魔都，曾经也安排过在花城的这个魔法竞技场馆。哇，你们看，这个竞技场馆也太大了吧，都快有我们学校1半大了。6中唯一的女生感叹地说道。6中和1中都是代表从城，所以是站在一起等待开始。昭华倒是没什么，因为以前还没有觉醒魔法的时候，他就跟随昭郎来过花城这里看比赛，猎王争霸赛的妖都分赛区海选，这里是其中一站。呵呵呵，一群乡巴佬，没见过世面。花城在4城联考中一直都是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听说历城政府也有打算弄一个魔法竞技场馆，后来因为预算等问题搁置了。4城联考虽然是法师的比赛，但是只不过是一群都还在读书的小屁孩的战斗，
所以并不公开观战，只有各校的带队老师坐在一旁观战，以及提供保护，以防万一。一共40人，昭华他们到得很早，来到的时候只看到零零散散的几个人，等了30分钟，学生才陆陆续续的进场。最慢的肯定是最近的花城的3个魔法高校16人，像是压轴耍大牌一样，不到规定时间的最后一刻都不进场。耍什么大牌，在自己的城市还最慢到。有一些别城的学校在奶嘀咕。一个花城2中头发染成红色的刺猬头听到说话后嘲讽道，有本事你们赢下联考，下次去你的城市也行啊，你们不也是妖都11城排倒数第4的，有什么好豪横的？那也比你们倒数前3要好。我 CNM 有种下场来比划比划，你一个花城2中3队的有什么了不起？1对1我将听怕过谁？哟，还挺横，来，谁要是输了跪地下磕3个头怎么样？怕你？来。每一届的比赛总有一些脾气十分爆炸的年轻人，还没开打嘴巴先喷起来，气势不能弱呀。昭华站在一旁玩起手机，稳如老狗。其他3人也没有多大的反应，都是一副淡定模样。嘿，你们从城明明是最弱的，但是反倒是最淡定的啊。昭华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不是别的，就是自己4人第一场的对手，增城2中的土系法师东父。按照邓建安给的资料，他在增城2中的4人中实力排第2，猜测是土系3级。邓乐见这个人是跟自己说话，本着一个3有青年，礼貌的回道：比赛第2，友谊第1，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邓乐没想到对方竟然认真的点了点头，一脸赞同的说道：也对，你们从城不管1中还是6中都是年年一轮游的，还好我们对战的是你们1中，听说6中有个狠叉子，幸亏。邓乐人傻了，几个菜啊喝成这样？算了，但凡有一粒花生米，他应该也不会说出这样的屁话出来。说完，东父转身就离开。邓乐乐狠狠地看向昭华，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家伙交给我。昭华表示你喜欢他都无所谓，学生嘛，大家都是年轻人，而且能站在这里的都是学校里面的佼佼者，谁人不想出尽风头，意气风发？来这里目的是啥？扬我国威？当然不是，就是要狠揍对手。比赛第2，友谊第1就是屁话，能把对方揍掉牙，绝对不会扇耳光，能踢子孙根，绝对不踢肚子。花城是主场，自然是由他们的校长发言，说了一堆官方话后，由 A 赛区的先进行比赛，也就是从城1中对战增城2中。增城虽然综合实力比从城要强一点，但是毕竟一个是最强的1中，另一个只是2队，所以历来2队的实力相差不多，打得难分难解。正因为相差不多，打起来才好看刺激，也是故意这样安排开幕战的。只是近几年来，从城发生了野外实训课程的意外后，从城1中都输给了增城2中，让比赛失去了悬念。昭华几人已经站在台上，站位没有任何的讲究，4人排成一排站着。你们说谁会赢？还没轮到的学生则是在观众席观看比赛。2中吧，近年来从城都是1轮游。你说要是6中因为那个李世杰会有变数的话，那么1中我估计没什么好说的。听说那女的是亡灵系的，切，亡灵系也就糊弄一下他们这种落后地方的人。埃及那边亡灵系多着呢，那些亡灵也就那样，而且消耗魔能严重，照不出几个。从城虽然属于妖都，但是毕竟是郊区小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只是在同城网络比较火，到了别的城市就没什么热度，别的城市只是听说过片言之字，不会深入去了解。增城2中的战队就比较有讲究了，2个土系的站在最前面，后面是一个水系一个火系，十分标准的法师队伍。裁判站在场馆中间，左右看了一眼后说道：从城1中对战增城2中，联考开始。为什么叫做联考？因为这是考试的一环，战斗中的表现会被记录下来，高考后选择大学的时候，这会是一个考量。在联考中有出色表现的话，高考成绩哪怕低了一点，也会有名校录取你。虽然不直接加分，但是影响学府选择。相反也一样，联考太拉胯，或许人家就不要了。开始声响起的瞬间，邓乐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雷系新鬼出现得很快，甚至对手都还没有从开始的信号中缓过神，邓乐的魔法都已经出现了，准备出手了。雷印莽痕1级的雷印，威力虽然弱很多，但是施法速度快啊，再加上邓乐本身就是中阶法师，不但施法比初阶更快，威力也会有所提升。一道莽撞的雷电急速形成，前不久还在说自己幸运的东父根本反应不过来，魔具都没有使用就被雷印击中，全身触电，头发爆炸，瞬间倒地不起。东父卑鄙，太卑鄙了，居然暗中汇聚星子，裁判他犯规。这种速度给人感觉是提前准备好的很正常，但是裁判又不傻，一眼就知道人家是中阶法师，再加上喊开始的时候立刻发动魔法，还是速度最快的1级雷击才会这么快。人蠢不能怪天。
增城二中的人还想跟裁判争论，纪韶音的亡灵魔法紧随其后，15只白骨亡灵出现在场馆中，下一秒，其中的5只白骨亡灵变成了腐尸，一大波亡灵向着那3个弱小无助的小学生一样的3人奔去，配合上林默的地波挪移加速，亡灵群像卡车一样袭来。他们看着这露出狰狞样貌、身上散发着恶臭的亡灵，连一个魔法都没放出来，就全员被撞飞出场。此时昭华还在玩着手机。第87章猎拳轰天。打完了。昭华收起手机，抬起头问道，他刚刚好收到了微信消息，一时半会没来得及看比赛什么情况。打完了，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增城二中的人其实都不弱，修为上4个都是初阶3级的，除了一开始被邓乐用修为压制了1个人之外，其他3人没理由败得如此之快。亡灵又不会空间系的瞬间移动，就算搭配上地波，要从这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魔法竞技馆的一边冲到另一边，起码都需要有15秒的时间，15秒足够使用初阶2级魔法了，快一点的3级也能出来。但是刚刚增城二中剩下的3人只有1个人想起来要用魔法，还锻炼了新鬼，急急忙忙使用出盾魔具。只不过这时候他们已经被一群亡灵包围，没有突破的希望可言。网上的图片终究是太过虚假的，当他们真正的见到一大群狰狞恐怖的亡灵生物向你扑咬而来的时候，那画面冲击让他们大脑都出现了短暂的宕机。我的腿被咬上伤了，我要变成亡灵了，救我！我不要变成亡灵丧尸，救命啊！亡灵终究和召唤兽不同，他们对生物和鲜血是极度的渴望，就算亡灵法师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像刚刚那样，一只腐尸对准被他抓住的学生大腿咬了一口。曾二的老师看不下去了，摇了摇头的叹了一口气，一巴掌拍他的脑袋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说道，亡灵法师生成的亡灵和野外的亡灵妖魔不同，他们是用魔能生成的，没有尸毒，涂点药就没事了。你丢人不丢人啊？这个学生一听，老脸一红，这都怪那些破电影，说什么被咬了就会被传染，然后也会变成亡灵，害得自己出糗。至于那个一开始就被电成爆炸头的东父，现在还麻痹着躺在地上，偶尔像鱼一样弹2下，证明自己活着。曾二也就那样吧，被下的魔法都放不出来，修为不高，胆子还怂的一批。那个用雷系魔法的就是从承邓家的邓乐吧，那个施法速度，中阶修为是有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释放中阶的霹雳。花城一中的几人坐在一旁看着，要是换他们来，他们自信可以解决得更干脆。喂，那个邓乐是这一届从承邓家的候选人吧？你怎么看？邓文，被人叫做邓文的男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场上一眼，紧闭双眼在冥修，听到自己同学叫喊，自己才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的瞬间，可以看到有一道雷弧一闪即逝，他的雷系修为比邓乐要高不少。邓文看了一眼台上的邓乐，十分巧的是，邓乐此时也看着他。邓文说道，他爸邓刚当年和现在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破到中阶，可惜最后在家族大比的时候输给我父亲，不能进入氏族核心。我比我父亲更强，他连给我做垫脚石的资格都没有。邓氏和其他的氏族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外面的分家想要进入家族的核心是需要选拔，也就是所谓的家族大比，在高考结束后分高低，只有进入前4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家族的资源倾泻，尽力的培养，没有达到前4的法师将会失去人生自由，为家族利益牺牲。有得必有失，在一些大家族之中有资源优势，修炼当然更快，但是同时也很残酷。一中的联考十分的迅速，甚至连一旁要写评语的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写，这是被碾压的呀，没什么好说的呀。而且有一个还没动手就结束了。昭华几人走下场，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着。老猎人的事情，纪韶音问道。听说老猎人找到了什么隐士高人，治好了他妹妹，他特意加了我微信说要感谢我们。自从上次亚西的事情后，老猎人又找了一次昭华，目的还是为了精魄，因为要保存精魄的能量和品质，最好就是存放在亡灵空间里面。纪韶音的亡灵空间刚好有一枚没有卖出去的精魄，那时候刚好是年关，从城大大小小的魔法商店全部关门，老猎人又急着要，于是通过猎者联盟找到了昭华的联系方式。后来没过多久，老猎人就登门感谢昭华和纪韶音，聊了几句，知道了一些缘由，就是老猎人祖上认识妖都的一个隐秘的魔法世家的人，恰巧这个魔法世家是育虫的，把他妹妹脑子里面的寄生虫取了出来后救活了。昭华只能感叹世间之大无奇不有，祖上保佑了，只能说刚刚就是老猎人的妹妹亲自视频道谢。一中打得很快，在台上的时间都没有超过1分钟。喂，那个站在中间的就是李世杰了吧？应该是他，我看过他的照片，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已经能施法中阶火系魔法猎拳轰天了吧？这个肯定可以啊，都过去半年时间了，猪都学会火系的星图了。李世杰在半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火系中阶，这个消息不但轰动了从城，还震惊了另外3个城，因为那时候不管是最强的花城还是另外2个城区，
当时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中阶水平，有几个人是准备使用宇宙尘埃突破，但是慢了就是慢了。最弱的从城反而是高三界第一个拥有中阶法师的城区。六中是有站位的，不像一中站成一排直接，六中的站位就是保护3保1。李世杰站在队伍最后方，另外3名队员站在前面，3个辅助保护1个人输出。而且魔法系的搭配还是2个水系1个土系的究极防御体系，要先打破2层水域就很难了，还有一个地波帮助李世杰做位移，就一个稳字。昭华和老猎人聊完后看向魔法场馆，李世杰站在3人后面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李世杰打算使用中阶魔法，昭华小声地说道，他要一次把对方4人打下场。纪韶音问道。昭华点了点头说道，他太装了，对于还不熟练刚刚突破到中阶的法师，要使用中阶魔法的时间太长，他这样很容易被人知道他释放中阶魔法需要的时间可能会被人算计。果然如昭华所说，一开始李世杰就发动了火系中阶魔法，从他的脚下出现一个由49粒星子组成的星图，火焰从星图中冒出，不断的汇聚在他的右拳之中。攻击，快打断他的中阶魔法。虽然对手反应过来，不断的使用各种魔法攻击或者干预，但是奈何前面3人不但是铁壁防御，连魔具都用了出来，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哈哈，你们太弱了！猎拳，轰天！李世杰向前踏出一步，身形4攻，右手灌注全部火系魔能，挥出的瞬间，场馆的温度随之上升，一段烈焰喷涌而出，巨大的火拳冲向4人。不管是水域还是盾魔具，在这个火焰拳头面前都不够看，他们4人哪里见过这么恐怖的攻击，一时间都忘记了逃跑。磅礴的火焰把整个场馆的一半吞没。第88章逼出魔法。我的妈呀，真的是中阶的火系法师，而且还能释放中阶魔法的那种。他的猎拳威力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几分。你有没有感觉到整个场馆的温度上升了几分？妈的，我坐这么远竟然感觉到有点热了。就连自认为自己队伍最强的花城一中的人都认真的正视起来，今年的从城有点强啊，特别是这个李世杰，这猎拳绝对不是刚刚才学会把控的，星图衔接和释放都很熟练，魔法的强度也很高，能让整个场馆的温度上升，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恐怖。哪怕妖都是国家重点城市，教育资源和教师实力都会相对比较高，但是能在进入大学之前就突破中阶的法师，那都是少之又少的，能释放中阶魔法那就是天才了好吧。就算是汇聚国内顶尖学生的学府，例如帝都的帝都学府，魔都的明珠学府，妖都的中山学府，杭州的杭州学府，这些最顶尖的学府入学的时候，新生能达到中阶的都是很少很少，更别说都还没高考就到了中阶，并且释放中阶魔法。别看这里的中阶法师有那么一些，但是你要明白，这里的40个人那可都是代表一个城区的最顶尖的学生，考上一流学府那都是基本操作。就算是这样的学霸法师，都只有小部分突破中阶，就能明白李世杰的修炼速度有多么的快。火焰散去，一道金黄色的圣盾挡在所有学生面前。光系中阶魔法光佑圣盾，能带队的老师保底中阶法师好吧。光系到达了中阶后就100出阶的颓势，在中阶魔法中，光系的中阶1级魔法是所有中阶1级魔法中唯一的防御魔法，水系变成了进攻的暴浪，土系要到中阶2级的岩障山平才是防御魔法。好小子，你们从城6中这次捡到宝了，连我的光佑圣盾都差点没挡下来。6中自然也是由校长带队，他旁边坐着的就是历城2中的校长，也是使用出光佑圣盾的光系法师，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光佑圣盾出现了一点裂痕，如果猎拳再强一点，光佑圣盾或许就顶不住了。6中的校长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尼玛的，终于吐气扬眉了一次，怎么样，这就是老子学校教出来的，我就问你顶不顶。历城2中的学生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输给了从城的2队，而且还是被一个魔法就给全秒了，垂头丧气的走下场。本来正常的流程是要等到最开始比赛的队伍恢复魔能才能开始下一场，但是嘛，这一次不管是1中还是6中都是秒杀的碾压，都还没做暖屁股就把对手轰下场了，所以提前开始。花城1中的校长走到邱校长的身前问道，怎么样，继续还是再等等？这2人都是老朋友了，也不客气直接问。邱校长说道，赶紧继续的，让这几个臭小子吃败仗也好，不然眼睛都要长到脑袋上去了。昭华4人下一场的对手是花城的，不过是排名最后的花城3中，但是就算是花城最弱的一支队伍，依然有一个中阶法师，不过幸运的是这个中阶法师是土系的，而且不能释放中阶土系魔法。结果和刚刚没什么区别，纪韶音的亡灵大军加上邓乐的雷系狂轰滥炸，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击败的，甚至说中阶魔法不出，无人可挡，再出阶除非是暗影系，否则没有任何的魔法系可以逃出10几只亡灵的包围，风系也逃不出，太密集了。不过就算是暗影系也没用，出阶的暗影系影盾没有攻击力，
逃出来了还是被邓乐给电成黑炭。另一边李世杰也是一样的结局，先顶住对面的第一轮攻击，然后猎拳轰天一出，没有任何的魔法挡得了，就算对方有中阶的法师也没用，不能用中阶魔法，只靠初阶魔法打不破三人防御，又挡不住猎拳的威力，无解组合。我去，从城的人今年有点过猛啊，就是特别那个李世杰，这还怎么打？你们别忘记了，中间是有2个系的，我不信都半年过去了，他第2系没去觉醒。系一经提醒，遍体生寒啊。对啊，人家打了2场，第2系还没被逼出来呢，没人知道李世杰的第2系是什么。你们别忘了，一中那边还有个人从一开始到现在连个魔法都还没用过呢，那个就是从城觉醒了召唤系的人吧？不就是召唤系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召唤系也就骗骗人还行，没有资源辅助，召唤生物弱如狗。我听说他的次元召唤兽是一只绿蚕，没什么大用。召唤系的确是最奇葩的系，有钱有资源一人打一个年纪，没钱没资源还不如哈士奇。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万一他的绿蚕达到了战将级呢？又是刚刚提醒的那个人，这种人就是杠精，专门去抬杠。不过不可否认，他抓住了盲点。李世杰因为使用的是中阶魔法，所以需要休息，他没有逞强。不过昭华4人倒不需要，提前开始了下一场的比赛。喂，对，就是你，你就是那个召唤系的吧？记住我，花城一中吴承洲。我最讨厌就是像你这种喜欢装深沉的人，不用魔法这么装，今天我就把你打得你妈都不认识。昭华傻了，什么情况？还没打就被人骂了，而且还是带家属。不用魔法不是因为对手太菜吗？连对手的技能都没逼出来，怪我了。邓乐小声地说道。那个人是中阶法师，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释放中阶魔法。昭华点头后说道，他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是中阶法师，他们有2个中阶的，虽然是2队，但是那也分哪里的2队啊。花城一中一直都是冠军队伍，2队也是极具实力。风鬼疾行，水域守护。一开场，花城的学生选择打一个快攻节奏，叫做吴承洲的男生使用出风鬼，风鬼直接延伸到昭华面前，另一个中阶女生给他套了一层水域。风系和火系的吴承洲速度很快，而且他一边进行移动，一边准备另一个魔法，红色的星子出现。移动施法可是需要很高强度的精神力，初阶法师根本做不到，只有中阶法师才有可能做到。吴承洲很快就完成了火系初阶魔法，手上捏着一个火姿，这是要打进深战的意思。林墨的地波也已经完成了，问道：要推开他吗？昭华摇头，推不开的，他的风鬼十分灵活。你们对付另外3个人吧，别人都说了我不用魔法太装了，那就把家里养的小蝎子叫出来撑撑场子吧。话音刚落，空间通道出现，一只巨大的褐色蝎子鳌从通道伸出来，虽然蝎子头钻出，昂起高傲的头颅，看着直勾勾冲向自己的吴承洲。火姿分骨！吴承洲一惊，怎么这人召唤速度这么快？手中的2级火姿丢出，命中枯木蝎的头部。昭华看到这一幕说道：这人有点蠢。火姿粉骨命中后，枯木蝎恐怖的蝎鳌横扫，扬起一阵强风。吴承洲顿时脸色发白，他怎么都没想到，都命中面门了，这头蝎子怎么一点事都没有，还继续攻击自己。咚噗！蝎鳌抽中侧腹部，口中喷吐鲜血，鲜血如泉涌，染红了蝎鳌。吴承洲如断线的风筝飞出场馆，在地上翻滚了几圈才停下来。第89章天生天赋，精神集中。并不是次元裂缝通道，而是由空间系制造的空间通道。一头小货车大小的褐色巨蟹出现，只是从空间通道中探出来2只蝎鳌和头颅，脚还没走出来就把吴承洲给秒杀了。还好吴承洲身上有一层水域守护，抵消了不少冲击，但是就算如此，他的肋骨断了不少，都快赶上上次昭华被岩石砸到那次了。足足有5米长，已经完全成年的枯木蝎身上凸起了一片片像是树皮一样的岩凸，就是这一层东西完美的隔绝了火姿粉骨的侵蚀，土系刚好克制了火系，就连粉骨的火焰都无法透过这一层树皮岩石烧到里面的骨肉。枯木蝎十分优雅的落地，还做了一个谢幕的礼仪。他和幽狼兽这种野蛮妖魔不同，人家可是嘤嘤嘤的女孩子，一般都不会主动攻击人，如果你主动发起攻击，那就把你打得你妈都不认识。卧槽，是枯木蝎，好巨大，这有5米了吧？书上不是说枯木蝎一般3到4米吗？这也太大只了吧，而且看上去好强的样子。这是他的次元召唤兽，怎么没感觉到有魔能？这应该是他的驯兽，我听说这个人还是一名驯兽师，半年前的时候就有一只驯兽等级6星的枯木蝎，应该就是这只。妈呀，半年这么大，这比养条狗还快吧？坐在观众席中一些被淘汰的学生张大嘴巴子，眼睛都快凸出来了，这驯兽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这谁打得过他啊？难怪人家一开始都不用魔法，你们够资格吗？
邓建安眼皮狂跳，喃喃自语地说道：“这混小子的枯木蝎比半年前强这么多，该不会能在高考前突破战将级吧？战将妖魔是要比中阶法师厉害，就算昭华是初阶的，如果他的驯兽达到了战将级后，驯兽等级还是6星，那么从城同年级的没人能打得过他，就连他邓建安都要掂量掂量。因为枯木蝎解决的太快了，对手都没反应过来，看在那看着。邓乐看向自己身前的庞然大物，半年前邓乐可是和他打过一架的，现在站在身后被保护，真是五味杂陈啊。除了那个中阶的水系法师韩荣外，另外2个人都已经大腿打战，都看向自己旁边的老大韩荣，另一个已经被打飞出去了，这还打不打呀？韩荣叹了一口气，其实他是水系和雷系的法师，虽然还不会中阶魔法，但是他雷系已经达到了3级的实力，真要一拼的话，打败这头枯木蝎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们的对手不只有枯木蝎啊，中阶的雷系法师人家也有，还有一个土系的可以给枯木蝎加速，再加上一个亡灵系的，怎么想都是没有办法可以反败为胜。我们投降。韩荣在看到吴承洲被秒杀的时候就知道败局已定。韩荣回去的时候，经过花城一中一队的4人说道：“不能释放中阶魔法，我建议你们还是打道回府。”邓文不屑一顾地说道：“2队就是2队，只能当替补。你以为都过了多久时间，谁都像你们一样？”韩荣也没有说其他别的，2队就是2队，这句话是没错的，他们的实力的确不如1队才沦落为2队的。别怪我没提醒你们，我的水域守护就算是成熟期的奴仆妖魔也难以一击打破，但是那头枯木蝎不但把水域守护打破了，还把吴承洲打成那样子，绝对不是普通的奴仆级妖魔那么简单，很可能是达到了进阶期的枯木蝎。我可不想看到花城被从城给碾压。韩荣也不管邓文有没有听他说的，能说的他都说了，希望别大意失荆州吧。昭华没有选择把枯木蝎收回去，让枯木蝎就这样跟着自己，而且召唤系的法师是可以提前把一只召唤兽召唤出来跟随，就是防止像雷系这一类速度很快的魔法系打一个措手不及。毕竟不是谁都能像昭华那样一念心鬼。邓乐走到昭华的身前，神情严肃地看着昭华：“干嘛？我性取向正常的。”昭华抱住自己说道。邓乐最讨厌就是他这种一脸正经开玩笑的表情。我也正常的好吗？邓乐强压怒火说道：“我们最后一战的对手是花城一中一队，刚刚那个只是2队。”昭华还以为他要说什么，这个他们都知道。我们邓氏在妖都11个区都有分家，花城一中的队长叫做邓文，是我的堂哥。昭华3人微微一惊，没想到是遇到亲戚了。昭华说道：“怎么？你是下不去手，还是打不过？”邓乐欲言又止，想说什么，但是最后也没有为自己辩解的说道：“打不过。”昭华知道魔法氏族邓氏，国内最强的雷系家族，大本营在妖都，家族成员必定都是主修雷系的法师。邓乐继续解释说道：“邓文是和我同年龄段中实力最强的，我的天赋和修炼速度已经在邓氏中排得上号，但是邓文不但突破中阶比我早，而且他还有天生天赋。”“什么天生天赋？”昭华认真地问道。这不到他不认真，如果真的拥有天生天赋，而且还是中阶的雷系法师，那么他们几人还真不一定干得过。最主要是昭华需要拿到第1名的那份奖励，不然他不够钱买资源给小风残突破。邓文的天生天赋是精神集中，只要他专注起来，哪怕你把他手脚打断了，都无法影响他释放魔法，他的心鬼无论如何都不会断裂。邓文表情严肃地给队友解释，这个精神集中比想象中的还可怕，因为每个人在初学阶段心子都会不听使唤，导致心鬼断裂，但是邓文不同，他只要发动魔法，那么心鬼必不会断。初学阶段的时候，邓文只是释放得很慢而已，再慢都不会断心鬼。根据邓乐所知，不但是心鬼，就连星图也一样。传闻邓文突破中阶后，立刻使用雷系中阶魔法，他花了1天1夜，一点点地完成了雷系星图，释放出了霹雳。邓文的修炼只需要修炼心子把控的速度就行，不用在意会断开心鬼。邓文不管在任何场合，他都能集中精神明修，家族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星云魔器，所以他的修炼速度才可以这么快。昭华听后眉头紧皱，因为昭华一开始拟定计划中，对付中阶法师的手段就是靠季韶音的怨灵去断他星图，不让他释放中阶魔法。如果真按照邓乐所说，那么怨灵就封锁不了。他们的阵型根本没有人可以顶住一下霹雳，半下都要命。第90章霹雳之威。隔了一会，从城6中的联考就开始了，准确来讲是李世杰的联考开始了，不过结果依旧一样。后面的梯队虽然已经开始有学生突破中阶法师，但是能用中阶魔法和不能用中阶魔法差别如云泥，哪怕你多一个系也没有用，在暴力且范围广的猎权之下，一切都是徒劳而已。我的天啊，从城的都冲进半决赛了，现在就剩下花城一中一队和历城一中，这2队历年来都是联考的最后决赛碰头的队伍，但是今年却杀出来了2匹黑马，而且都来自同一个城区，最重要是这还是本来倒数第一的从城。
今年从城打机械了吧？这么强，不过应该也是到此为止了。花城一中二队都有2个中阶法师，虽然他们都不会中阶魔法，但是就这个信息，基本可以确定，一队4人最弱都是中阶法师，不过能释放中阶魔法的应该有1-2个才对。被打败之后的学生开始分析推理起来，不过他们分析的很对，花城一中选拔的时候和从城一中是一样的方式，都是校内自己组队。和昭华他们不同的是，一队是排名最前的4人，不像纪韶英和昭华，明明是第1、第2，却偏偏2人组队，所以邓文他们4人的修为确实都已经突破了中阶。历程要弱一点，3个中阶法师，1个初阶满修。至于2队有几个会释放中阶魔法，就要看过年的时候他们的修炼成果了。半决赛是在第2天，本来应该一轮游，在下午的时候就回家的从城，今年大爆冷，1个都没走，甚至有人猜测会不会最后决赛联考是从城内战。花城一中的校长明着说了，校内排名第1、第2的邓文、庄英义都可以释放中阶魔法。邓文是雷系和暗影系，主修雷系；庄英义是水系和雷系，主修水系。排名第3的洛修是风系和水系，第4的曾自凡是土系和光系，他们双系初阶满修。邱校长对着昭华4人说道，露出了微笑。其实能到这个地步他已经很高兴了，从城多久没试过这样了？最近的一次好像还是昭华他爸昭郎和邓乐他爸邓刚2人同时在一中的时候，而且今年比那一年还要难，因为当年可没有一个天生天赋的邓文啊，这个精神集中让他的修为比其他人高了一截。雷系中阶也是分人的，就好像李世杰的猎拳，他的修为已经不是刚刚能释放的水准，应该是接近中阶2级了，所以才能这么恐怖。邓文的修为比李世杰只高不低，现在最重要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牵制邓文。林默分析道。我来。纪韶英举起画本，露出一副要担起重任的表情。昭华把纪韶英的画本按下说道，别闹，你的任务是按住庄英义，他是水系和雷系，没有位移能力，很适合你。好吧。纪韶英露出失落的表情，不过昭华也说得对，有位移能力的话，怨灵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咚咚咚，昭华手指轻敲桌面，前思后想了10分钟，大脑中模拟了好几次比赛后，看向邓乐问道，加上林默，你有把握打赢另外2人吗？邓乐想都不想就摇头，他的修为跟另外2个差不多，而林默说句不好听的，根本就是垫底修为，拖后腿，他几乎是要1打2，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加上枯木蝎呢？有把握吗？邓乐3人惊讶地看着昭华，加上枯木蝎？那你用什么呀？没有枯木蝎你打个屁，没有枯木蝎你连林默都不如好吧？邓乐不知道昭华在想什么，他还是如实作答，如果能加上你那头大蝎子，我保证5分钟之内把另外2人打下台。你不能用模具，需要多久？昭华又给邓乐增加难度。昭华知道邓月手上有一柄火焰战矛的斩魔具，那柄战矛的威力很强大，可以让邓乐有1打2的资本。邓乐看了一眼昭华后说道，可以，而且也不用林默这小子帮忙，他只需要快速挪动枯木蝎就行，之后让他去帮助哑妹吧。哑巴怎么了？放下骑士。下划线，景浩、纪韶英十分生气，哑巴吃你家大米了。昭华沉默一会后说道，那就这样安排，你们对付那3个人，那个邓文我来对付他，邓乐你的斩魔具到时候借给我。邓乐哼了一声没有说什么，其实他最讨厌的是自己比不过邓文，也比不过邓乐，甚至连纪韶英对付的都是中阶法师，这让他很不甘心。他邓乐什么时候变成比谁都比不过，还要让被人抗下重担，却又无可奈何。第2天一早，花城的魔法竞技馆内，昭华发现人数怎么和昨天一样。邱校长说道，以前都是赶着下午就走，但是今天大家像是商量好的一样，说是留下来要见证我们从城的逆袭。八卦，纪韶英悄悄地写道，不让其他学校的人看到。就是八卦。昭华认同的点了点头。今天最抢眼的并不是本来应该是从城第1中学的从城一中，反而是6中，应该说是李世杰，他在昨天的几场联考中大放异彩，一个人把其他人全部干掉，一串16的壮举。比赛的胜负已经变成了李世杰是否能够释放出中阶魔法。今天李世杰应该就不能和昨天那样顺了。我知道历城一中有一个中阶的光系法师，他的光佑圣盾应该是可以挡下猎拳轰天。对，听说是个光系和雷系中阶法师，主修光系的，真是个奇葩啊。话你可别这么说，光系在中阶老有用了，光佑圣盾和光佑画壁都是防御魔法，给你套2个盾，站桩输出都可以，老安全了。中阶后的打团和初阶完全不同，魔法系增多，攻击手段和躲避手段都多，防御魔法变得更加重要。大家都在讨论李世杰，反倒是昭华几人没人讨论。最主要的一点是，没有人觉得一中连个释放中阶魔法的法师都没有的队伍，要怎么打赢4个中阶法师？第1场依然是 A 赛区的先开始，这一次双方的阵型调换了，昭华4人紧密的靠在一起，邓乐和林默站前面，昭华和纪韶英站在最后面。邓文4人反倒是站成一排，
没有一点阵型可言。花城一中的校长亲自主持裁判，大叫一声：“开始！”最先动手的是昭华，他立刻召唤出枯木蝎，让所有人都站上枯木蝎的背上。5米长的枯木蝎战4人都显得游刃有余。地波挪移，林默在枯木蝎的脚下生成了一个地波，让枯木蝎的速度提升了一个档次。枯木蝎像一辆重型坦克一样冲过去。昭华4人打算打肉搏战。邓文眼中闪过一丝雷弧，一个紫色的雷电星图出现。大家都低估了邓文的实力，他的雷系修为比想象中还要高，释放霹雳的速度太快了。描绘星图的速度竟然快赶上别人释放出阶3级魔法的速度。邓文露出了一丝得意，手指指天说道：“霹雳轰顶！雷系最强单体，粗暴简单，是所有法师都梦寐以求的魔法系。一道粗如巨蟒的雷电从天而降，速度之快，力量之强，刺耳的轰鸣声，近在咫尺的雷电把观众席位的学生全部吓傻了。这 TM 是什么威力？”第91章千年之愿。一朵雷云浮现于天际之中，竞技场馆类似足球场，是露天场馆，没有天花板。本来还是万里无云的天空，诡异的出现了一片漆黑雷云，雷云中孕育着恐怖的雷电，时不时的有雷狐从雷云中跳出。雷云出现没多久，邓文手指落下，如同神明一样的雷电才绝听令而下，目标正是已经跑到中场位置的枯木蝎和从城一中的4人。恐怖的雷电粗壮的像一条紫黑色的巨蟒，巨蟒从天而降，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一口就要把枯木蝎吞噬。别说是当头一棒，直面雷电的昭华4人，就连坐在观众席的观众都被惊雷吓得下意识就捂住耳朵。昭华4人的处境可想而知。轰隆隆，昭华立刻把钢岩强盾召唤出来。就算钢岩强盾是土系的盾模具，对雷系有天然的克制，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薄弱无力。抵挡不住2秒，钢岩强盾就被如瀑布下坠的雷蟒撕咬裂开。但是盾模具不止一个，冰蓝色的冰蝎盾挡在4人之间，冰蝎盾的防御力比钢岩强盾强大不少。紫色的雷电遭到了阻挡，雷电四射，远远看去就像一个雷电囚牢一样，几根电柱包围着昭华4人。冲出去！昭华对着枯木蝎大吼道。冰蝎盾不可能完全挡住中阶最强单体魔法霹雳，趁冰蝎盾还能顶得住的时候，要离开霹雳的落下点。枯木蝎嘶吼一声，也不再顾着站在上面的人站不站得稳，6只腿猛地一踏地板。现在枯木蝎只有冲冲冲，快跑，一定要离开落点，不然我们死定了。邓乐看着头顶上那一面冰蓝色的盾牌，盾牌已经出现了裂痕，而雷电一点都不见减弱，不超过5秒，冰蝎盾必破。昭华几人唯一觉得庆幸的是，这不是风盘龙卷，没有吸力，5秒钟足够枯木蝎离开霹雳的落点了。但是敌人又怎么会如你所愿？想跑？地波陷落。曾自凡是他们之中主修土系的法师，虽然不能释放土系中阶魔法，但是3级的土系地波陷落还是没问题的。竞技场馆的地板变成了像流沙一样的陷阱，枯木蝎的脚陷入其中，竟然一时半会没办法逃离。咔咔咔，冰蝎盾已经要顶不住了，霹雳落下的冲击和雷电足够让4人都失去战力，没得跑了。没想到实力差距这么远。是啊，不过这也是邓文太变态了，好吧？他的雷系中阶的释放速度太快了，这要是其他人，那头大蝎子就冲到面前了。只能说差距。就连墙边的裁判都已经准备好了光佑圣盾，等冰蝎盾被破开的瞬间就保下昭华4人，虽无性命之忧，但是联考只能以失败告终了。死！枯木蝎看到头顶的雷电，这一次他竟然没有退缩，没有让昭华把他收回去模具之中，因为比赛前昭华跟枯木蝎说过，这一次的胜负关键就在他能不能冲到他们4人面前，只要能冲过去，一切好说，冲不过去只能打道回府。昭华把胜负的关键托付给了枯木蝎，这是一种信任，如果这都做不到，那他不如一辈子窝在家里算了，突破个毛线的战将。突破战将级只会比这更难。枯木蝎强烈的信念和胜负欲激发了他体内的风之力，这是因为昭华的召唤系魔能的特殊，赋予了一点小风残的力量导致的变异力量。一阵风卷起，把枯木蝎的身体拖了起来，枯木蝎6腿同时发力，像鱼跃龙门一样跳出了流沙坑。在这一刻，他终于完成了蜕变，激活了他自己体内的风之脉络，让他拥有了一丝类似风鬼闪步的加速能力。轰隆！霹雳几乎是同一时间落下，恐怖的雷电冲击送了枯木蝎一程，把枯木蝎送到了4人面前不足10米的距离，这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了。在场边准备放光佑圣盾的老师也捏了一把汗，他自己也被带入了刚刚的气氛之中，他自己也算不准到底放不放这个魔法，如果他放了，那就代表从城一中的4名学生直接失败。最后他还是看准了，他判断枯木蝎离开沙坑后的距离足够逃出霹雳的致命区域。林默和邓乐早就汗流浃背了，试想一下，头顶有一道粗如巨蟒的雷电当头劈下来，
身上的遁魔具已经用完了，这能不慌吗？没吓尿就不错了。好样的！昭华赌对了，他其实也有让枯木蝎完成蜕变的想法。如果想让枯木蝎进阶战将级，其实已经够了。枯木蝎达到了进阶期，只要收集一些资源，配合自己的魔能，有6-7成几率让枯木蝎进阶。但是昭华不满足这个，枯木蝎体内的风之脉络没有打通，如果进阶战将会让他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天赋，他要赌大的。枯木蝎要进阶，也要是最优选择，普通的战将驯兽有屁用，要用就用顶尖的。死息！就连在次元空间里面等待出场的小风蚕也替枯木蝎开心。哼，不过是躲过了一个雷系中阶的霹雳而已，像是赢比赛一样，没有了魔具这个你怎么躲？暴浪驱逐！庄英义同样能释放中阶魔法，而且是中阶的水系暴浪，虽然威力不如雷系的霹雳，但是可以把他们推回去，到时候邓文再来一次霹雳，直接锁定胜局。此时此刻，全场没有人留意，在霹雳的轰鸣声和雷电的雷光夺目之下，一个不会说话的少女由始至终都没有分心，就连魔具的释放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昭华激活的。她从一开始站在枯木蝎的背上，就是昭华撑住她，不让她跌倒，因为她需要尽快的使用出她的初阶3级的魔法。少女终是快人一步，比庄一的水系中阶暴浪更快。她亲手打开了冥府之门，放出了来自深渊的恐怖魔灵。她的双眼有一瞬间闪过一丝不属于她的强大。纪韶音的亡灵系与众不同，她的亡灵系中没有邪气与血力，没有腐烂荤腥，不会像其他的亡灵系那样带着不祥。纪韶音的亡灵系永远只有黑暗和死亡。墨绿色的星子连成一道墨绿色的星轨，一个墨绿色的漩涡出现在邓文4人面前，2具腐尸从漩涡中爬出来。这2具腐尸和最初的腐尸不同，这2具腐尸嘴巴中喷吐着绿气，手中拿着一把破损的铁剑。但是真正恐怖的不是这种更强的腐尸，而是比腐尸更快一步出来，肉眼不可见的千古之前惨死在宫廷之中的女子亡魂，那是包含了1000年的怨念而生的黑暗生物。庄英义的水系星图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他捂住脑袋，双手拼命的挥舞，想要赶走什么似的。不要过来！不是我杀的，我不是那个女人，不是。第92章，他也是中阶，其他人是看不到怨灵的，最多就是能够模糊的看到一个影子，只有纪韶音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他。怨灵的外貌符合他的名字，就和平时看到的恐怖片上的女鬼差不多样子，而且不应该说是女鬼，这应该是厉鬼。怨灵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看上去有点像宫女的服装，披头散发，刘海挡住了半边脸，深深的眼窝几乎是凹陷，有横径2-3厘米的血流下来，露出了夸张的笑容，嘴唇裂开到耳后根，牙齿尖利不齐，整张脸都是畸形。他没有哀嚎，反而在不停的笑，发出让人惊悚的笑声。最为可怕的是挂在他脖子上的一把锁，那把锁是纪韶音从拍卖上买回来的，这是类似同心锁一样的东西，看上去质地应该是青铜，青铜上飘出一缕缕白烟，每当怨灵吸食一缕白烟，就会露出兴奋的表情。这个怨灵得到了青铜锁后，恢复了一点神智和记忆，他记起来当初自己是怎么惨死的，所以被他接触的生物会看到那一段记忆。庄英义双眼的眼白消失，2只眼睛看上去全是黑色，甚是吓人。现在庄英义就好像在玩 VR 游戏一样，他看到自己被一个女人绑起来后丢进棺材，棺材被铁链锁住，不管怎么推都推不开，窒息压迫，不管怎么呼救都不会有人来，周围无比的安静，除了自己的呼吸声之外什么都听不到。这种绝望感足以让任何人崩溃，无比真实的感觉。怨灵当时心里只有无比的绝望，是没有一种痛比这还痛苦。我不是他，我不是古所语，我不是他啊！庄英义痛苦地呐喊着。古所语就是怨灵的名字，得到这把锁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了，因为自己名字中有一个锁字，所以才送他这把锁的。古所语站在庄英义的身后不断地狂笑，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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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九幽，我一定亲手把你撕开18块，他是我的。另一边，庄英义的队友全部傻了，你在叫个屁啊，暴浪呢？人家都冲脸了，你还在嗷嗷叫什么？邓文见识比较广，怀疑地说道，这是心灵系的精神攻击，那女的是中阶法师，而且是心灵系，这可是单挑无敌的魔法系的，精神攻击可以直接把魔法星轨打断，干扰魔法释放，难怪对面敢冲过来，原来是有一个心灵系的做干扰。虽然他们猜的不对，但是本质是受到了精神攻击，这一点没错。邓文看到昭华几人已经贴脸输出了，急急忙忙地说道，心灵系只能单对单，别管庄英义，先干掉他。邓文他们的计划是先用暴浪驱逐把这4人推开，然后自己再来一次霹雳。邓文都已经在准备雷系星图了，但是谁想到对方竟然有一个心灵系的，急急忙忙把星图取消，改回更快速的初阶魔法。排名第3的洛修手中捏着一个3级风轨飘影，本来还想用来打进攻，现在只好把已经使用过一次土系魔法的曾自凡和倒地哀嚎的庄英义拉开位置。邓乐见这3人竟然想跑，
手中的雷印瞄准了洛修，预判他的位置。风鬼太快了，冲过去把他们都宰了。邓乐的雷印虽然阻止了洛修援救倒地哀嚎的庄英义，但是他和曾自凡已经逃开了枯木蝎的攻击范围。昭华和纪韶英跳下枯木蝎的背，纪韶英现在是1对1盯防庄英义，加上他的2只亡灵腐尸，庄英义基本是出局了。老邱啊，你不厚道啊！你不是说自己的队伍就一个中阶法师吗？那女的是啥？牛大毙了，初阶亡灵系，中阶心灵系，叫纪韶英是吧？真是不稀罕的魔法系不觉醒啊！邱校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开打前纪韶英明明没有中阶的实力的，现在怎么跑出来一个心灵系？咋地？你也是一觉醒就觉醒2个魔法系的？修为最高的花城一中校长反倒是看到了一点端倪，说道：“应该不是中阶，他的魔能还没到中阶水准，那应该是鬼魂种类的亡灵、怨灵。下划线，怨灵，这得多大的气运才能在初阶捕抓到一只怨灵？应该是怨灵没错。怨灵不像其他妖魔，他们的实力是按照精神境界来划分的，初阶的确有可能捕抓到出生的怨灵，但是怨灵不是只会诞生在一些极度凶险、怨气极大的地方吗？他跑去这种地方了。在座的都是校长级别的人物了，他们也是心惊肉跳的。这妞怎么这么大胆啊，竟然敢去这种鬼地方抓怨灵？另一边，昭华看着邓文说道：“只要能打赢你，我们就赢了。”邓文像是被逗笑了，露出笑容说道：“前提是你能打赢我。如果你以为仅凭一把火尖枪就能打赢我，也太看少我了。”呼呼呼！昭华手中拿着一把火焰长枪，这是邓乐刚刚激活后交给他的，拥有斩魔具的法师才是战斗法师啊！昭华手握长枪，枪尖指地，两人相距不过10米，以法师的体魄，一个箭步就能达到的距离，换言之就是邓文已经在攻击范围之内。咚！昭华右脚猛踏地板，身形如猛虎出山，手中长枪前刺，枪出如龙，一点寒光先至。这把火尖枪是挡不住的，就算抵挡住了突刺，在接触到物体的瞬间会产生爆炸，相当于火字爆裂的威力。邓文不慌不忙，隐遁轻车熟路，天上刚好有一片云制造了阴影。昭华的长枪刺了一个空，邓文的身影瞬间出现在30多米外。哼，火尖枪是我们邓氏的发明模具，弱点和优势我了若指掌。邓文口中说这话，但是魔法一点都没有落下。邓文也知道昭华是召唤系的法师，这么远的距离肯定是雷系的魔法更加有优势，而且召唤系最大的弱点就是召唤法师本人，他们没有一点的防御能力。在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召唤兽太强打不赢的时候，都会想办法跳过召唤兽攻击召唤法师本人，以赢得比赛。嘶嘶嘶！次元通道瞬间开启，里面喷吐而出的白色蚕丝如网一样。这是一个陷阱，昭华知道第一枪是不可能打中第二系是暗影系的邓文，所以他等到邓文使用雷系魔法的时候，使用一念心鬼的能力射出风蚕丝网。铝模具，邓文还是大意了，被逼出了铝模具，猛地向后跳，再次拉开30多米的距离。邓文现在快来到了中场的位置，能逼出我的模具算你本事，但是到此为止了。雷印，是到此为止了。风鬼闪步，一道碧绿色的风轨延伸到邓文的身前，昭华手中握着火尖枪，如同战神降世一样，以极高的爆发速度，几乎转瞬间就出现在邓文的面前。在观众席上，几个别校的校长看着邱校长，怎么走他也是中阶的。第93章，天生天赋扎堆。喂，那个，我才疏学前想问一下，召唤系的魔法释放速度都这么快吗？我刚刚只是看到魔法的光芒一闪就没了。同求在下才疏学浅，求侮辱，求科普。实在是昭华使用次元召唤的速度太快，次元通道瞬间就打开了，打开的刹那风蚕丝网就从里面喷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昭华用的是喷网的魔法，不然邓文也不至于被逼出铝模具来。一个戴着大框眼镜的男生露出了智慧的眼神说道，那是他的天生天赋，听说从城那个召唤系的也有天生天赋，据传是一念心鬼，不管是几级的魔法都可以一念完成。噗！集体喷水，你逗吧，怎么可能有这种天赋？不，其实这种天赋反而更好解释，他精神世界里面的星子十分的温顺，很容易控制，所以可以完成一念心鬼。我们都知道水系的星子把控比火系和雷系更容易，就是因为水系的星子比较温顺的原因。正常一念心鬼是用强大的精神力强行控制星子，如果星子听话的话就可以做到，那也有个度吧，这尼玛都什么？不过他们也怨不得别人，天生天赋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他的对手邓文步也是天生天赋的拥有者，虽然精神集中在战斗中的用处不大，但是平时修炼却是神技。喂，那是不是风鬼？突然一个声音把还在歪自己要是也有天生天赋多好啊的学生拉回到现实，因为现实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小风蚕以蚕形态站在昭华的肩膀上，只见他手持火尖枪，碧绿色的星轨一念即成，
2级的风鬼比1级风鬼更短，但是这却是一个极强的爆发速度技能。仅仅用了1秒钟的时间，朝华横跨了接近40米的距离，手中的火尖枪高调4平枪势，枪尖挑中了邓文的肩膀，一抹鲜血喷出，挑中的瞬间，火焰爆裂立刻发动，只不过被邓文用铝模具躲开了。中阶，我顶，什么鬼啊？为什么这人还是一个中阶法师？而且他的第2系风系也能一念心鬼吗？天啊，你杀了我吧！为什么要和这样的怪物一个年纪？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男子站起来，对天长叹说道：“既生瑜，何生亮？干，你挡住，我看比赛了。”邓文捂住伤口，这一次他终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看着朝华说道：“你是中阶法师？”其他人不知道，但是邓文出生邓氏世家这样的大家族，他还是了解一点的。召唤系的修炼比普通魔法系慢了3倍，因为召唤系属于次元魔法，本身就对精神的要求很高，再加上召唤系还需要培养宠物，花费魔能去喂养，这就导致召唤系修炼更加困难。初阶觉醒召唤系的法师，没有一个能在进入学府之前达到中阶的，甚至到达初阶3级的都少之又少，好几年才出这么一个天才。现在他看到了什么？风鬼。要不是知道朝华的天生天赋是一念心鬼，他甚至更愿意相信他是天生双系，都不愿意信朝华中阶了。朝华用手指摸了摸肩膀上的小风蚕，听到邓文的疑问，老老实实的回答道：“我中阶了。”纪韶音听到朝华一本正经的在撒谎，转过头过去用手语说道：“骗子。”不过纪韶音也不知道朝华是怎么做到释放风系魔法的，那小子明明没有中阶的修为，是怎么用出第2系魔法的？花城一中的校长疑惑地问道：“你问我，我问谁？难道天生天赋还能有2个？不可能，天生天赋只能有1个，这是被无数事实证实的。那他的天生天赋怕不是一念心鬼这么简单啊？”几个校长相视一眼，他们此时达成了一个共识，要隐瞒这个事情。在这里只有他们这些中阶满修的校长级人物才能看出修为，副校级的都看不出，所以他们决定隐瞒这个事实，好好培养，以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妖魔进攻。毕竟人类最大的敌人永远都是在外虎视眈眈的妖魔。剩下的战斗就变得明朗了。朝华用风鬼追着邓文，邓文用铝模具逃跑。有斩魔具在手的朝华近战比邓文强，再加上小风蚕的风蚕丝，邓文连半个魔法都用不出来。他可不会一念心鬼，最快都要3-4秒才能释放出一个魔法，但是3-4秒已经够朝华近身攻击了。可恶，是你逼我的！雷印怒击！邓文脚上的铝模具没魔能了，他硬吃了朝华的火尖枪一击，被爆炸炸飞，半边身体被烧焦，但是他身上的紫色光芒却越发的明亮。精神集中，他选择硬吃伤害，也要把魔法释放出来。花城一中的校长摇头叹息，不可否认，邓文急了，已经看不清楚形势。雷系是很强，单体伤害最高，而且速度最快，但是雷系的魔法范围都很窄，比起火系的大范围攻击，雷系更容易被躲开。土系地波运用的好都能躲开，更何况是风系呢？闪步，投掷，朝华闪开了雷印怒击，随后手中的长枪如弓箭一般飞出，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和躲避机会的邓文自然是被旁边的裁判救下。这一战其实在枯木蝎突破自我，冲出了中阶雷系魔法霹雳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拥有精灵魔法的朝华根本不可能会输。没想到啊，花城一中一队竟然输给了从城一中。这真是爆冷中的爆冷。你觉得历城一中有没有可能赢从城一中？我觉得历城连花城都打不赢。你猜会不会从城内战？咕噜，场上的学生突然意识到了这个可能性。我刚刚好奇去查过从城的贴吧，其实这2队并没有交手过。当初从城一中的2队是邓乐，他输给了李世杰，后来邓乐和另一个光系的交换了，才变成现在的队伍。还没交手过呀。没过多久，枯木蝎和邓乐加上林墨的辅助，很快就把另外2个还不能释放中阶魔法的中阶法师打飞出场。赢了，这次冠军是我们的了。星号下划线下划线星号，嘻嘻。纪韶音在画本上还画上一个小表情，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接下来的对手不管是谁，他都有自信可以获胜。其实纪韶音已经通过城市猎妖队的内部购买渠道预购了一份宇宙尘埃，只要他修为到了，就可以去猎者联盟大厅拿。他并不缺宇宙尘埃，但是不妨碍他想赢啊。朝华笑着轻轻敲了他脑袋一下，说道：“别乱立 flag。”而事实是，纪韶音真就是乌鸦嘴女孩，好的不准，坏的准，出现了变数。这就是我的天生天赋，魔能汇聚，超烈全轰天！李世杰大吼一声，释放了一个比前几次还要巨大2倍的火拳，整个火拳覆盖了大半个竞技场馆的竞技台，避无可避。这是怎么了？天生天赋怎么扎堆了？第94章下雪。花城一中的人被从城一中打败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历城一中的机会，一直都被花城骑了一头，今天是我们翻盘的机会。队长说的对，只要我们能保住决赛的机会，
那么怎么都比4强的花城强。放心，那个叫李世杰的的确厉害，单打独斗连我可能都不是对手，但是还好他的队友太弱了，而且刚好我是主修光系，我的光佑圣盾可以挡住他的猎拳轰天，到时候你们趁机击倒他的队友，就是我们的胜利。猎拳轰天是攻击的魔法，相对于防御魔法来讲，攻击魔法是更加的吃亏，一般是 1.5 个攻击魔法才能打破一个防御魔法，所以攻击一方会更容易耗完魔能。只不过事情往往是会发生点意外的。李世杰4人上台的时候，阵型和昨天完全不同，应该说相反。因为这一次李世杰一个人站在最前面，其余3人反而站在他的身后。昨天是3保1，今天就变成了1保3。咦，李世杰怎么站前面？咦，对哦，他怎么站前面了？难道这是什么战术？屁，他们从城6中能有什么战术？来来去去不都是那一套3保1？比赛开始后，历城1中的队长那个光系法师立刻开始描绘星图，光芒万丈平地起，把他塑造得像个小金人。同一时间，李世杰也是开始描绘火系星图，不过奇怪的是，他身后的队友没有释放魔法，也没有链接星轨，而是把手按在李世杰的后背，像是武侠小说的船工一样。怎么可能？历城1中的校长看到后惊讶地站了起来。其他6位正校长虽然没有这么激动，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也能看出不可思议4个字。同系的魔能都不能传递使用，更何况是不同系的，李世杰这是要干什么？不对，你们看，他的魔能在节节攀升。李世杰的魔法光芒变得更加耀眼，本来光火是平分秋色的，现在几乎整个魔法竞技场都被火焰的红光照亮，就算是坐到很远的学生都能感受到李世杰身上发出的可怕力量，压迫、窒息感扑面而来。李世杰狂笑道：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我的天生天赋。魔能汇聚，可以把自己其他系的魔能或者其他人的魔能汇聚到一个系中，强化那个系的极限力量。超猎拳，轰天！几个校长顿时感觉到不对，立刻绘画星图。那个猎拳根本不是普通防御魔法可以抵挡的，这威力已经堪比2级猎拳，甚至有过之。轰！如果说原来的猎拳像10辆消防车喷水，那么现在这个起码是20辆喷水车的喷射范围，几乎把整个魔法竞技场馆的比武台覆盖了。要不是有保护结界，对面的观众席都要遭殃。比赛结果已经不用宣布了，李世杰的实力已经超出了学生的范畴，这个天生天赋颠覆了魔法3观。就连在一旁观众很是淡定的昭华都开始不淡定了，要不是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想大骂一句 CAO。 操！林默倒是没那么多顾虑，直接喊了出来。纪韶英立刻在画本上写道：不关我事的。昭华头疼了，这个威力至于吗？对于他们这个没有任何的防御魔法的队伍来讲，这是绝望的，不像雷系、火系的范围太广了，逃不掉，而且魔具也没用，盾魔具的保护范围太小，被这样的火焰包围，就算没有正面击中，周围的温度足以把你烤熟。纪韶英写道：冰蝎盾不知道可不可以？昭华摇了摇头说道：现在根本是我们没有防御系的魔法，我们连水系的都没有，而且这个猎拳没有3个光佑圣盾，再加几个水域循环，根本挡不下来。邓乐问道：那加速冲过去阻挡他们施法？昭华还是摇头，不管是你的暗影系影盾还是我的风轨，就算加上铝魔具和地波加速，最多只能去到中场再往前一点，而且对方也能用魔具放几面盾挡你一下，他的火系星图就完成了。小锁呢？纪韶英帮怨灵起了一个名字叫小锁，因为他的名字有个锁字。不行，你释放出3级魔法，他都快描绘完星图了。昭华千算万算都没有一点获胜的可能，真的被将军了。李世杰带着他的队友经过昭华4人，李世杰脸上带着无比的自信说道：我要让你知道，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也可以立于魔法的巅峰。李世杰十分讨厌邓乐和昭华，一个是大家族当家的儿子，一个是强大猎人的儿子，一个法2代，一个猎2代，仇富心理让他对这2人莫名的讨厌，每天做梦都想打败他们。只需要等到自己魔能恢复，今天可以一次实现2个愿望，双倍快乐。昭华没有理会他，他必须要在李世杰完全恢复之前想到对策才行。另一边，花城的商业中心区依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少年轻人在这里消费购物。虽然现在是上班上学的时候，但是总有一些不用上班的年轻男女在享受着他们的时光。咦，你看那是什么？在广场中突然有一个头发染成金色，穿着丝袜搭配短裙的女生挽着男朋友的手，指着天空说道。经过她这么一指天空，听到的人都习惯性的抬头看天。没什么啊。有什么吗？你看那是不是下雪？她男朋友用看弱智的眼神看着她，拜托，这里是妖都，南方亚热带沿海地区，虽然现在还是2月尾，天气还有点冷，但是你说下雪，脑子没毛病吧？滴落，一粒白色的雪粒缓缓地从天空飘落。我去，真尼玛下雪了！快快快，
拿手机出来，我要发个朋友圈，不对，打开抖法，我要拍视频，肯定能火。金发女孩光速自拍了一张，发了朋友圈后，让男朋友帮忙拍视频。你是想红想疯了吧？虽然十分不情愿，但是男孩还是照做了。他可不想今天回去要受他一天的臭脸。滴滴，熟练的把美颜瘦脸大眼睛开到最大，加上滤镜，对焦好后给了一个 OK 的手势。你怎么了？男子透过手机的摄像头看到自己女朋友状态有点不对，身体有点僵硬的感觉，双眼开始反白。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是要扮演什么，增加视频的有趣性，但是越看越不对劲。喂，噗，金发女子吐血后倒地一动不动，手脚偶尔会像触电一般抖2下，双眼无神，完全看不到眼珠。喂，老婆，救命啊，老公！喂，你没事吧？不止一个人，整个广场出现了大量这种吐血倒地的人。顿时，橙色的预警光芒照亮了整个花城，不够5秒，橙色变成了蓝色，危机升级。第95章，白雪纷飞。到底发生了什么？谁 TM 的能告诉我一下？花城魔法协会副会长胡章天怒拍桌子，责问着手下一群吃干饭的手下，因为就在刚刚他还在城市里面巡逻的时候，魔法协会竟然拉响了警戒信号，而且还是比橙色还要高一级的蓝色。花城都4、5年没拉响过蓝色警戒了，这怎么突然就拉响了？而且这还是由花城魔法协会拉起的，并不是由花城军方，这就意味着是城内出问题，而不是边境。胡会长，您看城市监控。一个穿着像研究员的人打开了投影，把外面的情况放出来，刚好就是花城广场那一幕，人们纷纷身体僵硬后倒地。那些白点是什么？胡章天注意到了倒地的人都是接触到像雪花一样的白点后，没过多久就发生癫痫。癫痫也就是一般人叫的羊癫疯，突然发作的暂时性大脑功能障碍，会突然昏倒，口吐泡沫，意识丧失，全身抽动，与画面上倒地的人很像。但是羊癫疯可不会吐血，而且也不会传染，突然间几百人发羊癫疯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你 TM 不会去查吗？要老子从取样开始教你是吗？胡章天崩溃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些人还躲在协会里面，很明显那些白雪一样的东西就是源头，不会去取样回来调查，所以他才讨厌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师毕业后只是想找一份安稳的工作，遇到事情就想着自保，根本不敢去冒险。但是胡章天还没有说完接下来的安排，警戒又一次被拉响。这一次的警报来自边界，唯一觉得幸运的是警戒的颜色还是蓝色，没有变化。花城的边境军营负责花城边境安全的军官用望远设备看向远方密密麻麻像是一碗芝麻糊一样的虫群，说道：前不久城里拉响警戒是怎么回事？虫群进攻应该是由我们拉响警戒的。报告军团长，魔法协会发来报告，城里突然下雪，凡是接触到白雪的人都会发生羊癫疯，现在最少有上千人羊癫疯倒地不起。花城军团长李杰眉头紧皱，妖都之所以是国内重点城市的原因，除了妖都本身发展地理的修炼圣地多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虫国在这里，虫族的部落经常性的袭击妖都11城，但是都是小规模摩擦。但是像今天这样，城里突然发生事情，虫群就来了，这怎么想都不会是巧合。军团长李杰问道：其他7城也受到了攻击？妖都11城最强实力的3座城市是核心，被另外8城围在里面，但是妖都虫国几乎是包围着整个妖都，所以虫族部落进攻都是4面8方袭来。军团长，我们什么时候杀出去？这次我一定要把军功凑够，换一枚灵种。一位看上去还挺年轻的军法师兴奋地说道。李杰沉思后摇头说道：不杀出去，全部人听令，采取防御阵法，给老子撑下去。在场的一些军法师傻眼了，每次喊着杀杀杀冲冲冲的那个魔鬼军团长竟然叫采取防御阵法，难道被夺舍了？不是，军团长，怎么就防御了呢？那些不过卸一些绿残小玉虫而已，我们可以应付。就是啊，军团长，防御的话要防御到什么时候？李杰沉声说道：等到魔法协会那边想到办法解决那些白雪为止。大家都面面相觑，解决？那些白雪又没有下到这边来。结果往往是相似的，不但是花城的军法师下令采取防御，就连其他7城的所有军法师都以防御为主，根本不冲出去杀敌。一时间整个妖都外围全部军营没有一个火系、雷系的魔法出现，全部都是水系和土系、光系的光芒在绽放。不管虫群怎么攻击，军法师都没有反击，守不住就往后退，就是不出去打。另一边，在花城魔法竞技馆中，几位校长联手布下了一个防御结界，把白雪挡在外面。因为在拉响第1下警戒的时候，整个竞技场馆内下起了大雪，接触到白雪的学生都发羊癫疯。还好纪韶音感觉到了什么，及时拉开招华。除了一些运气好的初阶法师之外，
其他修为还是初阶的学生全部中招，有几个中阶的学生也只能延缓发作时间，没过多久依然没能逃过。昭华走到其中一个口吐泡沫、已经意识丧失的法师旁边，只见他偶尔会全身抽搐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叫喊都没办法唤醒他。好像老猎人的妹妹啊，纪少英小心翼翼地跟着，地上有白雪的地方他都绕过去，不敢接触。昭华也是这么想的，这个症状和老猎人的妹妹太像了，症状几乎一样，所以他要去求证一些事情。邱校长见昭华想触摸，提醒道：“小心点。”昭华点了点头，他也不敢接触，伸出食指，距离这个学生额头5厘米处停下来，一缕清风从他的指尖冒出，这是风轨，只不过风轨很小，刚好可以像风扇一样吹一点风。邱校长眼力老辣，一眼就看出来这风轨不一样，因为昭华早上的时候使用的风轨还是绿色的，但是现在的风轨颜色变得更加的偏向白色。邱校长心里说道：“好小子，连风灵种都有，这家伙还藏着多少底牌？”这是治愈之风，带有治疗效果。昭华还记得当初帕特农神庙的女士就是用治愈系魔法确定了老猎人的妹妹并不是得到疾病，而且被寄生虫寄生了，导致大脑功能缺损，才会像羊癫疯一样，因为羊癫疯本质就是大脑出问题了。噗！哈哈！治愈之风接触到大脑的瞬间，本来处于瘫痪状态的学生立刻尖叫吐血。昭华很快就停手，果然是这样。昭华见到这个症状就确定了，这和老猎人的妹妹是同一个东西，都是被寄生虫寄生了。几个校长一脸懵地问道：“你知道些什么？”昭华把遇见老猎人和他妹妹的事情说了一遍。就是这样，那个猎人的妹妹苏醒后也不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中招的，所以也没办法提供什么线索。花城一中的欧阳校长说道：“我这就联系魔法协会的研究人员。昭华，一会可能需要你再说一次刚刚的事情。”唉，这雪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第96章，冯周龙。名为白雪的感染源已经送来，妖都11城，每个城都是相对独立的，因为11城之间都有山脉横跨，把每个城都分离开，之所以合在一起，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妖魔危害。就好像这一次花城发生的白雪事件，虽然只有花城飘雪，但是11城每一个城的魔法研究人员都会加入第一线战斗之中，开始分析和解剖这些白雪到底是什么。因为白雪事件已经发生了快半天了，就在1个小时之前，花都的军区也遭到了不明来源的白雪覆盖，军区开始下雪。幸运的是，花城军方一早就下达了采取防御妖魔的阵法，没有军法师出营杀敌，暂时还没有军法师感染白雪症的消息传来。而整个妖都对于魔法妖魔的研究最顶尖的就是妖都塔的魔法研究协会，曾经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一种来源妖魔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妖都魔法研究协会破解的。立刻分离和拆解，用试剂测试活性和毒性。一个身穿白色大褂，脸上黑眼圈像是7、8天没睡觉的中年男子指挥道：“寻妖粉无反应，非小型妖魔；活性试剂无反应，非生物体；毒性试剂无反应，非病原体。实验用小白鼠接触开始，接触时间超过记录最长时间，无感染反应。在妖都塔深入地下10米，有数个实验基地，现在整个实验基地忙碌的运作，各种报告声音不绝于耳。冯周龙教授，所有测试均无反应。”一个研究人员拿着各种报道跑到刚刚下令检查的黑眼圈教授面前。冯周龙，妖都魔法协会的3位魔法研究教授之一，这个月刚好是由他值班，他对魔法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状态。冯周龙拿来几十页的报告，一目百行的超急速浏览了一遍，越看眉头越紧，这完全不可能啊！按照分析报告，这就是一粒雪花吗？当然了，成分肯定不是 H2O， 里面的成为是一些蛋白质，这让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病毒和细菌，但是各种检验后，里面的细菌都很正常，并不具有感染性和毒性。说白了，这就是水，里面有些细菌。冯周龙说道：“向审判会申请要3个死刑犯，申请做活体。”死！在场的研究员露出惊容，就算是死刑犯，这也是被世界所唾弃的做法。就算是死刑犯，也是有人权的。万一被知道了，他这个教授可能要吃牢饭。还不去？一切责任我来担。冯周龙沉声说道，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刚刚花城的军区已经被这种白雪覆盖，现在整个花城还在不停的下雪，街道、屋檐都是白雪，所有人不管是不是法师，都躲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如果不快点破解这个白雪之谜，到时候别说花城，整个妖都会失去抵抗妖魔的力量。这种白雪不会感染妖魔，只会感染人类，这是最要命的。防御并不能一直防御下去，现在还能顶住，是因为虫群只是派了炮灰出来，战将都没几个。万一到时候出来统领级的虫王，那就完蛋了。所以冯周龙哪怕会被送进监狱，那也要先把这场危机化解再说，这是身为魔法研究人员的使命。冯教授，有您的视频来电。一个工作人员从外面跑进了喊道。冯周龙愤怒地大吼道，这 TM 什么时候不听
滚开！不是啊，冯教授，听说这是关于白雪的线索，有一个高3的学生有重要线索。这个工作人员还好没有像电视剧那样真的滚开，快速跟冯周龙解释了一遍。果然，冯周龙听到是有重要线索，立刻跑过去，拿起手机点开了视频通话。电话的另一边是一个长相相当清秀的男生，要不是从发型能看出是男的，他第一眼都以为是个女孩子。冯周龙问道：“你有什么线索？”朝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已经说了快10遍了，半天了呀！一开始花城的研究院联系，然后说了一遍，然后是靠近花城的历程，然后兜兜转转来到了妖都塔最高级研究院，然后又要说一遍。等等，你刚刚说帕特农神庙的人使用治愈魔法后，病人出现呼吸急促、抽搐、尖叫的现象。冯周龙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朝华不知道这人干嘛一惊一乍的，不过还是点头表示肯定。一种虫菌利拉。30年前，妖都虫国诞生了一头极其可怕的虫菌，它可以孕育出一种脑虫，这种脑虫会潜伏在饮用水中，通过食道进入生物体内，然后在生物体内孵化进入生物大脑，可以控制生物的思想，把感染者的大脑同化，甚至被控制者都不自知。后来妖都审判会联合军方牺牲了28个超阶强者，才深入虫国，强势击杀了利拉。但是利拉是多次变异才诞生如此可怕的能力，难道又出现了第二头利拉？冯周龙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出这一可怕的历史。朝华听后有点震惊，这种可以不知不觉控制生物的虫族也太恐怖了。虽然冯周龙说的轻巧，但是在发现之前必定发生了什么大事，这甚至可能是灭国的能力啊！而且竟然死了这么多超阶强者才杀死这头虫菌。冯周龙说道：“你刚刚说那个老猎人的祖上认识一个隐秘的御虫世家，你现在能找到那个御虫世家吗？”朝华耸肩说道：“不能，如果是老猎人的话，或许到从城军区防线还能找到他。”冯周龙说道：“不，你把他妹妹也带过来。”朝华不相信冯周龙，质疑的说道：“我刚刚可还听到你说要死刑犯做活体实验？刚刚朝华的视频通话时一直连接的，刚好听到冯周龙这样说。”“哈哈哈，这个开玩笑的，怎么可能用什么活人做研究了？不可能的啦，我开玩笑的。”冯周龙笑着说道。“那冯教授，我还要去连接审判会吗？”冯周龙瞪了那个憨憨手下一眼，会不会看空气？朝华可没空看他们斗趣，他准备关了视频去避难了。“啊，你说和妖魔战斗？我一个学生还在读书，跑去跟几百上千的妖魔群打架，我傻不傻？那没事，我先挂了，我还要去避难。哎，等等，我以魔法协会名誉长老委托你一件事。”冯周龙阻止朝华关视频，急忙说道：“谢谢，丑剧，拜拜。”咔嚓，朝华二话不说直接关掉视频。“你当我傻？这时候你能委托我好事情？在尼玛的剑！”第97章虫王线。最后朝华还是向现实低头了，他是想拒绝的，但是奈何对方给的价格太诱惑，而且刚好是朝华缺钱用的这个时间点，再加上从城政府许诺的那份宇宙尘埃奖励大概率是泡汤了，就算联考再开，朝华估计自己的队伍也打不过李世杰，所以朝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一次真的难倒他了。我就说是缺钱买资源，你跟过来干嘛呀？朝华看向一旁的季韶音，也不懂这小妞死活要跟着自己干嘛，这可是要去野外地区啊！老猎人这时候铁定在从城郊外抵御妖魔，不怕死的吗？因为发生虫群袭击的话，军方都会召集猎人帮忙抵挡虫群，别说军方会发额外的奖金，就算没有奖金，很多猎人都会去自发参战，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战争一旦爆发，到处都是尸体，不管是猎人的尸体还是妖魔的尸体，都是钱，发死人财可是一夜暴富的机遇。我也是目击者，纪韶音拿着话本写道。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穿着绿色军装叫做宁天蓝的军官跟着他们两个，最主要是怕他俩还没找到老猎人，给妖魔给叼了去。三人坐上了运输物资的地铁往从城去，虽然走地上会更快，但是地铁更安全一点。因为虫群来袭的原因，11城的地铁都是禁止搭乘的，只能运输物质。为什么不让一些厉害的法师去消灭妖魔？纪韶音突然好奇地问道。朝华回答：因为人类打不过妖魔，如果我们派出超阶修为的法师出现，那么虫群铁定会有虫菌出现，除非是对面先排出虫菌，否则我们人类不敢惹怒虫国的虫菌。超阶的法师实力太强，本身释放魔法的气息太过强烈，只要超阶法师释放魔法，一定会被君主级的超级妖魔感应到。如果引来君主级别妖魔，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一些海上岛屿或者弱小的国家，一头君主妖魔就足以灭国，甚至在国际上的悬赏榜单上有一个灭国妖兽排行榜，最厉害的一头君主级妖兽消灭了3个小国，一夜之间全国人民全数被杀，无一幸免。所以在国际上有一项潜规则，那就是在确定有君主级妖魔的妖魔部落，
附近的城市被妖魔袭击之时，经过的超阶法师不可使用超阶魔法，要帮忙也只能用高级魔法，不然就是害了那个城市。人类法师终究不敌妖魔，外面太危险了。轰隆隆！突然，地面发生剧烈震动，地铁启动了紧急制动。外面，军官宁天蓝声音突然叫喊道：“从城的地铁快到从城的时候，有一小段是在地面行走的，现在刚好就是那一小段。”昭华和纪韶英顺着窗口往外看去，令人绝望的一幕笼罩在他们的心头，就连昭华都感觉到通体发寒，后背发凉。纪韶英下意识地抓住昭华的手臂，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一点安全感。两人都不寒而栗。起码上百米的高度，整体是椭圆形的，暗红色的外壳包裹着整个身体，身体上长着一个个像是脓包一样的东西，看不到眼睛在哪里。身体傍边有7、8根长长的触手在挥舞，像是在确认方向一样。每一次拍打地面都会发生一次地震，刚刚的地震就是他的触手引起的。虫王傅妮，大统领级别的虫王。军官宁天蓝的语气充满了颤抖，不管是谁看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都会恐惧，这是人的天性，面对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生物的一种天性，无解的。妖都虫族和其他妖魔不同，每一头进化到统领级的虫族都是唯一的，不像别的统领级妖魔是由下级妖魔进化而来。妖都虫国的虫王全部都是变异而来，就好像这头虫王，没有人知道它进化前是什么虫族，它甚至有可能是一条绿蚕也说不定。这也是妖都虫国和其他地方的虫族最大的不同，妖都虫国是变异进化，没有一次进阶是固定的，所以在国际上，妖都虫国的虫族也被称为一种虫族。为了好区分，每一头已知的虫王都会有名字，没有名字的就证明是新变异的，要多加小心。虫王傅妮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虫族巢穴，身上像是下雨一样密密麻麻的掉落一些乌黑像鱼子的东西。腐烂虫，奴仆级以下的虫族，本身实力不强，有点类似锯齿蚁，不同的是，这种腐烂虫会分泌腐蚀液体，它们全身都是这种带有恶臭和强酸性的液体组成，要类比的话，就是单核细胞生物一样。加上它们强大的弹跳力，会像炮弹一般射来沾上强酸，十分难搞。轰隆隆！不止从城出现了虫王，另外的7城都有统领级别的虫王出现，有体型像虫王傅妮一样庞大的虫王，也有体型仅有10几米但是却会飞的虫王，更有一条从地面钻出、翻山越岭、速度极快的巨型蜈蚣。这条蜈蚣的身体隐藏在山脉之中，根本看不全有多长，是虫王人面蜈蚣。这是巅峰的虫王，已经快到虫军的地步，他就不怕我们人类出动超阶法师吗？宁天蓝看向花城的方向，一条恐怖的巨型蜈蚣扬起头颅，如同一条黑线竖立。宁天蓝是花城的军官，花城是他的家园。从城的警戒响起，本来从城的警戒是保持在橙色最低级别的警戒，因为虫王傅妮的出现，再一次拉响警戒，变成了蓝色。而花城最为严重，因为白雪依然在下，无尽的白雪覆盖整个花城，导致花城失去了增援。在白雪破解之前，根本不会有增援抵达花城。再加上亚军主的虫王人面蜈蚣，花城亮起了金色的保护结界，笼罩着整个花城的内城区域。而且警戒也从极度危险的蓝色变成了可能有灭城危机的红色。昭华深呼吸一口气，这时候不能意气用事，也不能慌张。地铁还有多久能启动？宁天蓝回过神后说道：“应该快了，5分钟之内地铁就会重新启动。现在我们一定要先把白雪之谜破解，不然妖都8城的军营不敢全面进攻，生怕虫族用白雪把他们困在没有遮掩的野外。妖都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几个重点城市之一，昭华不信这点危机就能绊倒这个国际一流大都会。现在的问题还是那个不明所以的白雪，连法师都会被感染，这个太恐怖了。”咻！轰！一个褐色的东西从远处飞来，命中了地铁轨道。风蚕丝王！乐，还好昭华及时使用风蚕丝拉住了3人，不至于滴落山林之中。但是当昭华看清楚刚刚飞来的是什么的时候，心中大骂了一句负星号 K。 第98章，一种虫族围城。 Motherfuck！ 昭华用风蚕丝结成了一个像是蜘蛛网的网，让纪韶英和宁蓝天不至于被冲击丢出车外。但是他看到是什么东西被丢过来的时候，再好的涵养都不得不口吐芬芳。一个肉块，虫王傅妮用触手把自己身上的肉块丢了一块过来。刚刚已经看到了，虫王傅妮本身就像是一个移动的虫巢，它上百米的巨躯可能一大半都是虫子，是它的子民。把肉块丢过来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明白。这也是为什么统领级的一种虫族会被称王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能快速地繁殖出各种各样的虫子，这些虫子为它提供营养，为它而战，守卫它的躯体就像是士兵和国王一样。这块肉块有几十平方，不知道是虫王傅妮的血还是什么，从切口处有蓝紫色的像油一样的液体流淌出来，黏糊糊的感觉。吱吱吱，腐烂虫，只有拳头大小的腐烂虫从肉块中钻出来，浑身绿色像鼻涕虫，所过之处都会被腐蚀，
被袭击的那节车厢地板的钢铁瞬间就被融化。啊！救命啊！快爬呀！有妖魔在后面！星号猫的，给老子滚开！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本来运输物资的地铁竟然混进了一些人，不过他们全部都是普通平民，都不是法师。咻！一只腐烂虫像跳蚤一样跳到一个人的脸上，那个人的脸肉眼可见的开始发黑、腐烂，连惨叫声都叫不出来，整个头都被腐烂虫融化分解。宁天蓝拉起朝华和纪韶音说道：“地铁已经不能用了，我们走过去从城，现在只有尽快解决那些白雪，才有机会反击。”宁天蓝的意思是这里的人不能管，他们没时间，而且魔能也没有那么多，这个肉块起码可以装得下几百只腐烂虫，而且就算杀完了，谁知道虫王父妮会不会再丢一块过来。朝华抓住纪韶音的手，纪韶音还是善良的，他召唤了4只白骨骷髅为这里的人开路，他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咻！腐烂虫的视力很弱，如果静止不动，他是看不到的。朝华3人跑起来的瞬间，一群腐烂虫起跳冲来。水域守护！宁蓝天挥手，一道水流形成守护，挡住了腐烂虫。但是腐烂虫的腐蚀强酸，连水都能感染变质，水域挡不了多久。宁蓝天也没有就恋战，撒腿就跑。腐烂虫有个弱点，就是起跳撞到任何东西，自己都会被反震撞死，典型的炮灰生物。有人怀疑虫王父妮是由地火虫变异而来的，因为地火虫也是有类似的特性。千丝斩！朝华把挡路的货物切开，一脚踢开货物，进入下一节车厢。现在地铁刚好处于高架桥上，下面是山林，哪里同样有妖魔，而且容易迷路，所以他们沿着铁路走是最好的选择。轰隆！靠！虫王父妮再一次丢出肉块，而且这一次刚好落在朝华3人的前面，整一个肉块像巨大的石头一样截断了去路。吱吱吱，密密麻麻的腐烂虫堵满了整一节车厢，而且后面也有腐烂虫追来，被前后夹击。宁蓝天脚下蓝色星图出现，他的修为比联考时候的学生高多了，10秒时间就使用出了水系中阶魔法暴浪。哗哗，一道巨浪生成，但是宁蓝天的魔法造诣很高，把暴浪驱逐控制成一道长方形的水流柱，如同消防车的喷射水枪，只不过拥有比那些水枪强大100倍的冲击力。暴浪驱逐！轰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驱逐，暴浪的强大冲击力直接把车厢内的所有东西推走，如同堤坝突然缺了一个口子一样，那水压恐怖至极。朝华咕噜了一下，这威力着实被吓到了，肉块更是被打成肉泥，那些腐烂虫一点都没剩下，全部被暴浪冲走。这还真的挺夸张的。朝华惊讶地说道，他之前太看小中阶法师了，真正厉害的中阶法师施展中阶魔法的速度只需要10秒不到，而且这威力10个自己都打不过。军人就是军人，这实力才能保卫祖国家园啊，简直帅爆了好吧。就算是纪韶音心中也是澎湃，他竟然有点想现在就突破中阶。走！宁天蓝一马当先走在前面，他没有忘记朝华和纪韶音才是重点，而且比起自己，他们2个更加熟悉从城，再加上这2人还是从城的城市猎妖队的，要找人肯定还是要他们。朝华拉着纪韶音走，沿途布下了风蚕丝，抵御后面追着自己的腐烂虫。朝华突然心有感应的看了窗外一眼，刚好看到虫王父妮，不知道为什么，朝华感觉到虫王父妮同时也在看着自己。什么鬼？错觉？另一面，从城边境野外，军方已经开始撤退，一边和来势汹汹的虫族战斗，一边往后走。从城的内城区域已经展开了保护结界，只要抵达保护结界，就算安全。结界是不可能覆盖整个从城的，维持结界需要大量能量，而且结界越大，保护力度就越小。军团长，为什么不让我们杀出去？那头虫王没出现之前，把这些绿蚕、小玉虫全部杀光的话，防御不是万能的，一直防御总会有被攻破的一次。从城军队已经有2位数以上的军人死亡，死得很憋屈，所以才导致军队中出现其他意见。殷康城也在这里，他没有发言，因为军人就是要服从上级命令，像刚刚那样有军人指责军团长，那是新兵所为，完全不合格。报告，一个通信兵拿着情报走过来，在野外妖魔地区是没有手机信号，也不会有网络，通信需要特殊手段。说，军团长上官星说道，他现在希望听到的是魔法协会那群饭桶搞颠了花城的白雪之谜。妖都塔魔法协会的冯周龙教授得到最新消息，白雪的关键线索在一个称号叫做天牛哥的老猎人身上，他的妹妹曾经在早前怀疑接触过白雪的源头，导致瘫痪，现在已经治疗好，所以需要把2人带往妖都塔。军团长略微惊讶，白雪的源头来源从城，但是他没有多疑，点了点头说道，让人把叫天牛哥的猎人找人带到妖都塔，希望那群酒囊饭袋这次可以给点作用。魔法协会因为高层提拔亲信的做法一直被诟病，特别是在外杀伐的军人特别看不起这些只会读书不敢杀妖的研究人员。是。
第99章虫群包围。每天都挤满了人的从城地铁站，现在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指示牌。一阵风吹来，发出嘎嘎嘎的声响。昭华三人终于到了从城，虫王富妮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往从城中心区域走。唯一幸运的是，虫王庞大的身躯移动的比较缓慢，但是见到远处的虫王一点点的靠近，这种压迫才是最恐怖的。虫群已经入侵城市了，宁蓝天说道。虫王富妮跑得慢不代表其他虫族慢，地铁口这里离城市中心比较远，但是也能看到有3-2只绿蚕小玉虫出现。老猎人肯定在交战区，但是老猎人的妹妹现在应该还在医院才对。宁军官，我们分头行动，你去交战区找老猎人，我和纪韶音去医院。昭华想了想后说道。医院的人都撤离了吧？为什么还去医院？纪韶音问道。宁蓝天摇头说道，虽然很残酷，但是如果发生妖魔袭击城市，医院里面没有行动能力或者行动缓慢的病人，大概率会被抛弃在医院里面。他大病初愈，身体机能还没恢复，最大的可能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面躲起来。纪韶音张大嘴巴，他不敢相信医院会这样做，他们不应该是先救人的吗？但是纪韶音没想过的是，医院里面病人和护士医生的比例差太大，而且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在这种情况根本带不走。按照推测，虫群应该入侵了医院了。本来昭华三人要是一直坐着地铁，或许还能赶得上虫群的速度，但是现在浪费了很多时间，只能祈祷老猎人的妹妹还没死。好巧不巧，老猎人的妹妹所在的医院就是昭华当初皮断腿入住的医院。昭华当时还要了病房号，说有时候回去探望，没想到成为了关键线索。由地铁口往北走6-7公里就能到医院所在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2个人要怎么穿过这么多妖魔在的街道，抵达医院病房？别看这2人是明星猎人，一天杀2位数的妖魔，但那都是他们主动出击和偷袭的。昭华和纪韶音在野外没有同时猎杀过2只以上的妖魔，他们都是寻找落单的来猎杀。有亡灵和枯木蝎在，要战胜同等级的奴仆妖魔根本不在话下。现在情况颠倒了，他们2人变成了被动，街道上的妖魔都是成群结队，要不就是相隔不远，只要发出声响，很容易吸引大群妖魔过来。昭华和纪韶音躲在建筑物后面，前面是到医院的必经之路，但是那里有3只地火虫在啃食惨死的人类尸体，总有一些没来得及走的人。普通人遇到妖魔，哪怕是小玉虫和绿蚕，他们都是死路一条。地火虫这种东西就是麻烦，死了会爆炸，怎么打都不是。昭华观察了地形，他决定从空中绕过去，一会我们从上面的楼房跳过去，你抱紧我。昭华小声地对着纪韶音说道。因为2人靠得很近，都能感受到说话的呼吸。纪韶音小脸发烫的点了点头，像上次被暗影系追杀的时候一样，双手环抱着。昭华心中无限吐槽，你脸红什么呀？咱俩是清白的，清白的呀。这是紧急情况，不是故意的。昭华现在已经很熟练使用精灵魔法了，还好奴仆级妖魔对魔法的感应很弱。昭华用风蚕丝拉住手腕，缓缓的上升。要是像独眼魔狼这一类视力比较好的妖魔，他们这样做肯定会被发现，但是虫族往往是靠感应动静和热源感应来判断方位，离得远就不好使。昭华站在楼顶上看向街道，本来应该人来人往的公路，街道变得破烂不堪，有一些地方能看到几只虫族在聚餐，路标、路牌、商店门头倒的倒，毁的毁，还有几家店可能是有法师击杀了地火虫的原因，发生了火灾。唯一还好的是死亡人数不是很多，地面上虫族的尸体比人类尸体要多不少，在妖都生活的人还是有点防范意识，遇到这种事情都躲了起来。上一年才发生了博城事件，没想到连妖都也。昭华甩了甩头，双手抱起纪韶音，风鬼闪步发动，快速的从楼与楼之间跳过。魔能不能省，现在要最快速度到达医院，快1秒就多1分救人的机会。不破解白雪的谜题，法师根本不敢和虫族大军战斗。麻烦了。昭华和纪韶音跳到最靠近医院的楼房，但是现在整一间医院像是虫群的饭堂一样，密密麻麻都是虫族妖魔。而且最可怕的是，有一只高约10米，双臂前端各有一面钢铁巨盾，脑袋前有一根尖角的怪物守住了大门口。铁盾角虫，它们全身都是堪比金刚的硬鞘，手臂上的巨盾比钢铁还坚硬，就连穿透力最强的雷系中阶魔法霹雳都无法打穿。战将，这是真正的战将妖魔，而且是一头已经成年的战将妖魔。往往在于虫族的战斗中，最让人烦的就是这种全身上下都硬得像铁一样的妖魔，因为这种妖魔太难杀死，要杀死一头这样的战将妖魔，需要5-6下霹雳才有机会击穿他的防御。但是你不杀死他又不行，几十只顶在最前面，你的魔法必须要绕过他，这样又难命中其他目标。现在医院已经被虫群包围，除了铁盾角虫外，昭华还看到老伙伴山岭蜘蛛，10几只蜘蛛像是把医院当作了巢穴，一些白色的蜘蛛网开始缠绕医院最前面的急诊大楼。医院人员太密集，这些虫族感应到人类的气息，围在了这里。老猎人妹妹所在的病房在康复大楼，医院最后面的几栋之一，要从天上过去是不可能的，
因为山岭蜘蛛已经在筑网了，从地面走过去也不行。地面的虫族有战将级的铁盾角虫在，而且周围有大量的绿蚕、小玉虫、地火虫这一类虫族在觅食，到处在找人。用亡灵引开他们吧。纪韶音快速的在画本上写道。昭华其实不想这么快消耗纪韶音的魔能，在这种情况，他的亡灵大军至关重要。但是亡灵系的魔能消耗太快，特别是召唤大量亡灵的时候还要翻倍，还是初阶的纪韶音亡灵召唤用不了几次。没办法了，只能用亡灵引开一部分。我们先进入医院。轰隆！突然，在视线的另一边，医院的另一条道路，有一队小队从医院里面走出来，带头的人使用了火资爆裂，炸出了一条路。走走，快！大家跟上！竟然还有傻子回来救人！第100章，那是比太阳更不能直视的东西。所有人跟上！快！风系的法师使用风轨加快行进速度，只要我们冲过去达到街道了，我们就有机会去到安全区。快快跟上！昭华在楼上看到有几十上百人从小道往医院门口冲，这些人有一些穿着白衣大褂，有一些穿着护士服，有一些是普通人，更多的还是穿着便装，有点小咳嗽、小感冒来看病的人。只是他们也没想到突然会发生妖魔袭击。刚刚使用3级火资爆裂的是带头的一名白大褂医生，除了他是火系的之外，还有4个风系的使用风轨在前面吸引妖魔的注意，土系的利用地波加速，水系的用水域保护。看来能当医生的都有两手啊，魔法使用的还挺不错。不过只靠几个风系的医生是不可能吸引所有的妖魔注意，不少妖魔已经从4面8方赶来，一些在搭网的山岭建筑从外楼爬下来。普通来看病的人吓得疯狂尖叫，在急诊大楼躲着的一些人看到有队伍开始冲锋，也从大楼的楼道中开始往外冲。大楼里面也有虫族妖魔，这些叫喊声、哭闹声在妖魔耳中就变成了饭堂放饭的铃声，一只指妖魔像是饿了好几天一样，见到人就扑咬过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没有觉醒的普通人，面对妖魔一点还击的力量都没有。纪韶音看着这人间惨境，手越发的用力抓住昭华的手。昭华没有意气用事，他们站在高处看得很清楚，这支队伍要从小道走到大门口会被铁盾角虫拦住。铁盾角虫虽然是防御型的妖魔，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仅仅是挥舞手臂的巨盾就能撞死一大片，他们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可言。走，我们去救他们。纪韶音用力的点头，他们是法师，是人类，面对自己的同胞被妖魔残害，怎么可以默不作声？昭华这一次也没有选择沉默。次元召唤发动，小风残站在昭华肩膀上，他在召唤位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舅舅遇到大危机。嘶嘶嘶！小风残使用魔法可比昭华厉害多了，数十根风蚕丝喷吐而出，像一个个捕鱼的巨网一样，把一些想靠近医生队伍的妖魔束缚住。纪韶音的亡灵魔法在这种情况下简直是神技能，现在这里最多的就是尸体和死气，纪韶音都不用赌运气，直接把一些新鲜的尸体化作腐尸，10几只腐尸像是要报生前之仇一样，抓住咬死自己的妖魔，同样咬了一口。现在纪韶音的腐尸和以前不同了，随着他的修为上升，这些腐尸体内带有剧毒湿气，被咬中会中毒，3、4只腐尸就能咬死一头山岭蜘蛛。但是解决这些奴仆妖魔是没用的，铁盾角虫一只就能顶上几十只的奴仆妖魔。枯木蝎，你去吸引那家伙的注意，我们趁机救人。枯木蝎露出了人性化的沮丧，为什么每次都要他去做诱饵啊？蝎老惨了。枯木蝎可是进阶期了，他的气息在这里是浓烈的，毕竟枯木蝎不像小风蚕那样会隐藏自己。铁盾角虫感应到枯木蝎的存在，知道这是最有威胁的生物，吼的一声举起巨盾往枯木蝎身上撞去。枯木蝎体型比铁盾角虫小了一半，双手架在身前，哪怕枯木蝎也是坦克类型的妖魔，但是等级的压制太严重，枯木蝎像足球一样被撞飞了几米高，重重的砸出一个凹坑。昭华使用风轨和风蚕丝快速把急诊大楼里面的生还者丢出楼。还有没有人生还的？现在立刻到3楼的走廊。昭华的风蚕丝最多只能救到3楼的人，他的风蚕丝还是不够长，小风蚕在他身边保护他，不让妖魔靠近。死！没过多久，枯木蝎发出了惨叫声。昭华听出来枯木蝎受伤了，快撑不住，到此为止了。昭华也不知道自己刚刚那会救了多少人，他知道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救出来，再撑下去自己都要出事。挡！昭华使用千丝斩攻击铁盾角虫，吸引注意力，让枯木蝎趁机逃跑后，再利用风轨汇合收回枯木蝎。有几人在5、6楼的走廊看到昭华离开，伤心欲绝之下从高层跳下，直接摔死，尸体不一会就聚满了虫族妖魔。昭华顺利和纪韶音会合，所有人都躲在医院外的一处地下停车场。得救了，我们得救了，还好有2位少年英雄相救，谢谢你们，只要我能安全的抵达安全区，我把我的家产一半分给你。纪韶音里面摆手拒绝，
他们不需要这些谢礼，这些人太热情了。使用火资的医生急忙走上前说道：“我是主治医师陆童。”昭华抬手让这些人先安静后问道：“陆童，我想问一下，康复大楼的病人都出来了吗？”陆童摇头叹息地说道：“虫族妖魔来得太快了，医院里面大部分的人都躲在楼顶等救援或者地下的停车场，至于行动不便的重症病人，大概还在原地呢。”昭华大概能读懂陆童的难言之隐，就一些手脚健全、有行动能力的都这么吃力，就行动不便的，你开玩笑吧？怎么救得来？昭华也不会去责怪什么，要是真把重症病患一起救，反而死得更多。我明白了，陆童医生，这些人就交给你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去做。昭华要趁现在一些妖魔冲出医院找人的机会，冲进康复大楼，找到老猎人的妹妹。哎，你们要走？你们不带我们出去吗？对啊对啊，你们这么厉害，一定可以带我们到安全区的。求你们别走，救救我们！你们是厉害的法师，一定可以的。昭华眉头一皱，对着季韶音说道：“走吧，要是妖魔又聚一起，就麻烦了。”啪！有2个中年妇女抓住了季韶音的双手，跪在地上，声泪俱下的说道：“好妹妹，求求你们带我们离开吧！要是没有你们，我们一定走不出去的。安全区在市中心，离这里太远，我们一定会死在路上的。”有几个看上去挺有钱的男子说道：“只要你能安全护送我们到安全区，我愿意给你们100万。”我也愿意，我可以给200万，我有钱，救我！你们是法师啊，你们不是应该救人的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纳税人交了钱培养你们法师，你们怎么可以自己先走了？就是啊，我们是纳税人，你们要救我们。有人跪在地上，有人许诺重金，有人言语相逼。季韶音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呼，小风残吹了一口气，一阵风推倒了所有人。昭华抓住季韶音的手，一个风鬼闪步就闪出几10米远。昭华小声说道：“在灾难面前，永远不去高估人性，那是比太阳更不能直视的东西。”第101章黑教廷，那是比太阳更不能直视的东西。昭华身为猎2代，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昭郎给自己的资源，而是这一些真实的经验。昭郎可不是在讲故事，每一次跟昭华说的都是发生在他身上真真实实的事情。昭华其实一直都活在担心之中，他自己知道父母是很厉害的猎妖法师，但是再厉害的人也有可能死在妖魔手上，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昭郎出去后就回不来了。昭郎退休不当猎妖法师没错，但是并不代表他不会和妖魔接触。中阶双系满修双灵种，1对1战将妖魔都能猎杀的强大法师。昭郎能在从城换来很多资源和照顾，离不开这份实力，最主要的还是昭郎愿意用实力去换资源，例如上次就是接了击杀黑教廷的任务。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昭郎不可能在安全区待着，肯定在外面和妖魔战斗。昭华拉着季韶音快速地穿过妖魔包围，因为刚刚的动静，不少在医院门口聚会的妖魔都冲到大街上找吃的。昭华回来的时候，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妖魔从大街上往医院聚集。大街上、地下、大楼里，谁知道隐藏着多少妖魔？再来1、2只战将妖魔，他们2个都别想着出去。穿过医院的花园，昭华2人终于来到了康复大楼楼下。别人都是男朋友拉着自己在海边嬉戏，在沙滩上奔跑，但是他们2人呢？穿过妖魔包围，在血海尸体上行走，这要是以后还能不能好好回忆啊？昭华作为一个无敌钢铁直男，自然不会想到季韶音在这种时候还能想这些。电梯已经被妖魔破坏了，虽然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最好别坐电梯，但是8楼啊，要跑上8楼也太累人了。干！咻咻咻！3道破风声突然从头顶传来，钢岩强盾，滋滋滋，3只腐烂虫像丢浓硫酸瓶子一样，钢岩强盾上有3滩液体在腐蚀着钢岩。走另一条楼梯，已经可以看到腐烂虫了，也就意味着虫王富妮快到从城。等到虫王富妮真正抵达从城，又是另一个地狱景象了。现在只不过是开胃菜而已，主菜还没上啊！整个康复大楼的虫族妖魔比昭华想象的还多，才到第2层而已。走廊上的血腥味浓的化不开。昭华和季韶音经过病房的时候，都隐隐约约听到咀嚼的声音，他们都没有去看，没有深究，因为这不会是好事情。季韶音没有使用亡灵魔法，亡灵的气味太浓，会把所有妖魔都吸引过来。昭华一边抱着季韶音，一边使用风鬼快速避开妖魔的攻击。其实来到第5层的时候，昭华感觉心都凉一半了。这情况，人早死了吧，还救个屁！上面的死气很浓，死了很多生物。季韶音被昭华抱着，他拿起画本快速的写道。季韶音对死亡很敏感，身为亡灵法师的他，在这种地方简直是如鱼得水。不说周围充满了怨气，就是这尸体、骨骸、死气就是他的最佳助燃剂。上面死气很浓，人类的还是妖魔的？昭华问道。季韶音摇头，他只能知道死气很浓郁，至于是死了很多妖魔还是死了很多人类，他就不知道了。毕竟对于亡灵法师来讲，
人类和妖魔或者其他生物都是一样的，死后众生平等。第7层，昭华看到后露出了吃惊的表情，整条走廊全部是尸体，不但有人的，还有妖魔的，山岭蜘蛛、小玉虫、绿蚕、刀虫等等，全部躺尸。昭华放下纪韶音，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过，难怪纪韶音说死气浓郁，这里就像是禁区一样，进入者死，不管是人是妖魔，通通都要死。有被切开2半的，有被毒死的，有被烧死的，这都是什么鬼？这里到底有什么？昭华路过这些尸体的时候，有留意死法，有几只绿蚕、小玉虫是被利刃切开，有一些厉害一点的妖魔，例如山岭蜘蛛、刀虫，则是像被火滋炸开，还有一些最为恶心人，身体一半像烂泥一样融化。昭华可以肯定这是毒系，虽然他没有见过毒系，但是下意识地认为能做到这样的必定是毒系魔法。毒系和火系的中阶法师，军法师吗？难道冯周龙那家伙通知别的人来救走了老猎人的妹妹？不是说抽不出人手吗？那家伙，昭华无语了。要是有人手来救人，那就不要叫自己来的。就算本少爷英俊潇洒，实力强悍，那也经不住你这样子折腾啊。不过昭华没有因为一点怀疑就不去确认，起码也要看一眼病房。嗡嗡嗡嗡，昭华裤袋中的手机发出震动。在野外没有魔法信号塔，但是这里可是城市，只要信号塔没有被妖魔破坏，那么通信就没有问题。你都打到老家了，这点优势还是要给的吧。昭华拿起手机，显示陌生来电。喂，哪位？等于第8层803号病房，这里就是老猎人给自己妹妹安排的病房，这里是最高层，采光十分好，而且还是独立病房。老猎人为了自己的妹妹毫不吝啬，一直尽力给她最好的。昭华站在门口处，看了一眼门牌上写着方少丽3个字，确定是这里，再看向里面坐在病床上的少女，少女脸色恢复了许多，从窗户刚好可以看到虫王富妮的身影，少女嘴角露出了笑容，眼神中充满了疯狂。昭华开口道，你知道吗？黑触妖其实很不适合做埋伏，因为他们身上的臭味就算逆着风都能闻到，而且他们身上那腐烂的液体很容易残留在攻击的痕迹中，容易被熟悉黑触妖的人察觉到是黑触妖造成的伤害。叫做方少丽的少女听后终于回过神，没有看向窗外的虫王，而是看向昭华的方向，从她的视角可以看到门口的转弯处躲着2只黑触妖，等着昭华进来的时候发动袭击。昭华没有急着离开，人家敢坐着听你讲故事，那就代表着他没可能放你离开。方少丽走下床说道，挺有意思，明知道是陷阱你还往里面跳，还跳得这么淡定。我要是在7楼的时候转身离开，我走得了吗？昭华反问道。走不了。回答昭华的并不是方少丽，而是从楼梯走上来的另一个身穿黑衣的黑衣教士。昭华和纪韶音2人一早就已经被包围了，走或者来都是一样，被前后包夹。纪韶音后退到昭华身旁，身边有2只腐尸守护着，他没想到这竟然是个陷阱。第102章关键线索。这么大费周章竟然是为了引昭华前来，纪韶音想都没想过，而昭华却有点深感荣幸。黑教廷为了杀他不惜袭击野外实训课程，现在更加牛逼。黑教廷的人假扮老猎人和老猎人的妹妹，大费周章装神弄鬼，目的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击杀他。他何德何能啊？就连昭华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得罪了黑教廷哪里。咋地啊？吃你家大米了，还是拆了你家大门了？至于吗？刚刚在7楼的电话是宁天蓝打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说老猎人被人接走了，说是魔法协会的来要人，然后老猎人就跟着走了，而且就是宁天蓝刚来没多久的事情。宁天蓝也不是傻子，立刻感觉到奇怪，翻找了老猎人的资料，发现这个老猎人最近的行为很奇怪。在问了几个和老猎人相熟的人后，怀疑老猎人是被别人假冒的，真正的老猎人估计已经死了。然后就是现在这一幕了。昭华没有转头就跑，因为正常遇到这种事情肯定是立刻跑的，对方也肯定猜到昭华会跑，所以昭华选择逆其道而行之。而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走廊上，昭华和纪韶音站在一起，对面是自称方少丽的女人和一个穿着黑袍的黑衣教士，他身旁有一只复仇螳螂次元召唤兽，和昭华一样是召唤系的法师，能穿着黑袍的那么保底是中阶法师了。唯一有点幸运的是对面没有诅咒触妖这种恶心人的玩意，不然黑教廷再来几个战将妖魔，昭华从8楼跳下去得了。方少丽笑着说道，你还有什么遗言？在帮你炼制成黑触妖前，我们教廷都会好心的听听黑触妖的遗言，毕竟每个黑触妖都长一样，要记住只能靠这个了，要打动我才行哦。昭华笑了，上一个说要把他炼制成黑触妖的已经在吃牢饭了。遗言倒是没什么，不过我有一个推理，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听听？方少丽倒是客气，点了点头，做了一个请的姿势，他完全不怕。别说这2人今天死定了，就算没死，他之后也会改头换脸，他即将要晋升蓝衣，而且还会成为黑教廷中其中一位红衣教主的门徒，这都要多亏了他的研究。昭华露出了牙齿笑道，他没有意见了，
那你呢？李世杰。方少丽听到昭华说出李世杰3个字后，脸上变得有点阴沉。旁边的黑衣教士身体明显的抖了一下，结果很明显，这个穿着黑袍把脸用面具挡住的黑衣教士就是李世杰。昭华知道他不会承认，于是继续说道：“我和季韶英回来从城根本就是一个意外，但是你们却能这一点都能算到，我是不信的。那只能说明你们是知道我和季韶英会回来从城，所以才设下的陷阱。”昭华接到那通电话后，脑子一直在想，为什么黑教廷要杀自己？这个早就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能把自己的行程算得这么准？假扮老猎人和老猎人的妹妹来买金魄，勾引他们2人上当，然后发动妖魔袭击，然后还算到了冯周龙让昭华来从城，还算到昭华选择来医院而不是去交战区找老猎人。你 TM 逗我吧？你以为你是柯南里面的犯人吗？作案手法像漫画里似的，全世界都配合你。既然不可能这妖巧合，那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意外。自从那次之后，在从城里面，昭华一直被审判会的审判员暗中保护，导致黑教廷无从下手，所以他们设计了假扮老猎人买金魄，把昭华骗到赵氏拍卖会落单的时候好下手。没人会想到黑教廷敢在赵氏拍卖会这样的场所假扮老猎人下手，也就是灯下黑。但是结果是什么？亚西给搅黄了。假扮老猎人的黑教廷和眼前叫做方少丽的女人发现有人追杀昭华，所以放弃了。现在也一样，并不是算到了昭华会来医院，而是不管你去哪里，都已经安排了人。老猎人和接走老猎人的人也是黑教廷的人，在医院也有2个黑教廷的中阶法师在等着。所以昭华想明白了，自己在花城进行4城联考的时候，就已经有黑教廷的人盯上，等待妖魔袭击花城的混乱，好击杀自己。昭华来从城就是一个意外，连黑教廷都没想到的意外，所以预先安排在花城里面的黑教廷成员通知了从城的老猎人和方少丽，改变了原定计划。还有一个铁证，那就是在昭华肩膀上的小风蚕能感应到躲在角落的黑触妖并不是昭华，而是身为风精灵的小风蚕。风告诉了他角落有奇怪的味道。你以为套个黑袍戴个面具小风蚕就认不出来了？风之精灵拥有的神秘是世人无法想象的强大。昭华继续说道：“李世杰，你的第2系是召唤系，但是你在4城联考的时候一直没有使用第2系，而是一直用火系取胜，目的是打算在妖魔袭击的时候召唤出身边的复仇螳螂击杀我，把一切都推到妖魔身上。你没想到冯周龙会叫我到从城接人，你也没想到我真的答应了，所以急急忙忙的赶过来，因为如果真的被人破解了白雪之谜，你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方少丽微微退后半步，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李世杰是内奸，是审判会混进黑教廷的间谍。昭华所说的分毫不差，他不相信一个人能通过这一点点的线索猜到这么多东西，他更加愿意相信李世杰是间谍，偷偷告诉他的，目的是要引出他来，只有他知道白雪之谜的真正秘密。他要是落入审判会手中，那么黑教廷的计划就报废了。李世杰真的慌了，他和方少丽不同，他还想在城市生活，他还想上大学，进入国府，参加世界国府大赛，他想名成利就，名利双收，光宗耀祖，甚至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大家族。他不能曝光，不能被通缉，黑教廷他迟早要撇开的。昭华看出来李世杰急了，一个人急就容易犯错误，只要犯错误，那么就有翻盘的机会。昭华拿出手机给李世杰看，上面显示着正在通话。接下来我说的话一定要听清楚，那场白雪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发扬巅峰的关键是从城温泉的温泉水。告诉给冯周龙知道，让他往这2个方向研究，应该就可以破解。李世杰和方少丽心中无数个 FU 狂喷，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有内鬼，终止交易。第103章与黑教廷的智商博弈。昭华露出了微笑，中计了。昭华看到方少丽的表情以及李世杰后退一步，立刻就明白到他的假设成立了。昭华不得不在心中庆幸，如果这2人是人老鬼精的红衣教主，甚至是一些老到点的蓝衣，昭华这种靠下靠骗的战术根本不可能成功。这2个黑衣教士，特别是方少丽，他敢露脸，而且从他眼中透露的疯狂让昭华明白到这绝对是一个狠人，而且在黑教廷中怕是地位不低。只可惜比聪明他还不是昭华这个学神的对手，不过也全靠在一旁的李世杰，不是这个死蠢透露了这么多线索给昭华，他连假设都做不到，哪有什么神级操作，不过是对手衬托而已。其实昭华这样想是有理由的，他知道黑教廷不是傻子，不会去施舍，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黑教廷是绝对不会帮助你提升实力的。好像温宇是因为认识昭华，而且刚好和昭华有仇，可以利用来混淆视听，而且还能借他的手去杀昭华。但是温宇这个城市猎妖队的法师都只是帮助晋级中阶而已，你李世杰凭什么能得到黑教廷这么多资源？修炼速度像坐火箭一样，而且还得到了天生天赋。昭华不相信李世杰拥有天生天赋，那个天生天赋十有八九是黑教廷的手段，
而且还有那只复仇螳螂，这花的资源可比温雨多得多，都能赶上昭华这个猎二代了。那也就是说，李世杰拥有那样的价值。昭华前思后想，发现李世杰出现爆炸性实力提升是在联考的选拔赛，所以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黑教廷想用李世杰获得什么，而且还要他实力提高才能得到的，结果就很明显了，那就是进入从城温泉的机会。黑教廷需要从城温泉的温泉水，可惜啊，这两个黑教廷的人心智不行，被人唬两下，啥都暴露出来了。哼，就算知道又怎么样？没有温泉水，你们就什么都做不到。李世杰说话的语气中透露出惊慌，但是却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因为黑教廷已经通过他的指引，把那个地方破坏了，短时间内不会有温泉水。昭华眨巴眼，这人这么蠢，还是个大嘴巴子，你们黑教廷是怎么想到要收他的？这不是坑自己吗？昭华露出自己的手表，指了指里面隔在一个角落的液体，说道：看，这是我爸买给我的手表，好看吗？里面的液体像不像从城的温泉水？方少丽和李世杰就算隔得老远都能看出来那是什么。靠，这人当时没用温泉水的吗？还装起来打包带走了。电话那头沉声道：撑住，10分钟。不需要再多的话语，昭华已经做得够多了，敢和黑教廷斗智斗勇的年轻人，这个国家已经不多了。作为一名军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样的年轻人。昭华咽了一下口水，强作镇定地说道：最好不要压线，知道了怎么破和立刻破解突发羊癫疯是两码事。而且还有一个谜题没解开，那些虫族为什么会听黑教廷的命令攻击妖都？这个问题还需要问这两人。所以昭华才把这个诱饵丢出来，我就是明着要留人，你留还是跑，自己决定吧。死，好吧，这个问题不用选，肯定要杀人夺泉水的。复仇螳螂，黑白点的身躯，1米高，雪白的刀臂是特征，拥有复仇技能，自身受到越大的伤害，攻击力会变得越强。这本来是昭华想要的第一个次元召唤兽，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黑教廷的人契约了复仇螳螂，而且他的利刃还是要对准自己。哎，绿了。挡！枯木蝎从收纳手表中出来，巨大的身体占满了整个走廊，双螯挡住了复仇螳螂的斩击。昭华甚是欣慰，虽然没有原配，但是小三也很给力吗？上方少丽指挥黑触妖，2只黑触妖从墙壁跳过，打算绕过枯木蝎攻击身后的昭华。但是别忘了，昭华身边还有一个法师。嘶哈！2只腐尸张嘴喷吐出湿气，墨绿色的湿气冲向黑触妖，2种恶心人的怪物缠斗在一起，那画面真是够感人的。火姿爆裂，淬毒毒球。昭华还是第一次见毒系的魔法，只见方少丽抛出一枚紫绿色的毒液球，毒液球的腥臭隔着很远都能闻到。这种毒液球腐蚀性恐怕比腐烂虫还要可怕。钢炎强盾，轰轰！昭华使用了今天最后一次钢炎强盾，隔开了枯木蝎和复仇螳螂，挡下了火姿和毒球。仅仅是5秒不到的时候，钢炎强盾就被腐蚀出了一个大洞，可想而知这毒液多么的恐怖。昭华看向纪韶音问道：还有多久？纪韶音全程没有任何动作，他一直像个漂亮玩偶一样站在昭华身边，因为他有要做的事情，需要集中精神去操控怨灵。纪韶音睁开眼，对着昭华比了一个大拇指。刚刚比完大拇指，整栋康复大楼顿时发出剧烈的震动，而且是被什么东西猛烈的撞击了一下，导致大楼摇摇欲坠。方少丽从走廊的窗户看下去，发现铁盾角虫在撞击康复大楼，被这么一只强力的猛兽猛烈撞击，这栋康复大楼已经撑不住，开始坍塌。怨灵虽然没有实力攻击力，但是它作为功能性的亡灵，在这种时候却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引怪，把强大的妖魔惹怒了，吸引过来撞击大楼。单打独斗，昭华连李世杰都打不赢，更别说还要多一个毒系的方少丽。不过现在这个游戏不是这样玩的，昭华不用打赢他们，只要能在宁天蓝来之前不被抓住，那就是他的胜利。抓紧了！昭华搂住纪韶音的腰肢说道。纪韶音兴奋地点了点头，讲道理，这还真有点刺激啊！要从正在坍塌的大楼逃生，哇塞，够刺激！风鬼飘影，昭华把枯木蝎收回去。小风残呼的一声，生成大量的风蚕丝，编织成一件泛风衣，包裹着昭华和纪韶音2人。有这件风衣，在风轨中的速度会得到更大的加成。一道飘渺的碧绿色风轨在坍塌的大楼中反复横跳，面对袭来的巨石，用风蚕丝弹开；面对挡路的巨石，用牵丝斩劈开2半。不够力就拉着其他巨石借力。2人如同灵猴一般，在碎石中飘渺的移动。李世杰2人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从大楼内部冲出。可恶，可恶啊！李世杰发狂了，如果让这2人逃了，不管是审判会还是黑教廷都不会放过他，他没有退路。方少丽说道：你应该知道你没有退路吧，把温泉水带回来，或许虎鲸执事还能看在你是唯一的成功试验品的份上饶你一命，不然你……
方少丽指了指旁边和腐尸缠斗的黑触妖，意思不言而喻。李世杰明白，失败就是黑触妖，这是黑教廷不变的规则。第104章虫网。一种虫菌莉拉，真的是莉拉？但是莉拉不是已经死了吗？冯周龙前不久刚刚在从程军方的通信里面收到了昭华的留言，他立刻想到了自己当时的怀疑。冯周龙当时听到昭华说的反应，虽然有点细节不太像，但是的确和30年前的一只可怕虫菌相似。冯周龙估计黑教廷的人一开始是打算利用昭华来影响魔法协会的判断，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是没办法影响到魔法协会的，但是昭华却有点特殊，因为他是从4成联考的考生，还是在4成联考的时候发生的虫族袭击，这就导致在昭华身边一定会有校长级别的法师在，通过昭华的口把错误信息传递给校方，再从校方传递给魔法协会，这才是黑教廷想要的结果。而且李世杰也在，以李世杰的实力要进入最终决赛日是轻而易举的，冯周龙认为李世杰恐怕也是另一个保险。难怪冯周龙当时无论怎么分析，那些白雪粒就是普通的雪而已，现在想来花城下的雪恐怕是某个高阶或者超阶冰系法师的手段，那就是一场人工降雪。黑教廷要用错误的情报封锁军方的反击和防守。但是冯教授，那头虫菌不是在30年前就被审判会联合军方一同击杀了吗？其中一个研究人员问道。而且妖魔怎么可能和黑教廷合作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是博城那样用狂暴泉水诱发袭击还好说，但是整个妖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啊，这是最大的问题。不管感染是不是白雪，最大的问题是黑教廷是怎么做到控制妖魔的？人类和妖魔是没办法共存的，别管你是谁，你要是敢走到妖魔面前，特别是虫王虫君这种级别的妖魔，人家二话不说直接开干。合作？不存在的。你会和蚂蚁合作吗？冯周龙深呼吸一口气，他经过昭华的假设和确认后，他已经明白到这场袭击的真相。审判会那群狗东西当年根本没有杀死一种虫菌莉拉，应该说他们把一种虫菌莉拉活抓了回来，最起码虫菌之心和莉拉的虫脑没有毁灭。冯周龙当初还感叹莉拉的可怕，这么多超级法师围攻，竟然还能反杀28位超阶法师，而且还拥有寄生的特殊能力，着实可怕。现在他才知道，原来当初根本不是去猎杀，而是要活抓，才导致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你说的没错。一个老人的声音从地下研究所的大门处传来，冯周龙转头看去，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妖都11城审判会的总审判长天清博。你们 TM 是不是疯了？把一只虫菌的虫心和虫脑放在妖都，万一惹怒虫母，整个妖都都会顷刻间灰飞烟灭。冯周龙异常的愤怒，审判会这样的做法等于引火烧身，以妖都现在的力量完全没办法抗衡那头极致恐怖的远古虫母。没有人知道远古虫母的具体实力，但是从文献记载，当年虫母带领虫国出现在南海，整片海洋的海妖退避3舍，下潜3000米就能窥探1、2。要说国内还有那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恐怕只有国内最神秘的昆仑妖国可以。冯周龙正要冲过去质问，但是天清博仅仅一个眼神就推开了冯周龙。要知道冯周龙的实力可是超阶法师，但是天清博仅仅是一个眼神就压制了冯周龙。天清博沉声说道，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虫母的威胁之下，虫国能诞生一头莉拉这样的虫菌，就能诞生第2头、第3头。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处于怎么一个境况？你以为现在和虫国相安无事，虫母会和你把酒言欢吗？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自古的道理。虫网的恐怖你作为研究员自己不是最清楚吗？如果我们不去想尽办法铤而走险地破解虫网，一旦发生最可怕的虫灾，整个国家都将陷入灭顶之灾。天青柏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道。冯周龙可不会就这样被吓倒，怒吼道，我没空跟你谈这些，立刻毁了莉拉的虫心和虫脑，不然虫族大军是不会罢休的。天青柏听后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次是我输了一筹，我没想到审判会竟然被黑教廷渗入到这种程度。冯周龙不知道天青柏在来之前已经解决了3位副审判长的手下，其中更是有在30年前一同击杀虫军的超级法师，自己的老伙计。莉拉的虫心和虫脑被偷走了，虫网，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妖都虫族特有的能力虫网。妖都的虫族拥有一个让世界都闻风丧胆的特殊能力，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所有虫族的思想都会通过一种叫做虫网的心灵感应相连接。也正因为这个，高位的一种虫王虫君可以直接操控虫族，可以控制他们的一言一行，而所有虫族都听令虫母。天青柏听到了昭华说的话后，立刻明白到黑教廷的人利用了虫君莉拉的虫心和虫脑，进入到虫网之中，下令虫族进攻妖都。虫心就是登录的账号密码，虫脑就是登录入口。审判会一直在研究如何才能用人脑链接虫网控制虫族，没想到自己30年的研究，最后还是被捷足先登。天青柏突然沉声大喝道，
所有审判会的审判员听令，出击消灭所有虫族。天青柏是阴系法师，他的阴系修为已经能做到传遍整个妖都。冯周罗，我来不是要跟你解释什么，我做事你还无权干预。撒朗，我天青柏剩下的日子什么都不做，我一定要把你抓回来。在场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不由得颤抖，又是撒朗。半年多前的博城最终查证就是撒朗及其手下所为，现在博城已经不再是一个居住的城市，而是变成了一个对抗妖魔的军事基地。可想而知博城那次事件死伤多么的惨重，城市已经无法居住，而且当时魔法联合国都想国旗哀悼。现在撒朗竟然把魔爪伸向妖斗，这个人口千万级别的世界大都市，如果给撒朗成功了，那么整个世界都会被黑教廷的黑暗笼罩。等于，在一处不知名的山岭之中，有一间林间小屋，一个穿着蓝色衣袍的人低着头说道：“大人，天青柏已经知道了，现在派出了所有审判会的高阶以下的审判员，恐怕不用很久，这场危机就会解除。”在窗户边，一个穿着一身红衣，踩着一双红色高跟鞋，嘴唇涂抹着艳红唇彩的女子，嘴角微微上扬的说道：“可惜了，还以为能拖久一点。看来妖都的人并不都是白痴。”第105章杀手锏。在窗户边，红衣女子手中捧着一杯刚刚泡好、冒着热气的红茶，她特别喜欢红色的东西。可惜，莉拉终究只是出生的一种虫菌，虽然拥有大君主的实力，但是在虫菌中地位不是很高，不能号令其他虫菌。撒朗，一个死亡的象征，一个将恶及扩散成瘟疫的人，一个神秘邪恶的象征。站在一旁的蓝衣执事是撒朗最忠心的手下，虎鲸大执事。虽然是蓝衣执事，但是地位要高于普通蓝衣执事。是可惜了，如果可以号令亿万虫群、11虫军一同进攻妖都，血洗妖都，大人必定可以加冕称神，世间死神之位必属大人，大人定可开创新纪元。虎鲸在一旁暗自可惜，他一直跟随着撒朗，就是想见到新纪元、新世界的出现，到那时他必定是开国功臣，名留千古。撒朗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就连他最忠心的下属都不知道，他从一开始要成神之地根本不是妖都，那是一个和妖都不相上下的大都市，他只是想试试同级别的都市拥有的战力如何。这一次只是试试水而已，下一次他才是要动真格的时候，那时候他会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让世界都知道他死神撒朗之名。只有成为死神，他才能完成复仇。属下觉得方少利是一个可造之才，他利用从城的温泉把莉拉的寄生虫分离再培养，得到的全新寄生类虫妖可以为大人增添实力。虎鲸在一旁说道。妖都所有人都以为白血感染和虫群来袭是同一人所为，但是真相并非如此。一开始撒朗只是想利用莉拉的虫网测试妖都的战力，寄生虫感染是方少利自己弄出来的，如果能以此引出虫菌，爆发出惊世大战那就最好。只可惜妖国的虫菌都不是白痴，他们并没有贸然就与妖都的超阶法师爆发战争，更别说远古虫母了。方少利十分聪明，他知道撒朗要发动虫群灾祸，所以提前选定了一批人，在他们的饮食中放入虫苗，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利用下雪这一个怪异景象诱发虫苗，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下雪导致的，误导了军方，拖延了妖都反击的机会。这是两个人的计划完全融合的结果。撒朗笑了，露出了带有一丝疯狂的笑容，说道：“方少利的确不错，他给我的这份答卷虽然没有满分，但是合格分还是有的，我可以收他做我的徒弟，希望他可以好好完成我给的课题。”撒朗心想着，方少利和自己有点相似，都是疯子，如果他能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或许哪天他退下来可以把红衣教主的位置给他。咔的一声，从门突然外传来了鞋跟踩地的声音。按理说在这种荒山野岭的泥地，鞋跟是不可能踩出声音的，但是不管是撒朗还是虎鲸都能清晰的听到。咔咔，声音越来越近，这声音仿佛踩在他们心头一样，这绝对不是好事，因为这里根本不会有人知道，如果是审判会或者故宫廷法师会很麻烦。嘎叽，木门推开，推门的是一个身穿黑色紧身牛仔裤搭配一件黑色风衣的女人，声音正是她的马丁靴发出来，她仿佛手上永远有一根女人香烟在燃烧，和撒朗可以说很相似，一个全红一个全黑，嘴唇咬住香烟，右手把头上的帽子拿下来拍了拍上面的雪，明明外面根本没有下雪，却不知道从哪里沾来的雪，熟练的把帽子放在衣帽架上，随手拉开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下，翘起二郎腿吸了一口烟。撒朗看到来人，双眼露出了危险的光芒，但是隐藏得很快。撒朗突然笑了，对着虎鲸挥手示意他离开。虎鲸低头，他明显感觉到来人不简单，这是撒朗要保他的意思。撒朗见来人没有留下虎鲸的打算，说道：“我以为你会在妖都看着你儿子，怎么这么有空来找我？”呼，张宁吐了一口烟，像是在回想什么，
想到了自己儿子的时候，他露出了母亲该有的笑容，随后露出慈祥的笑容，回答道：“这点小场面，小华那小子能处理得了。而且，你敢对妖都动手，就应该能猜到我会找上门取你性命。”撒朗仿佛没有听到张宁是要来取他性命一样，捧着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结冰的红茶，坐在张宁对面说道：“对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来着？”张宁想了想，回答：“应该是20年前，我被那群老家伙逼着当店主的那次。我记得那次你也在关里。”西，撒朗重新倒了一杯红茶，细细品了一口后点头：“好像是那次。我还记得那次招狼之身一人冲进杀手店，挑战杀手店所有杀手，威风至极。至此之后，杀手店排名第一的杀手死寂之灵就消失了，世界多出了一个张宁。张宁，20年前杀手店杀手排行榜第一的天才杀手，只要被他盯上的目标，哪怕躲进圣裁院监狱都难逃一死。那也比不过你，伟大的圣子之妻叶长。”虽然说比不过，但是语气中充满了嘲讽。说到叶长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说叶长的丈夫文泰，那么这个名字在帕特农神庙代表着无上的光辉，因为她的丈夫就是帕特农神庙为世间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圣子文泰。毁灭博城，给世界带来黑暗的黑教廷红衣教主撒朗，是曾经的帕特农神庙圣子文泰之妻。这个秘密仅有很少人知道，而曾经的杀手店店主张宁就是知道这个秘密的其中一个。听到自己的名字，叶长没有任何反应，知道他真实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他一早已经舍弃这个身份，自从那个男人离开这个世界后，叶长就不复存在。啪！叶长看到一根香烟快抽完，他放下手中的红茶杯子，站起身说道：“既然妖都审判会已经出动，那么虫灾很快就会解决。你不动手，我可要走了。”张宁神手像是从九幽之下抽出一道黑芒，这一道黑芒的形状像一把长剑，张宁手握剑柄，剑身吞吐着黑光，宛如是吞噬着时间和空间一样，让人观之畏惧。叶长看着这道黑芒赞叹道：“你的暗影系造诣还是如此惊人。”张宁双眼露出了浓郁不化的杀意，不管是谁，只要是敢害他一家人的，就算是天上满天神佛都杀给你看。可惜，如果是20年前的你，我恐怕在劫难逃，但是现在的你不会杀我。第106章七窍玲珑心。张宁会被吓到吗？答案是绝对的，第一杀手怎么可能这样就被吓唬到？张宁听完叶长最后的遗言后，手中的剑没有一丝的犹豫。这可是来自暗黑位面的极致黑暗，被这把黑芒杀死的人，如同是暗黑王的亲自下令一样，就算是帕特农神庙的店母都无办法救得回。张宁这一剑以绝无伦比的度刺向叶长的心脏，看着冰冷无情的张宁，叶长反而露出淡淡的笑容。张宁的确是了不起，他的刺杀的确是达到了极致，在如此石火电光之间，这一剑已经跨越了空间，锁定了叶长的空间坐标，就算现在他用空间转移阵法离开，都会被立刻锁定一剑穿心。达到了他这种境界，想凭借空间系逃跑是不可能的。可惜张宁已经不再是20年前那个孑然一身没有任何牵挂的杀手店第一杀手，只能说是时运不济，他偏偏遇上了叶长，不对，现在应该说是撒朗。可怕的黑芒停下来了，这黑芒只离撒朗的心脏丝毫而已。20年前的张宁不会去杀叶长，20年后的张宁杀不了撒朗。这一剑是张宁自己停下的，因为他在1/1000毫米就要刺穿撒朗心脏的时候，他通过撒朗的心脏感知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撒朗的心脏不是他的，原本属于他的那颗旷古绝今的心脏换成了一颗不属于人类的心脏。张宁震惊地看着撒朗说道：“你知道你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撒朗笑了，笑得很从容：“只要我在中国，我就不会被杀，因为我死了，远古虫母就会带领虫国覆灭妖都。我把我自己的心脏给了虫母，只要我还活着，那颗心就活着，我死了，心脏就会停止跳动。所以虫母给了我一个诺言，一个保障，只要我死了，他会让妖都所有人陪葬。”张宁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子疯了，她不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张宁收了起黑芒，撒朗说的对，现在他不可能杀了撒朗。对于张宁来说，整个世界会如何，她并不关心，她只在乎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哪怕招狼和自己再强，在虫母的虫国面前都是那么的渺小。是的，20年后的张宁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都可以不顾的杀手。张宁看着撒朗转身缓步离开，叹息地说道：“你和他是因为七窍玲珑心才走的，别提他。”撒朗露出了歇斯底里的疯狂，发出了不符合他性格的怒吼声：“他不配！七窍玲珑心相传可以与世界万物交流，能使双目破除一切幻术，重伤者食用心脏可有治愈之效的神奇，是仅次于帕特农神庙的神魂复活术的无上治愈之宝。这也是叶长的天生天赋，叶长出生就是一个奇女子。世人只知圣子文泰拯救世界，救助千万人，世人只知圣子文泰被害，身陷圣裁，但是只有知道所有真相的叶长明白，
文泰只是一个抛妻弃女的扑街。张宁看着远离的撒朗，哪怕放走撒朗，这个决定会死更多人，张宁也不会在意。通过窗户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刚刚他就要杀死撒朗的时候，感觉到云层之上出现了一丝波动，让他都感觉到恐惧。他知道撒朗没有撒谎，而且就算是谎言，张宁也不会去赌。张宁身上衣服的黑色如同潮水一样褪去，原来那是他的暗影系造成的效果。双手无力地趴在桌子上，露出了倦容，嘟起了嘴巴子。这和刚刚那个差一点击杀黑教廷红衣教主撒朗的杀手殿前店主完全是两个人。哎，今晚买什么菜好呢？等于，你竟然没逃走，这倒是让我觉得挺惊讶的。昭华和纪韶英逃到了从城流溪河边，身后是跨河大桥。不过现在可怜的大桥已经倒塌了，两人的对面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杰。不过此时方少丽已经不在。李世杰摘下面具和兜帽，露出了本来的样貌。昭华也没有太过惊讶，现在的李世杰硬要形容就是被逼入巷子的疯狗，他没有退路了，他现在只能依靠黑教廷。昭华刚刚已经看到了有几个长着翅膀、穿着审判会服饰的法师飞向军事基地的方向，看来要开始全面反击。只要白雪之谜破解了，面对八只虫王，妖都并非没有一战之力。所以李世杰更加着急，再不抓紧时间，整个世界都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每个黑教廷成员都看过黑除妖的制作过程，他们打死都不想成为黑除妖。我这里遇到一个毒系的黑教廷，你们再撑一会。宁天蓝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看来方少丽去拦截宁天蓝了。昭华直接把电话关了，往草地一丢。你他娘的黑教廷暗杀了老子几回了，真是佛都有火，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要把黑教廷的畜生宰了。联考的时候，昭华的确是打不过李世杰，但是现在不是联考啊，不需要等喊123开始才能开始。纪韶英在一旁摩拳擦掌，他已经把怨灵放出来了，他没有使用亡灵召唤，怕把其他妖魔吸引过来，但是一只怨灵已经足够。昭华左算右算，有怨灵打断李世杰的火系中阶魔法，你有复仇螳螂，我还要枯木些呢，2打1怎么说？昭华觉得自己站着不动，让你2个系都能打赢李世杰，这种局面都能输，昭华当场把路边的土块吃进肚子。李世杰看到昭华把手机关了，看到两人摩拳擦掌的样子，不禁笑了。猎物想翻身当猎人，除非你现在能弄出一个湛江级的诅咒除妖来，不然今天我就把你绑回审判会。昭华还是挺怕李世杰突然整出一指诅咒除妖，因为怨灵没有物理攻击，对付妖魔相信很差。是的是的，纪韶英拿出话本写道，能打赢中阶法师最主要还是靠纪韶英的怨灵小锁。昭华不知道这头怨灵的精神境界去到什么等级，能打断中阶魔法应该不会很低。吃软饭就是这么舒服。李世杰没有施展火系中阶魔法，反而使用初阶的召唤系魔法次元召唤。昭华看得有点奇怪，复仇螳螂不是已经召唤出来了吗？也不是中阶的契约召唤，这到底要干嘛？突然一股野兽的狂暴气息席卷而来，昭华和纪韶英看向气息的源头，那只复仇螳螂。伴随着那只复仇螳螂的尖叫，这狂猛阴冷的气息巨浪持续不断的翻滚过来，连同旁边的河流都被吹得翻起浪花。嘿嘿嘿，诅咒出妖我的确没有，但是我的天生天赋可以强制让复仇螳螂进阶。第107章虚空螳螂。滋滋，复仇螳螂的身体像是烧红的铁一样，散发出恐怖的热量，高温带动空气，产生了上升气流，石地板因为高温的缘故开始产生崩坏现象。昭华人傻了，为什么啊？这到底是怎么进行进阶的？没道理啊！教科书上不是说了要按部就班，慢慢培养，然后水到渠成召唤兽才能突破进阶的吗？为什么这只复仇螳螂就这么突然的就开始了进阶？拉扯！纪韶英拉了一下昭华，指向在另一旁狂笑的李世杰。昭华看了一眼后吓了一跳，现在的李世杰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一头发白，脸上的皱纹越发的明显，皮肤干瘪下去，双眼充满了血丝，整个人变得垂垂老矣，完全不敢相信这是和自己同年的人。昭华这时候才猜到，李世杰的天生天赋恐怕并不是普通的天生天赋那么简单，很可能是黑教廷强加的一种特殊的东西，类似黑触妖那样的一种禁忌之法。李世杰的天生天赋除了吸取自身的魔能之外，还可能吸取生命力，难怪可以让召唤兽进阶，这是要耗尽自己的生命和全部魔能。但是此时此刻昭华也没空去理会李世杰，因为复仇螳螂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步，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形，咔咔咔，身体变得更加的呈现流线型，本来是黑白色体色，现在完全变成了漆黑，如果站在阴影下恐怕无法发现。标志性特征，两把大刀变得更长，长达3米的巨型弯刀发出致命寒光，弯刀上有一排坚硬的锯齿，大刀钩末端长有攀爬的吸盘，一对复眼突出，大而透亮，触角细长，颈部180度转动，看向旁边倒地的李世杰，露出了狰狞的笑容。
拥有6翼，前翅轻柔的展开，遮住身体，全部为腹翅，后翅比前翅要薄，边缘带有一点白色，伸展开呈现扇状，毫无疑问它会飞。虚空螳螂，昭华当时还听过自己的父亲说过，如果能捕抓到虚空螳螂作为次元召唤兽，那么全力培养也是可以的。因为虚空螳螂不但攻击力爆表，还会飞，而且血统很高，成年期就能拥有战将级的实力，是不可多得的公民宠。只是昭华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样的梦幻召唤兽有一天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虚空螳螂恐怖的气息，靠近的虫族妖魔全部退避三舍，就连枯木蝎都发出了颤抖。面对铁盾角虫的时候，枯木蝎都没有如此恐惧过，现在的枯木蝎可以说已经吓得腿发软，就连在半空中飞舞的怨灵谷索羽都露出了紧张之色，因为那2把大刀拥有斩伤他的能力，使得他完全不敢靠近，十分危险。嘿嘿嘿，成功了，成功了！嗨嗨，杀了他们！哈哈！李世杰看到复仇螳螂进阶成功，哪怕咳出血来都忍不住狂笑。昭华觉得有点玩出火了，这头妖魔偏偏还是飞行妖魔，速度凌驾于他的风系，而且还是战将级的，怨灵对这种妖魔的作用很小，甚至是毫无作用。唯一的弱点就是学虚空螳螂的防御力不高。呼！振翅，仅仅是一下振翅，本来相距还有50-60米距离的虚空螳螂以肉眼难辨的速度接近，高高举起手中的夺命大刀。他根本不跟你来虚的，刚刚完成了进阶，肚子饿得很，需要吃点有营养的。风蚕丝，网，嘻嘻！小风蚕化作风精灵形态，与昭华一同使出网状的防御技能，双重防御。唰！在太阳之下发出寒光，这比锯齿以后还要锋利的大刀，仅仅是轻轻一碰，2张风之网就变成了碎布片一样，连半点阻力都没有。看到进阶完成的虚空螳螂，纪韶音不得不使用亡灵魔法，但是刚召唤出来的7只白骨骷髅都还没来得及进化成腐尸，虚空螳螂手中的大刀一个横扫，全部变成了碎骨头渣子。昭华深感自己的力量太弱小了，对付得了中阶法师，却对战将级妖魔毫无办法。风鬼闪步，昭华抱紧了纪韶音，猛地一个后跳，拉开了50米的距离，一念心鬼的速度展现出了绝对的优势。呼，去你二的！但是虚空螳螂更快，再一次振翅身形，瞬间消失，下一秒就出现在昭华和纪韶音的头上。唰，大刀当头劈下来，速度快得无与伦比，就算一念心鬼也不够时间昭华躲开。咚咚，昭华在千钧一发之际，右手猛地推开纪韶音，右手被一刀斩下。纪韶音眼睁睁地看着整一只右手在空中，自己被推开。但是昭华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苦，站在肩膀上的小风蚕发生了变化，他使用了风灵种之力，治愈之风所化的3根白绿色的风蚕丝在昭华右手的切口处伸出，快速地缠住了断掉的右手。然后白绿色的风蚕丝一拉，断手重新合上，昭华左手按住断掉的右手，然后风蚕丝像是手术时候缝合伤口一样，白绿色的风蚕丝穿过肌肉开始缝合。治愈之风的治愈之力也在风蚕丝穿过肌肉的时候开始发挥作用，慢慢的开始愈合伤口，开始连接断掉的神经。难以置信的神级操作，如果小风蚕当时回收断手慢一点的话，是不可能愈合的这么快的。只能说小风蚕在最紧要的关头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纪韶音坐在地上，看到昭华的手臂接回去后，深呼吸了一口气，刚刚他紧张的快窒息了。昭华大声的对着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纪韶音说道：快走，去把宁天蓝找来。昭华补充道，他生怕纪韶音傻乎乎的想电视剧那样子要同生共死就麻烦。果然和昭华所料，听到要去找宁天蓝救场，纪韶音跑开，拿着手机联系宁天蓝。他越来越讨厌自己是个哑巴，因为这种时候联系宁天蓝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昭华看到虚空螳螂看向正在奔跑的纪韶音，昭华没有攻击虚空螳螂，而是转头冲向躺在地上的李世杰。你二就是一个次元召唤兽，老子干掉你的召唤师，我看你还怎么留在这个世界。果然这一招出其不意，吓到了虚空螳螂，他一个振翅起跳，轻松就越过了昭华，瞪了一眼也准备冲过来的枯木蝎，枯木蝎立刻就被吓得往后退了3步。枯木蝎自信自己绝对会被虚空螳螂一刀劈开2半，这样下去我绝对撑不到宁天蓝过来。第108章更加锋利。呼，虚空螳螂根本没有给昭华思考的时间，露出了锋利的尖牙，一个饿虎扑食就往脸上冲，把2把大刀寒光乍现。刺客都这么不讲理了吗？昭华瞬间发动了风系3级的风鬼飘影，3道风鬼相互交叉，组成了一个风鬼大阵。昭华身上披着一件碧绿色的风衣，昭华如影随形，在风鬼大阵中疯狂变换位置，在千钧一发之际躲开了攻击。昭华的右手恢复的超级快，他已经感觉到伤口有一阵酥麻的感觉，手臂已经可以发力，这速度都可以称得上是医学上的奇迹了。刷刷刷刷！
虚空螳螂的大刀挥舞出幻影剑舞的味道，朝华每次都以1/1000厘米的距离躲开斩击，最惊险的一次，自己的刘海都被切了一点。他的实力还能上升，迟早3级的风鬼飘影也躲不开他的攻击。虚空螳螂是刚刚才进阶完成的，或许还没有适应突然暴涨的实力，现在慢慢的掌控后，力量和速度都开始提升。虚空螳螂自己大概也感觉到这一点，竟然露出了一丝丝人性化的不屑表情。虚空螳螂手中的剑舞越发飞快，就在朝华即将抵挡不住的时候，呼！一条褐色的尾巴看准了机会，从后偷袭。这一尾巴的力道相当的恐怖，上面的尾针如毒蛇瞄准了虚空螳螂的后心，要一击毙命。但是虚空螳螂如果只是靠挥舞手中的大刀，又怎么可能得到招狼的青睐？连招狼都觉得可以培养的次元召唤兽绝非凡品。嗡！虚空螳螂察觉到了枯木蝎这一击，他发动了妖技拟态前行。虚空螳螂全身漆黑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为了配合他的妖技，身上的皮肤瞬间融入环境，消失不见。虚空螳螂的妖技和常见的变色龙很不同，虚空螳螂不但可以瞬发、瞬间转换，而且自身就算行动也不会显形，是一种近乎完美的隐身技能。枯木蝎的偷袭落空，紧接着寒光一闪，嘶！枯木蝎发出了痛苦的叫声，一条粗壮的尾巴轰隆的一声掉落地面，切口喷涌出鲜血，瞬间染红了草地。这个伤口是致命的，这种流血速度如果不快点止血，不出10分钟枯木蝎就会休克，再拖下去必定失血过多而死。枯木蝎已经倒地，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下，双眼仿佛说着他已经尽力了。但是虚空螳螂不是电视的反派，会给主角说道别话的时间。处于隐身状态的虚空螳螂在半空中显出身形，还带有枯木蝎血迹的大刀从头劈下去，刚好现在风鬼飘影的时间消失了，这一刀是绝杀。朝华食指虚空一拉，把风蚕丝弄成了翻花绳的花式，5根风蚕丝扭成一根更粗的风蚕丝，顶住了这一刀。风蚕丝和大刀摩擦，溅射出火花。只是5根风蚕丝扭成的粗丝依然无法抵挡虚空螳螂极度锋利的大刀。朝华亲眼看着头顶悬着的大刀切断风蚕丝，在自己的瞳孔中极快的靠近和放大。唰破！朝华把自己的身体机能发挥到了极致，无比强大的求生意志让他在最后时刻偏了一下头，侧了一点身，没有被从中间劈开。但是自己的左手从锁骨开始斜着被切开，缠绕在身上的风衣如同薄纸一样，根本没有用。小风蚕一直没有攻击，就是防止这一刻，他瞬间操控缠绕在身上的风衣，好像莲藕一样，藕断丝连。啪的一声，断手又被接了回去。朝华痛得冷汗直流，治愈之风可没有麻醉效果，疼还是要疼的，整只手被砍下来哦，那感觉想想都刺激。你在干什么？这么久了，连一个初阶法师都杀不了。在一旁躺尸的李世杰怒吼道：这什么垃圾战将妖魔，连个初阶小法师都打这么久，再拖下去，等军方的人来了，大家一起完蛋。虚空螳螂再一次发动妖技，但是朝华这一次学聪明了，立刻利用风鬼飘影死命的逃，左右反复改变走位，等待隐身时间结束。果然没多久，虚空螳螂就现出了身形，而且朝华看出了虚空螳螂的体力开始下降，妖技的消耗的确不小。而且朝华还看到了虚空螳螂的侧腹部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伤口，应该是枯木蝎刚刚那一次划到了弄伤的。朝华看出来了，虚空螳螂的妖技更适合偷袭而非刚正面。小风蚕，有没有办法弄出更加粗的风蚕丝，或者像利刃一样坚固的风蚕丝，能挡住他的攻击的？朝华刚刚的翻花绳让他想到，如果融合多根风蚕丝，是不是可以制造出更加坚韧锋利的风蚕丝？只要有武器，那么自己未必不能战胜他。朝华是没办法的，他最多就是弄出5根短小的风蚕丝绑在手指上扭在一起，但是小风蚕未必不可以。嘻嘻，小风蚕说了一句是后，飞往半空中离开战场，四指张开，手臂伸直，像极了小说里面炼丹时候控火的样子。身前慢慢的出现一把青色的长条形物件，千丝斩。朝华也不会给虚空螳螂休息恢复体力的时间，唯一的攻击手段半月形的斩击。当的一声，虚空螳螂仅仅是用大刀就弹开了，但是朝华露出了笑容，轰隆一声，风蚕丝发生了爆炸。在刚刚的时候，小风蚕提炼了一些由第2个风灵种焚风效果的风蚕丝，不过可惜的是因为自己毕竟还没有完全进阶，焚风又是比较靠后才得到的，能提炼的量不多。虽然拥有火字爆裂的威力，但是哪怕虚空螳螂不是防御性妖魔，这点威力依然不足以重伤虚空螳螂，只能惹怒他而已。风鬼飘影，这一次的攻防战更加剧烈，一人一兽的身形相互搏斗，如果不是治愈之风的效果和小风蚕提供的魔能，法师敢像他这样玩，早死几百遍了。就算是风系法师也一样，魔能早没了。场中卷起来一阵狂风，吹得周围东倒西歪。朝华身上已经伤痕累累，治愈之风的力量开始消失，
因为小风蚕始终都是没有进阶，这些灵种的力量他也只能像挤海绵一样挤出来了一点点。谢！就在昭华的魔能即将耗尽，风鬼飘影的效果消失的前一刻，小风蚕带有一点兴奋的声音传来，他说着成功了3个字。再慢一点，估计要给舅舅收尸了。昭华身上的伤害多得数不胜数，很多都是被割伤的，衣服早已经染成了血衣，连召唤系第5魔法都已经发动了，证明他的生命已经出现了危险。啪！昭华握着手中像刀又不像刀，像剑又不像剑，像镰刀又不像镰刀的武器。当他握住的一刹那，整个世界仿佛都不同了，世界因他而改变，竟然让他有了一丝明悟的感觉。他好像意识到了自己在不经意间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昭华看到虚空螳螂冲向自己，但是奇怪的是，这一次虚空螳螂好像变慢了，好像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看不清了。这一次他真真实实的看到了虚空螳螂的动作。昭华把心一横，右手用力握紧手中的武器，说道：既然你要，那这只手就给你。昭华不闪不躲，使用出最后一丝的魔能，发动了最后一次风鬼，冲进虚空螳螂的面前，和他的大刀几乎是同时斩向对方。第109章尘埃落定。一阵风吹过，昭华和战将级的虚空螳螂的战斗也已经尘埃落定。昭华在进入了明悟的奇妙状态后，看准了虚空螳螂的攻击，侧身躲开了致命斩击。刚才愈合好的左手又被斩落了，右手握住小风蚕做的奇怪武器，从下往上对准了枯木蝎刺伤的伤口，斜着往上斩。真正的一刀两断，战将级的虚空螳螂竟然被这把奇怪的武器拦腰斩断。虚空螳螂的上半身丝一般的顺滑，从身体上滑落，掉落地面，死不瞑目。不过挥出一击后，武器就化作一阵风消失，根本没有给机会昭华去了解那到底是什么。而且没过多久，小风蚕也因为昭华的魔能完全耗尽，自己的魔能也耗尽的原因，被强制送回了召唤位面。昭华右手拿着断掉的左手，强行按住躺在同样躺尸的枯木蝎身上，苦笑道：比较好的是，这一次伤的没有上一次重，也就断只手。嘶嘶嘶，枯木蝎用有气无力的语气叫唤着：行行行，这一次你功劳很大，回去就给你进阶了好吧，你可要撑住啊，不然死了可就进阶不了了。昭华很不可思议的听懂了枯木蝎说什么。这一次昭华算是真正把枯木蝎当作伙伴看待，不再是一只偶然所得的驯兽而已。不可能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初阶法师怎么可能战胜战将妖魔？这不可能。李世杰不敢相信，怎么可能会有法师能以初阶之力战胜战将妖魔？刚刚李世杰看得很清楚，昭华没有用过任何一个中阶魔法，用的全是初阶的魔法。虽然一念心鬼的天生天赋让他拥有了强大的躲避能力，但是这也不可能战胜战将妖魔的。昭华看了一眼同样躺尸的李世杰，现在的李世杰说他是80岁的老头子都有人信，手脚都已经干瘪，双眼凹陷像是干尸一样。你省一口气吧，你这样子随时都会挂掉。我还要问你，我得罪你们黑教廷什么？怎么老是要暗杀我？这是昭华最想知道的。你们干什么啊？怎么老要杀我？我怎么你们了吗？李世杰听后露出了笑容。昭华被黑教廷追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好事。哈哈，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我在黄泉下等你。哈哈哈！昭华无语了，无奈地问道：老实讲，我好像也没有得罪你吧？你这么恨我干嘛？哈哈哈！像你和邓乐这样出生就高高在上的人，又怎么会懂我们这种出生低贱的人的痛苦？我们永远只能被你们踩着，就算我同样寒窗苦读，觉醒法师资源也无法跟上我。嗨，我不甘心。李世杰的心情昭华不懂，昭华没经历过李世杰的辛酸，他是不会说什么我懂，我能理解这样的鬼话。沉默数秒后，昭华对着李世杰发自肺腑地说道：我父亲大半辈子和妖魔厮杀，他大半辈子的积累，又怎么可能是你寒窗苦读数年能追得上的？不经他人苦，不劝他人善。昭华根本就没想过去开导李世杰，两个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就算你是观世音下凡，昭华今天也要把你按在地上摩擦，管你再有道理也没用。昭华看到纪韶音带着宁天蓝从远处跑过来，想了想，李世杰说的如果对，那么同样贫寒的纪韶音是什么？人家不也没有想着加入黑教廷，觉醒没多久就跑去加入城市猎妖队，自己赚钱修炼资源也是靠学校给的奖学金。看看人家，算了，随他吧，小命是保住了。昭华把储物手表交给了纪韶音，他想着要是自己有个万一，温泉水也能交到魔法协会手上，解决其中一个问题。现在纪韶音回来了，有温泉水保命，自己和枯木蝎怎么都不会死的，就是又要到医院躺着了。不对哦，医院好像被自己给毁了，那自己要住哪？另一边，昭朗此时此刻在一处荒郊野岭，突然收到了什么消息，看了一眼后，惊讶的眼睛都快凸出来了。我去，臭小子怎么又进医院了？是看中了哪位护士小姐姐吗？一天后，从城的临时医院的 VIP 病房中，昭华额头、手臂、身体都绑着绷带，但是脸色还算红润。
虫群袭击妖都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在妖都的审判会和军方全员出动之下，消灭了3只虫王，重创了另外5只。战将、奴仆、妖魔更是被愤怒的妖都猎法师杀得七七八八，大获全胜。而花城被寄生虫感染的人也已经稳定下来，剩下的就是蛆虫。有了昭华提供的从城温泉水，相信不久就会有疫苗和解决办法。昭华露出微笑说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这一份责任落在我肩上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扛起这份重任。只要我们人类团结一致，妖魔没有什么可怕的。” Cut. Good. 很好，就用这一版作为最终结尾，后期的赶紧搞好，争取能在3天之内播出。一个戴着帽子、长相就是导演样子的人喊道。昭华此时就想找个洞钻进去，这尼玛是什么酷刑？公开处决吗？噗！在角落里面，招郎和张宁已经要忍不住笑出声了。纪韶音更加过分，因为无法出声，直接捧腹大笑起来。因为妖都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死了不少人，政府为了提高士气，加强大家对法师的信心，于是找来了一些明星拍公益短片，而男主角他们选择了功劳最大的昭华。结果就好像刚刚那样，他念了一遍鼓励人的台词，还要装出一副我们一起，你也可以的表情，差点没把他尬死。很帅，笑。纪韶音虽然用话本挡住了嘴巴，但是露出来的眼睛已经笑成了月牙。井号，周星星导演，那位女孩叫纪韶音，能成功抓住李世杰就是她的功劳，我建议加上她会更好。昭华露出了奸诈的笑容说道。Sigma。纪韶音疯狂摇头，在话本上写道：我错了，求放过。我看看吧，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政委加多一人进去。昭华露出了得逞的笑脸说道：谢谢导演，导演慢走，放过我，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Excellent。3。等到导演组的人都走了，昭华和张宁走上前，招郎还故意捏了一下昭华的断手。死，疼。招郎瞪了他一眼说道：你也知道疼，好好的躲在花城不好，硬要逞英雄跑来跑去，牛了你。上一次腿被打断，这一次手被砍下来，下一次呢，是不是轮到头了？昭华知道自己这一次的确有点上头了，低下头表示自己知道错了。说实话，这一次昭华的确有够危险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李世杰竟然可以让自己的次元召唤兽临危进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李世杰对他没有一点威胁。张宁像是看穿了自己儿子想什么似的，说道：永远不要小看黑教廷的人，你永远不知道黑教廷会拥有什么手段。张宁失算了，他上一次以为是自己或者招郎连累，昭华才被追杀，但是这是第2次了，那明显是黑教廷里面的谁下了追杀令。早知道当时就问清楚撒朗，可惜现在就连张宁也找不到他，撒朗不出来搞风搞雨，现在要再找到他，恐怕比登天还难。第110章枯木蝎进阶之法上。对了，我要的资源什么时候能送到？昭华突然想起这件事。在击败了黑教廷后，小风残就被迫进入进阶的休眠期，因为那一战又打出事了，双灵种的使用，外加那把奇异的武器，导致小风残无法再压制体内狂暴的能量，已经开始进阶。所以昭华要尽快凑齐剩下的1枚风灵种和1枚战将精魄。昭华在入院的时候拜托了猎者联盟帮忙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源。至于钱的话，昭华还真的有。首先是从城政府打赢给4校联考的那4份宇宙尘埃，已经确定落到昭华4人组的头上，再加上冯周龙当初答应给的资源和贡献出的从城温泉水是以研究需要的形式向昭华购买的，所以现在他可是有一大笔钱可以花。招郎听到后看向门外说道：这个你要问他了。冯周龙刚刚来到，就看到导演组撤离，走进来说道：你这小子就不能体谅一下我老人家帮你找资源的辛苦？昭华立刻戏精上身，故装惊讶，张大双眼的说道：不是吧，阿 Sir， 您这么大官还要自己动手吗？不是吧，阿 Sir， 纪韶音也在一旁添乱。冯周龙白了他2眼后说道：枉我还亲自帮你提炼那只虚空螳螂的精血，磨练骨粉，好给你的枯木蝎进阶用。哎，好心没好报啊。Ors， 请原谅小子，现在无法下床迎接冯教授，有失远迎，求原谅。冯周龙没空和这2个小孩玩闹，说道：我还有事忙，我就直说了。首先是你要的资源，带有火焰特效的风灵种，全世界都没有消息，但是在魔都倒是有一个不错的风灵种，特效是使用风系的时候会产生额外的锋刃效果。你如果需要今天就能送到，价格也不贵，2300万。昭华一听2300万，这在风灵种中算是天价了，不满道：冯教授，你有点坑人了。冯周龙说道：虽然不知道你要2个风灵种来干嘛，但是这个风灵种属于顶级的风灵种，而且带有攻击特效的风灵种，能立刻拿到的，全国就这个，要还是不要？昭华叹息，没办法，只能要了。小风残的进阶拖不得，不情愿的点了点头。2300万啊，接近2瓶宇宙尘埃了，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冯周龙没有理会昭华肉疼的表情，说道：
有时候真觉得你小子运气真的好，那头虚空螳螂产生了一枚精魄，而且能量十分充沛精纯，估计和他进阶的方式有关，所以战将精魄你不用买。哦，这么爽。不过冯周龙提及虚空螳螂的时候眉头紧皱，不过李世杰死了，昭华也没有太过意外。昭华看着李世杰被审判会的人带走，那时候就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样子，什么时候死都不奇怪。冯周龙拿出平板电脑，打开一份资料后说道，我解剖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的精神世界里面2个魔法系都已经干枯死去，而且我还发现他的精神世界里面有一种奇怪的物质，他的天生天赋和让复仇螳螂进阶应该和这个有关，不过现在还在研究分析，还没有得出答案。果然是这样，昭华当时就奇怪李世杰的天生天赋，与其说是天生天赋，不如说是李世杰像是失控一样，他自己根本不能控制那种力量，最后导致自己的魔法系和生命力都枯竭。这也不难怪为什么复仇螳螂可以突然进阶，吸收了一个中阶法师的全部力量，还包括生命力，这都进阶不了，删号算了。哐啷哐啷哐啷，冯周龙从背包倒出了一大堆的瓶瓶罐罐，像是药瓶子一样。你这是干嘛？探病送药？不怪昭华怀疑这是药，因为瓶子上面写着1天1次1周1次的字样。冯周龙拿起一个瓶子说道，说是药也行，不过不是给你的，是给你那头枯木蝎的。给枯木蝎的？冯周龙开始了他的教授讲课时间，认真的给昭华讲解道，我先给你讲解一下妖魔进阶的一些事项和知识点，要知道我的一堂课，排队等候的学生能从妖都排到魔都，再到帝都。是的，冯老师请开始您的表演。开始表演，纪韶音也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听课。冯周龙很满意，轻咳了2声后说道，首先妖魔进阶和法师进阶是类似的，不同的是妖魔的本质是打破血统的限制，进阶到更高的生命层次，这是血统比较低级的妖魔，而血统高级的妖魔则是。昭华和纪韶音仿佛回到了读书的时候，认真的听着冯周龙给他们一点点的讲解，连昭华都感叹，冯周龙不愧是妖都塔的3位魔法研究教授之一，讲课十分的深入，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直通本质。枯木蝎只是奴仆级别血统的妖魔，所以如果你要帮助枯木蝎进阶到更高的生命，和法师一样，进阶同样需要物品帮助，也就是刚刚说到的进阶能量。正常的妖魔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进阶成功率不足 1%， 你的枯木蝎虽然有召唤系魔能的喂养，但是它毕竟不是你的契约召唤兽，进阶的时候你无法使用召唤系魔能帮助，所以进阶成功率有 10% 的样子。昭华一听顿时龇牙，这么低啊，人家李世杰的复仇螳螂一口气就突破了，原来只有 10% 的成功几率，这运气绝了，还好自己没有给枯木蝎进阶，不然老蝎要报废了。冯周龙点了点头，一副高深莫测的说道，不过也并不需要这么绝望，就好像在野外遇到的一些天才地宝都会有妖魔守护的道理一样，天才地宝是可以帮助妖魔进阶的。不过我们人类老祖宗的智慧和研究总结出了2套不需要天才地宝也能帮助召唤兽进阶的方法。昭华一听来精神了，用天才地宝进阶谁不知道啊，但是这东西和宇宙尘埃一样贵得离谱，而且还要契合枯木蝎的属性和种类才行，找都要找半天。第一种就是使用同种族的上位妖魔的精血、血肉精华、骨骸等等，让召唤兽进行类似换血、换身体，换掉一大半后再和原来的肉体进行融合，让它进阶到上位妖魔。昭华听懂了，妖魔进阶就是要进阶到更加上位，获得更加强健的肉体和魂魄，那只要把上位的肉体、魂魄跟原来的结合，那么就能进阶了。这是第一种，这一种方法直接、简单、粗暴，成功率高，大部分的召唤师都会使用这一种方法。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进阶后召唤兽的实力和使用的素材有关，而且因为本身要进阶的召唤兽血统必定是低的，所以进阶后的妖魔血统不会超过素材本身。那第二种呢？昭华猜到冯周龙其实是要给自己介绍的是第二种。冯周龙露出骄傲的表情，扬起脑袋说道，第二种则是通过长期的喂食多种不同种类的上位妖魔的血肉精华，潜移默化的改变召唤兽的肉体，让它体内含有多种不同的上位妖魔元素，等到最后一口气诱发，让召唤兽进阶成上位妖魔。昭华露出了疑惑的表情问道，冒昧的问一句，第二种方法的发明者是我？第111章枯木蝎进阶之法下。我。冯周龙推了眼睛，双眼露出了金光，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洪水就泛滥，给点颜色就开启了染坊。妖都魔法协会冯教授独创的独门秘法。哦，那我选第一种，毕竟我家蝎也是和我同生共死过的兽了，经不起这折腾。昭华很理所当然的选择了第一种。冯周龙一听就不乐意了，说道，你等等，这第二种方法可以让你的枯木蝎进阶到更厉害的层次，你想想，这要是诱变成功，那可是融合了多种妖魔的力量啊。昭华看着冯周龙在拿口若悬河，拆穿他说道，你这不就是一种虫王的异变进化吗？
我才不要弄得枯木蝎受不受，鬼不鬼的。昭华一下子就明白过来，这个不就是和妖都虫国的那些虫王一样吗？异变进阶成独一无二的虫王或者虫君。冯周龙立刻摇头说道：不，这可不一样。我不否认，我当时是通过研究妖都虫国的虫族进阶得到的一些名物，但是我研究的重点可不是异变。昭华问道：不是异变是什么？融合，魔法融合。冯周龙收起了玩笑，十分的认真，没有开玩笑。融合。昭华和纪韶音相视一眼，同时问道。冯周龙认真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魔法的融合，这是我一次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的时候，打算放弃的时候，我看到了融合的希望，一只体内拥有多种属性的虫族妖魔，可惜当时我没能抓住它。那成功率有多大？昭华问道。90%。冯周龙毫不犹豫地回答。8成。7成。那我还是选第一种。5成。真的，绝对不会低于5成，而且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有事的，最多就是再进阶一次而已。冯周龙急急忙忙地说道。纪韶音在一旁听着，眨巴有的写道：有成功案例吗？那个就是。冯周龙看到后支支吾吾，眼神左瞟右瞟。你把我家枯木蝎当小白鼠？不是，你听我说，你那只枯木蝎不是次元召唤兽，也不是契约召唤兽，但是却能达到驯兽等级6星，而且还愿意为了你牺牲生命，这样的妖魔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在治疗它的时候发现它体内有风属性的妖能。一只土属性的枯木蝎体内带有风属性的妖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冯周龙越说越激动，像是拿了诺贝尔魔法大奖一样。昭华听后不禁沉思，枯木蝎体内带有风属性，这他知道，本来他以为这是很普通的事情而已，但是现在听冯周龙所说，一种妖魔体内存在2种属性是不正常的，十分稀罕，这反倒让昭华重视了起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枯木蝎的进阶恐怕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简单了。昭华心中把之前为枯木蝎准备的进阶流传推翻。知识啊，还是知识不够啊？太过理所当然的想法，就是因为知识匮乏。昭华认真的问道：如果我按照你的方法，枯木蝎不会变成一只怪物吧？昭华最担心的不是失败，而且成功了，枯木蝎变成失去理智的怪物。拜托，你是把好几种妖魔融合一起，谁知道最后出现什么鬼东西出来？冯周龙听到昭华有打算按照自己的方法，立刻拿出一份论文说道：你放心，我只是在肉体上诱变，和第一种方法最大的不同是，我不打算改变枯木蝎的灵魂，不会让它吞噬战将之魂，就是害怕这种情况法师。冯周龙拿起床上的瓶瓶罐罐说道：这里有3种战将妖魔的骨骸研磨粉、血肉精华、战将之血，分别是你斩杀的那头虚空螳螂、土属性同种族的大地岩蝎、风属性同种族的白驹疾风蝎。昭华看到冯周龙手上拿着3种不同颜色的瓶子，黑色、褐色、绿色，上面写得很清楚，比吃药的安排还详细，甚至连几点吃都写好了。冯周龙拿起一瓶没有颜色的瓶子说道：这是大地岩蝎的战将之魂，如果最后你选择第一种进阶方法，那你只需要把所有褐色的瓶子一起喂给枯木蝎，加上这瓶战将之魂，大概有8成到9成几率进阶成功。这里的东西可不便宜，这些东西不是把战将妖魔的骨肉磨碎就可以的，就和炼丹一样，要加入一些辅料一同炼制而成。冯周龙这可是一份大礼，这里少说都要3000万往上了，如果这还是冯周龙亲手炼制，那4000万你都拿不下来。说不心动那肯定是假的，昭华怎么可能不想枯木蝎变得更加的强大？如果说之前他还担心枯木蝎会叛变，进阶后会逃跑的话，经过前天的那一战，这个疑虑已经消失。枯木蝎不在手表之中，昭华让冯周龙把枯木蝎从隔壁带过来，5米多的枯木蝎直接霸占了大半空间，尾巴上绑着一圈绷带，尾巴已经接好了，休养几天又是一只好蟹。昭华把事情大概的和枯木蝎解释了一遍，就是这样，你选哪种进阶方法？昭华顾着和枯木蝎解释，没看到冯周龙和自己父母惊讶的表情。什么鬼？你是人还是妖魔？怎么可以和妖魔交流？虽然有一些驯兽师的确可以做到和驯兽心灵相通的地步，但是你们2个才几天，1年有没有就达到了心灵相通的地步了？只要纪韶音很淡定，这不是很平常吗？还和一只绿蚕交流过呢。看来我果然没有选择错，这是一头很特殊的妖魔。冯周龙在一旁喃喃自语地说道。嘶嘶嘶，枯木蝎鸣叫了2声。昭华也是奇迹的听懂了，把瓶瓶罐罐收好，然后把战将之魂给纪韶音。我不需要这个战将之魂，给小锁吧，他也有不少功劳。冯周龙人傻了，目瞪口呆，战将之魂1000万啊，你不用的话还给我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昭华就是怕冯周龙要回去，所以把战将之魂当面给纪韶音。纪韶音笑得很开心，他也懂，
点了点头，就收进了口袋，谁都别想拿回去。冯周龙黑着脸说道：“别把人想得这么小气，不就是一瓶战将之魂吗？我送出去的还能要回来不成？”那可说不准。就是，现在是我的。季少英捂着口袋，一副怕偷的样子，很是可爱。哎，算了，当见面礼了。现在剩下最后一件事了，是审判会那边让我跟你说的。审判会那边动用了几个潜伏在黑教廷的间谍，打探到一些关于你为什么会被黑教廷追杀的情报。冯周龙刚说完，后背就被汗打湿了，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身后那两位大神露出了细微的杀气。妈呀，我只是带话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去找天青柏啊。第112章高考。嗨，冯周龙轻咳，提醒后面两位注意一下，我只是照着天青柏给我的说的。书面上说道，下令追杀昭华的是黑蛟庭的一位长老，目的不明，而且是追杀令，生死不论。咕噜，昭华低声问道：“黑蛟庭不是只分衣服颜色？这长老是什么？”冯周龙摇了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我觉得黑蛟庭的事情还是问审判会的好，我只是一个搞研究的，不知道的这么清楚。冯周龙这话也是说给张宁和招郎知道的。冯周龙虽然不清楚这两位的具体身份，但是作为3大魔法研究的教授之一，还是超阶法师，也只是知道这两人不是普通人这么简单而已。昭华眉头紧皱，这情报一点用都没有，说了跟没说一样，就是把自己被黑教廷盯上的结果说了一遍而已。冯周龙说道：“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审判会在黑教廷也有现眼，蓝衣以上的都有人盯着，只要敢出现，敢露面，就会有人对付他们。那黑衣教士和灰衣教徒呢？”昭华无语了，哈哈，那就没办法，黑衣教士和灰衣教徒数量太多。不过审判会在城里面会有人保护你的安全，你现在最好还是提升一点实力，等你高阶了就安全了。昭华可不信这套，审判会连黑蛟庭这个长老是什么都不知道，这让人怎么安心？哎，还是要提升实力啊，怎么就莫名被追杀呢？奇怪，可能是看你不顺眼。季韶音在一旁调皮的写道：“因为你的这个问题，所以妖斗审判会决定把活抓黑教廷黑衣教士李世杰，贡献从重温泉水以及破解了白雪之谜这3个功劳换算成另一样东西给你。这个功劳昭华是知道的，自己的风灵种的2000多万抵消了从城给的宇宙尘埃和奖励，剩下的本来说好给钱买资源，现在怎么换了？”冯周龙看到昭华有点不乐意，他反而不乐意了，说道：“你还不乐意？我跟你讲，也就是你还算个可造之才，不然人家才不可能给你这样的机会。妖斗审判会知道你的大学意愿也是要考入中山学府，所以和中山学府沟通好了，允许你进入梦道树修炼1天。”昭华和季韶英听到后歪了歪头，什么东西？所以说小屁孩就是小屁孩，遇到好东西都不知道，这个你问你爸，他当年也是中山学府的学生。我有事，我就先走了。记住，按照上面写的喂养枯木蝎，每天要用召唤系魔能喂养枯木蝎，以增加它的灵魂强度。按照我的估算，最快3个月，最慢5个月，枯木蝎的灵魂就能先一步进入战将级，然后就会引发体内的能量融合，进阶战将。有什么事情微信我。冯周龙急急忙忙的说完就走了。大教授啊，就是忙。昭华看向自己老爸，招郎是中山学府的，他知道，所以他才打算考入中山学府，而不是考入国内排名第1的帝都学府。招郎想了想，一副便秘的表情，想拉又拉不出的样子，最后说道：“怎么说呢？我也解释不清楚，只能说你如果遇到了修炼瓶颈或者人生难题，去梦道树做1天就能迎刃而解。还有这样的神术，我只能说挺变态的，这的确是挺重的一份奖励了。”张宁也点了点头说道：“的确是挺变态的。”只有昭华和季韶英大眼看小眼，所以到底是什么？等于。时过境迁，很快昭华就要高考了，就算是昭华也必须要参加高考，想考入学府那可是必须要高考才行，而且昭华也没有突破中阶，没办法保送。这3个月以来，昭华每天除了喂蝎子之外就是冥修看书，偶尔听听冯周龙给自己讲课，他期间连一只妖魔都没碰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废了。小风残进阶进入完全休眠，连第4魔法都没得用。枯木蝎也是类似的情况，这种进阶方法让枯木蝎每一天都处于身体能量饱和的状态，硬解释就是吃太撑，动都动不了。只有昭华给他输送召唤系魔能，增强了灵魂强度，才勉强可以动弹。昭华根本没有召唤兽可以用，干脆让自己休息算了。不过奇怪的是，季韶英他也没有进阶到中阶，说自己的星辰壁垒到现在还没有松动破裂，还不能用宇宙尘埃突破。昭华更不用说了，他前不久才满修，现在还在等小风残进阶成功，给召唤系星辰来那么一下把壁垒冲破。就这样，联考最强的2人修为反而停滞了。邓乐早早中阶，现在霹雳都已经十分得心应手，就连最差的林墨
也在2天前赶在高考前用奖励的那份宇宙尘埃突破到了中阶。高考前的晚上，朝华、纪韶英、林默、邓乐4人聚在一起吃了个晚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虫族袭击的原因，邓乐和林默2人的关系反而变得友好起来。虽然邓乐还是那个臭脸，但是林默倒是会经常和他在微信上说上2句。酒足饭饱，不对，茶足饭饱后，林默举起茶杯，大声说道：“能和3位一同奋战过，是我林默这辈子最光荣的事情。”林默把手中的茶当酒，喝下去后带有一丝解放的语气说道：“不过也到处为止了，我不打算参加高考，我想留在从城。”邓乐听到后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后想到了什么没有说话。纪韶英急急忙忙放下手中的奶茶，在画本上写道：“为什么呀？你中阶了呀？”林默露出了看破红尘的表情说道：“只能说是人生有梦，各自精彩吧。”只有朝华一直很平静，朝华和林默是从小一起的玩伴，他十分了解林默的性格，与世无争，修炼也是不上不下，不紧不慢。林默以前想考好的学府，也只是为了在学府中可以更好突破中阶，因为只有到达了中阶，才可以生活得十分轻松。现在林默已经中阶，自然就不需要再去高考。林默经历了向罗的事情，又经历了在花城遇到虫族来袭，他害怕了。不是所有人都是越挫越勇的性格，有的人会选择逃避，而逃避并不是罪过。朝华举起茶杯，以茶代酒，人生有梦，各自精彩。林默露出了笑容，重新倒满一杯茶，举起碰杯说道：“人生有梦，各自精彩。”这里面包含了对同伴的自己小学、初中、高中的兄弟满满的祝福。人生有梦，各自精彩。林默先行断开连接。第113章纪韶英的第2系。林默不参加高考的消息在当晚也引起了一波热议，毕竟林默也算是在同年龄段中排得上号的高手，除了朝华、纪韶英、邓乐，没有其他人可以说稳赢林默。网上最大的热议就是林默享受了从城温泉的滋养，得到了从城政府资源的培养，最后却选择退缩，被冠以浪费资源的名头。还有就是6中的同学缅怀了一波李世杰，因为李世杰对外宣布是死鱼和妖魔的对拼，没有公开他是黑教廷。不过这一些事情对于1年1度的国内盛世高考来讲，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第2天一早，朝华和纪韶英已经准备高考的事情了。怎么你也没有突破中阶？朝华对纪韶英无语了。纪韶英半年前就已经出阶3级，修炼了半年，星辰壁垒还没有松动的迹象。Excellent 3，我哪知道为什么壁垒就是不松动。纪韶英更加想哭，半年都没有松动，要不是前不久终于有点松动的感觉，纪韶英绝对认为是自己的星辰出问题了。高考其实本质就是考核学生高1高2所学习的东西，高1的时候还是以课本知识为主，到高2才是星子把控、星轨链接速度、魔能的总量、释放魔法的速度、连续释放魔法的间隔这一类实操。所以高考的第1天还是考核纸面问答，不同的是高中的题目已经开始涉及到中阶魔法，例如其中有一道多则题问到，假如一个可以释放中阶风系魔法封盘龙卷的黑教廷成员对你使用封盘龙卷，而你只有初阶3级修为，问以下哪个魔法系必死无疑？ A. 风系 B. 暗影系 C. 雷系 D. 光系啊！那题封盘龙卷必死的多选题到底是什么啊？风系到底能不能逃啊？现在微博投票一半是能，一半是不能，投票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了。有学生考完就看手机，激动地说道：“我觉得是逃的了。你想想，风轨飘影的速度快得离谱，暗影系能跑，风系凭啥不能？”有露出学霸自信的同学说道：“你们还在讨论这题？谁能告诉我倒数第3天的问答题列举吉星狼和幽纹暴狼的区别？这一题怎么答？我他娘的，连这2只妖魔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举例？”有学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表示法师就应该好好修炼，读书考试都是歪门邪道。而朝华和纪韶英这2个真正的学神，早早考完走出考场，现在正坐在奶茶店喝着奶茶。纪韶英捧着喝到一半的芝士奶盖，嘴边还长了一层白胡子。这2人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考试题目的，特别是朝华这货，考试最后一题问的刚好就是妖魔进阶和法师进阶有什么不同。这正是冯周龙前不久刚发表轰动世界的论文标题，冯周龙当时还跟朝华耀武扬威讲解了一遍。现在朝华比较担心改卷老师看不懂给自己0分，他已经在想，要是真的0分，到时候要不要打脸冯周龙，让他当时这么得意。纪韶英把粘在嘴唇的芝士舔干净，在画本上写道：“过几天去妖都塔找冯教授的时候带上我，我也去。”朝华疑惑道：“怎么了？你有事找他？”“不是，我要去妖都塔觉醒我的第2系。”下划线：“你今天早上不是才说没有突破吗？刚刚考试做完题目，还没到可以提前交卷时间，我明修了一会，壁垒出现裂缝了，今晚或者明天应该就能突破中阶。”下划线：纪韶英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半年没反应的星辰壁垒，这么几天就水到渠成，自己很快就是中阶法师。但是昭华却是苦瓜脸，完了，看来吃软饭是跑不掉了。小风蚕现在还没有一丝动静，也不知道还要过多久。不过还好的是，枯木蝎已经接近最后阶段，所以冯周龙才会叫昭华来妖都塔找他。高考的第2天考的就是考核魔法修为了，除非你是中阶法师，不然都不能免考。然而季韶音在昨天晚上压线突破中阶，所以4人组就只剩下昭华没有到中阶。考试对于昭华来讲如喝水吃饭，没有一点压力，很快就解决。特别谁释放魔法速度这一样，他是可以一念心鬼的。考试的时候把来自别的省的考官吓蒙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有学生释放速度比考官还快？要不你来当考官？高考的成绩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天的笔试，第2部分是修为，第3部分是野外实训课程的打分，占比是244。野外实训课程昭华是满分以上，因为有获得额外加分。几天后，妖都诸城，昭华和季韶音2人再次来到妖都塔。今天季韶音穿了上次张宁给她买的一件黑白格子连衣裙，加上一顶白色圆帽，尽显少女小清新，元气满满，脸上展露的笑脸一点都看不出是一个不能出声的残障人士。因为季韶音预约了觉醒的时间还没到，所以2人先去找冯周龙，让他先看看枯木蝎的状况。冯周龙毕竟也是妖都塔的魔法研究主力，3位教授之一，是有自己的个人专用实验的。昭华顺着冯周龙的指示来到了妖都塔的地下，怎么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季韶音跟着工作人员来到妖都塔的地下，脸上有点奇怪，难道冯周龙是个挺厉害的人？昭华想了想说道，要说厉害也挺的吧，他好像还是国际有名的魔法研究人员，还是超阶法师。在前面带路的工作人员一阵踉跄，这2个小屁孩口气可真大，明明人这么奇怪。昭华认真的点头说道，的确是个怪人，或许搞研究的都这样吧。我是个怪人，真是抱歉了哈。冯周龙从研究室里面走出来，刚好听到昭华说的话，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今天都不要让人进来。你2小屁孩给我进来。冯周龙吩咐道。昭华和季韶音看见研究室后，2人都惊叹了，这研究室也太大了吧，应该有好几个篮球场大了，各种工具、设备、文件、图表挂得满天都是，还有好几个小房间关着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冯周龙看到季韶音后问道，你到中阶了？季韶音点点头解释的写道，我今天要去觉醒第2系，还没到时间就跟过来了。冯周龙不经意的说道，要觉醒在这里就行了，不用去觉醒屋。冯周龙打开了其中一间关闭的房门，里面就放着一颗觉醒石。冯周龙说道，在我这里的觉醒石可比外面觉醒屋的觉醒石品质更高，我其中一项研究就是剔除觉醒石的杂质，把觉醒石的能量集中起来，不用引导域都能定向觉醒魔法系。季韶音自然是知道引导域的，因为他预约觉醒屋的时候就选择了要使用引导域。你打算觉醒什么系？冯周龙问道。阴系。这没什么奇怪的，不如说季韶音不想觉醒阴系反而是奇怪的。冯周龙点了点头，拿了另一颗觉醒石放上觉醒台上说道，进来吧，这颗是阴系的，不过阴系是次元魔法系，一般都是高阶才更好觉醒和控制。昭华看了一眼那颗觉醒石，的确蕴含着很浓烈的次元力量。季韶音点点头，既然有更好的，那肯定选择更好的觉醒啊。他站上觉醒台上，手触摸着觉醒石，闭上眼，他也感觉到了十分浓郁的次元力量。今天他终于要迎来他魔法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第2系觉醒第114章小魔女。昭华和冯周龙离开觉醒台，把门关上，留季韶音一个人在里面，尽量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中阶的第2系觉醒和初阶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在精神世界里面再来一次高一时候做过的事情。而且中阶的法师因为有一个系已经达到了中阶，星辰化作了星云，所以精神世界早已经不再是初阶法师的模样，自身的精神力也达到了另一个水平。心灵系、诅咒系、次元魔法都与精神力有关，精神力共分为9个境界，第1至3境都称之为小境界，第4至6境都称之为中境界，第7至9境都称之为大境界。有关精神力的魔法都是以这个标准来划分。如果法师不去修炼精神力，单纯靠计算，初阶法师觉醒的时候就是最弱的第1境，中阶法师第2境，高阶第3，如此类推。当然也有一些法师天生的精神力高于常人，这个只是正常标准。怨灵古所语可以打断和干扰中阶法师，所以古所语起码在第2境以上。昭华看了一眼在觉醒室，现在是关门状态，看不到季韶音，转头问向一旁正在捣鼓数据准备给枯木蝎做检查的冯周龙，老冯，你弄的觉醒时能100%控制要觉醒的系吗？冯周龙这就不满意了，说道，什么老冯，我很老吗？昭华立刻端正态度，诚恳地问道，冯老，您弄的觉醒时能100%控制要觉醒的系吗？冯周龙点点头，对冯老这个新称呼很满意，
有种高大上的感觉，回答道：“嗨嗨，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生命起源开始讲起。”昭华人傻了，我问的问题有问题吗？怎么扯到生命起源了？不过季韶音一时半会也出不来，自己也不着急，就听听吧。希望别是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我们要知道一点，觉醒魔法的本质其实是把人体内拥有的特定魔能激活，然后就转变成星辰。之所以人类一开始觉醒的绝大部分是元素魔法，就是因为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大自然中的各类元素。例如光，我们生活在阳光下，在觉醒之前的时间几乎每天都会照射到阳光，体内自然就会蕴含有光系魔能。水更不用说了，人体6-7成都是水。而土也一样，每天吃的谷物就含有大量的土系魔能。风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呼吸的空气，所以这4系觉醒的概率最高，因为人体含量最大。然后就是稍微少一点的冰、火、雷。冰系的本质其实是阴寒，只是因为水是最好表现出来的才叫做冰系。到了极高的修为之后，冰系法师能把火焰和雷霆都冻住。昭华听后有点惊叹，这个教科书上可没写啊。好奇地问道：“那人体的阴寒来源什么？”病。冯周龙点头，继续说道：“准确来讲是病变，生病产生元素。冰系魔能其实是人体发生病变产生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魔能。医生不也经常说吗？感染风寒，风寒入体什么的吗？帝都牧师知道吧？”冯周龙说道。昭华点头：“牧师嘛，帝都冰系世家，当初还遇到过一个叫做慕白的牧师弟子呢，还和季韶音抢冰壳蟹的素材，被季韶音打脸，昭华还记得。”冯周龙露出了不屑，然后说道：“那群人都有病。”昭华心想：你怎么骂人呢？不过再细想，说的没毛病啊。雷火是同理，不过雷火虽然还挺常见，但是人体吸收不行，毕竟也没人吃。那些所谓的魔法世家也是一个道理，父母本身就是主修这个魔法系的法师，体内自然最多这种魔能，两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带一点，觉醒起来自然概率大一点。次元魔法也一样，虽然能接触，但是吸收困难。像是妖都的雷系邓家，帝都的冰系牧氏，魔都的火系东方家，他们的核心弟子找伴侣还会要求伴侣必须拥有家族的魔法系才行。昭华疑惑道：“不对啊，我第一系是召唤系的，但是我父母是雷火水。”冯周龙眼睛往别处看：“这个你要问一下你父母了，有可能是隔代遗传，也说不准。隐性魔法基因吗？”昭华像个好学的学生，继续问道：“那白魔法、黑魔法这些呢？”“哦，这些魔法系是特例，因为这2个魔法系不属于这个世界。很久以前，这2个魔法系都属于禁术不给修炼，特别是黑魔法，是因为上世纪的一场魔法革命才列入正常修炼的魔法系的。”我说这么多，你应该明白了吧？没有100%确定绝对觉醒哪个系的。如果你体内本来就没有那种魔能，那就无论如何都觉醒不来，就算是我也没办法。冯周龙刚说完，觉醒室的门就被缓慢地推开，季韶音一脸失落地从里面走来。昭华可不会被骗到，因为季韶音试过好几次装得很失落，其实根本没那回事，这种小把戏太无聊了。没觉醒到阴系 XM3，季韶音一脸委屈地亮出了早已经写好的话本。昭华看这样子，这一次好像不是装的啊，真没觉醒到啊。如果按照冯周龙刚刚的解释，那不就代表着季韶音体内没有阴系的魔能，无论如何都觉醒不了阴系了，这辈子和阴系无缘，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昭华看向冯周龙，脸上写满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在高阶觉醒到阴系的表情。冯周龙也是目瞪口呆的，他其实很有信心可以让季韶音觉醒阴系，因为次元魔法的魔能虽然少，但是人体是肯定有吸收那么一丢丢，那颗觉醒时可是满满的次元能量，这都觉醒不了。冯周龙支支吾吾地说道：“其实也不需要太过绝望，因为也有过一些例子证明，法师可以在之后的修炼中吸取一些能量，然后让自己觉醒到想要的魔法系。对，是可以这样。这个也只是理论可能，实际行不行，冯周龙都不知道啊。”昭华赶忙岔开话题问道：“对了，你觉醒了什么系？”这次到季韶音不好意思了，十分不情愿地在话本写道：“诅咒系。”冯周龙和昭华两人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的表情中看到了惊讶和无奈。怎么这姑娘老是觉醒一些奇奇怪怪的魔法系，先是亡灵系，再到诅咒系，真就一条路走到黑，做一个黑魔导女孩？季韶音看到两人的表情，哭奔到研究室的角落里面，在画本上画叉叉。她要诅咒发明诅咒系的人。小仙女现在变成小魔女了。第115章三尾碧灵蝎。冯周龙摊手表示，已经觉醒的魔法系谁都无法改变，而且诅咒系可强了好吧，修炼诅咒系又不会变丑，怕啥呢？冯周龙空好了一个大空地，示意昭华先把枯木蝎放出来。枯木蝎从手表模具艰难地走出来，
他每天除了吃就是吃，现在撑得难受啊。见到枯木蝎放出来，季韶音也不画叉叉了，毕竟这种事情也没办法，拿着画本小跑过来。枯木蝎胖了好多哦，季韶音也已经很久没见到过枯木蝎，上一次还是枯木蝎入院那一次，之后就一直在准备进阶。现在的枯木蝎体长没有变，还是5米上下，但是宽了不少。如果说以前的枯木蝎是一个流线型的苗条美少女的话，现在的枯木蝎就是水桶腰、大象腿的胖姑娘。咚！枯木蝎刚出来走没2步，就已经累得不行，整只蝎趴在地上开始喘气。他现在每天都是这样。冯周龙跑到一旁，开始操作一些大型仪器给枯木蝎做全身的检查，最主要是检查体内的各项能量数值是否趋星号星号恒。冯周龙之所以用3种战将妖魔而不是4种、5种，就是因为三角鼎立关系，相互制衡不会让枯木蝎吸取过多的能量，导致强制进阶。滴滴滴滴，冯周龙在敲打键盘，不一会拿着几张纸，兴奋地走来说道：“很好，很好，比我预期的还要好。现在枯木蝎的体内能量已经相当于 99.9% 的战将级，就连灵魂状态也接近战将之魂，只要灵魂突破进阶到战将级，就能引爆体内的能量完成蜕变，正式进阶到战将。”冯周龙自己都没有想到枯木蝎竟然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这是很难得的，因为要一边抑制体内快爆炸的能量，一边抵挡进阶的诱惑，无疑是一种煎熬。只要进阶就好了，进阶一切都得到解决。这种声音几乎每天都在枯木蝎的耳边徘徊，但是每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他就会看看自己尾巴上那道伤疤，那是光荣的，也是耻辱的，那是战士的勋章，也是弱者的证明。要是自己当初可以更加强大，那就……枯木蝎也知道自己的来历，当初不是昭华，他现在已经是山岭之猪的腹中餐，所以枯木蝎忍住了诱惑，就为了今天可以真真正正的打破自己低级血脉的桎梏。冯周龙拿出一根滴管，里面装有宇宙尘埃，递给昭华说道：“这里有10滴宇宙尘埃，宇宙尘埃是最温和的物质之一，这里的能量足够让枯木蝎的灵魂迈入战将。”昭华接过滴管，看向趴在地上的枯木蝎，他也感受到了这一刻终于要来临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战将力量。昭华珍而重之的拿起滴管，伸进枯木蝎的嘴巴之中，一人一兽对视一眼。昭华看出了枯木蝎同样带有紧张，但是更多的是渴望和兴奋。滴答，10滴化作1滴，扑通，像是即将挣脱锁链，要从沉睡中苏醒的恶兽心跳的声音。枯木蝎紧咬着，没有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昭华可以看出枯木蝎的痛苦，他的巨大蝎螯已经十分用力的紧闭，发出了嘎嘎嘎的声音。快点走开，他进阶散发的能量会十分恐怖。冯周龙大声提醒昭华，让他出来保护结界。最快速发生变化的就是灵魂，因为枯木蝎的灵魂是自己的灵魂，这半年来的时间，唯一循序渐进的就是自己的灵魂得到了10滴宇宙尘埃的能量滋润后，枯木蝎的灵魂如同拼图缺的一块得到了补全一样，立刻就展现出了战将应有的样貌。昭华和纪韶音、冯周龙站在一旁看着，冯周龙脸上的表情严肃而紧张，双手紧握，额头满是汗，他比昭华这个当主人的还紧张。这3人如果有外人在，不知道的还以为2夫妻和公公在产房外等待家婆生2胎。咔咔咔，战将之魂成的刹那，像是导火线一样，枯木蝎的身体开始产生皲裂，从皲裂的裂痕中喷涌出了血液，不一会就染红了枯木蝎整个身躯。这一幕着实吓到了昭华几人，这像是经受不住能量的狂暴要炸开一样。冯周龙立马拿出手机，上面是一个饼图，实时显示着枯木蝎体内的3种能量的平衡。手机上褐色、绿色、黑色3种颜色像是抢地盘一样，各自都想把对方的一块占据，谁也不让谁，相互较量。撑住啊，一定要保持平衡。进行到这个阶段，就连冯周龙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一步他也没有实际经历过，只是理论而已。同时这也是最难的一步，要达到3种能量大家不多不少相互平衡是最难的。死！咚！枯木蝎仰天长啸，痛苦的他高举双螯猛砸地面，像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痛苦。咚咚咚！随着时间的推移，昭华发现枯木蝎肥胖的身躯开始消瘦，肉眼可见的减少脂肪，这要是让女孩子知道，可不要疯掉。那些吃进去的战将之物已经开始重组融合，妖魔最强的就是肉体，相比于灵魂、精神力、妖技，蝎类妖魔是以肉体见长的类型。咚！死！尖叫声穿过隔音玻璃传来，枯木蝎的身体爆发出3色旋风，黑色、褐色、绿色3种颜色混杂在一起的能量，如同龙卷风一样冲击着冯周龙布置好的保护结界。以枯木蝎的力量，当然是没办法冲破超阶修为的冯周龙布置的结界，但是冯周龙依然感到很惊讶，因为这力量很强大，不是普通战将妖魔拥有的，恐怕自己真的要捣鼓出一头无比强悍的妖魔出来。这一次的研究怕是不比魔法融合差多少了，而且这也让他对魔法融合更加有信心。
他相信自己迟早可以把魔法融合带给整个世界，改变全世界，带领人类走出妖魔的威胁和统治。这一幕昭华见过，而且就在前不久，自己差点被一头出现这一幕的妖魔砍死，但是这一次他却看得很开心，不自觉的嘴角扬起了笑容，这是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砰的一声，枯木蝎最后一次举起双鳌砸向地面，双鳌就像是石膏一样被砸碎，露出了一双全新的蝎鳌。随着蝎鳌的破碎，身体本来像岩石凸起的肌肤也纷纷破碎脱落，全世界仅有一只的生物诞生。三条尾巴，比以前要小一点，现在仅有3米长，而且体色也完全不同。以现在昭华的角度看去是暗绿色，但是纪韶音的角度却是看到灰褐色，冯周龙的角度看到是红绿。枯木蝎身上就好像涂了变色油墨一样，根据光源不同，从不同角度看会看到不同颜色。身上长满了鱼鳞一样的鳞片，不再是岩石凸起，而是整整齐齐的排列，鳞次栉比。最恐怖的是枯木蝎的尾巴，3条，一共有3条和身体等长的蝎子尾，黑色、绿色、褐色，3条带有钩针的尾巴在空中飞舞。第116章3种妖技。已经不用冯周龙说了，昭华知道枯木蝎进阶成功了，就算各种结界阻挡，昭华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强大气息和让人窒息的威压，特别是只有初阶实力的昭华，这种压力尤为明显。好强啊！纪韶音在画本上写道，脸上露出了惊叹的神色，很明显就连中阶法师的纪韶音也被吓了一跳。害怕。昭华拿现在的枯木蝎散发出来的磅礴气势和当初的虚空螳螂对比，昭华发现枯木蝎完爆虚空螳螂，如果现在再有一头虚空螳螂在，昭华相信枯木蝎不出3招就能把虚空螳螂咔嚓的撕开2半。一些修为不佳、懦弱一点的法师，估计星途、星鬼都能被现在的枯木蝎吓断。正当昭华准备走进去结界里面看看枯木蝎的时候，冯周龙拉住了昭华说道：“你要想清楚一点，现在我在这里，他不敢乱来，但是如果我不在这里，他很可能会叛变。就算你是中阶法师也一样。”冯周龙表情很严肃认真，驯兽可不同次元召唤兽，不同契约召唤兽，你这是交易，而且还是口头交易，别人强大起来难免会踢开你，自己逍遥快活，严重一点的吞噬主人，吸收魔能也不是不可能的。冯周龙可见过不少这种例子，所以驯兽一直都有很大的问题，在国内并不怎么推崇。昭华听后反而微笑说道：“我相信他。”昭华打开门，让纪韶音和冯周龙在外面等候一会，自己先行一步走了进去。枯木蝎进阶成功后一直在原地等候，丝毫未动，看到昭华进来才迈开脚步向昭华走去。现在的枯木蝎整体外形大致相同，2只大蝎鳌，6条腿，只是尾巴变成了3根，肤色换了而已。从正面看过去，枯木蝎是碧绿色的，而且3根尾巴在中间的也是绿色的那条，左边黑色，右边褐色。现在的枯木蝎变得更加的有流线感，可能是吸收了虚空螳螂的原因，枯木蝎现在更像一台超跑，扁平而富有动感，不用冯周龙介绍，昭华都能猜到，现在的枯木蝎在爆发力上已经不再是以前那头蠢笨的大蝎子。怎么样，还算满意吗？昭华双手背负身后，笑着问道。嘶嘶，一张满是尖牙利齿的嘴巴，昭华能看到口腔里面。昭华没有一点犹豫的伸手触摸枯木蝎的身体，那些从正面看去是碧绿色的鳞片异常的冰冷，像是一块冰一样，而且十分的坚硬。看来枯木蝎并没有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强大的防御力这一点丢弃。你有名字吗？昭华突然想起，现在的枯木蝎不应该叫枯木蝎了吧？那应该叫什么？嘶嘶，你也不知道。昭华看向门口站着的冯周龙，冯周龙摊手说道：“别看我，你这只蝎子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名字自然没有，你自己起一个呗。”超级大蝎子。纪韶音十分认真地举着本子，昭华直接无视了，这个鬼名字你也好意思写出来？昭华前思后想，无视了在一旁写着霸道总蝎、斗破苍蝎、全职法蝎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沉思了半分钟后说道：“3尾碧鳞蝎。”死！枯木蝎不对，3尾碧鳞蝎高兴地挥舞蝎鳌和尾巴，6根腿像是蹦迪一样踏来踏去，很明显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小三，纪韶音添乱地写道。昭华白了他一眼，笑眯眯地说道：“黑魔岛女孩。”井号。纪韶音抄起画本追着昭华打，一时间整个实验室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冯周龙看了一眼，回想起自己当年也曾试过这样的美好。冯周龙轻咳说道：“好了，别闹，现在开始测试。”踏踏踏，3尾碧鳞蝎听到又要实验，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又来，这都进阶成功了。冯周龙没好气地说道：“不是实验，是测试，看看你现在的实力去到什么地步。”枯木蝎听后十分人性的用蝎鳌拍了拍胸口，松了一口气，然后举起蝎鳌，像是人类露出2头肌一样，他要展现他的力量。冯周龙弄来一些设备仪器，对着3尾碧鳞蝎说道：“首先是力量测试，这里有一台力量冲击仪器，
你用尽全力攻击。三尾碧鳞蝎嘶的一声，右手的蝎鳌像巨型棒槌一样猛地攻击测试仪。冯周龙拿起手机，数据是传递到手机的，上面很智能的显示出小战将3个字，不是一串数字。冯周龙点点头，让三尾碧鳞蝎继续测试速度、耐力、躲避这些基础体能都是显示小战将。小战将意思就是普通的战将，也就是合格线。好，接下来是防御力。冯周龙看了一眼旁边的两人，本来最好是由中阶法师用中阶魔法攻击，但是这两人明显不行。我一会使用风盘龙卷，我会把力量控制在普通中阶法师的水平，如果不行你就走出攻击范围。冯周龙的风盘龙卷那可是说来就来，手一挥，一个普普通通的风盘龙卷包裹着三尾碧鳞蝎，风盘龙卷里面的乱流像刀片打在三尾碧鳞蝎的碧鳞上，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嘶嘶，昭华说道，他说像刮痧一样，有点小疼，但是没办法造成重伤。刮痧这个词用的好啊。冯周龙眼一亮，好家伙，防御力不错，在纸上写到小战将以上。现在就剩下妖技了，妖技是妖魔与生俱来的能力，天生就会用，你让他使用看看。妖技是最重要的一环，一只妖魔的强大除了看身体能力之外，还要看是否拥有强大的妖技。三尾碧鳞蝎站在中间，前面有一个稻草人的模板给他攻击用。嗡！昭华感觉到三尾碧鳞蝎黑色的尾巴微微震动，像是发力，仅仅1秒钟，三尾碧鳞蝎全身变成了黑色，就连另外2条尾巴也一样，随后就和虚空螳螂一样进入了前行拟态隐身。不过隐身时间很短，只有5秒钟。冯周龙在一旁记录说道，虚空螳螂的拟态不错，比虚空螳螂多2秒的隐身时间。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后，轮到褐色，这一次和之前拟态不同，反而有点像土系中阶魔法的岩杖灵石，不过灵石不是射出去，而是粘在身上，把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而且2个蝎鳌前段各多出了一块岩石做的大盾，3根尾巴也同样被褐色的岩石包裹，很明显这是一个防御性质的技能。这是类似岩杖灵石附体保护的能力，防御力应该可以达到了大战将。最后一种就是风之力了，这也是昭华最期待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三尾碧鳞蝎拥有一点小风残的力量，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死！和预计的一样，这一次是变成了碧绿色的体色，三尾碧鳞蝎的蝎鳌汇聚了剧烈波动的风之力。蝎鳌一挥，青光瞬闪，切开空气，稻草人赫然分开了上下2半，锋利的斩击把沿途所有东西都分开。冯周龙露出凝重之色，这怎么这么像风系超阶的屠风斩？第117章血府之大。昭华现在觉得自己有点丢人，三尾碧鳞蝎有3个妖技，自己的魔法都没有他多。冯周龙在一旁忙着记录着东西，然后把一张纸递给昭华说道，因为三尾碧鳞蝎有点特殊，不是正统的驯兽，所以我帮你把驯兽等级也测试了，依旧维持原来的6星等级。昭华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驯兽等级的登记书吗？怎么冯周龙这里什么都能干，又能觉醒，又能测试，还能改驯兽记录？嘿，小子你现在知道我多厉害了吧？行了行了，我接下来可忙了，有了三尾碧鳞蝎的资料，我离魔法融合的研究又进了一步。你2个最近没事别来烦我呀，我最近大概要忙很久。冯周龙拿着一叠叠三尾碧鳞蝎的资料，双眼冒出了金光，这些资料对于冯周龙来讲可比钞票值钱多了。哦，对了，你们最好入学前去一趟中山学府看一下哪里的魔法系，特别是他们系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研究人员有没有比较有名的。学府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选对研究方向，不同的魔法研究到你们高阶之后，对你们的高阶魔法甚至是超阶魔法可是拥有很深远的影响，效果天差地别，你们可别走歪了。特别是季韶英你很特殊，我提炼的觉醒时纯度很高，你依然还是觉醒了黑魔法的诅咒系，这就证明你体内蕴含着很强烈的黑魔法之力，黑魔法只能来源你的祖上遗传。你有空最好查一下你的祖辈有没有黑魔法的强者。中山学府虽然也有亡灵系和诅咒系，但是在国内并不算很拔尖，国内最强的亡灵系学府在古都。冯周龙在他们临走前还不忘叮嘱，给了一些作为前辈的经验，希望2人可以少走一点弯路。昭华听后感到一丝温暖，冯周龙这人啊，豆腐心呐，你不会想收我们2个为徒吧？看你孤家寡人，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昭华打趣道。冯周龙冷哼了一声说道，我还需要你们考虑，我要是收徒弟能排队排到日本，而且我早已经收了一个可爱乖巧的女徒弟，比你良好多了。女徒弟？骗人的吧？季韶英笑着写道。去，别胡说八道，你俩赶紧走，趁天还没黑，赶紧去中山学府。冯周龙老脸一红，女徒弟的确是骗人的，赶人一样要把2人赶走。昭华2人离开了妖斗塔，冯周龙的好意他心领了，至于徒弟这个，昭华暂时没这个想法，不过三尾碧鳞蝎之后还要进阶的话，估计还是要找冯周龙麻烦。中山学府是国内名校，占地面积庞大，
一共有3个校区，分别在妖都的诸城、藩城、秀城，不同的系在不同的区。幸亏冯周龙提醒了他们要先去看看哪个系都有什么研究，不然他们2个估计都不知道人家学府分3个区。昭华2人自然是就近原则，选择诸城的校区。太大了，纪韶音第一次进学府参观，他没想过在校区内行走是要坐电瓶车的，而且中山学府内还有一片实战用的密林，里面人工放养着一批妖魔，给学生模拟战斗用。所以他们2人坐车到教学楼的时候，都能听到远处传来阵阵吼叫声。至于昭华可以进入一次的梦道树，他发现电瓶车的站牌上没有标注有，估摸着不在诸城校区。经过20分钟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从校门口坐车来到了教学楼区域。他们现在唯一能祈祷的就是召唤系、亡灵系、诅咒系这3个系的教学楼在诸城校区，不然他们就要坐地铁到别的城区了。昭华和纪韶音2人下车就看到一栋高200米的大楼，外墙挂着教学楼3个字，与其说是教学楼，不如说是写字楼更加贴切。从指示牌可以看到，整栋教学楼最高43层，最底是负6层，不过多数都是写着教室，然后后面跟着数字或者实验室、研究室、材料储备室等等，没有写明到底是哪个系的。你好，2位是学生还是外来人员？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暑假，但是中山学府不少学生都已经离开，整栋大楼显得有些冷清，只有工作人员还在，毕竟要防止像他们2个鬼鬼祟祟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人。昭华回答道：我们是下一届入学的学生，想提前来参观一下。工作人员小姐姐露出了鄙夷的神色，高考才考完几天，你这就确定你成绩了？这么蹩脚的借口还是第一次听。不过中山学府并非严禁外来人员，只要登记个人信息就可以。你好，请问一下，这里是哪个魔法系的教学楼？昭华2人登记好了信息后问道。这里是次元魔法的召唤系、空间系这一些次元魔法的教学楼，不过现在大部分学生都已经上完课，也就剩下召唤系的有几个学生搞研究课题，你们参观可以，但是不能打扰，要是惊扰到召唤兽可就麻烦了。昭华和纪韶音点头致谢后坐上电梯，不过他们首先要去的当然是教师办公室，先看看这里都有什么研究。要知道这些东西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看教师办公室的课程表，或者到荣誉栏看获得过什么荣誉。昭华2人走后没多久，冯周龙的个人研究室中，咚咚敲门声响起，工作人员另一个看上去还未成年、美得像只精灵的小女孩走进来。冯教授，这是今年的交流生。工作人员介绍的说道。冯周龙连看都没看一眼，背对着说道：行，我一会处理完时候就给他讲课。烦死了，每年都搞这种交流，我最近又忙得要死。小女孩径直的走进来，恰巧看到了桌面上关于3尾碧鳞蟹的资料，起初还不怎么在意，越看双眼越发亮，直到后来的惊讶，到后来的皱眉，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小女孩该有的内心情绪表达。3条妖脉同时存在一只妖魔身上，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小女孩的声音十分轻柔，带有一丝吃惊的说道：可惜了，如此奇妙的枯木蝎，这世上也难寻第2头，太难做到复制。冯周龙一听，转过头去，看到小女孩随意的拿着自己的研究资料在看，立刻有点生气起来。别以为长得好看就能为所欲为，对于搞研究的男人来讲，他们的老婆就是这些研究资料。但是冯周龙在听到小女孩脱口出的一句话后，转怒为喜。如果进阶的那一刻加入别的元素进入，或许能引起3条刚形成的妖脉发生融合。冯周龙听后沉思了片刻，竟然还真有点道理。看着这个小女孩，难怪会让一个这么小的女孩过来交流学习，有点东西啊。自然这些事情昭华是并不知晓。第118章叛变。好多奖。纪韶音露出了惊讶的神色。2人来到教师办公室，一开始昭华2人还觉得学府有点太过夸张和奢华了，竟然整一层都是教师专用楼层。等到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太过理所当然的想法，只因太年轻啊。整一个楼层全部都是奖项。电梯的设计十分好，它的出口不是正面是侧面，打开门的瞬间，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走廊，而走廊2边全部是奖项，而且全部是金奖，而且都是全国性的大奖。这些奖杯、奖牌全部被一层透明的结界保护着。例如昭华第一个看到的是1933年全国学府召唤师大赛金奖，照片上面是一名男子，旁边是一头体型巨大的虎兽，男子手上捧着的就是展示的奖杯。1933年，夏冰安同学凭借契约召唤兽火纹虎获得了第1届全国学府召唤师大赛金奖。上面还简洁的介绍了获奖人和获奖过程，名留青史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吧。顺着走去，像是走进了一个时光隧道一样，获奖的期限也越来越接近现代，像是在经历着整个学府的变化进程。最开始是召唤系，后来慢慢出现有暗影系、混沌系、空间系。昭华走到头的时候，刚好就是最近获得的一个奖项。没有亡灵系和诅咒系，纪韶音写道。
没有看到有亡灵系和诅咒系的获奖，就只能说明这个校区并不是学习这两个系的，或者就是这两个系并没有很突出。因为昭华也没有看到元素魔法系的，估计另外两个校区是学习元素魔法系的吧。昭华两人不知不觉已经走完了全程，来到了办公室。你们两个是要找教授？昭华和纪韶音听见有人叫唤，定眼望去，看到一位长发女学生刚好从教室走出来。只见她身穿一件黄白色条纹露脐短装 T 恤，下身一条破洞的牛仔裤，脚上一双韩式的板鞋，式样新潮，一看就是韩国的潮牌，而不是单纯的那种进口货或者仿制品。如果你们要找教授的话，是白跑一趟了，办公室里面没有人。昭华回答道：我们不是来招教授的，我们是新生，想先来参观一下学府。长发女生一听懂了，保送生，主动介绍道：学弟学妹好啊，我叫文蝶，现在大二，下一年大三，是你们的学姐。学姐好。学姐好。文蝶看到纪韶音是用话本交流的，虽然有一点惊讶，但是也没有多问，毕竟能保送进来中山学府的就没一个简单的。现在已经是临近放假时候，很多系已经停课了，除了少数留校学生还在之外，其他人多数都回家放假。我是因为刚好和同学研究课题，所以还在学校。文蝶突然像是想起来什么，急急忙忙地往电梯走去，一边往电梯方向走的说道。进入电梯后，文蝶问道：对了，你们主修什么系？昭华介绍道：我主修召唤系，他主修亡灵系。亡灵系？这还真的够稀有的。文蝶露出吃惊的表情，看着纪韶音。昭华点头问道：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些奖项，为什么没有亡灵系和其他别的系呢？文蝶回过神后说道：哦，这个呀，元素魔法系的都在另外两个校区，诸城校区是学习稀有魔法系，黑魔法、白魔法、次元魔法都在这个校区。至于亡灵系吗？太稀有了，我们学校听说有亡灵系的教授，但是这几年好像都没有招到学生。下划线，招不到学生。纪韶音听到后目瞪口呆，完了呀，那自己又是亡灵系又是诅咒系的怎么办？叮，三人坐电梯来到8楼。昭华看文蝶有点急的样子，没有多问其他，两人准备先回去。轰的一声巨响，文蝶刚出电梯，一道雷霆从一间教室射出，雷霆伴随巨响射穿了墙壁，墙壁上出现了一个冒着高温白烟的坑洞。昭华和纪韶音两人再一次被中山学府的彪悍给吓到，什么情况啊？为什么教室里面会有雷霆射出？民风何其彪悍！但是文蝶看到雷霆后脸色大变，急急忙忙地跑向射出雷霆的教室，大声说道：你们没事吧？没事，但是撑不了多久了，找到王教授吗？文蝶摇头大声说道：没找到，教授没在办公室。从教室里面传来了男子的声音，声音十分的急促紧张。看样子文蝶刚刚很可能是去找救兵。昭华和纪韶音皱眉，对视一眼后选择走出电梯去看看发生什么。文蝶看到昭华和纪韶音竟然走过来，立刻叫道：你们快点走，如果可以帮我们联系城市猎妖队的，就说有战将妖魔。两人无语了，在学校内有战将妖魔？不会吧，这么刺激吗？昭华说道：我们就是城市猎妖队的。文蝶本来还想着这两人怎么还不走，听到后一惊：你逗我玩吧，你两个新生怎么会是猎妖队的？轰隆，从教室里面传来恐怖的雷声。文蝶本来还想问怎么回事的，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力，星子浮现，施法的速度很快，初阶的水系魔法水域守护生成。昭华和纪韶音看到文蝶跑进去，两人偷偷的从门缝看过去，加上刚刚进入的文蝶，里面一共有2男2女，正在对付一头银白色的牛兽。昭华认出来这头牛兽，说道：银牛，战将级的妖魔，身体如白银一般，双脚可以释放雷电。坛子丹，放弃这头银牛吧，他已经叛变了。文蝶使用水域帮助防御，但是战将级妖魔的雷电岂是初阶魔法可以抵挡的？如果不是他们身上都有铠模具，雷电穿透水域就能把他们电成焦炭。听到文蝶的话，在场中使用风鬼躲避的男子露出了挣扎之色。昭华立刻明悟了，那头银牛在进阶的时候失败了，被战将之魂吞噬了本来的灵魂，也就是夺舍了。进阶是成功，但是原来的灵魂换手了。昭华之所以选择第二种方法，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第一种进阶方法的确是有凶险的，一不小心就被鸠占鹊巢。灵魂之法凶险异常，不然为什么培养一头战将妖魔的代价比培养中阶法师贵好几倍？现在怎么办？纪韶音和昭华躲在门外偷看，一时半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昭华其实并不太想插手，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召唤兽，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除了能让三尾碧灵蝎了结了银牛的性命之外，他也没办法呀。第119章，哪位大神出手？吱吱吱！突然银牛的双脚爆发出刺眼的光芒，银色的双脚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在疯狂地吸收着雷电。本来从双脚发射的雷电，现在变成了吸收，那些雷电还没有出去，就又被漩涡吸收旋转。涡旋在转动之时，
肉眼可见的产生了可怕的吸力，奔腾的雷电都身不由己，雷电如同液体一样跟随着旋转，渐渐的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圆环出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还在用魔法压制银牛的四人露出惊容。他们在刚刚可是吃过银牛的雷电有多么的恐怖，如果不是有凯魔具保护，这里所有人都要死。但是现在银牛的双脚却在不停的汇聚雷电之力，他在蓄力，明显是准备放大招，打算一击秒杀在场所有人。快阻止他！他打算释放妖气。本来还露出不忍之色的谭子丹吓得脸色发白，他知道这是什么，会有什么效果和威力。如果真的被银牛释放出来，他们四人就算有凯魔具都会有生命之危。冰锁碾骨，暴浪驱逐，风盘天罗。一时间3个不同颜色的星图同时出现，3个中阶魔法全部冲向银牛，风盘还是中阶2级的天罗。冰蓝色如同树干的冰锁链，绿色的巨大龙卷风，深蓝色的巨浪从3个方向一同扑向中间的银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银牛双脚的漩涡已经停止旋转，但是这不是一件好事，证明它已经汇聚了足够的力量。噼里啪啦，达到了饱满程度的雷电漩涡发出了声响，如洪水泛滥，滔滔不绝的雷电之力已经要满溢，要释放。昭华猛地拉着季韶音往后躲，昭华知道银牛的妖技雷环，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妖技，而且还是范围技能。雷环蓄满了能量后，会以超高速向周围扩散，凡是被雷环碰到的物体都会被击飞，而且会受到巨量的雷电攻击。钢炎强盾，不止钢炎强盾，就连季韶音的冰蝎盾都一同使用挡在身前。轰！棒！雷暴，真正的雷暴。实验室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现在整个实验室的玻璃、窗户、门扉全部炸飞，就好像电影里面警匪片爆炸一样，玻璃四射。不同的是，没有火蛇冒出，而是雷蛇窜出。2重盾牌加上昭华，2人离得比较远，勉强挡住了雷环，但是剧烈的冲击风还是把2人掀飞了。2人狼狈的翻了个跟头，季韶音的头发变得乱糟糟的。某，昭华还没来得及看里面的4位学长学姐有没有生命之危，就听到了牛叫声。就算昭华听不懂牛语，也知道这是他即将逃离囚牢重获新生的兴奋。不能让他冲出去。昭华是从外来进来中山学府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有不少妖都的普通人在校园内。中山学府不但是妖都的一所学府，还是一个名人堂，有不少游客会来拜访这所在1924年由孙先生亲手将妖都各个地区多所学府整合创立的知名学府。要是一头狂暴的战将妖魔跑出去，必定要出大事。空间通道出现，昭华把3尾碧灵蝎召唤了出来。咚的一下，3尾碧灵蝎从空间通道中猛地跳出来。他刚刚进阶完成，现在可谓是精力充沛，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气。3尾碧灵蝎看到周围破破烂烂的，也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怎么像是发生过战争？但是还没让3尾碧灵蝎蒙圈很久，银牛就冲破实验室的墙壁，出现在3尾碧灵蝎的面前，一牛一蝎对视了一眼。可惜的是，毕竟物种不同，没办法来电。3尾碧灵蝎立刻就秒懂了，原来是要出来打架。3条尾巴在空中晃动，这个好啊，这个好啊，正好想干一架。银牛看到3尾碧灵蝎不退反进，牛鼻子喷气，牛角不停地刨地板，一副要斗牛的样子。哞的一声，银牛银白色的身体冒出雷弧，仿佛地板都有些颤抖。这一声牛吼声音宛如战鼓雷，银牛一鼓作气狂奔起来，牛角粗大尖锐，像是利剑一样刺向3尾碧灵蝎。看着冲向自己的银牛，3尾碧灵蝎龇牙咧嘴，很是兴奋的样子，举起右边的巨大蝎螯，蝎螯张开，瞄准了狂奔的银牛牛角，咔的一下，像剪刀一样牢牢夹住银牛的牛角。银牛一下子就被定住了，3尾碧灵蝎的蝎螯像是无可撼动的钳子，不管银牛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3尾碧灵蝎的钳制。但是银牛最恐怖的并不是它的蛮力，而是身上的雷电。银牛身上的雷电大放，猛电3尾碧灵蝎，但是3尾碧灵蝎依然龇牙咧嘴，没有放手。如果细心看的话，就会发现3尾碧灵蝎身上的碧鳞此时此刻整齐的排列，3尾碧灵蝎变成了一块碧玉一般，雷电完全没有办法穿透碧鳞，而是被碧鳞弹开，一点作用都没有。啪！一道闪电落到昭华的旁边，昭华说道：“3尾，把他给我丢出去，你2到外面打，如果有人来了你就跑回来，千万别和法师战斗。”3尾碧灵蝎听懂了，左边空出来的蝎螯夹住另一只牛角，身体一扭，直接把银牛从被炸开的窗户丢出去，自己也顺势从8楼跳下去。昭华和季韶音没有去管银牛和3尾碧灵蝎，而是先进去救人。4人全部被震飞，撞到墙边，还好整栋楼的建筑很坚硬，除了周围的玻璃和铁门被震飞之外，楼层的承重墙都没有受损。季韶音检查2位学姐的伤势，昭华检查男的，还有呼吸。我这边也是，不过
看样子是震晕过去了，还好有楷模具和盾模具挡住了致命伤害。昭华检查过，还好，只是晕过去而已，只要等待救援来就行。吱吱吱，轰！昭华走出实验室，从走廊看下去，他倒不担心三尾碧鳞蝎，反而担心三尾碧鳞蝎被人当作是元凶给抓去了。咚！两只妖魔混战，不过明显是三尾碧鳞蝎更胜一筹，不但碧鳞克制了雷电，而且力量方面三尾碧鳞蝎也是要更加强大。银牛每一次的冲锋都无法冲撞到三尾碧鳞蝎，那两只大蝎鳌就是最强的守卫，牢牢地守护住面门，就连银牛射出的雷电都被蝎鳌挡住。某，银牛再一次汇聚雷电，打算再用一次妖技。昭华看到这一幕，叫唤道：“三尾，别让他用出来！”三尾碧鳞蝎也没有打算玩下去了，银牛太弱了，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咻咻咻，三尾碧鳞蝎连妖技都不打算用，三根尾针如同一柄夺命三叉戟，插出了3个血洞，直接了结了银牛的生命。一些在场的游客、工作人员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有些人吓得跌倒在地，有些人在哭喊着叫妈妈，明明他妈妈就在旁边。正当他们以为三尾碧鳞蝎要袭击他们的时候，三尾碧鳞蝎6根腿弯曲起跳，一跃从1楼跳上8楼，被昭华收了回去。得救了！那头蝎子是来救我们的？大神啊！不愧是中山学府的学生，那么可怕的牛妖竟然这么轻易就被击杀了。大神，求签名合照。第120章邱校长的校长。中山学府应急处理得很快，三尾碧鳞蝎刚处理完银牛没多久，一队穿着白衣制服的人就赶到了。这是中山学府内的学生会成员，专门负责处理这些特殊事情。不过这些事情都和昭华、纪韶英2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2个被一位白发苍苍、留着长胡子的老头子给带走了。说的更形象一点，就是道骨先锋。至于昭华和纪韶英为什么要跟他走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对方太强。刚刚三尾碧鳞蝎跳上来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出现了，一根手指隔空按住了三尾碧鳞蝎，三尾碧鳞蝎像是中了定身术一样动弹不得。昭华看出来这是空间系初阶魔法念控，但是昭华刚刚连看都没看到这个老头的新鬼，连光芒都没有出现，甚至连一丝丝的魔法气息或者波动都没有。对方只是喃喃自语的说了是一只不错的召唤兽，你2个跟我来吧。昭华和纪韶英能拒绝，但是我拒绝。敢这样说的话，他们2个估计就不是跟着走，而是被人用念控像买菜拧菜一样给拧在手上了。老头浅笑着说道：“别傻站着了，进来吧。”不怪纪韶英和昭华傻站着，因为2人走出电梯后，看到老人走进的房间门牌上写着校长室的时候，2人相视一眼，都能看出眼神中的震惊和尴尬。这老头是校长。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昭华和纪韶英走进校长室，里面除了有办公桌、几张沙发外，还摆放着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校长好，校长好。2人已经习惯怎么在老师面前装乖乖学生。都还没开学，你们就这么心急要参观学校了？昭华露出疑惑之色，校长认识自己，仿佛看穿了昭华的疑惑，说道：“我叫百里安，是中山学府诸城校区的校长，当然认得所有要入学的新生样貌和名字。你叫昭华主修召唤系，你叫纪韶英主修亡灵系。本来我还想去亲自找你们，没想到你们先找来了。”昭华更加疑惑不解了，校长干嘛要找自己？百里安走到其中一排书架上，拿出一本有点发黄的书籍，递给纪韶英说道：“这里面记录了亡灵系的中阶修炼之法，还有制作星辰魔器的方法。”纪韶英接过书籍，看了几眼，上面的确有教导亡灵系中阶魔法的星图样式和星子把控窍门，从目录上还写着有几页是经验之谈，教你避开弯路。这样的书籍是十分珍贵的，很少有法师会跟你说自己的经验之谈，这些要是放在以前，要拜师才能学到。不过后来承办了学校才慢慢开放，但是也不是所有都开放，有很多都是不传之秘。百里安不急不慢地说道：“因为亡灵系很特殊，不但关系到星辰魔器，还和其修炼之法有关。我国一直都对亡灵系的修炼监管得很严格，希望你不要介意。”百里安一点没有校长的威严，反而更像是一位邻家老爷爷给他们讲故事一样的讲解。纪韶英晃头晃脑，他现在不知道多开心，终于拿到了亡灵系中阶的修炼之法了。举起画本写道：“有诅咒系的吗？”百里安眼中有一丝惊讶，但是隐藏得很快，不过还是被昭华捕抓到了。你第2系是诅咒系？因为纪韶英才刚觉醒，诅咒系的星辰连星子都没有，所以百里安竟然没察觉到。看到纪韶英点头，百里安思考了片刻后说道：“这样吧，诅咒系的修炼之法等你开学再教导你。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第2系竟然会觉醒诅咒系，看来我们学校头一次要2个教授单独教一个学生了。”昭华十分敏锐地捕抓到了里面的信息，整个中山学府都没有一个教授是同时觉醒了亡灵系和诅咒系。纪韶英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亡灵系的中阶魔法已经够他忙的了。百里安这时候看向昭华，十分满意的点头说道：“邱志业对你可是赞不绝口，他是我以前的学生，
那时候我很凑巧的是他的校长，他可顽皮了，没想到现在竟然跑去从诚毅中当了校长。邱志业就是邱校长的名字，难怪人家知道的这么清楚，原来是有内鬼出卖了他们的情报。百里安看向昭华问道：我听说你可以使用风系的魔法。昭华老神在在的点头，这个他早就想好了，反正不管是什么，就说是天生天赋，至于问是什么天生天赋，就说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都是天生天赋的锅。百里安也没有多问，而是提醒道：你应该要报主修召唤系吧？不过我们中山学府的召唤系上一届只有11人。Sigma， 这么少？昭华知道出街就觉醒了召唤系的人很少，但是好歹中山学府也是全国前列的名校，面向全国招生甚至世界，而且召唤系还有额外加分，怎么还这么少？百里安露出了笑颜，解释的回答道：不少了，我们学府的召唤系在全国不说第一也是第二的，已经比上一届的帝都学府、明珠学府、国家中央学府都还要多了。然后又看向纪韶英说道：不过还是比亡灵系和诅咒系的学生多，就是上一届全国出街就觉醒了诅咒系的一个都没有，出街觉醒亡灵系的有1-2个吧，不过都没有考上学府。两人给跪了。昭华还好，起码还有同班同学这个概念，纪韶英就比较惨了，属于远古化石重新复活，独此一个，别无二家。所以你还打算报召唤系吗？还是打算去风系？风系的人数不用想都知道是爆棚的，全国出街就觉醒的风系的太多了，所以能考入中山学府风系的法师必定修为过人，不是脑瓜子好读书厉害，就是修炼特别勤奋，每天的脑子里面就是星子和星辰的修炼狂魔。纪韶英眼睛悄咪咪地瞟了一眼昭华，他当然是希望昭华在召唤系的，不然的话就只有自己在诸城校区了。不过昭华没有任何迟疑，风轻云淡地说道：召唤系。纪韶英听后有点心花怒放，用画本挡住嘴巴，不让看到自己现在牙齿轻咬嘴唇的娇羞样子，心中默默地想着，会不会是为了自己呢？会不会呢？星号下划线下划线星号，嘻嘻。第121章现代魔法学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很快时间就到了中山学府1年级新生开学的日子。暑假期间，纪韶英的安排和昭华两极反转，变成了纪韶英每天宅在家里研究中阶亡灵魔法，除了明修、把控星子、练习星图之外，就是开始捣鼓亡灵器皿和星辰魔器的制作。而昭华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有3尾碧灵蝎的关系，昭华除了日常的明修之外，就是去单刷副本，单刷也怪。现在昭华的战力，一人可以顶一个中阶法师小队，准确来讲是3尾碧灵蝎可以顶4、5个中阶法师。昭华不是那种只会坐吃山空的第二代，他明白自己的父母能支持自己，最多也就是突破到高阶，之后的路还是要自己走，所以他现在还没到中阶，就已经开始学习自己赚钱自己花。而且昭华没有忘记，他快到中阶了，中阶的召唤系可是有一个契约召唤的魔法，他需要大笔的金钱来培养契约召唤兽。3尾碧灵蝎昭华没有打算契约，他是要主修召唤系的召唤法师，召唤兽越多对他越有利。而且觉醒了第2系后，次修的系同样需要资源培养，还有模具。中阶因为有2个系的原因，停留的时间比出阶要久很多，中阶的模具必须要跟上，他上半年剩下的几千万根本不够中阶后的花费，甚至只够零头而已。所以暑假的这2个月，昭华经常的出入从成猎者联盟大厅，接了不少任务，获得不少赏金和名气。唯一比较可惜的是，昭华想找的模具素材一直都没有消息，发了悬赏都没反应。开学前一天的中午，昭华和纪韶英先到宿舍报到，来到的时候再一次被中山学府给吓到了，学生宿舍竟然是拥有1000间套房的5星级的旅游酒店。昭华在网上查阅后得知，原来是因为妖都的教育政策。在10几年前，妖都实行新政策，把妖都内所有的魔法学府都集中起来，组建成一个庞大的学府城，横跨妖都主要的几个核心城区，把教育资源进一步的整合分配。特别是近几年这一计划培养出大量出色的法师后，妖都更是把学府城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放，让普通人可以接触到法师，让他们不用为妖魔之祸而担忧。作为领头羊的中山学府大刀阔斧，敢想敢做，直接把原本的教学楼、学生宿舍进行了全面改建，变成了更具有现代风格的高楼酒店。除了满足学生的居住需求外，还有另外一部分则是作为酒店出租给游客，得到的收入可以进一步培养更多的法师。不过学生房间依然是4人1间的模式，除了纪韶英，除了这个黑魔岛女孩是1人1间的豪华享受之外，包括昭华在内也是4人1间。昭华和纪韶英进行了指纹录入、身份证对比，录入到学生系统后，他们得到的酒店的房卡，也就是学生证，出入学院内的各个设施进行训练，去饭堂打饭，回房间都要用这张卡，丢失了用指纹去补办。好先进啊！纪韶英像极了出来旅游的小女孩，兴奋地在画本上写道。听说现在中山学府正在研究利用心灵系来模拟和妖魔的战斗，给学生更真实的体验真实的和妖魔战斗的触感。昭华突然想到了网上一段新闻后说道。整个酒店像双子塔一样分开了 A、B 2个区域，
A 区域是给游客居住的，就是普通的酒店客房 ；B 区域是学生区域，里面是学生宿舍布置，一张上下床，人睡上面，床下面是放电脑桌的。因为纪韶英特殊的原因，所以他是独自一人住在游客的 A 区域，就是住酒店一样。为了他，学校连锁都换了一把。哇，好大，比我家里客厅大多了。朝华先把纪韶英送到他的房间，有阳台，有衣柜，有厨房，有浴室，和公寓房子差不多。之后，朝华才回到自己的楼层。纪韶英在 A 区域的15楼，而1年级召唤系的在 B 区域的23楼。滴，咔嚓，用房卡打开了房门后，朝华已经是最迟的一个，其他人都3名舍友都已经到齐了，床铺、衣服都摆好，坐着聊天、自我介绍什么的。见到朝华都不约而同的看过来，而朝华也看到了自己的4个舍友，顿时有点傻眼，只因为自己的3个舍友实在太有特点。左边第一个床位的是一个穿着白色背心短裤，身上的肌肉像是健身教练，而且还晒得黝黑的寸头壮汉猛男。第2个床位刚好相反，皮肤有点苍白，看上去就是长期营养不良，一头刘海快挡住眼睛的病弱系男孩。最后是右边第1个床位，体型肥胖的像个圆球一样的大胖墩。朝华在这里可以说是一股泥石流一样的正常人。朝华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了，很快他就露出了他的扑克脸，淡淡的微笑着说道：“你们好，我是召唤系的朝华。”哦，太好了，我们都是召唤系的同一个班的，我叫叶芳，大家都叫我大胖子。大胖墩叶芳一边扇扇子一边介绍自己：“我叫曾丽，大家都叫我阿丽，同时我兼职是一名健身教练。”阿丽露出了自己的2头肌，自豪地说道。朝华一愣，没想到还真是健身教练啊，高中生能当健身教练的吗？不是要考证吗？不过朝华没有多问。我叫欧阳良才。欧阳良才小小声地说道。还好朝华听力不错，不然真的难听见他说什么。朝华径直地走向剩下位于右边靠阳台的床位，刚把东西放好正在整理，就听到大胖墩叶芳问道：“对了，朝华，你的次元召唤兽是什么？”原来刚刚他们正是在讨论自己的次元召唤兽，毕竟召唤系难修，他们都只是初阶而已，所以实力的强弱就看自己的次元召唤兽强弱。大胖墩叶芳首先介绍到自己的次元召唤兽，说道：“我的是铁皮熊，曾丽的是金刀虫，欧阳良才的是树根猫，你的呢？”朝华听后大致的知道这3只都是什么妖魔，都是不错的奴仆妖魔。朝华没有转过身，而是继续摆放整理东西的说道：“我的是绿蚕。”绿蚕？这么垃圾的妖魔也能考入中山学府吗？大胖墩叶芳口无遮拦的说道。欧阳良才小声说道：“绿蚕也不错了。”屁，绿蚕能定个屁用，不就是炮灰玩意？大胖墩叶芳冷笑一声。第122章魔法军训。朝华进来宿舍之前，他并不知道，另外3个舍友最开始讨论的不是关于次元召唤兽的问题，而是一个网上热议的问题：本地人跟非本地人的争议。这个问题在每一次的学府新生入学都会越发的激烈。最开始这个问题只是问你是愿意入学差一点的学府留在本地，还是会选择背井离乡入学外地的名校。但是后来不知道到怎么的，慢慢的演变成了外地人习惯不同会被本地人嫌弃，再到现在的外本之争，特别是今年甚至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热议。在新生中更是分成了外地派和本地派，还没有开始学习，学生就明白了这个魔法世界的本质，争斗。而很不凑巧的是，朝华正是妖都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另外3个舍友却是外地考入中山学府的新生，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从哪里知道朝华的个人信息的。所以朝华没来之前，他们商量好了，如果朝华的次元召唤兽并不是很强，就不用给他面子，美名曰搓一下他的锐气，不能让他嚣张。如果朝华知道他们竟然关心这样无聊的事情，他估计就近租套房搬出去住得了。不过这也是朝华的疏忽大意，因为以前遇到这种八卦事情，林默都会跟他说，现在林默不考大学了，反而出现这样的小问题。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而已，冷嘲热讽的话朝华以前还听得少吗？见朝华压根没理会，不一会几人都沉默了起来，刷手机的刷手机，明修的明修，一直到晚上吃完饭后开始的第1次班级晚自习。另外3人是组队出去吃饭的，朝华和纪韶英约好一起吃饭，因为纪韶英是单独去见老师要早点，所以朝华来到班级的时间是最早的，提前了30分钟。一共12人，加上朝华8男4女，刚好够3桌麻将，不怕缺腿了。但是让朝华有点哭笑不得的是，另外11个人竟然在吃饭的时候组队了。班级这么多座位，朝华一个人独自坐在最前面，其余11人坐在后面，怎么跟小孩子似的？朝华摇摇头，也没有多想什么，法师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上厕所还要人陪。只是让朝华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师还没到，另有一群人从教室门外走进来，带头的是一个染了一头奶奶灰的男生，穿着十分的潮流，后面还跟着2个小弟式的人。奶奶灰发色男生进来看了一眼，
看到另外11人的位置，露出了鄙夷的眼神后说道：“果然蛇鼠就应该一窝。”啪！另外一个男生寝室中有一个脖子有纹身的，也是暴脾气，怒拍桌子站起来，一副要干架的模样，说道 ：“CAO， 是不是要现在就打一架？”哼，所以说野蛮人就是野蛮人，说话3句不来2句就是打打杀杀的。法师不打打杀杀，难道像你们一样染一个什么烂鬼头发，穿一对所谓的潮流布鞋，整个娘们似的？昭华刚好夹在中间，不知道这几人怎么火气这么大。不过最终他们也没能打起来，刚开学就打架，有的罚死他们。染了奶奶灰的男子转头看向昭华，微笑着说道：“你是昭华吧？我是主修暗影系的高层，你不用害怕他们这些野蛮人，我们一起对抗这些外来的入侵者。”昭华越听越糊涂了，问道：“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你不知道？”高层反而问道。昭华摇头：“我应该知道什么吗？”高层简单的给昭华解释了一遍，原来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外地派和本地派就已经有过一场交锋，在饭堂的时候，两派还差一点打起来。当时大胖墩叶芳还拿昭华来开刷，说寝室有个废物召唤系的次元召唤兽是一头绿蚕，反正就是借此打击对方，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一出戏。昭华大致了解到了是怎么一个回事了，缓缓地说道：“不好意思，我没兴趣参与你们什么外本之争。”高层听后有点不悦，深深地呼吸一口气，他压住心里的不悦，缓缓说道：“你要知道，这不但关乎你以后的学习，还关乎我们妖都。”昭华一听，心头一震，就这些人能代表妖都？不知道是他们太自信，还是妖都太掉价。昭华依然平静应对，不急不缓地说道：“不需要，谢谢。”高层双目露出了一丝危险的目光，他没想到竟然这种情况下有人会这样拒绝自己，真就给脸不要脸。哈哈哈哈哈！好，我梁日看得起你，我允许你加入我们，那些本地狗算个屁，就几个白毛鸡在哪里叫？脖子有纹身的梁日听后大笑起来，以为昭华是向他给投名状。昭华转过身去，用不带一丝情感的声音说道：“你们也一样。这人脑子有病吧？自己刚刚说的这么清楚，他两边都没兴趣，又不是玩过家家，还拉帮结伙呢，无聊不无聊啊？”听到昭华的回答，梁日顿时脸色一冷，神态变得不善起来。他脸色能好才怪，自己都已经当众许下诺言可以让他加入，还敢这么当众落自己颜面。最重要，他本来要看高层不爽的样子，现在高层一脸嘲讽地看着自己，若是可以，他恨不得杀了这个叫昭华的无名小辈。高层自然不会因为昭华落了梁日的脸就有好脸色，他目光中闪烁着如同毒针一样的寒光。高层有这样的神态，不只是因为他被昭华打脸，还因为他作为妖都有名的家族弟子，混迹在妖都核心城区的年轻法师圈子里面，谁人敢不给他高层一个面子，谁人不叫一声层哥。现在一个没在圈子里面听说过的人竟然给脸不要脸，这比梁日更可恨。好，昭华是吧？我记住你了，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走。高层见也快上晚自习，也不久留，丢下一句放学别走之类的话，带着人就离开了。只能说不愧是法师，时间算得很准，没过多久老师就来了，他都不用点名，一个班12个人，少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突兀，谁敢逃课？同学们都到得很快啊。我是你们在学府4年的班主任江和平，因为我父亲希望世界和平，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你们也可以叫我江教授，我同时也是学校的副教授级，主修召唤系。江和平看上去只有中年，穿着很简单，一件白色衬衫，一条黑色裤子，人看上去相当的平易近人。在让你们自我介绍之前，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从明天开始一共7天的军训内容。大家有上网查过资料应该都知道，我们中山学府的军训每年都是到后山的密林中独自生存7天，7天后如果没有死在里面，就算是军训完成。一些没有提前调查的人吓得脸色发白，独自原来军训不是练习正步、立正、报数1234的吗？第123章学府后山怪谈。这个军训内容倒还好，昭华一早就知道了。6月份的时候进来听到阵阵嘶吼声的那片密林，就是中山学府的后山区域之一，传闻里面圈养着好几百只妖魔，而且连战将级的妖魔都有。江和平看到有一些学生吓得脸色发白，4个女生更是花容失色，就知道这些人不知道军训内容，但是有听说过学府的后山。传闻当年孙中山先生选择这一块地方来建造学府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为了镇压这一片土地的不祥，而那个不祥之地就是学府后山。每一年中山学府都会抓来好几百只甚至上千只妖魔放入后山之中，但是奇怪的是，根据学生的统计，根本没有到后山猎杀这么多妖魔。传言是后山里面的不祥把妖魔全部吃光，学府圈养妖魔根本不是为了锻炼学生给学生练手，而是要喂饱某个恐怖的生物。这也被称为中山学府7大怪谈之一的学府后山的魔鬼。学府之所以每一年都让学生进入里面去，是因为中山学府和后山的魔鬼的一项交易，
让魔鬼记住这些学生，学生进入后山不得猎杀，作为交换，下一年再送妖魔进来。江和平轻咳两声，制止了讨论声，说道：“我不知道你们在网上听到什么版本，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并不存在什么魔鬼。后山就是为了让学生有实战训练的场所才打造的。”听到江和平这么说，几个女生更加是吓得不得了。这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吗？妈呀！江和平继续说道：“所以今天晚上我会跟你们讲解一下，明天要如何在野外生存。当然了，这些内容和你们高中时候学习的野外实训课程是没有分别的。和野外实训课程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一次你们是一个人求生，而非团队实战。”老师，能不参加吗？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挑染了几种颜色的长发女生说道。江和平摇头说道：“除了治愈系的同学，其他人都不能不参加军训，没有参加军训的直接退学。”那个女生听到直接退学后也没敢再吱声，乖乖地坐下。退学是不可能退学的。江和平打开投影器，然后说道：“别以为军训就是要你们死，这可是有奖励的，而且奖励很丰富。首先是班级奖励，成绩最好的前2名奖励1瓶炼兽之血，这可是能让奴仆召唤兽洗髓伐骨的好东西，能够增加奴仆妖魔进阶的几率。”听到成绩最好的前2名奖励1瓶炼兽之血，本来有点沮丧的人顿时腰板都挺直了，眼神中的渴望根本藏不住。不是每个人都是昭华那样，不但家境良，有星辰魔器提供修炼，实力还强，还能和亡灵系的组队刷金魄。炼兽之血高达好几百万的东西，有些人根本买不起，就算买得起那也想要啊。江和平看到大家都露出了渴望的神色，心想还治不了你们这群小屁孩。突然江和平看到旁边的昭华神色平静，双眼如幽泉一样，没有一丝的贪婪和渴望，内心不禁奇怪了起来。好小子啊，这都能忍住，就是不知道接下来的还认不认得住。江和平故意看着昭华说道：“除了班级奖励，还有年级奖励，年级第一奖励灵种，如果是召唤系的奖励战将之魂，也可以换成宇宙尘埃。”轰隆，千万级别的奖励来了！整个班级立刻热血沸腾起来，特别是他们召唤系的，召唤系前期修炼的好，是公认最强的系，单挑无敌的。这一次还是独自生存，虽然不知道怎么算排名，但是实力最强肯定是最有优势没错。那么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年级奖励就是落在他们头上了。名校啊，这尼玛才是名校啊！资源，满地的资源，才进来多久，第一个晚上就有这么重磅的资源奖励。法师进入学府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资源，为了升级，为了更强，可以生活更好吗？果然进入名校是有无法想象的优势。只有昭华依然是清流一样，默默地举起手问道：“江教授，第1名的奖励除了这些，能换成模具或者模具素材吗？”江和平说道：“不能，但是你可以换成钱，然后去购买模具。”昭华是想问有没有好的妖魔素材或者模具做奖励，好模具有钱也买不到啊。哈哈，你还想着拿年级第一？你能活着走出来就不错了。就是区区一只绿蚕也妄想拿第一，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考入中山学府的。梁日的宿舍另外2个像狗腿子一样的人听后露出了嘲讽之声，自己次元召唤兽是绿蚕的消息自然是宿舍里的人说道。江和平看向昭华问道：“你的次元召唤兽是绿蚕？”昭华点点头。你们可别看少绿蚕，绿蚕虽然攻击力不强，但是它是难得一见的控场型的辅助召唤兽，在团队作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而且绿蚕如果能进阶，有可能进阶成为迷幻蝶，又或者大翼黄蜂，都是十分强悍的飞行类战将妖魔。江和平解释道，他作为老师深知妖魔不是攻击强就是好的，能够灵活运用才是最好的。正所谓没有最弱的召唤兽，只有最菜的召唤师。不过很明显学生是并不会理会这个的，在他们眼中强大的妖魔就是强大，不分其他。既然也谈到了次元召唤兽，现在开始自我介绍吧，把自己的次元召唤兽也召唤出来吧。听到要自我介绍，梁日二话不说立刻站了起来，手脚麻利的开始连接星轨，把自己的次元召唤兽从次元裂缝中放出。咚，一头巨兽把周围的桌椅全部甩飞。梁日拍了拍说道，我叫梁日，次元召唤兽是一头青纹巨牙猪。咚咚，2根巨大的獠牙挑飞了周围的椅子，露出了凶残的本性。班上几个女生看到这么强大的召唤兽，不但没有害怕，反而看梁日的严重都带有一丝桃红。梁日得意的说道，我这头青纹巨牙猪已经达到了进阶期，等我获得了炼兽之血，我就让它进阶。它最近脾气老不好了，你们可要小心点了。昭华转过身看了一眼，也没有过多的评价，以他现在的实力也没有什么好去评价别人的。梁日看到昭华还敢无视自己，把心一横，轻拍了一下青纹巨牙猪。这个动作很小，巨大的青纹巨牙猪身体挡住了，根本没人发现。青纹巨牙猪像是收到了命令一样，突然发狂，
撞开所有桌椅，尖锐的獠牙闪着光芒，瞄准了朝华，要刺穿他的身体，给他一点教训。死倒不会死，但是躺在床上几个月怕是要了。第124章猎杀积分。梁日这是故意而为，这是谁都能看出来的事情。但是让朝华没有想到的是，这人还真的敢当着教授的面子纵容自己的召唤兽行凶。朝华顿时眼神锁过一抹危险之意，他自然也知道开学要在班里面站脚，下马威少不了。朝华也是有意装弱，等到对方以召唤兽失控的名义发动攻击，然后自己就可以合理还击，召唤出三尾碧灵蝎。至于对方召唤兽会不会死，就看三尾碧灵蝎睡没睡醒了。水域守护，一层蓝色的水盾挡在了青纹巨牙蛛，两根獠牙深陷水盾之中，前进不得。朝华不着痕迹地捂住自己的驯兽储存模具，遮挡住了光芒，装出一副没反应过来的样子。因为朝华察觉到了江和平教授盯着自己。朝华本来以为江和平只是普通一系高阶法师，但是现在看来，这位班主任不是吃素的，他恐怕察觉到了自己装作正当防卫的小伎俩。梁日同学，不能很好的控制召唤兽的召唤师可是不及格的。江和平始终带着笑意，语气平淡，但是朝华却发现江和平是看着自己说的，这是在警告自己。其实这也真的是巧了，朝华刚来学校召唤出三尾碧灵蝎的时候，江和平当时就是下面的围观群众。江和平知道朝华有一头战将召唤兽，所以一下子就知道了朝华的小心思。江和平不禁心想，这小子比刺头还刺头，这是想故意立威，而且连借口都布置好了。青纹，回来！梁日大声喊道。青纹巨牙蛛身上的青纹慢慢平静下来，一点点的往后退，回到了梁日身边。不好意思啊，朝同学，我修炼不到家，竟然让次元召唤兽脱离了掌控。梁日露出了歉意，给朝华假惺惺的道歉。朝华面带微笑，露出了平静的笑容，说道：没什么，哈哈，你看，刚刚他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就是我看他10有8九快被吓尿了。你还别说，我都能闻到尿骚味了。咦，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恶心？这里还有女孩子在呢。对于突然袭击的青纹巨牙蛛和其他同学的冷嘲热讽，朝华连眼皮都没有撩一下，依然自顾自地看着投影上关于明天军训的一些规矩。这一次的博弈，某种意义确实是朝华输了，不过是输给了这位高阶法师。除了朝华之外，其他人都召唤出自己的次元召唤兽，而朝华的理由是自己的绿蚕在召唤位面有自己的事情，没办法出来。其他人的次元召唤兽只能算中规中矩，除了梁日的青纹巨牙蛛外，欧阳良才的树根猫也是别具一格，那是一只植物系的妖魔，下本身是树根的样子，树根就是脚，可以在陆地上行走，长着一个像是木头雕刻而成的猫脑袋，就连朝华都忍住不多看两眼。至于晚上的什么求生讲解，朝华压根没听。根据课程表，召唤系的课可真的有够少的，江和平给他们每天最多的安排是明修、培养召唤兽以及赚钱。是的，赚钱。江和平第一节课就是让大家学会赚钱，没有钱的召唤师等于拴只狗。今天就这样了，军训完后，你们要留意开始次修课、辅修课和自由选择课的抢课。你们留意手机短信或者到官网去查看每个课程的抢课时间。今晚就这样了。江和平说完后就离开了教室。至于在宿舍里面倒是相安无事，因为大家都要忙着明修，特别是一些有星辰魔气的人，修炼时间会更加长，得加紧修炼。就算明修完了，还要到召唤系专用的操场去遛弯，用召唤系的话来说，就是和召唤兽培养感情。第二天一早，朝华按照昨晚江和平所说的来到了集合地点。哇，看来另外2个校区的人都来了。我听一些前辈师兄说，一会我们会通过一个空间阵法传到里面去，然后你要在里面生存7天。切，你这也信？我要是在里面，第1天我就能跑出来。一个看似有点野外经验的学生说道。你别装13，我跟你讲，后山为了防止妖魔跑出来，专门布置有心灵系的迷幻阵法围着。你跑得出来，老子倒立洗头。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学生特意去找一些上一届的师兄了解过情况，每年都一样，所以这也并不是什么秘密，只要肯去找都能找到这些信息。立正！突然一声让人颤抖、很有磁性、显得很稳重的声音响彻广场，如冬天般的冰镇可乐一样，让人害怕。本来还在热烈讨论的学生顿时就安静了起来。我是你们这一次军训的教官，我叫杜飞舟，我只想听到你们叫我杜教官。叫做杜飞舟的教官比想象中的要年轻，不到30岁的样子，穿着短袖军装，长得十分壮硕，每一块肌肉都拥有爆炸性的力量。昨晚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从现在开始维持7天的军训内容是什么。如果谁想退出的，我特批他现在退出。广场鸦雀无声，这是理所当然的，好不容易考进来中山学府，怎么可能现在选择退学？没有任何人要退出。很好，既然没有人选择退出，那从现在这一秒，维持7天的魔法军训正式开始。你们可以去领各自的军装和补给，并且你们有30分钟的时候换上它，
30分钟后没有出现在这里的，或者衣装不整的，以军训失败论处。明白意思后，整个场面异常混乱，各种吵杂的声音不绝于耳，最多的莫过于去哪里换衣服的声音。学府后山离宿舍太远，只有30分钟，来回根本不可能，更别说从另外2个校区过来的原魔法系的学生了。教官，我们女生给多一点时间可不可以？有几个女学生拿着军装跑到杜飞舟面前哭诉，但是杜飞舟全然没有理会，他在一边等候，一边更加详细的讲解昨天晚上讲过的一些重点。例如，军训开始是把学生利用空间系的传送阵法，把人一个个的传送进去后山，因为后山有心灵系的迷幻大阵，所以7天内你根本跑不出来。当然了，要是你能破解阵法提前出来，教官给你点个赞。7天后会有维持1天的阵法失效时间，在这1天内顺利走出来的，就算军训通过；走不出来的，那就走不出来。这并不是游戏或者测试，后山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妖魔之地。你走不出来，跟在野外进入妖魔之地后没走出来是一样的，说明你死了。至于军训的排名和妖魔有关，每一只妖魔都是校方送进去后山，他们在妖魔的皮毛上印有数字，这些数字就代表积分。最后军训结束后，把印有数字的皮毛带出来就可以算分。除了军装之外，每个人还有一个背包，里面有7天份的压缩粮食和基本的水，皮毛可以放在背包里面带出来。场上有一些人有提前准备，他们直接带了帐篷，临时做了一个换衣间，有些人拿出一块大布挡住就换衣服。朝华今天故意穿了一条比较宽松的运动裤，直接2条裤子一起穿。拿到军装后，他就发现了这个军装相当于一个小型模具，具体作用朝华不知道，但是猜测是用来保命的，不可能真让你去死。不过军训失败肯定有惩罚就对了。穿得最快的是一些有准备的女大学生，她们今天特意穿着短裙子，拿到衣服裤子直接穿就行了。一些迷迷糊糊整个晚上都没有收集情报的学生，也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完成了着装。30分钟真的1秒不差，30分钟时间一到，集合的广场就发生了变化，整个广场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转移阵法，以军装为单位进行传送，军装就是一个定位装置。难怪说30分钟不等人，原来30分钟后阵法就直接启动。你要是没进来，那就进不去后山。百里安在校长室看着阵法把学生传送走，喃喃自语道，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成为猎妖法师的学生。第125章学府后山。白光一闪，朝华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一片密林里面，脚上踩着湿润的泥土，旁边的树木叶子油绿，能闻到一阵阵泥土的芳香和风吹叶子的清脆响声。朝华眼神一凝，双脚发力，如同灵猴一样跳上树干上，拨开枝叶。在野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定自己所在的方向，而太阳就是最好的确定坐标。现在是早上8点半，刚刚在广场上看到太阳在学府后山的方向，也就是我身后是学府，面前是后山深处。以朝华现在所在的方向，并不能直接看到学府，前后左右都只能看到树木。朝华沉思了片刻后，先把整个背包丢进了手表里面，减轻重量，然后往后山深处走，并没有选择往学府的方向。这个是目的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想通过军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后山最边缘等待结束，只要不走出后山，是不会被迷惑。这个结界的目的不是颠倒你的方向感，而是防止离开。但是朝华的目的不同，既然有资源可以给，那干嘛不拿？有3尾碧灵蝎在，朝华自信自己就算拿不到第1，前3绝对不是问题。所以朝华径直的往里面走去，他要猎杀后山的妖魔，能杀死一只战将妖魔，应该就能拿到前3名了吧？连银牛都能击杀的3尾碧灵蝎，没道理翻车。杀杀杀！朝华走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了声响，立刻停下脚步，半蹲伏背靠树，一点点慢慢靠近。他没有傻到在这种妖魔之地还大摇大摆，像个愣头青一样，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到处去浪。微微拨开草丛，一头山羊一样的阳兽在那吃草。朝华很快就判断出这是什么妖魔。极形羊，一种生活在山林野外的奴仆妖魔，以堪比风鬼疾行的速度和拥有闪步的爆发力，被人称为风鬼羊。特征是山羊角是绿色的，奔跑时候双脚汇聚风系力量。咦，1分的意思吗？朝华看到这头极形羊的羊角上有一个紫色的一字，整个一字很显眼，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头极形羊价值1分，只需要把羊角摘下来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意思吧？但是朝华并没有立刻动手，因为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山学府每年都会招生3000人，稀有魔法系的几个系每年都会有200个名额分配到每个系，但是每年都招不满。相反的，另外的2800个元素系的名额每年都爆满，今年也不例外，2000多接近3000人在后山里面，很明显妖魔是不够的。扣除一些真正不想拿名次就想安稳解决军训的学生之外，像梁日这样有实力的必定不在少数。朝华估计以梁日的青纹巨牙蛛7天杀10只8只这样的妖魔完全不在话下。朝华结合一些信息，细心想了想，他大概猜到怎么回事。
后山怪谈，中学学府的7个不可思议，其中一个的真相，原来就是每年一次的魔法军训，能考入中山学府的学生不会有庸才。昭华估计大部分都会选择去猎杀妖魔，会慢慢往山上走去。结果到最后，后山的几百只妖魔，除了极个别强大的战将妖魔外，很可能都被2000多个法师联合围剿。1对1打不过没关系，后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遇到人基本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这些学生都经历过野外实训课程，全国各地魔法高校的佼佼者，打不过还逃不过吗？而且昭华不会忘记，新生里面中阶法师肯定有，虽然不多，但是必定会有。特别是一些能释放中阶魔法的法师，7天杀10几20个奴仆妖魔不过分吧？而且昭华听林默给自己说过，妖都的几个核心区域，一些名校的天才学生，一些大家族真正的核心弟子，甚至已经双系中阶。这种妖孽学生配合一些魔具，打个弱一点战将妖魔，估计都不成问题。昭华找林默调查过，雷系和火系的学生在中山学府不再稀有，已经和其他的元素系接近一样数量，心灵系、植物系、毒系的数量和召唤系旗鼓相当，暗影系在稀有系里面最多。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校方没有限制魔具的使用，是完完全全模拟现实。所以每一年都要补充妖魔数量的原因是被军训的学生杀光了。先是考核一个人在野外生存，1对1，除了召唤系之外，的确很难有初阶法师能打赢妖魔。然后有强大斩魔具的法师也可以猎杀妖魔，或者一些人早就想好要组队的人就会往后山深处走，进行临时组队对付妖魔拿分。这是考验独自生存、野外组队配合。但是更重要的是，妖魔的数量和许诺的奖励，到最后会变成抢怪、信任的考验吗？而且校方故意没有去说不能抢夺这一点，有点恶心啊。后山怪谈的来源就是最后时刻，学生们会相互抢夺，背后捅刀造成的。经历过的学长学姐不是被抢过，就是抢别人，不管哪一点都是黑历史、人生污点，自然不会有人去解释为什么后山的妖魔数量不对。大家并没有联想到能在中山学府就读的法师，有一小部分是来自家族的人。别的不说，魔具肯定有那么1-2件，加上不俗的修为，还真的能1对1干掉妖魔也说不定。昭华猜想邓乐出阶3级的时候，肯定可以击杀奴仆妖魔。不过邓乐并没有在中山学府，而是去了妖都另一间有名的学府——华南雷火学府。雷系和火系比中山学府更有名。昭华现在都能隐隐约约听到远处传来细微的爆炸声音，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想。咚的一声，3尾碧灵蝎从空间通道中出现，巨大的声响把正在吃草的疾行羊吓了一跳，一溜烟就没了影子。不用追了，我们赶紧上山去找战将妖魔。昭华拍了拍3尾碧灵蝎，让他别追，直接跳上3尾碧灵蝎的背上，让他带着自己往后山冲。这些奴仆妖魔就留给其他学生。昭华的目标是战将级妖魔，他要比所有人都要快一步的冲上后山，这样就不会和其他学生接触。说实话的，昭华觉得慢悠悠，故意等到妖魔都没有了，然后爆发冲突，自己再一个打10个，把其他人的战利品都收走，然后十分讨厌的丢下一句是你们先动的手，这些就当做战利品了的做法挺膈应人的。有实力强却偏偏要给自己找个理所当然的借口，这和钓鱼执法有啥不同？既然自己有强大的实力，那就应该去挑战有挑战性的，弱的就交给弱者。冲！目标所有战将妖魔死！3尾碧灵蝎十分兴奋，他也想找一个能和自己打上全力一架的对手，6根腿欢快地往后山深处冲。3尾碧灵蝎战将的可怕气息让奴仆妖魔根本不敢靠近，远远就躲开。昭华一次袭击都没有遇到过。第126章寒冰魔猿。3尾碧灵蝎在密林里面狂奔了5个多小时，中午煮了个饭休息了一会，现在天色已经开始渐渐暗了下来，昭华抬头都能看到月亮露头了。昭华是不可能吃压缩食物的，那太难吃了，他自己有准备食物，一块卤好的牛肉，一些蔬菜干，连煮饭的锅和米都有，现在正在做饭。而3尾碧灵蝎没有回到手表，去趴在一旁，没有什么比他守夜更令人安心的了。为了几头处理好的生机和召唤兽专用的含有能量食物，输送了召唤系魔能后，3尾碧灵蝎就趴在地上休息。饭后就到了冥修的时间，冥修可以很好的代替休息，而且冥修不像熟睡，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可以及时的从冥修中出来，立刻进入战斗状态。在野外，猎人都是用冥修来代替睡眠，这样虽然很枯燥，但是比起自己的生命安全，这点枯燥不算什么。随着夜色渐深，学府后山寒意四起，一阵阴风吹来，发出沙沙沙的声音，显得有点瘆人。特别是3更半夜过后，不知道为什么后山的地面竟然会出现冰块，树上的树叶凝结出一层冰霜。在皎洁的月色下，整个山林显得一片寂静、安宁和诡异。突然间，坐在帐篷前的3尾碧灵蝎好像察觉到了什么。3尾碧灵蝎的热感应十分厉害，他感觉到了有东西，他的尾巴轻微的移动，碰了碰昭华的帐篷。这是昭华交代的，
毕竟昭华的目的是要猎妖的，有不怕三尾碧鳞蝎妖魔必定是战将级，所以不能吓跑。真要打不过，只能说明自己菜了，不对，是三尾碧鳞蝎菜。片刻过后，三尾碧鳞蝎暗自锁定了某个方向，突然站起来，6根腿发力，速度极快，力量极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褐色的蝎尾以横扫之势把所有树木扫荡干净，咚的一声巨响，命中了某个东西。吼！一声怒吼声响彻后山，昭华被三尾碧鳞蝎提醒，已经从帐篷中出来，借助夜光，昭华看清楚了是什么。一头冰蓝色皮毛的巨猿，体型比一个成年男子高了3-4倍，体型壮硕，外貌和人类有点像，双脚站立行走，一双巨大的手臂现在正狠狠地抓住了三尾碧鳞蝎的鹤尾。吼！巨猿仰天怒吼，抓住三尾碧鳞蝎的尾巴，把三尾碧鳞蝎整个提起来，拧着转了2圈后直接甩飞出去，恐怖的力量砸断了不知道多少根树木才停下来。昭华在暑假的时候带领三尾在从城的野外猎妖区不知道杀过多少妖魔，战将都有不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被这样甩飞出去。寒冰魔猿，校方真是有够狠心的，这种妖魔都给搞过来，真不怕把学生给弄死。昭华现在躲在远处，他现在除了使用魔具之外没有战力。寒冰魔猿是一种带有一丝泰坦巨人血统的猿魔，天生神力，铜皮铁骨，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冰系妖技，成年期就是战将级别的妖魔，如果成长的好，实力可以达到大战将级别。昭华也想过自己召唤系中阶的契约召唤兽要不要弄一头寒冰魔猿，毕竟这种妖魔几乎是万金油一样的契约了，可攻可守很不错，但是想到自己有一头三尾碧鳞蝎，两者好像有点重合，就排除了这个选择。按照冯周龙的话，三尾进阶到战将后的实力只是在小战将，如果算上3种妖技配合的好，综合考虑可以有大战将的实力。不过三尾还能提升实力，现在三尾还在成长。死！三尾晃了晃脑袋，他愤怒了，进阶后第一次被别的妖魔甩飞。三尾的体色变成了碧绿，蝎鳌汇聚了风之力，一道3米多长的绿色半月斩斩击切开了沿途所有树木，树木断开了一截，倒向两边，风斩笔直飞向寒冰魔猿。一道风斩闪过，寒冰魔猿以极快的动作侧身跳开，但是三尾碧鳞蝎的风斩又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躲开？腥臭的血液疯狂从手臂的伤口中喷出，寒冰魔猿的血液解除到地面，立刻就变成了一块坚冰。冰血，寒冰魔猿的特殊妖技，寒冰魔猿体内的血液接近零下50度，这种冰血只有在寒冰魔猿的体内才会是液体状，一旦解除空气，立刻就会变成一块冰。寒冰魔猿本来还深可见骨的伤口被一块冰堵上，达到了立刻止血的效果。现在很多魔法研究人员都在研究这种冰血，因为它比人类的血小板的凝血能力要强大很多。如果人可以做到这样，那么在野外因失血过多而死的猎人法师数量就会大幅度减少。死！三尾碧鳞蝎看到自己的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立刻愤怒地冲向前展开搏斗。昭华在远处看着，他已经发现了三尾碧鳞蝎的弱点，难怪冯周龙会说，如果能把妖技施展得好，才有大战将的战力。三尾的妖技运用很差，基本都是靠实力碾压。以往遇到的都是比较弱的战将妖魔，所以这个缺点并不明显。现在遇到了拥有远古泰坦巨人血统的寒冰魔猿，就变得尤为明显。实力相差不多的较量，往往一点很微弱的缺点都会致命。昭华在一旁大声说道：“用拟态前行，从后面发动攻击。”妖魔和人类法师的差距就是太直了，不会应变。近身肉搏战，三尾都被寒冰魔猿胖揍得青一块紫一块了。寒冰魔猿的确无法击穿碧鳞，但是人家每一拳打下来，你防御力再高也铁定顶不住啊。而三尾的尾刺又难刺中敏捷的寒冰魔猿，甚至有时候还会被抓住给丢出去。不过寒冰魔猿也不是完美的，它也有缺点。寒冰魔猿的感知能力很低，可以说是没有特别的感知能力，全靠双眼和耳朵去判断。所以在野外只要偷袭，在寒冰魔猿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予致命一击就行。三尾碧鳞蝎拥有虚空螳螂的拟态前行，这么强大的隐身偷袭技能，现在不用更待何时？死！三尾碧鳞蝎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听从了昭华的命令，使用拟态发动偷袭。三尾的弱点大概是脑子不太好使。昭华并不是嘲笑三尾碧鳞蝎，脑子不行的意思除了说智商之外，更多的是指精神力。如果昭华的对手是迷幻蝶这一种攻击精神的妖魔，三尾估计会有力使不出。特别是对付心灵系和诅咒系的法师，精神力不高的召唤兽在这2种魔法系面前甚至会叛变。最终三尾碧鳞蝎学聪明了，使用拟态躲到一旁，用风斩把寒冰魔猿的头给切了下来，伤口能冻住也顶不住头给砍下来啊！无头尸体咚的一声跪倒在地上，扬起了一阵沙土。第127章危机来临。昭华走过去，把寒冰魔猿身上写有紫色10位置连毛带皮一起用小刀割了下来，把整个尸体都丢进了手表里面。至于有没有一股什么的，要出去找猎者联盟专业的解剖员解体后才知道。为了防止被其他妖魔发现，
昭华用掩盖粉在周围撒了一遍，把血腥味和寒冰魔猿的气味都掩盖掉，然后给三尾碧鳞蝎涂抹了一些疗伤药品，痛得他龇牙咧嘴的发出嘶嘶嘶的叫声。昭华神色无奈的说道：“别给我丢人了，回去得找个机会给你训练训练才行。”委屈巴巴。当天晚上，昭华一直冥修到早晨，冥修时间过了就闭目养神。经过昨晚的事情，昭华明白到他已经进入了战将妖魔的区域了。现在他所在的刚好是半山腰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的中山学府几栋高楼特别的显眼。除此之外，在另外的几个方向还有其他的高层建筑，不过那些建筑是别的同属于学府城内的学府。昭华刚洗刷完，正在做早餐，人是铁饭是钢，早餐不吃饿得慌。呀！突然间，昭华听到阵阵的怪叫声，四处看去。当他看向天空的时候，顿时脸色巨变。昭华来不及收拾，只能快速的把帐篷等东西一股脑的塞进手表空间里面。一个箭步踢醒了没有一点危机意识还在熟睡的三尾碧鳞蝎。三尾碧鳞蝎还睡眼惺忪的看了两眼，看没什么情况发生，又准备睡过去。昭华脸色都紫了，这是被气子的，怒道：“还睡？大难临头了！再睡下去，我们就不用醒了。”本来天已经亮了，是白昼，前不久还是阳光明媚，下一刻一片阴影挡住了阳光。这时候三尾碧鳞蝎才意识到发生大事。白魔鹰，杭州市的西面要塞的西岭之中，白山脉的更西面便是连绵的西岭，整片此起彼伏的山岭呈现出原始之貌，大山巍峨，古木参天。长久以来，西岭都是一片绝对禁止飞行的区域，甚至连飞机航线都要绕开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栖息着白魔鹰群落，这是一种群居性的肉食猛禽，驯兽等级1星，如果不是没有负数评价，这种妖魔估计是负星才对。白魔鹰如果被契约召唤了，甚至情愿自杀也不会供人类驱使。性情暴烈，有着极强的捍卫领域之心，而且对目标不死不休的性格让杭州市的魔法师相当头疼。为了对付这种妖魔，杭州市拥有国内最强的一支空中法师军团，就是专门防御白魔鹰袭击的。昭华是万万没有想到，中山学府丧心病狂道抓来了一大群的白魔鹰作为军训的一部分。昭华粗略的看了一眼，起码有30-40头白魔鹰，每一头白魔鹰展翅有5-6米长，30-40头组队，简直就是一片乌云，要遮天蔽日。而且对于法师来讲，初阶、中阶没有任何一个魔法可以飞行，要飞行就只能靠飞行驯兽和异魔具，但是飞行驯兽稀少，而异魔具又昂贵，所以飞行妖魔一直都是全世界最难搞、最恶心的难题。别看白魔鹰只是奴仆级，三尾碧鳞蝎是战将级，面对30-40头白魔鹰，三尾碧鳞蝎连反击的力量都没有，会被活生生戳死，更别说昭华了。快跑，找个可以躲的地方。昭华现在坐在三尾碧鳞蝎背上，没有小风残在的时候，昭华速度远不如三尾碧鳞蝎，而且三尾碧鳞蝎的3条尾巴刚好可以当成靠背和扶手，不至于被甩下去。三尾的体色换成了碧绿色，虽然没有风鬼那么急速，但是速度有提升是肯定的。三尾开启恨不得多长几条腿的末路狂飙模式，6根腿像马达一样疯狂摆动，这一次的颠簸幅度比昨天奔跑的时候大多的，就连昭华都差点要抓不稳被甩下去。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坐在游乐园上的大摆锤，还是加速版本那种，晃得他胃酸都要吐出来。他现在对于自己中阶的契约召唤兽选择飞行妖魔的想法越来越深刻。昭华强忍着反胃难受，看了一眼身后，那群白魔鹰果然是出来觅食的，而且目标就是自己和三尾碧鳞蝎。坐在三尾背上的昭华时不时的看向身后的白魔鹰，深感真不愧是在妖魔课上被评价为不死不休的妖魔，没有一点点要放弃的欲望，而且越追越近。毕竟6条腿又怎么跑得过一对翅膀的呢？昭华脑中快速过滤关于白魔鹰的知识，开始计算怎么对付他们。白魔鹰的优势就是飞行、速度、敏捷，相对于一些妖魔来说，攻击会稍弱，最大的弱点是防御力。白魔鹰全身上下没有一点防御，被2级火姿粉骨就能打成重伤，被3级爆裂命中能直接炸开的妖魔。但是白魔鹰的敏捷和飞行高度让火姿很难打到他们，就连猎拳的效果都很微弱，特别是成群结队的性格，导致在野外被白魔鹰群发现，没有一个军队的法师很难应付，更别说落单法师。昭华左算右算，以现在的他是没有任何办法处理白魔鹰群，而且跑了这么久，连个山洞都找不多，要是能有易守难攻的地形帮助，或许还有机会。没办法了，虽然有点可惜，也只能用昨晚的寒冰魔猿尸体丢给他们吃了。丢人啊！昭华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投降，不对，是投食，然后趁机溜走。三尾因为全力奔跑的原因，现在体力消耗得很快。昭华在背上已经察觉到三尾的呼吸急促了很多，估计最多5分钟就要明显的降速了。要是哪怕有一丁点能打的机会，昭华都不会放弃。从他没有利用军装的保护机制就看得出，昭华是想先逃离，然后再猎杀战将妖魔，并不是退场。
想到自己竟然面对一群奴仆妖魔都要投降，避而不战，心情竟然有点沉重，好像失去了锐气一样。昭华从手表中拧着寒冰魔猿的头颅丢出去的瞬间，就在白魔鹰看到寒冰魔猿的头颅俯冲发动攻击的时候，突然大地震动，在三尾碧鳞蝎的不远处，泥土四溅，一头巨型虫兽黑影从泥土中钻出，一口把昭华丢到空中的寒冰魔猿头颅吃进肚子。而且这还不罢休，利用冲力张开大嘴，连带着3只白魔鹰一同给吃进肚子。沙地虫，因为昭华第一次见自己老爸出手解决的妖魔就是沙地虫，但是这头沙地虫要更加的巨大。不对，这是双头沙虫。三尾防御。昭华发现体型不对，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奴仆级的沙地虫，而是战将级的双头沙虫，不但体型比沙地虫巨大，而且具有双头。三尾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地面裂开，另一只头锁定了因为双头沙虫出现而停下来的三尾碧鳞蝎，长满了一排排锯齿的口腔张开，连同泥土一起要吃掉三尾碧鳞蝎。双重危机。第128章至强。钢岩强盾。昭华释放钢岩强盾，一面岩石墙卡住了双头沙虫的口腔，三尾碧鳞蝎这才反应过来，借助钢岩强盾起跳，逃开了致命攻击。昭华在心中暗自发誓，出去必须要狠狠调教这头蠢蝎子，哪有被敌人追击的时候会停下脚步的，特别是在野外妖魔之地的时候，会突然出现99%都是妖魔，别想着会有好心猎人出手相救，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而且昭华刚刚已经提前喊了要用防御的妖技，三尾碧鳞蝎还愣了一下，就那么1-2秒的时间够他们死几次了。现在三足鼎立，双头沙虫一只头的嘴巴在蠕动，在咀嚼着刚刚吃到的3只白魔鹰和寒冰魔猿的头颅，另一边是白魔鹰群和昭华。死！双头沙虫的另一只头突然张开嘴叫了一声，还在咀嚼的头转向后，从口中分了一半给另一个口，已经被嚼得变成5颜6色液体的食物从嘴里面流出来，流到另一个嘴里面，像呕吐一样吐到另一个头的口中。这一幕看得昭华差点没吐出来，这也太恶心人了吧！白魔鹰不愧是不死不休的性格，现在依然在空中徘徊，而且目标从只对三尾碧鳞蝎变成了分开2支队伍，一边继续盯着三尾，一边则是要为死去的伙伴报仇。双头沙虫也一样，2只头一边一个，刚刚的肉食哪里够他们吃饱，他们还需要更多，就连昭华也不知道潜藏在地下面的双头沙虫身体有多大。除了昭华和三尾碧鳞蝎之外，其他2方都想干个你死我活，要把对方当作生命成长的养分。但是昭华不同，作为人类法师，在妖魔之地是弱势的一方，不管遇到什么妖魔，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掉，那就必须要跑路，因为战斗只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妖魔前来，到时候魔能有限的法师必定会被无穷无尽的妖魔围死。跑啊，还愣着干嘛？逃跑就和催更一样，只有0次和无数次，不会真以为多一个战将生物出来，三国混战就能从中取胜。双头沙虫可是2个头，现在根本就是一部分白魔鹰和双头沙虫的一个头要夹击三尾，不逃死的更快。但是这一次又怎么可能像刚刚那样逃得掉？不但白魔鹰的距离更近，最麻烦的是双头沙虫，到了战将级，基本上的妖魔都拥有妖技，只是在于他的妖技是强是弱而已。地面的泥土发生波动，双头沙虫拥有类似岩杖的妖技，可以控制泥土。三尾碧鳞蝎脚下的泥土剧烈滚动，突然沙土暴起，形成了山峦，挡住了三尾碧鳞蝎的退路。双头沙虫从上往下如同巨浪一样涌来，双头沙虫的身体像一根柔软的鞭子，要把三尾碧鳞蝎拍扁。三尾的躲避能力并不算很优秀，冯周龙的测试项目中，三尾在躲避测试只是勉强达到小战将级，刚好合格，所以三尾干脆不躲，用自己最强大的防御力硬吃这一鞭子。三尾在这种山林土地的防御会有所加成，周围被双头沙虫弄松散的土块石头像磁石吸引铁一样，把周围的泥土都往自己身上吸，就连昭华都被一层坚硬的岩石包裹着，只露出双眼和鼻子嘴巴，全方位被保护着。三尾双鳌变成了如巨盾一样的岩石盾牌，盾牌合拢组成一面超级巨盾。轰隆！双头沙虫可是实实在在的大战将级别的妖魔，这一击的威力把地面都打崩塌，造成了小范围的地震效果。不过三尾碧鳞蝎的防御力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现在的状态，防御力更加是变态，承受了如此恐怖的攻击，竟然纹丝不动，毫发无损，就连坐在三尾背上的昭华都只是感觉到摇晃和轻微的震感而已。死！白魔鹰一样，他们只是数量多而已，攻击力还没有双头沙虫厉害，更加无法攻破三尾的防御。三尾一直防御，三方就这么僵持住，谁也奈何不了谁。反而另一个头和白魔鹰的战斗激烈得多，双头沙虫的另一个头已经被白魔鹰啄得鲜血直流，身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血洞和一些抓痕。白魔鹰也一样，有好几只已经被吃掉，地面还有不少被打成重伤，在地上翻腾无法起飞的白魔鹰，
天上的白魔鹰已经少了一半。咔咔咔，三尾碧鳞蝎身上的岩石块开始脱落粉碎，防御永远都是被动的，三尾的防御再厉害也没用。当三尾体内的魔能不注意维持岩石防御状态的时候，就是他们战败的时候。小风蚕，现在情况危急啊，你醒了没？昭华可是召唤师啊，他还有一只战将召唤兽，而且按照风铃所说，只要给到充足的资源，小风蚕进阶战将，那小风蚕在战将中是无敌的存在。昭华从小风蚕进阶开始，每天都有提供召唤系魔能，小风蚕一直都有吸收召唤系魔能来加快进阶速度，直到最近几天小风蚕不再吸收魔能，没有任何动静，这反而是一件好事，证明小风蚕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它很快就要进阶完成，足足半年的时间，这一次的进阶比上次还要长一点。可惜不管昭华怎么呼唤，小风蚕依然没有回应，没办法了，只能拼一拼。三尾，你听好了，一会你别管我，进入拟态前行，你要快速把双头杀虫杀死，然后来接应我。白魔鹰的攻击应该没有那么快攻破钢岩墙盾。拟态前行最大的弊端是不能让昭华也一同隐身，不然这真的就是神迹了。昭华现在只能搏一搏，飞行的白魔鹰群刚好克制了三尾，但是双头杀虫却相反，巨大的身体让他难以避开三尾的风斩攻击，要胜利只能逐个击破。上！话音刚落，三尾立刻解除了岩石防御状态，换成了暗黑色，瞬间进入了拟态前行，消失不见。而昭华撒腿就跑，并且心里面发誓，军训后要把自己装备到牙齿。三尾突然不见，只剩下昭华一人，结果不用猜都知道，白魔鹰群像是嗅到血的鲨鱼，全部涌向昭华。钢岩墙盾，这是第二次释放，三尾必须要在昭华最后2次的钢岩墙盾被打破之前前来救驾，不然军训就失败了。咚咚咚咚，像是躲在屋檐下细听暴雨的声音一样，昭华和白魔鹰群就是一墙之隔。但是白魔鹰又不傻，见攻击没有打爆钢岩墙盾，剩下的几只白魔鹰没有去攻击钢岩墙盾，而是绕开攻击后面的昭华。靠！钢岩墙盾是可以释放3次，但不是3面盾牌，做不到全方位保护。完了，昭华只能认输了，有10分应该也不错了吧？不过军训失败了的话，应该要受到惩罚。就在此时，异变图生以昭华为风眼，一阵席卷整个后山的强风宛如核爆炸一样炸开，恐怖的飓风每一缕都像利刃一样切开所有碍事的东西，飞在空中的所有白魔鹰无一幸免，全部变成了白切鹰。双头杀虫皮糙肉厚也顶不住这样的利刃，深感不妙的双头杀虫立刻潜入地面，躲避满天风刃的攻击。就在双头杀虫潜入地面之时，银白的利刃之风瞬间转变，一道冲天火龙卷就像深井烧鹅一样，把钻入地面的双头杀虫连皮带骨烤得金黄香脆，肉香四溢。昭华看到这一幕，流下了老父亲的眼泪。第129章，这本书银白利刃之风，这是昭华后来买的第3个风灵种银刃。这种风灵种的效果十分简单粗暴，让风系的所有魔法都可以带有银白色的锋刃效果。例如使用风盘的时候，外围就好像电视上看到的剑气一样往外射，甚至发动一个出阶的风轨都可以凝聚锋刃，让风轨带有攻击力。终于进阶成功了，昭华这样一个人这时候都有点感激涕零，想发个朋友圈。为什么别人家的召唤兽进阶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情，自己家的都是几个月的算，这不公平啊。小风蚕没有出现，他现在还没有完成进阶，原因是昭华还在出阶，小风蚕现在已经是蜕变成功，属于战将级的妖魔了，只不过他现在太过强大，以昭华出阶的修为，出阶的召唤系魔能不足以支撑小风蚕从召唤位面出来。刚刚只是小风蚕完成了进阶爆发出来的恐怖现象，现在小风蚕要给昭华进阶了。而三尾碧鳞蝎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默默地在心中喊了一句风蚕姐牛逼。在昭华的精神世界里面，召唤系的星辰已经变成了碧绿色，召唤系的星辰以肉眼可见的恐怖速度疯狂扩张，最后变成了一个椭圆鸡蛋形状。昭华知道小风蚕要帮助自己突破出阶壁垒，他自己也控制着召唤系的星辰开始撞击壁垒，并不是星云是椭圆鸡蛋形状，而是星辰的壁垒是椭圆鸡蛋形状，一层透明的光幕困住了星辰，只要破壁就是中阶。现在召唤系的星辰就像要出生一样，在拼命地挣扎着。正常人这时候就要开始使用宇宙尘埃，宇宙尘埃会化作尖锐的针，刺破一个口子，让星辰可以有机可乘，破壳而出。但是昭华此时发现，小风蚕的精神体现在就在召唤系星辰中间，双手像被挤压一样，双手左右顶住，用力要推开这层看不见的壁垒，配合着昭华要打破这层光幕，这是要把整个阻隔壁撑爆的意思啊！小风蚕外貌没有变化，还是长发飘飘的小仙女模样，但是却多了一些首饰，一缕灰白绿的耳坠挂在右耳，一个火红像是火焰一样跳动的发夹别在头上，罗裙上多了一个银白色的胸针，分别对于治愈之风、拳、火焰之风、焚风、白银之风、银刃
3种风灵众在这时候发挥了他们的力量，一股3色风暴生成，狂风像无数条鞭子，狠命地往四周的壁垒狠抽。在精神世界里面，昭华听不到小风蚕说话，但是能感受到此刻小风蚕的拼命劲。小风蚕小脸鼓起，咬紧牙关在使力。咔咔咔，随着小风蚕攻击越来越猛烈，外层的光幕终于出现了裂缝，裂痕的出现就像玻璃破碎一样，呈现一种不规则的方式朝着周围扩散，直到后来裂纹变得越来越大。昭华知道成了。昭华现在的内心异常兴奋，面对全新的力量和新境界，他只有无限的期待和兴奋，全然把精神力耗尽的痛苦和疲倦给忘记了。棒！爆炸！狂风！力量！昭华的精神世界中立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皎洁月色的召唤系星辰以一种浪潮一样的趋势席卷而来，皎洁月色的星辰开始霸占土地，开始以一种肆无忌惮的速度蔓延到整个精神世界。本来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的精神世界被一朵皎洁月色的星云点燃，开始有了磅礴的生机。小风蚕的碧绿色刚刚相反，本来在中心的碧绿之色汇聚到小风蚕的体内，但是这并不是要收回，而是小风蚕要开始它的第2步，自我觉醒。小风蚕要把进阶剩余的能量输送给昭华，让他完成觉醒，并且利用这些能量迅速增加修为。次元召唤兽反哺召唤师，绿色的这一次不是碧绿色了，而是深绿，是风系的绿。在精神世界的另一处得到了小风蚕的力量后，慢慢的浮现了绿色。风系毫无疑问是风系，小风蚕的力量包含着风的力量，这是比冯周龙提纯过的引导石还要精纯的风系能量。只要昭华体内有一丁点的风系魔能，就能觉醒出风系。昭华并不觉得风系有什么问题，如果能把2种不同的风系魔法结合，必定会迎来爆炸性的结果。有了小风蚕进阶剩余的能力，我风系说不定能达到初阶满修。小风蚕进阶的能量十分恐怖，一个战将精魄，3个灵种，这里面的能量都够人突破中阶的壁垒了，剩余的能力可以直接让昭华第2系初阶满修。就在昭华等待着自己的风系星辰吸收能量的时候，一本被昭华丢在角落，只是用来威吓星子的书悄悄地打开了。昭华的精神体感应到了，转头看向角落的那本月色之书，怎么打开了？现在的月色之书是打开平放在地上，看不到封面。不知道为什么，昭华此时大感不妙，心中咯噔一下。当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的时候，如果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那么必定是坏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怕什么来什么定律。哗哗哗！果然如昭华所想，一道月色的锁链哗啦啦的一下从书中射出，锁链的速度十分惊人，昭华根本来不及阻止。昭华眼看着这一道锁链直接击穿了还在成长的风系星辰，把风系星辰打得粉碎裂开了。因为风系星辰现在正在连接着小风蚕的力量，星辰破碎导致小风蚕的精神体被反噬，打回了本体。完了呀！星辰可是自己的呀，而且星辰代表着法师的精神灵魂，是身体的一部分。现在星辰被打碎，轻则修为倒退，永远无法凝聚第2系，重则法师精神重创，精神失常，变成白痴。哗啦啦啦！月色锁链收回，连带着破碎的星辰和多余的能量一同被收回书中，啪的一声重新合上，又变成了一本安安静静的书，躺在原地一动不动。只不过书封微微放光，忽明忽暗，像是在吃着刚刚的星辰能量。昭华精神体都在颤抖，这是被气的，这破书啊！昭华抓起月色书，就连他这么淡定的一个人，现在都歇斯底里起来。你这破书，你都干了什么？昭华不断的用书砸地，不过这书的坚硬程度，昭华早就知道了。不管昭华怎么砸，怎么撕，就算用药咬，他依然保持的淡雅，毛事没有。这可怎么办啊？昭华都不知道自己打了多久，打的精神体都累了，估计再不久自己就要离开精神世界。算了，回去再想想办法吧，也不能一直在精神世界里面待着。精神世界，昭华眉头紧皱，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地方，自己星辰被打碎了，为什么自己一点事都没有？别说昭华还是一个初阶法师，才刚突破中阶，就算你是超阶，星辰碎了都是不可挽回的重伤，但是昭华现在连头疼都没有一下，这完全不合理。昭华立刻冷静下来，事出反常必有妖，他看向旁边的月色之书，心中质问道：这本书会害自己？这么久了一直相安无事，怎么突然就出事了呢？而且还是突然就搞事情，有鬼，必定有鬼。第130章，真正的第2系。昭华缓缓拿起手中的书，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就算自己到了中阶，依然没办法打开它，他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像一本书，只是刚刚他做了一本书不应该做得到的事情。昭华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深知心急则乱的道理，不管什么事情他总得有个缘由，杀人你都要有动机是吧？所以这本书这样做必定有他的道理。昭华开始分析和推理，开始回忆刚刚发生的所有细节，一点不遗漏的像是电影回放一样。
其中最不寻常的就是这本书悄悄打开，而且从里面射出一道和书封颜色一样的锁链，击穿了风系星辰，并且把星辰的能力卷走了。它需要能量，所以打碎星辰，然后把星辰的能量吸走。这是最明显的解释，那就是这本书是有意识的，它因为某种原因需要庞大的能量，所以把小风蚕的能量吸收掉。不对，这样解释不通。要能量归要能量，需要庞大的能量，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吸收召唤系突破屏障时候的能量才对。而且那道锁链连星辰都能击碎，本身就是很恐怖的攻击。能发出击碎星辰的攻击，却需要这个星辰的能量，这不符合常理。而且击碎星辰无疑是枯泽而渔的做法。这本书既然寄宿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面，那么我们就是共生关系了。就算需要能量，那也应该让我变得强大起来才对，而不是让我变得弱小，那样反而无法得到更多的能量。这个最显浅的解释明显不对，也就是说，这本书这样做有更深层的理由在，不过昭华并不知道而已。那就从结果去逆推，既然正得来不行，那就从结果去逆推过程。结果是昭华的星辰破碎了，但是人却一点事没有。而起因是自己的风系星辰诞生，月色之书发动攻击，打碎了风系星辰。既然不能正面知道为什么月色之书要这样做，那就反过来自己为什么会没事。按照正常思维系，破碎了必定会反噬，精神重创，这是常识。但是昭华却知道特例，因为暑假的时候，李世杰体内的奇怪物质终于被破解，他的天生天赋之谜终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李世杰的天生天赋与军方废弃禁止的一项实验的原理相似，冯周龙当时怀疑是黑蛟亭得到了军方的这项实验研发出来东西。军方曾经有过一项人工制造星系的实验，实验原理是人工制造一个魔法系，然后吸收其他系的魔能到这个系之中，这个系不但本身具有强大的能量，还能吸收其他系的能量，让身体变化得到爆炸性的力量。只不过这个研究没有成功，因为人类法师的灵魂根本承受不住 N 加一个系，初阶就一个系，中阶2个，高阶3个，这是不变的事实，因为其本质是人的灵魂就只能承受这么多。初阶法师的灵魂强度只够一个系，中阶2个，如果初阶就有2个，那么灵魂就承受不住，导致精神世界崩塌。毕竟人类怎么可能一个躯壳拥有2个灵魂？所以这个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李世杰的天生天赋是相似的，他吸收另外2个系的魔能，转嫁给了复仇螳螂，完成进阶。李世杰体内的物质就是相当于一个电池，不能得到强大力量，还可以吸收其他魔能，然后转嫁到别的系上。因为不算星系所，以李世杰的精神世界没有崩塌，但是也没有军方的实力来得劲爆。所以昭华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魔法系是可以人造的，只不过你的灵魂精神世界不能拥有额外的系，不然会爆会塌。难道那个风系不是我的系，是小风蚕的能量无意中制造出来的？甚至就连小风蚕都以为那是我的系。昭华不会去怀疑小风蚕要害自己，而且当时连昭华都觉得风系就是自己的第2系。但是如果风系不是第2系，那么结论就出来了。昭华认真地看向月色之书，像是在问书一样说道：你在保护我？如果是这样，就能解释清楚，月色之书并不是要害他，恰好相反的是，为了不让昭华的精神世界崩塌，而出手打碎了风系星辰。就好像体内的免疫系统一样，出现了癌细胞，免疫系统会把病变的细胞杀死。刚刚的风系星辰对于昭华的精神世界来讲就是癌细胞一样的存在。这个想法十分正确，输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么他更可能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居住地，而不是想着破坏它。昭华现在缺少的是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昭华拿着书往已经变成了星云的召唤系星云走去。要说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小风蚕和自己2人合力打破星辰壁垒的时候，实在太困难了。昭华早就满修了，而且也会每天冲击壁垒，但是壁垒纹丝不动，没有一点反应。不过因为季韶音也是如此，所以昭华还以为稀有系的壁垒都特别难攻破。但是刚刚可是有小风蚕帮忙，有如此恐怖的能量支撑依旧困难。昭华本来以为应该是摧枯拉朽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小风蚕双臂拼命推开，双手支撑，再加上3个灵种的狂暴力量，才勉强打破了壁垒。宇宙尘埃只不过是因为温和才适合用来突破的，并不是说它拥有多么可怕的能量。宇宙尘埃的能量连1枚灵种都顶不上，现在3枚加上1只战将精灵，还这么艰难，太不正常了。当时昭华没多想，现在他细想后，觉得自己的召唤系才是有问题的。昭华站在召唤系星云前，星云和星辰的确千差万别。昭华站在召唤系星云面前，立刻就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眼前虽然是透明的召唤系星辰，但是昭华可以感觉到他的浩瀚和神秘。我当初能打赢李世杰，还真是运气好。难怪人家说中阶对比初阶就是天和地。昭华现在的精神力已经可以感应到召唤系星云不会像初阶一开始
因为透明的原因还要瞎摸瞎猜。不过昭华没有多感叹，而是开始探索原因。召唤系和其他系最大的不同就是透明，一眼就能看透整个星云。如果星云有什么异样，一眼就知道，一眼就能看出来，都不需要仔细找。昭华把精神力扩散搜索，也都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异样，不对，应该说没有异样才是正确。毕竟真正的异样已经被这本书排除了，也就是现在才正常。正常来讲，中阶不去觉醒，的确应该只有一个魔法系。但是按照我所想的，我应该是自我觉醒了第二系，所以触发了书的保护。但是第二系呢？怎么没有？没有召唤系？不对，法师是不可能觉醒相同的系的。第一次觉醒后，体内的所有召唤系魔能都会变成相应的召唤系星辰，之后再吸收的魔能那就是修为啊，会被召唤系星辰吸收啊。但是当昭华低头看了一眼手中月色的书，他隐隐约约觉得并不是不可能，于是使用精神力搜索精神世界。整个精神世界除了召唤系星云外，空空如也，并没有第二个召唤系存在。昭华把目光再一次看向召唤系星云，对，除了召唤系星云外。第131章2个召唤系，果真如此吗？昭华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后，果然在召唤系的庞大星云之中，在最中心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相对于星云的庞大，显得十分微弱、十分细小的一个星辰。他弱小无助地待着，哪里等待着被发现、被需要。第二个透明的召唤系星辰，昭华的精神体穿过星云，因为昭华探测到这个弱小的召唤系星辰是在星云的后面，两个召唤系像图层一样相互平行。只不过因为第一个召唤系已经达到了星云，完完全全遮掩住了第二个召唤系星辰。昭华仔细观察发现，两个召唤系只是平行而已，不相交，也没有粘在一起。昭华伸手从第二个召枚系的星辰中抽出7枚透明的星子，到了中阶后，法师的精神力、灵魂、精神世界都会提升，可以做到一次挖掘7枚星子。不过中阶的星云加上最开始出阶的7枚星子，可以拥有49枚星子。当49枚星子组成星图，那就是中阶魔法。所以和以前一样，还是要慢慢的挖掘星子。不过第二系的星辰却可以一次搞掂，所以中阶修炼第二系的速度会快很多。召唤系星云和星辰都是透明的难发现，但是第一个召唤系星云已经占据了一整片极大面积，它在浩瀚的精神宇宙中那么清晰可见。那7枚星子点缀着这庞大的星云，一片混沌的精神世界从此不再一样。尘埃、云团、云泥之别的意思吗？初阶和中阶的差距真的太明显了。假如这一片星云都饱含着魔能的话，那么这又将藏着多少能量啊？也只有这么庞大的能量才足以支撑小风蚕降临世间。昭华看着眼前的透明星辰和星子，再看看另一个庞大许多的星云，什么常识、理论知识在这一刻全部崩塌了。昭华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一切应该是手上这本书捣的鬼。自己体内觉醒了第一次召唤系后，应该就没有召唤系魔能才对，还能觉醒就证明昭华的精神世界还蕴含着召唤系的魔能可以觉醒。现在昭华基本可以肯定，自己精神世界出现的这本书必定是和召唤系有关的，是他影响了自己的觉醒，让自己打破了常识，得到了第二个召唤系，难怪自己突破中阶这么困难。你到底是一本什么书？你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咚咚咚，话音刚落，昭华手中的月色之书像是要回应他一样，在不停的摇晃，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咻的一下，从昭华的手中挣脱，左右晃动，像极了一个发神经、短路的机器人。昭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可以肯定这书不会坑自己，但是也不确定他会不会发什么神经。要来了！哗哗哗哗！突然，整本书在疯狂的翻页，像是在快速的寻找着什么一样，直到翻到某一页后才停止。昭华内心又咯噔一下，不会又飞出一条锁链，把召唤系也给砸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昭华绝对把这本书丢到9重天之外。耀眼的红光，红光照亮了整个精神世界，像是晚霞一样染红大地。昭华心中的大石头算是放下了，还好的是这一页没有锁链的出现，不然他就要精神体挡锁链了。月色之书慢慢平静了下来，红光也收敛了许多，但是依然能够看到书页发着红光。昭华靠近才发现，并不是书本在发光，而是书里面有东西，一块红色的勾玉，是勾玉的光芒。一枚红色的勾玉正在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本中。昭华仔细地看才发现，勾玉在书里面，在这一页书里面藏着一块玉。虽然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没错，但是真有一块玉，昭华是没想到的。这本书内有乾坤。昭华在他刚才射出月色锁链就猜到，这本书不但可以记录昭华和小风蚕签订的生死契约，里面还藏着些什么，只是昭华怎么打都打不开，就算是现在也一样，昭华要翻页也做不到，他就只能看到这一页的内容，而这一页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块红色勾玉。昭华观察了很久，书和勾玉都没有反应。昭华想了想，决定去取这块勾玉，小心翼翼的一点点伸手，说不怕那是假的，这本书绝对大有来头，就那锁链攻击，分分钟就能把昭华整个精神世界打爆，
现在里面出现一块红玉，谁知道会不会是一枚炸弹，一碰就爆。咕噜咕噜，昭华的手像是深入水潭一样，一点点的伸进书里面。哇，这可比空间系做的手表神奇多了。这可是精神世界，昭华的身体是精神体，竟然能做到这种效果，当真神奇。昭华的整个手臂伸进去后，才终于摸到红色勾玉。勾玉入手温热，但是不至于烫手。勾玉不大，只有4-5厘米长，半厘米厚，质地十分坚硬，除了会发热之外，毫无疑问就是一块普通的红玉。咕噜咕噜，昭华抓住红玉，缓缓地抽出手，他十分缓慢，生怕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如果这不是出现在书里面，不是出现在精神世界的话，这就是一块火魔石。昭华现在是精神体，通过精神体得到的感觉，手中的红玉就是和普通的火系魔石没有任何的区别，甚至这还是一块能量极度微弱，只剩下一点点火系魔能的火魔石。如果是在现实的话，这块火魔石丢在路上，大概都不会有人捡起来，还会一脚把它踢飞。精神世界里面能不能储存物品，昭华不知道，但是他的确没有听说过有人能利用精神世界来储物的。不过这也并非无法实现，因为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星子，星子不也在精神世界里面吗？而且用魔法的时候，星子不也会浮现出来吗？如果换成星子一样的物质，是否能放进精神世界里面，这个很难说。昭华拿起来把玩了几下，发现怎么都没办法玩不出花来。不知道在外面能不能像星子一样把它召唤出来。我在精神世界已经挺久了，外面有3尾碧灵蝎守护，万一发生什么3尾可以叫醒自己，所以昭华才敢进入精神世界。但是现在也挺久了，也该出去的时候。昭华退出精神世界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那本书他还打开着，没有合上。他拿出来红色勾玉后，书一直没有合上，因为被勾玉吸引了注意力。昭华没有发现这件事，不然他一定能想到，每一次这本书打开的时候，就是要干坏事的时候。月色的光芒从昭华的身体由内至外发出，整个人被月色的光芒包裹，而后光芒消失，昭华在原地消失不见，无声无息，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一幕和当初昭华第一次使用次元召唤的时候一模一样。3尾碧灵蝎傻了，刚刚自己的主人还坐在地上打坐冥修的啊，怎么自己眨个眼的功夫人没了？这么大一个人，有这么大？说没就没。第132章，我是肉身。昭华退出精神世界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第一时间感觉到有风，不知道为什么的，他竟然想起了最开始精神进入召唤位面的那一次，好像也是这样的风，也是带着一股甜甜的味道。但是在下一秒，他发现错了，不是感觉风错了，而是他正在下坠，就是那种玩跳伞没带伞，玩蹦极没绑绳的那种下坠。因为急速下坠产生的压力导致身体剧烈疼痛，同时昭华在脑海中疯狂地再问这是哪里。昭华睁开眼，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在高空上看下去，这里拥有无尽的山林，远处还有一座堪比天高的巨山，比周围所有山都要高，视线再远一点就是地平线。昭华以他作为学霸的权威发誓，这里绝对不是地球的某个地方，不是他熟知的世界。昭华急忙向下看去，地上有一些建筑物，但是不多，而且这些建筑物的风格十分简单，全部都建在山间之中。而且地形很奇怪，因为以昭华现在的视角，斜着上往下看下去就是一座塔的模样，但是细看会发现那是由千万座山脉拼接而成的，越靠近中心建筑越少，而且昭华还看到有生物在动。按照昭华推测的距离来计算，那些生物的体型恐怕大得无法想象。但是离他最近的并不是山脉组成的塔，而是一座漂浮在天空上的岛屿，上面有山脉，有湖泊，高高在上的昭华看去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油画。如果昭华不改变方向，那么他将会以砸得稀巴烂的速度撞向这座岛屿。次元召唤，昭华强忍着身体的痛苦，内脏的挤压，使用召唤系魔法。别说这么多，先把小风蚕叫出来，小风蚕可以控制风，让它安全降落。但是魔法失灵了，7枚星子浮现了，魔能也输入了，但是召唤系的次元召唤并没有发动，次元裂缝没有出现。怎么回事？昭华今天崩溃了。他今天遇到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自己以为的第2系被一本书给击碎了，然后自己觉醒了第2个召唤系，现在莫名其妙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还从不知道多少万米的高空坠落，连魔法都不能发动。裂开了呀，常识正在裂开啊！吸！就在昭华要开始走马灯的时候，耳边传来了熟悉而感动的声音。昭华转过头，差点没哭出来。哭吧，这时候眼泪不会掉。小风蚕，乖侄女啊，救命！吸！呼！小风蚕愣了一下，才想起昭华不会飞的，急急忙忙地控制风力给昭华降速。但是小风蚕来得太晚了，速度一时半会没能抵消。轰！落水了。还好小风蚕进阶到了湛江级，力量大幅度提升了，降速了不少，不然以昭华最开始的那种速度俯冲，就算有水做缓冲也要粉身碎骨。昭华留意到自己应该是坠入一个湖里面，在湖里昭华睁开眼，
周围有一些连他都不认识的鱼儿停止游动，好奇地看向朝华。朝华还看到一只蓝色的狐狸在水中畅游，一人一狐刚好对上眼。蓝色的狐狸吓了一跳，后往更深处游去。咕噜咕噜，哈！还好朝华会游泳，浮上水面，深呼吸一口气。刚刚他连续经历高空坠落致死和溺水致死都没死，真是命大，也多亏了自己中阶法师的体魄。嘻嘻，小风残拉着朝华的手，借助风和背后的双翼，艰难地把朝华拖出湖水。朝华因为军训的原因，手表里面带有衣服，不至于没衣服换，但是相比换衣服，现在朝华更想知道这里到底是哪里。而这个问题最好就是问小风残。小风残，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朝华认真地问道，脸上看不出来什么表情。嘻，小风残先是猛了一下，歪了歪头，但是那并不是不知道的表情，而是不懂你干嘛这样问，这是你自己来的呀，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你怎么来的？嘻，小风残还是如实回答道。朝华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是还是抬头看天，一副 Oh my god 的神情。朝华在空中和水里疯狂地回想自己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结合一些细节，再加上刚刚小风残的回答，他知道这里是哪里。召唤位面。来召唤位面这并不算什么，他来过不止一次。召唤师的精神体是可以进入召唤位面的，只不过已经绑定了次元召唤兽的召唤师会极容易遭到攻击，导致精神受伤。朝华除了第一次契约小风残外，还来过2次，就是小风残最初进阶的时候想看看小风残，不过2次都是进来没多久就被打散了精神体。他也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进来召唤位面是以精神体的形式会飞，而且自己的形态和第一次是不同的。只不过那时朝华以为小风残所在的地方特殊，自己来了2次都没有能找到小风残，也联系不上，也没有过多的怀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朝华明白过来了，这一次和第一次一样，自己是肉体来到召唤位面的，并不是精神体，而且极其可能是因为月色之书的原因。回想起来，自己要退出精神世界的时候，月色之书还打开着，所以朝华刚刚用次元召唤才失灵，因为次元召唤是用来打开通往召唤位面的魔法。你现在人都在召唤位面了，打开什么？还好也因为自己发动了魔法，让小风残知道自己来了，才赶得过来，也算因祸得福。朝华喃喃自语说道，我第一不是精神体来到召唤位面。你才知道。朝华听声音就知道是谁，风铃，一弹指划破天际的大神。风铃还是和原来一样，衣着完全没变，依旧是一身的绿裙子，眼神带着一丝鬼灵精。风铃小手轻轻一挥，直接把朝华身上的水全部带走，就这一手，朝华就吓得冷汗直流。现在自己可是肉身啊，对方真的能挥手把自己挫骨扬灰？别怕，要杀你的话，第一次见面你就死了，何况你现在还和小风残签订了生死契约。小风残见到风铃十分开心，站在朝华的肩膀上跳舞。这是小风残第2次在自己家见到朝华，有一种招待自己喜欢的大哥哥来自己家玩的心情。朝华看着像小精灵一样可爱的小风残，问道，他没受伤吧？风铃摇摇头说道，没有，只是被逼出了你的精神世界而已，没有受伤。风铃微微眯着眼，眼中带着一丝好奇地看着朝华，不过最后他也没有问是什么能把小风残逼出精神世界，那力量可不简单啊。第133章精灵岛。朝华和风铃2人像是约定俗成一样，大家都没有去说穿。风铃不问，朝华也不说自己是怎么肉身来到这里的。朝华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本月色之书封面代表的就是召唤系的颜色，这本书必定和召唤位面有关系，它可以让朝华打破2个位面的壁垒，来到召唤位面。按照这个想法，那枚红玉十分有可能是召唤位面的东西，不过朝华没有拿出来询问风铃和小风残，反而是十分好奇，装出一副笑脸的问道，风铃姐，这里是召唤位面的什么地方？上次朝华来的时候，因为目的就是契约次元召唤兽的，而且那时候哪能想到自己竟然是肉身，也没想过自己会来到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岛屿，所以没有打探消息。这次不同，这次是直接从空中坠落，朝华来了一次全景，180度环绕看世界，他看到不少奇怪的地方，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召唤系的法师虽然可以精神体来到召唤位面，但是召唤位面的妖魔对于人类法师是憎恨的，没走几步就被打回去本体。现在可是机会难得呀。风铃笑了，眼中透露着我懂你小子的神色，笑着说道，这里是千足精灵塔上空的漂浮大陆，千灵大陆，你也可以叫精灵岛。风铃左手抓住朝华的右肩膀，朝华只是感觉到风铃要用力提起自己的身体，然后眼前如同进入时间隧道一样，景色唰的一下消失，自己就已经出现在精灵岛的边缘。朝华在半空中无法确定这个漂浮在天空上的岛屿有多大，但是根据目测湖泊的大小和自己下落速度以及自己靠近时候精灵岛放大的比例，朝华大概估算这个浮空岛比整个妖都大得多。
在妖兜的中心位置，只需要一步就来到边缘。昭华不知道厉害的超阶风系法师能不能做到，但是他觉得冯周龙肯定不行。一步10万8千里啊！昭华虽热早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实际体验了一下，还是被吓得不轻。最可怕的是风铃可是带着自己的。风铃指着下面的千族精灵塔说道：“下面就是千族精灵塔，你是召唤系的法师，应该知道一点吧？”昭华点点头，还真别说，千族精灵塔这个名字昭华是真的听说过。他觉醒了召唤系后，有一次出于好奇问过昭郎，召唤系的超阶魔法是什么？昭郎想了很久，支支吾吾地告诉昭华，超级召唤系魔法叫做上古魔门，可以让超阶召唤师和召唤位面中几个境地的生物沟通，给予庞大的魔能，让他们给你打临时工。昭华那时候觉得昭郎应该还隐瞒了什么，而其中一个境地就叫做千族精灵塔，里面的生物擅长使用元素魔法攻击。昭华顺着风铃指的地方看过去，这时候昭华才知道，原来千族精灵塔并不是一座高塔，而是由千万山脉连成像塔的一座山。也就是说，昭华现在身处召唤位面中几个境地之一的千族精灵塔上空的岛屿。昭华想了想自己父亲和自己说的话，千族精灵塔里面的生物可以被人类法师召唤，需要超阶法师的魔能。昭华觉得千族精灵塔的生物应该不会有风铃强大，起码昭华没听说过有谁能随随便便就一指破空一步千里的，恐怕这座浮空岛屿要比千族精灵塔更高级才对。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因为昭华在这座岛屿中见到一些实力很弱的生物，他们一样能在这里修炼。精灵岛属于千族精灵塔的一部分。风铃摇摇头，指着下方其中一座山峰的山巅，一个全身冒雷电的生物。他头戴紫色王冠，王冠不断吸收着天地间的雷电元素，闪耀着紫色光芒。以昭华的位置，只能看到整体，看不到样子。而且他的身躯披着一件从肩一直遮盖到了脚踝位置的统衣，硬要形容的话，就像是游戏里面的宗教教皇一样的造型。风铃语气平淡，不含有特别感情的说道：“那是上古雷斯，也就君主级吧。”昭华震了一下，君主级也就？那你是什么？他虽然雷电之力运用的不错，但是并不属于精灵族。他现在的目标是登上精灵塔的塔顶，那时候他才有机会来到这座岛。精灵族是血统和认可，不是随随便便都叫做精灵。像小风蚕天生就拥有精灵魔法的生物是先天精灵，像那只雷斯，如果他能得到好的机缘，有机会登上精灵岛，他就是后天精灵，也是精灵族的一员。如果运气足够，他的后代有机会成为先天精灵。但是这可真是比登天还难。风铃抓住昭华，一步跨越千里，回到风铃的绿色小屋前面的草地。不过也并非一定要这样才能来到这里，有一些生灵得到了机缘，也能被传送到精灵岛修炼学习，就像你一样。风铃笑眯眯地看着昭华，其实他没有告诉昭华，人类是不可能来到这里的，连肉体穿越到召唤位面都是奇闻怪事。昭华时隔2年多再一次来到精灵岛，以前见过的吞阳龟还在那里吞吐火焰，昭华猜测着吞阳龟应该就是火系的。我现在中阶，那只吞阳龟我有机会契约吗？昭华可是召唤师，这里是什么？是宝地啊！看看人家小风蚕那战力，挥手就秒了一群白魔鹰和一只双头杀虫。要是自己的中阶契约召唤能契约到第2只精灵，那自己真的要爽飞了。风铃说道：“怎么，契约了1只精灵不够，还想要第2只？”嘻嘻。昭华感觉自己像在问丈母娘，自己娶了姐姐，能不能把妹妹也娶了的感觉。风铃摊手说道：“你能不能契约我不知道，不过吞阳龟不是精灵族，只是使用火焰的妖魔，因为机缘巧合和族群的帮助才来到这里修炼的。”昭华一愣，原来不是精灵族吗？然后指着不远处的一条吐水的蓝尾里问道：“蓝尾里呢？”也不是，那是谁属性的？日月狼呢？火冰属性。夜猫子。风属性。那……昭华把目之所及的所有动物都指了一遍，结果全部都不是精灵。这时候他才明白，原来小风蚕的血统这么高，这相当于王国的小公主啊！嘻嘻，小风蚕站在昭华的肩上，安慰他：“只要有他就够了。”风铃以为昭华说的是中阶的召唤契约，挑逗的说道：“你死心吧，先天精灵数量稀少，而且不会有精灵肯和你签订召唤契约离开召唤位面。我估计这里的生灵也不会打算离开召唤位面。”昭华没有跟风铃说自己有第2个召唤系，这里也没有能让他契约的，他就没有说出来。昭华还是保留了一点秘密。风铃走过来说道：“有风铃蚕，你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不过你的实力太弱了，连1%的精灵魔法都发挥不出来。”风铃扬起头颅，挑眉说道：“机会难得，来修炼吧。”第134章精灵领域。昭华从众多宝物中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这里随便一只都是神兽级别的呀！这种入宝山而空手回的感觉，真是让他咬牙切齿，牙痒痒的，太气人了。机会难得，来修炼吧。昭华一听，对呀，
自己虽然是召唤系的法师，但是修为也很重要啊。例如初阶的3级魔法次元召唤兽强化，就是靠修为的魔法，自己的修为越高，就能给小风残越强的加成效果。而且中阶召唤系的2级魔法召唤兽守护还是一个十分实用的防御技能，可以在召唤兽身上加上一层用魔能做成的护盾来抵挡攻击。3级魔法则是凝神守护，和2级魔法类似，只不过凝神守护是防御精神攻击的，特别是中阶3级魔法的凝神守护。召唤系最怕就是遇到心灵系的法师，本来还是恶狠狠的凶兽，一个心灵魔法就变成哈士奇。心灵系可不看你战将不战将的，只看精神境界，而妖魔的精神境界普遍弱如狗。昭华坐在地上开始打坐冥修，仅仅数秒，昭华就感觉神清气爽，召唤系星云才吸收了一点就开始扩散，修为肉眼看见的往上涨。当，但是昭华还没有爽够，就感觉到疼痛刺激，自己的天灵盖被猛地敲打了一下。昭华抬头看去，风铃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谁让你修炼这些？修为的增加你自己回去修炼。你看看周围。昭华这时候才看到自己周围，不管是日月狼还是吞日龟还是别的什么，全部看着自己，而且有些更是露出了凶相，想一口吃掉自己，但是风铃在一旁又不敢的样子。风铃无语道：你契约了风铃残，在这里修炼会把别人的份都抢了，特别是风系的能量，基本没人抢得过你，你小心被人家撕了。昭华这才明白过来，站起身问道：那我修炼什么？领域。领域。昭华声音都提高了一点。领域啊，昭华肯定听说过啊，这可是一个法师强不强的标准之一。昭华听林默说过一个八卦，帝都冰系世家墓氏的天之娇女，天生冰灵种，因为是天赐的灵种，乃最顶级冰灵种，自带领域。高考的时候参加了帝都学府的家试，冰之领域一出，雪花纷纷扬扬，像柳絮般漫天飞舞，凛冽的寒风呼啸，整个考场都结了一层薄冰。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领域之内，除非你领域比他强，不然全部魔法都要被压制。本来灵种是没有领域的，要到高阶法师才有机会领悟领域，或者拥有高阶法师才能用的魂种才有。但是一些已经无限接近魂种的最顶尖灵种，有可能会带有领域，再加上本身强大的修为，才有机会在中阶获得领域能力。现在风铃说可以让他获得领域，昭华立刻振作，好好听课。风铃却说，修炼之前先把衣服换一套，穿着2条裤子你也不难受。昭华虽然心急想学领域，但是知道也不能急于一时，急冲冲地跑到屋子内先换衣服。看到昭华进入屋子后，从旁边的火红的房子传来声音，声音中带有不满地说道：你干预太多了。风铃回答道：他是风灵残的契约者，我这不算干预，你让他契约精灵就已经违规，没有人类可以契约先天精灵。风铃笑着反驳道：也没有人类可以来到精灵岛。没有反驳，直到有一会后，火红色的房子才传来声音，虽然我们精灵族没有参加当初的事情，但是我们与万龙谷王国兽种也有过协议，他们对人类的憎恨你应该明白。你会引起战争。风铃听后，双手背负身后，看向远方，目光看着一处同样高耸入云的高山。这座山比千万山脉组成的千族精灵塔更加的巨大，但是这座山中间像是被劈开一样，形成了一道山谷。被劈开的山谷里面飞舞着不少生物，如果靠近看会发现，这些生物全部都是龙兽，成千上万形形色色，形态万千的龙生活在这里，在这里翱翔着，在这里飞舞玩耍。龙牙往左不知道多远的地方，有一处被浓郁的死气包裹的地方，这是一片死地，泥土是灰白色的，树木是干枯的，和龙牙相反，这里没有一个会动的生物。风铃看着这2个地方，睥睨天下的说道：何惧？像是有感应一样，龙骨深处传来惊天龙吟，死寂之地的无穷死气开始翻涌。不过两者都没有后续，慢慢的死气又恢复了原来的安静，龙吟声也消失。昭华换了一身运动装走出来，风铃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太阳椅和太阳伞，戴着一副太阳眼镜躺在哪里。小风残正在一边给风铃扇风，一边抱着一颗大黑提递给风铃，好一副潇洒模样。风铃没有看向从屋子走出来的昭华，吃着灵果，懒洋洋地说道：我给你示范，你自己照着做。话音刚落，昭华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风铃对着草地的一处轻轻一点，一个绿色的圆环出现，圆环只有半径1米左右，不算很大。你自己看着试试吧。昭华目瞪口呆，公式呢？没有公式你也给我讲解一下不是？原理都不告诉怎么学？就这样灵犀一指。但是昭华怎么也是一个学神，这种练习题答案写略的都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昭华径直走向圆环，他没有立刻踏进去，而是在外围观察了一遍。他感觉到这个和自己的第4魔法相似，肯定是精灵魔法。昭华伸手去摸，见风铃没有阻止自己，应该是没有危险。这个是精灵魔法的具现化现象。昭华感觉到这个圈里面就像小风蚕转化魔能一样，
在这个圈里面昭华是没办法使用魔法的。他现在第一个召唤系的星云里面只有7枚星子，所以他尝试使用初阶召唤系魔法，但是结果是星轨链接，魔能的输入速度很慢，被压制了。如果昭华是使用第4魔法风系的风轨，则是整个风轨崩溃，风轨刚出现无法形成轨道，不受控制，唯有同样是精灵魔法的风蚕丝影响最少。昭华想到了当初自己被温雨追杀，他使用风盘的时候，小风蚕把风盘的吸力和风刃的性质改变，和现在这个领域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小风蚕把风元素的属性性质给改变了，变成了他的，而这个领域要更加的霸道，其他类的元素能量会被压制。分解吗？这个领域是分解，把周围所有能量不管什么属性的都分解掉，特别是风能量，分解的速度要更快，其他的能量不够快就变成了减缓释放，类似压制的效果。这和昭华所熟知的领域不同，他所熟知的领域是让一个区域内的元素全部变成自己控制的同种元素，排挤其他元素，让对方没有元素可用，但是却不能破坏已经完成的魔法。但是这个领域是不管你里面是什么，全部分解掉，特别是同种的，分解得更快，这是专门克制同属性的领域啊。第135章，昭华死了。上，嘻嘻，小风蚕十分开心的在一旁晃手，像是在恭喜昭华答对了一样。风铃则是没有什么，依然是那样在享受阳光和清风。怎么这些世外高人都不喜欢说原理，要自己去感悟呢？昭华在心中默默地吐槽道。风铃除了给昭华亮了一手画地为牢，圈地化域外，就没有理会过昭华，全程让他自己参悟。其实昭华是怪错风铃了，不是他不说原理，而是风铃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对于同样是先天精灵的风铃来说，领域是自带的，就好像走路跑步一样，长大了就会，刻在基因中的能力，原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只能让昭华自己慢慢的参悟。很快第一天就过去了，昭华让风铃给自己圈了一块地，让自己的修炼不至于影响到别人，就算再召唤位面昭华也没有忘记明修。特别是中阶了，他的星子还没有出来，他估算自己3天挖掘一次，要15天才能把剩下的42枚星子弄出来。昭华还想过用美食诱惑，例如昭华买的卤牛肉、罐装龙井虾仁，后来发现风铃根本不吃肉食，只是吃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反倒是小风蚕吃得很香。7天后，昭华依旧没有领悟出如何使用领域，还在努力的修炼，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发现自己没办法回去。当初他契约了小风蚕后，就能通过初阶魔法的次元召唤回到原来的世界，但是这一次不行了，他没办法再穿越回去。那本书，我来和回都要依靠那本书，但是我应该怎么启动它？昭华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那块红玉和月色之书就那样被丢在一角无人问津，书是打不开的，而且也没办法沟通。我应该需要达成某种条件才能触发打开这本书，让他把我送回去，但是需要什么条件才行？昭华看向自己的第2个召唤系，因为没有修炼过的原因，他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7枚透明皎洁的星子像七仙女一样美美的躺在星辰中。当初我是发动了初阶的次元召唤才来到这里的，完成了契约就能离开。难道我这一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需要用次元召唤再契约一只次元召唤兽才能离开，这是昭华觉得最有可能的。他现在越发的觉得这本书的神奇，不但会保护自己，还像老师一样督促你学习交作业，不交作业不给回家的感觉。先修炼吧，学会了领域后再问问风铃姐，应该不一定需要契约精灵族，只需要完成了次元契约就可以。还有那枚红玉，或许也能问一下风铃姐知不知道些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昭华认为风铃对自己是存在善意的，最起来一点是双方之间有利益。昭华是不会相信什么信赖、关爱这些东西，相较于这些虚假的东西，他更加相信利益带来的紧密联系更加的可靠。另一边，中山学府后山广场，今天是军训结束的日子，陆陆续续有学生从后山归来，但是有一批学生是直接被传送回来，那就是军训失败的学生。有大意被妖魔袭击的，有太过自信去挑战妖魔被击败的，但是更多的是被坑的。你他娘的，你竟然卖我！有学生见到熟人后直接上前素质3连质问。喂，说归说，别动手动脚的，那种情况不丢下你，我们全都要死。而且你不是没死吗？我星号你星号的，要不是军装连接大阵可以安抚妖魔，老子现在已经见阎王了。你大爷的！甚至不少人士直接动起手来。有人忧愁，自然有人喜。梁哥，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分享来让小弟也开心开心。梁日从后山出来后，脸上的笑容就没停止过，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一样，笑得有多猥琐就多猥琐。梁日听后笑得更加的肆无忌惮地说道：第一，必定是我。大胖墩叶方掐妹道：那必定是日哥的，谁敢跟哥您抢？那些说自己什么什么本地法师圈子的，连给日哥您提鞋都不配。但是我听说他们有些人已经是中阶法师，
而且还能用中阶魔法。欧阳良才在一旁小声地说道。梁日听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的露出了笑容，一脸不屑地说道：区中阶法师算什么？就算他们组队也算不得什么，我可是有秘密武器。秘密武器？梁日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只说一切等结果公布就明白了。积分很容易算，只要是没有被传送出来的，身上带有妖魔皮毛，上面的数字就是你军训的积分，也可以说是成绩。杜飞舟站在广场上，他还负责看哪一位学生有实力，因为他手上还有一项特权，需要选择一名有实力、有胆识的人。杜飞舟看着学生的成绩，越看越皱眉，一大半是0分，也就是没有战胜哪怕一头奴仆妖魔，就在后山等了7天，连一个战将的都没有吗？杜飞舟看了这么久，有超过10分的，但那是靠10几个奴仆妖魔合起来的分数，而且那很可能还是团队的成绩算在一个人头上的结果。他需要的是真正有实力的人。10分，那是战将妖魔。杜飞舟终于看到一个学生拿着写有10分的皮毛出现，那是雷系邓家的邓文彬，在妖都的法师圈子有点名气，中阶是肯定的，就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打败战将妖魔，还是一群人。你管他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我他妈要是能战胜战将级的妖魔，我回家烧香还原，光宗耀祖了。那倒也是，挑战战将的法师不少，但是真正能击杀的少之又少，战将级的妖魔已经初具智慧，打不过人家不会跑啊。特别是战将妖魔在后山中央区域，那地方很小，越是战斗越容易吸引别的战将妖魔。大部分提前被淘汰的人，多数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奴仆也是这样，以为可以打赢一只奴仆妖魔，结果打着打着发现又来了一只，打着打着又来一只，最后被活生生耗死。别看这些学生这么多敢去挑战妖魔，那都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明白，学府不会让自己死，反而敢去打一打。要是真到野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毕竟真实和模拟是不同的。我靠，你们看，那个女的，那都是什么？我去，2只战将妖魔加7、8只的奴仆妖魔，快30分了吧？杜飞舟也惊讶地看了几眼，这就算组队也不简单啊！而且杜飞舟看了一眼周围，从周围学生的惊叹眼神可以看出，这个女生很可能不是组队，是单刷的。王林系纪韶英同学29分，2只战将级。负责计分的老师说道：“这个成绩放在上一年就是第1名了。”纪韶英只是点了点头，一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走开，手上紧紧握着手机，等待着消息的回复，脸上有点不满的表情。怎么回得这么慢？第136章，昭华死了。下，纪韶英时不时的打开手机，看看被自己微信置顶的消息框有没有消息。他从后山出来不算很快，能使用中阶亡灵魔法的纪韶英，再加上怨灵谷所语的帮助，他成功击杀了2只小战将妖魔和一些路上遇到的奴仆妖魔。本来纪韶英还打算往后山的深处看看能不能巧遇昭华，可惜7天下来纪韶英都没有遇到，只好自己先出来等。至于奖励不奖励的他反而没那么在乎，灵种虽贵，但是以他和昭华2人的实力，只要到野外1、2周猎杀一些妖魔就能得到灵种的钱，运气好的话一次就能报到金魄。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后山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少，负责计分的老师也开始闲下来。这样看来第1名应该是那个女生了，她该不会一个人的成绩吧？我想应该不会，中阶法师怎么可能打赢战将妖魔？应该是组队的。你看现在计分第2的蒋星光，他们可是5个中阶法师才勉强战胜了1只战将妖魔。不过他应该是第1没错了，第2是土系的蒋星光。那个女的知道什么来头吗？这个有点奇怪，问了很多人都没人知道那女的，应该是7天前军训前才来报道的吧。听说妖都那些大家族的核心弟子都喜欢耍大牌。召唤系的梁日看了一眼后山出口的位置，出来的人已经很少了，基本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他觉得是他装逼的时候了。嗨嗨，看来是我出场了。梁日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大步流星的往杜飞舟的方向走去。梁日的臂格着实有点高，连杜飞舟都看向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梁日轻咳2声，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后说道：“杜教官，请帮我清点分数。”杜飞舟眉头一皱，露出了不满的表情说道：“你清点到那边。”梁日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说道：“杜教官，因为数量有点多，我留下我的召唤兽在原地看护着妖魔的尸体，还需杜教官帮个忙到现场点数。”杜飞舟眼神一凝，好家伙，这个臂装的他都有点服。数量有点多，你咋不上天呢？你还能把整个后山都灭了不成？虽然杜飞舟有点不爽，但是如果梁日说的是真的，那么人家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呼，334枚星子出现，一个庞大的星座展露狰狞，风系高阶魔法风之翼，一对绿色的翅膀出现在杜飞舟的身后。杜飞舟一把抓住梁日，在空中划出一道绿色的风轨。梁日也没想到杜飞舟竟然是风系高阶法师，在半空中被吓得魂不附体，有点手忙脚乱。杜飞舟看到这一幕，觉得这样的心态能做出什么大事，说道：“如果数量不够多，
我直接取消你的成绩，以失败论处。梁日现在还没有回过神，猛地点头后给杜飞舟指认了方向。深入了一段路后，杜飞舟降落，看到眼前的一幕，不禁好奇地看向一旁没站稳跌了个狗吃屎的梁日，问道：这些都是你杀的？满地的白魔鹰尸体，杜飞舟粗略计算起码30只，而且还有一头被啃食的差不多的双头杀虫，旁边还有一只露出警惕之色的大蝎子。难怪要杜飞舟亲自过来，这满地的尸体要搬运回去也是一个不小的功夫。梁日急急忙忙跑到那只蝎子旁边安慰他说道：是的，这只蝎子是我的契约召唤兽，它是战将妖魔，我是召唤系的。杜飞舟看了一眼满地的尸体问道：你中间是风系的？梁日一愣，一时半会没回答。这些白魔鹰是被风盘龙卷杀死的，白魔鹰速度快，而且飞行高度很高，一般的中阶魔法难以命中，但是风系中阶的风盘龙卷刚好克制。杜飞舟一眼就看出来这些白魔鹰是被风盘杀死，而且切口整齐，恐怕修为还不低。梁日一听，急忙的点头说道：是的是的，我是中阶法师，主修风系。杜飞舟又看向双头杀虫，摸了一下表皮，啪的一下碎了，这是被火烤过，而且当时火力挺猛，但是真正的致命是遭到利刃切割后再被火焰渗入体内，把内脏烧烂了导致的。一般是风系的风盘加上火系的魔法才能造成这样的伤口，例如他自己就能做到，他主修风，次修火，使用风盘把妖魔吸住后快速丢几个火字爆裂就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但是眼前这个学生又是风系，又是召唤系，哪来的火系？高阶？别逗，你的召唤兽是火系妖技。梁日这次学聪明了，他虽然不能像杜飞舟那样经验丰富，一眼就能验伤，但是他再傻也知道这是火系造成的伤。梁日稍微淡定下来说道：我有火系的模具，配合模具击杀的。杜飞舟点头，的确有火系的斩模具也可以做到。这些尸体我会让人搬回去，积分就不用算了，一只白魔鹰3分，双头杀虫一只投10分，你已经超过100分了。杜飞舟虽然感到疑惑，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成绩就是成绩，在法师的世界，在野外的妖魔世界里面，不看手段，只看结果，管你手段肮脏还是模具万千，能杀妖就是好法师。梁日低声和自己的蝎子低声说了什么后，向杜飞舟说道：杜教官，既然已经点好了，我就不跟你飞回去了，我和我的召唤兽回去就行，我怕高。杜飞舟眉头紧皱：你一个风系法师恐高？那你的风系高阶魔法是用来装饰吗？杜飞舟一甩手，也不管梁日自己飞走。随后梁日怒斩双头杀虫，激战白魔鹰群的传说越说越离谱。但是梁日的战神传说还没有过去，又一则消息迅速占领了妖都的讨论热搜。召唤系的一名学生进入学府后山就失去消息，军方和校方组织了搜救队伍，甚至连超阶法师也出动了搜查，也依旧没有那名学生的消息。直到后来校方正式向外公布该名学生失踪，极有可能已经被妖魔杀害，引爆全网。中山学府前几年宣称的军训必要性遭到质疑，后山存在安全隐患。现在网上的各个平台开始了讨论，还在学习阶段的学生法师是否应该过分接触妖魔。一时间，高中的妖魔实训课有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咔当，手机掉落地面，纪韶英从自己的老师口中得知消息后，久久不能回神。第137章领悟。几架无人机的录像被反复的查看，因为已经过军训时间，军装上的预设阵法就会发动，把人传送回来。也正因为有这个堪称完美的保护阵法，才使得学府后山这样的地方存在，不然谁敢把几千只妖魔放在城市里面？自从阵法设置以来，中山学府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偏偏这一年的军训就发生了问题，有一名学生没有回来，连尸体都找不到，甚至通过军装的预设阵法定位都无法定位。就算被吃了，那军装也应该留下来啊！就算连着军装吃下去，也无法消化，相当于半件模具的阵法芯片。整个事件被层层迷雾包裹，这直接让校方高层傻眼了，人就这么消失不见了。得知失踪的是昭华后，身为校长的百里安亲自出手搜索整个后山，差不多把整个后山都给掀开，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人，尸体也没有找到。难道是黑教廷？百里安不得不怀疑是黑教廷出手了，但是后山的阵法有隔绝效果，没有经过允许是不可能进入的，哪怕你是超阶法师也不行，你能攻破阵法也不可能做到无声无息的进入，超阶的空间系和暗影系都做不到。这个阵法的传送功能是百里安负责，他知道这个阵法的可怕，就连君主级妖魔都难以攻破，难以进入。而且百里安是知道昭华被黑教廷盯上的，所以他才在开学没多久就找到昭华。在学校里面，百里安可以随时利用他超高的空间系修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已经做到万无一失。百里安想不懂怎么就这样人没了。杜飞舟降落下来，摇了摇头说道：我查过所有的无人机，这小子和其他人不同，第一天就冲出了奴仆妖魔的区域，所以无人机没有拍到他。都这样找了都找不到，只能说明那小子被妖魔吃了，阵法出问题没能启动保护。
要不就是黑教廷的人，虽然审判会盯得紧，但是难保不会有漏网之鱼。而且审判会连为什么要杀那小子的理由都不知道，我觉得审判会的消息来源信不过。虽然黑教廷也有可能，但是百里安和审判会确认过，在黑教廷里面的卧底100%肯定高阶以上的蓝衣都没有可能动手，更别说寥寥无几的几个超阶执行人。百里安拿起桌子上的固定电话，犹豫了片刻后打通了某个电话，说道：“你那边怎么样？”杜飞舟听不到说什么，但是从百里安的表情能猜到一些。百里安挂了电话后，对着杜飞舟说道：“不是黑教廷，这个可以确定。”杜飞舟一愣：“你一个电话就能确定是不是黑教廷出手？电话那头什么来历？总有些人站在黑与白之间，红衣教主亲口说的没有出手，可信度很高。”杜飞舟更加傻眼了，什么人还能联系到红衣教主？全世界通缉的人，你是怎么联系上的？这个世界他有点不懂了。你们军方先撤吧，都这样还找不到，应该是死了。百里安有点累了，坐下来说道。没想到他百里安竟然晚年不保，一个小孩在他的保护下失踪了。杜飞舟反而对昭华感兴趣起来，这明显不是普通的学生那么简单，问道：“你们校方要怎么处理？现在外界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了，听说有个叫罗冕的议员正在草拟一份去掉妖魔实训课的提案。”百里安冷哼了一声说道：“这些狗屁议员只会中饱私囊，想着提高自己名望，又能做出什么大事出来？妖魔的动作越来越频繁，再这样下去，人类可能连生存的地方都失去。”杜飞舟摊手，等于7天后，中山学府正式停止搜救，对外宣布了召唤系新生昭华军训期间在学府后山失踪，超过了7天，被认定已经死亡。国家法律规定，如果是想进入妖魔之地后失踪这种大概率死亡的失踪事件，超过7天就可被定义死亡，可以向国家申请正式死亡。而在召唤空间的昭华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咚啪，昭华大字躺在草地上，呼吸急促，他的魔能又耗尽了。哈哈，这怎么练啊？昭华在召唤位面已经待了半个月，别说触摸到领域了，他连怎么施展都不知道。第4魔法是借用小风蚕的精灵魔法和风系魔能，本来他以为只要自己星子齐了49枚就能使用领域了，后来发现是自己想太多了。虽然把控很难，但是昭华发现使用第4魔法后，小风蚕的精神体可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里面，帮助他完成星图。但是星图和领域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领域他依然是没有头绪。小风蚕也会领域，但是小风蚕的领域是他自己的，不能像魔能和灵种之力那样借给昭华，更被说附体变身这样的玩意。根据风灵的解释，小风蚕是召唤位面的精灵，而昭华是另一个位面，构造不同，没办法共享领域，除非昭华可以契约到自己位面的元素圣灵的召唤兽，不然别想做到共享领域。昭华魔能耗尽，躺在地上看天，喃喃自语地说道：“人类真的可以使用精灵领域的吗？”他这样的学神都快要放弃了。他最开始以为自己了解了风灵的那个精灵领域的本质后，会很快能施展，但是后来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小风蚕最简单的3个精灵魔法风蚕丝、泛风衣、千丝斩他都会，因为这3个魔法的本质是控制风魔能变成相对应的东西，凝聚成线，凝聚成一片片的线组成衣服，凝聚成尖锐而锋利的线，再用锋利射出去，就是这3个魔法的本质。昭华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分解能量，分解风系魔法啊，这怎么分解啊？因式分解我倒是会。哎，总算明白以前同学不会做题时候的心情了。不讲道理啊！昭华自暴自弃地说道：“要是领域和做数学题一样简单就好了。”数学？做从今起，昭华急急忙忙跑到风铃留在地上的领域环。这个领域环从第1天到现在一直都在，仅供参考。领域啊，是在一定范围内完全掌控元素的力量。我可以把领域当做一个整体，一个公式，把领域里面的所有风元素找出来提取，然后用精灵魔法把它们变成属于我自己性质使用的风元素，然后把其他的能量挤压、压缩、排除、压制对手，最后把转换的风系魔能变成魔法释放。提取、转换、释放，这就是分解。我明白了。第138章起源火域。2个月后，昭华在召唤位面一住就是2个月，领悟会用和灵活运用那是2回事，要快速的拆解魔法，再提取风系魔能，还要再加上小风蚕的精灵魔法去转变风元素，变成自己使用的同性质魔能，这一道工序下来比用3个魔法还要慢。再加上昭华还要明修和把控修炼速度比较慢，他能一念星轨没错，但是不能一念星图，因为星图是由7条星轨组成的，也就是中阶的魔法顺序是先弄好7条星轨，然后再根据魔法星图的形状摆列星轨组成星图。而他的作弊手段只能让星子听话，但是星子组成的星轨已经定型了，反而没办法，只能靠他自己去把控。虽然比起要一步步构成星图已经快了很多，但是还做不到一念星图这样的作弊手法。昭华有想过直接让49枚组成星图，
但是这样太难了，十分容易出错，不但星子的站位容易错，魔能的路线也会错，所以现阶段昭华只能放弃一念星图这个外挂能力。呼，昭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他现在每天用完魔能就明修回复，现在昭华已经可以不借助小风残的精神体帮助，也能使用中阶魔法。我已经在召唤位面2个月了，是时候回去了。昭华算了算，实在是有点久了，估计昭郎和张宁都担心坏了，回去估计要被几勺鹰打死。昭华已经做好了被揍的准备。昭华敲了敲绿色屋子的门，风铃从屋子中走出来说道：“怎么，要回去了？”昭华点了点头说道：“在召唤位面太久了，是时候回去了。领域我已经掌握了，现在只需要勤加练习。”既然没有问题，那就好走不送了。其实风铃一直在等昭华离开，他十分好奇昭华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到这里的。这个也是风铃最好奇和疑惑的地方。这里硬要说的话，属于圣地一样的地方，昭华根本不知道在这里修炼的吞阳龟日月狼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能来到这里修炼。在召唤位面一样有群落、部落、帝国，吞阳龟和日月狼的部落就属于比较强大的部落，他们可是花费了大代价，消耗很多资源才让部落内的天之骄子来到这里进行修炼。而昭华呢，不经过正规渠道，也没有经过他们同意，直接被送过来。风铃比昭华更清楚这代表着什么，他倒是比较好奇昭华要怎么离开。上次他看着昭华离开都没有看出个端倪来，直接被光芒包裹就消失了，这次一定要看出个123来。昭华听后反而问道：“临走前，我想问一下风铃姐，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契约到召唤兽？不是这里也可以，能契约到比较好一点的。”风铃还以为昭华想用中阶的契约召唤，要把妖魔带走，说道：“要把他们带离召唤位面的话，估计血统高级一点的都不会同意，只有在荒漠地带低级的妖魔才有可能。你如果要去，我可以送你一程。”风铃根本不介意昭华的第二召唤兽是什么，你再强也不会有先天精灵的风铃残厉害。昭华现在还太弱，并不能完全发挥精灵魔法的威力，领域只是开端而已，后面还有更可怕的力量。那小华子先谢过风铃姐了。还有一个问题，精神世界可以存放物品吗？昭华没有直接说自己有一块红玉在精神世界里面，而是小心翼翼地询问能不能存放东西。如果精神世界根本不能放东西，那昭华就把这个秘密烂在心里。精神世界，你应该更清楚吧？昭华一惊，难道风铃知道自己精神世界有东西？但是昭华这2个月有意无意地问过小风残能不能看到自己精神世界有什么东西，答案是月色之书和红玉都只能自己看到，小风残是看不到的。因为风铃姐的更强的原因。昭华表情还是保持着微笑，没有露出破绽。风铃补充道：“你们人类的精神类魔具就可以，一些特殊的精神力魔具可以在精神世界中使用。”这个昭华还真不知道，原来精神类的魔具可以在精神世界中使用。不过昭华想了想，也觉得有点道理，毕竟精神类魔具保护的就是精神，一些特殊的魔具也不是不可能直接作用在精神世界。昭华顿时放下心来，原来并不是很特殊，说道：“风铃姐，你看看这枚红玉，知道它的来历吗？”昭华进入精神世界，然后慢慢控制红玉，像是使用魔法一样让它显示出来。他已经知道怎么把精神世界的东西显现出来，就是通过精神力意念去控制。可惜那本书依然不能被精神力控制，只能稍微动一下来恐吓星子，要做到拿出来依然不行。两者一对比，昭华就知道这枚红玉蕴含的能量大概不多，而且远远不如月色之书。但是当昭华显现红玉的时候，他立刻就后悔了，而且是深深的懊悔。因为风铃看到红玉的时候脸色巨变，昭华就知道自己出大错了。风铃的实力和地位不用说，昭华都能猜到1、2，恐怕就是风精灵的女皇，连她都露出惊容，可想而知这枚红玉的重要性。昭华还没来得及怎么去解释，风铃也没有来得及跟他说话，昭华就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磅礴的冰冷杀意和恐怖的高温炙热。风铃瞬间消失，速度之快，昭华根本看不清，只在刹那，一阵爆鸣从身后传来，昭华被背后吹来的强风吹飞，好不容易才利用风蚕丝绑住周围的树木，稳住了身体。那是一片火海，火焰如同巨浪，把整个天空染红。昭华视线能看到的远方全部被火焰遮挡，火焰深红如血，滔天火焰把天空分开。在火海之中，一位穿着火焰罗裙的女王踩着红色高跟鞋站立在火海之中，一头红发飞舞，身材火辣，丝丝缕缕都热辣的迷死人，魅惑众生的眼神，性感丰厚的双唇，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万种风情。但是昭华现在只有惊恐，如果不是风铃的话，他已经死了。火红女子伸手的姿势被风铃挡下，不难看出刚刚的杀意就是她释放的，而且不但释放了杀意，还直接动手了。火红女子自始至终都没有看风铃一眼，而是看着昭华，双眼充满着杀意的波动，明明是浑身火焰，眼神却异常的冰冷。起源火玉为什么在你手上？第139章，其实我可以。
起源火玉为什么在你手上？昭华此时此刻的脑中没有懊悔的思想，因为他知道懊悔帮不了他任何东西，只会让他失去生还的可能。昭华现在大脑疯狂运转，他要在这种局面中找到一条生路，他需要把所有可能计算一次。现在昭华知道自己精神世界里面的红玉叫做起源火玉，单纯听名字都知道这红玉绝非凡物，而火海中站立着的美艳红发女子实力不在风铃之下，那片末日景象一样的火海把昭华震慑至今。而且红发女子对自己杀意很重，恐怕和红玉的来历有关。现在昭华可以依靠的只有3样东西，第一是和小风残的生死契约，有他在风铃会保护自己，但是昭华并不认为单靠这个可以让自己平安无事。先不说契约能不能强行解除，就算不能解除，以自己的小身板，红发女子真要击杀自己，哪怕是一丁点火星就足以，风铃很可能保不住自己。第二个就是红玉本身，这是筹码，而且对昭华来说是没用的，交出去能换一命很划算。但是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精神世界里面的红玉能否平安的交出去。昭华细想过，红玉应该和星子的性质类似，拿走星子自己还能平安无事，自己精神世界很可能会受到严重损伤，这是昭华不想的。最后就是月色之书了，这是昭华最后也是最大的底牌，红玉是月色之书里面的东西，而且他还能带自己来回召唤位面，如果前面2个都不行，那么这个就是自己最后的希望了。我不知道。昭华露出了惊慌失措，一副可怜弱小无助的样子。红发女子露出了讥讽的笑容，身后火海涌动，一颗千米火球冒出，像是在火海中的泡泡一样，是那么的不起眼，但是在昭华眼中，这不亚于一次灭世危机。红焰，他是风铃残的契约者。风铃看都没看悬于头上的巨大火球，反而带有一丝警告意味的说道。叫做红焰的女子瞥了一眼风铃，不但没有收手，火球反而越变越大，恐怖的高温让所有在修炼的生灵纷纷潜入水中。昭华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下去，这颗火球砸下，昭华必定出事，他不会去赌风铃对自己的保护。虽然昭华一直叫风铃姐姐的叫，风铃也叫他小华弟弟，但是昭华可不会傻乎乎的认为别人真的就把你当家人。肯为昭华拼命的除了昭郎和张宁南巡第3个，或许季韶音也能算一个。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起源火玉，但是我可以给你。昭华还是一副可怜巴巴弱小无助的表情，这时候装作高深，怕不是会被人一巴掌呼死。昭华一直有留意红焰的表情，希望可以从表情中读出点什么，但是不管昭华怎么装可怜无辜，好说歹说，红焰眼神依旧冰冷，对自己的杀意没有一点减弱。这时候风铃解释道，起源火玉现在在你的精神世界里面，它已经相当于是你的了，除非你身死，否则起源火玉一直都是你的，这相当于模具一样，你绑定了模具，别人就取不走，除非杀死你，让模具回归无主状态。起源火玉是关于我们精灵族起源的重要物品。红焰的表情没有变化，一副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了吧的表情。现在最挣扎的就是风铃了，要是昭华死了，小风残也会跟着死亡，但是起源火玉关系重大，他不认为红焰会放过这个机会，而且偏偏昭华还是真身来到召唤位面。昭华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现在他知道风铃是真心要保护自己，他这是故意说了很多情报给昭华知道，希望能有转机。风铃姐，小风残可以出现在我的精神世界，为什么他发现不了起源火玉？昭华现在需要更多的知识和情报，他需要在隐瞒月色之书的前提下知道更多，甚至必要时候他要说一下真话来隐瞒过去。风铃一边盯着红焰，一边解释道，属性不同，小风残是风属性，起源不同，自然看不到火属性的起源玉，如果是风玉的话，我还要多谢你。来了，就是这个。虽然昭华不咋地起源火玉是什么，但是从刚刚风铃告诉自己的信息中可以得知，这个东西是精灵族的至宝，而且每个属性都有，而且只要同属性还可以转让。昭华装出像抓住救命的稻草似的，急急忙忙地说道，我可以契约啊，到时候不是也能把火玉给你吗？昭华对着飞在天空的红焰说，昭华虽然看上去唯唯诺诺，但是眼神中却始终带着一丝的沉着冷静，他还在观察。笑了，红焰露出了讥笑，听后点头答应了，说道，好。呼的一声，从红焰身后飘出一朵红色的火团，火团懒洋洋飘啊飘，站在红焰的身旁。昭华看到火团中有一双眼睛看着自己，火团里面另有乾坤。不用介绍，昭华也能从火团身上感受到和小风残类似的感觉，那也是一个先天精灵，而且是火系的。给昭华的感觉就是火团里面的精灵比小风残更加强大，但是对比红焰和风铃，他也和小风残一样，仿佛有一道龙门没有越过，少了一点东西，不是实力，而是更加虚无缥缈的东西。呼，一阵风吹来，阻止了火团靠近昭华。风铃无语的说道，我不是说了吗，
召唤系的星云根本没办法承受2个精灵，你的星云会因为2种不同属性的精灵力量崩溃，精神世界会崩塌的。要不是现在这种情况，风铃都想去敲他脑袋，有没有好好听课的？不是说了不行吗？但是出乎风铃和鸿雁的意料，昭华反驳道：“如果我可以契约成功，把红玉交给你，是不是可以绕我一命？”这时候昭华心中有多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2个召唤系，2个。他如果能再契约一只火精灵，这还不爽到上天？什么起源火玉他才不要，能换到1个火系的精灵，他肯定是愿意的。什么叫真香？这就是叫真香。昭华当初知道要契约一只绿蚕一样的风铃蚕，可是百般不情愿。现在拥有了精灵魔法后，他还是初阶的时候就有信心越级击杀刚进阶中阶的法师，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诱惑的？火系啊！要是他出阶也契约了一只火精灵，那么他就相当于有3个技了，风、火、召唤，而且自己还有2个中阶的契约召唤没用，加上3尾碧灵蝎，6打1。来，我让你4个也能打爆你。天晴了，雨停了，昭华又觉得他行了。第140章，我有2个召唤系。昭华心脏砰砰砰的跳，他已经尽力的控制自己不要暴露的太明显，但是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万一鸿雁真的允许自己在契约那团火，自己就要发财了。昭华看到风铃挡住了火团的时候，心中急的。他当然还记得风铃跟自己说过这些，但是昭华没跟风铃说自己有2个召唤系啊。现在昭华甚至暗自后悔当初没有去相信风铃，跟他说自己有2个召唤系，不然现在就和风铃2人把鸿雁给坑了。那个，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昭华唯唯诺诺，小声的说道，一副很害怕、很紧张的样子，还有一点破釜沉舟的意味在里面。装，就硬装下去。鸿雁微微有点皱眉，昭华的小把戏引起了他的怀疑，双眼像是要看穿昭华一样。就连风铃也感到奇怪，难道这小子还真有什么特殊能力不成？突然，鸿雁伸出手，5根细长美如玉的手指微微收拢，万米火球像是玩具被把玩一样，瞬间收缩、崩塌、消失，收放自如的控制力让昭华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强大。身后的末世火焰像电影倒放一般钻入鸿雁的后背，本来遮天蔽日，不对，遮天蔽日并不能形容那片无穷无尽的火海。在昭华的感知里面，如果鸿雁愿意，他甚至可以让这天化作火，让黑夜消失，让那日再现，让这日月换新天。鸿雁青彩草地，如同9天仙女下凡一般的美艳，但是昭华只感觉到冰冷的杀意，明明是火焰的化身，全身都透露着冰冷。我可以试试，就算失败了，也不过是一样的结果。昭华手脚都在颤抖，支支吾吾地说道：“收起你那无聊的演技，你只有一次救你自己性命的机会。”鸿雁毫不客气地拆穿了昭华的演技。昭华颤抖的身体变得镇定，挺直腰板，眼神中不再有委屈、恐惧的神情。被人拆穿，那就没办法了。这并不是说昭华人很虚伪，而是他一直都是去做最正确的选择。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人可以救100个人，他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杀一个人的那种大局观者。面对实力比自己强无数遍的强者，表现的硬气是没有用的，示敌以弱才是更好的选择。当被拆穿后，昭华也没有去耍贫嘴或者讨价还价，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资本。昭华想了想后，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有2个召唤系，我有能力契约多1个先天精灵。”鸿雁和风铃相视一眼，都能从对面的神色中看出了疑惑。他们不是神，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他们只是知道人类法师只能有1个召唤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2个召唤系的人。自从人类可以契约召唤兽以来，就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昭华知道靠说是不够的，立刻使用第2个召唤系的初阶魔法次元召唤星轨出现，但是昭华没有选择要契约的目标，所以很快就消失了。小风蚕就在昭华的旁边，他自然能感觉出来那不是自己的次元召唤，他反而有点吃醋了，扭过头去不想看这个贪得无厌的坏舅舅。气氛一下子沉默了起来，特别是鸿雁，他是没想到竟然有人会有2个召唤系。他看向自己身边的火团，火团顿时波动起来，火团的火焰剧烈的波动，看起来就是在拼命的摇头。要知道这可是要给人打工啊，作为先天精灵怎么可能乐意？他又不是小风蚕，需要昭华帮助进阶，他现在比小风蚕厉害多了，要他去给一个比自己弱这么多的人类法师当召唤兽，这是对他的侮辱。昭华知道自己现在有资格坐在谈判桌上了，稍微镇定一点的说道：“和我契约，你们可以得到起源火玉，还有可能知道火玉是怎么来的。如果我死了，那么你们就永远不知道。我没有威胁的意思，因为这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现在我的精神世界。当时我突破壁垒后，这枚火玉就突然出现，然后还把小风蚕的精神体证回了本体中。如果我死了，你们就永远无法知道这个秘密。”昭华把事情编了一次，
把月色之书隐瞒，把所有功劳都归功于起源火域，他不会想去威胁别人。实力强大到这种地步，很可能会有其他手段威胁强者和送死无疑。鸿雁看向风铃，风铃俏皮的狂点头表示真是这样，这也的确是事实。小风残的精神体的确是被震飞了。那时候风铃就觉得奇怪，如果是起源火域觉醒的话，倒的确有这个可能。风铃笑着走到朝华身前，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点赞。起源域是火属性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朝华不会有生命危险了。现在就留给鸿雁自己考虑得失了。风铃姐，起源火域到底是什么？朝华小声地说道。风铃倒是没什么顾忌，依旧是我行我素的样子，丝毫不忌讳鸿雁，大声地说道：起源域啊，那就是我们精灵族的起源。传说起源域不但是精灵族的开始，也是结束，里面有精灵魔法的最终奥义，听说可以消灭整个精灵族，所以鸿雁才会这么紧张。小花弟弟，跟你做个交易怎么样？朝华露出了无语的神情问道。风铃姐，你不会要我帮你找你们的起源域吧？我连火域怎么来的都不知道，怎么帮你找啊？朝华一口拒绝，要是自己再有第二枚会出大事，因为第一枚你还能说巧合，但是连续2次那就不是巧合了。朝华可没有忘记，这里还有别的屋子的，褐色的土，紫色的雷，灰白的冰，除了光系和水系之外，元素魔法全齐了。风铃可不信他，露出了狡诈的笑容说道：这样，要是你能找到风域，我给你当打手怎么样？保证你在你们的世界横行无忌，唯我独尊，称霸世界。朝华露出为难之色，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尽力。至于是不是真的尽力，那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良久后，那团小火团极其不情愿地飘来，火团中露出一双兽眼。朝华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类型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应该是兽类的，而且那双眼满含怒火，恶狠狠地看着朝华。不用说，妥协了，被迫的那种。我应该签什么契约？呼呼呼，火团用火焰在空中书写了一片文字。朝华看了一眼，略微惊讶，因为这竟然是一份同生共死的契约，他以为只是签订普通的契约而已。呜呜，火团里面传来一阵阵的叫声，小风残在一旁帮忙翻译。你是说起源火域要生死契才好呢？风铃悄悄地解释道。嘿嘿嘿，小花弟弟啊，看来鸿雁挺看好你的呀。其实什么契约都可以，只要是先天精灵就行。但是生死契约的话，可以帮助先天精灵完成蜕变。别看到他现在比小风残厉害，但是后面要走的路还长着呢。朝华自然求之不得，他还担心精灵魔法如果不是生死契约，有没有办法使用。现在好了，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拖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回去了。好想念家里面的软绵绵大床啊。第141章蓝湖。因为已经有过经验了，朝华这一次的契约签订得很快，而且正如他所想的那样，月色之书把契约的内容收录在书页里面。不过朝华发现火系的这个家伙很傲娇，一直躲在火团里面，根本不给朝华看自己长什么样子，而且签订完契约后了都没有了过他。就算签订了生死契约，成为了召唤兽，火团也依然看不到那本月色之书，很快就把火域拿走了。朝华看向那团火问道：你是统领级的？契约后，朝华就察觉到了他的真实实力，难怪人家看不起朝华，一个刚突破到中阶的法师和一个顶尖统领级的生物，差距太大了。风铃也有提醒朝华，朝华现在的魔能完全不足以支撑把天炎召唤出来，天炎就是火团的名字。朝华这一次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虽然中途十分凶险，但是最终的收获比想象的还大，自己不但获得了领域的能力，还获得了一只火焰精灵。不过要召唤它，估计还需要多多努力修炼才行。风铃姐，那我先回去了，这次待得太久了。朝华现在都有点担心自己父母会不会满世界的找自己，哎，回去要挨鞭子了。朝华再使用了一次次元召唤，上一次也是这样回去的，这一次应该也是这样才对。次元召唤，7枚星子瞬间连成星轨，月色的光芒笼罩着朝华，而且刚好现在是黑夜，和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但是并没有成功。咦，朝华有点懵，怎么回事啊？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本破书啊，你到底行不行的？难道还要把中介的契约召唤也用了？不会吧，这里哪里有肯给我契约的呀？朝华越想越觉得可能，这本书是有目的性的，他给朝华起源火域，很可能是要他契约到火焰精灵，因为火域所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只有契约了的精灵才能拿走，这不就是钓鱼吗？朝华渐渐的已经猜到这本书的尿性。朝华拜托风铃道：风铃姐，那个能不能送我到荒漠地带？我想我还需要把中介的契约召唤也完成才行。但是风铃还没说话，站在一旁默默看着的鸿雁说道：你在这里选一只带走吧。朝华疑惑地看向鸿雁，什么意思？不是说不能带走吗？鸿雁没有理会朝华，反而是对着在修炼的生灵说道：跟他走的，我可以让他所在的部落另选2个名额进入圣地修炼。朝华明白了，这是要许诺报酬
要他们卖身啊！昭华这2个月在这里也见到一些新的生灵来到这里修炼，通过风铃的话不难猜出，在召唤位面里面同样有社会制度，一样是有阶级观念的，而且阶级观念很重，上位者几乎可以完全掌控比他们弱的生物，甚至剥夺生命也不会有所谓法律去保护他们。召唤位面是完完全全弱肉强食的世界，咚咚，哗哗哗，噗噗噗，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包括最开始瞧不起昭华的吞阳龟、恶狠狠的日月狼，全部乖乖的站在昭华面前，像是等待皇上宠幸的妃子一样，都很渴望得到昭华的选择。日月狼更是尾巴甩呀甩，舌头吐出来，一副傻二哈的样子。有权利就是好啊！除了昭华经常见到的几只外，还有一些在湖里面修炼的水系生物，例如蓝尾鲤、天池龟。昭华还看到一条鱼，身上拥有彩虹的七彩，下面有一朵白云衬托着，一看就是神物。嘻嘻，小风蚕站在肩膀上给昭华介绍道：“这是什么？红鱼。如果能顺利成长，可以进化成红龙。这是万龙谷的生物。”昭华听得懂小风蚕介绍，只是他没想到在这里竟然有另一个境地的生物。昭华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虽然还有其他不错的生灵，但是潜力最大的还是要数那条七彩的红鱼。就在昭华准备选定红鱼的时候，昭华看到湖中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一只狐狸。昭华最开始跌落水中的时候和他对视过一眼。小风蚕，那只蓝色的狐狸是什么？昭华好奇地问道。像这种不受凡尘规矩束缚的，多数是好东西，人人都抢着要昭华选，偏偏他却自己在湖里面游泳不搭理，这还不是强者的淡定？嘻嘻嘻，你也不知道。蓝色狐狸像是听到了昭华说的话，看了昭华一眼后，尾巴一蹬，跃出湖中，就这样站在半空中，身上的水滴顺着蓝色的毛发一点一点的落入湖中，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配上旁边洁白的明月，昭华竟然对一只狐狸心动了。昭华心中感叹道：当初纣王死得不冤啊！7条星轨连成一幅绚丽的星图，在月光下显得那么的完美无瑕。昭华发动了中阶召唤系魔法，契约召唤发动，星图化作一个印符落到蓝狐的额头上，没有一点阻碍，契约就完成了。蓝狐踏空而来，个头不大，比普通的家猫还要小一点，前腿落在左肩膀上，后腿落在右肩膀，蓝色的尾巴搭在昭华胸前，像是一条围巾一样包裹着昭华的脖子。亲，嘴巴微微的碰了一下昭华的脸颊，像是在亲吻他一样。昭华还以为被人亲了一下，完全感觉不出是动物，而且毛发十分顺滑舒服。呼，蓝狐四脚迈开，轻轻一跃就跳到召唤空间，蓝狐化作蓝光进入了召唤空间里面。契约召唤不同次元召唤，使用契约召唤的时候会开辟一个次元空间给契约召唤兽居住，所以召唤位面才没有生灵愿意，因为这样等于背井离乡被带走。而契约完成的瞬间，蓝狐进入昭华的召唤空间后，月色之书启动之时，一股磅礴而隐晦的气息锁定昭华，不知道是谁想探查昭华身上的秘密。棒！这股气息还没有落到昭华身上，立刻被更强的力量震开。昭华很顺利地离开了召唤位面，在风铃的屋子之中，他坐着的椅子完全粉碎。刚刚是风铃在探查，结果被反震导致，不过风铃也没有在意，挥舞衣袖把粉碎的椅子吹走。而鸿雁并没有在自己的屋子，而是到了灰白色的冰系房子之中，和一位同样有着绝世容颜的女子饮茶聊天。只不过女子是一头冰白灰的齐肩短发，有着女强人一般自信的眼神。鸿雁看着短发女子说道：刚刚风铃的试探被弹开了。短发女子只是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她对这个结果没有好意外的，不然的话要试探的就是她了。你既然放走他，跟着那小子，不怕那只狐狸恢复实力卷土重来？短发女子看着湖水说道：他已经不是精灵，记忆也失去了，水域也被一分为三，掀不起大浪，反而还能给我们指一条路。而且他没有说而且什么，只是淡雅的看向远处的天空。在鸿雁的屋子里面，那一枚引发风波的起源火玉被随意的丢在桌子上，无人问津。风铃没有骗昭华，起源火玉的确很重要，但是风铃没有告诉他的是，现在还有更重要的。第142章，让我留在你身边。踏。因为2个月前的事情，中心学府封锁了学府后山，并且把里面的所有妖魔清理了一遍，现在学府后山真真正正的成为了禁地。但是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寻找，每天上完课，他都会走到后山的一处地方进行冥修，因为在1个多月前，军训的军官杜飞舟跟他说，那个消失的学生最后的气味留存的地方就是这里。杜飞舟跟他说，这里曾经有大量的妖魔，一群白魔鹰和数只战将级妖魔的气息，最后所有白魔鹰死亡，一头双头杀虫死亡，而那名失踪的学生的气息也是在这里消失的，所以很可能他就是死在这里，并且因为阵法故障被大量白魔鹰和战将妖魔分吃。纪韶英，中山学府大翼亡灵系诅咒系唯一的学生，中阶亡灵法师，军训成绩排第2，但是杜飞舟认为纪韶英的成绩应该是第1才对，
杜飞舟经过大量调查发现，失踪的那名叫做昭华的学生也是一位实力很强的法师，所以杜飞舟认为梁日的成绩有一部分应该是昭华的，再加上妖魔混战让梁日捡了个漏，才出现这样的结果。杜飞舟手上有一项特权，那就是为军方选一名有潜力成为猎妖法师的学生，给予资源支持。猎妖法师并没有招郎跟昭华说的那么简单，招郎隐瞒了一些事情，猎妖法师并非是专门猎杀妖魔而已。猎妖法师相当于国家的最强特种兵，专门是以极小人数对付强大的妖魔，甚至是一人单刷的绝强法师。例如古都的首席禁卫法师卢欢就是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猎妖法师。但是纪少英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不管杜飞舟以何种条件诱惑都没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纪少英每天晚上上完课后必到的地方，他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冥修。奇迹，他想等一个奇迹，只是一等就是2个月，昭华依然了无音讯，仿佛真的死了一样。现在的纪少英没有带着他那个小挎包，因为不再需要和人交流的小画本，那本画本上最新的一页还停留在军训前一天晚上吃完饭后写到的这里的布丁好吃，打包一个。短发，纪少英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剪得很短，短得连耳朵都盖不住。心已死，缘自断，青丝蓦然成雪。纪少英把头埋在膝盖上，他每天冥修完后，只有这样才会有一点安全感。没有人能理解一个因为天生残疾、努力积极而又孤独的生活了16年的人，在突然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又突然的失去是什么感觉。特别是一个连大声叫、连哭喊都做不到的女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打击。呼的一声，到了晚上，山间的风会特别的阴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晚的风比以往更加的温柔，恰巧今晚的月色比以往更加的美丽，风不再寒冷刺骨，月不再孤单照应，反而带有一丝丝的温暖。沙沙，像是有人踩地的声音，但是纪少英没有回过头去，因为这1个多月以来，他出现过太多的幻觉，甚至有几次连梦境和现实都分不清。你怎么把头发剪短了？颤抖、心慌、害怕，各种情绪涌上心头。他最怕这又是幻觉，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抬起头，转身。完全相反，眼前的男人可以说反转了，自己变成了短发，而他的头发却变长了许多，像是2个月没剪头发的样子，用一根绿色的风蚕丝绑起来，留了一个单马尾。本来男生长就很考验颜值，但是这个男子偏偏就是俊美类型，长发恰到好处。2人的距离很近，昭华被月色之书送回来的就是原来消失的地方，而纪少英也是蹲在这里，2人差距不足半米。昭华心中五味俱全，他也不傻，纪少英为什么会剪短头发，他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且他回来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他眼前的就是纪少英，傻子都知道这是因为人家一直在这里等着。2个月啊，自己在召唤位面修炼了2个月，出来能立刻见到，这是等了多久？昭华知道，从今晚起，世上会为自己拼命的人要从2个变成3个。啪，抱得很紧，纪少英双手狠狠地抱住昭华，眼泪如大雨倾盆，很快就把衣服打湿，没有哭喊声的嚎啕大哭更加让人难过。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纪少英转手为攻，抱紧的右手转到侧腹，狠狠的一扭，疼得昭华直呲牙。纪少英抬头看向昭华，脸上幽怨的表情都快变成文字写出来了，然后像是想到自己好像有点太突然了，脸颊唰的一下变得通红，刷刷刷的快速往后退了几步，习惯性的伸手去拿挎包的画本写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带挎包出门了。一时半会手忙脚乱，竟然忘记了昭华其实看得懂手语。噗，哈哈哈！昭华立刻被逗笑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个对事情大多数冷漠的人，遇到纪少英都会变得乐观开朗起来。或者纪少英最强的是心灵系也说不定，他乐观对世界始终温柔的性格，不知不觉就会影响别人的内心。纪少英听到笑声，立刻鼓起脸，恶狠狠地盯着昭华，停止了笑声，说道：“走吧，先回去学府，后山这里没有信号，我还要打电话给父母报平安，还有老师和校长。完了，我不会被认定死亡了吧？申请复活要怎么申请啊？”拉住昭华向后看去，原来是纪少英拉住了自己的衣服下摆，生怕他人又会突然消失一样。如果是以前昭华停下脚步的时候，纪少英早把手收回去了，今天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牢牢地捏住不放。昭华露出了微笑，装作没发现一样，继续往后山出口的方向走去。2人就这样一步一步，一前一后的走出了后山。从短发齐耳到长发齐腰，从校服青青到婚纱闪亮，从青春年少到苍苍白发，人生3部曲现在才刚开始第1步，慢慢来吧，不急。只是昭华和纪少英都没有发现，2人离开的时候，一只蓝色的狐狸从昭华的召唤空间中走出，在黑夜的隐秘下看着2人，蓝色的尾巴微微晃悠。昭华自己都没有发现，本来在召唤位面，心中还满脑子想着那只美丽的蓝色狐狸，想着狐狸触摸自己脸颊的触感，想着那蓝狐围着脖子的温暖，现在已经完全忘记，抛之脑后，反而有说有笑的和纪少英聊着天。
他们两人聊天，连手语和话本都不需要。纪韶音手舞足蹈的表演，昭华都能猜到。纪韶音以前还怀疑过昭华是不是会读心术。至于昭华回去被父母胖揍了一顿，保证以后不敢了，这又是另一个事情了。第143章，死亡女神巨额打赏加更。对了，你有没有看到三尾？后山怎么连一个妖魔都没看到？走出学府后山后，纪韶音强烈要求回酒店宿舍把自己的小话本拿到后，两人兴致勃勃地跑去吃夜宵了。一边吃，昭华还好奇怎么后山的妖魔一个都没看到。因为你失踪了，所以学府把后山所有妖魔都清理了。杜飞舟跟我说你消失的地方后，我去过没看到三尾。昭华一惊说道：不会吧，老谢他就这样没了？但是昭华细想了一边，后山每一只妖魔都有记号，因为中山学府就是召唤系闻名的，所以这个记号也用来分辨是妖魔还是学生的召唤兽。三尾碧灵蝎没有记号，处理的时候应该会被当作召唤兽处理才对。昭华估计应该是被校方监押起来了，而且校长百里安应该知道那是自己的驯兽。吃完夜宵后，昭华想了想，自己被学校官宣死亡，估计宿舍的床位已经完蛋了，打算在酒店住一晚。我们先去找校长吧。昭华想了想说道。纪韶音奇怪地写道：现在晚上校长不在校长室了吧？昭华笑着说道：上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校长估计就住那里，我看到垃圾桶有日用品的包装袋。你眼睛开过光？纪韶音吐槽地写道。不过也正如昭华说的那样，百里安的确就住在那里，校长室旁边就是他的家，里面厨房、卧室一应俱全。昭华还没有敲门，就听到百里安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进来吧。纪韶音惊叹地写道：校长好厉害，每次都知道我们来。昭华手指指了指右上角，那里有一个监控，说道：有监控的。百里安在里面听到气的胡子都翘起来，什么监控？他可是什么修为，还要用监控吗？那只是为了配合国家政策安装的监控，不是给他用的。昭华推开门，百里安穿着一身白衣，昭华想吐槽很久了，现在是修炼魔法的，不是修仙的，修仙麻烦去隔壁。百里安看了一眼昭华，点了点头说道：修为长进了一点，还不错吗？校长，你是不是应该关心一下我本人的安危？修为进长了，就代表人过得好啊。好像是这个理由。不过昭华没有忘记来的目的，问道：校长，我的三尾碧灵蝎呢？清理了。开玩笑的。昭华和纪韶音鄙视了百里安一眼，都老大不小了，还和学生开玩笑。百里安看到昭华能够平安回来，也算是消去中心一个疙瘩。要是这两人以后能体谅一下老人家，早上再来找他，而不是三更半夜，他会更开心。不过还是给昭华说了三尾碧灵蝎的下落。昭华越听越无语，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昭华听到自己击杀的白魔鹰群和双头杀虫积分被人捡去，反倒没什么，因为自己的收获更大。但是后来听到三尾碧灵蝎竟然跟着别人跑了，有点哭笑不得了。再到后面知道捡自己积分的人是梁日，三尾碧灵蝎现在还帮梁日作威作福，连连摇头。这蝎子战将后有点飘啊。三尾太过分了，纪韶音十分生气，昭华还在呢，就跟人跑了。不过昭华相信三尾没有叛变自己，昭华反而奇怪地问纪韶音说道：你在学府2个月，新生排位打了这么久，你怎么不知道三尾在梁日哪？纪韶音实力不弱，百里安还说纪韶音得到军方的看重，但是纪韶音既然不知道三尾，这倒是有点奇怪了。纪韶音有点不好意思地写道：因为没有人挑战我，我也懒得去找人挑战，就不了了之了。怎么会没人挑战你？中阶法师也不止你一个吧？中山学府好歹也算是有点名气。百里安看了昭华一眼，啥叫还有点名气？会不会说话？纪韶音封笔没有告诉昭华，昭华心想应该中途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知道三尾平安无事后，昭华送纪韶音回宿舍，而自己的宿舍也不出意外，床位被撤销了，自己的指纹和学生卡都被注销。按照规则来讲，昭华已经不是中山学府的学生。百里安答应尽快帮他恢复，不过今晚是不可能了。我在酒店住几晚，你先回去休息吧。昭华拿出身份证，跑到酒店前台要了一间客房。还好中山学府的学生宿舍有一半是酒店房间，不然他要跑出中山学府找酒店。昭华看到纪韶音在写什么，写了又划掉，又写，偷偷的看了一眼，看到他写了要不要3个字，就知道他想写什么。啪！昭华敲了纪韶音脑袋一下，说道：你自己住。太快了呀！现在是昭华有点虚，大家还是学生是不是？这种事情还是要结婚后才能做呀。要给大家做个榜样，酒店是住人的，不是用来做一些不能写在小说里面发布的事情的。纪韶音默默地在心中想到了小说作者经常被人说的2个字。第二天一早，昭华和纪韶音来到办公室。本来昭华想找自己的班主任江和平，毕竟自己没死，怎么都要和班主任说一声。不过很巧，今天江和平是负责排位安全的老师，早早到了竞技馆做安排。魔法学府的成绩怎么排？那肯定是靠打出来的，靠修为。学府成绩分3部分，第一部分修为，例如初阶3级10分，
中阶1级再加10分，能释放中阶魔法加10分；2级又加10分，能释放中阶2级魔法再加10分，如此类推，这个是基础底分。第二、第三部分是实力、单挑和组队战，但是最终成绩的分数又有所不同，不是打赢一场就加分，而是掠夺制度。赢了的人可以从败者的分数抢走底分的 10%， 底分就是第一部分的修为分数。例如有人是初阶3级的修为，底分就是10分，输1次扣1分，输10次没有赢过0分，再输负分。成绩每个月算一次，按照排名高低分配资源，这样就能让强者战胜弱者得到的分数不会太多，只有强强对碰才能排名更前。学生所有的目的都是围绕资源进行，所以期末就是按照这一个学期以来的成绩分配最终也是最大块的学府资源。计算是不清零的，半年下来前几名其实还是那几个。而季韶音就比较有意思，因为最开始他军训时第2名，所以军训成绩的分数也算到底分去，再加上中阶的修为分数特别高，然后就有不知好歹的人去挑战，刚好撞到了季韶音心情不好的那2个月。结果季韶音召唤的亡灵再加上诅咒的力量，特别是实力又强了一点的怨灵古所语，把挑战者打得心灵受创，给打尿了。在学府中有好事者给了季韶音一个死亡女神的称号，导致至今没人敢挑战他。第144章已死之人100楼打赏加更。喂，快看，是死亡女神季韶音！突然路边有一个学生突然指着季韶音说道：啊，真的是她，我是她的粉丝。女生旁边的闺蜜抓住朋友的手狂甩，十分的兴奋，双眼都冒红星了。旁边一些游客闻声看去，昭华和季韶音现在不在诸城校区，而是来到中山学府藩城校区。昭华还是第一次乘坐校内地铁，3个校区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中山学府有专门的校内地铁来回3个校区，然后再乘坐校内的小电车去到目的地。他们2人之所以来藩城校区，是因为排名斗馆在藩城校区，和诸城校区的学府后山一样，藩城校区也有类似的设施，排名斗馆就是其中之一。而排名斗馆也是游客最经常参观的地方，甚至偶尔会有一些有名的学生约战，会导致不少妖多的局面专门赶来看比赛。昭华因为自己的学生身份还没有恢复，所以今天他先到处参观，了解中山学府的一些规矩，而且自己的班主任今天在斗馆值班，也好来报个平安。啊，季女神，你看我这个发型，我就是按照她来剪的。她可是我们女权掌门人。你算了吧，你没有人家那气质，样貌总有吧？也没有。昭华一路上听到不少这样的声音，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了。女权掌门人，新时代女性标杆，独立自主帅气的新一代学府偶像。昭华是越听越糊涂，才2个月怎么人设变了？季韶音也是一样，他当初没有怎么去在意外界的声音，甚至每日不是修炼上课就是在后山蹲着，几乎没什么上网。现在留意后才发现，自己这2个月以来也太毁人设了吧！死亡女神，昭华窃笑着调侃道 ：“NO， 我拒绝。”季韶音一脸认真的表示，本仙女不接受除了仙女之外的称号，死亡女神、黑魔岛女孩之类的称呼都会被告上魔法法庭。中山学府学生斗馆是上一届国府之争的中国国馆，专门用来欢迎外国的国府队员，一共有82个场地，其中国府比赛专用场地1个，学生日常比赛排位使用场地56个，出租给妖多各种比赛，各大家族训练比赛用场地25个，是一个超大型的国际魔法斗馆。不过因为上一届国馆是在妖都，所以这一次的国府国馆只能设定在别处。斗馆整体看上去飘逸彩带，从正面能看到一粒粒像星子的装饰，贴合魔法的魅力，又以流动线条展现妖都的神韵，具有强烈标志性，且结构复杂多变，使用多种工程新技术。进入场馆有2种办法，第一就是有学生证，学生可以带人入内参观，第二就是买票。本来斗馆平时是不允许非在校学生进入的，但是有学生看到了商机，出售自己的学生证带课权，自己买票收钱，后来校方直接就自己卖票，就变成了现在的情况。学生排位用斗馆一共有7个大场馆，每个大场馆有8个竞技场可以进行比赛。昭华和季韶音找到了江和平负责的大场馆，昭华一眼就看到站在大场馆中间负责整个场馆安全的江和平，裁判由学生会的成员担任，像是做裁判、日常巡逻这些任务是有钱拿的，报酬还很丰厚。一般的学生都会选择做学校任务来赚钱修炼，像昭华和季韶音那样跑到妖魔之地猎杀妖魔，赚素材钱、赚金魄的那是奇葩，虽然赚的很多。昭华还没有走过去找江和平，反倒是有2个人找上门来。因为季韶音的缘故，昭华也受到了一些关注，毕竟人家昭华长得秀气俊美，特别是现在因为2个月没有剪头发扎个小辫子，一路上听得最多的就是季韶音收了个男仆。季韶音可是笑得快合不拢嘴，要用小话本挡住窃笑的脸，频频引来昭华的白眼。这些人都什么眼光？自己是男仆？有见过这么帅气的男仆吗？
季韶英看到来人后，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昭华敏锐地捕抓到，大概季韶英认识这两个人，而且有可能还有点过节什么的。昭华好奇地打量着来人，左边的男生穿着一身韩式风衣，围着一条围巾，身高有1米8几的样子，眉目如剑，算得上是一个英俊男子。另一边的身高相对矮了不少，也就比季韶英高一点点的样子，长得普普通通，说白了就是一副跟班模样，头上挂着一个太阳眼镜，一副拽拽的模样。矮个子的男生一脸拽样子说道：“哼，这一次的护花使者长得倒是还不错，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的。没想到堂堂死亡女神，新时代女性的标杆，竟然好这口。要是被你的女粉丝知道，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昭华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从对话中能大概的猜到一点。昭华看向旁边的季韶英，他正在奋笔要解释。昭华看到季韶英在小画本上写到他不是男仆，他是我的，后面写了朋友，然后划掉，写了同学，然后又划掉，最后写了一个男字，顿时小脸蛋通红，被他死命的涂画，纸都给划穿了一个洞。昭华在一旁看着偷笑，对面的两个男生面面相觑，一脸不解。怎么回事？这是那个把对手打尿，专门攻击精神，把人吓得几天下不来床的那个季韶英。季韶英被人膜拜不是没道理的，因为季韶英每一次都是把人打得尿失禁就算了，一头短发，英姿飒爽，每次都是把对手打得跌倒在地上，一脸惊恐的抬头看着季韶英，季韶英又居高临下，目无表情的看着。加上季韶英被大群亡灵守护，还有怨灵谷所有的精神攻击，吓得躲在被子里面不敢下床都是小事了。昭华没有理会这两个跳梁小丑，对着还在涂改的季韶英说道：“走吧，老师已经看到我们了，先过去报道一下。”跳梁小丑罢了，昭华压根不会去在意，直接绕过两人。呵呵，就这胆子还学人做护花使者？季韶英，我高岩已经向家族说好了，过几天就向伯母下礼，你必定是我高岩的人，我们高家的媳妇。季韶英怒目而视，这人竟然想找自己母亲麻烦。定住！本来正向着江和平走去的昭华，迈出一半的脚停在空中，最后默默地收回，没有继续走，转过头去，微微笑地看着叫高岩的矮小子说道：“你是学府的学生吧？”高岩冷哼了一句说道：“废话，我们高家没听说过吗？所以说一些外地来舔资源的就是烦，莫常识，连对手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昭华笑得更灿烂了，指了指旁边的竞技台说道：“上台吧。”在昭华眼中，这人跟死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第145章，手段极其残忍。昭华指了指旁边刚刚打完的竞技台说道：“上台吧，简单直接，不需要其他词语，别逼逼，上台干。”高岩听了后愣了一下，随后爆发出大笑，笑得弯腰，有点笑岔气的说道：“哈哈哈哈，就你一个无名小卒，也配我高岩出手吗？郭襄，你替我上吧，记住不要打死了，打断手手脚脚，和上次那个多管闲事的人一样，躺在医院1年半载就行。”一些本地的大家族、有钱家庭为了给自己的孩子镀金，在出街的时候就会用大量的资源把修为拉扯上去，在高中前突破到中阶，只要再花点钱买个好一点的芯子，把空气，把中阶魔法修炼好了，再有中阶的修为，哪怕是国内第一的帝都学府，也会把这样的学生招揽进来。这个世界的教育制度就是这样，说的是实力，只要有实力，学府不会管你是努力修炼、天赋高，还是家底厚，又或者出门遇到什么惊天机缘，学府只要你能达到修为标准，就能入学。所谓的分数制度以前是没有的，是近代的时候为了平衡普通家庭的学生才设定的制度。高岩就是这样一个学生，本身就是妖都法师世家高家当权者的独子，出生就含着金钥匙，出街用觉醒玉想觉醒雷系，结果觉醒了土系，用了大量的资源，花费2年多时间，快高考前才突破的中阶，然后终于得偿所愿的觉醒了雷系。这样的法师能有多少实力，他们父母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会在校内给他们安排一个所谓的保镖，专门雇佣一些修为厉害的学生为他们挡刀，例如排位，故意安排送分，遇到挑战就让这些保镖上，美其名曰你不够资格，打赢了再来和自己打，实际菜的一批，你不打也不行，你不打人家保镖一样会挑战，你把分数送回去。昭华以前就听说过国内的知名学府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给下一任掌权者镀金用的，他当时就觉得这样的法师能有什么用，但是高岩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什么人。昭华摇摇头说道：“不用这么麻烦，你们两个一起上吧，不然之后要找时间弄死你挺费时间的。”高岩什么时候被人这样看遍过，就要弄死自己？他娘的，老子不弄死你就不错了，你还想弄死老子？高岩最讨厌2种人，第一种是说他矮的，第二种是在他面前装逼的。好好好，高岩连说3个好，没有人能在自己面前装完逼还能用2只脚走路的。高岩觉得自己最近有点太过舔狗了，搞得自己太没有面子，竟然有人认为可以挑战自己。既然你要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季韶英，你给老子看好了，
以后谁敢对你有想法，老子打断他的手手脚脚！你是我的，谁都不许！”高岩大手一挥，照着电视剧上的霸道总裁宣言念了一遍。只是这时候，纪少英完全没有理会他，双手紧紧抱着小画本，看着往江和平走去的朝华，心里面觉得为自己生气、吃醋什么的，简直不要太帅啊！朝华自然听到高岩的弱智宣言，没有理会，径直的走到自己的班主任江和平的面前，说道：“江教授，好久不见，给您添麻烦了。”朝华在装好学生这一块就没输过。江和平没好气的瞪了朝华一眼，知道给老子添麻烦你还干这事？不过江和平也没有说什么。今天早上他就收到百里安校长的短信，告诉了他朝华平安回来。当时他还挺吃惊，这小子当时是怎么偷溜走的？那个大阵没有允许的话，连他都跑不出去。江和平抱着一点好奇心点头说道：“虽然你今天的排位战没有报备，但是因为你情况也特殊，不过这一次的成绩不算。”朝华谢过后就走上竞技台。本来应该轮到下一场排位对战的学生，被高岩瞪了一眼后，急急忙忙的跑下台。普通学生根本不敢惹地头蛇的魔法世家。这个大场馆是大一新生专用，在这里的都是大一新生和一些观战的游客。经过2个月的时间，大一的学生里面早已经有了级霸，高岩就是其中一霸。喂，快看，那是高岩！咦，对哦，是高岩，但是今天对战列表没有他啊。你看那边是纪少英，估计又是前几次那样吧，我就不懂了，高岩是脑子有问题吗？人家纪少英都拒绝了他几次了，怎么还能这么死皮赖脸的？有一些女生给纪少英暴打不平，被死缠烂打，的确烦人。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我跟你说，听说高家看中了纪少英的天生天赋，虽然纪少英没有公开自己的天生天赋，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的亡灵系和诅咒系太强了，太超前。现在有人根据他的一些战斗资料，猜测纪少英的天生天赋能在天赋排行榜进前3。所以啊，高家是打着追求的名头，想把这个天生天赋收入囊中。而且听说纪少英的家庭很普通，懂我意思了吧？在台下的一些学生开始讨论起一些有的没的，甚至有人开启了直播，准备叫朋友过来看戏。郭襄站在前面，高岩站在后面。高岩根本就没有打算自己出手，他上来就是等到朝华被打败的时候去踩2脚，甚至打算用魔法把朝华打残废。裁判是由高年级的一位学长担任，一般担任这种排位比赛的裁判都有那么点东西，双系中阶是基本，而且魔法系都是防御系为主，毕竟要保护学生的。裁判说了一堆有爱、和平、公平之后就喊了开始。不过就连裁判都知道，这一次双方必定要见血的，不喊投降或者出生命危险，裁判都不会出手。特别是朝华，江和平在一旁看着他，心中一寒，他从朝华眼中看出了凶光。风鬼急行，朝华率先发难，一条风鬼延伸到高岩的面前。小风残实力提升了，再加上自己也是中阶法师，星云拥有更多的魔能，风鬼的加速更快，能延伸更远。朝华一个箭步就冲向高岩，而且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平底锅，锅底黑乎乎的，一看就是用了很久。一念心鬼，台下的观众立刻就发现了问题。虽然在中山学府中，一念心鬼变得不再那么稀罕，但那也是高年级才会的招数啊！你才大一新生啊！也正因为在中山学府，虽然别人做不到一念心鬼，但是释放速度已经很快。郭襄看到朝华的目标是高岩，也不觉得奇怪，他自己也很快完成了魔法。水域守护，2条水柱环绕保护着高岩，厚厚的水膜把高岩隔开了，而且水膜颜色很奇怪，不是蓝色，而是绿色，散发着难闻的恶臭。但是朝华没有理会水域守护，抬起平底锅对准高岩的脸拍过去，滋滋滋，强酸！平底锅的塑料柄接触到水膜的瞬间就消失融化了，金属的平底锅停在水膜之中，不断的冒泡，仅仅3秒，铁质平底锅也被融化。哈哈哈，这是我们高家给郭襄的报酬，水灵种、氯酸、金属都能融化的水灵种。高岩一动不动，不屑地看着被阻隔在外面的朝华。高岩错了，大错特错，因为被绿色的水膜挡住了视线的原因，他没有看到朝华的眼中带着疯狂。棒！朝华五指并拢，化作手剑的样子，狠狠地插入水膜之中。水域面对这种以点破面的攻击一点效果都没有。朝华一手抓住了高岩的领子口，要把他从里面拉到强酸里面。第146章，耶稣都救不了你。水域守护，郭襄的施法速度也不慢。朝华通过风轨加速，才刚来到中场位置，水域就出现了，保护住了高岩。咦，怎么那水域的颜色不同？我的天啊，灵种吗？他已经中阶了。台下有观众发现了盲点，惊呼道：“嗨，你不知道而已，郭襄修为早中阶了。不过按照正常来讲，他其实是大2才对，他是复读生。”有了解郭襄的学生解释道：“复读生？你逗我吧？哪来的什么复读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郭襄是博城的，国家特许的。博城事件大家都知道，博城被妖魔破坏毁于一旦，而且那时候刚好是高考后没多久，别说什么高考成绩了，博城唯一的一所魔法高校
天蓝魔法高中的校长都死于妖魔战争，所以国家下了特许，除了给博城的居民安排了临时居住房之外，还允许博城天蓝魔法高中的学生复读1年。要知道以前是没有复读、留级这样的操作的，不然谁都复读1年，人人考名校了，多1年的修炼时间，修为肯定比上1年高啊。所以郭襄的年龄比这一届的学生都大了1岁，但是也还是大一新生。郭襄当初也是幸运的人，跟着高中的同班同学冲到了安全区，没有死在妖魔手下。但是郭襄也是不幸的，因为除了郭襄自己之外，他的家人都葬身妖魔腹中。郭襄后来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利用高额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和遗留下来的财产，购买了一瓶宇宙尘埃，成功突破了，成为了水系中阶法师，并且成功加试考入了中山学府。不过他第2系并不是很理想，觉醒了光系，再加上为了突破中阶已经消耗了所有财产，他最后选择了加入魔法世家高价，为高岩当保镖。而这个水灵种就是报酬，像这样厉害的灵种是买不到的，昭华能买到银刃全靠冯周龙的关系。而绿酸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水灵种，他直接让郭襄的水系从防御的魔法系变成了攻击，不管是初阶的水域还是中阶的暴浪都变得极具危险和攻击力。卧槽，他干嘛？看到平底锅都被融化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昭华会停止攻击，转而使用风系中阶的封盘，就连高岩和郭襄都一样。郭襄已经准备水系中阶的暴浪，星图已经描绘了1/3了。高岩连魔法都不屑使用，新生中中阶法师就少，还有灵种的还是这么厉害，灵种的屈指可数。就是因为郭襄的强大，才让连出阶魔法都会断裂的高岩敢称霸，不然他早被人打死了。在高岩和所有观众、裁判、老师都目瞪口呆之下，昭华并指成剑，像是要自残一样，一剑戳穿水魔，五指画爪抓住了高岩的衣领，要把他拉进绿酸里面。所有人这一刻都是傻眼的，那酸多厉害，铁都能融化，手不要了是吧？郭襄看到昭华像发疯一样要把高岩拖进绿酸里面，吓得他立刻取消星图，散掉水域守护。高岩怎么说都是自己的老板儿子，要是出什么事自己也有责任。昭华露出了笑容，小声的说道：抓到你了。拉扯出来后，昭华从抓衣领变成了掐脖子。高岩看着这张近在咫尺还带着笑的脸，不知道为什么全身冰冷恶寒，这哪是人脸，分明是恶鬼、魔鬼、疯子啊！这可是绿酸啊，不但有强腐蚀性，还有毒的，不然中阶的郭襄也不会为了一个灵种肯加入高家给自己做保镖，因为这个灵种真的是非卖品级别的。但是当高岩眼睛看到昭华抓住自己脖子的右手时，他更加傻眼了，一点事都没有。要不是衣服的袖子被腐蚀掉，证明绿酸的确有腐蚀能力，高岩都怀疑是不是郭襄没有用灵种的力量，因为那手臂比豆腐还白嫩，哪里像被强酸腐蚀了。呼，昭华用力掐住高岩的脖子，直接把他提起来，一用力猛的一下把高岩咚的一声按在地上，这一下差点没直接掐死高岩。咻，昭华手脚麻利的从空间手表中拿出一把水果刀，对准高岩的手臂就要刺下去。既然你要打断我的手脚，那我不礼尚往来就不好了。当水果刀断掉，刺在了楷模具上，连妖魔的攻击都能防御的楷模具，又怎么会是水果刀可以刺穿的？昭华感觉到身后的郭襄已经完成了魔法，如果不用底牌，要瞬间打破这件防御力还不错的楷模具是有点难的。风蚕丝绑，乐，10根风蚕丝像鱼线一样把高岩五花大绑，其中一根风蚕丝从楷模具的缝隙钻进去，勒住了高岩的脖子，不至于让他呼吸不了，但是却不给他喊投降的机会。水域守护，昭华完成了五花大绑后，郭襄的魔法也完成。这水域不像是要保护，更像是要用强酸杀死昭华，直接往昭华身上泼。但是有小风蚕力量的昭华有太多办法可以避开这一招，昭华没有选择太多的花里胡哨招数，直接用风鬼闪步躲开了。召唤系无色透明，同时透明也可以变成任何的颜色，神秘的精灵魔法让昭华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天赋和力量，而且直到现在他连一只召唤兽都没有叫出来。在一旁当观众的江和平教授看得目瞪口呆，这尼玛的风系怎么玩得这么溜啊？你到底是不是老子的学生，还是说老子记错了，叫的不是召唤系是风系？观众就更加蒙圈了，齐刷刷的看向昭华的右手，天啊，好白嫩的手！不对，是天啊，这人的手怎么会没事？那强酸不腐蚀肉体吗？绿酸当然会腐蚀肉体，不然高岩又怎么会这么自信，连魔法都不用？但是昭华也是有灵种的，而且还是3个。治愈之风全，昭华靠治愈的力量顶着腐蚀，所以看上去才像无效一样，但是疼还是疼的，只能说昭华内心住着一个藏得很深的疯子。不得不说，郭襄的实力是有的，不但灵种厉害，本身对于危险的感知、战斗的经验也不差。昭华都能感觉出郭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像是蜕变过一样。一时半会，昭华只用风系，既然没办法靠近水，
光两系的郭襄。还想救人？昭华看到有一道阴影从角落的位置悄悄地潜入，昭华知道这是隐遁，估计是高岩的手下朋友一类的要来救他。昭华又怎么会想不到这些人根本就不会遵守规矩，以多打少那就是常态。昭华五指用力拉扯，把被五花大绑的高岩咻的一下拉了过来，还是面朝下的被拖过来，让暗影系的学生扑了个空。啪！昭华一脚踩着高岩微笑的说道：“今天耶稣来了也救不了你，我说的。”第147章，老师也不行。暗影系的学生从隐遁中出现，扑了个空，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人还是昭华认识的。你是召唤系的那个？高层有点怀疑的说道。高层，军训前一天晚上领着几个人来召唤系班级，说要罩着昭华，让他加入本地派的白毛。现在和2个月前一样，还是奶奶灰的发色，整体造型没怎么改变。昭华也认出来，不过高层反而不太确定，因为昭华死了。昭华用力踩了一脚，楷模具还没有消失，看向高层说道：“你也姓高，你们是一家的。”高层语气阴狠地威胁道：“放开高岩，不然我们高家不会放过你的。”昭华听后反倒觉得有点好笑，都21世纪了，还玩这些威胁人的老套路。别说昭华知道，在中山学府之内，魔法世家根本就插不进手来。就算你能把手伸进学府，昭华也有信心利用自己因为黑教廷而被审判会保护的这个关系，把魔法世家的黑手砍下来。昭华没有理会在哪里叫嚣着自己的世家多厉害多厉害的高层，而是看向被自己勒住脖子不能说话，而且呼吸也不太顺畅，导致脸色涨红的高岩。你这龟壳还能撑多久？到时候我就把你的肉一块块割下来。杀你倒不会，但是你的作案工具要被没收了。昭华声音很小，只能刚好高岩听到。昭华当然不会把人家的子孙根给割下来，这样是导致严重伤残，自己也过不了好，但是恐吓一下他倒是可以。高岩看到昭华笑眯眯，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竟然就相信了昭华的话，顿时下体一凉。他现在已经后悔不已，自己干嘛要跑上台呢？让郭襄去打不就好了？这也不能怪高岩，没有人会想到昭华竟然有治愈系能力的风灵种，这简直是外挂一样的被动技能啊！直接打了高岩和郭襄一个措手不及，变成了现在的局面。不然加上高岩的雷系和土系，或许能撑一撑。天哪，那个人到底什么来头啊？竟然对付郭襄！高层，高岩3人而不落下风。你眼睛看什么的？一打3被人反杀一个，这叫不落下风？明显是稳赢局好吧？就只有我看不懂高岩是怎么被拉过来的吗？别说了，这一场我整场都没看懂。场下的大意新生和游客早就吵得市场买菜一样，甚至更多的游客也闻讯而来，导致另外7个场地的学生没多人看，他们自己也打得没意思，反而站在台上就观战起来。而裁判也没有让冲上台救人的高层下台，第一是裁判也只是学生，不敢得罪高家，第二是昭华也没有投诉，看样子大有一副老子打10个的气势。没看到人家一脚踩住高岩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暴浪，驱逐。郭襄趁着高层吸引了注意力的时候，赶紧描绘星图。这一次他没有使用灵种之力，深蓝色的巨浪高10几米，从星图中涌出，来势汹汹，要把面前所有东西驱逐。郭襄不用灵种是有他的想法，他现在要把高岩推出场外，先把老板儿子救下来再说。他第一次觉得保护一个人这么辛苦，这真是猪队友，一个魔法没用出来，反而被人给牵制住了。昭华抬头看去，看着10几米的巨浪冲向自己，不慌不忙的一脚把郭襄踢出暴浪的范围，自己再用闪步躲开。拥有一念心鬼能力的风系法师是令人绝望的，这样的躲闪能力让一些中阶魔法都无可奈何，难怪军方探索妖魔之地的时候一定要有风系的斥候兵，这样的躲避能力，一些笨重的妖魔根本拿他们没办法。我来助你。巨影钉禁锢，一枚黑色的钉子急速射来，速度很快，刚好是昭华风鬼闪不停止的地方。昭华察觉到高层的暗影系很普通，没有灵种之类的力量加持，昭华大概猜到被自己踢飞的高岩地位应该要比高层更高一点。牵丝斩，昭华手指轻弹，一条锋利的白线把飞来的巨影钉切开，巨影钉消失在空气中，连靠近昭华身旁1米都做不到。天哪，他用的到底是什么魔法？怎么我都没见过？妈的，这是风系？风系哪有这样的魔法的？有些人看到昭华把巨影钉给切片破解，纷纷表示自己学的是假魔法。就连在一旁观察的江和平也觉得奇怪，他只感觉到是风系的魔能波动没错，但是不像是魔法。难道是什么特殊的风系斩魔具？就算江和平是教授，也认不全所有魔具，特别是现在魔具的发展日新月异。前不久，妖都雷系魔法世家邓氏就发表了自己的火系斩魔具，融合了火系火字的效果和威力的斩魔具，并且宣布量产成功，让自己的股价刷刷刷的上升了一波。轻松破解了2个中阶魔法后，高岩的楷模具终于消失了。
你要说昭华狠是真的狠，简直就是狼人，比狠人还狠一点。见到楷模具消失的瞬间，立刻就掏出刀子，在高岩的大腿上插了一刀，疼得高岩噔的一下坐起来，眼泪哗哗的流，但就是说不出声音，脸色顿时由红变紫。你想杀人吗？裁判，高岩已经失去战斗能力了。高岑又不是傻子，你要是掐住脖子不给投降就不给投降，那要裁判干什么？所以高岑大声地对裁判说道。裁判也觉得的确有点过了，对着昭华说道：高岩已经失去战斗能力，停止攻击。可惜的是，不管是高岩还是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昭华能让高岑上台救人，那就是他从根本上没把规矩当一回事。唰，刺，第二把刀对准另一条腿，狠狠地刺进去，按照刀身陷入的长度，这怕是刺穿了。裁判立刻就明白到，这个人压根没有打算遵守规矩，他可能不会杀人，但是必定会把开战前说的手手脚脚都刺一遍。光佑圣盾，裁判是一名中阶的光系法师，中阶魔法释放很快，而且一次生成了2面光盾。风轨飘影，6条风轨，初阶3级的风轨飘影最初可以生成3条风轨组成一个三角形，风系法师可以在这个风轨三角形中加速躲避，还能瞬间使用2级的闪步，不需要链接新轨。但是当风系法师修为越高，风轨的数量就会越多，可以组成更加复杂的风轨大阵。昭华6条风轨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竞技场的花形大阵，抓住高岩穿梭，躲开了光佑圣盾。就算光佑圣盾追着要保护高岩，但是没办法追上在风轨大阵中兜兜转转的昭华。眼看着昭华这一次拿出2把刀，昭华这一次打算直接2刀插入锁骨之中，他要让其他人知道，嘴巴还是要管好一点的，不然会有人帮你管好嘴巴。昭华，够了，太过了。江和平不可能再看戏了，连裁判都制止不来的时候，他必定要出手了。高阶水系魔法水华天幕，水幕直接出现，笼罩下来，没法走了。但是昭华已经说过，耶稣来了也救不了，老师就更加不行了。领域第148章，可怜之人。高阶水系魔法水华天幕，连绵，这是高阶的防御魔法之一，如同一个蓝色的鸡蛋壳，从头顶往下罩住目标。水华天幕相较于初阶的水域守护和水域循环，最大的不同是，水华天幕只要魔能还有，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保护能力，不能一下子打破防御，就只能耗尽魔能。而且水华天幕不会妨碍里面的法师发动攻击，不像水域守护和水域循环，其实就是几条水柱围着目标转而已，里面的法师也一样被限制住。昭华自然是学过一些关于高阶魔法的知识，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是也知道一个大概。水华天幕笼罩下来的时候，昭华终于认真起来，要打败高阶法师当然不可能，但是挡住水华天幕几秒钟还是没问题的。领域，轰！水华天幕的蓝色天幕静止了，更加准确来说是水华天幕的边缘被分解，被压制了，一时间水元素无法补充天幕。就在这1秒的时间之中，昭华手起刀落，对准锁骨插入2把尖刀。风蚕丝也收回，现在的伤势如果再勒住脖子，很可能就让他窒息死亡了。昭华看到在水华天幕里面的高岩，因为插着刀子的原因，血反而流得不多。高岩此时已经双眼翻白，气若游丝的样子。最觉得无法理解的就是江和平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自己水华天幕竟然被定住了。虽然只是很短的一瞬间，但是就是那瞬间让昭华把刀子刺入，这是他的失职啊。水华天幕是不隔音的，昭华蹲下来，隔着天幕小小声的说道：别搞小动作，要是他的家人被人骚扰，不管是不是你做的，我都算到你头上。管好自己的嘴巴，再让我听到这些声音，听一次断你手脚一次，我保证帕特农神庙也就不回来。高岩没有晕过去，自然听得到昭华所说的，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的说道：你魔法协会不会允许。昭华怀疑高岩是脑子缺氧傻了，这时候竟然想用魔法协会的规则来说话。昭华微微向前，脸几乎贴到蓝色的水华天幕去，声音有点阴冷的说道：没有证据，谁知道是我做的？魔法的光芒打断了昭华的思绪，郭襄和高岑竟然还想打，估计是要报仇，又或者是要交差。不过昭华可不管是什么理由，49枚星子浮现，一念星轨的能力瞬间把7条星轨连接完成，用了仅仅5秒的时候，星轨就组合成了一幅绚丽星图，星图中的魔法光芒碧绿中带有一丝银白。昭华使用中阶魔法的速度竟然不比普通人用初阶魔法的速度慢，5秒钟完成了中阶魔法，这可是初阶魔法释放的中值啊！昭华比2人更快，释放速度后来居上。一念星轨的优势在中阶虽然没有那么无敌，但是还是有很大优势。风盘、龙卷、银刃，20多米的碧绿色龙卷风从星图中出现，龙卷风笔直的冲向郭襄2人，恐怖且范围超广的吸力把周围的一些观战学生都给吸引住。而且最恐怖的不是这些吸力，
而是碧绿色的龙卷风外围有一圈圈银白色的弯刃，像是圆月弯刀一样挂在周围。咻咻咻！这些银刃像机关枪一样疯狂扫射，每一道银刃都拥有杀死防御比较弱的奴仆妖魔的攻击力，连白魔鹰群都能切开，更何况是更加羸弱的人体。郭襄吓得取消了中阶魔法，直接把盾魔锯给用出来，高层一个隐遁逃出了封盘的吸力范围，逃之夭夭。郭襄的盾魔锯并不是很强，如果不是昭华留守，没有迁怒于他，郭襄很可能也要受不轻的伤。自信男人从回头看结果，昭华同样如此。封盘龙卷银刃放出来后，扭头走了。他还要跟江和平解释解释，做一个乖巧的好学生。这事不是我干的，你看到的是他自己往刀子上撞。出乎意料的是，江和平并没有因为故意打伤高岩过多的责怪昭华，因为他也知道一些魔法世家做事的确肮脏，防患于未然也未必不好。江和平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昭华，并且好心提醒道：“你小子可要小心点，高家在妖都虽然不是最强的魔法世家，但是也不是好惹的。你家庭虽然也不错，但是你父亲终究只是一个人，就怕双拳难敌四手。”昭华真诚的点头说道：“劳烦教授关心。你的学生身份应该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你小子别再给我搞像刚刚那样的事情，学府也有学府的规则的，明白吗？”但是江和平没有想到，昭华这边说好好好，转过头去就又给他惹事情了，而且速度之快让他为之啧舌。其实这个是连昭华都没想到的，他怎么会想到竟然还有人往他的枪口上撞的？高岩啊高岩，我就说你们本地的垃圾，你又不信。要是妖都的魔法世界个个都像你这样的窝囊废，以后老子来整合你们所谓的魔法世家。场上有治愈系的学生，治愈系的学生最喜欢就是在排位赛上帮人治疗，因为这样可以收钱啊。高岩这样的伤势一次就能收入5位数，简直是暴利。但是昭华并没有在意已经被他打得快死的高岩，反而看向了说风凉话的人。好巧，真的好巧。梁日不但把昭华的军训战利品收走了，还把三尾也给带走。本来昭华今天来排位斗馆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看看能不能遇到梁日，没想到还真给遇到了。军训第1名的奖励昭华不怎么稀罕，不就是1-2千万吗？算个球。但是三尾必灵线，昭华是要拿回来的。梁日也看到昭华和纪韶音，他第一眼还没有认出来昭华，毕竟昭华换了发型，而且整个班都知道昭华死了，也没有往那方面想。江和平一拍脑袋，看到梁日他知道要出事了，军训前一晚那一撞，瞎子都知道是故意的。而且江和平看了刚刚那一战就明白，昭华绝对是一个腹黑的种，有仇必报。纪韶音，哈哈，刚好，今天我要挑战你，敢不敢？梁日主动发起挑战，他今天本来就是要立威，中山学府新生校霸今天就要确定了，必定是他梁日。纪韶音一听稍微愣了一下，竟然是他主动往枪口撞。纪韶音觉得有点好笑，摇了摇头，后退了半步，让出给旁边的昭华。梁日转头看向昭华，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整个中山学府有名比较厉害的学生他都知道，昭华不在这些人之中。女人只要长得好看，就会一些舔狗像看见屎一样围过来舔，也没所谓。我的霸皇蟹也不会费太多功夫，就是要注意手脚别伸出来，不然吃进肚子我可没办法让他给你拉出来。昭华表情十分奇怪，欲言又止，眼神中带有3分怜悯，3分讥讽，4分漫不经心。第149章，这叫牛头人。昭华是真的没有想过，怎么会有人想被打脸的呢？而且还这么急。梁日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今天他就是要立威。本来梁日要约战中山学府一个前几天才来报道的新生，听闻那个新生在入学前就双系中阶，不但实力强大，而且还拥有可怕的天生天赋，在妖斗的法师圈子中被承认是妖孽的存在，也是最多人公认的中山学府新生校霸。而他梁日凭借召唤系战将召唤兽也是名噪一时，不过更多人觉得梁日就一个战将妖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帝都学府也有一个叫做陆正和的召唤系学生，不也有一头战将级的幽纹暴狼，结果还不是被帝都的冰雪女帝按在地上摩擦。战将级妖魔在真正的天才面前也就那样吧。因为学府之争的关系，学府的一些有名气的学生特别容易被人关注。梁日之所以这么看重所谓的校霸，只不过是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把自己的名头传到一些有学府之争选票的大人物耳中，他才有机会进入学府之争。所以刚刚他听说纪韶音难得的出现在排位斗馆的时候，立刻就赶过来。他想先打败新生女生中最强的纪韶音，再去挑战那个双系中阶的妖孽。老大，老大！梁日刚上台，他有几个手下就跑过来跟他说了什么，指着昭华又拿出手机，叽叽喳喳的说道。内容很简单，就是说刚刚昭华把高层和郭襄都给打败了，是一个拥有风系灵种的强大中阶法师。梁日压根就没想过昭华是军训前一晚的那个同班同学，就见过一面而已，还官宣死亡了，谁能记住昭华的脸？甚至昭华的舍友都认不出来。
梁日听后眉头紧皱，什么情况？这人原来实力这么强的吗？虽然梁日也能打赢郭襄，但是能这么轻松吗？还1打3哦。当初梁日还以是纪韶音出手，没想到是旁边的男仆。梁日看向昭华，虽然隐隐约约觉得有点眼熟，但是没有多想。梁日摸了摸手上的储物手环，他决定要速战速决，抢占先机，不能让对手有机可乘。他的底牌要留着，不能提前曝光。而昭华呢，现在正被江和平教育着。昭华啊，你今天也刚打完了一场，魔能消耗不少了吧？要不算了。江和平试探地说道。因为江和平一直没有忘记昭华是主修召唤系的，自己还是班主任。妈耶，要是一会他也搞一头战将妖魔出来，这不就变成了妖魔大战？昭华反而笑了，他拍了拍江和平的肩膀，反而自己更像老师一样的说道：江教授，你放心，这样吧，这一场我就坐在台上不动手，一个魔法不用总可以了吧？一个魔法不用？江和平听后目瞪口呆，怎么可能呢？你要用召唤兽也要魔法的呀，怎么可能一个魔法不用？昭华点点头，认真的说道：一个不用，我就坐着。说完，昭华还真的把江和平坐的椅子给拿走了，提着椅子走向竞技台，把椅子往旁边一放，就等待裁判说开始。裁判还是刚刚的光系学长，这一次他学聪明了，走过去小声说道：我喊停手，你这次一定要停手，不要面子的呀，老子的光佑圣盾追着你跑还追不过你，老子是裁判啊。昭华笑道：学长放心，这一次我不还手让他打，我不释放魔法啊。反击倒还是要反击的，我听说梁日有一头战将级的蝎子，挺厉害的。你的风系魔法虽然很强，但是还是要小心点，要是被战将妖魔命中，可大可小的。这位光系学长还以为昭华开玩笑，给他透露了一点情报。昭华只是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对面的梁日，没有说什么。经过刚刚的战斗，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看起来笑得很阳光俊朗的美少年，不但实力强大，修为高，腹黑下手还狠，所以不少人都围观过来观战。吃瓜群众就是喜欢吃这种瓜呀。排位比赛开始，裁判可不知道昭华是不算成绩的，他们裁判只负责仲裁保护，至于战斗安排是提前安排好，由当天的值班教授负责安排。他刚刚也看到昭华从江和平哪里过来，以为这一次是安排好的。咔咔咚，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下，昭华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拿起手机刷起来。裁判小心地提醒道：那个，比赛开始了。昭华抬起头看向梁日说道：我知道，请开始你的表演吧，我不用魔法，就坐在这里。我擦，观众沸腾了，就你妈喜欢看这种装13的人，还要这么装，直接坐在场上说不用魔法。一阵阵的讨论声，所有人都在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梁日气的七窍生烟，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好，你他妈有种别躲，出来吧，霸皇蝎。梁日摆了一个姿势，右手的空间手环高举，空间手环光芒四射，空间通道出现，恐怖的战将气息从空间通道中涌出，一般人面对这种压迫感，恐怕连魔法都发动不了。昭华暗自点头，梁日弄得还真就那么回事啊，而且三尾的气息貌似比2个月前厉害了一点，看来这段日子吃好喝好啊。纪韶音在台下写道：名字好难听，当初叫全职法蝎多好。死！三尾碧鳞蝎一出场，首先对着天空吼一嗓子，王霸之气必须要有。去吧，霸皇蝎，为我扫平所有障碍，打败眼前的敌人。梁日像是读台本一般，也不怕羞耻的说道。三尾先是瞥了一眼梁日，要不是这段时间给了不少资源，好吃好喝的供着，老子猜不了你。然后三尾才看向这一次又是那个白痴要挑战老子。看到昭华后，三尾碧鳞蝎直接僵住了，别人认不出来，他还能认不出来吗？这不是失踪了2个月自己的主子吗？三尾心都快吓得停止跳动了，心中只有完了2个字。昭华坐在椅子上，他放下手机，看向三尾碧鳞蝎，眼中露出了一丝寒芒。背叛我？三尾读懂了那个眼神，脑袋像手鼓一样摇晃。他可没有忘记自己刚进阶的时候遇到了一头叛变的银牛，那还是被自己给解决了。他现在是战将了没错，但是小风残呢？后山的时候那2道龙卷风，一道秒杀白魔鹰群，一道把双头杀虫烤得金黄香脆，最后还被自己给吃了，增加了一点力量。他知道自己最多也就是双头杀虫的实力，香烤蝎子。三尾想到了这道菜。你怎么了，霸皇蝎？梁日有点疑惑，他都把台词说完了，怎么还不动手？这时候昭华说话了，声音不大，但是所有人都听得见。别把人打死了，收拾起来麻烦。呼，三尾碧鳞蝎黑色的尾巴从后横扫，啪的一声，不知道是不是把梁日的脊椎都给打断了。梁日一口血喷出来。梁日是最惨的，帮别人养了2个月的女人，喂得饱饱的，最后自己竟然被甩了，还要挨了一顿揍。
这老实人啊，这绿帽子啊，从头戴到脚啊。第150章，中山校霸朝华。嘶嘶嘶至三尾碧灵蝎一边用尾巴压制躺在地上的梁日，一边像讨好朝华一样的低鸣：“你他娘的在干什么？”梁日口吐鲜血，呲着一口血牙，愤怒地叫喊道：“他现在已经把铠模具穿在身上了，要不是三尾碧灵蝎没有出尽全力，就凭着中下水平只能抵挡奴仆妖魔攻击的铠模具，三尾能直接把梁日连带铠模具一同砸成破铜烂铁。你是我的召唤兽，你竟然背叛主人！”嘶嘶，三尾碧灵蝎低着头，看着被自己压着的梁日，眼中露出了不屑，嘶鸣了几声，意思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交易的关系，你给我资源带我离开后山，我帮你战斗，你情我愿，大家都别动真情，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成熟一点好吗？梁日是召唤系的法师，虽然做不到像朝华那样能和召唤兽心意相通，听得懂召唤兽的话，能明白他们的情感，但是梁日也能大概猜到一点。当初军训的时候，他因为有一头进阶期的青纹巨牙蛛，遇到落单的奴仆妖魔完全不虚，本来梁日根本没有去惹战将妖魔的想法，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梁日觉得都快结束了，才偷偷摸摸的走到朝华消失的地方。看到满地的尸体的时候，梁日本来想立刻就跑，特别是那时候三尾正在吃着双头杀虫的尸体，吓得梁日魂不附体。只是梁日小看了三尾的热感知，被三尾给抓住了。只是三尾没想过要吃了梁日，因为朝华的原因，三尾听朝华说过这里有一个迷幻大阵，走不出去，所以三尾急中生智，想到利用梁日把他带出去，结果就变成了现在的局面。连冯周龙和朝华都没有想到的是，用特殊方法进阶的三尾碧灵蝎在智慧上得到了不少的提升。单纯以智慧来说，三尾碧灵蝎恐怕已经有统领级，虽然不及人类，但是已经具有一定的智商。嘶嘶嘶，嘶嘶，朝华能感觉到三尾说什么，他一直都在说自己没有叛变，心一直都在主人身上，自己也没有和他签订召唤契约，自己还是单身，是个处啊。这就是三尾最聪明的地方，就算梁日怎么去诱惑他签订召唤契约，三尾都没有答应。如果真的和梁日是召唤契约关系，那么相对于朝华来讲，三尾就是叛变了。驯兽也是有叛变一说，三尾是登记在驯兽协会上的妖魔，由冯周龙认证的6星等级的驯兽，于情于理，三尾都是朝华的驯兽，叛变很可能会被处理。就算朝华真的死了，纪韶英呢？纪韶英可还在中山学府，自己怎么逃？朝华无语的摇了摇头，他也有点出乎意料，三尾竟然这么聪明，知道要利用梁日走出学府后山。太聪明也不见得是好事。朝华已经在想办法警告三尾，谁才是他的主人，他们之间可没有契约的。朝华摆了摆手说道：“行了，过来吧，再压着他就死了。”梁日的铠模具已经消失，再踩着怕是要踩扁了。而且朝华的目的也只是回收三尾碧灵蝎而已，顺便报军训前一晚的那点小仇，真的只是顺便，没有故意的。啪，为表心意，三尾一尾巴把梁日扫出竞技台。整场比赛，朝华的确如他所说，一个魔法都不放，就坐在椅子上。而主修召唤系的梁日一样没释放魔法。这场比赛就在所有人歪着脑袋打完了，别说观众和裁判了，就连江和平都是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眼珠子都要凸出来。这难道是心灵系吗？我听说心灵系能让召唤兽叛变，有蛊惑之能。大家看到朝华走下竞技台，三尾碧灵蝎急急忙忙地跟在后面，还小心翼翼地用尾巴的尾针勾住椅子，像极了讨好主人的仆人一般。这到底是谁的召唤兽啊？朝华临走前还用嘴型跟江和平说道：“我真的没惹事。”他先动的手。此时台下的观众纷纷回过神，开始讨论，一时半会竟然没人去管被一尾巴扫出台的梁日。心灵系，你刚刚有看到魔法光芒，感觉到魔能波动吗？没有感觉到，会不会是他一念心轨的特殊效果？屁，一念心轨就是法师精神力强，魔法熟练的结果，没有什么特殊效果。我叔就能一念心轨，魔法光芒一样有，魔能波动也有。而且上一场我有看，我肯定他就是没用魔法。难道有一些比较了解梁日的猜到了一些，因为梁日和三尾之间是没有使用召唤契约的，而是放在空间模具里面，这就导致一些觉得奇怪，明明中阶召唤系魔法就自带一个召唤空间，干嘛要花钱买空间模具？现在大家明白了，那头强大的战将蝎子很可能不是梁日的，而是眼前这个俊美男子的。一时间，整个中山学府开启了寻人模式。风系神秘男子以1敌3，击败郭襄、高岑、高岩，戏耍裁判，使用邪术夺走梁日的战将魔蝎。风系查无此人，神秘男子竟然有如此惊天来历。真相，校方发话，神秘男子竟然是2个月前就已经死亡的召唤系新生，地狱使者重生归来，意欲何为？震惊！死亡女神纪韶英竟用灵魂交易，从冥府换回情郎灵魂，将其复活。死生契阔，与子成悦。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现代女性爱情先驱者。朝华拿着手机刷校内新闻，全部都是这样的标题，看得他既无语又无奈。你成叫罢了。季韶音和朝华离开豆馆后，就找了一个地方坐着闲聊，特别是这2个月发生来的事情，朝华要补习一下八卦。朝华看到季韶音的手机上显示中山学府最强校霸投票，这是中山学府新闻部弄的投票，一共就3个人，一个是朝华，一个是季韶音，另一个是叫做麦嘉熙的人。麦嘉熙就是前不久才来上学，传说中已经早早双系中阶，拥有强大的天生天赋的超级天才妖孽。原本第一是麦嘉熙，后来朝华出现，所以旧的那份投票就取消了，其他例如郭襄、梁日这些人直接取消，只剩下他们3个。而且投票的备注还十分详细的写有3人的资料，例如朝华高中的时候，在从成毅中还被爆出天生天赋是一念心鬼，同样拥有天生天赋，这些消息都有记录，还附带有新闻部的分析。朝华点开分析，朝华召唤系风系的中阶法师，双系中阶，拥有湛江级的召唤兽，风系不排除已经达到了2级水平，拥有风灵种银刃。综合考虑，拥有战将召唤兽的朝华比麦嘉熙更强。然后往下拉，投票毫无疑问是朝华第1名，占了 70% 的票数。而朝华更加没想到，自己这个第一把中山学府的本地、外地2个争斗给按下来了，因为朝华把2个派系的头目都给虐了一遍，让其他叫嚣的人顿时哑火。第151章全国强者。朝华点开了麦嘉熙的介绍，既然是雷系和混沌系的中阶法师，朝华还是第一次见到混沌系的人。混沌系在国内虽然不算很稀有，但是却是比召唤系和空间系更难修的魔法系，因为混沌系本身的效果就稀里糊涂的奇奇怪怪，而且混沌系的资源很少，所以提升的特别慢。但是麦嘉熙既然修炼到双系中阶，这不得不让朝华感到好奇。而且关于麦嘉熙的天生天赋并没有写得很具体，只是说了推测与混沌系有关，但是没有任何的实战数据支持。理由简单，没有人能把他的天生天赋逼出来，那是他的底牌。这个榜单还是有点用的，而且关注的人也很多，因为这一届的学府已经进行中，而下一届已经开始筹备，不少人已经开始研究一些有机会进入国府队的候选者。朝华他们这一届是最有可能成为学府候选人的，因为刚好就在他们大4刚开学的时候，就是学府之争开始，他们年龄最大，自然修炼最久。当然了，天才不看时间，也有试过大一新生成为学府队的事情。国府之争不但是世界年轻法师的盛事，更是世界盛事，因为国府之争期间，全世界有1大半人的人都参与进去。赌输赢，赌团队剩余人数，赌时间，只要能赌的、合理的，全部都可以放上赌桌。上一次的学府之争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合法的赌彩、地下黑手党组织的非法赌彩、私自组织的赌彩，1年左右的学府之争时间，全世界因为学府之争赌博的流动金额就高达1万亿美元。专门因为学府之争的赌博盛世，还诞生了不少所谓学府赌博人，他们不工作，生活全部都在研究每4年一次的学府之争，研究选手，研究对手，发家致富全靠学府之争的那1年的赌博。当然了，多数是输得倾家荡产。朝华没有多想这些，点开了中山学府新闻部置顶的新闻，标题写着全国学府新生强者梯队排行，里面是一张三角形，把全国一些知名学府的最强者再分类一次，再排名一次的榜单，相当于是今年大一新生全国实力排行榜的意思。三角形分了4个梯度 T3、T2、T1、T0。T3 写着非名校的校内最强者，实力尚可，很少有天生天赋的强者。朝华大致扫了一眼，里面密密麻麻的名字，朝华都懒得看了。T2，全国前20的名校学府的最强者，或者排名第2，实力很强，但是校内存在妖孽被掩盖的新星。朝华看到了麦嘉熙就是在 T2 的级别，大概是因为被自己压下去了吧。T1，全国前10的名校最强者，不但实力强悍，还在校内创造神话传说，当之无愧的第一。朝华就在 T1，而且这一列不但有名字有相片，还能看到一些对这个人一些情报。例如朝华看到明珠学府的第一叫做莫凡的男子，绰号明珠大魔头，新生比赛以1人之力打败了将近200人的车轮战而不败，抢夺全校资源引起公愤。雷系中阶，召唤系只放出过境接气的幽狼兽，魔能有所消耗下，1对1战胜魔都木家娇女，双系中阶的木奴娇，拥有不俗的战斗经验，不排除拥有特殊天生天赋或者强大的契约召唤兽。一打200，朝华微微一惊，现在的朝华自然是可以一打200个，但那是现在才行。这个明珠大魔头可是在2个月前入学的时候战胜了200人，朝华那时候小风残，还没有进阶成功，自己也没有中阶，虽然有3尾碧灵蝎在，但是要打赢双系中阶的法师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打200我也可以，季韶音在话本上写道。
昭华继续看向其他，他还是挺有兴趣去了解别的学府的一些强者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厉害的手段。昭华留意到 T1 中有2个女性，其中一个是昭华经常听到的帝都学府的冰雪女帝慕宁雪，拥有天生灵种的天生天赋，并且有冰系领域，冰风双系中阶，这样的女帝级别人物自然是榜上有名。但是昭华反而留意起另一个叫做男爵的人，军校的人。国内自然是有军校，而且军校的入校更加的严格，要入选军校不但修为要够，胆子要大，而且要求野外实训课程满分，家里直系都不能有犯罪前科，可以说是严格的一塌糊涂。如果昭华当初愿意，他其实也可以入学南部军校。军校不分城市，只分地区，例如这个叫做男爵的女子就是西部军校的。而昭华最在意的是，她竟然主修的是阴系。季韶音在一旁嘟起嘴，满脸的羡慕。他最想觉醒的就是次元魔法的阴系，奈何2次觉醒都是稀奇古怪的黑魔法。男爵入选的原因十分血腥，带队消灭了一个小战将的群落，不用修为说话，用战绩打脸，女中豪杰大概就是说这样的人吧。而另一个让昭华留意的是，同样主修召唤系的人，帝都中央学府的江玉，入选理由是拥有一只十分稀有的契约召唤兽叶罗刹，旁边用括号介绍了一下叶罗刹栖息在暗力森林里的觉悟，擅长在黑暗中猎杀，以急速著名。昭华在第一次去到召唤位面的时候，就被一只叫做夜猫子的黑色猫妖吸引住。就算是前不久让昭华选契约召唤兽的时候，夜猫子也同样没有放下自己的骄傲，供昭华选择。恐怕这只夜罗刹也不会弱，不然也不能凭借一只召唤兽就登上 T1 的榜单。每一个能排的上号的人都不是善茬，而且这些情报都只是明面上的，没有人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底牌没有暴露出来。就好像昭华一样，他还有2只召唤兽没有公开过，小风蚕和蓝狐，3尾碧鳞蝎，甚至连被昭华契约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当作驯兽来养着。T0还是军校的，中央军校。T0只有1个人，旁边介绍更加简洁。T0神爱江图，如无意外内定学府之争，可能是队长。爱家上3代均为国家军人，守护长城以北地区，以一人之力歼灭几十数量的微型妖魔群落。第1系空间系，第2系未知，没人能逼出第2系。精神力境界可能已经达到小3境界，更有可能在1-2年内突破中阶壁垒，成为国内最快达到高阶的年轻法师。修为昭华没有太惊讶，但是昭华看到精神力境界时相当吃惊。法师到了中阶本身就拥有小2境界的精神力，但是这是防御力，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本身就很牢固，不会轻易受损。但是空间系、心理系、诅咒系说的精神力境界是攻击力，这个是要修炼的，而且超难。别小看这个小3境界，如果是心灵系、诅咒系达到了小3境界，中阶魔法就能对高阶法师有效，对统领级妖魔有微弱效果，这已经越级了呀。虽然精神境界分小中大1到9个境界，但是能修炼到大境界的人如凤毛麟角，甚至有传言根本没有人可以修炼到精神力的大9境，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法师，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可想而知爱江图的修炼速度多么的恐怖，而且还是空间系这种稀有系，难怪被放入 T0 不无道理。第152章昭华的全部召唤兽。第2天，纪韶音昨天已经逃了1天的课，还把2个教授的微信给屏蔽了，加上他是独苗，亡灵系和诅咒系的2个教授1对1授课，所以纪韶音逃课结果可想而知，整个班就他1个人，他逃课，整个课是空的。所以今天纪韶音只能乖乖的回去上课。而昭华虽然恢复了中山学府的学生身份，但是今天召唤系没课，留时间给学生们自由的培养召唤兽，所以昭华依然没有课上。从酒店走出来后，跑到召唤系的教学楼，预约了一间实验室。他今天打算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几只召唤兽实力怎么样，特别是蓝狐。昭华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稀里糊涂选择了他，现在才想起自己连人家叫什么、种族是什么、有什么力量都不知道。蓝狐只是昭华根据外表起的名字。巧合的是，这一次安排给昭华的实验室还是在8楼，不过不是被银牛破坏的那一间，而是隔壁的隔壁。昭华经过的时候，被破坏的实验室已经修好，门窗都关上，能隐隐约约听到里面有兽类的嘶吼声，应该是有学生在里面。安排给昭华用的实验室是空的，这是专门用来测试、检查召唤兽用的。空间不大不小，大概有50平米的样子，有一些专用的器具摆放在架子上。昭华预约的是最小的空间，因为他的召唤兽体型都不大，最大的就是3米长的3尾碧鳞蝎，其他几只像小宠物一样。昭华使用次元召唤，把还在打瞌睡的小风蚕叫了出来。小风蚕是小精灵的状态，背后双翼一扇一扇，身体晃悠悠的从次元裂缝之中飘出来，趴在昭华的肩膀上打了个哈，又继续睡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梦见了什么，小风蚕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憨笑。昭华笑着用手指轻轻地触摸着小风蚕的脸，像逗猫一样。根据风铃所说，小风蚕这样的先天精灵身体可以虚实变化，
风铃蚕是它的本体种族，现在看到的小精灵模样是小风蚕根据自己的喜好变成的，参考风铃的外形，也可以说是风铃蚕的战斗形态，因为有4肢和翅膀，更容易躲避技能和释放魔法。第2只是3尾碧灵蝎，从手表中出来的3尾习惯性的准备嘶吼一声，看到小风蚕在熟睡，小声的嘶了一下就没了。这是血统压制，按照昭华的猜想，小风蚕的血统高的可怕，3尾碧灵蝎已经算是比较特殊的了，全世界仅此一只，但是面对先天精灵的小风蚕，叫大声一点都不敢，甚至如果不是昭华也在，3尾可能要趴在地上不敢动。昭华和3尾碧灵蝎就全靠实力和利益在联系着，只要昭华一天是小风蚕的契约者，那么3尾就不敢叛变，哪怕3尾去到统领级，去到君主级也不敢。想一下，3尾都能到君主了，小风蚕会去到什么地步？这是3尾不敢去想的，那个太遥远，太可怕了。昭华看着这2个熟悉的老伙计，满意的点点头。昭华最重要的还是要观察3尾，3尾的实力不能说有所提升，只能说他现在体内其他妖魔的能力总算稳定下来。剩下就是第1个召唤系的契约召唤和第2个召唤系的次元召唤。昭华先试试第2系的次元召唤，虽然风铃说昭华实力太弱，召唤不出来统领级的天炎，但是昭华怎么都要试试，而且昭华要快速把第2系的修为推上初阶3级，不然没办法使用第4、第5魔法。天炎也是先天精灵啊，还是火系的，昭华相当期待火系的精灵魔法是什么。昭华不傻，相比可以使用火系出阶的火姿，他知道精灵魔法那才是必杀技。不管是小风蚕的风蚕丝那3招，还是领域都恐怖至极，特别是秒杀虚空螳螂的那把武器，这是今天昭华的目的之一。第2系次元召唤，月色透明的星轨浮现，次元裂缝显现出来，昭华能够感觉到一股无法言喻的热量从次元裂缝深处涌来，但是昭华还没有看到天炎从裂缝出来，一种锥心的疼痛直冲脑海，昭华的星轨断裂，次元裂缝迅速的闭合。昭华紧咬牙，额头的汗水像水滴一样，后背都已经被冷汗打湿。一会后疼痛终于消失，不只是魔能，连精神力都不够承受天炎来到这个世界。虽然没有空间系那么看重精神力，但是同是次元魔法的召唤系其实也很需要精神力，从初阶进入召唤位面就能看出，寻找次元召唤兽和精神力息息相关。呼，看来第2系没到高阶之前根本不可能把天炎召唤出来，我的精神力太弱了。昭华深呼吸一口气，示意自己没事，刚刚把小风蚕和3尾都吓了一跳。小风蚕一脸担忧地摸了摸昭华的脸颊，还学蓝狐亲了一口。昭华休息了10分钟，准备把蓝狐也叫出来。召唤系的中阶魔法召唤契约难度要比其他魔法系更难释放，就连昭华都花了10秒钟才完成了星图的描绘。昭华把月色的星图画在地上，像是一个魔法阵一样在地上发出光芒。召唤空间的出口可以在空中，也可以在地上。和3尾、天炎不同，召唤空间里面的气息十分平和，柔情似水，温情脉脉。蓝色，优雅。蓝狐从星图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时候，昭华只想到这2个字。蓝狐的尾巴毛很蓬松，一对灵活的耳朵竖起来，聆听着周围的声音。身体纤瘦，毛发细长，看得出毛发被梳理得很好，没有一根分叉毛。召唤空间关闭，星图消失，蓝狐才缓缓地睁开眼睛，眼中充满着疑惑和对周围陌生事物的好奇。眼睛比其他狐狸要大一点，更像是人类的眼睛，有眼白，有眼瞳，就连眼瞳都是天空蓝，像是星辰大海一般，让人沉醉。呼呼，一开始有点疑惑，但是看到昭华的时候，就连普通人都能从蓝狐的脸上读出开心，迈开4肢，笑眯眯的一头撞进昭华的怀里，还用力的蹭了2下，从怀里抬头看向昭华，像极了久别重逢的情人。呼呼，谢。小风蚕这就不开心了，什么意思啊？小风蚕立刻睡意全无，飞过去抓住蓝狐的脖子毛，要拉开他，但是蓝狐用爪子牢牢地抓住昭华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场面一度变得十分让人羡慕。第153章蓝星狐。好啦，别闹。昭华把小风蚕和蓝狐分开，让他先和3尾玩耍。就是可怜的3尾被小风蚕虐得死去活来，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过。昭华看小风蚕下手还是有分寸的，只是逗着3尾再玩，就没去管他俩，而是把目光看向在自己怀里磨磨蹭蹭的蓝狐。你叫什么？昭华对着蓝狐问道。蓝狐可不是他的名字，也不是种族名，只是直译而已。呼呼呼，你说你叫水仙，是一只蓝星狐。仙狐。水仙自称自己是仙狐。呼，得到了水仙的肯定，昭华自然是不信他是什么仙狐。不过蓝星狐这个品种，昭华一样没有听说过。水仙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挺有仙气。特别是蓝星狐的一双蓝眼，的确是有星辰大海的意味在里面，清澈无瑕，让人看着舒心。昭华用手抚摸着蓝星狐的毛发，整只手都要陷进入，
被软绵绵的毛发包裹着手掌，温暖从手心传来。蓝星狐的体型要比想象的还要小，只是它的皮毛很蓬松，所以看上去会稍微大一点。蓝星狐露出了舒服的表情，任由朝华抚摸自己。突然一阵冷风从朝华的脖子后面吹入，冷醒了朝华。这种温柔乡啊，最是危险。自己今天可还有不少事情要做的，不能浪费时间。嗨嗨，水仙，你现在什么实力？朝华最关心的就是实力。虽然朝华契约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还是问一下比较保险。万一别人能变身超级狐狸人，战力暴涨呢？呼呼，果然是奴仆级。奴仆级其实有好有坏，从小驯养的召唤系对自己的感情肯定是要更深的。像天炎那样有实力又不听话的有什么用？不如要一只听话的召唤兽，实力可以培养吗？水仙，你有什么妖技？蓝星狐不是先天精灵，这一点风铃和小风蚕都给自己确定了，所以蓝星狐和三尾碧灵蝎骑士一样，都没有精灵魔法。而且朝华看蓝星狐的外形，猜测他应该是以妖技为主的妖魔。呼呼呼，蓝星狐咻的一下跳起来，在半空中转身优雅的落地。他知道他要开始表演了，他等这个上台的机会等了几天。和小风蚕和三尾碧灵蝎不同，蓝星狐施展妖技的时候，身体会有光芒，像是一层薄薄的光膜包裹着蓝星狐的身体。只见蓝星狐扬天，一面六角形的水盾出现。朝华可以从后面看到，这面六角形的水盾一共有3层，最外面的一层最宽，有4米的样子，其次是第2层2米，最后一层仅有半米大小。这面水盾越往中间，防御力就越强，同时保护范围也越小。呼呼，你说这叫3重水域？最中间的防御力堪比光系中阶的光佑圣盾。蓝星狐骄傲的点点头，自己是防御力特长的召唤兽，奴仆级的全力就能有法师中阶的防御魔法的力量。朝华也同意，这防御力的确挺恐怖的。不过3重水域的弱点也很明显，4米宽的最外层大盾大概只能防御2级火姿，2级的雷印就防不住了。2米层就强不少，可以勉强抵挡3级雷印。最后的那一点地方相当于光佑圣盾，如果修为不高，没有灵种的话，可以挡下中阶的霹雳轰顶。但是保护范围很小，比光佑圣盾小很多，面对猎拳反而不是那么好使。呼呼呼，蓝星狐对着朝华叫唤：“你还有第2个妖技？拥有2个妖技可是相当稀有了，这可不是三尾这样的人造出来的。蓝星狐是天生就拥有2种妖技，这样的妖魔是很可怕的生灵。”这一次蓝星狐的身体没有放光，而是一双宝蓝色的眼睛出现闪闪星光，一点点的白光在眼中忽明忽灭。朝华明白为什么叫蓝星狐了，因为释放妖技的时候眼睛真的有星光。朝华发现这一次蓝星狐没有发光，他自己的身体反而亮了，一缕缕蓝色的光芒在朝华的身上，这是对主人施加的妖技，应该是增益效果的妖技。朝华立刻就感觉到身体的疲累消失，大脑无比的清晰，内心世界像被水包裹一样很安静。凝神，朝华露出了惊容，他明白这是什么，凝神效果，这是保护精神世界、防御精神攻击的妖技。精神攻击才是最难防御的。朝华有想过买一个凝神魔器，面对心灵系或者会蛊惑的妖魔的时候，必要时候可以救自己一命。只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蓝星狐的第2个妖技就是凝神效果，而且还是可以对别人施加凝神效果。蓝星狐是彻头彻尾的辅助类型的召唤兽，物理防御、精神防御、双重防御的妖技。朝华现在恨不得立刻让蓝星狐进阶到战将，这种召唤兽千金难买。呼呼呼，蓝星狐得意的叫唤道，他也感受到朝华对自己的妖技十分满意，又跳进朝华的怀里磨蹭求抚摸。而另一边的小风蚕就难搞了，醋坛子直接打翻，2只小手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力气，捏住三尾碧灵蝎的尾巴，肉都给捏凹陷进去，捏得三尾直掉眼泪，又不敢反抗，因为知道自己打不过。朝华窃笑的看着三尾，适当的敲打就行，太过就会适得其反。朝华对着想抓住三尾碧灵蝎的尾巴来一次过肩摔，小风蚕招手说道：“小风蚕，到你了，过来。”朝华及时的救下了差点被甩飞出去的三尾，小风蚕不情不愿，哼哼哼的缓缓飘过来，飞到朝华身前，故意扭头不看他。宝宝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朝华偷笑，小风蚕真是傲娇本娇，嘴上哼哼哼，心里嘤嘤嘤，就等着朝华来哄。别生气了，一会咱们去吃好吃的。你进阶后都没有吃好东西了吧？朝华知道哄小风蚕最好的办法就是投食，就好像哄作者最好的办法就是投票一样，十分管用。果然，一听到要吃好吃的，小风蚕两眼放光，飞到朝华肩膀上，站着叽叽喳喳的讨论中要去哪里吃，想吃什么，说了一大堆美食的名字。小风蚕已经被美食之都妖多的各种美食给征服了。好好，都吃都吃，吃不完打包给你带回召唤位面吃。不过要先完成今天的课题。小风蚕爽快的点头，
他知道昭华今天要干什么，要测试自己进阶后具体的实力和新技能。第154章灵气。精灵的武器，简称灵气。和灵级、魂级的模具不同，这种武器没有等级，它的威力来源是精灵本身，本质是精灵魔法的更深层次的运用和开发。与别的妖魔不同，身为先天精灵的小风蚕拥有比其他妖魔巨大的优势，无与伦比的优势，血统和传承。风灵也有自己的武器，小风蚕的精灵魔法来自本身的血统，但是使用方法是源于千族精灵塔，源于精灵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优势，因为传承就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知识，经过发展改良的知识，不用你去探索，可以更快速和有规律的学习和运用。本来灵气需要小风蚕进阶到战将级的时候才会学习到，但是和复仇螳螂的那一战形势紧迫，再加上昭华有意无意之下引导了小风蚕，让他提前把精灵魔法晋级了，把灵气的雏形召唤了出来。小风蚕此时漂浮在半空中，双手往前推，人家炼丹他炼气。跟上一次不同，这一次成型速度很快，仅仅数秒的时间，一把碧绿色长条形物体出现，下面像是剑柄一样的十字，但是剑身却有点像镰刀一样的弯曲，剑身也不是扁平状，而是像一棵树分叉了许多的树枝一样的岔开。但是就是这么一把奇形怪状的武器，它的锋利程度堪称一绝。小风蚕还是进阶期的时候，这把灵气就能把战将级的复仇螳螂斩成两半，现在这把碧绿色的灵气明显是更加的成型，更加的稳定，不再是一击就散，而是真正的可以当做一把武器来使用。嘻嘻嘻，你是说这把武器还能继续成长？你现在还小，武器还没有最终定格是吗？嘻嘻，风灵的精灵武器是已经完全的定型的，听说就是一把剑，所以小风蚕的武器看上去最像的形状就是剑。但是小风蚕和风灵终究是两个个体，它们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小风蚕的精灵武器会变成什么样子，还需要后面才知道。昭华靠近看，这把武器比最开始的时候长了不少，加上剑柄有2米1多的长度，这可是接近长枪的长度了。不过有一些长剑、巨剑模具也有这样的长度。昭华记得当初邓乐丢给自己的火尖枪模具就是大概这样的长度。昭华靠近观察发现，这把武器之所以能有如此锋利，吹毛断发，因为它的本质是流动的风。这把武器并非模具那般由钢铁、异骨等物质组成，它本质是风，就好像银刃灵种一样的锋刃。这把武器它虽然成型，但是并不是固定的，组成它的风一直在回旋，像是无数锋利的千丝斩组成的武器。难怪它会这么锋利，这相当于电锯的风属性版啊！比利刃还锋利的锋刃。昭华小心翼翼地握住剑柄，别看它有2米长，握在手上没有一点重量，真就像是抓了一把空气一样，完全没有消耗体力这个说法。呼呼呼，刷刷刷，昭华握着这把3不像的长条武器，按照招郎教的一些基础枪术耍了起来。抛枪、扎枪、挑枪、穿枪、压枪、拔枪、枪花、角枪等枪术，个个都有模有样，还真就那么回事。然后又试了剑术，穿剑、云剑、挂剑、撩剑、点剑、崩剑、绞剑、架剑、刺剑，各种剑术一应俱全。但是越是昭华觉得越奇怪，因为用啥不像，包括棍法等其他武器的招式都试了一次也不行，因为武器的奇怪导致这些传统的招法不伦不类，有几次还差点伤到自己。不过后来昭华实验发现，这把武器是不会伤到他的，武器刺在他身上就是温柔的清风，轻轻拂过皮肤。虽然招式不行，但是武器是真的牛逼。这里是召唤系专用的实验室，因为学校知道昭华是有一头战将级的召唤兽3尾碧灵血，所以安排给昭华的是中阶召唤法师用的实验室，里面有保护结界，可以承受小战将级的多次攻击。当初那个召唤系法师的银牛叛变，如果不是这个保护结界，银牛早就冲出来了，以那几个修为一般的中阶法师哪顶得住已经近身还狂暴的银牛。昭华让3尾使用风斩攻击保护结界，虽然能看到明显的损伤，但是没办法一下子就打破。3尾是因为拥有3个妖姬的特殊性才被评为大战将的，攻击力并没有大战将。结界不一会就自动修补完成，只要魔石还有能量，那么这个保护结界就一直修复。但是昭华用这把灵气轻轻一划，结界就被划破了一个口子，如同纸糊的一样，没有一点保护能力。这可真的了不得呀！中阶1级的光佑圣盾完全没办法防得住，甚至2级的画壁也不行。昭华心中估算了一下，要完全防住这把灵气，起码需要带有光系灵种的2级画壁才行，或者没有灵种的高阶防御魔法。中阶的魔法在这把风之灵气面前和纸没什么区别。如此强大的威力自然是有它的缺点，消耗很大。仅仅是3-4分钟左右，小风蚕的魔能就已经消耗了大半。昭华明显感觉到小风蚕开始疲惫，现在正趴在自己的肩膀上无精打采的样子。灵气的维持全靠小风蚕的魔能。昭华把灵气散掉，
然后通过召唤系星云给小风蚕补充了不少魔能，才让小风蚕恢复了一点精神。最后就是小风蚕的3个灵种，有点可惜的是，小风蚕做不到把灵种的特殊效果融合在一起，例如使用银刃的时候，焚风就不能用。朝华还想着，要是能同时拥有银刃和焚风的效果，使用风盘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外圈刮内圈烧的可怕效果。朝华大概评估了一下自己，以自己现在的战力，全力爆发的话，应该可以一个人歼灭一个20-30数量的妖魔群落。时间流逝，很快1个多月就过去了。朝华这期间没有再去惹是生非，反而平平安安的在学府中好好上课。因为自己落了2个月的课程，不但要把主修的召唤系课程补上，还要把次修、选修的课程重新补上后，考试过了，学分够了，下学期才能再抢课，不然就算朝华中阶也不给选修。朝华的次修是风系，选修是火系和水系，这些抢课并不一定要你就是那个系的法师才能去上课，可以是感兴趣想了解、想觉醒的也可以去上课，但是选修了就要上课就要考试，所以没几个人会选修，更别说像他那样选修2门。大学会提前一点时间放寒假，因为离家近，朝华并没有立刻回从城，而是跑去找冯周龙。而大一放假的时候，在另一个国际大都市魔都发生了灵皮妖母事件，震惊全国。第155章母妖之祸。叮铃叮铃叮铃，手机铃声响起，一个剪着一头短发的男子刚修炼完回到宿舍，还没聊2句就有人找他。他看了一眼手机来电是陌生号码，心中默默的感叹，自己作为明珠学府最出名的校霸大魔头，经常会有一些同学学姐从各种渠道拿到自己的手机号码，向自己倾诉那份不可能的爱意，让自己心烦不已。大拇指流畅而迅速地向右滑动，拿起手机说道：“如果是约吃饭，最好是晚上。”男子自恋地说道：“先生，我们是信用贷款的，请问您需要贷款吗？”实话，中实话。男子对着手机说道：“我要1个亿买1模具，你们能贷款吗？不用还的那种。”电话那头骂了一句神经病后挂断了电话。莫凡，你要买1模具？听到短发男子要买1模具，同样是他舍友的金长发好奇地问道。莫凡点头问道：“怎么赵满言，你们赵家有卖1模具？”赵满言露出一副看傻子的表情说道：“我们家当然有1模具卖，不过我先跟你说，现在市面上都在抄1模具，把1模具的价格超高了不少，1个亿买最便宜的估计都不够。”靠，你们这些万恶的资本！几人话还没有聊几句，莫凡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我都说，莫凡话还没说出口，手机中传来了轻音柔体一推倒的清纯萝莉音。范莫，听声识人，从声音就能听出手机另一头必定是一个可爱小萝莉。哦，小丫头啊，我以为是问贷款的，怎么了？小丫头玲玲说道：“我从那个女妖的皮肉细胞分析出一点资料，准备做一个热敏追踪，黑进你们学校的热敏监控，帮我们追踪那个女妖的位置。”你还会做这些东西？莫凡听得一脸懵逼，还能这样的？我现在去找你，数据模块快分析好了。男主人说了，就回他的妻子额外给100万，我们已经收钱了。听到了100万，莫凡先是傻了一下，然后立刻撸起袖子，啥都别说了，就是干。你现在在学校吧，我到附近等你，你赶紧过来，事不宜迟，立刻来。另一边，妖都塔下冯周龙的专用研究室，这一次季韶音不在，朝华是独自一个人来找冯周龙的。他想检查一下自己的星云和星辰，相处了1年多时间，朝华觉得冯周龙这个人还是信得过的。最重要是冯周龙对权力、利益这些事情丝毫不看重，他的脑子就只有研究。不过冯周龙也的确是大忙人，听说这几个月他都在国外和其他国家的魔法研究团队搞研究，朝华找了他1个多月，冯周龙才终于在最近回复了自己。啪！冯周龙一把抓住朝华的肩膀问道：“你真的觉醒了2个召唤系？”朝华在微信已经跟冯周龙说过一些情况，朝华没有把月色之书说出来，而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觉醒了第2个召唤系。别慌，我这不是来做身体检查吗？其实就是和医院的检查一样，但是朝华觉醒了2个相同的系，这是史无前例的，起码以朝华的认知是没有第2例，所以他不想到一些医院做全面检查，他甚至没有告诉给父母知道。报喜不报忧嘛。冯周龙给朝华做了一个全身检查，不管是第1系的星云还是第2系的星云，又或者身体各项指标数据，全部显示朝华就是一个健康、身体还被棒的年轻法师。如果不看他有2个召唤系的话，因为冯周龙和朝华的接触，冯周龙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朝华的父母，知道这2人曾经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后，对于朝华有2个召唤系反而不怎么觉得大惊小怪了。你身体没有任何问题，而且2个魔法系也是相互独立的，虽然2个魔法系挨得很近，但是他们也是相互平行，互不干预。除了2个都是召唤系之外，你的精神世界没有任何问题，不如说你的精神力比普通人要强大不少，这应该是你召唤系修炼的这么快的原因。冯周龙把朝华的检查数据投影出来，一项项拉出来给朝华看，
昭华也跟着冯周龙学过一点，勉强看得懂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意思。昭华眉头紧皱，随后又放松了。没事不就是最好的吗？不就是觉醒了2个召唤系吗？这个世界奇怪的事情多着呢。而且自己有精灵魔法，又不是不能用其他系的魔法。后期等到自己召唤兽千万的时候，哪还需要自己动手？大手一挥，踏平各地妖魔帝国，称霸世界指日可待啊！昭华把3尾碧灵蝎、风灵蚕、蓝星狐都召唤了出来。现在昭华的肩膀是小风蚕的，怀里是蓝星狐的。冯周龙看到这么多召唤兽也是相当无语的说道：“你小子以后该不会每次觉醒都是召唤系吧？”昭华摊手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你帮我看看3尾和蓝星狐，他以后应该怎么进阶更好？冯周龙没好气的说道：“你当我是专修召唤系的呀？你不去问你们大学教授，你跑来问我干嘛？你不是把3尾进阶了吗？当然找你啊！”冯周龙白了昭华一眼，这小子真是有便宜就使劲占。3尾我倒是可以给你想想办法，但是你另外2只就别想了，那2只不是普通的次元召唤兽吧？冯周龙可是超阶法师，而且还是妖都有名的魔法研究人员，一看就看出来小风蚕和蓝星狐的血统不简单。冯周龙继续说道：“你那2只召唤兽像是元素妖魔，也叫元素圣灵，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生物，而且血统都极高，不需要像当初枯木蝎那样去改变血统，只要给予充足的能量和时间，应该就能进阶了。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快的话，那可就要看运气了。”昭华不解地问道：“什么看运气？召唤兽进阶还要运气吗？”冯周龙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说道：“妖魔的进阶都是需要天材地宝的，而这些天材地宝只有野外的妖魔地区才有。你小子要是敢去一些兄弟恶兽巢穴逛2圈，没准能找到一些相对应属性的天材地宝，那就能刷刷的往上升级了。”昭华没好气，这谁不知道，但是这也要有内命才行啊。第156章人工培养出来的。不过你也不用愁，你命是真的好，你只要加把劲，进入学府队，那么资源还不是手到擒来。冯周龙突然想到了什么，提醒道。昭华歪歪头说道：“学府队？虽然我也想进入学府队，但是中山学府只有2票，就算我全部拿下来，我也不够票。”冯周龙停下帮3尾检查的工作，看向昭华说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你已经有1票了。”下划线。昭华突然疑惑了一下，问道：“1票啥？学府选票啊？妖都审判会已经把选票投给你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审判会给我干嘛？”冯周龙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昭华不知道自己父母已经为他争取到了1张选票，不过他也没有多事去八卦人家，反倒是昭华在想，是不是因为自己上一年贡献了温泉水和解开了白雪之谜导致的。就在这时候，突然实验室的内部电话响起，冯教授，一位审判会的人打电话来询问关于1年前妖都发生的白雪事件，说是魔都发生了一起妖魔袭击，他妹妹对比母体血液数据发现和白雪虫苗有相似地方。现在他妹妹和搭档2人正在追击母妖时，发现母妖可能存在传染能力，在人体内吸收魔能成长变异。昭华和冯周龙相视一眼，2人都感觉到了魔都那边要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了。另一边，明珠学府的校园休闲区，因为已经是放寒假，不少明珠学府的学生都已经回家准备过年，只剩下一些留校的或者家就在本地的学生。而现在这一批学生大部分集中在体育馆里面，帮忙某个校园偶像明星准备表演彩排，或者去旁观吃瓜发路牌。整个休闲区水尽鹅飞，就只有一个小萝莉和一个年轻男子看着手提电脑。玲玲从猎者联盟的数据库中下载了脱皮母妖的数据，这种母妖虽然罕见，但是并不是没有见过，他们的弱点已经被曝光出来，所以根据这些数据，玲玲才能快速的制作跟踪数据库。猎人每次处理完妖魔，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妖魔事件，都会上报，就是为了当再次遇到的时候可以共享情报。根据猎者联盟的情报显示，脱皮母妖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妖魔，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可以像画皮一样，要外出猎食的时候就穿上自己的皮，吃饱了就穿上寄生者的人皮，混在人群中正常生活。当年有一个小村庄就是混进了几只脱皮妖，有不少村民被杀死，最后在一位猎人的英勇下才把混在其中的脱皮妖全数杀光。而后世有人根据这个故事设计了一款叫做脱皮妖杀的桌游，至今风靡世界。不过母妖一样有弱点，就是被寄生的人体温会比正常人高3度，处于发热状态，所以可以根据热敏来寻找。咦，这个红点怎么这么近？就在我附近啊！莫凡指着手提电脑屏幕，玲玲还在捣鼓着数据，因为她刚刚发现数据对比后，竟然和1年在妖都发生的一起事件的寄生虫苗有70%相似。听到莫凡的叫声，玲玲疑惑地看向电脑，因为热敏检查也要时间，电子地图才刚开始运作，陆陆续续的出现红点，
越来越多的红点，电子地图都快变成一片红斑了。莫凡忍住笑意，他就知道这个10几岁的小萝莉哪有这么厉害的技术，能弄出这样的东西，这不出错了吗？林林眉头紧皱，这个跟踪系统并不算太难做，数据都是现成，只是黑镜校内的监控会比较麻烦而已。但是对于天才的他来讲，这也不是难点，而且也没理由会这样子啊。不对，手提电脑只是显示而已，真正做跟踪的是校内的热敏监控，按道理是不会错的。突然，两人同时意识到可能的事情，要是电脑没错。莫凡没有再憋笑，反而表情严肃地问道：如果这个母妖有传染能力会怎么样？这还用问会怎么样？要是没有感冒药，全人类可能会死在感冒上。林林查过数据库，脱皮母妖是没有传染能力的，它们只会寄生而已。但是林林刚刚留意到，从脱皮母妖身上的皮肉细胞的数据对比了猎者联盟的数据库上的数据，和1年前的妖兜白雪事件的虫苗高度相似。最后那种寄生虫被妖兜的魔法研究人员破解了，但是那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寄生虫，体积小，传播途径广。如果脱皮母妖具有了那种寄生虫的传播方式，那将会比病毒还要可怕。你等一下，我打电话问个人。冯周龙接到电话，了解了来龙去脉后，立刻把林林分析得到的数据和自己当初破解虫苗的数据进行比对，发现如果把虫苗数据结合猎者联盟关于脱皮母妖的数据样本，就和现在魔都发现的新型脱皮母妖数据基本相等。就连昭华这样的半个门外汉也知道，现在魔都出现的脱皮母妖是和当初的寄生虫苗经过特殊处理培养出来的，把虫苗的传播能力加入到了可以寄生人体的脱皮母妖身上，这样就可以让虫苗通过脱皮母妖寄生到人体，把人体当作温床。冯周龙和昭华看到这些数据时遍体发寒，虫苗有强大的传染能力，但是人体会发生排斥作用，发扬巅峰。脱皮妖难发现，但是并不具有传染能力，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这是能消灭人类的变种妖魔。以前的虫苗是通过水源传播的，要是母妖要传染其他生命，最大可能是虫苗就是受精卵，但是这做不到大面积的传播才对，母妖的卵巢无法储存这么多卵子，它怎么储存大量的受精卵？昭华想了想说道：血液中带有大量水分，之前还有一只被杀死的公妖，母妖把受精卵存放在血液之中保存，通过类似换血的操作进行寄生孵化。母妖是不是有喝血、放血的习性？昭华问道。冯周龙的实验室中是开着免提的，昭华和冯周龙的讨论已经共享到林林的手机，他全部听得到。林林问向莫凡，他问你，脱皮母妖是不是有喝血的习性？莫凡立刻回答，我当时追击的时候看到他把一个女孩吊起来放下，张大嘴吸食滴落的血液。冯周龙得到肯定后，在电脑上敲打，开始模拟分析，以妖都的天河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几秒就得到了答案。结果是新型的脱皮妖可以通过换血，把体内已经孵化的虫苗放入人体，再通过吸收魔能、营养化作新的脱皮妖。等到需要觅食的时候，皮一脱就是妖魔，皮一穿就是人类。第157章，那可是楷模具的好材料啊！林林是猎人大师没错，但是要找到破解虫苗的国家研究人员，他还没有这样的权利，只能通过自己姐姐去联系。范墨，要不算了，天已经黑了，我们还是联系猎者联盟的人，等猎者联盟的人来吧。林林看着电子地图上的红点还在不断的增加，脸色刷得苍白。他就算是猎人大师，也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传染力啊！这哪里是校园，这分明就是一个妖魔巢穴了。莫凡再强，也不可能一个打这里几百个妖魔，把2个系的魔能用完也打不完。而且那个妖母现在估计不是奴仆级那么简单了。莫凡看着手提电脑上的红点，整个地图一片狼藉，而且大多数都集中在体育馆的位置。今天有一个校园偶像的表演彩排，不少人都过去帮忙和观看。莫凡想到了博城，自己当初面对妖魔有心无力，只能让妖魔屠杀残害居民和看着自己的同学死在面前。今天他已经中阶法师了，而且是3系中阶，都这样了，难道自己还要扭头回家，乖乖坐在沙发上等其他人来救吗？莫凡暗自下定决心，眼中闪过一丝决绝，语气低沉地问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无法蜕皮变妖？林林听后知道莫凡要去阻止，连忙调出电脑上的资料说道：有，把他们拇指割开，挤压出寄生虫就可以。好，你在这里联系猎者联盟和校方的人，支援我，我去把那些恶心人的东西解决掉，顺便完成100万任务。说完，莫凡冲向体育馆的方向。另一边，妖都塔下冯周龙的研究室，昭华看着冯周龙把数据和一些资料发送给哪位审判会的人后说道：那个新型的蜕皮妖不简单。冯周龙点点头，从这些数据来看，新型的蜕皮妖母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妖魔物种，实力恐怕比一般的战将还要强几分，加上这防不胜防的能力，比统领级的妖魔更具威胁。昭华暗自感叹，当初要是没有放跑方少丽，哪来这么可怕的东西？不用说，昭华都能想到，
这新型脱皮妖就是方少丽那家伙搞出来的，只是昭华没想到这才多久，1年而已，方少丽竟然捣鼓出了如此可怕的变异种。黑教廷的人真是可怕，红衣已经难对付了，现在又来一个方少丽。不过那个母妖应该可以做出不错的楷模具。冯少龙看到其中关于妖魔的特点数据后，喃喃自语地说道：“冯周龙这是提醒昭华啊，昭华一直想买一个楷模具或者打造一个，但是很难找啊，因为昭华需要的楷模具很特殊，他需要可以契合小风残的精灵魔法范风衣的楷模具，一种不是独立存在，可以和范风衣这个技能契合，甚至达到融合的楷模具。因为范风衣这个防御技能太弱了，昭华测试过，就算小风残已经进阶，但是范风衣的防御力只能勉强抵挡初阶2级的雷印，3级火姿已经有明显的烫伤，3级雷印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挡不住。虽然不足以致命，但是如果有中阶修为和灵种加成，那么3级雷印可以让昭华失去战斗能力。范风衣这个技能更多的是一种加速，它可以让昭华的身体变得轻盈，配合风轨可以移动得更加快速，本质并不是防御。但是脱皮妖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妖魔是没有躯体的，它就是一张皮。寄生在人体后，它要蜕皮，就像长指甲一样，在人的皮肤下生成妖皮，化身妖魔，肉体使用的还是人的肉体。昭华现在在想，范风衣和衣服一样是紧贴着皮肤的，这和蜕皮妖很契合，如果能有一件这样的楷模具，用范风衣填充组合一起，防御力必定大大提升。而且这种楷模具不像重甲楷模具，行动敏捷，不会影响活动，再加上范风衣加强防御力，恐怕不比普通的重甲楷模具弱。昭华在心中已经暗自想好，到时候母妖解决了，妖母尸体他去魔都买下来，然后打造成模具。果然整个网络都在报道关于脱皮妖的事情，报道称最终灵皮妖母被明珠学府的中阶光系法师赵家二公子赵满言击杀，拿到人头，明珠学府大魔头莫凡拿到助攻。昭华通过冯周龙给的电话，最终联系到魔都的青天猎所，找到了灵皮妖母尸体的下落。一般遇到这种新型妖魔，尸体都是要给魔法协会研究一段时间才会把尸体交还给击杀的人，这妖魔尸体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那妖母还爆出了精魄，会在周日放在魔都的拍卖会进行拍卖。昭华把来龙去脉告诉了玲玲后，玲玲透露了自己的搭档莫凡会在周日的时候出售妖母的精魄。打造装备虽然不一定需要精魄，但是能买到或许有用，而且精魄这种东西就是硬通货，制作楷模具不需要，那也可以卖出去啊。本来昭华想找纪韶音一起去魔都，但是纪韶音被2个教授丢到了妖都的军方公墓去了，让他去驱魔除妖。军方的公墓可不在安全区内，而是在妖魔之地，而且军人生前都是法师，在那里诞生的亡灵可比普通的亡灵更加强大，甚至会出现战将亡灵。纪韶音因为同时觉醒有亡灵系和诅咒系，他的修炼门路和别人不同，校方2个教授专门研究了一套新方法来修炼，而且纪韶音还要争取在下学期达到双系中阶，那样他进入内校或者叫主校区就更稳了。国内所有学府都分清校区和主校区，清校区就是入学半年的新生或者修为没有达到中阶的学生的，只有真正达到中阶才能进入学府的主校区，才能学到真正的本事，搞研究。因为学府的根本目的是研究，研究出新路，研究出新东西。而法师到了高阶后，就能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学府就是为了高阶的路做的铺垫。你连中阶都没有达到，你铺垫什么？所以每个学府都有主校区，在主校区里面的学生才叫人人如龙。像昭华和纪韶音这种属于天才范畴的学生，入学的时候就被内定是主校区学生来培养，第1学期下半年就会进入到内校学习和做研究。纪韶音现在要更加努力才行，他今年过年都打算不回家了，因为昭华现在的实力已经比他强了。内校吗？看来我也要把第2系召唤系进阶到中阶才行，第2系要突破壁垒，有天炎和小风残在应该会简单不少。第158章第160莫凡。魔都，国内4大都市之一，和妖都一样是国内经济实力、法师数量名列前茅的国际都市。魔都也有博城事件的安置防区。昭华乘坐飞机直飞魔都，国内有专门的飞机航线，这些航线都是法师用血用泪开辟出来，保证飞机不会受到空中妖魔的袭击。魔都国际贸易中心位于魔都经济发达、客商云集的虹桥魔法开发区，这里不算很高，仅有30多层，但是魔都法师的销金窝就在这里。国贸中心的最顶楼就有法师资源拍卖场，虽然这个拍卖场不是赵氏的，但是赵氏也拥有股份，一般是1个月1次有拍卖会。因为有赵氏的股份在，所以招郎的 VIP 在这里也能用，作为招家，太子自然属于 VIP 会员范畴。昭华跟着手机导航，坐着地铁很快就来到了魔都国际贸易中心。你好，请出示通行证。一般是需要入场票，也就是所谓的通行证，只不过这东西不是买的，而是发的，拍卖场认为你有财力、有实力的时候才会给你发通行证。昭华出示了身份证，后台数据显示是 VIP 会员，自然就能进入。
你以为啊，要来这里，要不你给一大笔钱拍卖场买，要不你就是有实力的猎人、强大的法师，或者是一些例如审判会这样的势力成员、魔法世家的核心弟子才能入场。昭华刚准备入场，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说到通行证的事情，转头看过去，一个金长发的男子正在给自己的同伴科普一些常识。昭华竟然认得这两人，拿人头的赵满言和拿助攻的莫凡。新闻报道有他两人的照片，虽然那时候莫凡的照片满脸是血，但是这猥琐的样子很难让人认不出来。莫凡说道：哎，像我这样没钱没地位的，连入场都不行，可恶的社会。赵满言瞥了一眼莫凡说道：不然你以为这个世界满世界都是妖魔，在安全区内的资源又被国家和一些魔法世家牢牢把控，要资源只能去妖魔地区自己找，钱有什么用？不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变得更强？资源人人都想要。不过有一说一，你二的是真的挺厉害的，你来自博城，没钱没势，竟然能这么短时间练到这个地步，我挺佩服你的。一些蠢材不懂而已，他赵满言还不懂吗？能练到这种地步，不是有钱就是不要命。他赵满言自问做不到不要命。昭华十分认同的暗自点头，的确是这样。要是自己没钱没势，觉醒一个召唤系根本养不起小风残。虽然自己很多时候赚的钱是靠在野外和季韶音两人打回来的，但是最开始招郎给了多大的帮助，又是精魄，又是魔具，还有星云魔器。特别自己手上戴着的这个戒指，当初昭华还以为是一个星辰魔器，直到后来觉得自己的精神力高于普通人，而且召唤系的修炼太快了。后来季韶音发现，原来自己带着的一直是星云魔器，而不是几百万的星辰魔器。星云魔器啊，昭华听说这东西拿去拍卖都是压轴的那种，而且季韶音鉴定后说，这个星云魔器十分优质，比一般的星云魔器还好。昭华这一身修为有一半是因为自己前期得到了父母的全力支持才有的今天。昭华没有继续听，而是找了个位置入座。他已经听莫凡的搭档玲玲说今天会拍卖妖母的精魄，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和莫凡又不认识，没有想过直接问人购买。哎，老赵，你看那个人。莫凡指着走进来的昭华说道。赵满言看过去问道：咋地？你认识？他差点就帅过我了。赵满言想装作不认识这弱智，就你这样子，魔都9成男人都比你帅好吧？昭华没有去看拍卖的清单，因为他是临时赶过来的。不过他也不知道的是，莫凡的精魄虽然有想过拿去拍卖会卖，但是今天才跟赵满言说要拿去拍卖，他只是跟玲玲提过一下。毕竟两人是搭档，爆出东西要平分。不过玲玲觉得莫凡自己得到的就应该是他自己拿着，玲玲只是要了妖母的尸体素材而已。台上的拍卖师笑着说道：接下来的竞拍品相信是许多人的目标，雷系的灵种名曰千钧，攻击附带空间震动特效，起拍价15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2000万。一开始，一个中年男子像是不差钱一样，直接提高了500万的价格，2100万、2500万。中年男子实在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不管你报多少价，这个灵种我赵家承包了。赵家的中年男子直接开口打断道：2700万、2800万，自己加。最终没有人敢和财大气粗的赵家竞争，以2800万的价格拍了下来。疯子啊！其中还有一个妖魔蛋竞拍，而且还是飞行妖魔，成年后实力能达到战将级别。不过起拍价就把昭华逼退了，7000万的起拍价让昭华一阵头疼。他的确有想过第二系的召唤契约弄一头飞行妖魔，但是7000万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而且最终被拍到9300万的价钱。昭华现在回想起当时在精灵岛上那些排着队让自己契约的妖魔，妈呀，他好像错过了几百个亿。今天的客官们可太有福气了，有一件插队商品，是战将级的精魄，而且还是寄生类妖魔的精魄，保存相当完好，能量几乎没有损失。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懂了吧，我也不浪费大家时间了，起拍价1200万。昭华一听，心中盘算了一下这枚精魄的价值后说道：2400万。位置上的人纷纷看向昭华，就连赵满言和莫凡也看过来。什么鬼？竞拍也要按照基本法啊？哪有人加价是用乘法来加的？2500万。昭华看向叫2500万的人，是一个年轻男子，不过他不认识。2600万。昭华继续喊道：2700万、2800万、2900。停了。昭华虽然还有钱可以继续加价，但是2400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枚精魄的价格了，再往上就是超过。昭华在网上叫2次，不过是打算把价格往上抬2下而已。毕竟自己买了人家猎杀的妖母素材，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又不用自己掏钱。最后昭华什么都没买到，把素材钱转账给玲玲后，去猎者联盟把妖母的尸体取走，就又坐飞机回妖都。魔都一日游啊。第159章新型模具。
昭华趁着这个寒假，终于是有时间去打造自己的模具了。铠模具材料已经有了，可以优先打造适合中阶的铠模具。盾模具也不怎么合格了，要换新的。铝模具和斩模具的优先度不高，攻击力和速度昭华并不缺少。本来昭华还想打造一件凝神守护魔器，防御精神攻击，但是现在有蓝星湖的存在，必要时候倒也不是不能防御精神攻击，所以凝神守护魔器也放在后面。昭华只有2个系，而且还是2个召唤系，在明修时间效率上反而不需要着急。召唤师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召唤兽和模具保护。昭华有相熟的模具工匠，而且昭华还能插队，钢岩强盾就是这位工匠所打造。昭华手上拧着2袋水果，在门外大喊了一声：“郑伯，我来看你了。”昭华见小木屋里面没有人回应，也习惯了，直接推门进去。郑明住在吕县的偏僻郊外，自己搭了一间小木屋，就在那自由自在的生活着。以前昭华还小的时候，昭郎每次过年都会带昭华来串门拜年，当时昭华还以为是哪个远方亲戚。后来昭华觉醒了，成为法师后，昭华再一次来拜年的时候，昭郎才跟他说，其实郑明是一个模具工匠，而且手艺十分精湛，自己的盾模具就是郑明打造的。郑明自己的故事也是像起点小说一样的神奇，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国内数1数2的天才模具工匠，而且修为十分高，属于国家国宝一样的人物。后来发现自己的工匠手艺难以再进一步，不管怎么做都不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于是为了返璞归真，把心一横，废除自己所有修为，限制自己不能用高级的素材，他要用凡人的力量打造出神灵的武器。他想做到以最普通的材料打造出最厉害的模具，以凡铁打造出神器的才叫神匠，用神铁打造出神器的不过是工匠而已。这种匠人精神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傻，但是昭华却很是佩服。就像钢岩强盾本身的材料并不是多么的厉害，但是却能用3次，防御力也很高，的确是一件了不得的模具。嘎叽，昭华推开门，木屋里面很简单，就是床、椅子、桌子，一些厨具等等，但是昭华并没有看到郑伯。昭华把水果放在桌子上，穿过木屋走到屋子后面，打开后门的一瞬间，热浪迎面扑来，昭华没有用手挡住，因为他知道郑伯不喜欢。郑伯认为连一点点热浪都顶不住，能成什么大事？昭华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在不同的人面前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会把能做到最好的做到最好。在老师面前是乖学生，是学霸；在同学面前是乐于帮助人的同学；在陌生人面前是有教养、谈吐优雅的年轻人。现在他就是像是一个串门来拜访的乖小孩，会拿着水果，不介意环境的恶劣，不会说3道4。果然如昭华所料，郑明正蹲在一个火炉前，聚精会神地观看这里面正在煅烧的模具。从昭华的角度看过去，郑明满头白灰，身上穿着一件黑乎乎的牛皮围巾，防止被火星溅到身上，脸上已经拥有了岁月的痕迹。难怪昭华会叫他郑伯，的确是有点年龄了。昭华就这样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郑伯在锻造模具。不要以为在郊外会缺少东西，只要是锻造模具能用到的器具，这里一应俱全，甚至是一些军方器材，这里也有。昭华一站就是3个小时，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一句话，就这样看着郑伯锻造。郑伯放下手中的器具，看向昭华，叹了一口气说道：“哎，如果你小子有意学习锻造模具，成就恐怕比我高不知道多少。”昭华在虚伪这方面真的没输过给谁，就算郑伯知道昭华是有求于他，就算郑伯知道昭华只是装出来的，内心并非是对锻造模具有兴趣，但是昭华真正的做到，让郑伯没有一点可以挑剔的地方。郑伯十分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天赋，耐心都像昭华这样的弟子，把自己毕生所学全部传授。可惜昭华并没有想做锻造师。昭华听后笑着说道：“郑伯客气了，小子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材料。”郑伯听后摆了摆手说道：“行了行了，我也只是惋惜而已。你小子也别给老子我装了，我既然答应了你父亲帮忙你锻造需要的模具，那我就不会食言。”郑伯离开了锻造室，坐在椅子上，拿起袋子里面的果子一口咬下去。昭华知道郑伯会直接吃，已经提前洗净过，连这一点都想到。郑伯有时候觉得这到底是不是人来的。昭华坐在一旁，等到郑伯吃完了果子后，才从储物模具中拿出那具灵皮妖母尸体，在尸体下面放了一块白布，防止桌子上的灰尘碰到素材。昭华记得郑伯曾经埋怨过，有客户给他的材料沾到了灰尘，让他忙活了好一阵子。郑伯看到后又是一阵无语的摇头，真是个怪物。郑伯也没说什么，检查了几下，越看双眼越是明亮，脸上兴奋的表情越来越明显。脱皮妖他是知道的，但是这具尸体和脱皮妖不同，这是变异种，变异种的素材往往会有不一样的发挥。这具脱皮妖的尸体哪来的？郑伯问道。昭华说道：“前不久魔都发生的寄生妖魔事件的元凶就是他，不过这是人造变异，全世界应该就只有这一只，那真是可惜的。你小子是想做一件铠模具吧？”郑伯看了一眼后，已经大概猜到昭华想要做什么，
这就是天生的楷模具素材，虽然并不是异骨，但是也可以说这整一张灵皮都是异骨。昭华点了点头说道：我想要楷模具能契合我一个特殊的魔法。昭华直接使用出范风衣，一阵碧绿色的风紧贴着昭华的身体，就像一个衣服一样保护着他。郑伯皱起眉，这魔法的确有点神奇，不需要使用星轨就能发动，比起魔法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模具一样，但是他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模具。昭华说道：我想让我的魔法和楷模具相互契合，进一步提升楷模具的防御力，而不会让楷模具变得笨重。郑伯眼中闪过一丝精芒，和魔法契合的模具，这是一个好思路。以前打造模具都是直接把模具做出来给法师用，如果模具是给魔法使用的，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郑伯心中立刻有了一个新颖的想法，要做一件给魔法使用的模具。第160章收集素材。有思路，敢大胆尝试是好的，但是这等于是从零开始的锻造生活啊，要怎么做到可是一个难题。郑伯紧皱眉头，坐在椅子上，手指敲打着桌面，咚咚咚的声音不绝于耳。昭华始终正坐着，没有一丝的不耐烦。他也知道这一次的楷模具是一次挑战，虽然材料只是战将级的，但是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楷模具，或许这将是一种创新。咚！最终郑伯在脑海中完成了他的设计图和理论方法，对着昭华说道：要锻造你要的模具还需要一些妖魔素材，你去弄回来吧。昭华一听也难免心动一动，这是成了。他本来还想着要是失败了，自己估计只能循规蹈矩的找一些楷模具来用了，现在看来有希望。郑伯需要特殊素材，可以放心交给我。郑明摇摇头说道：有一样需要特殊处理，你最好是自己弄过来，在吕县的山岭就有，不过这东西杀死后不能超过1天，不然就没用了。暴风春象，这种昆虫妖魔体的骨头里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只有在暴风春象死的时候会从骨髓中分泌出来，当你解剖尸体的时候遇到空气就变质不能用，所以要特殊的处理方法。要是暴风春象有一骨的话会更多。昭华听出了其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一骨。要知道，虽然一骨的爆率比精魄高，但是也没有高很多，一般是几十只妖魔才会出一件一骨。郑伯，你需要多少件暴风春象的骨髓？一骨能多多少？暴风春象实力不强，也就奴仆妖魔而已。这种虫族在从城的山脉、山岭都能找到，既不稀有也不强，问题就是要多少而已。郑伯这次反而露出了笑容，说道：也不是很多，大概需要1斤左右吧。只有1骨的暴风春象大概能得到5克吧，没有1骨的大概不到0.1克。1斤可是500克，只有1骨的才5克，没有1骨的才0.1克。这要杀几千只暴风春象，而且还要1天内从山林搬回来交给郑伯，来来回回要不少时间，这是大工程啊。昭华咕噜一声咽口水，这是在野外啊，野外什么妖魔都有，不是只有一种妖魔啊，你不可能专挑一个种类来杀。而且昭华的实力的确很强，有2只战将级的召唤兽和1只奴仆级的蓝星狐，但是野外更可怕啊。妖都的实力、军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妖都的周围妖魔更强大。上一次8只异种虫王围攻妖都，进攻从城的虫王富尼昭华还历历在目。为什么是虫王富尼进攻从城？不就是因为他离得近吗？从城周围的山岭、森林、树林众多，从城是一个被山包围的城市，鬼知道进入山林后会遇到什么。顶尖的猎王都不敢说自己能在妖魔地带横行霸道，昭华才是一个中阶小孩子。而且郑伯还说，这只是其中一个，他还需要沙地虫的分泌粘液、冰壳蝎的冷却液、死亡2星瓢虫的胰脏研磨液。唯一幸运的是，后面3种不需要1骨，本身体内就有这些东西，而且量也不算很大。除了最后的死亡2星瓢虫是战将级妖魔外，其他都是奴仆级的。我要用这些东西重新制作一种可以让魔能和模具结合的调和液，让模具和魔能可以更好的融合一起，让它们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贴在上面。昭华只能点头了，这些东西后面3种还能收购，但是最重要的暴风春象不能，因为要1天之内新鲜运到。狩猎暴风春象的时候，昭华可以顺便把另外3种也集齐。昭华也想过雇佣猎人帮忙，但是要1天天的来回，而且只是狩猎暴风春象，可能不会有人接单子，要不就是开价很高。所以最后昭华决定还是自己亲自动手。从昭华老家的昭家村往野外走就是妖魔地区，吕县是建立在亚安全区附近的，整个县城都不是安全区，因为这里没有安全结界。这里之所以能居住人，有这么多人在这里生活，是因为军营和军区就在这里可以提供保护，而且妖魔素材的搬运和收购等工作养活了很多人，毕竟总有人是不怕死的。桂峰山，妖都5座最高的山之一，山内有9座通天山峰，从吕县东南方直走就到，像一头狰狞的巨兽匍匐在地面一样，背上长有9根尖刺，直冲云霄，看不到峰顶。昭华站在附近，还没有踏入就感觉到压迫感。以前和纪韶音都是2人到从城市区外的亚安全区狩猎落单的妖魔，亚安全区内妖魔比较少，相对安全，但是像这一次要狩猎大量的妖魔，只能到妖魔地带，不然要狩猎到下一年。
桂峰山是橙色危险区域，其中已经知道的虫族妖魔就有几千种之多，兽类、飞禽虽然比较少，但是也有近100种，甚至连统领级的妖魔都会偶然出现在桂峰山中嘶吼。越是危险的地方，机遇就越大。在桂峰山驻扎的军队，经常有一些珍贵的天材地宝被运送到妖都出售。前段时间，昭华就听招郎说，军队得到了一株念草，放到拍卖会出售。这种念草是可以极大的提高精神力的天材地宝，极其罕见。可惜招郎两夫妻外出旅游了，不然昭华就把自己老爸给拉上一起猎妖。昭华没有把战将级的三尾和小风蚕召唤出来，反而是把奴仆级的蓝星狐召唤。昭华要的是狩猎，要猎杀，要去找，而不是要到某个地方去。战将级的气息会把奴仆妖魔都吓跑，反而是气息不强，同样是奴仆级的蓝星狐最合适。嘎叽嘎叽嘎叽，不是只有昭华一个人会进入桂峰山中，遇到最多的就是做素材运输的人民。在桂峰山下还有一处类似驿站的临时休息地，给那些搬运妖魔素材的光荣劳动人民做临时休整，补充点水分什么的。唉，现在越来越难了，快过年了，但是今年的收入……唉。昭华经过桂峰山驿站的时候，听到一些坐在地上休息的人说道，昭家村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靠的运输，而且昭家村运输的份额是最大的。唉，别提了，自从他们那些人把份额控制住后，我们大家哪有饭吃？他们吃肉，我们连汤水都没得喝。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们村子就要搬离吕县，去其他地方混饭吃了。能有什么办法？人家在军区有人，而且听说还是一位强大的法师大人，连军官都要礼让几分，只能怪我们村子没有法师。昭华径直地走过驿站，充耳不闻，丝毫不关心这些事情。第161章崇拜和嫉妒。昭家村内，村长的家。前几年的时候，村长昭方就已经改好了别墅，虽然不是什么太过豪华的别墅，但是也是有模有样。不过在前几年的时候，昭郎解决了杀地虫之后没多久，村长昭方就把村长的位置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昭田，再加上作为第3代，昭方的孙子昭超已经是一名初阶法师，新村长的名望比老村长还大。昭超刚好比昭华年少1岁，所以今年下半年就要高考进入学府，所以他现在正全力冲刺修为，虽然中阶修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希望可以达到初阶3级。阿田，你这样做已经怨声载道了，停手吧，已经够了。在屋内，昭方对着昭田劝导道。在屋内一共3人，就是昭方爷子孙3代。昭超坐在椅子上无动于衷地听着，昭方正拖着已经垂垂老矣的身躯对着自己儿子劝说。昭田看向窗外的天空，背对着自己的父亲说道，爹，自从我接手了村长这几年来，我们昭家村的村民年年富裕，而且因为运送素材而死的人数也大幅度的下降。爹，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昭方听到这样的话，心头一震，他儿子不知不觉竟然变成了这样。的确如昭田所说，他们昭家村这几年可以说如日中天，村内年年都有新搞作，前2年种花田，上年建村内生态花园，打造生态村子，今年更是计划请几个大明星为他们村子做宣传，让孙子昭超当主角拍电影，增加知名度好，让他能进入审判会当官。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昭田瞒着昭郎做的一件事。垄断。昭田借昭郎的名头联系到了军区负责物资运输的军官，让所有物资运输都交给昭家村，之后再进行分成。但是这样昭家村肯定不够人手的，所以昭田又把物资运输任务以雇佣的方式雇佣其他的村子做，然后抽取提成。结果其他村子份额不但越来越少，而且能赚的钱也更少，但是要做的工作却更多了，导致其他5个村子的村民死亡率年年攀升。垄断了物资运输的昭家村没有理会，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特别是今年，因为昭超快高考了，等到他进入学府，必定还要进阶中阶。这时候昭田才知道，突破中阶单一个宇宙尘埃竟然就要1000多万，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得到，这绝对不是他正常赚钱能赚到的金额。爹，爷爷，我最近已经触摸到初阶3级了，如果星辰魔器的租借不断，加上一些适合的资源提速，我相信我可以在进入学府之前达到初阶3级，甚至接触到中阶的壁垒。只要加上资源突破，假以时日，我必定可以成为中阶法师。昭超突然开口说道。昭田转过身看向自己的儿子，眼中充满了期许，就连昭方也露出了惊容。昭超抬起头看向自己的父亲和爷爷，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平淡的说道，爹，昭郎叔也不过是中阶法师，他也老了，我们村子需要新的中阶法师支撑我们，我相信我可以，甚至我可以进阶到更高层次，超越昭郎叔，带领我们村迈向新的高度。昭田冲过来抓住自己儿子的肩膀，激动的说道，儿子，你是说真的？昭超认真的点头，他早就看出来了，自己的父亲一直都很崇拜昭郎，但那是因为2人的差距就好像天上的明月和地上的狗屎一样。但是当2人的距离开始缩短，或者有机会靠近，甚至超越的时候，这种崇拜就会慢慢变成嫉妒，会想方设法把距离拉近，甚至超越他。所以昭超适当的时候说自己可以，
甚至超越招郎，自己父亲必定会全力支持他修炼。好，爹无论如何都会让你进阶到中阶，进入好的学府，就算爹被万人唾弃，也会让你如明月照亮这黑暗的世界。昭芳在一旁想走过去阻止自己的儿子，但是他迈不出步伐，半步都走不出去。他何尝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后代光芒万丈？他不知道多少个日月想过，要是招郎是自己儿子，要是昭华是自己孙子该多好。自己儿子没希望了，但是自己的孙子可以啊，他又怎么可能忍心扼杀孙子的未来？所以只能选择埋没良心。另一边，在桂峰山之中，昭华双手抱着一只蓝色的狐狸进入桂峰山。他调查过暴风春象的栖息地，这种虫族妖魔体型极小，最大的成年暴风春象也只有一个巴掌大小而已。通常出现在一些巨大的树木中，是杂食性妖魔，可以吃死亡的生物尸体，也可以靠吃树枝生存。暴风春象有尖锐的口气，可以攻击敌人，但是主要是靠尾部的器官喷射强烈的腐蚀性毒液，杀死猎物。虫族妖魔的特点是个体实力不强，但是你架不住人家数量极多。暴风春象就是这样，几十只对你喷毒液，要是猝不及防下被命中，基本能把人腐蚀的连骨头都不剩。昭华一路往山脉深处走，因为桂峰山生长有一种体型庞大的树，巨榕树是暴风春象喜欢栖息的树种之一。昭华才刚进妖魔区域没多久，还远远没到桂峰山的山脚，一阵怪叫声从头顶传来。昭华抬起头看去，是一只奴仆级的杀人蜂，有1米多巨大的身体，尾部的毒针都快有手臂粗了。被这么粗的毒针刺中，都不需要毒就能杀死初阶法师。但是仅仅是一只奴仆妖魔，在昭华面前就是白给。昭华手指轻弹，千丝斩划过空气，1分为2的杀人蜂就从面前滴落。可惜既没有一骨，也没有精魄。纪韶音送给了昭华一个他自己做的亡灵器皿和观魂眼镜，可以让他捕抓到精魄。昭华走了100多米后停住了脚步，他召唤出蓝星狐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桂峰山存在一种没有战力，但是十分难搞的植物——迷惑花妖。这种花妖虽然叫做妖，但是并没有攻击力，形状和大王花类似，体型巨大，在巨大的花瓣下藏着一根根带有尖刺的吸管，是它们用来吸食的口气。这些吸管不会攻击人，只是用来吸食营养的吸管罢了。真正让猎人避而远之的是，它们会散发一种迷惑人的花粉，这种花粉会迷幻生物，让生物产生幻觉，失去行动力，最后在不知不觉间死亡。迷惑花妖就是靠这种手段生存，迷幻了猎物后，就能用带有尖刺的习惯插入猎物体内，吸食生物的血液和营养。别说初阶法师，中阶法师也会不知不觉着了道。大自然往往会关了你一扇门，给你开一扇天窗。没有攻击力的植物，却拥有让中阶法师都难以招架的能力。蓝星狐耳朵突然间晃动了2下，在昭华的怀里抬起头，鼻子动了动。呼！蓝星狐的双眼如同夜空中的千万星辰宇宙一般，像是在发动超能力。昭华的身体被蓝色的光芒保护着，万物相生相克。蓝星狐的凝神守护就是对付这种植物的最强招数。昭华没有杀死这种迷惑花妖，因为它们体内蕴含有大量的花粉，昭华没办法连同体内的花粉一同消灭。要是用风系的力量斩杀，会让这附近都充满那种危险的花粉。走吧，别管它了。第162章，独自在野外。昭华没有笔直着走，而是选在绕开前面300-400米后再往前，因为迷惑花妖还有另一个特性，那就是播种。迷惑花妖因为无法移动，它们只能通过类似于蒲公英一样的方法去播种，随风播种法。但是迷惑花妖的花粉体积小，而且比较重，所以很难飘得很远。所以一般你看到一株迷惑花妖的时候，可能不远处就有一大片的花田在等着你。昭华不确定蓝星狐的凝神守护能不能顶住大片大片的花粉攻击，保险起见，还是选择了绕开。昭华现在走了小半天，还没有正式的进入桂峰山，现在他连山脚都没到，就遇到了不少的危机。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昭华是第一次进入桂峰山，他没有一些当地的老猎人、老运输员那样有经验，也没有安全线路，昭华走得相对比较稳妥。昭华抬头看着面前一棵直径有3-4米宽的巨大榕树，小小声地说道：“大概走小半天的样子就能到。”昭华在默默地记着时间和大概的路线，能生长巨大榕树的地方，也就证明还有其他的巨大榕树，在这附近是适合巨榕树生长的。昭华开始围绕这棵巨榕树观察，昭华要找的不是巨榕树，而是栖息在上面的生物，还真不一定每棵巨榕树都会有暴风春象。找到了，暴风春象隐藏得很深，昭华几乎是要眯着眼来看才能看到。暴风春象整体是黑色的，在阳光的照射下，如果哪片叶子不透光，那么10有8九就是有暴风春象挡住了阳光。一共11只，昭华判断出这棵巨榕树栖息着11只暴风春象。昭华没有使用大范围的风盘龙卷直接摧毁整棵树，他没有忘记自己不是来做任务刷击杀树的，而是来收集素材的。如果把暴风春象切得粉碎的话，昭华相信别说一股了，估计渣子都不剩。千丝斩，昭华轻手轻脚的对准树叶黑色阴影的头颅部分，唰的一下切了下来。暴风春象就是普通的奴仆妖魔而已，
对于实力已经中阶的昭华来讲，并不算很难对付，而且也不像亡灵妖魔切头还能不死。一个婴儿拳头的黑色尸体从半空掉落，昭华手到擒来，一瞬间把它放入储物模具里面。郑伯需要的衣服是骨髓位置，虽然昭华不太清楚一只虫子哪来的骨髓，但是能猜到大概就是在身体里面吧，所以保存身体就行。昭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剩下的10只暴风春象在半空中扇动着翅膀，翅膀震动的声音提醒着昭华，他已经被发现了，而且他们现在很愤怒，要把这个杀死自己同伴的人碎尸万段。昭华心想到，看来就算小心也没用，他们之间应该可以相互感应到。噗噗噗！昭华这一刻明白为什么会叫暴风了，10只暴风春象的尾巴毒液爆开的浪潮一样，铺天盖地的向昭华射来。这些腐蚀毒液还没有靠近，腥臭难闻的味道已经先一步冲向昭华的鼻子。呼！蓝星湖身体发出湛蓝的光芒，一道六角形水盾出现在面前。滋滋滋！昭华看着那些腐蚀性的毒液像红铁遇到冰块一样，粘在3重水域上，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这些腐蚀性毒液比初阶2级火滋粉骨还强，第3层的边缘已经被腐蚀出一个洞出来，第2层防御勉强能顶得住。昭华眼珠子都快惊讶的吐出来了，这么危险！昭华二话不说，立刻使用初阶召唤系魔法次元召唤，把小风蚕也召唤了出来。小风蚕出来后，先是深呼吸了一口森林的空气，然后精神倍棒地张开身后的双翼，比闪步还要快的速度冲到10只暴风春象面前。一个小型的风盘出现在小风蚕的手上，像是丢飞镖一样，小风盘被丢出。这是小风蚕故意的，因为他知道昭华需要完整的尸体，所以把威力压制到了初阶左右的威力。小风盘命中目标后，没有产生强烈的风刃，而是像扭麻花一样，把巴掌大小的暴风春象拧作一团，像是洗脸的时候拧手帕一样，那些水顺着纹路落下。小风蚕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飞出9个小风盘，风无虚发，每一个都精准地命中空中的暴风春象，10个麻花纷纷落地。昭华快速地收起这些麻花，如果不考虑模具和领域，小风蚕的战力已经完全超过昭华加3位，而且小风蚕的控制力比他自己强太多了。这小型风盘昭华只见冯周龙使用过，能把风盘的威力变小，这是相当的困难。但是这里是野外，而且巨榕树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环境，里面居住的何止暴风春象？蜂窝！昭华听到了嗡嗡嗡的声音，立刻意识到了什么。虽然昭华可以肯定这不是杀人蜂这种强大的奴仆妖魔，但是面对几十上百的妖魔也不是闹着玩的。昭华定睛一看，是白头蜂，蜂头的毛发是白色的，所以命名白头蜂，一种体型相对于杀人蜂这种1米多长的妖魔要小得多的飞行妖魔，而且它们的攻击力和伪真毒性也比杀人蜂更弱，就是一种弱势的奴仆妖魔。但是它们也是有优点的，就是白头蜂白色的头部拥有免疫精神攻击的特点，不只是免疫弱小的精神攻击，就连高阶的心灵系它们都能无视。因为白头蜂是一种靠蜂后指挥的生物，白头蜂没有自己的思想，脑中就只有服从命令，自然就不惧怕精神攻击，因为它们本就是傀儡。面对几十只白头蜂，小风蚕不退反进，迎面冲击。明明小风蚕的体型比白头蜂还要小很多，但是长着一对碧绿翅膀的小风蚕有一种老娘今天就要大杀四方的感觉。这一次不需要留拳师了，小风蚕全力攻击，大手一挥，比一般的风盘还要高大的龙卷风出现，以无敌的横扫之势把一大半的白头蜂清理干净。有小风蚕的加入和吸引火力，昭华反而不再需要防御。昭华放下蓝星湖，用精灵魔法开始清理漏网之风，就算是中阶法师遇到白头蜂群也是要扭头就跑，因为这些飞行妖魔的速度都很快，只要被他们扎到一下就会中毒。中毒的话，心鬼断裂的几率大很多，万一那个关键魔法没放出来，那可能就要死在野外了。所以除了像昭华这样的召唤系法师外，很少有法师会单独到野外找妖魔的麻烦。昭华走了一下午，天都快黑了才到桂峰山的山脚下。昭华想了想，不打算登山，因为没有必要，而且晚上的桂峰山才是最危险的，危险的妖魔都是晚上才会出现。觅食第163章死树生叶。昭华是中午的时候进入桂峰山脉的，现在已经走了6小时，夜幕已经降临。在夜幕之下，桂峰山开始大变模样。昭华感觉到在远处有一些诡秘的影子在移动，就好像自己用 VR 看倩女幽魂似的。但是这里又不是在古都的亡灵地带，不可能会出现鬼魂这种亡灵妖魔。所有妖魔诞生都要讲个原则问题，在山林这种东西，因为有众多树木、植物、虫族妖魔，尸体很快就会被虫族分解，被树木吸收，不会留下一丝半点的东西。别说怨灵了，白骨骷髅都无法诞生。昭华眼睛眯着，一步一步的往后退，打算离开这个区域再说。晚上登山无疑是在厕所里面点灯找屎。不过昭华并没有打算离开桂峰山脉，他今天才狩猎了11只，
如果就这么点回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收集够素材？换作是其他的一些中阶法师，早就趁天亮回去了。就算是法师团队，在夜晚的山林都是扎营休整，不敢到处乱逛。朝华突然神色一动，看向远处露出了一截的一株雷击木，那棵树像是被雷电劈开一样，中间分开两半，左右两边和树心都已经完全的焦黑，黑乎乎的像是木炭。但是奇怪的是，这棵树竟然还长着一片绿叶，这片绿叶绿油油的，在月光的照射下，像是一块美玉一样。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但是越是不寻常的，就越有价值。所谓物极必反，九死一生，整棵树都死掉了，但是却留着一片树叶在。这片树叶应当是吸收了树木最后的生命力长出来的天才地宝。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只是感觉到它应该非常不凡。但是朝华还真就知道，死树生叶，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死树生叶就是和名字一样的意思，在死掉的树木生长出来的绿叶，这种绿叶十分珍贵，因为死树生叶就是相当于植物系的灵种，而且这还是最极品的几种之一。像植物系、亡灵系、混沌系这一类特殊的魔法是没有灵种的，但是却有别样的东西可以称之为灵种。例如眼前这一片树叶，它就是属于植物系的灵种。得到了这种特殊的植物，植物系的法师可以让自己的植物系魔法得到加强或者特殊效果。死树生叶可以让植物系的法师用魔法的时候，有一定几率在植物上长出一片拥有治疗伤势、恢复魔能的魔法叶子，可以给队友疗伤，并且恢复一部分魔能。上一次这种特殊的植物系灵种在英国的拍卖会出现过，卖出了330万英镑的天价。要知道，这相当于2900多万人民币了。当初雷系的极品灵种千钧也只是2800万。千钧不但拥有特殊效果空间震动，还能提升所有雷系魔法的杀伤力。而这种植物系灵种是不能提升植物系魔法的攻击力，但是依然卖的比千钧贵。朝华又不是那种看到宝物就失去理智的愣头青，天才地宝绝大多数都会有守护者，只有运气好到爆的才会遇到天才地宝没有妖魔看守的情况，甚至有一些妖魔就是利用天才地宝做诱饵来钓鱼儿。朝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他现在的位置，只能透过树木看到挂在黑木上的死树生叶，黑木周围是看不到的。这么明显的钓鱼行为，想骗谁呢？死树生叶需要浓郁的死气培养，而且周围还要有极致的生命力，所以不会出现在一些湿地中。死树生叶出现的地方，肯定是有发生过大量生物死亡的地方。朝华心中有了一些猜想，他没有选择从地面靠近，而是从树上跳过去。没有哪个法师会看到宝物在眼前而不去一探究竟的，遇到是不可为的时候扭头走就是。小风蚕虽然强大，但是这可是妖魔万千的贵峰山脉，就算现在还在山脚的位置也一样，有一些妖魔朝华是相当的忌惮的。朝华没有把任何的召唤兽召唤出来，他现在就蹲在一棵树上面，离黑树木有30-40米的距离。他不敢下的，因为他猜测真正的危险应该在地底下。耐心，朝华一动不动，就像一件雕塑一样蹲在树枝上，在黑夜的保护下失去了踪迹。飒飒飒飒，朝华听到了有动静，他就是在等搅局者的出现，必须要先确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扮演猎人的角色，朝华才有可能来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法。剑痕狮子，一头身长6-7米的巨大狮子从贵峰山脉的山上一步步走下来。剑痕狮子躯体肌肉线条堪称完美，四肢中长，头部周围的鬃毛像一把利剑一样叉起。剑痕狮子的视觉、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犬齿极为发达，看上去狰狞异常。找锋利，可伸缩。而最让人惊叹的是，它身上有一道伤疤，伤疤从头横跨到尾巴，远远看去就是一把剑的形状，伤疤像是被什么利剑所伤。但是那伤痕只是剑痕狮子装饰一样的东西，剑痕越长，就代表这头剑痕狮子实力越强。朝华看到的这一头剑痕狮子的剑痕伤疤，几乎是覆盖了整个身体，他的实力已达巅峰。成年期的剑痕狮子有机会拥有大战将的实力，虽然和巅峰战将的小风蚕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已经不是那些被随随便便秒杀的阿猫阿狗了。剑痕狮子比双头杀虫还难对付，很明显这头剑痕狮子是被死树生叶给吸引过来了。好！剑痕狮子对着天空一阵怒吼，他在警告周围的妖魔赶紧滚，不然就是死。这是他看中的东西。啪啪啪，呼呼呼，咻咻咻，一些在周围的飞禽走兽听到剑痕狮子的叫声，慌不择路的逃跑。有一些在沉睡中的战将妖魔也被惊醒，看向了这边，但是他们却出乎意料的没有逃跑，也没有过分关注，而是继续睡自己的大懒觉。要来了！朝华看到剑痕狮子叫完后，迈着他那风骚的猫步缓缓靠近。啪啪啪啪，在剑痕狮子进入到一定距离后，在踏入死亡境地的一瞬间，无数条漆黑粗壮的树根像八爪鱼的触手一样从地面蜂拥而出，涌向剑痕狮子。好！看到不对的剑痕狮子爆发出极致的速度，
不退反进冲向目标。兽类的妖魔不靠妖技，他们的身体力量就是最强的妖技。剑痕狮子四肢用力，如同一柄利剑一样，以极快的速度冲到黑树木下，锋利的爪子抓住树干就要往上爬。当利爪被弹开，剑痕狮子能劈开钢铁的利爪竟然无法刺入树干，树干光滑如镜面一样。那些树根像是嘲笑剑痕狮子，竟然没有立刻包围它，而是编织成一个网把它包围住。昭华知道这头剑痕狮子已经死了，果然是死树魔根。第164章死树魔根。剑痕狮子见势不妙，身上的鬃毛像利剑一样绷直，变成了拥有杀伤力的保护圈。剑痕狮子准备杀出重围，手中的利爪在月光照耀下发出了冷光，龇牙咧嘴，对着那些死树魔根发出怒吼之声。咻咻咻！然而已经落网的鱼儿又怎么可能轻易的逃掉？死树魔根像章鱼触手一样冲向剑痕狮子。这些黑色粗壮，有一些树根的头是尖的，如果被章鱼触手的魔根绑住，那么等待猎物的就是万箭穿体，被拖入地底下成为养分。吼！挡！挡！刷刷！剑痕狮子就如它的名字一样，它的一招一式都如同剑士出剑，一抓一咬都锋利无比，切开钢板什么的都只不过是举爪之劳。吼！只见剑痕狮子身体机能推进到最强，狂吼了一声，利爪如同万千剑阵，演化最强剑意一般，疯狂的绞断冲来的死树魔根。就算躲过来了前爪的利爪攻击，剑痕狮子脖子上的剑毛也能做到削铁如泥。就算还躲过来，那像大型绞碎机一样的牙齿能够轻易的咬碎魔根，斩断了如天罗地网一般袭来的漆黑树根。昭华看着剑痕狮子逐渐的要冲出天罗地网的时候，身形像灵猴一样的灵活和轻盈，轻轻往后一跳，消失在黑夜之中。他已经看出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昭华根本就不打算继续看下去，以他的知识和推测，剑痕狮子不会活过今晚，估计再有几分钟他就要被埋入土中，当成了养分，继续滋养着死树生叶吧。死树生叶昭华是要定的，他现在要去做一些准备，然后等晚上再来猎杀着在黑夜中的猎物，收获他要的东西。果然和昭华所想的那样，昭华刚离开没多久，那些死树魔根的可怕就远远超出了剑痕狮子的预料。只听到噗噗噗噗的声音响起，从地面中射出了一条条细如发丝的丝线，这些丝线是红黑色的，月亮被乌云遮挡的片刻，这些丝线像是消失一样。这些才是真正的死树魔根，那些黑色粗壮的不过是皮囊一样的皮而已。无数的根线出现，当真正的死树魔根出现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要叫魔根。呼呼呼！顿时魔气滔天，一股不祥暗红色的气体从大灯冒出来，随着魔气冒出来的同时，又有更多的细小根线出现，密密麻麻的，像极了人体的血管一样的，它们相互连接，像是大地长出了头发，像是大地母亲的血管，远处看去十分恐怖。如果可以透过泥土看到泥土下面的话，会发现整一棵树就只剩下树根的位置没有被劈开，那些漆黑粗壮的树根其实是被这些细小的魔根操控着。这些细如发丝的魔根就像头发丝一样长在树桩中，从整体来看，有一点像一个人倒插在泥土之中，上面是分开的双腿，下面是人头和头发。咻咻咻，噗噗噗！恐怖的不止那些发丝一样的魔根，还有那些魔气。这些魔气具有麻醉作用，吸入一点都能让人昏昏欲睡。开餐了！那些细小的魔根就像是学校放饭的学生，疯狂地跑去学堂，争先恐后，怕没饭吃，根本斩不完。剑痕狮子的利爪已经很厉害了，化作幻影剑舞抵挡魔根的攻击，但是有不少魔根都是好几十根缠绕在一起，就像小姑娘编的麻花辫一样，坚韧无比，斩之不断。而且一旦被细小魔根缠住，它们就能吸干鲜血。再加上魔气的麻醉效果，3分钟不到的时候，剑痕狮子就变成一头死狮子一样，失去战力，骨瘦如柴地躺在地面。轰隆隆，地面出现一个流沙坑，剑痕狮子的尸体慢慢地陷入到泥土里面。剑痕狮子被解决后，昭华本来蹲着的那棵树钻出来几根发丝魔根，像是在观察昭华去哪里了。原来昭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你在等，他也在等。最后昭华看穿了死树魔根，先离开。昭华没有立刻回到昭家村，而是继续狩猎了30只暴风春象。快到早上的时候，昭华才离开，把41只暴风春象的尸体交给郑伯后，昭华就联系了林默，让他帮忙收集他需要的物品。现在林默不读书后开始做起买卖来，他开了一家法师中介所。这不是给你介绍法师的意思，而是帮助一些猎人、法师、一些家族收集素材、收集物品、打听情报等等事情。林默是中阶土系法师，次修风系，再从成林默中阶法师的修为就是做生意最好的保证。再加上林默和昭华、邓乐也是朋友，他优先可以得到一些素材消息，所以林默的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好。电话中，林默惊讶的声音传来，说道：“我的乖乖，你要干嘛？这里面的东西都不是一些简单货，有一些可是算半违禁品的药品，我不一定能给你搞到手的。”昭华发了一份清单给林默，
是用来对付死树魔根的一些药品和物品，而其中有需要大剂量麻醉药，这东西可是属于处方药，而且还是需要大量的，一时半会的确难以拿到这么多货。昭华说道：“没关系，有多少要多少，最好是这3天内能弄到。那行，我先把能弄到的送过去给你，3天后把剩下的送过去。”确定后，昭华开始了每日的冥修，以冥修代替休息，一直到中午，林墨的东西就送到手，除了麻醉剂的量不够之外，其他都已经齐了。这3天时间，昭华每天都往返桂峰山脉，每天都带着几十只数量的暴风春象尸体给郑伯。郑伯除了制作那种特殊的粘合剂之外，灵皮妖母的那张灵皮也是要加工，把那些灵皮打算锻造成一件类似锁子甲的铠模具。哦，你小子每天都进去桂峰山脉？可以啊，是一个法师吧？昭华今天没有立刻进入桂峰山脉，因为他今天已经拿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他今天是要去对付死树魔根的，现在在驿站和一些做运输的村民在瞎聊天。是啊，学校让我们收集迷惑花妖的花粉，但是迷惑花妖的花粉有致幻效果，我又不知道怎么对付，所以进进出出几天了都没拿到，今天就是最后限期了。唉，昭华一副垂头丧气的表情，就像要交作业但是却没写完的学生一样。嘿，那你小子就真的问对人了。我跟你讲，那些迷惑花妖的确会释放花粉攻击猎物，但是用酒可以让他们暂时失去行动力，然后就能趁机采集花粉。一个运输的中年汉子晃着手中的酒壶说道。第165章猎狼团。小弟弟，我跟你讲，虽然我不是法师，但是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我从17岁开始帮军区运送那些妖魔尸体，到现在都已经20多年了，有些事情我比你们法师更懂。说酒精有用的中年汉子手上拿着一壶酒，脸红的像猴子屁股一样，满身的酒味。中年汉子叫做曹云东，是生活在吕县曹家村的村民，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都是以运送妖魔素材为生，每天都会从军区开辟的安全通道进入桂峰山脉，然后来来回回的搬运尸体到卡车上，满一卡车后就开车到从城市区交给招狼魔法商店的沈博审查后就能拿到钱。军法师的营地就在昭华昨天到达的巨榕树附近，军营的目的就是防止桂峰山脉那9座通天峰上的虫王下山搞破坏，并不是要消灭桂峰山所有的妖魔，甚至不是山上下来的妖魔，数量不大，他们也管不了这么多，要交给城市猎妖队的人从市区跑到吕县，车子只能到靠近军营的3公里外，因为汽车是依靠魔石运作，妖魔最喜欢就是各类魔石，十分容易吸引到妖魔。法师不能直接使用魔石增加修为，但是妖魔可以啊，所以运送的村民要靠身体一点点的把尸体抬走。就是这3公里路最是危险，昭华也是在这3公里的地方遇到杀人蜂、白头蜂和巨榕树的，妖魔的密度的确很高。昭华在驿站买了大量的酒，请这些运送人员喝，认真的坐着听他们讲一些经验，例如酒精能够麻醉迷惑花妖，这个倒还真不知道。老东，你又在哪里吹嘘？你要是真的遇到花妖，你早就死了。其他的村民早就听说过这些故事，但是他们都没有去当真，因为迷惑花妖连法师遇到都会死，他们这些普通人真要是遇到了，绝对是死的不能再死。我去，真的啊！我那次因为赵家村那个恶心人的家伙气得我真的要被气死，然后我就喝了9点去军营，结果军官说我喝了酒不给我运，说什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天被搞2次。我喝着酒就迷迷糊糊的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朵大花，我就摘下来了一片叶子，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迷惑花妖啊！就靠着酒，我跟你们说。朝云东晃着酒瓶子说道。昭华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谢谢东叔，今天我争取完成学校的任务，采一点花粉回去做研究，要是东叔说的是对的，那东叔可就了不起了。朝云东哈哈哈的大笑，用力的拍了拍昭华的肩膀说道：好，小弟弟你是法师，前途无量，不过要记住啊，做法师一定不能像昭家村那个法师那样仗势欺人，一定要做个好人啊，一个好法师。昭华笑着点点头说道：好的，我一定会。昭华听自己父亲说过，当年那个举着避孕套的堂弟昭超已经是一名法师了，而且修为还不错，在6中排名还挺靠前，考入一些比较差一点的学府还是有机会的。昭华走后，那群运送人中有一人一直在听着，更准确的说是一只监视昭华的一举一动，连手上的酒都没有喝一点，看到昭华走后静悄悄地跑走到另一个凉亭，哪里坐着5个人，看着一身的煞气和血腥味，绝对是出入妖魔之地的法师猎人团体，像是在说着什么悄悄话，一边说一边指着昭华离开的方向。俊哥，这是那个小子刚刚说的话的，好像没什么特殊的。坐在凉亭中5个猎人中的带头大哥俊哥听后沉思了一会，抬起头露出了一道从左侧额头贯穿左眼一直延伸到胸前的伤疤，仅存的右眼露出了深邃之色。招狼的儿子，真有你的！我欧阳郡的猎狼团等了半年，才终于在这个时候等到那东西快成熟了，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竟然撞车了。
带头的猎人团队长欧阳俊说到招狼的名字之时，伤疤像是作痛一样刺激着欧阳俊，点起一根烟，吸入了一些尼古丁，才缓解了疼痛。呼的一口白烟吐出来，看着那朦胧的白眼，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像是在回想着什么一样。啪！一脚踩灭了地上的香烟，欧阳俊低着头沉声说道：“鬼子，你用暗影系跟着那小子，别让那小子发现了，不到万不得已别搞事，招狼我们得罪不起。”叫做鬼子的是一个矮矮瘦瘦的家伙，像是谁欠他钱一样，满脸不爽说道：“俊哥，那个招狼不过是双系中阶的雷火法师而已，就算攻击力再强，2系灵重那也是一个中阶法师，我们不用怕他，一不做二不休，我们送他们父子俩下地狱，把他家的魔法商店据为己有。全从城谁不眼红那间魔法妖魔素材的利润？我们猎狼团好歹也是从城最顶级的猎人团队，凭什么他一个中阶法师就能独享这么大一块蛋糕？而且他老婆虽然40了，但是风韵犹存啊！”嘿嘿，啪！身材魁梧的欧阳俊做着反手抽飞了站着的鬼子，牙齿都被打飞了2颗，独眼盯着倒在地上的鬼子说道：“你想死别拉着我，招狼药只是一个普通的中阶法师，从城军方会年年把军营的妖魔素材交易合同给他。从城除了妖兜的邓家，你以为没有其他大势力想来从城发展吗？结果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招狼拿到了军方的合同，在从城一家独大。你他妈的会不会用脑子？你脑子塞满了屎，他妈的别来害我！把这些想法给我烂在肚子里面。在野外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是人干的还是妖魔干的，我们还能做点东西，但是要杀招狼，你们要自杀我不拦着。”欧阳俊看向另外3人，眼神中透露着：“你们也一样，你还坐着干嘛？还不去？跟掉了你自己提着头来见我。”鬼子半句怨言都不敢说，隐遁灰溜溜的跟着昭华身后。欧阳俊看着那个通风报信的村民说道：“你们5条村子好好想清楚，你们为我们猎狼团做事，起码不会吃亏。以后我们的妖魔素材可以交给你们去贩卖，但是要拿招狼的命，我还没这个本事。我了解那个男人，他要真的想要钱，不会去贪图那些运输的份额。你们最好了解清楚再做事。这算是你帮我做事的一点好心提醒。对手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说完，欧阳俊带着另外的3个队友跟着鬼子留下来的记号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些东西虽然知道有风险，但是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第166章狩猎死树魔根。正午时分，烈日当空，在茂密的树林中，反而因为没有风的原因，让整个森林就像是烤箱一样的闷热。不过昭华倒是鸡贼，给自己身上套上了泛风衣魔法，减弱了防御效果和加速效果，只是留下了风在吹，带走了多余的热量。烈日的照射之下，隐藏在树叶中的暴风春象显得格外的显眼，甚至因为太过炎热，昭华还看到有几只暴风春象竟然在树叶下面抵挡烈日的照晒。最让人无语的是，本来难得一见的暴风春象竟然多了不少。看来天气炎热对妖魔也是有影响的。昭华现在已经驾轻就熟了，他这几天已经狩猎了将近200只，再这样下去，他都要成暴风春象的专家了。杀人蜂这些就更加不在话下。昭华还遇到了一只进阶期的双角犀牛和一条身体巨大的过山蜂，都被小风蚕轻易击杀。巨大岩蛇还爆出了一枚精魄，刚好是风系的昭华就让小风蚕吃了当饭吃。跟在昭华身后目睹了这一切的鬼子瞠目结舌，他今年已经30多岁了，2年才勉强突破了初阶风系，成为了中阶法师，跑去觉醒屋顺利的觉醒了暗影系。昭华才几岁，修炼了没多少年吧，竟然就已经是风系和召唤系的双系法师。而且他也有所听说，昭华初阶就觉醒了召唤系，所以估计昭华中阶召唤系还有一只召唤兽。切，含着金钥匙出生就是好啊！我要是有这资源，我现在已经高阶法师了，哪还需要在这里猎妖还债？普通人贷款买房，法师贷款买资源。几乎有 80% 的初阶法师是无法进入学府深造的，而进入学府又有 80% 的人没办法进入主校区，最后被踢出校，拿个结业证证明自己来过学府。鬼子就是后者，他曾经是一间普通学府的学生，因为3年内无法突破到中阶而结业，出来后不甘心一辈子中阶，就开始干起猎人的行当，到野外寻宝。10年下来，扣除各种开销，终于赚够了700万，向魔法银行贷款了一大笔钱，购买了一个宇宙尘埃，成功突破到了中阶，现在每个月都还要还钱给银行。房奴的魔法版，资源奴。不过那小子收集暴风春象和杀人蜂来干嘛？这些普通的奴仆妖魔有什么特殊之处？鬼子在后面跟着，风系和暗影系的他就是最强的斥候兵，如果高阶再觉醒一个土系，那么他想死都难。不过他知道中阶法师的感应力都很强，他也只敢远远的跟着，不敢靠得太近。昭华这几天已经对桂峰山脉山脚下的树林有了一定的认知，这里虽然不是亚安全区，而是妖魔区域，但是不远处就有一个军营，所以妖魔还是比较少，只要不上山，那就危险不大。至于山上，
那就是两个世界，连统领级的虫王都能遇到的区域，战将更加是不在话下，3步一个奴仆，10步一个战将都有可能。不过最可怕的还是不小心踏进妖魔的巢穴。例如以前昭华在风云岭的山洞里面，山洞顶的通道就是通往山岭蜘蛛的巢穴，昭华现在实力都只是堪够消灭一个小型的奴仆巢穴。鬼子一直跟在后面，他看到昭华一直在收集暴风春象，召唤小风蚕，然后打完收集尸体，一直在10棵巨榕树来回。昭华这几天已经找到了稳定狩猎的方法，他计划好路线，一直在相隔一定距离的10棵巨榕树之间来回。等到他狩猎完第10棵巨榕树上的暴风春象之后，又返回第1棵，这时候第1棵已经有暴风春象，如此循环往复，就像在游戏里面刷怪物素材一样。鬼子都忍不住在打哈，心里面不禁在想，妈的，这人是不脑子有病，一个中阶法师每天就在这里来来往往的走，神经病啊！看到昭华第3次回到第1棵巨榕树后，鬼子忍不住了，返回去汇报情况。当鬼子离开的下一秒，昭华转头看向鬼子刚刚监视躲藏的地方，笑了笑，收回一根被扯断的风蚕丝，又重新布置新的风蚕丝，随后继续他的刷素材计划。你说那小子一直在巨榕树之间来回刷暴风春象？欧阳俊疑惑地问道。鬼子坐下来，咕咕咕地喝了一口冰水，在这种环境是个人都要脱水。鬼子喝完水说道，就是啊，妈的，我现在怀疑黑市那个情报贩子就是他们想坑我们，想借我们的手除掉这小子，让招狼把我们一并除掉。欧阳俊也在思考，他们猎狼团在半年多前就发现了死树生叶，也发现了死树魔根，但是那时候死树生叶还是刚刚成型而已，没有完全的成熟。他们猎狼团打算赚一笔大的，打算等到死树生叶瓜熟蒂落的那一刻，这半年一直在等。但是这种野外的天才地宝是谁都能得到，完全属于无主之物。这半年来也有不少猎人团发现了死树生叶，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猎人团实力和经验都不够，被死树魔根拖入地面，成为了让死树生叶成长的养分。猎狼团为了防止有别的猎人和自己撞车，所以一直有留意市场上的几种用来对付死树魔根的物品。只要有人大量采购麻醉剂或者一些别的东西，就会去找情报贩子打探虚实。死树魔根虽然厉害，但是医用麻醉剂却有效，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但还是能减弱一点行动力。而昭华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购买了大量的麻醉剂。猎狼团查到是昭华的时候，也是一阵郁闷，偏偏人家还有背景，他们还试过拦截林墨购买麻醉剂，但是没想到昭华通过冯周龙拿到了麻醉剂。现在根据鬼子的汇报，这明显不像是要杀死树魔根啊，因为死树魔根早上的时候会连同树干一同沉入泥土里面，避开阳光，只有晚上才出来。在它沉入地面的时候，就要倒入大量的麻醉剂进行麻醉，然后还要准备各种捕获陷阱，这些都需要大量时间准备。他们一个团5个人都要布置很久，而且他们也准备在今天行动，现在不布置就快要天黑来不及了。昭华一个人就更加不可能够时间啊。丢！欧阳俊丢出一个对讲机一样的机器给鬼子说道，拿着，别省，有什么都向我汇报。你不用去对付死树魔根，一定要盯死那小鬼，我总感觉有点奇怪。在妖魔地区是不能用手机的，但是并不是没有通信手段，这种用特殊的音系魔石制造的对讲机就是一种，但是音系魔石巨贵，根据通信距离消耗也不同，所以猎人团在野外都会省着用，不然在野外得到的收益都没有消耗多，那不如不来。现在他们也算是拼了，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才行。鬼子嘻嘻一笑，接过对讲机，没想到啊，竟然不用去对付那么恐怖的死树魔根，他这次要好好多谢昭华才行。团长放心，我鬼子一定狠狠盯着他，我现在就去。看到鬼子离开，欧阳俊也带着手下前往目标地，开始准备布置。等到欧阳俊离开后，在阴影处一双兽眼缓缓睁开，静悄悄没有发出一点声响的离开。第167章，谁将是猎人，谁又是黄雀？一只蓝色可爱的小狐狸在夕阳之下显得那么的跳脱，一蹦一跳的从远处跑来，身上蓝色的毛发很是亮丽。呼的一声叫声，蓝星狐跳入昭华的狐狸，呼呼呼的又叫了几声。昭华认真的听着，然后小声说道，都走了。呼呼呼，蓝星狐一边叫唤道，一边点头，尾巴还一晃一晃的，很是可爱。昭华点点头，随后看向天边正在落下的太阳，那太阳丝毫不刺眼，而且还有点寒冷的感觉。他知道今晚必定会是一场腥风血雨。人人都想做渔夫，人人都想做黄鹤，就是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昭华现在想起了林墨以前跟他说的一个微博热搜，叫做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套娃，今晚就是大型套娃现场。昭华看太阳也快下山了，停止了狩猎暴风春象，而是转头走向另一个位置，和死树摩根所在地刚刚是相反的地方。鬼子一开始还有点疑惑，昭华这是要去啊，跟着发现不对劲，急急忙忙拿出对讲机说道，老大，那小子不搞暴风春象，现在往死树摩根的反方向走，而且好像是要去迷惑花妖的花田。
鬼子后面说的他自己都不信，这是要自杀。那可是花妖田，连军法师都不敢去清理的无边花田，谁去都是个死字。片刻后，对讲机传来了欧阳俊的声音：“跟过去。”鬼子差点没晕倒，他都想把对讲机丢了，这能跟吗？仿佛知道鬼子想什么一样，欧阳俊又说道：“没让你进去，远远看着，一定要亲眼看到他进去。”鬼子心里苦啊，那些花粉防不胜防，这尼玛别说进去了，就算是远远看着，谁知道那些怪异的花粉会不会从哪个角落飘过来？但是鬼子根本不敢拒绝，他要是拒绝了，以后在从城的猎人团队里面就没人会要他，而且能不能活着走出桂峰山脉都是另一回事。另一边，欧阳俊四人看着天边已经变得昏黄的太阳，他们知道时间不多了。地面一片湿润，看样子是真的灌了不少麻醉剂的样子，而且周围也布置了一些装置，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布置好东西，太阳应该就下山了。我们时间不多，加紧速度。欧阳俊指挥着队伍，妖魔勘探器一定要放好，到时候能不能杀死死树魔根，就看勘探器能引来多少妖魔。妖魔勘探器是发出一定的波长，利用类似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判断周围有多少妖魔存在，以此来统计一个地方大概有多少只妖魔，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确定这个地区是什么危险程度。但是这种回声定位在妖魔听起来就相当于在你耳边大声唱忐忑一样，让你忐忑不安，会惹来大量妖魔。不过这也是要看周围的妖魔密度如何，山脚下的山林还好，要是在山上那就呵呵了。一些心大的猎人自信自己实力，反而用这个来引怪来大量猎杀妖魔。欧阳俊计算得很准确，太阳刚下山就完成了布置，勘探器才刚布置好，轰隆隆的声音就响起，地面开始传来震动，最中间位置的泥土有些松动，好像有东西要冒出来一样。启动勘探器，按原计划躲好。欧阳俊四人分开跳到树上，躲开了死树魔根的探测范围。死树魔根是根据震动，也就是类似的听的方式来感知妖魔的，就连空气的震动也能感知到，除了感知范围有点小之外，几乎毫无弱点。刚出来的死树魔根显得十分恐怖狰狞，让人毛骨悚然。从地面长出密密麻麻的黑色发丝，这些发丝就像看鬼片的那些女鬼头发一样，从地面开始延伸，然后中间长出来一棵被劈开两半的树桩，随后无数粗大的黑色树根在空中狂舞，魔气缭绕，从地面冒出，看起来像是来自于幽冥的妖魔。就算是看过多次的猎狼团都不由为之打了一个冷战，他们今晚就要和这头怪物战斗了。片刻后，细小如发丝的魔根缩回地面，魔气和粗大的黑色树根也缩回去，一切都恢复到最原始的模样，只有一片绿色带有勃勃生机的树叶孤零零地挂在树上。勘探器是靠声音的，反而声音的震动死树魔根是不会在意的，因为他知道那不是敌人，就是因为这个漏洞让猎人可以用引怪的方式对付他。啪啪啪，最先被惹怒赶来的一群猎狗一样的妖魔，狂猎。这些狗东西和猎狗一样，拥有极强的咬合力，是奴仆妖魔中咬合力最强的兽类之一。但是这些狂猎连前几天的那头剑痕狮子都不如，都还没进入范围，就被黑色的粗壮树根缠住，拖进了泥土里面，来得快去得更快。不过这明显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随着狂猎的死亡，不够2分钟，大地微微颤抖，几乎是从四面八方涌来，大群大群的妖魔冲向死树魔根。感觉到了威胁后，地面立刻钻出了大量的漆黑魔根。勘探器也在这个时候被冲出来的魔根打了个粉碎。这个时候有没有勘探器已经不重要，因为战斗已经打响，没有妖魔会去理会打响第一枪的是谁。病毒疯牛、杀人蜂、沙地虫、沙齿虎、山岭蜘蛛、大泉猿猴、毒囊虫、尖叫螳螂等等妖魔蜂拥而出，粗略估计有将近300只妖魔，这已经相当于6个妖魔巢穴的数量了。50个妖魔为一巢穴，50个巢穴组成一个族群，而10个群落以上就称之为部落。能组成巢穴的必定有战将，能组成族群的必定有统领，而一个部落最起码都会有一个君主带领。不过也有一些妖魔是独行妖魔，不组队就单挑，往往这种妖魔的实力异常的可怕，远超同级别的妖魔。最强大恐怖的妖魔帝国则是要起码达到数个部落组成才算一个帝国，例如国内最著名的古都亡灵帝国，8方王君带领8个亡灵部落组成。而且帝国之所以叫帝国，是因为帝国内有帝王的存在。轰轰轰！但是这几百只奴仆妖魔还不是最后的，因为战将还没有出现。一共有3只战将出现，一头体型接近3米的巨型锹甲，脑袋前长着一对钢钳，一头体长13米的红色巨鳄，一只白色的身上插满了像剑一样的剑虫。这3只战将妖魔呈三角之势包围了死树魔根。欧阳俊心中狂喜，就是这样，3只战将级妖魔是最完美的。对于欧阳俊的猎狼团来说，最好就是2败俱伤，只要这样才能让他们毫不费力地得到死树生叶。甚至如果运气好一点，得到这些妖魔的素材，再爆一个股出来，那么他就够钱买星河之脉，有机会成为强大的高阶法师。只是事情不一定有他所想的那么简单，每个人手上都有底牌，
赌桌上的博弈就看底牌，底牌厉害就能获胜。第168章大型套娃现场。看着眼前的群魔乱舞大战，猎狼团的4人那叫一个兴奋喜悦。只要他们能打起来，那就比什么都好。不然就算他们4人都是中阶法师，面对死树魔根也是毫无办法的。人类嘛，当然要靠脑子战斗啊。欧阳俊4人看到一头杀人蜂用尾刺刺穿了一根漆黑粗壮魔根，但是被刺断的魔根用了最后的力量，像是一把锋利的长矛一样，依然穿透了杀人蜂的身体。极限1换1，被杀死的杀人蜂鲜血都还没流出来多少，就被细小的魔根拖入了地面。拖进去的时候，还能看到杀人蜂的翅膀扇动了几下。噗噗噗，咻咻咻！战斗没有因为这一幕而停止。病毒蜂牛体内带有致命的病毒，这种蜂牛有点像地火虫一样，死后才更加的麻烦。3根魔根穿透了病毒蜂牛的身体，但是流淌出来的黑色血液就像除草剂一样，魔根迅速的枯萎，而且还向着本体开始蔓延。啪！感觉到危险的死树魔根的其他魔根折断了受到感染的树根，而且也不把病毒蜂牛拖入地底下吸收，而是把病毒蜂牛的尸体缠起来丢到一边。山岭蜘蛛、大泉猿猴、毒囊虫、尖叫螳螂等一些奴仆妖魔几乎是用命去换，平均一只奴仆妖魔可以换到3到5根魔根。很好，就是这样。欧阳俊看着眼前已经血流成河的战争，这就是妖魔之间的战争。被勘探器吸引过来的妖魔会直接破坏掉勘探器，并不会爆发战斗，除非看到有人类。妖魔天生对人类的憎恨会让他们不顾一切的要杀死人类。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现在那样有即将成熟的天才地宝。妖魔其实和法师一样，为了那进阶的机会，为了那稀少的资源而去拼搏，只不过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法则更加残酷而已。好，战将出马，身体是红色的巨鳄迈着步子冲向死树生叶，只要能得到那片叶子，他很大几率可以到达完全成熟。虽然到不了统领级，但是能让自己实力迈入新台阶，他必须要得到。另外2个战将妖魔对着抢跑的巨鳄叫了一声吼，也各凭本事的冲了过去。统领级没有那么容易进阶，妖魔要进阶到统领级需要的是积累，长期的积累，然后水到渠成。不过更多的统领妖魔其实是血统优势，生下来平稳发育就能到统领。咻咻咻，感觉到战将妖魔的靠近，死树魔根最强的发丝魔根也从地面冲出，连同魔气一起，把整个区域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咔咔，欧阳俊的对讲机响起，鬼子的声音传来，说道：“老大，那小子真的进去花妖田了，我看着他进去，而且10几分钟没出来了。”欧阳俊眉头紧皱，虽然他知道昭华绝对不会去寻死，但是也想不出他要干什么。不过只要昭华不和自己抢死树生叶，那么他就不去理会。你现在过来，马上就能收获了。欧阳俊说道。鬼子一听，还以为团长已经解决了死树魔根，兴奋地说道：“好好好，团长，我现在马上过来。”欧阳俊那里会不知道鬼子心里面想什么，他是故意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让鬼子快点赶来。团长，马上见分晓了。通话结束片刻后，另一个猎法师说道：“如果是平时的死树魔根对付3头战将妖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他不但被麻醉剂削弱了一点，还被前面200只奴仆妖魔攻击，现在已经有点精疲力竭。但是就算是这样，死树魔根也是十分恐怖，这种不属于妖魔一类的邪物才更难以对付。”红色巨鳄的身体被黑色发丝层层包裹着，这些发丝的尖端插入鳄鱼的皮肤之中，像是水蛭一样，竟然开始吸血。巨鳄肉眼可见的身体在干瘪，动弹不得。另外2只虫族妖魔趁机越过了黑色的发丝魔根，冲向死树生叶，想一口把它吞下。欧阳俊见状，知道机会来了，手一挥，另外3个队员立刻启动了陷阱。轰轰轰！火魔石制造而成的炸弹，这些炸弹被提前安排在四周，启动的时候像炮弹一样射出，对着整个死树魔根区域进行无规则的轰炸。每一个炸弹都相当于火姿爆裂的威力，几十个火姿爆裂已经可以媲美火系中阶2级的猎拳地煞了。单靠这些火魔式炸弹当然是没办法解决剩下的2只虫族妖魔和死树魔根的，但是这不过是前戏而已，目的是用来暂时压制妖魔，不让他们打断施法。岩杖、临时、暴浪、驱逐、冰锁、碾骨。最先完成魔法的是另外3个猎法师，褐色的岩石如同加特林一样对着地面一阵扫射，蓝色暴浪冲天而降，几十吨的水量如同石块一样重压。冰锁不但牢牢地把已经被2个中阶魔法打得晕头转向的2头虫族妖魔绑在树桩上，连同身上的水一同冻结，变成了2座冰雕，被封锁了行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团长能更好的输出。滋滋滋，红色，外形看上去是雷系没错，但是从欧阳俊身上冒出来的雷电却是红色的灵种，而是还是火属性的雷灵种。2种不同属性的灵种是极其罕见的，一般这种灵种都拥有超乎想象的强大杀伤力，更别说是2种最强攻击力的魔法系属性：炎雷、霹雳、狂舞。
3级雷系中阶3级。轰隆隆，一道又一道的雷电冲天而降，完全放电，完美释放，树桩就像是避雷针一样，把天上的雷电吸引过来，而且每一次的雷电都伴随着剧烈的爆炸，把雷电的破坏力再提高了一个档次。雷霆的白光遮挡了视线，连续的雷霆轰击让大地都为之颤抖。不知道过了多久，雷电终于停止，那2具妖魔尸体已经完全变成了黑炭，跌落在一旁，所有的魔根全数被毁，但是挂在树上的死树生叶却毫发无损。不愧是凝聚了精华的天才地宝，这都无法摧毁。欧阳俊感叹道。沙沙沙，脚步声传来，欧阳俊没有回头去看，说道：鬼子，你小子来得这么慢，这一次分成你少一点。老大。欧阳俊听出来是鬼子的声音，但是那声音更多的是求救以及虚弱的无法化，鬼子在拼命求救。欧阳俊和另外3个猎法师猛地看向身后，一只双脚站立的牛魔露出了狰狞而猖狂的笑脸。鬼子的身体已经断成2半，下半身早已经不知道哪去，他是被一路拖着过来的。不止如此，陆陆续续还有其他的牛魔妖魔从密林中出现，数量之庞大远超欧阳俊的想象。就在牛魔妖魔出现的时候，那2具被雷电电死的虫族妖魔尸体慢慢的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拖入了泥土里面。第169章蓝血牛魔。其中一个猎法师应该是认出来了，结结巴巴的说道：老大，那些是蓝血牛魔。欧阳俊一听，眼睛一凝，露出了凝重的表情，很明显他是听说过的。蓝血牛魔是从承贵峰山脉中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存在的妖魔种族，有从承的历史就有记载这种妖魔。贵峰之山有兽焉，2足立，其身如虎状而牛尾，其音如牛吼，顶上双角容4人，血凝蓝玉美精饰，其名曰魔，喜吃人。这是一段从古时候就留下来的民间文字，就是描述蓝血牛魔的外形特征和喜好。蓝血牛魔一直都是贵峰山脉的霸主种族，但是100年前的远古虫母的虫国降临后，虽然虫母并没有出手，但是像蓝血牛魔这一种原本的妖魔种族却被驱逐，甚至有传言蓝血牛魔已经灭绝，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欧阳俊几人紧挨在一起，周围密密麻麻围满了一头头的蓝血牛魔，体型最小的都有3米多高，粗壮的牛腿在松软的泥土上踩出一个深深的印子。老大，快走！他们一直躲在一旁，我们上当了。鬼子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来，他提醒自己的队友赶紧跑，连他这样风系加暗影系的法师都没能逃掉，其实希望渺茫。鬼子放弃招华后，一路使用风鬼赶路，快到的时候被埋伏在一旁的蓝血牛魔活抓，面对数量众多的蓝血牛魔，还是被埋伏的情况，鬼子连一个魔法都放不出来就被分尸。要不是法师的生命力比较顽强，普通人早死了。咔！抓住鬼子的蓝血牛魔体型比其他的牛魔更巨大，张开嘴咬住了鬼子的脑袋，眼睛露出了笑意的看着欧阳俊。啪！场面异常血腥，红白的东西溅得到处都是，有一颗眼珠子刚好掉落在欧阳俊的身前。不管自己对鬼子怎么样，那都是跟随他出生入死几年的队友，看着自己的队友死在面前，这种心情可想而知。团长，我们要突围了，再这样下去只会有更多的妖魔。其中有理智的猎法师劝说道。欧阳俊是他们实力最强的法师，要想活着逃出去，必须要欧阳俊才行，而且是要理智的他。操！欧阳俊咒骂了一句后，看准了蓝血牛魔最少的一处地方。这里足足有4、5个巢穴数量的蓝血牛魔，别看他们数量比刚刚少一点，但是蓝血牛魔的血统很高，曾经的蓝血牛魔部落可是实实在在有君主级的，称霸整座贵峰山脉的霸主种族。这里的牛魔虽然没有君主级，也没有统领级，但是战将有6只，刚刚咬碎鬼子脑袋的大蓝血牛魔已经是进阶期，他的目的就是死树生叶，来让自己进一步迈入成年期，进入统领级。谋！大蓝血牛魔谋了一声，2只战将大牛魔带着10几只奴仆级的蓝血牛魔把欧阳俊4人团团包围，他们又怎么可能让人类法师或者离开？法师的鲜血和血肉可是大补之物，特别是大脑，那可是难得的滋味。霹雳轰顶！轰隆！欧阳俊的雷系十分熟练，中阶的1级霹雳几秒就完成了，一道雷电劈向战将级蓝血牛魔。谋！蓝血牛魔的牛角对准霹雳，硬生生的把霹雳轰顶撞散了。谋！其他奴仆级的牛魔看到后齐齐谋叫，像是在喝彩一样。他们把我们当成斗技场的斗牛，就好像古时候的斗技场一样。小蓝血牛魔围住了他们，圈出了一块地，让大牛魔在里面以1敌4，不时还在炫耀自己的肌肉。另一只大牛魔低沉的谋了一声，看表情像是不屑的样子。在蓝血牛魔群出现的时候，欧阳俊就知道自己几人恐怕要到此为止了。别看他们只是释放了4个中阶魔法，但是却是花费了他们大量的心血，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
也就是谋求这一瞬间能成功而已。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终于杀死了死树魔根的时候，准备收获果实的时候，突然被蓝血牛魔袭击包围，而且鬼子更是惨死在蓝血牛魔手上。牛魔数量之多，瞬间杀得他们几人措手不及，甚至连生命都要为之付出。要知道他们4人都是中阶法师，而且欧阳俊更是中阶雷系3级的法师了，还拥有强大的灵种，但是面对拥有高级血统的牛魔，依然感觉到无能为力。妖魔也是分级的，牛魔就是属于高级的妖魔，比普通的战将妖魔厉害数倍，几乎可以匹敌强大的海妖。他们怎么想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蓝血牛魔？他们团队在这里已经准备了半年之久了，根本就没在附近发现过牛魔的踪迹，不然他们一定会放弃。而另一边，奴仆级的蓝血牛魔开始做铁牛，争先恐后的爬树，要第一个拿到死树生叶献给即将进阶统领级的大牛魔。不对，以后就要叫牛魔王了。看着那些奴仆级的小牛魔为自己互相残杀，你推我撞，你拉我扯的样子，大牛魔露出愉悦的表情，他就喜欢看到这些尔虞我诈的场面。啪咔，突然树干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这声响很微弱，但是大牛魔敏锐的听力还是听到了。啪啪啪啪，本来就被劈开的黑色树桩传来了声响，是从内部传来的，从死树魔根的树桩内部传出来的声音，树桩里面还有东西存在。哞！大牛魔感觉到了不妙，哞叫了一声，声音在带着急促，这些可都是他的为数不多的群落成员，是他的手下，是他立足的根本。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更准确来讲，是当蓝血牛魔在1年多前盯上了死树生叶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从树桩里面突然钻出来大量细小的黑色虫子，这些虫子只有米粒大小，但是数量之庞大，让人瞬间起鸡皮疙瘩，密集恐惧。这些米粒虫子像是黑色潮水一样，覆盖住那些围在树桩还在攀爬树桩的蓝血牛魔，还在拉扯的牛魔。这些米粒大小的虫子源源不断地从树桩中钻出来，而且不止树桩，细小的发丝魔根，粗壮的漆黑魔根，里面全部都是这些虫子。那些所谓的魔根根本早已经被腐蚀一空，从头到尾都是这些米粒虫子在扮演着死树魔根的角色，真正的死树已经死透了，更准确来讲，是在死树生叶成型之前就已经被这些虫子齐生，连死树生叶的养分运输都是这些虫子在扮演。他们扮演着一棵树，扮演着一个邪物妖的，在外皮下却早已经空空如也。第170章，我是法师。这些米粒虫子没有名字，全世界都找不到他们的记录，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扮演者的角色，或者哪天看到的一棵绿油油的树木，里面其实就是这些虫子扮演。这些米粒虫子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吞噬。他们扮演着吃这个角色，他们一直在吃，因为当他们吃饱了，就能继续繁殖，1变2， 2变4。有时候他们更像是分解者，而不是消费者。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覆盖着几十头蓝血牛魔，本来还在挣扎的蓝血牛魔突然不再动弹，黑色虫子突然就像退潮一样从蓝血牛魔身上退去。哞！这些蓝血牛魔猛地睁眼，像看见仇敌一样冲向剩下的牛魔，包括6只战将级的大牛魔，像是疯掉了一样。哞！战将牛魔大叫一声，头上的牛角把其中一头发疯的牛魔击杀，牛角穿过身体，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被刺穿身体的牛魔没有蓝色的血液流出，而是流出来黑色虫子。仅仅是刚刚的那么一瞬间时间，弹指一瞬间，这些牛魔体内就已经被黑色虫子所占据。哪怕只有一只米粒虫子进入生物身体，它就可以快速繁殖，把体内所有器官血肉吞噬，把血肉变成自己的同类。从刺穿的部位冲出来的虫子爬满了这头战将牛魔，哪怕是战将级的牛魔都无法阻挡这些能从皮肤进入体内的虫子。很快，爬满身体的虫子又像潮水一样退去，寻找新的猎物。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欧阳俊4人。欧阳俊几人都知道，这头牛魔的体内恐怕已经全部是黑色的虫子了，数量的增长比病毒繁衍的还快，根本是超出了想象。走！欧阳俊几人趁着牛魔被吸引注意力的时候，选择另一条路离开。虽然他们在刚刚和战将牛魔的战斗中消耗了所有的魔具，但是他们还有魔能。这些虫子太诡异了，怎么可能繁殖的这么快？而且这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这些虫子繁殖的这么快，这里又经常会有妖魔被杀死，他们的数量会有多少？杀杀杀！大自然会给你答案。虫巢面对汹涌而来的兽潮，欧阳俊等人心都凉到了谷底。这些密密麻麻、各种各样的虫子，明显就不是原本的虫族妖魔，这些妖魔体内都是那些米粒黑虫。欧阳俊不敢相信，这铺天盖地、密集恐惧的虫巢都是假的，都是被侵占，都是被寄生的。恐怕这一片区域都已经被完全的寄生。杀！杀出去！欧阳俊大吼道。就算明知道没有希望，身为一名猎人、一名法师，
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拼尽最后一丝的魔能，尽可能的拉多一只黑虫垫尸底。猎者联盟有一条大家墨守成规的规则，死都要拉一头妖魔垫背。炎雷、霹雳、夜叉，轰隆隆了，一道粗壮如龙的红色雷电俯冲而下，下落到一半的时候，雷炎龙一分为9，像是树形图一样分叉，而后9道雷霆即将到达地面的时候，变成网状镭射激光一样炸向地面。雷系到了中阶后，终于拥有了范围性的攻击魔法夜叉，一大片的虫族妖魔死亡，但是这对于如同潮水一样的虫潮也只是杯水车薪，很快那片焦黑之地就被后来的虫族妖魔填满。也就是趁这个空档，欧阳俊等人冲入到那片空地，想凭借这样一点点的杀出去。但是法师最大的问题依然是魔能问题，中阶法师放不了几个中阶魔法，特别是带有灵种效果的3级魔法，欧阳俊的魔能瞬间减半。冲到一半的时候，魔能已经耗尽了，面对数以万计的虫潮，他们4个中阶法师能杀到一半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杀死的妖魔数量也不过是数百而已，不过是沧海一粟。欧阳俊2个星云都已经枯竭，没有一丁点的魔能。欧阳俊第2系是水系，不过水系并不是很出色，也只是到2级水准。欧阳俊4人已经准备等待死亡，实在没魔能了。哎，我欧阳俊最终都没能打败招狼，那你这可要去找我爸了，别来找我。一道相对还比较稚嫩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欧阳俊虽然没听过昭华的声音，但是此时此刻他脑中能想到的就是那个诡异的小子。紧接着，一道银白色的龙卷风以极快的速度冲来，不像风盘龙卷那样慢悠悠，更像是要摧毁停车场一样的急速。但是风盘终究只是中阶魔法，连1/3都没到就被群魔撞散。银刃爆，咻咻咻！龙卷风被撞散的瞬间，银色的锋刃像炸弹爆炸的弹片一样炸开了一个范围，而且远不止如此。昭华的银刃风盘龙卷目的不过是送小风蚕到更近的位置而已。吸，以小风蚕为中心，以它作为风眼，一个向四面八方扩散的气旋诞生，像是神话里神仙做法那样，云层都出现了变化，被旋风吸引，天空里顷刻出现破棉絮似的云块，本来明亮的月光被遮挡，变得昏天黑地，混混沌沌的了。狂风吹倒树木，发出嘎叽嘎叽的声音，有一些小树更是直接被连根拔起。暴风像一道无法突破的壁垒，像是推土机一样，把成群成群的妖魔往两边推开，就这样硬生生地推出了一条生命之路。咻，4条风蚕丝缠住欧阳俊4人的腰间，昭华猛地用力，配合风的推力，把4人像扯皮球一样给拉扯了过来。风鬼，一道风鬼接住4人，昭华一马当先的跑在前面，就这样硬是把4人从鬼门关拉了出来。吸，在一处空地中，昭华终于是把4人带出了山脉，只要不是遇到统领级小风蚕，要跑谁都拦不住，一飘一飘的从夜空中落在昭华的肩膀上。欧阳俊也是有见识的人，看到小风蚕后说道：“元素圣灵。”昭华没有否认，也没有点头，只是笑了笑：“你认为他是就是呗。”欧阳俊表情复杂的看着昭华，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仇人的儿子给救了。他的猎人法师团就是猎狼，名字简单明了，就是要猎杀招狼。他左眼当年是被招狼给废掉的。不管怎么样，我欧阳俊都应该给你道个谢，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队友们。欧阳俊作为一个团长，的确是够资格的，45度弯腰鞠躬感谢，吓得昭华往旁边走了2步避开。欧阳俊怎么说都是长辈，受不起啊。昭华说道：“我是法师，救人是我的天职。”虽然昭华只是随口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课本上的一段文字而已。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欧阳俊心头一震，他早就已经忘记了身为法师的天职是什么，不是消灭妖魔，消灭妖魔只是过程而已，目的是救人，解救人民，保护人民才是法师的天职。但是自己成为猎人后，别说救人了，在野外和猎人竞争，就亲手杀死过不少同行。第171章刷。不过好可惜啊，那个可惜难得一见的植物系灵种啊，好几千万呢。唉，猎狼团的那位水系法师看向山岭之中，那可是他们准备了大半年的目标啊，今天就要成熟了，谁知道竟然是这样的结局，不但花了半年时间，而且还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惨了，之后的日子要勒紧裤头了，他们几人都还有贷款要还。昭华同样看向山岭，不过他脸上没有露出可惜、颓败、失望的表情，反而眼神中带有一丝的自信。欧阳俊看向昭华，他心中默默地叹了一口气，他大概明白了，昭华的目标其实也是死树生叶。那些魔根虽然被寄生了，但是那些米粒黑虫也是想要死树生叶的，所以一直有给输送营养培养。虽然他不知道昭华有什么底气，但是欧阳俊觉得昭华大概率真的会成功。哎，老子厉害，小子也厉害，世家就是世家啊。在死树魔根的地方，虫潮已经退去，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他们又各自忙活各自的事情。蓝血牛魔也一样，
就像是来吃夜宵，吃饱了集体回去巢穴睡觉，不声不响。就只剩下那些米粒黑虫密密麻麻的在地面平铺着，在树桩下等着，很快就能有所收获了。毕竟他们的主人已经急不可耐，一直都催促，打工仔不容易啊。就在死树生叶即将瓜熟蒂落，甚至已经在微微摇晃的时候，距离树桩不远处，刚好超出了摩根区域几十米的地方，泥土突然间炸开，一个土坑出现，满天的泥土飞溅。所有米粒黑虫齐刷刷地看向这个地方，但是奇怪的是，炸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一个大坑在那里，仿佛是引爆晚了一样。但是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当米粒黑虫再次看向树桩时，那片美丽的叶子消失不见，就那样没了，完完全全突然间就这样消失。甚至还有一些米粒黑虫并没有被爆炸吸引注意力，他们一直盯着这片叶子，只不过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好像动画掉帧，突然间叶子就消失，比魔法还魔法。等于，在桂峰山脉的一处裂缝，裂缝仅有10几厘米宽而已，从上往下看，裂缝深不见底，下面一片漆黑，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或者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普通的裂痕而已。在裂缝之下最深处，有一颗直径2米的黑球，就像是巨大的钢铁球体，安安静静的躺着。沙沙沙，忽然黑球的黑色像是颜料掉色一样掉落了一块，刚落地，这一块颜料就变成了那些米粒黑虫。这颗黑球在源源不断的生产米粒黑虫，像是感知到了什么，死树生叶被偷走的瞬间，黑球剧烈晃动，但是片刻后又恢复了平静。毫无疑问，黑球里面有东西，那些米粒黑虫就是它产生的，是它获取营养的手段。时间来到深夜，昭华把素材交给了郑伯后，他就回到老家的房子开始冥修。今天他收获很大，不但素材获得了很多，而且他仗着蓝星湖的保护，今天跑到迷惑花妖的花田，通过实验发现，迷惑花妖的那些迷惑花粉虽然不溶于水，但是却溶于酒精，也就是乙醇之中。浓度高的乙醇有毒，但是如果可以制作迷惑花妖的防毒模具，那么这必定是一大发现。今晚的收获还远不止这些。妲己，房门自己打开，但是却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就像是鬼推门一样，把门关了。昭华从冥修中醒来，默默地说了一句：咚，门关上。一只大蝎子十分突兀的就露出了身形，3尾碧鳞蝎露出了兴奋的表情，3条尾巴晃啊晃的，他任务完成了。昭华的底牌3尾碧鳞蝎，准确来讲是3尾的隐身技能拟态前行，现在3尾的隐身能力已经提高到20秒。昭华拍了拍3尾身上的泥土，当初那个泥土坑其实是因为3尾一早就躲在里面，他一直在等待时机，通过蝎子天生的热感应，3尾就算在地底下也能判断出死树生叶的成熟时间，他就是利用隐身的20秒，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死树生叶偷走了。拥有隐身的3尾的确不能让物品隐身，但是还是有办法的。3尾张开嘴巴，嘴巴里面躺着一片叶子，3尾就是用这种方法让死树生叶消失。虽然很嫌弃3尾的口水，但是这东西毕竟价值3000万啊，再加上自己的存款，现在的昭华已经可以购买上次的那枚鸟兽蛋了，这样自己的契约召唤兽就有着陆了。昭华一脸嫌弃的把叶子丢进储物模具中，拍着3尾的脑袋说道：好样的，这次你立了大功，有机会我一定帮你进阶到统领。昭华就是这么现实的一个人。3尾和小风蚕不同，昭华每一次战斗基本都要靠小风蚕，所以小风蚕才是昭华最大助力，而3尾要进阶到统领级，1个亿都是小的，所以昭华还真就要看3尾的表现才能决定。至于蓝星湖，昭华是打算让他先进阶到战将级，蓝星湖的辅助能力很强，是保命技能，到了战将级或许真的会有突变。而且蓝星湖是高血统的妖魔，他和小风蚕这样的先天精灵不同，蓝星湖需要契合自己的能量，只要契合的能量加上时间足够，他就能完成蜕变，不需要每天星号破领种。但是这种契合的能量需要的不多，但是却不好找。昭华进入桂峰山脉，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希望可以找到适合蓝星湖的天才地宝让他进阶，但是很可惜运气是够了，这都能让他得到死树生叶，但是蓝星湖不够啊，那东西不适合他。昭华按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蓝星湖需要的是增强灵魂类的天才地宝，这东西十分难得。昭华唯一有听说的一次，还是昭郎跟他说军区得到了一株念草，其他的就完全没有消息。毕竟这一类天才地宝稀罕的一塌糊涂，基本靠关系才有机会得到，要不就是花大价钱超出市场价格购买。昭华没有继续去想这些让他头疼的事情，他打算冥修完后，今天必须要好好睡一觉，天天冥修当睡觉，谁顶得住啊？就这样，昭华在昭家村就住了下来，每天就是来回桂峰山脉，来回10棵巨榕树，疯狂收集需要的素材。其中有2天欧阳俊的小队也来帮忙，但是2天后这几人实在顶不住这枯燥的打素材，纷纷跑路了。别说他们了，就连昭华这样心性的人都快要爆了，每天这样来回刷，真不是人干的。一直到过年前一天，
年30的时候，昭华才完成了一半的量，而此时昭郎和张宁两夫妻也悠哉悠哉的从外国旅游完回来过年。过完年没多久，昭郎有工作就回去了，从城市区只留下昭华一个人继续枯燥的刷素材，一直到元宵节那天，昭华快要回校的时候，素材已经完成了90%多，最多2天就能完工。但是这一天昭华没有去桂峰山脉，因为有人找上门来了。第172章非自然死亡。我是审判会的见习审判员，在吕县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需要你协助调查。一个长相还算年轻的法师拿出自己审判员的证件说道。昭华发出了丢人的声音，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他刚刚才起床，刚刷完牙，正在准备早餐，最主要的是要准备三尾和蓝星湖的早餐。但是早餐刚刚做好，椅子还没拉开，就听到有人敲门。昭华看下证件，的确是审判会的证件，上面写着实习审判员莫泽，照片和眼前的男子一模一样，都是那样一副别人欠他钱一样的冷漠脸，估计是被派到这种偏远山区执行任务，一脸的不爽吧。昭华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刚刚的话中，昭华明白应该是交通意外和自己有关联，要自己给情报的意思吧。昭华点点头说道：好的，我一会过去。现在实习审判员莫泽沉声说道。要不是昭华没有起床气，他现在就叫三尾把这傻逼货色绑起来打一顿，一个实习的拽的跟个258万似的，给脸了是吧？不过昭华也不是圣母婊了，都没有了他，径直回到屋内，打算先把早餐吃了，然后喂饱三尾和蓝星湖再说。莫泽看到昭华并没有立刻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眉头紧皱的说道：我说现在你没听到吗？莫泽一脚踏进来，昭华背对着他说道：我是协助调查，并非犯人，协助调查人有权在24小时内处理自己事情，再到审判会协助调查。哦，对了，别说我没警告你，这里属于私人地方，合法住宅，就算你是审判会的审判员，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我也是有权利驱逐你。你另一只脚踩进来，我就把你丢出去。昭华始终没有看他一眼，走到饭厅，拉开椅子，拿起一个虾饺喂给蓝星湖。蓝星湖吧唧一下就咬住，但是太烫了，又吐了出来。心急吃不了热虾饺啊！莫泽本来就对自己被派到这种山区地方不爽，而且他以为会让他处理一些关于妖魔的棘手事情，但是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来处理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因为这个牵扯到了法师，所以归审判会管，所以他就被派到这种地方。现在心中一股怨气，啪的一下，另一只脚也进入屋子，他就要看看这一个比他年龄还小的家伙到底有什么能耐，把自己丢出去。昭华听到了声音，依旧在逗着蓝星湖，正眼都不看的说了一句：三尾，把他丢出去。争执三尾显露出身形，黑色尾巴上的尾针离莫泽的喉咙仅有半厘米之差，莫泽已经能感受到寒气。战将级妖魔，莫泽根本不知道这头蝎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十分突然的就出现了，而且他毫不怀疑，如果自己真的动手，必定会被秒杀。在这种距离，妖魔的优势是无穷大的。呼呼呼，另一根尾巴缠住莫泽的身体，说到做到，真的就把人丢出了别墅的范围。不过莫泽是风系法师，很快就稳住了身形，稳稳的降落。莫泽眼中露出了凝重，他挣扎着要不要出手拿回场子。虽然以他的实力对付弱一点的战将妖魔还不成问题，但是刚刚那头蝎子妖魔绝对不弱呀。莫泽哼了一声说道：你们昭家村惹到事，你最好自己过来。昭华轻轻皱眉，昭家村惹事了？但是这和我昭华有啥关系？不过既然连审判会都来人了，那么就证明是与法师有关。昭华也没有心情慢悠悠的吃早餐。莫泽并没有说地点在哪，昭华一番打听，原来早上另外5条村的人聚集在村长家，拉着横幅说什么要讨回公道，说什么草菅人命，还好是没打起来。昭华快步来到村长昭方的家，不对，应该说是现任村长昭田的家。昭华还没有进去，就听到里面吵得不可开交，而且还是昭田在撕心裂肺的吼叫。什么情况？不好意思，让一下，让我进去。昭华礼貌地说道，露出了他那职业的笑脸。噔噔噔，看到昭华的脸后，本来还拿着横幅的另外5条村的村民连退3步，避若蛇蝎。昭华顿时哭笑不得，他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需要这样吗？不过这倒是挺新鲜的，他还真没有试过被人避若蛇蝎的躲开。昭华走进村长的家，除了昭华家的别墅之外，整条村就要数村长的别墅够大、够亮、够豪华了。昭田看到昭华一进来，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惊了一下后眼神躲避。不过昭华没有理会这些，向莫泽问道：一宗交通意外需要审判会的审判员。莫泽看向昭华，依然不爽地说道：这是资料，你自己看吧。莫泽指了指面前一堆的资料，这些资料摆放得凌乱不堪，这分明是在为难昭华。不过莫泽太小看昭华了，对于一个满分学神来讲，看书看资料就是他的强项。昭华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着，
把文件快速的浏览了一遍。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曹家村的村民运送妖魔素材的时候出车祸了，然后死了。不一样的是，这个死者昭华是认识的，就是当初跟他说酒精可以防御迷惑花妖的花粉的那位中年大叔曹云东。里面还有一份警察的现场调查报告和监控图片报告，根据监控和现场的痕迹，曹云东就是直接开车冲下悬崖致死的，没有刹车，就这么直勾勾像自杀一样。昭华看到这里后，看向坐在桌子上的一位妇人，她就是曹云东的妻子泰丹丹，而另一边一个独自坐在角落，看上去只有7、8岁的小孩是曹云东的儿子。他们两人之所以在这里，是要向昭家村，准确来讲是向昭田索赔，是因为一份雇佣合同。昭华看向另一份文件，眼神中露出一丝的寒光，那是一份霸王合同。昭田以雇佣的方式雇佣另外5条村的村民，每一次运输素材所得要交30%给他们昭家村，不然则得不到运输的资格。这一份合同有5个村子村长的签名，得到了其他村民的同意，代表着雇佣合同是成立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份合同，昭华看到那些人避若蛇蝎，就能猜到昭田冒充昭郎的名字做的好事吧。但是昭华并不认为自己老爹会不知道这件事，自己老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昭家村对他有养育之恩，更何况老村长昭芳更是供书教学，昭郎小学、初中的学费都是昭芳给的，直到觉醒。所以昭华猜测自己老爹知道这件事，但是却默许了。垄断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而且这份合约你情我愿，没有任何欺骗的成分，自然说不上什么罪不罪的。难怪要我来协助调查这个索赔。原来如此。第173章，为了什么？昭华放下手中的资料，他已经完全明白过来，现在就是索赔对象的问题了。人已经死了，而且是冲下悬崖死的，汽车只剩下一堆破铜烂铁在。而且按照警察给的报告，当时是深夜时分，加上现场没有刹车痕迹，运输妖魔素材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所以警方推测是疲劳驾驶导致事故。但是问题来了，一个人规定了就一趟，而且数量也不多，军区妖魔素材的运输不是你想多就多的，每个人都要登记，运输多少素材就拿多少钱，全部有记录在案，连加班都没得加班的人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6条村子运输素材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试过疲劳驾驶导致出事故的。此时曹家村的村长反而站出来说道，可能是车子出故障，而修车的师傅又说车子修好了，会不会是身体有问题？听说曹云东进入过迷惑花妖的范围，但是医生却又说已经做过全身检查，并没有发现有异常，应该还是疲劳驾驶的原因吧。就是因为这样兜兜转转，皮球踢呀踢，最终导致了现在的结果。之所以会有审判会的加入，是因为其中牵涉到了昭郎，叫昭华来的原因单纯是因为找不到昭郎而已。昭华看向昭田，似笑非笑说道，昭田叔，我并没有从我爹那听说任何关于把妖魔素材运输的事情交由你负责的消息啊。昭田眼神有些闪躲，支支吾吾的回答，或许是昭郎没有和你说而已。昭华笑了，笑得很开心，那我现在就给我爹打个电话。陌生电话他可能不接，但是我的电话，再不然的话我给我妈打电话也行啊，她总知道吧。昭华越说眼神越深邃，我都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你偏要站在台上继续表演，行，开始你的表演吧。昭田一听就开始慌了，坐下来沉默不敢说话。莫泽反而不耐烦地说道，现在和那个合约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份合约并不是要追究昭田冒充昭郎，而且要确定关系的，因为那份合同属于雇佣合同，如果是因为工作辛苦太多劳累导致的死亡，那么就是昭田要赔钱，再加上那一车的妖魔素材也是值钱的，工商家赔偿素材，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金钱啊。昭华突然说道，你应该可以让法医再验证一次尸体吧。莫泽不知道昭华为什么要这么问，但是还是回答道，哼，这是当然的，他们有义务配合审判会的工作。昭华没管这家伙左一个审判会右一个审判会的，说道，让法医再查一次，跟他们说迷惑花妖的花粉可以溶到酒精里面，所以当时曹云东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很可能会检查不出来异常。莫泽一惊，这是真的假的呀？迷惑花妖整个妖都的所有山脉都有，而且国内一些山脉山林也会有迷惑花妖，每年被迷惑花妖害死的猎人不在少数，这要是真的，那可是大好消息啊。仿佛看出莫泽的惊讶，昭华说道，是真的，而且提供这个消息的就是曹云东大叔，已经得到了妖都魔法协会的郑教授冯周龙证实，防止迷惑花妖花粉的面具已经开始生产。昭华看向曹云东的妻子和儿子，叹息道，按照我国的专利法以及跟买下专利的赵氏之间的约定，50年内每卖出1件面具，所得的利润，曹云东大叔可以获得1毛钱的专利费。可惜了，现在只能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了。村民们对此没有什么概率，但是莫泽是知道的，所以人都傻了，已经惊为天人，这是一大笔钱啊！
足够这两母子下半辈子不愁了。莫泽都想对他们说，要不这赔偿就算了，相对于专利钱，那点赔偿还真就不那么重要。但是后来想了想，还是算了，毕竟自己丈夫、父亲死亡的真相或许更重要。因为重新检验需要时间，昭华就先离开这里。屋内实在太吵了，跟卖菜似的。咚咚，昭华看向声音的源头，是曹云东的儿子曹云飞在砸东西泄愤，先是丢玻璃瓶，然后丢石头。就在曹云飞要丢一颗大石头砸村长家窗户的时候，昭华用风蚕丝把石头拿走。曹云东哭红的双眼看着昭华，带有一点哭腔的说道：“他们都说你是魔鬼的儿子。”昭华听后哭笑不得：“这都什么呀？怎么就成魔鬼的儿子了？我把我所有东西给你，你把我爸爸带回来吧。”昭华心头一震，心中一叹，他不是魔鬼，也没有魔鬼的能力，轻声的说道：“我不是魔鬼，我只是一个法师而已，我没办法带你爸爸回来。”啊！曹云东听后嚎啕大哭，泪如雨下，早已经被擦得红肿的眼眶格外的显眼。昭华摇摇头，伸出手准备拍拍他，以示安慰。为什么死的是我爸爸？昭华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中，片刻后又默默地收了回来。他突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这个失去父亲的小孩子。昭华其实和他有点像，昭华从小就懂事，他知道招郎的工作是很危险的，可能哪天招郎就这么突然就没了。这是一个妖魔横行的世界，人说没就没。昭华仿佛看到了某个平行世界的自己，要是自己小时候招郎在野外猎杀妖魔的时候发生意外，自己或许就像曹云飞一样了。昭华看着这个因为失去父亲而哭泣的小孩，再看看屋内为了谁应该赔偿而在争执的大人们，不禁叹息。重新检验的报告来得很快，经过第二次检验，曹云东尸体的血液中的确含有迷惑花妖的花粉，而且这些花粉的发作时间竟然是事发的时候。因为曹云东遇到迷惑花妖到那天晚上后竟然久不离手，所以那些花粉一直没有发作。那么现在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让曹云东在晚上喝了酒后还到妖魔区域运送素材的？正常在晚上的时候工作就结束了，除非有需要紧急处理的妖魔素材。但是军区不会联系村民，只会把任务放出来，要的话由你们自己来接。而现在应该就是由昭田来分派任务。昭田拿出一份登记表，上面清楚记录了那天晚上有紧急处理的工作。昭田是给了曹家村，本来正常是由曹小去运送的，而不是曹云东。也就是说，是曹小明知道曹云东已经经过一天的疲累，甚至当时已经喝了酒的情况下，依然让曹云东工作，导致最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莫泽一甩资料，冷笑道：“村长，别人都是村长保护村民，你倒是相反啊！”咚！曹小猛地站起来，激动地说道：“我还不是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及，你还要我怎么样？”原来昭田不但冒出招郎包揽了运输任务，而且他还出台了另一条政策，那就是由昭家村本来负责的任务，如果其他人愿意可以代送，那么只收取10%的费用。导致的结果不言而喻，你要更多的钱就要多干。当天的确是村长曹猛要去加班运输紧急素材的，但是实际上曹猛才是最拼命的那个，因为他也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家里面的开销全部由他一人负担。而且儿子15岁了，基本确定会进入从城役中，也就是他必定会是法师，法师需要更多的钱。他已经连续加班了不知道多少天，身体早就超负荷劳累。曹云东是主动接下了那个任务。听完村民的回答后，昭华默默地说了一句：“都是为了下一代。”第174章寻花。昭华看向早已经坐立不安，如做侦探的昭田。现在很明显，真相大白。按照那份合同，两者明显存在雇佣关系。如果真的坐实了曹云东的死是因工作的话，那么昭田估计要赔100万以上。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件事捅出来的话，这几年间其他5条村子死亡的人很可能都会算到昭田的头上而提起上诉，算作工伤死亡。这样的话，昭田赔到破产都赔不完。昭华看向坐在另一边仿佛老了10几岁，已经行将就木的老村长昭方，没有人知道他心中有多么的懊悔。如果那个晚上他拉住了自己儿子，让他收手的话，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事情。不过昭方并不知道，其实这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更重要的是，5条村子早已经有了怨言，仇恨是积累下来的，当达到一个峰值的时候就会爆发。曹云东的事情只不过是导火线，他的妻子也只是被推出来当事件的开端而已。所有人看向昭田，想看他有什么要说的。昭田颤抖地看向所有人，他看到的所有人都是露出邪恶的笑容，就像魔鬼一样，要蚕食他美好的未来，要把他和他的儿子给毁掉，让他儿子当不成法师，进入不了学府，更加无法成为审判会的一员。你们胡说，你们都是串通的，你们有证据证明是那天感染到的迷惑花妖的花粉吗？也许是更早呢。昭田怒吼道，但是任谁都听得出他这是色厉内荏，但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口说无凭。既然说是哪天晚上感染的迷惑花妖花粉导致开车的时候突然发作致幻，导致事故发生，那么也只能说明是迷惑花妖害死而已，又不一定就是那天晚上的。莫泽眉头紧皱，这次是由他负责，
虽然看上去很明显的，但是他作为审判员的确是要讲究证据的。他写报告的时候总不能写村民说的这样子吧。昭华这时候说话了，他说道：迷惑花妖的花粉除了有致幻效果外，其实就是迷惑花妖的受精卵。只要找到原本的那朵迷惑花妖，查看它体内存在的花粉数量，就能推算出是多久前喷过花粉，就能确定是否是哪天晚上吸入的花粉造成的。迷惑花妖的花粉也不是无限的，每一次的攻击都会消耗所有的花粉，而且每一朵迷惑花妖每天能产生花粉是一个定值，只要找到那朵花，根据那朵花的花粉数量，再加上村民的口供，就够证据判断出这是那天晚上造成，从而判断工伤，可以拿到赔偿。昭方看了眼昭华，也没有说什么，没有请求昭华高抬贵手什么的。他知道现在事情已经彻底的失控的，已经为时已晚。莫泽疑惑地问道：你这样说是没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你哪知道哪朵迷惑花妖是？贵峰山脉少说都有几十万的迷惑花妖吧？昭华解释地说道：朝云东大叔说过，他当天晚上是在取素材的道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往山林走看到的花妖，所以可以大致的缩短一点范围。但是就算这样，怎么知道是哪朵？昭华看向朝云飞说道：你爸爸在不久前是不是送给你一块用玻璃盒子装起来的花瓣？那就是从迷惑花妖上硬扯下来的，只要能对得上，那就没错了。朝云飞突然想起，有一天自己父亲的确给他送了一个精美玻璃盒子装起来的怪东西。朝云飞本来还很嫌弃，但是朝云东却说这是老爸厉害的证明，所以一直放在他的房间里面。所有人都奇怪地看向昭华，都很疑惑不解，这家伙不是姓昭的吗？怎么帮起来朝家村的人了？天叔，你冒充我爹的名字做这种害人之事，我估计我爹就算知道也不会说什么，毕竟老村长有恩于我家，这是事实。但是现在事已至此，该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昭田听着比小20几岁的小孩子说的话，虽然他也知道昭华说的是对的，但是他还是选择沉默。迷惑花妖不是无敌的，它就是一朵花，很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销毁掉。只要没有证据，那么就没办法证明。只要这件事过去了，昭田立刻就销毁所有合同和证据，取消那份合同。毕竟那份合同并没有注明有效期是多久，本来就是一份私底下的合同而已。昭华人小鬼精灵哪能不知道昭田想什么？但是还没轮到昭华说话，其他5条村的村民先说了：我可以去找，我也可以，我帮你，没事，叔叔一定帮你为你爸爸讨回一个公道。朝云飞看着一些甚至是其他村子的人，眼眶再一次涌出泪水。他以为自己父亲的死毫无意义，他以为大人的世界都是不讲理的，但是这一刻他明白到，原来父亲的父亲是有价值的，眼前这些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讨回一个公道。昭华看着这一幕，心中感叹，无论是谁死了离开了，整个世界都不会停止转动，但是一定会有人因你而心动，一定会有人念想你。有时候人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昭华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看到朝云飞的痛哭和呐喊而行动，但是有时候千万不要小看了自己力量，力量或者很微弱，但是却能感染众人。昭华拿起手机打了5通电话，没过多久，纪韶英、林默、邓乐、欧阳俊和他的猎人团就赶来。在电话中，昭华没有说太多的事情，只是说了需要帮忙找一朵花。昭华知道，如果让这些普通村民去找，那和送死没什么区别，有勇气有心是好事，但是昭华不能让这些人去送死。也加上我吧，我可不想在这个郊区拖这么久，还完成不了这么简单的任务。莫泽冷冷地说道。可能也是天有眼，寻找迷惑花妖的过程十分顺利，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被一位朝家村的村民找到了，缺口不大不小，刚好契合。而昭田也承认了，朝云东一家也顺利地拿到了赔偿。当天晚上，莫泽准备带着证物回去审判会的时候，找到了昭华。莫泽拿着用密封袋子装着的迷惑花妖说道：那朵迷惑花妖是你伪造的吧？这上面的切痕太新了，不可能是那一朵。昭华没有回答莫泽的提问，证物真的假的重要吗？不重要，莫泽是审判员，他下笔指证就行，不需要验证。钱也不重要，朝云东留下的专利权足够他们母子吃一辈子。重要的是一个真相，对于一个孩子来讲的真相。你是真的疯了，就算你是天才法师，伪造证物也是不得了。莫泽也算是调查了一下昭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山学府的新生 No 一校霸呀。昭华只是笑了笑说道：法师是为了守护而存在的职业，我不能本末倒置。法师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存在的，而不是想着升级、修炼，然后去享受、去玩乐，见谁不爽就揍谁。昭华作为出生在这个世界的人，他深知这一点。第175章责任。第2天一早，昭华刚完成了今日份的冥修，他准备出门去贵峰山脉完成剩余的那一点点素材任务，他就能拥有一件楷模具了。昭华也算是为了主校区做准备，
因为主校区里面的才是真正的怪物乐园。首先是上一届的前10名，每一年都有新生，特别像是中山学府、明珠学府、帝都学府这样的全国超级名校，每一年都有怪物，每一年都有校霸。而且这些怪物绝大多数都和昭华他们一样，早早就进入了中阶，早早就进入主校区。想一想，主校区的进入期限是3年，也就是说，在大3下学期的时候达到中阶就可以进入主校区，然后主校区最多可以2年，然后根据成绩可以再延迟1年，也就是最多同样是3年，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6年了。也就是在主校区里面，最年长的比昭华年长6岁。这是什么概念？本来法师觉醒就是高1开始，昭华修炼了才3年多，比他年长6岁，那就是修炼时间都快是他2倍了。是头猪都能练成猪精了吧？而且当初能考入中山学府的人会是猪吗？所以昭华为了即将到来的主校区考核以及进入主校区后的挑战，已经是尽他所能的去准备，去提升实力。昭华是2个系都是召唤系，所以不能像别人那样去买资源加速修炼来提升实力。召唤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力的提升是阶段性的，而不是像火系、雷系那样，你中阶1级修炼到2级就强一点，2级到3级又强一点，得到灵重又强一点，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召唤系的提升就是突然间咻的一下变得特别强。例如初阶没召唤兽就是个废物，有了次元召唤兽实力就一下子提升，超越了大部分的初阶1、2级的法师。但是别人的实力是慢慢加，而召唤系就只能等到中阶了，有了契约召唤兽或者召唤兽达到战将，实力又一下子往上窜，是一个爆发性的阶段进展。但是这样的特性就很容易让召唤系法师在某个时间段无法提升实力，只能干等。学术上叫做召唤系真空期。现在的昭华就是这样，2头战将级召唤兽，蓝星湖又没那么快，所以昭华只能从魔具入手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且他现在有钱了，还打算买1双铝魔具，有多贵买多贵，钱就是用来花的呀。昭华刚准备开门，他感觉到门外有人。昭华叹了一口气，他大概知道是谁。妲己。昭华看到门口站着的人后，说了一声：“方爷爷，早上好。”正是老村长昭方，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如果往严重一点来说的话，没有老村长昭方当初提供帮助，可能就没有昭华一家了。说是昭郎的养父也不为过。小华，你一定要帮帮阿田。昭方抓住昭华的手，泪眼婆娑地说道。昭华其实最怕就是这种，你说不帮直接拒绝是不可能的，你说帮，这怎么帮？不过还好昭华还是那个预知先机的超级学神，已经早料到这一天。昭华点头搀扶着昭方，一边往村子家里走。都不用想，肯定是另外5条村子的人来讨要前2年那份合同死亡的赔偿了。看到昭华搀扶着老村长缓缓走来，另外5条村子的简直像军队迎接领导一样肃然起敬。他们一直以为法师就是那种仗着自己会魔法、欺行霸市、强抢民女、仗势欺人的狗东西，但是昨天直接刷新了他们的3观。原来法师是保护人类的职业，而不是仗着自己有力量就开始膨胀，为了谋取私利不择手段的人。昭田看到昭华搀扶着自己的父亲，又恨又期望，不知道对昭华应该是什么样的感情。昭华轻扶着，让昭方先坐好，看着那些对昭华有所期待，但是面对强大法师依旧十分忐忑的村民，昭华先是露出了微笑，然后用起粤语版的方言拉近距离的说道：“各位乡亲们，我也知道今天大家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昭华露出了无奈的表情说道：“但是各位来的太早了，不介意的话稍坐一会吧。”大家都不知道昭华要干嘛，但是还是耐心的等待，也是给面子。昭华不吵不闹，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一辆运钞车从村口驶入，从车上下来几名武警和一位穿着西装的精英女性，走下来说道：“你好，我是妖都红棉魔法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这是我的名片。今天我是来代表我的当事人昭郎先生，基于他成立的妖魔素材运输商王援助基金会，前来统计以及核查这2年因雇佣事件导致的伤亡赔偿，以及关于以后的一些具体救援事项设立告知。在昨天，昭华一共打了5通电话，其中4通是叫人一起寻花的，还有1通则是打给了昭郎，就是要跟他商量后续的问题。昭郎没有做什么，这就是他做错的地方，不能说因为自己的名字被冒充搞出来的事情就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更何况电话里面昭郎也说了，他其实第一时间就知道，只是他当时并没有去制止而已。昭郎就看不出昭田的心思吗？昭郎早知道昭田希望儿子昭超可以超越自己，超越昭华，不希望一直被自己压着。昭华提议取消所谓的份额制度，让6条村子的村民自己安排分配，大家均分也好在，谁多谁少昭郎不再管，再成立一个基金会，用于后续的因为妖魔素材的运送而死亡的家庭救济，给予一点微薄的帮助，并且把昭田需要赔偿的这2年来的所有工伤赔偿全部揽上身。这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但昭郎还是这样做了。昭郎有多少钱？其实并没有多有钱，
招郎一家在魔法银行上的资金也就1-2个亿，也就1-2个小目标，甚至比从城邓家的资金量还要少。但是如果说人均，那么招郎一家就太有钱了。招郎就一家3口，别人呢，一个大家族，几千几万人要养，而且那些大家族内部各有各玩，各自为政，资金不可能整合一起。不像招郎一家，他可以把所有钱都给昭华买模具，买修炼的东西。最终招郎问昭华，这些钱本来是要给你修炼用的，是否愿意拿出来救济村民？昭华也只是笑了笑，说了一句，别小看你儿子。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一幕。昭华根本不会去想着推卸责任，该是自己的问题就要自己承担，是自己父亲顾忌恩情没有及时处理，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去承担，去赔偿，哪怕没钱，赔到破产也不能逃避，不然心中不能做到坦荡，又怎么去修炼，做一名合格的法师？至于有没有破产，那是100%不可能破产的。就算昭华一家一夜之间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店铺没有了，屋子没有了，存款没有了，只要招郎还和从城的军区有合作，军区依旧是把妖魔素材交给他来贩卖，那么第2天早上，招郎就能去银行贷款，把失去的东西全部买回来。最重要是，他们一家都是法师，昭华都已经是中阶召唤师了，2只战将召唤兽，再加上招郎这个从城最强中阶法师的名头，要弄到钱的方法有很多，实力才是根本。第176章主校区。元宵节过后，昭华正式开始步入下学期，而且因为他是中阶法师，会直接获得进入主校区的资格，这是他的上不知道多少届的前辈学长老爹跟他说的。至于昭华的灵皮妖母的楷模具，还需要多等几天，虽然素材已经集齐了，而且灵皮也锻炼好，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融合，这是急不来。我现在真后悔认识你小子，你就会使唤我是吧？冯周龙隔着电话说道。昭华需要买铝模具，加上死树生叶，昭华有5000多万，接近6000万的资金。要知道，当初莫凡在拍卖会买的那个明离顿拍卖价也才1-2千万，6000万的铝模具已经是中阶法师使用的铝模具中属于10分极品的，而且这种铝模具轻易是不拍卖了，昭华也没有渠道能弄到，所以他就打上了冯周龙这个魔法研究员的主意。昭华笑着说道：“别这样嘛，冯老，你也知道，小子我没什么渠道可以买到极品的模具，而您老可是妖都最厉害的研究员啊，大把的世家把您当成座上宾，一呼百应啊。”冯周龙在研究室里面气到冒烟，他真想让他回去找他爹要去，不过最后还是算了，毕竟昭华这小子也是挺合他胃口的。那就这样吧，没事我先挂了。哎，等等，还有一件事。昭华急忙叫住冯周龙，别让他挂电话，因为他还有事找他帮忙。冯周龙翻白眼了，要不是打不过你娘，真是呼你一巴掌。你说我不答应你。冯周龙直接拒绝了。是这样的，我在桂峰山脉得到了死树生叶这一种植物系的灵种，打算出，您老顺便帮个忙，看看有没有哪个世家要。死树生叶对于昭华来讲是没用的，他要换钱，但是赵氏的拍卖会他又不是很想给，毕竟拍卖这种东西很容易被操控，最好还是直接联系到一些世家去出售。昭华还问过邓乐，不过他们邓家没有植物系的，也就作罢。你有死树生叶？冯周龙一听来兴趣了。是啊，偶尔得到的，冯老有兴趣？要是冯老有兴趣，给您打个98折。冯周龙没好气的说道，我给你打5折。不过我最近有个研究，还真需要一种带特殊效果的灵种，你的死树生叶的确不错。这样吧，我向国家申请了4000万，用来购买灵种的钱全部给你吧。老冯啊，昭华心中感慨万千。老冯不可能不知道死树生叶大概值什么价钱，他直接多给了1000万。管你什么最强冰系世家穆氏，什么钱最多的跨国世家赵氏，说到牛逼，说到有钱，那还是国家有钱啊。一个研究买灵种4000万，啧，昭华想着以后是不是可以通过老冯赚点外快什么的，毕竟这个国家可是全世界 GDP 第2的超级大国，钱还是有钱啊。开学前，昭华先和季韶音碰了个面，前几天匆匆忙忙的把季韶音叫来，然后他急冲冲的就回去了，好像刻意避开昭华一样。你干嘛？怎么把自己包得跟粽子一样？玩 cosplay 吗？昭华老远就看到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头巾，还裹着围巾的人，昭华是靠眼睛和那个挎包认出来是季韶音的。也幸亏现在还是2月份，还挺冷，不然他这样要捂出病。没什么，季韶音故意隔着1米多举着本子。昭华鼻子动了动，闻到了奇怪的味道，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季韶音说道，我怎么闻到一股臭？昭华臭字还没说出口，一个画本飞过来命中了昭华的额头，季韶音直接蹲在地上无声的哭泣。原来是因为季韶音1个多月前自己的亡灵系中接魔法的原因和要修炼诅咒系，2个教授把他丢在野外的公墓地区1个多月，每天都是和亡灵尸体为伍，就算每天都有洗澡，身上依然臭得可以。网上有一句话，女孩子身上为什么有体香？因为化妆品烟出味。
季韶音现在就像是鲱鱼罐头一样，同样是烟味，但是他的是腐烂的恶臭，所以他才会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昭华现在哪能想明白，捂着嘴偷笑，难怪亡灵系不受待见，这修炼也是挺惨的。昭华两人先是去了一趟校长办公室，见了一面百里安。百里安见到季韶音的时候也是一愣，本来还想靠近，突然定住了脚，还微微向后退了半步。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再一次给季韶音一击真伤暴击。嗨，百里安意识到自己犯了一点小错误，说道：季韶音同学，你一会可以到植物系找洪教授，他研究有一种特别的植物香金木玉露，应该可以帮到你。谢谢校长。季韶音激动地举着本子，终于有救了，他都快把皮给搓掉了。不用谢，帮学生解决烦恼也是老师该做的。我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跟你说两件事的。第一件事是关于主校区，学校希望你们可以在这一届进入主校区。有资格进入主校区和一定要进入是两回事，你可以不进，因为的确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已经达到了中阶，但是就是不进去主校区，在青校区欺负新生，抢夺资源。因为资源是靠掠夺的，中阶的明显会有很大的优势，主校区也有区分中阶和初阶的意思在里面。百里安的意思就是要昭华和季韶音别到低分区去炸鱼虐小朋友，要就到主校区和上两届的学霸学神一较高下。昭华和季韶音自然是点头答应的，他们也没有打算炸鱼。见两人都点头，百里安欣慰地说道：然后是第二件事，就是关于交换生的事情。校方决定让你们两个成为这一届的交换生，为校争光。交换生是什么？季韶音一脸疑惑地问道。他可不像昭华，什么事情都调查好。季韶音就是见一步走一步的人，全靠天赋干架，从来不去预习准备。百里安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说道：交换生啊，交换生就是学校与学校师生的一次较量，和你们当初从城一中和六中差不多，会有一次交锋。不同的是，每年的交换生都是抽签决定谁去谁的学校做交流。上一年我们抽到去浙江学府，今年应该就轮到别人过来我们这里。季韶音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写道：就是打架。百里安哭笑不得，不过他也没说错就是了，就是干。第177章主校区考核。昭华一直在旁边听着，这大致和昭郎跟他说的差不多，不过昭郎还稍微的跟昭华提了个醒，他觉得现在是时候提醒百里安校长了。昭华看着百里安笑得像个老狐狸一样的说道：校长，打住，有事就直接说。百里安看到那个笑容就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昭华说道：是这样的，我听我父亲说，参加这种交流活动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又要打架又要去某个地方考核写报告什么的。我不是说为校争光不好啊，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校长你也知道，召唤系太花钱了，召唤兽的资源又难找，小子我还要努力赚钱养家买奶粉啊。昭华露出了为难之色的摇头说道。百里安直接翻白眼，你敢不敢再虚伪一点？不就是要钱要资源吗？行了，我还不知道你想什么。每一个参加交流的学生都会得到学府的积分奖励，如果交流结束后成绩斐然，还会有额外的积分奖励。要什么你自己去换就是了。所谓的学府积分就是每个月的排位积分，这个积分有两个作用，第一作用是算成绩的分数，第二作用是可以用来购买资源的积分。学府每个月都有固定资源提供，例如最平常的星辰魔器1积分1小时，还有其他各种资源换取，甚至连灵种都可以换到。不过千万级别以上的积分一般都要靠积累好几个月才能得到，而且还是像昭华这样的校霸，长期排名前3的人都要积累几个月，其他人排名靠后的想都别想。而校长给出的奖励就相当于排名第1的新生1个月所得到的积分。昭华虽然前面2个月在召唤位面没有参加排位，自然也没有奖励积分，但是后面3个月昭华可是保持全年级第1的成绩收尾的。不过那些积分昭华全部用来买奶粉了。召唤系魔能只是最温和的奶源，如果单靠召唤系魔能来培养一只召唤兽，正常的奴仆级妖魔都要养上4年才有机会达到进阶期，再养1年半载才能进阶。元素系都有资源可以提速修为，召唤系当然也有。最常用的就是一种叫做灵源的召唤系资源，这种灵源一般出现在一些元素十分浓郁的地方，特别是一些天才地宝的旁边就会有灵源，类似于天才地宝的副产物、边角料一样的东西。灵源蕴含微薄的天地精华，可以让召唤兽发育成长得更快。3个啊，昭华有3个召唤兽要养，他每个月除了买灵源之外，还要买风属性的精魄来给小风蚕当饭吃。然后现在为了和自己那只还不能出来的火系精灵天炎搞好关系，昭华还经常让小风蚕带一些火系的资源给天炎，讨好关系。昭华进入了中阶之后，才进一步的意识到渠道的重要性。钱反而是其次的，买资源的渠道才更重要。很多资源根本就供不应求，有钱你也买不到，特别是一些极品资源和模具，人家就不卖给平民。
而学府就是现在朝华最重要的资源渠道之一，要不是学府的积分不能用钱买，朝华都想把钱换成积分了。百里安交代了一些交流比赛的事情后，就让朝华两人离开，毕竟交流赛还没有开始抽签，现在只是定选手而已。朝华现在已经独立住一间酒店房间了，因为主校区的宿舍在酒店最高的那基层，而且主校区学生是单独居住的。季韶音也同样换了房子，只不过两人并不在同一层，这可能是校方有意安排，毕竟还是学生，要是搞出人命来那还得了。季韶音离开校长室后刷的一溜烟，人就没了，直奔植物系的教学办公室。看来他被气味的问题烦了有一段时间了。下学期是有新生的开学典礼的，就是要宣布主校区的事情。中阶是进入主校区的基本条件，这个事情上一届自然知道，因为他们经历过。但是这一届的3000名新生如果不是查过，或者有人跟你说新生是不知道的，所以需要宣布一番。这同时也是一个警醒，警醒那些因为考入中山学府过年回去沾沾自喜的新生，告诉他们你们还什么都不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要害死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捧杀他。中山学府啊，国内知名学府啊，修为初阶3级啊，这是什么概念？一个初阶3级的法师聚到例如吕县这样的小城镇、小乡村，那就是无敌的存在，在老家里面属于光宗耀祖的人物了。随便一个风鬼就能把一排人全部吹倒，一个水域就能卷起几吨的水灌溉农作物，一个光耀失明能让夜晚变白昼，3级冰漫就能让篮球场变成溜冰场，更不用说以攻击力著称的雷火了。网络上只是能看到视频，隔着屏幕永远没有实际看来的震撼。这已经是可以改变小环境的力量，当然会受到追捧，受到膜拜。和枯燥无聊的修炼相比，哪一种更让人沉醉一目了然？特别是中山学府、明珠、帝都这样的名校，考进来的学生本来就是天骄，虽然上半年的时候被排位赛打击了一下，但是回到家被一些老一辈、小一辈的吹捧几句，自己吹嘘几句，他们又觉得自己行了。更不用说那些进入学府后就被妖多的灯红酒绿迷惑的小朋友，半年过去，和上一年的军训时候相比，台上的3个校区的校长一眼就看出来，他们变得懒散了许多。今年讲话的是由秀城校区的校长恒圣杰负责，番城校区的校长是唯一的女性颜兰飞，坐在另一旁。法师像盛开在荆棘里的花，在细雨中飘香。法师信念执着在某个地方，种下芬芳，越是流泪越要仰望，生命越是一步步坚强，我们更要奋不顾身地绽放。恒圣杰同样是白发苍苍的老爷子，和百里安不同的是，他是老当益壮，说话中气十足，因为恒圣杰是军人出身的。法师之路千难万难，枯燥无聊，拥有力量却更不能肆意妄为。力量就像是毒品一样，让人为之沉迷，让人无法摆脱它的诱惑。所以国家定下亲校区和主校区，目的就是惊醒各位，高考只不过是另一条更长的路的开始，它并不是终点。下划线。恒圣杰露出了不屑的笑容，看着台下那些早已经听腻校长讲话，想着一会去哪个酒吧蹦迪，约哪个女孩子，还十分稚嫩的幼鸟说道：说白了，你们就是弱鸡，还差得远。第178章1个亿。切，每个老师都是这样说的啦。我当初的那所魔法高中，那些老师每一周的升国旗讲话都是在说，哎呀，你们还要努力修炼啊，不能因为无聊枯燥就停下来，高考啊，高考过后就好的了，巴拉巴拉的乱扯。呵呵，老子最后还不是全校第一，进入中山学府。有一个染着一头金发，嘴唇还穿着3个钢环的男子说道：你也是，我们老师那时候还说我是他带的最差的一届学生。哈哈哈，笑死我了。哈哈哈，就是他们这些老东西又怎么能够理解我们年轻一辈？就是他们已经老了，他们就是旧时代的残党而已，我们才是新时代的领袖。食物链是一层层的，在中山学府也有食物链，大部分学生在校，在窃窃私语，在玩手机聊微信，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沉默不语，在默默地听着台上校长的讲话。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中阶法师，他们是新生食物链的最顶端，他们比这些只是有那么一丝天赋修炼的比较快的学生更加明白这个社会，更加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过不管发生什么，大概就是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吧。魏阿杰，今晚我约了几个好看的美眉到酒吧蹦迪，怎么你也来吧？上一年你都不怎么来，今天说什么都要给个脸我，让我给朋友们介绍介绍你。一个男生对着旁边沉默不语的发小说道。他的发小看着这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不管是家境还是修炼速度，对方都要比自己优秀，不过从今天开始他就要弯道超车了。他没有理会还在和一些猪朋狗友聊天吹水的发小，转头继续看着校长，他在等待奖励资源的规则，等待考核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就是关于大家或许偶尔闻的主校区的一些事情。恒圣杰露出了贼贼的笑容说道。惯例，我先说主校区的进入资格，相信有一些同学已经知道，但是更多的同学是不知道的。
修为没有到中阶或者不可以释放中阶魔法的同学，请有序离场。接下来的事情你们没有资格知道。有一些人一愣，今年怎么比上一年还要严格，竟然还要会释放中阶魔法。不过达到中阶却不会释放魔法的人只有3个而已。就因为不能释放魔法，他们慢了1年进入主校区，就等于慢了一大步。其实道理很简单，学府的资源是靠排位掠夺，底分是按照修为来给的。主校区保底中阶，在主校区的分数多得惊人，甚至如果你实力冠绝全级，每个月拿第一，你1个月就能得到一个普通灵种的积分，可想而知多么惊人。而他们几人要等下1年，切，不就是中阶吗？老子随随便便都能达到。走吧，阿杰，今晚我们去 happy， 听说有金发的外国妞。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发小一动不动，发小看着他，没有丝毫波动的说道：不了，下次吧，我今天可能会很忙。这种事情很稀松平常，有钱并不是全能的，法师修炼的确需要金钱，但是更需要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半年时间已经足够让一名初阶3级满修的法师到达中阶，并且学会释放魔法。前提是每天都不能错过一点明修时间，而且还要适当的战斗熟练使用魔法，再加上赚钱的时间，有空玩耍才是有鬼的。1/10，3000人，最后仅剩下不到300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也算好了，毕竟这只是新生里面的，加上上一年、上上一年被刷下来后达到中阶的学生，每年进入中山学府主校区的学生大概有3000人左右。中山学府每年招生3000，3年就是9000，能进入主校区的人仅有1/3，其他的2/3都要被淘汰。而且这还是中山学府，其他学府就更不用说了。恒圣节几个校长早已经司空见惯，300人，1/10，每年几乎都是这个数字，也就是说明整个社会的风气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恒圣节说道：好了，接下来说第2件事，奖励。300人像饿狼一样紧紧盯着恒圣节，在场的300人那都是自律的人，都是要来抢吃抢资源的，他们不是来玩的。听到奖励2个字，就像饿狼看到肉一样，双眼发光。恒圣节很满意，不想往上爬的法师不如回家种地。我们学校从来不跟人玩虚的，奖励很直接，积分1万点。轰！这个场子炸开了锅。其实积分可以大概的去衡量，一个没有效果，只加攻击力和抗性的基础灵种就是1000积分，市场价1000万上下，1万积分最低都可以换算成1个亿。当初军训的时候奖励的也不过是4000万到5000万，这一次奖励涨了1倍。而且你们已经是主校区的学生了，主校区的积分兑换榜单你们已经有资格去换取。这就是为什么昭华这么在意渠道，很多修炼资源就压根能看不能换，就算昭华是 NO1 也不行。最让人眼馋的就是修炼圣地的进入资格。妖都为什么这么强大？除了本身军事力量、经济发达之外，更重要是妖都11城，每个城都有修炼圣地，类似从城温泉那样的圣地。而每一个圣地效果都不一样，花城的元素花园最适合是风、土、水，历城的千古荔枝树最适合植物系、心灵，从城的温泉最适合是水和治愈。11个城刚好囊括了所有的魔法系。每个圣地都拥有浓郁的天地精华，只要进去修炼，那就是坐火箭。但是这些圣地当然是有最合适的，根据最适合的去修炼，还能事半功倍。而主校区是可以靠积分换取进入圣地的资格的，这就是主校区无与伦比的优势。像昭华当初进入从城温泉，他的收获大的可怕，像是林墨和邓乐没多久就中阶了，季韶音更是直接得到了一头怨灵。当然季韶音那个属于自己另外的机缘。至于具体的考核内容，呵呵呵，你们今晚加上上2年入学，现在达到中阶的学生就知道了。不过可以给你们提个醒，一定让你们终生难忘。恒圣杰眼神有一丝危险，看样子考核不是抓妖兽那么简单了。等于，来，这就是你的最后一个挑战了。发誓效忠教廷，这1个亿就是你的了。来吧，这是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近在眼前。只要有钱了，你的父亲就能得救了。在一处废弃大楼，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在怂恿一个满身是血男人，兜帽下露出了不属于人类的尖牙和一双红色眼睛。第179章13个游戏。一个满身是血而且身上散发着恶臭的男子看着眼前的黑衣人，惊恐地说道：你是黑蛟庭的人？黑衣男人一听，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被逗笑了一般，捧腹大笑，哈哈，你真是笑死我了！你真以为玩13个游戏就能得到1亿吗？真要这么容易成功，这个游戏就没必要存在了。黑衣男子张开双手，像是要迎接一样的张开怀抱，大声说道：来吧，选择吧，加入黑教廷，或者看着自己家人因没钱治病死去，选一个吧。如果拒绝，那么之前的所有就会化为乌有。屏幕的画面和声音到此为止，已经全部播放完了，而且从视频的角度看上去应该是偷拍的。
昭华和纪韶英晚上来到了中山学府的一个场馆，里面坐满了人，一共3000人左右。场馆就是当初新生入学时候的场馆，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坐着的都是中阶法师。这一次只剩下恒圣杰一位校长给大家说明主校区的考核。等到所有人都进场后，恒圣杰校长就放了刚刚的片段出来。片段播放完后，还莫等在场的学生开始议论。恒圣杰说道：“这是昨天审判会收到的一张内存卡，里面正是这一段录像。录像的是人一名鬼怪爱好者，听说那栋废弃的大楼有幽灵这样的鬼物出现，所以放了一台摄像机想偷拍，没想到给他拍到这样的东西。于是审判会逮捕了画面满身是血的男人。审讯后得知，在妖都的一些年轻人中流传着一个叫做13 Games 的游戏。这个游戏会以是男人就通过，通关13关就能得到一个1等方式，用激将法诱导年轻人进行尝试。”恒圣杰按遥控，画面中出现了3行文字，那是这个游戏的规则：1. 如果游戏中途放弃，之前积累全部清零； 2. 不得泄露游戏信息，违者之前积累全部清零； 3. 不能被人察觉你正在玩这个游戏，违者之前积累全部清零。昭华看着这3个条件，再结合画面的信息，连他都不由得身体一冷。这是一个极度阴险的游戏，一不小心就会这道入魔，难以自拔。哼，这什么破游戏，不就是玩游戏吗？要是给老子玩，玩到最后见到那个人，当场把那个人抓起来送到审判会去。就是这一次看来是要看谁更快抓到那个黑教廷的黑衣教士了。有不少人已经猜到这一次的主校区考核是什么，就是抓人。昭华看到周围不少人信心满满，一脸自豪，像是吃定了一样的表情，暗自摇头。这个游戏最阴险的地方就在于人的贪婪上，这些自大的人怕是要中招。在场的人有不少是上一年的，他们其实在上一年就可以进入主校区，但是他们故意留在最后，目的不就是为了主校区考核的奖励吗？这里99%的人都是盯着那个奖励的，包括昭华也是，他也很想要那1万积分。刚刚视频就已经说了，通关游戏给你1个亿，就是相当于1万积分，大家都是要钱才去拼命考核的，有1个亿你会不要？昭华不信这里的学生面对1个亿的诱惑能淡定自若。这个游戏最难的是放弃，辛辛苦苦通关了前面12关啊，就差最后一步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只需要你答应进入黑教廷就能拿到，又怎能甘心放弃？昭华估计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心中假意答应，先加入一段时间黑教廷，然后再出来，这样的做法。一入教廷深似海，从此正道是路人。昭华没有忘记李世杰，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加入的黑教廷，结果呢，泥足深陷，难以自拔。而且昭华猜测，只要加入黑教廷，黑教廷必定有手段限制，只要用心灵魔法把人的阴暗面放大，压根就不用怎么操控，自己就会被心中的欲望吞噬。黑触妖就代表力量，给你一只黑触妖，立马得到初阶召唤系的力量，不用枯燥的修炼，不用耗费资源，一下子就得到了力量。这样的诱惑有多少人顶得住？结果也的确如所有人所想的那样，这一届的主校区考核就是把这个黑衣教士抓拿归案，而且不但是中山学府，华南雷火学府的主校区考核也同样是这样，而且审判会同样也在搜查这个黑教廷的黑衣教士。3方混战，谁先抓到算谁，其他2个势力就没得了。华南雷火学府那边都嗨起来了，当作是打败妖都排名第1的中山学府的一个信号和机会。谁能抓到他，1万积分给谁，组队也没问题，反正就是1万积分，你自己安排着分，校方不管。而且恒圣杰校长最后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对付黑教廷的畜生，手段不论，能证明是就行，饱含着杀意的一句话。一说完，所有人一溜烟的往外跑，争先恐后，仿佛早点出这个门口就能拿到1万积分一样。但是昭华却依旧坐在位置上，没有动身。纪韶英也坐在旁边，昭华没走，他也没走。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纪韶英一脸疑惑，不知道昭华在想啥。昭华扭头看向台上也在看着自己的恒圣杰校长，说道：“校长，不参加这次考核应该也没问题的吧？”恒圣杰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了笑容，说道：“当然，只要是中阶法师，那就是主校区的学生。那就好，容学生回宿舍思考一番再做决定。”昭华笑着致谢后，慢悠悠地往门后走去。纪韶英依然一脸懵不知道怎么了的跟着出去。恒圣杰反而深深地看着昭华离去的背影，满意的点头。所有学生中，就只有昭华真正明白到这场考核的危险性。以往的主校区考核就像闹着玩一样，要不就是把某样东西藏起来，让学生根据线索去找，要不就是丢出去一头妖兽，让学生根据特性去找。再难一点的就是到后山的山巅插一只旗子，拿回来就是第一，考核战力、合作、防备、信任。但是实际也就是那样子而已，根本没有大用。近几年黑教廷的动作越来越多，世界范围内的妖魔频频发动袭击，
所以中山学府和华南雷火学府都觉得不能再这样温和的培养学生，觉得搞一次大的。刚好遇到了这一次的事情。黑教廷人性考验，未知危机。这一次的考核是一次革新，让那些菜鸟意识到自己几斤几两。黑教廷是什么？除了昭华之外，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甚至除了昭华之外，其他人就没遇到过黑教廷的，自然不会知道这个让全世界所有法师都想除之而后快，但是又无可奈何的组织有多可怕。不懂得畏惧敌人，终究难以到达顶峰。第180章，林默和向罗。昭华和季韶音两人坐在校园的一间悠闲轻食店的外头，一把透明的大伞在头顶挡住落叶，伞是透明的，不妨碍客人观看头顶的星星。他两个仿佛就是清流一样，其他人忙忙碌碌的在寻找线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为了争取先一步找到那个黑教廷的狗杂种。但是这两人呢，坐在椅子上喝着饮料，看着夜空。如果不是昭华脸上的忧愁，那么这两人就是在约会虐狗。季韶音看得出昭华现在很犹豫，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害怕。昭华突然说道：“我不太想接触黑教廷，我想放弃这次考核。”季韶音看向他写道：“为什么？”昭华耸了耸肩，没有丝毫掩饰，坦荡荡地说道：“怕呀，怕呀，真的怕呀。要是刚刚视频放的是一个杀人魔，仗着自己厉害的修为到处杀人，那么只要他还是中阶法师，昭华二话不说就去把他找出来，然后想办法干掉他。但是这种耍手段的才是最危险的。方少利和李世杰谁更可怕？傻都知道是方少利，但是按照实力，方少利估计连中阶魔法都不一定会，但是他却用计谋把整个妖都拖延了，造成了不少的伤亡。而视频中的那个黑衣教士没有出手过，但是从他策划的游戏、运用的心理和人性贪婪，无不透露出这个人是一个头脑派。耍手段已经够危险了，还要是黑教廷的，说不怕的脑子有坑。昭华到现在，他晚上偶尔都会梦到当年和李世杰的一战，和那只虚空螳螂的战斗，特别是最后虚空螳螂冲过来当头的一刀。如果当时昭华不是因为小风蚕突然的爆发获得了灵气，如果不是当时灵气有加成，让昭华动态视力和身体能力得到了一点提升，看清楚了虚空螳螂的动作，如果不是虚空螳螂，就是老老实实的一刀劈下来。昭华已经死了，哪怕有一点巧合没到位，都死了，就不是断手那么简单了。他承认自己当初的确是热血方刚，脑溢血了才会故意惹李世杰，让他留下来追杀自己。他承认自己当初就是死命好没死，并不是实力有多强。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他必定老老实实乖乖的跑回家，管你李世杰被通缉好还是怎么也好。昭华现在都一阵后怕，没有人想次次都是命悬一线的战斗，也没有正常人希望每次都是和对手打得旗鼓相当，他又不是傻子。黑教廷就是可怕，就是让人恐惧，这是不争的事实，遇到就应该避开。昭华不同，他和博城那些被毁家园的人不同，他和黑教廷本身没有仇恨。黑教廷要追杀他连原因都不知道，而且被人追杀不乖乖躲起来，还铁头娃一样冲上去就离谱。10000积分对昭华和季韶音来讲并不算什么。季韶音是亡灵系，他天生对灵魂十分敏感，可以有一定几率感应到哪只妖魔的灵魂比较强大，灵魂强大的妖魔爆精魄和异骨的几率会高一点。他们两人只要到野外刷他的3、4个月，就能有1个亿进账。如果是现在的两人，猛一点，拼一点，去打战将妖魔，运气好的，狂刷1个月或许就能有，慢是慢了点，但是稳啊。季韶音也没有反对了，他是亡灵系，杀妖魔就是最好的修炼办法，不一定要钱，而且他也不等钱花，10000积分对他的吸引力还真不是很大。他现在更在意的是自己新换的植物精油沐浴露，昭华觉得怎么样？还有没有臭味？叮铃叮铃，昭华还在考虑自己是要当个怂龟蛋躲起来，还是再爷们一次把黑教廷的人揪出来干掉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邓乐的来电。自从当初毕业的时候，昭华拿了邓乐的手机号，邓乐从来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而昭华也是前几天才打了第一通电话给邓乐。向右滑动，昭华接听了电话，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想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有什么就直说。昭华先开口说道。邓乐微微停顿了一会，说道：“你们中山学府的主校区考核是不是和我们一样？”昭华也大概猜到是这个了，刚刚恒圣杰校长就说得很明显，手段不论，这不但证明了难度，也说明了如果不依靠外力，你很可能完成不了这次考核。审判会估计更多的是一种保护。是啊，我们也是抓那个黑教廷，要帮忙。不过我打算退出，不打算和黑教廷的人接触，交给审判会就好。上次的人情看来要迟点还了。昭华想了想，还是打算退出，毕竟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邓乐听后好像也有点吃惊，他其实以为昭华已经出手了，但是没想到他竟然退出，这个的确是有点让他意外。我以为你会争第一，我是那种在意虚名的人吗？你要找人帮忙，
你问问纪韶音愿不愿意了。不愿意。纪韶音秒回。昭华看到后对着电话说道：不用问了，他说不愿意。邓乐在电话另一头被气得头顶冒黑线。不过邓乐这一次并不是因为要帮忙而打这一通电话，林默好像有牵涉其中。昭华听后身体稍微坐直，沉声道：说详细一点。等于妖都大酒店的一间包间内，昭华和纪韶音、邓乐三人坐在里面。昭华觉得当面谈会更好，所以让邓乐到酒店包厢详谈。虽然现在昭华和林默已经不再是同学，但是两人是从小玩到大的挚友发小，而且昭华有需要帮忙，林默第一时间都在从城赶来。林默如果有事，昭华不会不管。不过邓乐倒是变了很多，当年初中、高中的时候性格嚣张跋扈，但是自从被昭华打服了之后，性格反而收敛了不少，变得高冷、沉默寡言起来。想了一会，邓乐问道：你们还记得向罗吗？昭华还等着邓乐快说是怎么回事，竟然等到这一句，连纪韶音都忍不住翻白眼。你说呢？那个二五仔就是邓乐安插的，他们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最后也导致林默不考入学府的理由之一。邓乐继续说道：本来按照约定他会加入邓家，获得一些资源好考入学府，但是最终不咋地，他竟然落榜了。而一个初阶3级的光系法师，我们邓家也不会太重视，就放养着。后来没多久，大概是过年前，他就离开了我们邓家。后来听说他和林默在一起了。昭华一脸的问号。你晚上急急忙忙的说有什么急事，就是这样八卦的事情。纪韶音反倒是一副吃到瓜的表情，小女生的八卦之魂猛地燃烧。第181章刑侦。昭华自然不会去打断邓乐说话，邓乐既然说出了这段关系，那么昭华猜测应该是向罗那边出问题，把林默牵涉进去。而纪韶音已经露出了姨母笑，准备大型吃瓜现场。这就是那什么，女主前期狂虐待男主角，但是人家爱答不理，之后莫名其妙就追夫火葬场的那些情节吗？邓乐想了想应该怎么把事情联合起来，一会后说道：前不久就是你在桂峰山脉的时候，林默找过我说自己太神经质，他说最近发现向罗最近有心思，好像经常盯着手机看，他就直男癌发作，怀疑向罗只是耍自己玩。有一次他留意了一眼手机屏幕，看到了屏幕上显示第7关的字样，林默当时还跟我自嘲自己太敏感，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林默大概是恋爱前期患得患失。但是今晚主校区考核。邓乐说完后看向昭华，这一点信息的确有点少，单纯看到关卡的字样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且也有可能只是林默看错了，也说不准。不过不管怎么样，直接问林默本人是最好的。昭华拿出手机拨通了林默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都是嘟嘟嘟嘟的没人接。我一开始也打电话给他，也是没人接，所以才找你商量的。昭华放下手机问道：还有没有说其他？那时候昭华人一天到晚都在桂峰山脉，林默找不到自己是正常的。末了，那时候就是和他商量一些关于他的魔法中介商店的一些事情，聊天一样的聊到而已。那时候他表情正常，不过最近我忙于主校区考核的事情，没有怎么和他有联系。林默的魔法中介商店有他们邓家的股份，自然会有一些生意和发展方向的交流。昭华思考了片刻，线索太少，现在还不能确定，还是要先找到林默或者香罗。昭华按了按太阳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昭华三人坐着地铁回到从城，林默的中介公司在从城。现在已经10点多快11点了，从城的夜晚没有其他几个核心城市那么繁华热闹，现在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店铺开着，街上的车人都比较少了，十分安静。林默的魔法中介在商业街相当偏僻的一个位置，他是主打一些固定的猎人团体或者知名猎人的生意，所以并不需要在很显眼的地方。至于他的家，现在林默毕业1年不到，刚开店半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店铺里面，还在店面隔开了一个房间，有时候就直接在里面睡。邓乐是股东之一，他也有钥匙，整一条街都是由赵氏房地产开发，所以统一配备了指纹锁。邓乐一按闸门就往上升，灯也是自动打开，里面的一些靠魔法运作的魔器灯，这些东西已经可以做到半智能的程度。里面也摆放有一些妖魔素材和模具，但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文件和书籍，以及一台台的电脑，因为林默主要是做情报和联系的工作。昭华看了一眼，鼻子动了动，这里还有一股香烟燃烧后的味道。林默不抽烟，所以证明店铺今天应该是正常开店营业才对，有客人抽烟。也就是说，林默大概率是今晚发生了什么，导致了现在连手机电话都接不了的状况。先看看监控吧。邓乐调出了监控录像，昭华让他跳到快下班关店前的时间点。从监控中可以看到，下午的时候林默还是在忙碌的招待这客人，而且都是一些看上去就是凶神恶煞的猎人，难怪从城没有多少魔法中介的店铺，没有修为可能连接待客人都不敢啊。昭华认真的观看，从林默的脸上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而且也没有奇怪的人进出。一直到下午5点半，
店铺规定的关门时间。这时候店铺已经没什么客人来了。林默送走了最后一位后，正要转身回到店里面，突然间听到有人叫他。林默转头看向门口的位置，露出了幸福的笑脸。不用猜都知道是谁来了，香罗。他和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一头金色的小波浪，穿着一件白色碎花裙，手上抓着手机，提着米色的手提包。但是朝华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香罗的表情，有一些紧张和不自然，一点都不像是要去约会的女生，而且双手牢牢地抓着手机，青筋都露出来。林默进去拿东西的时候，香罗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跳动着的数字，如果要看时间的话，他自己有手表，而且大厅就有大摆钟显示时间。朝华现在心中越发的不安，从现在看来，香罗必定是隐藏了什么，而且大概是和林默有关系。监控也到此为止。邓乐和季韶英都看着朝华，讲到头脑，他俩自认为不及朝华，反正看完了监控，他俩都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出来。朝华说道：“现在看来，林默最后是和香罗一起。邓乐，你能打得通他的电话吗？”邓乐摇了摇头，不过想来也是，林默找不到邓乐，自然会去打电话问作为林默女朋友的香罗，结果自然是找不到人的。走吧。朝华先一步走出店门口。去哪？季韶英疑惑地写道。猎者联盟大厅。朝华没好气地白了一眼季韶英，他们两个虽然已经不是从城的城市猎妖队了，但是找以前的一些同事帮忙把城市监控调出来，不就能找到人了吗？季韶英吐了吐舌头，这不能怪自己啊，以前做猎妖队的时候都是朝华做刑侦，自己只是负责打打杀杀的而已。另一边，有6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搭上了通往从城的最后一趟地铁，到站后打开手机确认方向后，看向一处地方。其中一个男生说道：“消息来源没错吧？”看手机的男生点了点头回答：“应该没错，这可是我花了500万从妖都最大的情报屋拿到的第一手资料。”审判会那些人有特殊手段，逮捕了视频的那个男人，读取了他的记忆，分析出来的资料。直接读取记忆，这可是违法的呀，会对大脑造成不能挽回的损伤吧？切，那个男的加入了黑教廷，你又不是不知道，经过博城事件后，审判会对黑教廷是什么态度？也有人提出了质疑，说道：“既然是审判会的资料，审判员早就知道了吧？你太看小情报屋的人了，这些资料还没有经过详细验证和审批，现在还没有当做具体资料就被流出来了。”另外几人微微一惊，不愧是吃情报这门饭的，比内部还快，这手段也是够可以。第182章，没得选。晋元是当初季韶英和朝华还是新人的时候带队的小队长，朝华两人因为进入了学府，所以就辞职了。今晚刚好就是晋元值班，而城市猎妖队是有权利调看城市的监控录像的。晋元直接在门口就等着朝华两人，现在两人可都是中阶法师了啊，他还是一个小初阶，短短2年，虽然当初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看到2个还很稚嫩的孩子已经超越了自己，心中还是十分的感叹。晋元队长，这次麻烦你了。朝华微微小弯腰点头，在礼貌教养这方面他一直可以。你可别这么客气，你现在可是中阶法师了，我可担当不起。你要的监控录像已经调出来了，你们到监控室就能看到。晋元连忙摆手，不过看到朝华这么客气，心中还是很高兴的。麻烦你了，下次一起吃个饭。哈哈，好好，下次一定。朝华两人离开猎妖队也不算很长时间，这个时间点还在猎者联盟大厅的都是老猎人，没几个不认识他们的，再加上有晋元带路，一路畅通无阻。朝华也不是第一次查看城市监控录像，有时候发生妖魔事件，在现场发现不到妖魔，就要看监控录像去找妖魔的痕迹。朝华驾轻就熟的在键盘上按起来，知道了时间和地点，很快就锁定了林默和香罗两人。朝华看到两人是手牵手出门的，看来这两人是确定了关系了。邓乐在一旁偷瞄朝华和季韶英，这俩怎么比别人还慢呢？朝华自然不会去想这些，目不转睛地看着监控，特别是林默两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城市监控可听不到声音，朝华需要通过表情去判断两人心里的想法。两人的行动轨迹没什么特别，和普通的小情侣一样，下班、吃饭、逛街。林默是开车的，但是并没有出从城范围。一直到7点半的时候，林默开车往郊外去，才彻底失去行踪。邓乐接到主校区考核是8点，也是8点的时候打电话给林默的，也就是在这30分钟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季韶英看到林默开车往郊外去的时候，用小画本挡住自己的脸，看来这小妞懂得不少啊。但是朝华却从林默的表情和香罗的动作看出，去郊外其实是香罗决定的，林默事前并不知情。到现在朝华基本是确定了林默的失踪必定和香罗有关，而且很可能香罗就是凶手。但是郊外没有监控，所以那里晚上特别多小情侣在那里幽会，不知道具体位置，要找到林默可就难了呀。不过不去找就永远找不到。朝华当机立断地说道：“邓乐，你会开车吗？”邓乐摇了摇头，季韶英自然也不会，
昭华也不会，不过这也正常，三人都是一心一意修炼的人，哪有时间去考驾照？我可以带你们去。静元说道。今晚是我值班，虽然人口失踪不归城市猎妖队管，但是这一次不是小事吧？昭华点点头，静元肯帮忙最好。说到熟悉从城，昭华的确不及这位30多年的老从城人来的熟悉。来到最后的监控位置后，顺着大马路走，但是他们也不知道目的地，只能看昭华了。静元队长，这里有没有废弃的大楼、烂尾楼？昭华想到了录像中的地点，就是在烂尾楼中。如果真的和黑教廷有关，那么在烂尾楼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只是两人寻求刺激，到野外地区玩什么奇怪的派，那么昭华就把林默衣服扒了掉在小区门口，给他挂上露出狂的牌子。不过昭华倒是希望是后者。唯一幸运的是，几人花的时间不长，也就几小时而已。现在就看什么时候找到了。静元想了想，想起来这一带因为开通了新地铁站，是从城地铁的延伸，打算一直延伸到从城温泉，所以这附近有一个楼盘正在建造，有一处在建造的商品房。去那里。从城郊外一处正在搭建的商品楼，从外面看还能看到大量的竹条架成一个保护架。在大楼内，一个暗红的魔法阵正在运转，在魔法阵上有一个大缸，里面全是黑色冒着气泡的诅咒之水，像是熔炼过许多具死尸一般，看一眼都令人觉得恶心作呕。一个男子被锁链绑住，吊在大缸上面，正是林默。戴着兜帽的黑衣教士露出了尖牙，对另一边露出了内疚，挣扎之色的向罗说道：“恭喜你，通关了13关。”黑衣教士笑容十分灿烂，每个人的13关都不同，更准确来讲，13个关都是为目标量身打造的。例如最普通的人，第一关打死一只苍蝇，第二关是吃掉苍蝇等等简单的事情，然后慢慢开始变本加厉，只有不断增加难度，让人更加不甘心放弃前面的努力，才是这个游戏的核心。而香罗是法师，所以他的游戏与众不同。第一关是主动添加林默的微信，当初香罗就把微信给删了，只要添加成功就能得到1万奖金。对于需要金钱购买法师资源的向罗来讲，这个举手之劳让他无法拒绝。第二关更加简单，和林默在微信连续聊3天不间断，成功则获得5万奖金。换作是谁都会去做。而且黑衣教士很聪明，前面2关的钱是即刻到账，让向罗知道这不是开玩笑，而且只要监控向罗的手机就能知道是否完成。当向罗完成2关后，就给他说明之后11关的规则，不能退出，不能泄密，不能被人发现，最后通关就能得到1个亿。之后的关简单的发指，第3关是说够5天的早上好和晚安，第4关是邀请一起吃饭并且发一张朋友圈，第5个是邀请看电影并且合影1张。这个时候奖金已经来到了500万。黑衣教士知道向罗不可能会放手，他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泥足深陷，真正的陷阱在之后。第6关是让向罗辞职，辞去邓家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向罗突然离职的原因，目的是为了让他失去原来的生活，没办法回头。第7关加入林默的中介公司。第8个主动告白并且公告朋友圈。第9关牵手逛街。第10关激情深吻。第11关同居1天。第12个做不可描述的事情。这12关看似没什么，只是情侣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向罗其实从来没有喜欢过林默，甚至是讨厌他、嫉妒他，因为他梦寐以求的中阶法师林默什么都不用做就得到了。这12关让向罗从工作、尊严、身体全部出卖，他不可能回到原来。所以第13关亲手把林默变成诅咒触妖，他根本没有得选。虽然他也想过放弃，但是1个亿啊，就在面前啊，他怎么放弃？而且这也不需要他加入黑教廷，只要把林默带来，并且让他陷入无尽的绝望中，自己就能拿到1个亿，可以让他成为中阶法师，甚至还有多余的钱购买双灵种、买好的模具。而另一边是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看似是选择题，其实是只有1个选项的选择题。对不起，我没得选。第183章，及时赶到。对不起，我没得选。向罗捂面哭泣地说道。林默艰难地睁开眼，看着痛苦哭泣的少女。一只黑红色的虚幻的蜘蛛妖魔在他睁开眼的时候若隐若现的在他身后。这是诅咒系的中阶魔法邪之之井，而且看地下的魔法阵应该是中阶1级魔法邪之之井魂之，在魔法阵的范围内召唤出一头可以攻击精神世界的魂之。林默只是单系中阶，而且还不会释放中阶土系魔法的法师，精神力方面和中阶诅咒系根本是2个世界的。这头魂珠轻而易举就让林默苦不堪言，早就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折磨的林默现在连话都十分困难。精神的攻击远比肉体伤害来的可怕，再加上这次是双重伤害，心灵也受伤了。林默看着向罗，不知道在想什么，始终没有说话。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他怎么说都是做收集情报的，他哪能不知道
知道即将会怎么样。像是自嘲一样笑了一下后，他就闭上了眼睛。林默已经在等待自己命运的来临。不知道自己葬礼的时候，昭华那家伙会不会为自己哭一次呢？怎么说来，好像真没有见过他哭。林默心中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画面，反倒不由自主的嘴角上扬。要是昭华哭了，也许会挺好笑。黑衣教士看准时机，要制造诅咒触妖可不简单，必须要活的初阶3级以上修为的法师，而且还要心存恨意、绝望、愤怒等负面情绪才行。去吧，按下旁边的按钮，把它放进黑尸水中浸泡，不用多久，它就会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物。向罗一阵颤抖，看向黑衣教士说道：“我不行。”黑衣教士露出了危险的目光，随后讥讽说道：“不行？那好啊，那就是你通过失败。别忘了，第13关是你自己亲手把它变成诅咒触妖。”黑衣教士根本不怕向罗反悔或者怎么样，现在的他和当初的自己一样，没得选。而且黑衣教士也根本不会放过向罗，不是要杀了他，而是他知道吃过星猫又怎么会回归以往，最终他的路只有加入黑教廷。不知道当初言传身教这个游戏的那个女人怎么了，可惜不能让她也试试这个游戏。向罗看着身边的按钮，手在不断的颤抖，最后向罗一咬牙一闭眼，手猛地按到连接锁链的按钮，哗啦啦啦，锁链拉动的声音响起，随后扑通的一声，有什么东西掉入水中。那钢尸水十分粘稠，像是水泥一样，进去后别说挣扎了，连张口都难，更何况有一只魂珠看着。有些地方出现了悲剧无法挽回，但是有些地方却能及时赶到。焚风、风盘、龙卷，从1楼冲上28楼，一道红色的火焰龙卷风贯穿了整个楼房，炙热的火焰和高速旋转的强风混合一起，把这个才刚搭建好一个外形还不怎么稳固的商品楼摧毁。龙卷风把一些碎掉的水泥和一些竹子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甩飞，只剩下一些大块的在原地，以及被魂珠保护着的几人。那钢黑尸谁也没有被破坏。昭华一瞬间就把握了情况，他现在只能祈祷林默没进入那缸子太久。邓乐、晋元队长，你们去救林默，他在缸里面。我和季韶英对付黑蛟庭的。昭华一念心鬼，直接把小风蚕召唤了出来。死！见到邓乐一马当先的冲过来，魂珠不乐意了，当老子不在是吧？龇牙咧嘴，张牙舞爪，就要把这小子抓进自己的陷阱里面，好好折磨一番。刚刚还没过瘾呢。魂珠正要动手的时候，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卷住了他，双眼没有任何眼白的女鬼出现在魂珠脑袋旁边，仿佛在他耳边轻轻细语一样。听说你是邪物，那就看看谁更邪呀！古所语的秀发像是有生命的一样，绑住了魂珠的8根蜘蛛腿，尖长的指甲一把刺入魂珠的身体，诅咒系和亡灵系的较量。雷印怒击，一道雷电如奔雷一样把缸子打碎，里面的黑色尸水流淌一地，这些尸水把地面的植物腐蚀。啪的一声，林默从里面滚落。邓乐急急忙忙上前查看，看到林默的惨状，身体不由颤抖，一半的身体已经变得紫黑色，身上的血管变得如同蜈蚣一样的狰狞恐怖。唯一庆幸的是林默还有呼吸，虽然已经气若游丝了。邓乐转头怒目而视地看向香罗，当年邓乐也曾经看上过香罗的美貌，但是后来自己被打败，变得成熟后反而没有了那颗心。现在真的是幸运啊！青竹12口，黄蜂尾后针，二者皆不毒，最毒妇人心啊！这个男人为他付出这么多，这都能下得去手的。晋元连忙阻止向一雷电劈死香罗的邓乐，说道：“先救人。”昭华看到林默还没死，顿时松了一口气，对着邓乐说道：“你做3尾碧灵先去魔法协会，我联系了冯周龙，他说安排了治愈系法师赶来从城。”昭华没让他们开车去，不是因为速度，3尾的速度不见得有开快车来得快，他是怕还有黑教廷的人。虽然邓乐是中阶法师，但是要保护人会变得束手束脚，有3尾在他安心很多。邓乐也不逞强，点了点头，坐上有尾巴固定的3尾背上。这一次可是人命的事情，而且还是自己的朋友。邓乐看向向罗说道：“你不用我折断你手脚吧？”死！3尾也是恶狠狠地看着他。昭华不让吃人，不过可以吃手脚。香罗被3尾吓了一下，哪敢反抗？而且他一个初阶3级的光系法师，能反抗个鬼？被3尾其中一条尾巴缠住，直接拖着走。昭华看向穿着黑衣服的黑教廷说道：“照例也要跟你说一句，束手就擒，免受皮肉之苦。”黑衣教士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一样，突然捧腹大笑说道：“哈哈，要我束手就擒？好啊，我就站着不动，不用魔法。你能抓到我，我不反抗，让你带到审判会又如何？”昭华眉头一皱，心中突然感到不妙，像是应验一样，身后突然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刚好是3尾碧灵蝎回去的方向。而且昭华听出来了，那不是爆裂的声音，更像是猎拳轰天，不然不会有这么大动静。埋伏？有埋伏？哈哈，那就看你是追我还是去救人了。
一只黑色的飞鹰从天空飞来，一把抓住黑衣教士的肩膀，不知道他是召唤系的召唤兽还是驯兽。眼看着黑衣教士就要跑，昭华眼神一凝，风精灵领域呀！一个碧绿色光环扩散，飞到一半的黑鹰突然像是被什么压住一样，猛地下降。咚！昭华使用风轨加速，右脚猛踏地面，扬起阵阵泥土，手中不知何时握着奇形怪状的武器，对准坠落的黑衣教士。死！第184章猪啊！精灵领域展开，一个绿色的光圈瞬间扩散，周围的所有元素遭到排斥、挤压，被改变性质，留下来的风元素快速的转变性质，变成了风精灵可以控制的精灵力量。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领域，这个范围内的一切都将被控制。昭华制造了一个下沉气流，一股强风猛地往下压，把地面两边的尘土全部推开，一个下沉了5厘米的平地出现。本来就要飞走的黑色飞鹰被突如其来的下沉气流往下压了一段，猝不及防之下带着黑衣教士往下掉，眼看就要坠落地面，而且地面不但有昭华，还有季韶音的几十个亡灵群在等着。毫无疑问，只要到地面就是昭华和季韶音的主场。召唤兽强化，黑衣教士发动了召唤系初阶3级魔法召唤兽强化，可以临时提升召唤兽的力量。一阵月色的光芒覆盖黑色飞鹰，飞鹰得到了加强后仰天长啸，张开双翼一拍空气，竟然强行稳定住了身姿。昭华知道自己的计划落空了，昭华想快速斩杀这个黑衣教士，然后赶过去救林墨等人。现在看来是难了，但是昭华就算要走，也要拿一个为彩。一念心轨，一道风轨以昭华为起点，延伸到半空中。昭华起跑，猛地踏地一跃而起，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长约2米、通体碧绿的兵器。人类终究是人类，就算是法师也没办法改变不能飞的定律。昭华就算有风轨加持，猛力一跃也只能到7、8米的高度，远远不及几十米高空的飞鹰。昭华反手握住兵器，右手拉弓往后，做出了要投掷的姿势，眼中杀气并露，冰冷刺骨。瞳孔收缩，黑衣教士哪能不知道昭华要干嘛？但是他自己也一样，他也不能飞，而且飞鹰被气流压制的情况下，很难控制好方向躲避攻击，在空中他也没办法逃。绿芒划破长空，如同流星一样绚丽，一抹红色血液被绿色的流星带出。可惜的是，昭华这一击只能击穿飞鹰的其中一个翅膀，并不能一箭双雕。铝魔锯，黑衣教士有铝魔锯，他的铝魔锯发力践踏空气，让他改变了一丝丝的轨道，让本来要一箭双雕的流星一击只能打中翅膀。呼昭华也失去了力量往下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鹰一晃一晃地消失在黑夜之中。走，林墨那边有危险。昭华和季韶音组队的时候，因为季韶音交流的问题，一直都是昭华做指挥，昭华永远都会在季韶音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之前给出意见，不会让他有疑惑的时间。昭华一把抱起季韶音，全力使用风轨、疾行和闪步一起用，完全不在意魔能的消耗，而且距离也不是很远。在另一边，3尾碧灵蝎使用岩石防御状态，双手化作巨大的钢岩挡住密密麻麻的攻击，但是被几个狂暴的中阶魔法命中后，壁盾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纹。静元在3尾的背上大声喊道：“黑教廷的人在后面，不是这个女的，她和邓乐简直要疯掉了！这都是什么啊？猪吗？”邓乐几人坐着3尾在马路上飞驰，因为3尾是驯服6星的驯兽，已经具备在高速公路行走的权利。只是他们没想到，既然有埋伏，从侧面飞来一个硕大的火焰拳头，猎拳轰天。邓乐也不是普通的弱鸡学生，他的战斗意识很足，就算坐在3尾背上，也一直留意会不会有埋伏。看到猎拳的时候，他立刻使用了盾魔锯挡下了攻击。本来邓乐还以为是黑蛟庭的人，但是看到来人后，邓乐人傻了，竟然是自己学府的同学，还有一个还是同班同学，都是主修雷系的，而且还有几个是比较有名的上一届的学长，这就让邓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可能6个学府学生全部是黑蛟庭的吧？要是黑蛟庭有这样的渗透率，那还打什么？黑教廷无敌了好吧？结果邓乐和静元被他们说的话雷得外焦内嫩，6人一口指定香罗是黑衣教士，而且证据是情报屋流出来的审判会最新审讯结果。邓乐直接给跪了，一个出街的少女是黑衣教士，而且现在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这个穿着白色裙子的这个，不管邓乐怎么解释，对方就是不信。而且因为邓乐在这里把香罗抓住了，就更加让他们相信了，加上林墨一半的身体像黑触妖，这样一串巧合加起来，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这时候邓乐怎么还不明白呢？这是那个黑衣教士的手段，估计他本来是误导其他人抓捕香罗，然后此来解决，让香罗没有办法，只能加入黑教廷。只是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现在竟然变成了这样子。再加上他们几人根本不相信邓乐，认为他只是要拿到第1名的积分说出来的谎言，还扬言要把林墨这个黑触妖杀死，于是
就变成了现在的状况。如果不是要保护林墨，有三尾在这里，邓乐还真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了。邓乐在华南雷火学府这一届新生中也是明星学生。首先是修为，现在邓乐已经双系中阶一级了，在新生中修为是并列第一的存在。然后就是背景，妖都邓氏那可是响当当的有名和强大，和帝都牧氏一样，都是国内某一魔法系的顶尖魔法世家。邓乐是邓家年轻一辈中是相当不错的苗子，得到邓家的扶持，属于这一届第一的有力竞争者。换句话说，就是眼前这些人的竞争者，敌人而且眼红啊！把黑教廷和那只黑除妖交出来，不然我就把你当做黑教廷的帮凶，到时候别怪我们不给同学面子了。我看啊，他其实就是黑教廷的人。哈哈，邓家和黑教廷有关系，这可是大新闻啊！让开，波动，霹雳，轰顶！一道雷霆从天而降，三尾吓得赶紧举起臂盾抵挡，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岩石臂盾就是被雷系的霹雳打裂开的，现在还要加上灵种的威力，恐怕要抵挡不住了。邓乐发动了铝魔锯，盾魔锯已经用了，他准备把所有人都带出来再说。不过预想中臂盾被打破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却是一面三重蓝色水域，六边盾牌稳稳地接住了霹雳。虽然并没有全完防下来，但是剩下的雷电已经不足以对三尾造成威胁。昭华来到后，第一时间也是懵了一下，因为这些人不像是黑教廷的人，但是他很快就把握了状况，来到三尾身旁，没有理会三尾一副委屈被人欺负要哭的模样。邓乐快速的解释后，昭华只有叹气，真就是猪啊！第185章，男人就该说我殿后。昭华看着对面6个中阶法师，按照邓乐所说，3个新生，3个大2年级的老生，既然是华南雷火学府的学生，那么10有8九有一系是雷系或者火系了。华南雷火学府不一定出阶就是雷系或者火系，也有其他系的学生，但是你既然选择考入华南雷火学府，那就证明其实你本人对雷系和火系是特别喜欢，为未来筹谋，所以华南雷火学府的学生到了中阶，是整个妖都觉醒雷系火系最多的。邓乐都已经说了这么多，对方依然不依不挠，看来真的是妒忌使人面目全非啊！别看邓乐老是输给昭华，那是因为昭华是怪物中的怪物，而邓乐也一样，在魔法这个道路上，普通人看邓乐就是看怪物一样，招人记恨很正常，毕竟当初邓乐也是这样对待昭华的。昭华对着纪韶英说道：“你跟着三尾，我怕还有其他猪脑袋的人出现。”那6人一听，说他们猪脑袋，看来是要不死不休了。纪韶英担忧地看着昭华，但是昭华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开玩笑说道：“男人就应该说我来殿后。”不过看他的表情，不像是要殿后，更像是要团灭对面的意思。嘶嘶！三尾对着昭华叫道：“不用，你带着他们，林墨拖不得。”昭华现在已经把2只召唤兽都释放了出来，小风蚕和蓝星狐一只在肩膀上站着，一只在脚边站着，看着对面的6个中阶法师。三尾也知道不能等了，带上纪韶英往从城市区跑。你们5个去追，那头战将妖魔和邓乐不好对付，这个召唤系的交给我。站在中间像是老大叫做阿牛的人说道。昭华听后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再跟他们废话，要让他们知道一个人和他打估计走不出一招。千丝斩。现在昭华已经十分熟练使用小风蚕的精灵魔法，前面3式就是信手拈来，一道急速的锋利蚕丝如同斩击一样射向带头大哥阿牛。阿牛几人那里见过不用使用星轨星图的魔法，这比一念星轨还让人猝不及防，一念星轨起码还能有魔法光辉一闪而过，这个什么都没有，没有能让阿牛思考的时间，一道快如疾风的斩击就飞来。双系中阶的他已经有一定的危机感应能力，他知道这一招很危险，可以给他的身体划上一道美丽的痕迹，开膛破肚怕不是问题。铠魔锯、玄铁重甲。当主修雷系、火系的法师选择的铠魔锯都是重甲类型，虽然行动不方便，会减低灵敏速度，但是防御力的确是没话说的，甚至加上上好的盾魔锯，可以让他们在妖魔群中站桩输出。千丝斩只能发出当的一声，没办法造成太多的伤害，但是这已经让阿牛神色凝重，因为昭华从出招到达到身上，前前后后也就1-2秒钟的时间。法师终究是人类啊，身体强度永远是他们无法逾越的一个难题。你是修魔法的，不是修仙的，别说中阶，就算高阶法师，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出阶的火姿爆裂就能把人炸伤，没有防御魔法和魔具的话，很容易被打断施法。但是昭华刚刚的攻击魔法才几秒钟，根本不是一个法师可以抵御的，太快了，根本来不及使用魔法，就连出阶魔法他们都用不出来，就会被打断。只要铠魔锯没了，他就只能是丧家犬，而且现在铠魔锯他也用了，只能维持住几分钟就会消失，这就是魔具不好的地方，用出来后就算没有受到攻击，也会有时间限制，时间长达和制造工艺有关。对方还有2头召唤兽在，自己一个雷火双系的攻击法师，好像还真拿他没办法。攻击系魔法的法师对付妖魔是最强的，
毕竟目的就是打死妖魔。但是在1对1的战斗中，像他这种全部魔法都是攻击的法师是最弱的。风系、暗影系的打不中，光系、水系、土系的打不破，还会被心灵系、诅咒系的牵制住，老惨了。昭华也没有给他们商量的时候，风系星图出现，昭华没有使用灵种的力量，用灵种虽然威力更大，但是消耗也更大。巨大的绿色风盘席卷而来，速度之快让人啧舌。他释放魔法的速度怎么那么快啊？我认得他，他是中山学府今年新生 Top 1召唤系的风帝昭华，他的天生天赋是一念心鬼。昭华一听自己被安了一个什么风帝的中二，称呼一头黑线，太羞耻了。其他人立刻如临大敌，他们6人都是华南雷火学府的，同样是国内知名学府之一。他们当初听到什么风帝、死亡女神这样的称号，还嘲笑了一番。当他们真正面对的时候，才发现这施法速度有点太过分了吧。你们先顶住，我用中阶魔法。修为最高同时施法速度也最快的阿牛说道。火姿爆裂，火姿爆裂，雷印怒击，一共3个3级火姿，2个雷印。他们根本来不及使用中阶魔法，就连初阶3级的魔法都要好几秒，只是用攻击勉强拖延了风盘的前进，给阿牛释放中阶魔法的时间。虽然这些中阶魔法打在风盘上不过是以卵击石，但是不得不说是有点效果的，起码是拖延了一点时间，并且减弱了一点转速。鸿雁、猎拳、轰天，双灵种。阿牛为了进入主校区，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卯足干劲的提升实力，只是1级突破到2级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他选择了昭华一样，从其他方面提升实力。鸿雁没有特效，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灵种，就是用来加强威力的，不过价格也很偏，1000万的价格。轰！火拳和龙卷风碰撞，2股巨大的冲力碰撞，火拳被冲散，龙卷风也被打散掉。你们用初阶魔法牵制他，不要让他释放出中阶魔法来。阿牛可是用出了灵种的力量才把风盘冲散的，而且昭华的魔法太诡异了，怎么可能不用心鬼，没有魔法光芒？难道这才是他的真正天生天赋？另外5人也点了点头，刚刚他们5个人的初阶3级魔法才勉强拖延了时间，要是走了一个不一定能搞得颠他的中阶魔法。昭华看着几人的初阶魔法飞来，魔法的光芒已经照映到他的脸上，但是他反而不闪不避，像是要自杀一样。昭华自然不会自杀，他是准备使用那件自己刚刚到手的铠模具。自己可是为了他在荒山野岭待了1个月的时间，自己都快变野人了，现在正好可以试试新型铠模具的效果。风灵铠第186章风灵铠。咔咔咔，银白的鳞片就像看电影中的纳米科技似的，突然就出现在昭华的皮肤上，而且一点点一排排的覆盖整个身体，鳞片银白中带一点闪光，鳞次栉比排列的很整齐。如果莫凡在现场的话，一定惊讶的目瞪口呆，因为这一身鳞皮不就是那个鳞皮妖母吗？除了颜色不同之外，根本就是妖母的那层妖皮呀。鳞皮形成的很快，除了面门的眼睛没有被覆盖之外，连鼻子上都有一层银白色的鳞皮，只不过面门上的鳞皮要更加细小，身体上的鳞皮更加大块一点。以前的旧技术生产的模具就像是汽车的安全气囊一样，你注入魔能就好像注入空气，让被压缩、折叠好、体积缩小的模具迅速变得膨胀起来。除了外面的模具是坚硬的，其实内部就是靠魔能在支撑填充，只要魔能消失就会变回缩小形状，而且承受攻击越多，内部魔能会变塌，导致防御力变低。但是昭华现在使用的模具就是国家最新研发的模具技术，而证明就是这个新技术的理论提出者之一，只不过这个技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新模具的原理更像是病毒的复制原理和无性繁殖，就是给你一个最小单位，然后提供你需要的能量，让你1变2， 2变4， 4变8，快速的变成一件模具。这就是为什么当初郑明看到鳞皮妖母的时候双眼发光了，因为鳞皮妖母从人变成妖的时候就是类似这种形态，从小变大。经过了郑明的加工提炼，终于是制造成了现在这一件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再添加融合魔法功能的全新型铠模具风灵铠。昭华看了一眼这身像是自己皮肤一样的铠甲，手臂挡在面门，任由火姿爆裂和雷印怒击轰击在自己身上。轰轰，滋滋滋。别看它是薄薄的一层贴在身上，但是这一身鳞皮的硬度极高，而且经过加工后隔热隔电，所有的冲击都会被引导分散到身上的每一片鳞甲上，不再是单一的面积吸收冲击力，除非你的力量能够强大到一定程度。这身铠甲比那些充气类型的铠甲最大的不同是，昭华可以用身体感受到攻击，他可以切实的感受到每一个攻击的强弱。例如根据2道雷印，他判断出第1道雷印比第2道厉害，很可能第1道雷印的人是初阶就觉醒了雷系是主修，第2个雷系法师应该是中阶觉醒的，也是主修雷系，但是修炼时间比较短。对面看到昭华用铠模具挡下初阶魔法，并不感觉到什么神奇，但是昭华却惊讶的无法言喻，这件铠模具没有时间限制。昭华是没想到这一点的，
本来他只是想要一件可以融合范风衣的铠模具，让自己不失去灵活性的同时提高防御力。但是当朝华穿上身后，发现他竟然真的就是鳞皮一样长在了自己身上，除非把所有的鳞片拔下来，不然这件铠模具不会消失，或者是自己从内部用魔能把它震落。以往的模具之所以有时间限制，是因为魔能不能一直存在，魔能作为填充物一样的存在，它是会消散的，特别是受到了攻击的冲击后，更是会消散的更快。但是风灵铠不同，这鳞片就是鳞皮，和鳞皮妖母一样，它长出来了就不会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它是稳定结构，固定了。朝华看着自己的身体，他现在除了物理攻击力不如鳞皮妖母之外，防御力甚至因为鳞皮的加工工艺比鳞皮妖母还要高一点，配合范风衣的效果和风鬼，他在防御和速度上已经可以超越鳞皮妖母。朝华不只是有风系的，他没有忘记自己还有一只先天精灵，还是代表高温爆炸的火系精灵。如果让风灵铠附带的魔法是火属性，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一只火系的鳞皮妖男。波动、霹雳、轰顶！朝华被强烈的雷系中阶魔法能量打断了思绪，他因为那挠痒痒一样的出阶魔法陷入了沉思。雷系中阶那可就不能只用铠模具去顶了，更何况那还是灵种的雷系魔法，重甲铠模具都可能顶不住。范风衣，精灵魔法融合到铠模具之中，范风衣的本质就是一条条的风蚕丝，一根根细小的微生物量级的风蚕丝像颜料一样开始上色，披上了风的颜色，这一件风灵铠才是真正的完成。碧绿色的光芒隐藏在鳞甲之下，只能看到忽明忽暗、明灭不定的绿芒，当近距离看才能看到鳞甲带有一丝风在吹动，二重保护。轰！雷电如狂龙，万斤冲力直压朝华，雷电未到压力先至，恐怕这就是灵种波动的力量，让雷霆还没劈下来，先带有山一样的压力压下去，不让目标逃走。朝华双手交叉挡在头上，巨大的压力轰的一声，直接把地面压出了一个坑洞，还好融合了范风衣的风灵铠，拥有风的力量，给朝华提供了一点支撑，不然他就不是半蹲的状态了。滋滋滋！恐怖绚丽的白光如同闪光灯一样照亮了整个夜空，地面更是惊人，雷电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看到朝华有穿铠模具，阿牛是彻底的下死手了，知道有铠模具的保护，就算是命中了，那也只是重伤而已，不会死，就是要在医院躺1-2个月。哈哈，看到了吧，知道阿牛哥的厉害了吧？活该，让你装。海殿后，一会你自己打电话叫救护车吧。阿牛哥，牛逼！不然为什么猎人看不起那些在学府这样的象牙塔中的法师？如果是猎人法师，这个时候哪会跟你说什么屁话？早早绘画星图，把魔法捏在手上再说。这些学生竟然在看戏，一点没有危机意识。咔！突然，雷电瀑布被顶了起来，包括阿牛在内，所有人被吓得懵逼了。朝华在雷电白光之中，右手单手横于头顶，像是顶住他下来的天穹一样，一点点站了起来。怎么可能？他们根本想不懂，朝华身上的铠模具分明就是属于轻甲、皮甲这一类的铠模具，怎么可能顶得住最强单体的雷系？雷电很快就没了。朝华大概知道，配合范风衣的风灵铠挡下灵种的中阶雷系一级魔法是没问题的。风灵铠的导电性很好，可以很好的把雷电引导走。不过，朝华猜测中阶雷系的3级魔法就应该顶不住了。他现在能感觉到有一点热，3级的霹雳狂舞威力提高了不止1星半点，就算挡得住雷电，也会被雷电产生的高温烫伤，甚至融化。朝华看到另外5人竟然在看戏，连魔法都没用也是无语。他故意留下小风蚕和蓝星湖，就是防止另外5人的中阶魔法，怕他们一起使用中阶魔法打过来。现在看来，这6人组是真的猪队伍，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第187章人形凶兽。朝华忍不住提醒道，其实你们另外5人可以提前准备中阶魔法的，这样就能造成连续的压制和攻击。现在军队都是用这样类似3段式施法的方式，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妖兽群。军法师大多数都只是中阶法师，甚至有一些还是初阶。从军校未能毕业的学生也会从军，因为只有猎杀妖魔，获得军功才是最容易获得资源的途径。所以，对于一些低级不能一念心鬼的军法师来讲，军队阵型就尤为重要。例如火系、雷系法师的攻击阵型就被叫做3段式攻击阵型。一共分作3排，第一排释放火姿、雷印等魔法后往后推，第2排补上，接着放火姿和雷印，释放完后退到最后一排，原来的第3排补上，接着释放。这样做就能做到一直轰炸的目的。如果是几千几万个初阶法师释放火姿，那位置范围轰炸的威力不比高阶3级火系魔法弱多少，而且比高阶魔法释放的更快，频率更高。高阶法师不多，但是初阶很多啊，所以军队就是以这种形式对抗妖魔。哼，就算你的铠模具很高级，等到时间一到，你的铠模具消失，你到时候投降就晚了。就是有钱算什么本事，不过是靠父母的2世祖罢了，还以为中山学府的新生校霸有多厉害，
原来也就是一个吃父母奶的瓜娃子。昭华无奈的摇头，别说他不是，就算是那又如何？在战斗中，结果就是一切，不会去考虑起因和经过，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说三道四。运气、天赋都能是实力的一部分，父母怎么就不是了？竞争从来都不是一代人的事情。昭华没有跟他们说三道四讲大道理，本来他还以为要花点力气才能打败这6人，毕竟他们不但都是中阶法师，还是国内知名学府的学生。可惜昭华是有点太高估他们了，不过是一群没有合作经验的菜鸟罢了。再加上风林凯的威力比他想象中要强大太多，接下来将会是单方面的虐杀。小风残你就不用动手了，蓝星湖，你给我加一个凝神守护，我怕对面有诅咒系或者心灵系的。昭华低声对着2只小萌宠说道。嘻嘻，小风残虽然有点不满，不过也只好坐着看戏了。蓝星湖仰头，昭华身上多了一个凝神守护，不过被风林凯挡住了蓝色光芒。昭华看到他们另外5人终于想到了要用魔法，不禁觉得好笑，现在才想起用魔法，刚刚干嘛去呢？一念心鬼在现在还是十分强大的优势，起码对面还是不会。初阶3级风系魔法风鬼飘影，而且现在的飘影比几个月前对付高岩2兄弟的时候还要强大，现在已经是9条风鬼相互交缠、扭曲、螺旋，变成了一个类似气旋一样的风鬼大阵，都快可以做到覆盖一片区域，让他可以一直使用风鬼疾行。这就是风系法师的特色，如风随影。风鬼泛风衣动，昭华右脚用力踏地面，地面顿时陷入了一个小坑，不但有风鬼的加持，还有泛风作为推进力，双重加速之下达到了极速。有铠甲的保护，这一次昭华终于不用担心太高的速度，产生的风压导致身体支撑不住。华南雷火学府6人只能看到一道绿色的残影，昭华就像一头人形凶兽一样，下一秒就出现在右边的一个学生身前。这个人的实力是最弱的，昭华承受了6人的攻击，知道阿牛最强，另一个用雷系的刺之，其余的都差不多。柿子挑软的捏呀！咚！那人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昭华对准他的肚子就是一拳，被风林凯覆盖的拳头，对于刚刚中阶的学生来讲，足以让他5脏6腑都在翻滚，捂住肚子，弯曲的倒在地上，口水都流出来不少。你！就在他旁边的学生指着昭华你了几次，都没你出个所以然来，估计也是被吓到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师啊？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先把魔具用出来，不管是铠魔具还是盾魔具，不然就是纯属弱智。呼！昭华对准他的面门，一个鞭腿把这个你的学生鼻骨都踢断，牙齿不知道咽下去几颗，人已经飞出去几米开外。另外4人学聪明了，有铠魔具的用铠魔具，有盾魔具的立起盾魔具，有铝魔具的立刻远离这个人形凶兽。昭华看着4分5裂的4人，真心为他们的实战老师担忧，怕是看到这种情况要吐血3声吧。遇到比自己速度快的敌人，不合在一起联合防御抗敌，难道他们以为有铝魔具就能跑得过风系加深的昭华？昭华要是手上拿着剑，那他就是没有 CD 的风南亚索，你能跑得过他？昭华依然是挑软柿子捏，选中那个手上拿着巨型盾牌的学生，昭华躲进了盾牌里面，其他人连用魔法趁机攻击偷袭的机会都没有，那个学生就被昭华手刀拍到后脖子晕倒在地。其他人也不在话下，在飘影阵法里面，除非是大范围的覆盖魔法，或者几人预判围堵昭华的退路，不然在这种宽阔的地形，霹雳轰顶都打不中风系的法师。不过2级的范围技能夜叉，如果放得好，倒是有点机会能打中。昭华像只鬼一样，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攻击，不管是猎拳还是霹雳，都只能是人体描边大师擦身而过。风林凯配合风鬼飘影大阵和泛风衣的加速，让昭华的躲避能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昭华轻松解决了3人，剩下最强的阿牛，但是阿牛是用中阶魔法最多的法师，而且好几次都是加上灵种的力量，魔能已经消耗的七七八八，身上的铠魔具也早已经消失，没有了作战能力。阿牛看到昭华出现在自己面前，瘫软跌坐在地，颤抖地指着昭华说道：你是在包庇黑教廷？你是黑教廷的人？昭华真心是被这个人逗笑了，笑着说道：如果我是黑教廷的人，你觉得你们现在是被我用拳脚功夫打晕呢，还是被我用风盘撕得粉碎，然后喂召唤兽？虽然我家2只小可爱不吃人肉，当人真正被打败的时候，他们的执念才会消失，也就是说，这时候智商才会出现。阿牛看着周围瘫倒在地哀嚎的同伴，的确啊，黑教廷杀人那就是吃饭一样，而且昭华真是黑教廷没理由让他们平安回去通报的呀。昭华没有多说，解决了这些人，他需要立刻赶过去。不过再从城中心，而且有纪韶音和三尾在，再来一波这样的蠢蛋也不会出事。昭华没有教训阿牛，临走时说道：你们回去跟审判会的人说，你们是怎么收到假情报的？因为你们的出现，刚刚真的黑衣教士往反方向跑了。阿牛懵了，他们不但抓错了，还让真的跑了，他们才是帮凶啊！
第188章黑衣教士的目的。魔都，今天的夜晚格外的阴沉，只有寥寥几颗明星在拼命地展现自己的光芒，让这天空不至于被黑暗所蒙蔽。不过，天空的黑暗丝毫不影响魔都闪耀的城市灯光，各种灯红酒绿让整个魔都都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街道上人声鼎沸，男男女女勾肩搭背，互相勾引，散发着荷尔蒙。在这浓密的黑云之下，其中有一栋摩天大楼鹤立鸡群，几乎要穿过云层。在这高楼之中，一位身穿蓝色衣服，头上被兜帽遮挡脸庞的人正紧张地看着明珠学府的位置。立刻离开，我怀疑审判会早有行动，他们好像在等我入网。能做到黑教廷蓝衣执事的人，岂是闹着玩的？黑教廷地位制度森严，别说从黑衣教士升级到蓝衣执事了，就算是灰衣到黑衣，那也是过五关斩六将，完成十分危险的任务才能提升。今天不止妖都发生了黑教廷的事件，其他地方也有发生黑教廷作乱。而且让这位蓝衣执事觉得奇怪的是，这么多城市的黑衣教士发动混乱，各出招式，但是审判会的人仿佛弱智了一样，竟然一个黑衣教士的人都没抓到。而且每个城市的审判会都乱成一锅，根本分排不出人手去处理其他事情。太过的顺利让他嗅到了什么。这位蓝衣执事同时对魔都周围的城市的所有黑衣教士下达命令，让他们制造混乱，吸引审判会的注意，混淆视听，让宇昂可以得到帝圣权，让审判会的人不知道黑教廷的真正目的是拥有帝圣权的莫凡。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奇怪的是，其他地方的黑衣教士异常的顺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失误提前被抓，而自己手下却偏偏迟迟未能得到帝圣权。这样的连锁反应让他感觉到不安，就好像自己即将被一个铁笼子罩住，但是为了防止逃跑，故意让他安心一样。执事大人，那个莫凡身上有帝圣权，而且量很大，他根本没有喝掉。从手机中传来一个男子急促的声音：事情不对，和计划有出入，我有不好的预感。蓝衣执事都十分敏锐，他们就像是过街老鼠一样，对危险的嗅觉很灵敏。大人，那是虎鲸大执事要的帝圣权啊，我们不能空手而回。宇昂他不知道，其实需要帝圣权的人是比这位蓝衣执事和虎鲸大执事更高级的存在。蓝衣听到空手而回后，身体也是一震。蓝衣执事一咬牙说道：快一点！呼！一只暗夜中的猎鹰从远处袭来，眼中露出了杀意，紧盯着那栋大楼，飞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极致。另一边，从城魔法协会中，一位一脸不爽的老头在不满地等待那个所谓的患者。他可是高级治愈系法师啊，谁这么大牌，竟然要他等这么久？要不是突然有命令要自己到从城救一个人，他发誓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来这样落后的地方。死！一声嘶吼声传来，老头眉头一皱，这是妖魔的嘶吼声，不过实力不强，只是战将级而已。治愈系法师老头走出门外，刚好就看到一头三尾巴的蝎子，他的背上一个人被小心翼翼地抬下来，这个人半身都已经腐烂，要不是此人是中阶法师，生命力比普通人强大不少，就这伤势早死800回了。治愈系法师也知道，能让上头让他来救人的必定事关重大，也不耽搁，中阶的治愈系魔法治愈精灵发动，一个小巧的白色蝴蝶从他指尖飞出，缓缓落下到林墨身上。白色的治愈光芒洒落，接触到腐烂的紫黑色部位的时候，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这是有力量在阻碍治疗。诅咒之力！治愈系老法师凝神一看，这是暗黑魔法诅咒系的力量，就是为了防止被治愈。把他抬到手术室。还有，你们通知审判会的人，让他们找一个诅咒系的法师过来协助我治疗，要快。听到要诅咒系的时候，季韶音拿着挎包屁颠屁颠的跟着被抬走的林墨，而其他人也就没有去找的意思。治愈系的老法师一看，以为季韶音是朋友之类，不放心要跟进去，怒道：你们是不是要看着你们朋友死啊？还不快去找诅咒系的法师过来，没有诅咒系的压制这股力量，他的生命力会被吸尽。所有人瞪了几人一愣，静远指了指已经跑进去手术室的季韶音说道：法师大人，刚刚那个少女就是诅咒系的。这次到他一愣，不过随后摆手说道：我要中阶的诅咒系法师，初阶不行。他就是中阶的，而且很强。邓乐和静远都没有忘记，刚刚在来的路上，他们还真就遇到三头猪，同样是被骗了，要劫走香罗，但是战斗来得快，结束得更快。这一次可是有季韶音跟着，他提前布置好中阶的诅咒系魔法邪蛛之井、魂蛛，几人刚靠近三尾就被一张深红的蜘蛛网抓住，三个中阶法师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就被封印了魔法，现在被魂蛛看着丢在了路中间呢。啊，哦，他是中阶诅咒系法师啊，那没事了。中阶的诅咒系法师妖都就没几个，他基本都认识，没有这么年轻的女孩子的啊，看来自己真的老了啊，人才辈出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没过多久，朝华一路踏着风轨，身上穿着鳞皮狂奔，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赶到了从城的魔法协会，刚好看到邓乐几人。
邓乐几人又傻眼了，这身上的什么鬼？昭华问道：“林默呢？”在里面治疗需要季韶音的诅咒系，所以也在手术室里面。靳元快速的给昭华讲解了一番。听到季韶音的诅咒系的时候，昭华表情有些不自然，因为在刚刚来的路上，昭华已经看到那只魂珠，那头魂珠正在看着被绑住的三人。问题是，昭华看到魂珠的时候惊讶到了，他不是没见过魂珠，就刚刚那个黑衣教士就用过，但是季韶音的魂珠该怎么说，很有他的特色。别人的魂珠狰狞恐怖，龇牙咧嘴，张牙舞爪的，但是季韶音的竟然有一点圆润，直白的说就是土肥圆的感觉，而且表情也不凶悍。更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季韶音的魂珠看到昭华竟然会挥手打招呼，差点没把昭华吓死。等昭华离开后，魂珠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消失，放了那三人，看上去有一丝神智一般。时间过得很快，林默进入手术室已经1个小时，在即将1个小时的时候，手术室的灯关了，医生走了出来，但是医生的表情十分凝重。昭华几人心中一沉，不会吧，他们已经很快了，这都赶不上吗？第189章黑魔法的天才。妖都塔最高层，审判会的主楼层，天青柏依旧站在窗边，俯视着整个妖都。阴系法师比空间系、召唤系、混沌系还要稀罕的阴系。天青柏还是国内最强的阴系法师，被誉为拥有以一人之力监视整个妖都11成的恐怖实力。现在怎么样了？天青柏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是他工作桌上的电脑是开着的。从电脑音箱中传来了声音，魔都那边已经抓到了这一次发命令的蓝衣执事，他手上的名单已经被魔都的审判会查获，现在正在开始抓捕名单上的黑教廷成员。不过虎鲸大执事和更上面的红衣教主撒朗依然没办法查到下落。天青柏听后说道：“没所谓，这一次只是我们审判会换回声誉而已，让一些只会吃饭玩弄权术的议员闭嘴罢了。”天青柏目光锁定中山学府，想了想没有动手，一个黑衣教士而已，要是什么都要自己亲自出手，那自己还怎么忙得过来？现在已经是深夜，妖都11城相互来往的地铁已经关闭，但是昭华几人和治愈系的那位老法师带着初步紧急治疗过的林默一起乘坐地铁上返回来中山学府。治愈系的老法师叫做中原海，是一位高阶自愈系的法师，在妖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今天他受到了一点打击，被一个20岁还不到的女孩子打击到了。时间回到一些，中原海从手术室出来，眉头紧皱，一看就是不太妙的表情。邓乐心中一慌，急急忙忙地问道：“我朋友他怎么样？”中原海一听，原来自己的表情制造了一些误会，连忙说道：“你们的朋友他没事，你们很及时把他救了回来。要是真的变成了诅咒触妖，那么真就神仙难救了。不过还好他当时心中也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所以黑触妖的死尸水渗透得很慢，再加上你们的应急处理和那个小姑娘把诅咒之力吸收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一段话，3个人，3种情绪。邓乐是安心的，听到林默没事也是松了一口气，最怕就是拼死拼活，最后还是没救回来。香罗心中百感交集，听到中原海说当时林默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他竟然黯然流泪。至于昭华，那是惊讶，因为他听到中原海说诅咒之力给季韶音吸收了，这东西能吸收的吗？这可不是普通的诅咒力量，这是黑触妖啊！要知道，变成了黑触妖的人，就连帕特农神庙的圣女都救不回来，这怎么可能吸收里面的力量？而且不是说那些死尸水无法破解成分吗？就这，就算没有完全成型，也不能吸收吧？而且昭华也没有忘记，季韶音的诅咒系的魂珠竟然有点软萌可爱，附带了一丝他自己的情感进去，这绝对不正常。昭华就算不是诅咒系的，也知道这是不正常的。季韶音现在就坐在昭华身旁，不过他正在闭目冥修，正在吸收刚刚得到的诅咒之力。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遇和天赋啊。昭华看到另外几人都已经累得快睡着了，邓乐和静园一会还要和中原海把受伤的林默转移到妖都第一医院，转移完之后还要到审判会说明事情。最主是因为香罗的原因，他们几人也算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要去下口宫解释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配合审判会给资料抓人。本来昭华也需要去的，毕竟他是唯一和黑衣教士交手的人，但是昭华说自己还有事回妖都，就没有立刻去审判会，他要先回去中山学府确认一些事情。林默是他的发小，从小玩到大，而且前几天昭华需要帮忙林默直接丢下店铺的事情赶过来，可见两人的情谊很深厚。林默差点被害死，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黑触妖，这要是能忍，他就不当法师，回家当缩头乌龟得了。而且区区一个黑衣教士而已，真的狗胆了。要是不知道在哪还忌惮一番，现在你敢主动露头，那还怕什么？中山学府诸城校区，昭华灰溜溜的潜入了教学楼的教师办公室，找到了自己的班主任江和平的座位，
座位上放着一叠资料，上面有他们班学生的考勤和修为，以及今晚是否选择进入主校区的意向调查。朝华看了一眼自己的同班同学，召唤系的确是很难修炼的。半年过去了，除了自己外，只有2个人达到了中阶，一个是自己的老对手梁日。原来他在被自己打败的时候就已经是中阶召唤系法师，看来那时候他应该还有底，牌没亮出来就被三尾给按得死死。另一个则是自己曾经的舍友欧阳良才，朝华对他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因为他的次元召唤兽是一只植物系的妖魔树根猫，虽然战力一般，但是外形倒是奇怪。朝华用风蚕丝敲开了上了锁的柜子，他明天要跟班主任道歉了，希望道歉能了事。朝华拿到详细的学生档案，抽出了梁日和欧阳良才的资料，看了一眼后，朝华就确定了，把档案放回原位。欧阳良才前不久刚刚达到了中阶法师的水平，还没有契约召唤兽，不过因为他可以使用契约召唤魔法，所以允许进入主校区，居住的房间和朝华是同一层。朝华在电梯左边，欧阳良才是右边。咚咚咚，朝华很客气地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不过也正常，现在深夜了，谁还不睡觉呢？但是朝华只是笑了笑，风蚕丝沿着门缝钻入，咔的一声打开了门锁，推门而入。朝华听到微弱的呼吸声，里面的摆设十分简单，一些召唤系的书籍、电脑和椅子就没有，欧阳良才就熟睡在床榻上。朝华碰了碰桌面上的书籍，拉出来一本看了一眼，很普通的书，讲如何更好的培养召唤兽、契约召唤的种类的书籍。还要装睡吗？你再装下去，审判会的人可就到了。当然了，这是朝华瞎说的，要是叫了审判会的人来了，自己还怎么动手？虽然他不会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感动自己的朋友，自己还要打电话叫审判会的人来处理，他还没有那么 low。 咚，很是适宜的，朝华手中的书重重的掉落地面，发出声响。你是谁？朝华，你怎么在我的房间？欧阳良才一惊一乍地说道。欧阳良才本来身形就瘦弱，现在被吓一下，像一个小兽一样瑟瑟发抖地躲在床角。他不急，朝华更不急，欧阳良才没有逃走，这是他最大的错误。黑教廷的人都有这个毛病，朝华上次和李世杰交手的时候就知道了，黑教廷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想着利用黑教廷提升实力，然后找机会摆脱，重新融入现实生活，他们不想当过街老鼠，要享受荣华富贵。像撒朗、方少丽那种心理变态，不管不顾就是想毁灭世界的还是少数。如果他主校区考核不参加，选择逃了，必定会被怀疑，到时候被审判会盯上，自己被通缉，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下。他不愿意这样，他还要做人上人，他想摆脱黑教廷，所以就让朝华有机会找上门来了。2个召唤系法师的战斗一触即发。第190章召唤系法师之战。朝华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这里可是中山学府，如果不是朝华想要把积分拿到手，顺便打残他，他现在就大喊一声有黑教廷的人。不知道欧阳良才是不是小说看多了，以为自己是主角，玩这种灯下黑的把戏。别装了，你最错就是当初见到我要逃跑的时候说了我就站着不动，魔法也不用，这句话只有中山学府的新生才知道。朝华看着欧阳良才说道。这句话是当初朝华对付梁日的时候装逼的时候说出来的，知道这一句话的人其实不多，只有中山学府的人知道，所以朝华有所怀疑，但也只是怀疑。因为最大的一个疑点就是中山学府除了季少英之外，没有中阶诅咒系的学生。在妖都、魔都这种南方的学府，都不是主打黑魔法而出名的学府，反倒是古都的学府在修炼黑魔法更加有名，全国出街觉醒出暗影系之外的黑魔法学生，基本都会去古都的学府。季少英是因为朝华才考入在中山学府的，所以中山学府按理来说不会有中阶诅咒系的学生，但是朝华还是想到了，如果这个人出街觉醒了诅咒系，但是偏偏用第2系召唤系来入学，只要他不主动暴露，没人知道他有诅咒系，就好像某人一样。黑衣教室的2个系朝华都知道，召唤系和诅咒系，那么只要确定青校区召唤系中有谁是出阶升中阶，而且第2系还没有暴露出来的，就能进一步确认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我因为太弱了，主校区考核没有人邀请我组队，所以我一整晚都在宿舍没有出去。欧阳良才有点害怕的说道。朝华看到有点害怕的欧阳良才，反而觉得这人有点笨，要是和黑教廷有仇的人，就他这样子就被人杀了也说不定。你不应该装得如此害怕，我和你是同学关系，而且我们都是中阶法师，这里又是学府之内，你没理由害怕我。你人设搞错了。欧阳良才其实就是装可怜，但是他却没算到他根本没必要去害怕。我胆子小，你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欧阳良才眼神已经开始闪躲，朝华知道他已经慌神了，只有当敌人处于紧张、慌张的情绪的时候，就越容易出错，也就是所谓的降智。朝华指了指躲在被窝里面的脚说道，我当时投掷武器，射穿了你召唤兽的翅膀，当然了，
你现在的召唤空间肯定空空如也。不过，我的次元召唤兽可以制造一种蚕丝，这种蚕丝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随风缠绕在敌人身上，而且难以发现。那时候我留了个心眼，武器擦肩而过的时候，一根蚕丝缠在你的脚踝上。昭华露出了胜券在握，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的表情。这就是决定性的证据，你不承认也得承认。怎么，要我掀开被子吗？欧阳良才不知道为何，反而变得镇定起来，身体也没有颤抖，缓缓地拉开被子，露出了脚踝。果然，脚踝上缠绕着一根白色的蚕丝，轻盈的没有一点重量，欧阳良才根本没有发现。恐惧之埋，寒，一念心鬼。欧阳良才的实力和修炼天赋比想象中还要厉害。虽然只是诅咒系初阶1级魔法，但是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一股暗红色的雾霾瞬间弥漫整个宿舍，不但遮挡了视线，而且这些雾霾还能让身处之中的人感受到恐惧和一股寒意，心绪不宁的感觉，严重的会打乱思绪，让魔法攻击失准。还找不到你？其实那一根风蚕丝就不是什么擦身而过的时候缠绕的，根本就是刚刚用来开锁的那根风蚕丝。如果欧阳良才能细心的想想，就不难想到，这根本就是唬人的。那一击的速度这么快，风蚕丝哪能这么精准的缠到脚踝上？不过昭华这招唬人真是百试百灵，最主要还是黑教廷的人身份问题，他们甚至连被怀疑都不行。而昭华只需要有一点怀疑，就可以开始布局引诱。别看黑教廷的人躲在暗处，可以随时偷袭发动袭击，但是这也是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只能在暗处，一旦被锁定，他们经不起审判会的审查。就好像红衣教主撒朗，他最厉害的就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哪天撒朗在街上逛街，突然一个人指着他大喊，这人是撒朗，还引来审判会的人，那他就完了。一次不能输和可以无限次输。呼！欧阳良才从窗户跳下去，这里可是20几楼高啊。不过昭华可没有忘记这人有一头飞行召唤兽，这一次看你还有没有猪队友来救你。小风蚕，截住那头飞鹰。这一次可不同那一次，现在昭华不用去救林默，他不用担心小风蚕被对方包夹打不过对方。这一次自己也在这里，三尾也在这里，蓝星虎也在，除了风林凯用过没法再用之外，手上底牌全部招呼上，就看你怎么跑。小风蚕从次元裂缝中出来，听到昭华说自己终于可以大显神通了，一个助跑，咻的一声飞出窗户，一个飞踢对准黑色飞鹰的头就是一脚，体型不成比例的两只，反而是体型大的被踹飞。那头黑鹰虽然也是战将级妖魔，而且有欧阳良才的召唤系3级魔法召唤兽强化加强，但是小风蚕本身实力要更胜一筹。昭华一般不用召唤兽强化，因为召唤系星辰的魔能就是他风系的魔能。昭华知道他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掉下去摔死。果不其然，欧阳良才还有一头次元召唤兽树根猫，树根猫伸出树枝绑住了一处栏杆，抓住欧阳良才顺利降落。三尾，昭华也直接从窗户跳下去，半空中召唤出三尾碧灵血。三尾一出来，发现自己在半空中垂直下降，蝎子都傻了，急急忙忙的使用土系模式，用灵石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昭华。轰隆，简单直接加粗暴，一颗褐色的岩石从天而降，砸出了一个巨坑。昭华只能祈祷校长别怪自己。风鬼畸形，昭华就不信你一个召唤系、诅咒系的能跑得过一个能用风系的法师。树根猫，拦住他！欧阳良才现在十分后悔，自己不应该这么贪的，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把所有锅都往那些玩过游戏、那些加入黑教廷的人身上推，让他们做替死鬼。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这样露出了马脚。咻！树根猫飞出大量树根一样的木头，但是昭华没有闪避，当我家蝎子是摆设吗？咻！一道绿色风斩把所有木头斩断，给昭华空出来一条道路出来。银刃、风鬼、飘影杀阵。第191章，轻而易举。风鬼飘影就是最简单的阵法，在大阵之中就能够做到躲避和加速。但是如果拥有特殊效果的灵种，就能做出杀阵的效果。例如使用焚风，在风鬼飘影之内就会受到持续的灼烧和爆炸攻击，名为飘影爆炎阵。使用银刃就能做到被四面八方的风刃袭击的效果，名曰飘影迎风阵。使用治愈之风就能做出一个大范围的治疗阵法的效果，名曰无双回血阵。所以为什么当初昭华会千辛万苦都要找有攻击特效的风灵种，就是有特殊效果的灵种可以让魔法发生一次进化。像是水灵种，当初对战的博城郭襄的强酸灵种就是这样的情况。甚至在网上有传言，有暗影系的学生得到了一个特殊的暗影系灵种，可以在黑暗中制造分身，并且分身和本体可以操控黑暗攻击，暗影钉分身也能用，搞出了什么什么影杀阵出来。不过这两个灵种也只是有攻击特效而已，并不会强大的夸张。银刃的锋刃也只能对奴仆级妖魔造成一定伤害，除非是遇到小玉虫、巨齿蚁兵这一种比较弱的妖魔才能一击必杀，遇到防御力强一点的可能还不能破防。当当当，也对，在中山学府读书半年了，
还是黑教廷的黑衣教士，要是没有楷模具，昭华都觉得是在做梦。但是今晚已经把他的铝模具和楷模具逼出来了，昭华觉得他应该不会再有第三件模具。恐惧之埋上，诅咒系的初阶魔法叫做恐惧之埋，一级寒，制造精神混乱，给人带来恐惧感和心绪不宁的感觉。二级压，这是类似束缚技能，但是并非物理而是精神，让人反应迟钝，效果有点像民间的鬼压床的效果。三级伤，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魂珠的弱化版，在恐惧之埋之中会造成精神伤害，能打断魔法的释放。如果是妖魔，还有一定机会让他们自相残杀，是十分实用的初阶魔法。不过恐惧之埋都有共同的弱点，那就是只能是阵地战，离开恐惧之埋的范围效果就会消失。像昭华这种能一念心鬼的风系法师，你要是能摸到他衣角，都算你厉害了。在风鬼飘影大阵之中，昭华2个闪步就闪出了恐惧之埋的有效范围，而且昭华知道用初阶魔法是没办法打破他的楷模具。脚下星图浮现，月色的星图瞬间就出现了7条星轨，正在开始搭建图案。对付诅咒系的法师，没有蓝星湖的凝神太危险了，万一不小着了道，会对精神造成伤害。同一时间，被恐惧之埋遮挡了身形的欧阳良才同样没有选择逃跑，反而同样是用出中阶的诅咒系魔法邪之之景魂之，打算击杀昭华。欧阳良才看到没有审判会的审判员，就已经明白到自己被昭华给吓到了，根本没有审判会的人来，他其实也没有证据，他在试探，只是自己实在太慌张了，竟然就真的被他吓到了。现在他身份暴露，唯一的办法就是快速击杀昭华，然后让他的召唤兽受到反噬，然后自己通过飞鹰飞走。一定要趁校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才有机会逃跑。昭华可以一念心鬼，欧阳良才也可以，而且因为召唤系的中阶魔法契约召唤本身就要比其他系困难一点，导致双方竟然是欧阳良才先完成魔法。一只巨大的暗红色魂珠出现，背后是红色的蜘蛛丝构成的蜘蛛网，并且蜘蛛网比风鬼飘影还要大，已经包围住了昭华。月色星图消失，一只可爱的蓝色小狐狸呼呼呼的叫了几句，可以说两边的反差大的没边了。昭华使用了契约召唤后，打算一气呵成，使用风盘结束战斗。魂珠毕竟是诅咒生物，虽然有一定的攻击力，但是要抗住灵种力量的风盘是不可能的。焚风风盘，休想打断它！魂珠的蜘蛛网射出几根红色蜘蛛丝，这些蜘蛛丝并非实体，而是由诅咒之力幻化而成。但是昭华既然把蓝星湖叫了出来，目的自然就是为了防止魂珠的妨碍和攻击。呼，蓝星湖使用了凝神守护，蹦蹦蹦，那些蜘蛛丝就像是突然崩断一样，没有靠近昭华的身。精神守护的召唤兽，欧阳良才人傻了，这种召唤兽寻遍整个世界都不多，怎么这家伙就能得到一只？而且他的次元召唤兽还是元素妖魔，这是什么天大的机缘啊！妒忌使他面目全非啊！羡慕吧？你去问问阎罗王，下辈子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个？焚风风盘龙卷，一个红色的火焰龙卷风直冲欧阳良才，就连遮掩身形的恐惧之埋都被吹开一条道路，魂珠只能勉强抵挡，但是根本挡住强大的火龙卷。不过昭华知道欧阳良才必定还有一招，他就是等这一招，而且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学生，只要他敢用，昭华就能为林墨报仇了。可恶可恶！欧阳良才根本想不懂，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才得到黑教廷的赏识，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让他2只召唤兽都达到了战将级，而且自己的诅咒系也达到中阶。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光明正大的拥有他出卖自己全部才能得到的东西？这不公平！是你逼我的！出来吧，我的奴仆！诅咒触妖！欧阳良才终于把自己黑教廷的身份表露了出来，他现在甚至都已经被妒忌冲昏了头脑，心中被昭华的杀意正浓。这也是修炼诅咒系的弊端，黑魔法的确很强，但是黑魔法对法师影响很大，诅咒系特别容易让法师变得狂暴凶残，不然在以前黑魔法也不会被列入禁止修炼的魔法。昭华露出了笑容，这一次才是真正的证据确凿，之前说的那些其实充其量就是怀疑而已，不能算证据。昭华不知道黑教廷会不会有什么特殊手段能让审判会查不到自己是黑教廷的，虽然也可以直接击杀欧阳良才，但是这样容易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昭华一直示敌以弱，就是要他觉得自己召唤出诅咒触妖能赢。看到诅咒触妖出现的时候，昭华眼神终于出现寒光，杀机冰冷如幽冥寒潭。而空中在戏耍黑鹰的小风蚕也收到了昭华的感应，也不陪这头蠢笨还慢吞吞的飞鹰玩了，双手浮现2道小巧的龙卷风，小脚轻踩空气，领域瞬间展开。领域本来就是小风蚕的本来，昭华是借用的，小风蚕使用的更加强大，一下子就把黑鹰困住，手掌的2道小龙卷风丢进领域中，瞬间就变成2道冲天龙卷，像是绞肉机一样把黑鹰撕得粉碎。啊！你杀了我的契约召唤兽！欧阳良才受到了反噬，跪倒在地。
而小风蚕就在半空中撕碎黑鹰的龙卷风合二为一，与朝华的火焰龙卷风汇合，瞬间席卷整个广场。不管是黑触妖、诅咒触妖，还是树根猫，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全部扫荡干净。召唤师与召唤师的对决，自然是看谁的召唤兽更强大。第192章，审判会不行啊！妖都审判会，妖都塔上的审判会是高层的办公地点。妖都的审判会有专门的办公楼，在办公楼里面，一个粗壮的汉子对着一群稚嫩的预备审判员训斥道：“你们这样也算是妖都审判会的一员吗？给了你们2天的时间，最终还是让魔都给出我们名单去抓捕人。你知道你们丢人已经丢到魔都去了吗？”作为副审判长的贾恨天不生气才怪。审判会的行动从昨天得到录像就开始了。其实按照审判会的计划，审判会的人应该在今晚才会因为黑衣教士作乱而出手抓捕，然后故意让预备队的审判会去处理，给蓝衣一个错觉。昨天发现的录像其实是意外，但是审判会也不可能不处理啊，以防万一被察觉到什么，所以就把这件事当作预备审判员的入考考试以及学府主校区考核。审判会最底层的是预备审判员，每年的考核过了，再到莫泽的这一级见习审判员。当见习审判员工作满1年没有失误，就可以参加升级考试，过了才是正式的审判员，层层考核十分困难。但是他们提前1天得到了情报，花了1天多了，最后连人家的尾巴都没摸到，结果还是靠魔都那份名单去抓人，能不气吗？丢人啊！副审判长贾恨天把名单派给见习审判员，让他们带队去抓人。中山学府的欧阳良才由莫泽带队，你带3个预备的去。副审判长贾恨天把一张有详细资料的纸递给一旁的莫泽，上面还有逮捕手令。莫泽点点头接过纸。至于你们这一次的考核，全部不及格。副审判长贾恨天也不管他们苦瓜一样的脸，竟给老子丢脸的东西。等于。欧阳良才看着地面一块块的肉块和一块块的木头，自己辛辛苦苦进阶的2只战将妖魔和炼制了很久的诅咒触妖就这样被撕碎了。这可是他最强大的召唤系啊！虽然欧阳良才初阶觉醒的是诅咒系，所以才会被黑教廷看中加以培养，中阶后混进中山学府来。但是欧阳良才的学历是假的，他从小就是孤儿，被黑教廷收养，培养成为死士一样的角色。后来中阶觉醒了召唤系后，他就改主修召唤系，因为他想彻底的摆脱黑教廷的控制，所以不想继续修炼诅咒系。但是就是他最强的召唤系，最强的2只召唤兽，加上1只诅咒触妖和数只黑触妖，竟然抵不过1只元素妖。虽然早有耳闻这种元素妖魔拥有超越法师的魔法之力，但是哪能想到强成这个样子，仅仅一招全给秒杀了。天啊，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黑教廷最强大的就是类似召唤系一样的能力，可以控制黑触妖、诅咒触妖的印记，就是这么大的优势下，都被小风蚕配合朝华的风盘双重绞杀下，把他所有骄傲撕得粉碎。欧阳良才双眼无神，跌坐在地上，他的世界崩塌了，加上次元召唤兽和契约召唤兽的死亡造成的反噬，他已经不可能再修炼魔法了，就算重修成就也不高，与废人无疑。朝华不想之后听到审判会说什么转污点证人可以减刑什么的狗屁话，这种人要是放虎归山，自己或许麻烦，要不是学府积分要活人，朝华甚至想斩草除根。现在的欧阳良才都不需要用风蚕丝绑住他。那是什么？天哪，他击杀了别人的召唤兽。什么？学校不是规定了不能击杀同学的召唤兽吗？召唤兽死了是小事，但是契约反噬是大事啊。他这是把同学废了啊！而且他好像也是召唤系学生吗？下这么狠的手，太可怕了。因为朝华和欧阳良才的战斗可是出尽全力的，场面十分激烈，几只战将级召唤兽的战斗，中阶的封盘和中阶的诅咒系的博弈，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战。本来他们以为只是同学之间有矛盾，但是谁知道画风突变，朝华突然下死手把欧阳良才的所有召唤兽击杀了。因为封盘的原因，导致旁边的人没能及时看到诅咒触妖和黑触妖，只能看到地面一块块不知道是黑鹰的肉块还是黑触妖或者树根猫的，场面一度十分恶心。让开，我是学生会巡逻队长高立波，我收到情报，这里发生私斗。一辆坐着4人的电瓶车从远处驶来，学生会的人很好辨认，他们巡逻的时候会带上学生会的胸章表面身份。一个男生屁颠的跑过来，指着朝华和跌坐在地上欧阳良才叽叽喳喳的说了几句。你不但私斗，而且还把自己同学的召唤兽击杀，已经是犯了大罪，跟我回去吧。高立波趾高气扬的说道，而且他们的电瓶车直勾勾的压过现场。朝华解释道，他是黑教廷的黑衣教士，那些黑紫色的肉块是黑触妖。朝华提醒道，不要破坏现场。高立波冷笑了，说道，中山学府怎么可能会有黑教廷？你击杀同学的召唤兽还想用这样的借口？你这是在侮辱整个中山学府，该不会你才是黑教廷吧？朝华眉头一皱，这是要给他戴高帽。不过朝华听到他姓高的时候就在想，
该不会真的是高家的人吧？没想到还真就是。他在中山学府的确是把高家得罪了。昭华体内魔能虽然已经不多，但是就凭4个中阶法师还不能强行把他带走。死！3尾挡在昭华面前，整场战斗下来就他没花什么力气了。树根猫也是被小风蚕干掉的，这次他要立功。一只3尾碧鳞蝎，一头蓝色狐狸，一只风系的元素妖，刚好4打4啊！两军对立，气氛紧张。高立波觉得这是给高家立威的机会，因为昭华的原因，在妖都的年轻法师圈子，他们高家遭到了一些质疑，说他们高家不过是浪得虚名，无牙老虎。另外3人都是高立波的手下，自然是站在高立波这一边的，能成为学生会的一员，修为都不低，1对1战将级也不是打不赢。而且他们都是主校区的前辈了，哪能让你一个新生在这里耀武扬威？那样我们老一辈的面子往哪摆？会被其他学府嘲笑的。看看明珠学府都被嘲笑到妖都的法师圈子去了。哎呀，听说你们明珠学府的被一个新生打穿，丢人哦！就在高立波准备出手的时候，江和平的声音传来：“你们在干什么？”江和平带着几人挤开人群，一看就懵了，怎么搞的？一地的尸体肉块。再看对面，妈呀，2个都是自己的学生，坐在地上的不就是欧阳良才吗？高立波看到老师来了，阴险的一笑，大声的说道：“江教授，此人残害同学，还污蔑中山学府的学生是黑教廷成员，请教授主持公道。”江和平一听更加傻眼了，不是吧？不会吧？江和平身后的莫泽看到昭华和欧阳良才的时候，就已经大概猜到一点，现在更加是无语的摇头了。完了，自己回去估计要被骂惨了。审判会2天都不及人家1晚上，唉，今天真是老惨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第193章1万积分到手。江和平神色先是惊讶，然后露出了疑惑之色，最后有点为难的问道：“真的是他把欧阳良才打成这样的？”高立波一听，这不就来了吗？他虽然没有觉醒召唤系的，但是也知道这位江教授。高立波知道昭华是他的学生，估计是这样原因感到为难。高立波痛心疾首的说道：“江教授，我知道他是你的学生，但是不只是我，这里所有人都看到的是他罔顾同门之情，痛下杀手。你看看这位叫做欧阳良才的学生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江和平都无语了，他为难又不是因为昭华，而是因为身后的4人，他都听到后面几个在窃窃私语了。啪！莫泽从身后走到前面，昭华也看到他。昭华笑了笑说道：“这要巧，又是你负责。”莫泽总算知道什么叫冤家路窄，说道：“你是怎么知道是他的？别告诉我是蒙的。”昭华一听，他瞬间就明白过来了，原来审判会也刚好锁定了他，看来审判会还是有点工作能力的嘛。不过可惜了，还是让自己先抓到，积分还是归自己。昭华解释道：“没什么，就是晚上的时候碰巧和黑衣教士打了一架，察觉到他可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查了一下召唤系的第2系情况，就确定了。”昭华说的很简单，很多细节都没有说，他也懒得说了，反正根据邓乐他们的口供联系一起就能知道了。不是，等等，学生的魔法系资料我应该锁好的。你小子！江和平气得七窍生烟，这家伙竟然盗取学生资料！昭华嘿嘿一笑，模糊过去。但是在一旁的高立波越听越不对，怎么回事？莫泽亮出了自己的审判会证件以及逮捕手令，说道：“欧阳良才，黑教廷的黑衣教士，潜入中山学府，证据确凿，把人带回去，那些肉块也带到魔法研究院去作为证据。”几个预备审判员强忍着恶心感，把肉块一点点装到袋子里面，也不知道这是哪个部位。昭华好心提醒道：“这家伙可是我抓的。”莫泽完全不想理会他，回去他还要跟副审判长解释怎么被人截胡的，想想都头疼。至于抢功劳，他没想过，别说这里这么多人看着根本做不了架，自己也不屑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就算抓到了，也不是他们的功劳。江和平摇头叹气，一脸惆怅，自己的学生竟然是黑蛟庭的黑衣教士，而且他对欧阳良才的期待仅次于昭华这个变态，最主要是欧阳良才能给他一种做老师的感觉。欧阳良才十分喜欢学习发问，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请教问题，不像梁日就是吊儿郎当，有需要才会找自己，也不像昭华完全不需要自己担心，有什么问题都会自己解决。江和平甚至有想过等他进入主校区一段时间后，就把欧阳良才拉进自己的研究课题，把自己毕生研究交给他，只是没想到啊。唉，昭华走过去安慰道：“江教授何必叹气，这世上还有很多人才需要教授的指点。怎么，你不会说例如你吧？”不，学生不是人才，学生是天才。昭华笑着开玩笑缓和气氛的说道，他哪能不知道江和平为何叹息。切，你可拉倒吧，明天给我把柜子弄好，不然你别去主校区了。遵命。在装乖学生这一番，欧阳良才都不及昭华啊。
至于高立波，直接被人晾在一旁。审判会的人出来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人家真的抓住了黑教廷的人，而且他也听说了今年的主校区就是抓住黑教廷的人啊，那岂不是说他一人独得1万积分？吸！高立波想想都吸一口凉气。1万积分，大部分学生到毕业为止都不可能积累有1万积分，更被说一次性得到了，这可是一大笔财富啊！完了，敌人的实力增加了，还有比这更闹心的吗？虽然是深夜，但是妖都这样的大城市，在熬夜的人还少吗？朝华独占黑教廷的视频刷刷刷的传遍整个网站。虽然普通手机拍不出魔法效果，只能拍到模糊一片，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不是？有一款软件可以自动识别模糊的魔法，然后经过2次渲染加工，进一步的还原视频效果，就好像拍电影做后期那样。虽然不能100%还原，但是已经能做到极高的还原度了。朝华的元素妖小风残瞬间进入了热搜榜单，大家纷纷科普元素妖魔的强大。第二天一早，校方通过学生系统通知进入主校区的学生，朝华获得1万积分的消息又一旦激起千层浪。因为校方披露了朝华抓住黑教廷的过程，这让学生们更加不爽了，因为他们认为朝华就是运气好才抓到黑教廷的。呵呵，原来是因为自己的朋友加入了黑教廷。我说他10有8九也是黑教廷的，这一招是狼人自刀，我熟得很。对，建议校方没收积分，详细审问，万一他也是黑教廷的，岂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至于朝华，他充耳不闻这些声音，毕竟他深知网上全是千载难逢的圣人，现实却是不堪一击的烂人。他一大早还要去当木工，给江河平修柜子。行了，你去找恒圣杰校长吧，积分是他负责给你的。江和平甩了甩手，让他去领积分。至于什么回收，朝华是黑教廷，狼人自刀，校方要是这都信他们就是弱智了。等于。恒圣杰的办公室，朝华是第一次进来，果然是曾经的军人。整个办公室全部是一些健身器材，而且这些健身器材可都是给法师用的，加入了空间系和混沌系的力量。恒圣杰擦了擦汗，穿着一件白色背心，丝毫不在意形象，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大大咧咧地笑着说道：哈哈哈哈，好家伙，本来这一次是配合魔都的行动，你小子硬生生在名单来之前就把人给抓住了，让老子长脸了。这件事朝华也是后来看到新闻才知道，新闻中还提到明珠学府的新生大魔头莫凡以自身为饵，配合审判会来了一次引蛇出洞，成功抓获了一个潜伏在魔都的蓝衣执事。不过报道笔墨只是提了一下明珠学府的学生，连人名字都没有提，是朝华自己查到的。报道着重写到博城的人不服输，审判会必定抓住撒朗，给大家一个交代等话语，算是给审判会来了一次洗白吧。你小子有实力有胆识，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军方？我可以给你推荐。朝华连忙拒绝说道：3代单传，不给冒险。第194章事后结果。3代单传，不给冒险。朝华心想，你这是开玩笑，虽然本天才学富五车，心怀天下，但是那也是保证自身安全啊。恒圣杰也只是哈哈大笑，没有当真。他还是知道一点东西的，眼前这个少年家庭背景怕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了，所以恒圣杰对于他拥有元素妖一点都不奇怪，反而觉得这样才是正常的。要是他的父母亲自动手，怕是龙种都能给他弄来，甚至身后的那位真的不管不顾的话。只是恒圣杰不知道，虽然他父母当初的确有意弄一条亚龙给他，好有个保护，只是被朝华给拒绝了。好了，不跟你开玩笑，叫你来除了把积分给你之外，还有一个事情跟你说一声。你也知道，在妖都的学府城中的所有学府的积分其实是一样，能兑换的东西都一样。华南雷火学府的邓乐也有帮忙，提供了情报，所以校方商量后决定让2000积分出来，你觉得怎么样？朝华一听微笑道：3000吧，没有邓乐的情报，我可能根本都不会去接触黑教廷。朝华还要分给季韶音，想了想，给3000应该差不多了。恒圣杰一愣，随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道：你小子越来越对我胃口了，不过2000足矣。华南雷火学府那边会有额外的积分奖励，虽然抓到黑教廷的功劳大份是我们的，但是他们也有份。朝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说道：校长，我现在可以立刻使用积分了吧？我有东西要买。哦，朝华不会忘记帮助他的人，不过说到积分，他全部用来买奶粉，还真的没有多余积分，还好现在有大笔积分能用了。等于。从成猎者联盟大厅，静元刚录完口供，搞完所有东西都已经早上了，他还要回来从城的猎者联盟大厅写报告。他当城市猎妖队这么久了，还没试过这么累的，都快累垮了。不过想想还真的挺刺激的，那可是中阶法师啊！他见到了2场中阶法师的战斗，而且还协助抓住了黑教廷的黑衣教士。天啊，大功一件啊！这样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静元还没有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刚经过大厅，一个前台小妹叫住了他。
刚好有一件静园的快递。我的？我好像没买东西啊。静园看了一眼，是中山学府寄来的，也不疑有他，打开了快件，里面只有一封信和一个盒子。静园打开信封，上面字不多，扣除开头的一些格式用语，也就草草几行字。是昭华寄来的，是一封感谢信，感谢静园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帮助。那个盒子是小小心意。静园打开盒子，表情先是惊讶、狂喜，慢慢的变成感叹、释怀。盒子里面装着的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宇宙尘埃，而且用学府积分兑换的品质都是上乘的。他当城市猎妖队不就是为了可以有内部渠道购买吗？他还差2-3年就存够钱了。现在他看着手中的宇宙尘埃，外界的惊呼、感叹、祝贺他都听不见，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或许在一些人手里只不过是一次感谢的礼物，自己帮助的酬劳。静园依稀想起当初温雨为了可以晋升小队长，谋害纪韶音和昭华，又为了可以得到宇宙尘埃突破星辰壁垒，不惜成为黑教廷的棋子，最终还被审判会的人抓住判了死刑。现在宇宙尘埃就躺在自己手上，自己不过是开车送了他们一趟而已，只能说一句造化弄人了。最后静园凭借这份宇宙尘埃突破到了中阶法师，没多久他就因为原来的大队长位置空缺，晋升成为从城市猎妖队的大队长。静园什么心情，昭华自然是不知道的。他现在正在妖都第一医院中探病，林墨正是在这里。不过昭华来的时候，林墨刚好睡着了。来了多久了？昭华刚好坐在窗边，划着手机看最近的信息。全国各地不少黑教廷的地下组织因为昨天的那次行动被拔除，因为一些黑教廷成员还是有头有脸的人，顿时高得满城风雨。听到林墨的声音，昭华放下手中的手机，看过去说道：“也没来多久。”林墨艰难地坐起来，他可是被黑暗之力腐蚀了全身，普通人就不是艰难了。也幸亏昭华他们的口供说林墨是卧底，故意靠近相罗，所以魔法协会才肯出动高阶治愈法师给林墨治疗。那之后怎么样了？林墨问道。昭华看向他，问道：“你问谁？”林墨白了他一眼。昭华以前不是这样子的，自从他认识了纪韶音之外，整个人都变得开朗起来，话也多了，也皮了。这难道就是爱情的魔力？连这样一个对世事漠不关心的男人都能改变？都是。昭华也没有隐瞒，跟他说了所有事情。相罗还没有判刑，但是我问了一下一个审判会的人，以相罗这种情况，他与黑教廷有勾结炼制黑触妖，会被废除魔法修为，从此不得修炼魔法。再加上对你造成的伤害，属于严重残害法师，最少也要监禁10年以上。废除修为已经是对相罗最大的惩罚了，还要监禁10年甚至更多，基本一生毁了。林墨看向昭华说道：“如果我的口供改成是我自愿的，与他无关，可不可以减轻他的判决？”昭华就猜到会这样，他现在无语，到后来有点气到，冷静后说道：“你真的是？你要知道，爱情是靠吸引、才华、魅力，不是靠舔。”昭华对爱情其实也不是很明白，所以他刚刚上网查了一下网友的观点，就是用来劝服林墨的。帮帮忙嘛，这是你的挚友一生的请求，你求我的事还少。昭华现在开始怀疑相罗觉醒的其实是心灵系给这家伙洗脑了，要不然就是毒系下药了。都被这样对待了，还说什么第一次爱上的人啊，初恋啊，唯一有感觉啊，脑子有病吧？行，你别恶心我了。相罗怎么样我其实都无所谓，你要保他就保吧，我会和邓乐他们商量改口供的。审判会那边对这种被骗的人应该会从轻吧。最后的结果，昭华几人集体改口供，加上这一次的事件，妖都有不少人都没有逃过游戏的诱惑和人性的贪婪，甚至有不少还是法师和上流人士，所以审判会最终决定对这些人定义为被骗。但是那些加入了黑教廷并且得到了黑触妖的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最终相罗因为林墨的关系被判处缓刑1年3个月，至于这两人最后怎么样了，昭华是没眼看了，他怀疑林墨可能是抖 M。 第195章精神灵魂大殿。这次的事件也算完美落幕了，邓乐获得了4000积分，实力又一次得到了提升，听说主修的雷系已经2级了。静园也突破了中阶，林墨和相罗也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昭华也不好评价。而纪韶音是最惨的，因为他既然吸收了林墨身上的诅咒之力，被他的诅咒系教授知道后火冒三丈，胡乱吸收别的诅咒之力可是会导致大问题的，一生气直接把他丢到野外的一处兄弟，让他好好反省。而剩下的7000积分，纪韶音因为刚吸收了诅咒之力还没完全消化，又被教授丢到兄弟去，所以以你先欠着的借口全部给了昭华。昭华没有立刻使用积分，他知道每经历一次战斗，最重要的是要静下心冥修冥想，好好吸收战斗的经验、战斗的体验。每次战斗完的冥修是最容易突破的。现在昭华主力修炼第2系的召唤系，他想把第2系召唤系突破到中阶，而且因为自己有天眼，只要修为达到了，那么自己可以自我突破，不需要使用外来力量。昭华呼出一口浊气。
战斗后的明修果然是特别有用的，难怪老爸要我多到野外战斗，法师需要多战斗，果然不假。那些躲在安全区的法师太羸弱不堪了。朝华动了动身子，自从那次战斗过后，已经半个月了，除了每天上课之外，他一场战斗都没参加过。还好的是，进入主校区的第1个月是不需要参加排位的，这是给学生充分的准备，看看主校区的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先看别人打几场，第2个月才开始。而且参加交流的学生不需要参加排位赛，校方会有额外的奖励。朝华打开电脑，登录学府的信息网，他打算使用积分了。朝华在青校区的时候就用过这个，里面有个类似商城一样的功能，积分就是货币，购买成功后自己拿着学生证去学府资源大厅拿就行。以前朝华都是用积分来买奶粉给小风蚕、三尾、蓝星湖，现在他的权限开放的更多，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最让他在意的就是修炼圣地的进入资格，这个是可以用积分买的，反而钱买不到。例如朝华最熟悉的从城温泉，进入3天修炼的资格价格是1500积分，所以当初邓乐的父亲邓刚用1瓶宇宙尘埃交易，的确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不过从城温泉主要是给治愈系的学生修炼或者受了重伤去疗伤，不适合现在的朝华。而其中最贵的修炼圣地有3个，这3个圣地不但是天然圣地，而且还经过人工加强，达到更强大的效果。修炼黑魔法的万魔殿适合亡灵系、诅咒系、暗影系、毒系，1天的费用需要4000积分。修炼次元魔法的银河高塔适合混沌系、空间系、阴系，1天同样要4000积分。召唤系是不需要到银河高塔修炼的，除非你的召唤兽使用的是空间力量，因为召唤系主要加强的是召唤兽，要练也是召唤兽练。朝华这一次目标是另一个修炼圣地，1天的费用就要5000积分的最贵修炼圣地精神灵魂大殿，这是坐落在藩城的英灵圣地上的一座人造大殿，它不是修炼某个系的，而是锻炼精神力、提高精神境界的修炼圣地。朝华看着在和小风蚕打闹的蓝星湖，是时候要真正的把它提升到更高境界了。虽然不知道圣地能不能让蓝星湖进阶，但是让他到进阶期应该可以吧。赚钱跑断腿，花钱如流水，5000积分，鼠标点一下就没了。刚好这个月的精神灵魂大殿还有名额，朝华被安排在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8点的这24小时。朝华为了更好的进行修炼，还特意调查了一下这些圣地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坐落在藩城的英灵圣地上的一座精神灵魂大殿最开始是没有的，当时藩城就只有英灵圣地而已。这个圣地传说是古代某个大贤者死后把自己葬在此处，利用自己的血肉配合此地本身的神意，形成一个修炼圣地，在这里修炼可以更好的提升精神力境界。后来大概是30年前的时候，在冰岛那里挖出了一座念石矿脉，让一种叫可以提升精神力境界叫做念石的矿产一下子多了起来。那时候妖都不愧是国家的大都市，当时妖都的掌权人大手一挥，集合了妖都11城的大部分财富，购买了巨量的念石，用念石打造了一座超级大殿，和圣地的神意相互结合，让念石的温泽可以源源不绝的释放效果，达到修炼效果。虽然修炼速度比直接用念石差，但是却能源源不绝的提供效果，不断的培养出出色的法师。万魔殿也是类似，而且纪韶英被丢到的兄弟就在那处圣地的边缘，属于沾点边，圣地不能进入，但是边缘地带却没有限制。万魔殿是唯一会出人命的修炼圣地，边缘的地方没有保护更加凶险，没有几个人敢这样玩。朝华提前了30分钟来到精神灵魂大殿，远远看去，整个大殿通体银色剔透，上面还点缀着许多如星云盘旋一般的纹路，再加上现在还早，一些晨雾环绕，你说这是天宫都有人信。呼呼呼，蓝星湖十分开心，这里十分适合他。召唤系法师比较特殊，进入修炼圣地要提前把召唤兽召唤出来，只能让召唤师带一只召唤兽进入修炼。你就是今天进来修炼的中山学府学生朝华？一个像是门卫一样的年轻男子冷清地说道。整一个圣地都有结界保护，门卫差不多就是通报异常的对讲机。朝华点了点头，拿出自己的学生证，佩戴着学生证进入就可以，结界会自动识别。本来门卫应该还需要给朝华讲解一些注意事项，但是现在的门卫都只会羡慕妒忌恨，眼红别人，慢慢的就没有门卫去提醒，人家巴不得你进去后就晕倒，然后白白错过1天的修炼。不过朝华也不需要就是了，一个学神还要你提醒，老子自己会做预习和调查。朝华没有急冲冲的就冲进去精神灵魂大殿，而是把蓝星湖放地下，让他先慢慢熟悉这里的环境。蓝星湖进来圣地的时候，身上就有蓝光若隐若现，证明朝华没有选错地方，这里的确是有效的。蓝星湖尾巴晃啊晃，耳朵摆呀摆，很是满意，一蹦一跳往大殿走去。精神灵魂大殿不算太巨大，占地大概仅有半个足球场大小而已，但是就是这半个足球场，当初花了妖都11城那1年大半的收入。咚，蓝星湖撞到光魔，被撞得昏头转向的，要进入大殿同样要学生证才行。朝华笑着抱起蓝星湖，一步迈入光魔之中，消失不见。
第196章蓝星湖的异常。温，朝华踏入精神灵魂大殿的瞬间，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温暖的感觉，有种像当初浸泡在从城温泉里面的那种舒服，整个身体得到了放松，一种酥麻的感觉传遍全身。不过这一次不是肉体的放松，而是精神，就像读完一本好书，写完一篇满意的文章一般，有一种畅快淋漓，灵魂得到升华，精神得到滋养的感觉。不愧是当年妖都耗资千亿打造的绝世神殿，的确是神异无比。当年念石矿脉被发现的时候，由当时的妖都都长牵头，联合妖都各个机关、审判会、魔法协会、猎者联盟、魔法世家联盟，当时妖都本土各大魔法世家、妖都各大学府共同出资研究设计，才打造而成的这一绝世神殿。进入大殿的名额每个月仅有10个，而且只有当初有份出资的势力才有资格，一些后起之秀的世家就算再有钱也是没法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进入优秀学府、审判会、猎者联盟的理由。这就叫做底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个道理在哪里都一样行得通。所以普通人想超越世家，只能通过进入学府和政府机关，想靠自己做个独行侠不是不行，只是会失去很多机会。呼呼呼，还没等朝华感叹前人的伟大，蓝星湖蹦的一下从朝华的怀里跳了出来，兴奋在转圈。精神灵魂大殿和外面看起来的一样，里面也是由念石制造而成，没有太多的装饰，其实本质就是相当于处在一颗巨大的念石之中。里面空荡荡，只有一张坐垫放在中间，坐在坐垫上打坐修炼，就能快速提升精神境界。蓝星湖一溜烟的就跑到坐垫上，趴在上面睡了起来，一副安详舒服的表情。朝华坐在一旁，蓝星湖的确是得天独厚，睡觉就能修炼，身上的蓝光一闪一闪，朝华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在变强。不能比啊，我还要明修，你睡一觉就能变强。好像听到朝华说的话，蓝星湖晃了晃尾巴，像是在说，你练你的，就别妒忌了。好好，你练你的，我练我的。蓝星湖尾巴点了点，这才像样嘛。朝华坐在一旁开始明修，他现在第一个召唤系星云已经1级满修了，就差一个机会突破2级。第二个召唤系星辰还差不少才能3级满修，到时候才能突破壁垒。朝华进入明修的速度很快，几乎是一瞬间就静下心开始感悟天地之力。这里不愧是妖都最贵的修炼圣地，就连普通的元素在这里都比外面浓郁数倍不止，就算是修炼其他系的魔法，在这里也有数倍的提速。而且这里是专门修炼精神力的，这种虚无缥缈的才是最难修炼的。召唤系虽然与精神力也有点关系，但是召唤系并不是主修这个，所以同样很难感应到。不过没所谓，他只是顺便提升修为而已，自己还是慢慢吸收天地之力，增加修为就好，精神力境界随缘吧。而且他现在要说精神境界的话，应该是灵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灵境应该可以自动升级吧？要是天天在这里修炼，猪都能成精了。朝华知道进入圣地的时间十分难得，所以格外的珍惜时间，一直在冥修，直到5个小时后，今天的冥修时间到了，才从冥修中出来。呼，朝华长呼一口气，圣地就是圣地，修炼速度快得可怕。5个小时的时间，第2个召唤系星辰已经满修了，而且朝华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变强了不少。他现在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片空间蕴含的力量，还能感受到自己旁边正在呼呼大睡的蓝星湖的修炼情况。蓝星湖看上去在睡觉一般，但是其实他是在鲸吞这片空间的精神温泽，就是朝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温暖感觉，那是一种可以快速提升精神力的力量。蓝星湖现在就像一个黑洞一般，拼命地吸收这片空间的温泽。蓝星湖周围早就已经吸收完了，要不是他故意留下朝华的那一片不吸收，朝华自己都没有吸收的了。太夸张了吧！蓝星湖的黑洞吸收范围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一样的形状，头顶空间的温泽也从4面8方涌入蓝星湖的身体。朝华已经冥修完，他不打扰蓝星湖修炼，自己走出了大殿，等到时间的时候再回来把蓝星湖接走就是。朝华前脚刚刚离开精神灵魂大殿，蓝星湖就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不再是点点星光，反而是左边冰蓝色，右边海蓝色，双色兽瞳。而且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蓝星湖2只眼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冰蓝色的那一边冷漠冰冷，海蓝色的则是柔情似水。咔咔咔，地面顿时开始结冰，这不是蓝星湖要冰封整个大殿，而是他体内的力量泄露造成的现象，他无法控制。但是下一瞬间，冰变成了水，整个地面变得湿漉漉，像是大雨过后一样。冰和水2种一样却又不同的东西，更准确来说是寒和水才对。大殿之内的温泽不断被蓝星湖吸收，原来刚刚前面5小时都只是小打小闹而已，现在才动得真格。而朝华在外面打坐冥想，虽然外面不及里面，但是怎么说都是圣地，而且朝华也不需要继续增加自己的修为，他现在正准备突破，既然第2系已经满修了，那么也是时候突破了。精神世界之中，第2系的星辰早已判若两尘，本来只是第1系的陪衬品一样小小星辰，
现在越发的耀眼，已经有属于他自己的光芒，不再被第一系遮掩。在第二系的召唤系星辰中，一朵火焰在熊熊燃烧，火焰如烈阳一样，红如朱砂，形如山峰，但是它又像是微弱的烛光一样，一吹就倒，体积很是微小。但是昭华知道，这火焰的威力堪比高阶火系魔法。昭华是好说歹说，再花了1000万买了一个没特效的火灵种给天炎当甜品，才答应帮忙的。红，以烛火为中心，火焰开始蔓延到整个星辰，红光烈焰，虽然没有温度，但是昭华能够清晰的知道这火焰不简单。火系星辰第二系中是披上了代价的红装，像在等待昭华的灵性一样。但是昭华不敢调用天炎的力量，如果昭华像风系那样使用火系力量，那就是引火自焚，第一个先被烧伤的就是昭华的肉体和精神世界，他现在的修为无法承受天炎的恐怖力量。第197章炸锅了。昭华的精神世界，现在昭华比第一次中阶还要紧张，他现在看着自己的星辰慢慢变成烈焰的红色，火焰正在蔓延，同时还不时地盯着那本月色之书，这东西要不就一天到晚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当一本书，要是动起来必定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还好昭华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星辰已经变成了火系的红色，昭华现在也能感受到天炎的强大，那火焰的力量不是开玩笑的，而且天炎拥有的可不是灵种之力了。虽然不知道小风蚕往上升需要什么条件，但是灵种明显是满足不了。当初昭华猜想过是魂种，但是风灵跟他说并不是魂种，需要的东西是不规定的天才地宝，要达到统领级也就是成熟期，不但要时间，还需要特殊的天才地宝。天炎不愧是比小风蚕还要强的存在，昭华没有怎么和天炎交流过，也能感受到他拥有一种很特殊的力量，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现在轮到昭华了，他现在需要控制魔能去冲击壁垒，要配合天炎的力量攻击壁垒。但是这一次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天炎的力量太过强大，如果像当初小风蚕那样全力爆发，甚至会波及到第一系，两个系挨得太近了，相互平衡，所以昭华要学会控制，慢慢来，别急。还好昭华现在的精神力提高了不少，控制魔能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不用像以前不管3721一股脑的往外冲。第二系的魔能带有红色属性，红色的洪流先是试探性的撞击了一下，撞击到壁垒的瞬间，就好像煤气炉烧铁锅似的，火焰往四面八方分开。我的壁垒怎么这么厚？这也是昭华一直觉得奇怪的问题。他的星辰壁垒特别的厚，刚刚的冲击已经等于 1.5 个宇宙尘埃的能量了，但是撞击壁垒连个波纹都没有出现，更别说裂缝了。壁垒越厚不是代表越强，恰恰相反，越厚的壁垒代表这人天赋越低，证明这人没啥修炼天赋，突破瓶颈特别艰难。但是昭华没天赋，他想了想，自己好像的确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天赋来。昭华稍微加大了一点火候，他在圣地突破是对的，这里有源源不断的天地之力给他补充，还有提升精神境界的温泽力量补充精神力。昭华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在打坐突破的时候，整一片圣地之中的温泽力量就像水池的水被抽走一样，不断的往昭华的身体钻，不过更多的是往大殿，一大八一小两个漩涡都已经实体化了，圣地上空的云雾像风旋一样在旋转，竟然产生了天地异象。门卫的那位小哥哥手上的抓手柄啪嗒一下掉在地上，他急急忙忙地拨打了紧急电话，出大事了啊！而在突破的昭华还在那里像是调节炉火火候一样，在慢慢加大火力，从小火到中火再到大火，这水啊总算是开始沸腾了。咔咔咔，壁垒出现了一道裂纹，随着第一道裂纹的出现，陆陆续续出现更多，像是碎玻璃一样。昭华没有继续加火，不用很快应该就能攻破壁垒，成为双系中阶法师。昭华因为太过专注控制魔能的力度，反而忽略了自己的精神力消耗的问题，他到现在都没有感觉到精神力枯竭，反而越发的有精神。在外面，昭华进入了精神世界突破，完全没有留意现在外面已经炸天了。怎么回事？一个穿着精神的老头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通体发冷，要不是不能丢人，估计都要瘫软在地上，但是他全身已经被冷汗湿透了。城市不是围绕着修炼圣地建的，恰恰相反，因为修炼圣地往往是有风险，所以会尽量远离修炼圣地建造房子、商业中心等，所以这一幕并没有多少人看到。高天成，妖都高家的长老之一，高阶火系法师。高家同样是历史悠久的魔法世家，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高家并不是某一系特长的魔法世家，家族内魔法系比较驳杂。这个月刚好是由他们高家负责守备工作。其实这个守备是一个好差事，这样他们可以更好的安排自家人进入修炼。毕竟修炼圣地里面的能量是有限的，每个月甚至每天积累的量都不同，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量来让自家弟子进入修炼，来获取更好的效果。家族和学府最大的不同是，学府是靠努力去获取机会，世家是靠内部安排，每个世家每年都会有固定的名额，学府也一样的，购买资格也是有数量限制的，没了就算有积分也买不到。高天成急急忙忙的用权限通行证打开了结界，不管怎么样，
精神灵魂大殿不能出事啊。而另一边，昭华的精神世界里面，第二系的壁垒已经布满了裂纹。昭华深呼吸一口气，精神力猛地一灌，砰的一声响声在精神世界中回响，红色的火焰像是要把整个精神宇宙焚烧殆尽一样，开始拼命的扩张，直到接近第一系的大小天炎才把火焰收回。天炎二话不说，直接把他幻化出来的火焰种子收了回去。咱们交易完成，后会无期，拜拜。昭华只是无奈的摇摇头，看来自己在成为高阶法师之前是不可能让这个心高气傲的家伙服气了。昭华定睛看向重新变回透明的召唤系星云，两个召唤系星云相互平衡，相交辉映，像两个巨大的煎饼一样。昭华承认他肚子饿了。突然，昭华听到了咔的一声，就像是齿轮开始转动的声音。昭华吓了一跳，精神世界哪来的齿轮？他第一时间看向脚边躺着的月色之书，但是这一次昭华误会人家了，月色之书一直安安静静的躺着，不是他，怎么回事？昭华可以肯定这是齿轮转动的声音，但是还没让昭华多想，外面就出大事了。轰隆！几乎是同一时间，齿轮声音响起的时候，一阵冲击波从精神灵魂大殿传来，直接把昭华推出10米远，在地上滚了2圈才停下来。他也管不上身上的泥土，急忙抬头看向大殿的位置，周围的天地之力，精神温泽像是漏斗里面的沙粒一样，疯狂地往大殿涌去。昭华这时候那还能不知道出了大事情，要炸锅了。蓝星湖，一只奴仆妖魔怎么可能制造出这样的动静？昭华当时就感觉到蓝星湖不凡，但是没想到这么夸张。不远处，高天成10万火急一样冲向大殿，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子要完了呀。在高天成靠近准备进入大殿的时候，突然间天地异象消失，十分突兀的消失，好像突然被掐住脖子一样，戛然而止，说停就停。高天成懵了一下，但是很快回过神，也不管这么多，一马当先进入大殿之内。当高天成进入大殿之内的时候，更加傻眼，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妖魔鬼怪，也没有世外高人，只有一只小小的蓝色狐狸躲在角落里面瑟瑟发抖，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咦，怎么只有一只战将级的妖魔？第198章蓝星湖进阶。昭华眼珠子转了转，也紧随其后进入大殿。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高天成正要抓住蓝星湖，昭华哪能让他带走自己的召唤兽，立刻使用打开召唤空间，使用初阶2级的召唤系魔法召唤兽回归，用空间之力把蓝星湖吸回召唤空间。高天成转过头看过去，怒目而视，竟然有人敢妨碍他，区区一个中阶的召唤系小子而已。高天成声音带着怒意说道：“把召唤星号出来。”高天成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整个大殿的精神温泽没了一大半，也就是说，起码这个月剩下的半个月是不能再让人进来修炼了，要让大殿里面的温泽慢慢恢复才行。问题是，剩下的半个月剩下的5个名额，他们高家占了3个，这可是他们高家半年的名额了，刚好这个月轮到他们，要是接下来的半个月不能进去修炼，那他们高家直接亏爆。所以他必须要找出原因，不然只能由他们吃这个亏，因为这个月守护一直是由他们高家负责，本来是个美差，没发生过任何事情的精神灵魂大殿，怎么突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只狐狸必定知道些什么。要召唤师交出自己的召唤兽，除非我死了，不然就是你做梦。召唤系的法师对待自己的契约召唤兽如同亲儿子一样，不可能因为你3言2语就教人。最重要是，昭华大概猜出可能真的是蓝星湖的问题，因为蓝星湖进阶了。半天时间，从奴仆进阶到战将，怕是吸收了不少啊。不对，应该是吸的太多了。高天成本来就心情不好，一个弄不好，他可能连长老的位置都没了。不怒反笑，好，我今天就看看你一个中阶的召唤师怎么保住你的召唤兽。高阶魔法，火系的高阶魔法，一幅又一幅星图出现，星图之间相互交缠，星轨与星轨之间相互连接，星子不断的散发着光亮，火系星座慢慢出现。虽然速度不快，但是稳中有度。就算昭华瞬间使用千丝斩也没有用，一个高阶的火系法师不可能没有模具，只要模具1档，高阶魔法还是能完成。昭华表情慌神，但是心中丝毫不慌，语气带有一丝像是强作镇定的紧张说道：你可别乱来啊，我是中山学府的学生，而且我是按照规矩用积分购买资格进入大殿给我的召唤兽修炼的，可是记录在案的，要是学府的学生在修炼圣地出了什么事，你们是更大。昭华看似紧张，有点结巴，但是其实早就想好，别管你是谁，在妖都，中山学府就是第一学府，我正儿八经的中山学府学生，用积分换取的资格就是受到学府保护，要是出事了，你和你背后的势力也不好过。昭华现在是明白为什么某某阅读里面的反派这么喜欢用背景来吓唬主角了，又不是每个人都像主角那样无后顾之忧，不怕死的，现实中大多数人都不会硬刚到底。昭华实乃人间真实。高天成听后眉头紧皱，以前可不管你是不是学府学生，拳头才是硬道理，现在可不同以往，国家重教育，学府的学生只要不是犯罪，
那都是受到国家保护的，更何况还是名校的学生。不然为啥有残害法师这个罪状？最开始就是用来保护没有经验的法师。星座被取消，高天成像是要吃人一样看着昭华说道：“不管你是谁，今天这件事你必须要说清楚，要是你搞的鬼，谁都保不住你。”中山学府百里安的办公室，除了高天成之外，还有一个中年男子，而且看对话和高天成对他的态度，这位中年男子就是高家现任的主家家主高龙。星图浮现，昭华把蓝星湖召唤了出来，蓝星湖一出来就往昭华的怀里钻，瑟瑟发抖的表情惹人怜。呼呼呼，他说本来他在里面修炼，谁知道突然间风云变幻，大殿里面出现了一个黑洞，在疯狂吸收能量，吓得他只能躲在角落，然后就是高天成想要抓他。昭华解释道：“简直一派胡言，哪来什么黑洞？”高天成怒道：“这根本不合常理，胡编乱造。”昭华反驳道：“难道你认为一只战将级的召唤兽可以做到那种程度吗？这怎么可能嘛？别说战将了，统领级都不行。但是如果不是那只小狐狸，难道真是有什么黑洞出现？”其实昭华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不管发生什么，自己的召唤兽必须保住。百里安校长，你的意思呢？高家家主高龙看向百里安问道。其实正言什么的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益。他们高家是这次利益的受害方，他们需要的是换回损失。一个狐狸，一个学生，在他眼中什么都不是，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损失3个名额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在妖都立足的魔法世家，他们不能平白无故的损失，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声誉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百里安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昭华和他怀里在瑟瑟发抖的蓝星湖，说道：“天色也晚了，你先回去吧，好好准备准备，交流学习过几天就会开始，抽签应该会在今天有结果。”昭华像一个不懂世事的学生，木愣地点头，然后轻手轻脚地关上门。高家家主至始至终都没有看过昭华一眼。刚走出教学楼，昭华就和蓝星湖击掌：“耶，顺利！影帝就应该给这俩。”等于。回到宿舍后，昭华问蓝星湖：“你进阶到战将了？”蓝星湖点头，然后跳到桌子上，战将级的气息毫无保留地从体内散发出来，依旧和以往一样，蓝星湖的气息一点都不霸道，完全没有妖魔应该的狂暴。呼呼呼，有新技能？在昭华的期待之中，蓝星湖看着昭华，突然昭华脑中像是受到了重击一样，让他一阵头晕。精神攻击。昭华也大概猜到蓝星湖应该会精神攻击，而且现在昭华的精神力提升了很多，精神力境界是小1境接近2境的样子，而且精神防御能力也提升了不少，但是依然被打得头晕。而且昭华知道这绝对不是蓝星湖的全力，最重要是攻击猝不及防。蓝星湖不像心灵系和诅咒系，你要描绘星图和星轨，蓝星湖是直接就能发动精神攻击。呼呼呼，还有吐。蓝星湖从嘴中吐出一枚白色玻璃球一样的东西，这颗白色玻璃球开始缓慢地围绕着昭华选择，就是月球围绕太阳转一般。忽蓝星湖抓起一本书，猛地向昭华丢去，昭华没有闪躲，他要看看会发生什么。当，本来还缓慢围绕转圈的玻璃球突然消失，像是高阶空间系魔法的瞬间移动一样，出现在书本前方，挡下了书本。自动守护技能第199章首席的弟子疆域。经过一轮测试，蓝星湖的新技能有2个，一个是精神攻击，一个昭华命名为星之守护。星之守护不像3重水域那样要预判释放，星之守护则是会感应到范围内的攻击，自动出现在前方挡住攻击。不过星之守护的保护范围很小，就一个玻璃球大小，像火姿、雷印这样的范围魔法是挡不了的，但是妖魔的攻击却不是问题，就连3尾的谢鳌和扫尾都能轻松挡下。说白了就是一个物理防御技能，魔法挡不了。虽有缺点，但是优点更大，瑕不掩瑜。就技能没变，效果是一样的。水域6角盾从3重变成了4重，最外面多了一层，保护范围变得更夸张，最外层接近4米。而凝神守护已经可以完美抵挡中阶的精神攻击了。深夜时分，昭华中午的时候明修就已经完成了，回来后测试完没多久，就在宿舍熟睡起来。今夜是月圆之夜，万里无云，明月高挂，夜显得那么冷清，本来应该深夜吵闹的妖都也变得格外的宁静。咔，空间突然出现了一根黑线，呼，空间突然张开，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空间裂缝像是空调一样，一股寒气从里面传来，蓝星湖从裂缝中缓缓出现。但是蓝星湖的蓝色毛发变成了冰蓝色，不再是深蓝，而是变得灰白透明的感觉，一双兽瞳已是冰蓝，变得冷漠冷彻，没有丝毫感情。冰蓝的蓝星湖看了一眼昭华，像是在确认昭华是否睡着了一般。片刻后，蓝星湖从嘴里吐出星之守护的玻璃球，
玻璃球高速旋转，变成了一道光环，挂在蓝星湖的头上，像极了天使的光环。啪，穿过玻璃，四脚迈出，踏空而去，片刻后就消失在了夜空中。街上的监控像是被拒绝了一样，没法拍下这踏空的蓝湖。蓝星湖离开良久，朝华紧闭的眼皮微微出现了一丝颤抖。等于。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季韶音终于被教授放回来，这一次没有尸臭，反倒是满身的血腥味。还好上次给的植物精油、沐浴露还有。晚上的时候，朝华和纪韶音去到了江和平的办公室。今年的新生交流赛刚好由他来负责，带队和安排也都是由他来。而且今年是中山学府作为东道主，所以江和平要安排的事情就更多了。朝华和纪韶音是最慢到的，他们两人来的时候，其他人早就到了。哼，既然还有时间谈情说爱，我们法师就应该以修炼为主，保护人民安全为己任。朝华看过去，竟然是高层。现在的他头发依然是灰白色的，看来这货真的很喜欢这种颜色。不过他在这里想来也不奇怪，高层本身就是中阶法师，而且修为不低，在新生中实力的确是名列前茅的存在。而朝华不知道的是，昨天大殿发生的事情，最后处理结果是以意外了事，高家需要负主要责任，其他家族负部分责任。高层身为高家一员，自然更加痛恨朝华，真是他们的高家克星啊！高层旁边的人朝华也认识，出生在博城的郭襄，那个腐蚀性水灵种的持有者。朝华没有理会，走到一边找个位置坐好。纪韶音反而是听到后害羞的低下头。什么谈情说爱，只是这要巧一起上下课而已，是纯洁的。名单怎么确定的，朝华不知道，反正场上加上朝华和纪韶音一共10个人，有不少朝华都认识，高层、郭襄两人，还有自己的曾经同班同学梁日。只不过梁日那眼神像极了被抢老婆的男人一样，眼中处处透露出凶狠和恶毒。还有一个坐在角落，脸上面无表情的高冷男，就是当初朝华没来之前的拳击第一麦加西，雷系和混沌系的中阶法师，主修混沌系的强者。剩下的4人，2男2女，分别是火系的蒲元亮、冰系的武飞白、光系的靳小玲以及治愈系的塔斯奇，一共7男3女。朝华和纪韶音两人可都是名人了，因为两人都是稀有系，在诸城校区，所以火系的蒲元亮、冰系的武飞白、光系的靳小玲不在一个校区的人，像是看珍稀动物一样。反而治愈系的塔斯奇没有看一眼朝华两人，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高冷的麦加西，眼都快凸出来了。江和平见人齐了，开始讲解今年新生交流的详细情况。首先是抽签结果，对手是帝都的中央学府。听到是中央学府的时候，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全国最强的学府是帝都学府，进入帝都学府的那都是天才。有人说，你往帝都学府丢一块板砖，随随便便都能砸到魔法天才，而且里面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魔法世家。不但是帝都本土的魔法世家，妖都、魔都、港都等国内最强大的几个都市的魔法世家都会让子弟进入学习，国外也有不少人选择考入帝都学府。但是帝都学府在帝都是不是就没有对手？那可未必。帝都还有一所特殊的学府，每年招生仅有1000不到，是中山学府的1/3，那就是帝都中央学府。这个学府的学生和其他学府不同，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毕业后可以进入国家机关，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官2代的学府。审判会副审判长的儿子，魔法协会长老的孙子，猎者联盟执事的侄子，全部在里面。除了官2代之外，就是一些立志毕业要加入审判会、魔法协会、猎者联盟的法师。而且国家最强的法师团故宫廷法师的选拔，每年都是从中央学府的优秀毕业生里面选。这个学府强不强？强，而且强的一批。但是他们的综合排名却比中山学府要低一点，因为官2代也有很多弱鸡，拉低了平均分。但是强的很强啊，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啊。故宫廷法师、审判会的审判长级别的审判员，要找传承弟子，要找得力助手，甚至是找卧底法师，都是往中央学府里面找。理由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心里面就是想加入这些组织的，不说为民请命，那也是要效力国家，不像其他学府的学生，目的千奇百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国内最强的召唤系法师，故宫魔法协会首席，世界前3的召唤系法师庞来就是中央学府毕业的。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就以1手高阶召唤系3只统领级召唤兽横扫全国所有统领法师，名极一时。所以听到对手是帝都中央学府的时候，大家的表情都认真了起来。交流学习一共40所学校，中山学府可是全国个位数排名的学府，哪知道竟然还真给抽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出来。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对于排名这种事情本来就很看重。一个是背靠国内最强法师团，被誉为隐藏最深的中央学府，一个是妖都历史悠久，由创造众多奇迹的国父孙中山创立的中山学府。撞车一起，还真的难免会让学生热血沸腾。
跟你们说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自从有了交流学习的学府切磋后，中山学府和中央学府两中的交流学习一共4次，算上最后的论文比拼，刚好以2比2打成平手。江和平的话顿时让在场的人嗨到了另一个高度。BO5决胜局，江和平指着投影屏说道：“你们这一次要留意的人。”投影屏上面出现一个戴眼镜的男子，长相平平，反而有点书生的感觉。右边写着主修召唤系，次修雷系。次元召唤兽岩石兽，契约召唤兽叶罗刹。你们都是新生，应该都有留意那个全国新生榜单，应该知道他吧？朝华反而觉得没什么，召唤系嘛，他也是 T1榜单嘛，他也是啊。江和平第一时间就看向朝华，这家伙就是装逼啊。江和平笑着说道，他前不久刚被国内第一召唤系法师庞来收做弟子。这一次朝华都微微有些吃惊，庞来这个名字只要是召唤系都认识，因为上课有说啊，很多召唤系法师培养召唤兽的方法都是由他发明的，是一个牛逼哄哄的巨强法师，能被他收做弟子的话，那还真的不简单。第200章教育方针。梁日这个大老粗张大嘴巴，他也是召唤系的，惊讶地问道：“教授，他真的让庞来大神收做学生吗？”江和平听到庞来大神4个字，脸上一阵无语，不过还是认同自己学生的话，点了点头说道：“这是前不久的事情，听说江玉没有去参加中央学府的主校区考核，庞来给了他另外的试题，他通过之后，庞来就对外宣布收江玉为自己的弟子。”梁日吸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惊讶道：“我听说庞来这位国内第一的召唤系大神从来不收弟子，有无数人想继承他的衣钵，最后都被他拒之门外。想想也知道，庞来作为国内第一的召唤法师，肯定有潮水一样的召唤系法师想拜师。”江和平点头说道：“这个叫做江玉的，能够契约到珍稀种族叶罗刹，又能让庞来收他为徒，本身的个人实力和魅力必定不弱。朝华也在考虑这件事，如果叶罗刹还能是运气，那么连庞来都愿意收他为徒，那必定是他个人的实力和魅力了。而且朝华自从知道自己莫名其妙获得了一张国府选票后，就留意起哪些人或者势力有选票。庞来作为国内第一的召唤系法师，故宫廷魔法协会首席，他本身就有一张票，再加上故宫廷魔法协会也有一张，江玉按道理天生就2张了，厉害啊，差2张就能直接锁定了。而且朝华没有忘记，帝都中央学府也有选票，那就3张了啊。有个好师傅很重要啊。朝华现在在想，要不要打老冯的主意呢？妖斗魔法协会也有一张选票呢，不知道老冯自己有没有选票。但是朝华想了想，还是觉得算了，老冯这种一心一意搞研究的，不可能关心这些。哼，不过是靠召唤兽的，算不得了什么，法师终究是要靠自己。麦加西站起身，听完安排后就起身离开。看来他还很介意朝华抢了他的风头，不过也难怪，学府选票有时候就是看这些风头。等等我，治愈系的塔斯奇冲出去也跟着走了。大家其实也都知道麦加西不爽的原因，都纷纷看向现在排名第一的朝华。你搞出来的哦。说是排名第一也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毕竟两人还真的没有打过一场。但是前段时间朝华单挑战胜了黑教廷的黑衣教士，又获得了1万积分，实力必定提升一大截，所以大家也都默认了他是新生第一。啪，梁日拳头碰撞，露出自信的笑容说道：“教授你放心，甭管他是谁的弟子，我必定能打败他。在法师和法师单挑来讲，召唤系的确是最强的几个系之一，大家打着打着就多几个召唤兽，这谁顶得住啊？”其他人也都点头，管你是官2代学府还是背靠国内第一法师团，咱们中山学府就不会落于人后。江和平欣慰地说道：“这一次不管如何，因为参加交流学习，除了最开始的切磋赛之外，还要做一次研究调查，写论文搞研究。至于研究内容还没有商量好，等到之后会跟2个学府的学生一起说。交流学习，那必定要相互学习。前几年交流学习都是到某个野外地方，探讨某些理论是否可行，进行实地检验。例如到一些被妖魔霸占的地方，考察是否能出兵收复这个地方；到一些妖魔泛滥的地方，查看要怎么才能抑制妖魔的泛滥。研究这些实际性的问题，解决办法，才是一个学府学生要做的。对了，队长由谁来担任？”光系的靳小玲问道。虽然他提问的，但是他却看着朝华，意思很明显了，当然由第一来当啊。火系的蒲元亮和冰系的武飞白都点了点头，他们也很认同让朝华担当队长一职，毕竟他可是打败了黑教廷黑衣教士的人，实力也是最强的，不是他当谁来当？不对，凭什么让他当？他说不定自己就是黑教廷的，反正我信不过他。高层立刻就有意见了，谁当都可以，朝华不行。火系的蒲元亮也是个暴脾气，他就是一个崇尚强者的男人，谁强他就服谁，反讽道：“他不当队长，难道你来吗？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人家一只召唤兽就能按死你了。”高层站起来怒道：“我不稀罕，我推荐让麦加西同学担任队长。”
其他人脸上满是哼哼两个字，你倒是聪明，懂得祸水东逆，但是他们是傻子吗？麦嘉熙同学在这里吗？你就这么急跳出来当小丑了？既然大家有意见，那就投票啊，一人一票。同意朝华同学的举手。结果其实也不用投票，一眼明了。你看，我们这里就4票，你那里最多3票。蒲元亮说道。高岑知道自己不可能挽回了，哼了一声就走，反正明天才是交流切磋，中央学府的人明天才来。朝华自己也无语的摇头，他怎么就莫名其妙当上了队长？有没有人问过他的意见？不过他也没有拒绝，与其被人指挥，不如指挥人来得更好。第二天一早，中央学府的学生就乘坐飞机来到妖都，一见面，对面的带队老师清新安和江和平就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双方各有笑脸。朝华这边10人也和江玉带队的10人相互握手，相谈甚欢。但是这种客气、谦虚反而比直接挑事情、互喷来的更危险，都是一群笑脸虎啊。朝华主要是关注江玉这个人，相处起来很友好，为人没有什么火气，很多时候就像一个腼腆的乖小孩一样安安静静的。但是朝华从他的小动作和眼神看出，这家伙内心应该挺活跃的，是个闷骚货色，在朋友面前应该会挺骚的一个人。第一天是不进行任何的比赛，也不会去探讨学术问题，第一天就是炫富，炫的不是自己的富有，是妖都的富。第一站，妖都的学府城汇聚了妖都所有魔法学府的巨大城内城，把学府汇聚起来，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这是妖都教育的指针。其他城市不一样，其他城市都是学府就是学府，实行精英制度，只要有实力，那就能得到更多资源，然后用资源增加实力，再得到更多资源，钱滚钱一样的道理。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利底层法师，底层的法师2-3年都难提升一点实力。所以在中阶、高阶的法师数量是妖都领先全国，但是最强的超阶法师，妖都则是全国第5。妖都的教育方针是让1万个初阶法师有突破中阶、高阶的机会，而其他城市则是要一个高阶能突破超阶的法师。精英战略和平民战略